某年某月某日中午12点整，来自水蓝星的40亿生灵，欢迎来到无尽大陆。这里万族林立，异兽遍地，危险与机遇同在，唯有强者才能活下去。一道虚无缥缈的电子音在40亿人的脑海中同时响起。您已成功绑定无尽求生系统，属性面板已加载。什么玩意儿？叶无穷从一阵晕眩中睁开双眼，震惊而迷茫。四周是漏风的茅草墙。叶无穷，上一秒他正走在去彩票店兑奖的路上，下一刻莫名其妙就出现在这个破旧的小茅草屋里。无尽大陆系统求生，这么离谱的吗？叶无穷皱眉，怕不是在做梦哦。然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道光幕，上面显示着许多数据，如同一个游戏面板。姓名叶无穷，年龄22周岁，种族水蓝星人类，属地 C2050 新手村，职位无，天赋无，技能无，等级1，零100能量点。紧跟着是一个雷达统计图，显示的是叶无穷的6维属性：力量9，体质10，敏捷8，精神10，智慧10，幸运18。还附有说明，以上各项属性值，人类平均水平为8点，战斗力临阶1星中期。这属性好像在玩游戏啊，不过我似乎比平均水平强一些。叶无穷心道，整体比较均衡，没有短板，不愧是我，完美的6边形战士。这个幸运值也太高了吧，是平均值的2倍多，我果然很欧。叶无穷从小到大的确挺幸运的，人生唯一的遗憾就是父母早逝，只给他留下了这么个充满期望的名字。之后在条件很好的福利院长大，人聪明，念得进去书，考上了国内重点大学，长相英俊，身高腿长，而且他似乎有与生俱来无师自通的经商天赋。小学就会在寝室开小卖部赚零花钱，等到了自由宽松的大学，更是如鱼得水。毕业在即，同学都为找工作而发愁，他却无忧无虑。大学4年，他几乎白手起家，已经凭借各种手段攒下了100万资产。但是眼下都成了浮云，没了，一切从零开始。我的彩票还没兑，300多万呢，第一次中这么大的奖。叶无穷心里有点痛，但来不及多吐槽什么，他的意识突然沉入到一片黑暗里，有点晕乎，仿佛置身于虚空。四周是形形色色，有大有小的各种光团，像星星一样闪啊闪。系统声音又响起，请抽取一个初始天赋。虚空里的天赋很多，成千上万都不止，闪烁的让人眼瞎，又看不到天赋名称和效果，这叫人怎么选？不是开盲盒吗？叶无穷凝神，无比专注，在心里道：奉欧神之命，让我抽个好点的天赋吧。然后他扫视着茫茫天赋光团，试图选优。系统开始倒计时，59、55、54、53，只有1分钟的选择时间。时间很紧，但叶无穷不慌，脑子转得飞快。28法则与金字塔模式适用于绝大部分领域。好东西肯定数量少啊，烂大街的不就成了大白菜吗？叶无穷早已观察到，周围的天赋光团大部分都是白或者灰色，其次是绿色，再后是蓝色。哪怕同样颜色的光团，大小也不一样，珍贵程度显然都不同。倒是和一些游戏里道具的等级是一样的，可这片区域连一个紫色的天赋都没有。但蓝色或绿色的光团接二连三的突然消失，显然是被反应快的人选走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大家都懂。叶无穷不愿意将就，他操控意识在虚空中迅速移动，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天赋。突然间，附近好像有一道金光极快的掠过。叶无穷以他高达10点的精神力观察到，那也是一个天赋光团，金色，体型非常小，飞行速度极快，宛如一颗金色飞贼。拿来吧你！叶无穷立刻追了上去。他有一种莫名的直觉，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家伙非常厉害。他不仅是独特的金色，而且跑得快。虽然很小，可这桀骜不驯的小样儿，衬得旁边那些天赋光团都像傻大个。恭喜你得到 SSS 级天赋100倍获取。抽完天赋，叶无穷的意识便被踢出了这片虚空，回到了破茅草屋里。他打开系统面板查看，只见自己的个人属性中信息果然已经更新了。天赋本命天赋100倍获取为1，技能天赋技能100倍获取。这个天赋只有我有啊，也就是说以后还可以得到其他天赋和技能。看着金光闪闪的天赋词条，叶无穷略有几分开心。欧气使人快乐。他查看了这个天赋的详细说明，在获得资源的时候使用，可以变成100倍，等于是无中生有了，很强大实用的技能。
但也有小小的缺点，有一定的使用限制。目前百倍获取只是 LV1， 一天只能用3次，使用对象则是蓝色品质以下的物品。叶无穷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既然有等级，就说明可以升级，总比没有好吧？而使用对象的品质吗？哼，刚到这一届，能获得什么太厉害的高品质东西？就算他是个小欧皇，也不认为自己每一件事都能无比幸运。对了，真的有40亿人一起穿越，真是离谱到家了。他赶紧在系统面板上查看起来，想了解更多情报。系统公告里有简短的说明，这次的穿越人士是18至50周岁的人类，也就是青壮年。而无尽大陆虽是一片平行世界，死亡却是真实的，人被杀就会死。新手期只有7天，7天之后，系统将不再保护大家，各种想象不到的危险都会降临。他刚看完，系统又发了新的公告 ：C2050 新手村天赋选择完毕，共有31589人获得天赋 ，F 级天赋22764人，B 级及以上天赋35人。这个结果果然也遵循28法则。金字塔顶端只有一小撮人，咱这幸运值真不是盖的。叶无穷打开聊天频道，准备看看其他人情况。瞬间，数百条消息在眨眼之间一起涌出，聊天消息还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滚动着，半秒钟就能999加。叶无穷眼花缭乱，一句话也没看清。他倒是留意到聊天频道最上方显示着39968400000，这数字应该是代表这个聊天频道中的人数，就是 C2050 新手村。还有个附近频道，是以它为中心的100里乘100里区域和全球的聊天尚未开启。我们村有这么多人，足足3、4万。等等，有32人的差值，那些人难道已经……叶无穷为这些非求默哀，这也太恐怖了，才穿越多久就有这么多人没了？可能是吓的，看来系统真不是开玩笑，异界真的很危险。聊天频道里大部分刷屏的人也都是在各种震惊，一部分人还没能接受穿越异界的现实，另一些人则是在讨论刚选择的天赋。嘿嘿，我是D级天赋，力量强化，以后我要走纯攻路线。好羡慕啊，我只有 F 嗅觉强化，什么用都没有。呜呜呜！叶无穷懒得看这些吐槽，直接关掉聊天频道，研究了下数据。生意人必须对数字敏感，既然一个新手村是4万人，那么全球40亿人降临，就会有10W 个这样的新手村，好多。不知道其他村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叶无穷想着，把小屋的破木门打开了。还在新手保护期，他不担心外面窜出来一只凶兽。此时外面阳光灿烂，也是正午。叶无穷在破茅草屋前后看了看，很简陋，荒凉，到处都是野草，已经成材的大树倒有不少，还有几块大石头，这些应该就是基础资源。叶无穷啧道，除了天赋，开局真不咋样啊。事实上，降临异界，每个人除了衣服等基本物品之外，其他东西都被没收了，连个打火机都没有。系统只给每人一把斧头，一把镐，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从零开始，用双手成就梦想。天赋选择本质上就是他们的第一次比拼，绝大部分人开局都是 F 级天赋，以后发育艰难是可以预见的。叶无穷拧眉远眺，观察了一下四周，只看见苍茫青翠的绵绵树林，有淡淡白雾缭绕，能见度很低，没看到别的人家，可能被遮住了，也不知道同村的其他人都在哪里。地图功能已解锁，请点击查看。叶无穷打开地图，发现目前有3层。家园本新手村野外，家园就是他的穿越点及四周，在地图上显示是四四方方的一小块，而本村则是一个大正方形，茫茫一片。野外是不规则的环形，围绕着村子，地图上像覆盖着迷雾，灰蒙蒙的。叶无穷将地图放大，研究了片刻，得出数据，看来4万人，每人都有1里乘1里的家园，那10W个村子就是异界，真是好大。但并不是说每个人的家园都连在一起，中间还有无主的野区。新手村可能也会比估算的稍大些，就是不知道这么大的地盘，生产出来的资源够不够4万人分配。没有资源，如何发展？在这种环境下，我竟然觉醒的是100倍获取，真的假的？叶无穷要赶紧去试用一下。第2章，茅屋升级，自由属性点 X 100倍，疯狂加点。就在叶无穷思考行动计划的时候，系统再次以冰冷无情的声音发布公告：新手保护期结束之时，未能升至10级的生灵将被抹杀。聊天频道里顿时一片鬼哭狼嚎。不会吧，这么可怕？妈妈，我要回家。QAQ， 这尼玛！叶无穷也是一阵无语，
神情严肃。想要生存，一些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他现在有一座小破屋，暂时可以解决睡眠问题，但缺乏食物和水。更严重的是安全问题。虽然有新手保护期，也仅仅是不死，依然会受伤。而且保护的只是家园之内，野区还是很危险。生存之道唯有变强，可是要变强，就必须得踏出家园打怪升级。幸好吃饱了午饭才穿越的叶无穷嗨了一声，笑了笑，取出系统给的斧子，开始撸树。茅草屋可以花费50木材，25弹头升级到小木屋。野外不知什么情况，他不想贸然行动，先升级屋子吧，顺便试试百倍获取，研究下这天赋该如何升级。这可是他以后生存的重要倚仗。砰砰砰，咔嚓，叶无穷数着自己有9点力量，砍倒一棵树要劈12次，花了10分钟。树倒，力量的绿条也长了1点。看来不仅是升级可以加属性点，干活也一样可以。百倍获取每天只能用3次，那多攒点树一起用。花了2小时，叶无穷砍倒了家园内所有的树，共15棵，堆成了小山。叶无穷整体选中这堆树，出现了分解选项。基本上1米长的树干等于1根木材，粗壮大树会多一些。这堆树可以分解出62根木材。叶无穷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操作，生怕系统自动拾取物品了。您获得62木材，是否使用百倍获取？是。瞬间收纳到系统包裹中的木材数量变成了6200，真的变成了100倍。系统包裹同类物品的堆叠数量上限是999，而格子只有20个。这6000多块木头一下就占了7个格子。叶无穷看着这么多木头，不由得很是惊喜。别人要花100倍的时间才能砍到这么多，而且家园内未必有这么多树可以砍。这个金色天赋也太逆天了吧！天赋技能使用一次，他自身也获得了33%的经验值。叶无穷暂时摸不清这天赋到底看什么升级，可能是使用对象的品质和数量。另外，叶无穷砍加分解这么多树，力量属性成长了3点，到了12点，还掉落了随机种子 X3， 树叶 X20。他思考了一下，直接拾取了，没有在这2种东西上面使用百倍技能。开玩笑，300个种子种得过来吗？新手期只有7天，他不是来当农民的，所以随手在地上挖个浅坑，把种子埋进去算了，爱长不长。至于树叶，就是树的汁水，应该也只是普通品质，没啥大用。查看了一下树叶的信息，叶无穷发现这东西可以喝，但不能加属性。他刚好有点渴了，于是喝了一份200毫升的树叶，那味道，没对他用技能是明智之选。接下来再搞一些石头，很长时间都不用愁基础资源了。叶无穷歇了一会，动力十足的刨石头去了。他先把几块大石头都搬到一起，再开始敲，花了2个多小时，所有大石头都成了小块。地上一堆石子，石头 X53， 使用百倍获取5300块，又是6格石头收入囊中，简直是大丰收。百倍获取的天赋经验条也到了 67%， 敲石头也掉落了特殊物品碎石 X3。 叶无穷大喜，赶紧捡了起来，这可是好东西啊，可以用来取火。但依然没用百倍，1块碎石就能搞到火了，100块又不能吃。而此时已经快到下午4点20，叶无穷打开聊天，瞄了一眼其他人的进度。附近频道，我的妈啊，可累死我了，1个小时才搞到7块木材，腰酸背痛。就是这效率也太低了吧，破房子都要塌了，什么时候能升级啊？新手村频道，材料好难采，老天爷啊，这么难，能有几个人活下来？这是要我们送死啊！是难采，但是活动可以升级属性，大家不要灰心，加油啊！哈哈，我的天赋可以力量翻倍，撸树快多了，属性成长也翻倍，力量已经加6了，就是饿得快，什么吃的都没有，准备啃树皮。大佬，你也太强了吧，分我一点可好？看到其他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叶无穷顿时觉得自己真是太幸福了。然而，拥有再多基础资源，如果不能内化为自身实力的话，等于是屁用没有。叶无穷赶紧升级破草屋去，升级材料被系统自动扣除。茅草屋笼罩在一片白光之中，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施工声音。叶无穷坐在一旁喝树枝休息。10分钟后，恭喜你的 LV1 茅草屋升级为 LV2 小木屋，你获得了全属性+1。你是本村第一个升级到 LV2 小木屋的人类，奖励10点可分配属性。几乎在听到提示音的同时，叶无穷反应神速，用意念大叫道：百倍获取！他心跳很快，紧张，期待，一天只能用3次。他留着一次机会，就是为了看看
会不会得到好东西。下一瞬，他周身白光一闪，系统的奖励降临下来。叶无穷赶紧查看自身属性，顿时无比惊喜。他的6维每个属性数值都只涨了1点，个人信息却多了一项，可分配属性1000点。我的天，这波不亏！叶无穷兴奋的有些脸红，这么多属性点，比中1000万还要困难。如果正常获取的话，不知得花费多少时间与精力，太逆天了，竟然还能用在属性点上，绝了绝了！怪不得是唯一级天赋，太珍贵罕见了。稍稍平复激动的心情，叶无穷冷静下来，思索片刻，他发现这样暴富的机会好像也不多哎。刚才他收到了2道系统提示，但第一次的全属性+1并没有变成100倍。他想，原因应该在于全属性和自由属性是2种不同的东西，无法合并在一起用技能。而他反应如果稍慢一些，或许也会错失这次机会。叶无穷摸着下巴思考，看来升级物品就会有相应的奖励，但成为新手村第一个做到某件事的人，也许能奖励一些自由属性点。对此，他有足够的自信。在全员从零开始的情况下，一步快，步步快。他这已经不是快了，完全是在开飞机。还有一个好消息，连用3次100倍获取，他已经升到了 LV2， 并已达 70%， 每天能用的次数也多了1次。不过使用限制依然是蓝色及以下物品。遗憾的是，升级并没有刷新使用机会，今天是没法再用了，只能等0点刷新。接下来疯狂加点吧，加点是一门大学问，系统不推荐加点方向，叶无穷本身又6维平衡，咋搞？走什么路线？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把点数全都加到幸运上，直接就福运逆天，成为碾压所有人的欧神。到时候得到好东西的概率一定会大大提升。再配合100倍技能，那简直是利滚利滚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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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美好的生活真是想想就让人流口水，不太现实。就我现在这个攻防，连家都不敢出，不探索野区，家里又没有别的资源。叶无穷思考加点中，轰隆隆，咔嚓，天空竟然转瞬就乌云密布，雷电满天，闪电交织，成了一片雷海，雷声震耳欲聋，滚滚而来，像地震又像山崩，天立刻就黑了，狂风骤雨袭来。卧槽，自然灾害级别，还加个屁的点！叶无穷呲溜一声躲进了屋子。麻蛋，幸好刚升级完房子，雨点和冰雹暴力的砸下来，道道紫色雷霆更是偶尔劈落下来，携裹着杀戮气息，有几次更是落在了叶无穷半里之内，大地都在嗡嗡震动。这么近的距离，仿佛一种威胁，让他有点慌。不会吧，不会吧，天道不会发现了我这个 bug， 要消灭我吧？我真没有成精啊，这不能怪我呀，我又没开修改器，太幸运了，能怪我吗？蹭蹭蹭蹭，叶无穷秒加了200点在体质上，就算被雷劈中，说不定也能苟一苟。这一加点，他发现自己多了血条和双抗属性，现在体质共211点，血量2110点，是体质的10倍，双抗则是各有127点，是体质的 0.6倍。接下来又加了200点在幸运上，灾难快远离我！叶无穷深吸一口气，毫无卵用，雷雨风暴还是充斥了整个天地间，不时的在他附近劈落，山石乱飞。剩余的点数分配，叶无穷觉得6维好像都挺重要的，落下哪个都要瘸腿，做不成完美战士，都怪属性点太少了呀。经过考虑，力量加200，精神加200，敏捷加100，智慧加100。力量影响攻击力与暴击率，精神则是感知与意志等，敏捷关系到速度和闪避，智慧影响智商、悟性、学习速度和经验获取速度。加完之后，叶无穷的6维属性：力量213，体质211，敏捷109，精神211，智慧111，幸运219，彻底碾压普通人类，是同村普通人的10几倍了。战斗力更是飙升，瞬间达到了9阶9星巅峰，只差1点便要迈入10阶。叶无穷现在还不明白战斗力分级具体代表什么，但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在新手村横着走了。2个小时后，下午6点多，风暴渐停，天已经黑了。聊天频道里消息狂刷，叶无穷注意到新手村的人数又有所变化，从39968跌落到了38721，有1000多名人类在刚刚的天灾之中丧命，而且死亡数字还在持续上升，因为这一次不会再有人负重前行前去救灾了。第3章新手生存攻略，声望奖励。遭遇天灾，整个聊天频道一片伤感恐慌气氛，
下午原本阳光很好，大多数人已经在努力适应新环境了。可是，一场雷暴展示了大自然的伟力与残忍，绝大部分人都被吓到了，因为升级茅屋的材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度，没能在风暴来临之前凑齐并升级的话，破草屋直接就被毁了。系统是骗人的，什么新手保护期都是假的。坐在屋顶上，半个人泡在冷水里，难受。更难受的是，刚刚飘过去几具尸体，也不知道都是谁。哎，不知道40亿人能有多少活下来，好难。就连下午不时给人加油打气的蛮王又空大了等善良小天使，这时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面前，言语实在太苍白无力。叶无穷获得大量属性点的欣喜，此时也烟消云散了。他突然深刻意识到一个事实：穿越的所有人没有家了，也没有国了，等于说是被抛弃了，孤零零的散布在这广袤的异界，脆弱的就像一只小蚂蚁。除了保护期内要升级，还有一件事非常严肃。叶无穷目光炯炯的在思索，为了更好的赚钱，他大学时选修了政治经济学。社会性是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人需要与同类互动，需要社会组织，更需要有人管理，才能有共同的目标，提高生存几率。现在问题是，被选中的穿越者都在18至50周岁这个区间，而世界上各大主要国家的重量级政要人员绝大部分都是超过50岁的，剩下的掌权人士就算穿越了，也被分散在了各处，不仅没了手下，还同样面临生存考验。现在新手村联系不到外面，人类根本无法联合，所以完全可以认为近40亿人类处于群龙无首的散沙状态，这将成为某些人的机遇。全球18至50周岁的这些人里有无数的人才，他们肯定会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这个局面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目前的情况已经很明确了，想要获得更多资源，想要更多同类生存下去，新手村里必然会诞生相应的组织，必定会有勇士和强者挺身而出，趁势占领权力的无人区。叶无穷微微一笑，自己能想到的，别的聪明人自然也能想到。可是拥有 SSS 级天赋的人，在一个新手村里又能有几个呢？本村 B 级以上天赋的只有35人，他不相信一个新手村可以同时拥有卧龙与凤雏。SSS 级必定只有他一人，新手村致富带头人的位置，他预定了。问题在于，天赋与影响力是两码事，要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能够服众，但天赋是绝不能曝光的，会成为万众的靶子，死无全尸。此事容后再议，暂时不急。就在这时，一条系统公告弹出 ：C2050 新手村累计聊天记录超过200万条，村内论坛功能开启。叶无穷，这尼玛一个个都是大水怪吧？不求生，光顾着聊天，而他一句话没说过。当大家还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他已经走一步算10步，想到了基础生存有保障之后的事了。先瞅瞅论坛是什么东西。一群人与他一样涌进来看新鲜，原本空白的论坛页面转瞬间多出了许多无意义帖子。嘿嘿吼吼，试试。叶无穷则是在研读系统说明。这个论坛和水蓝星的微博几乎一样，有热搜榜、超级话题等等，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了系统，不再需要打字，直接意念输入。而论坛和聊天频道的区别是，聊天消息太多太乱了，还没个主题。论坛可以发帖，有主楼与评论区，方便讨论问题，还可以保存发言记录。因为已经有人发现了，论坛发言无法删除，只能编辑。天助我也！叶无穷漆黑的眼眸越来越亮。我有些大胆的想法，刚好可以借助论坛来实现，对大家都好。当下他就准备起来。智慧与精神点数的大额加成，使得他意念运转的速度如飞一般，甚至可以一心多用，一边写帖子，一边在聊天频道和论坛里通过关键词搜索有用的信息。第一个大 V 必定是我，这影响力不就来了吗？实话说，大 V 也是分级别的，全民追捧的巨佬极其罕见，但普通大 V 的号召力也绝对碾压普通人，有很多红利可以吃。叶无穷在水蓝星的时候，凭借分享赚钱妙招、各种攻略，在微博凝聚了近100万粉丝，所以重操旧业那是格外的得心应手。论坛开放之后，原本空荡荡的热搜榜也迅速热闹起来。热搜前3，怎么回去？活下去？好，怎么办？而寻人求生存技巧会不会再有天灾等话题，也上了热搜前20。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经历过这么大的冲击，也没什么生存经验。开玩笑，现在的一些人饭都不会做，依靠外卖送上门，指望他们荒野求生，熬夜，缺乏锻炼，
没干过重活，可谓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扛。还有一些虽有生活经验，但没玩过游戏的中年人，根本就搞不懂现在的情况，指望他们自己去摸索生存经验，那是活在梦里。因此，新手村近4万人，至少有一半在交流着生存技巧，但信息太多，太庞杂了，除了看的人头晕眼花、浪费时间搜索之外，并没有太大帮助。1个小时之后，一篇长达4000字的总结帖悄然出现：新手生存攻略，如何在无尽大陆活下去？速来围观，长期更新。新手期该怎么办？这个帖子排版美观，结构清楚，关键信息一目了然。发帖人讲了很多东西，对各类零散的信息进行了深度整合，并提供了一些独家情报。发帖人最后说，为了一起生存下去，大家积极分享发现，此帖将不定期更新，建议收藏点赞，一键3连。有疑问在评论区留言，或许是字数多，权重就高一些。这个帖子一经发布，就出现在求生类话题的前排，仅仅1分钟就多了几十条评论，几百个赞，留言也在以恐怖的速度增长。哇呜，楼主好人，太需要了，万分感谢，大神一生平安，我愿称之为新手村最强网友。更是有一些刚刚寻亲成功的人在底下疯狂艾特亲朋好友，好东西，赶紧收藏了，我们都要活着回去。10分钟，叶无穷的粉丝涨了5000，这个效果他并不意外，因为大多数人缺乏信息的整合能力，可能也有人在做了，但没他快，也没他全，这就是精神、智慧大量加点的好处。另外，叶无穷在搜集信息的时候，的确又发现了一些情况，比如 C2050 新手村，大家好像都来自于东龙国，他大胆猜测，大多数新手村的人也是来自同一个国家，这对团结一心无疑是很有好处。至于那些多种族混杂的村子，大概率会发生内讧。再比如，由于新手村面积太大，同一个村地形也千差万别，导致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似乎出生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带，没什么特殊资源，但是防洪涝。有人出生在湖泊边上，可以抓鱼吃，但湖里有大鱼会喷水箭，一下能打断一棵树。还有在丛林附近的人，家园外有狼在游荡，蟒蛇游到家里来，甚至有人家园旁边有一座小火山。可见新手村也挺危险的。解决办法就是先进行砍树之类的高强度锻炼，提升力量等属性，然后等大佬们的杀怪攻略再去刷怪升级。叶无穷目前还没有战斗过，因此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的属性太强了，经验不适用于其他人，因此他整合了其他几个人发布的杀怪经验，并艾特了他们，告知转载。秦牧、李世英、独孤不败、一拳破天、曹坤，这几个人没穿越时应该是练过的，身体素质高出常人，甚至掌握基础武技，而且基本都觉醒了地级天赋，已经算很优秀了。这几人也纷纷关注了叶无穷，他们只是战斗力稍高，在其他方面的经验依旧有所欠缺，需要积极的学习。生存攻略帖发布15分钟，热搜榜第一，评论数已超过 1.5W， 叶无穷的粉丝达到了9879。太棒了！大家团结一点，多发正确经验，一定会有转机。给楼主点赞，为人类祈福。梅老师什么时候出书啊？答应我，赶快更新。王老师说的很好，可我还是不知道哪里有东西吃 QAQ。叶无穷论坛和聊天频道可以用真名，也可以用网名。他虽然有点野心，但比较低调，俗称闷骚。论坛 ID 没有名字的网友，于是就成了王老师。行吧。叶无穷刷新了一下页面，突然金光亮起，叮！他的攻略帖标题前面多了一个精华图标，同时粉丝数也突破了1万。系统公告在他脑海中响起：恭喜你拥有了1万名关注者，极高的人气让你获得水蓝星人类声望20点。你在论坛中发布了一篇精华帖，水蓝星人类声望加20。你是第一个发布生存攻略的人类，获得称号守护者，可升级，全属性加20，属性成长翻倍。叶无穷精神一振，他发帖既是为了帮助别人，也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收买人心。万没想到，居然触发了奖励。第4章技术取火，各种图纸，万人斩的不懈。声望是什么？有什么用处？叶无穷询问系统。声望差不多就是影响力，但绝不仅于此。系统回答也验证了他的猜测。声望是被大众敬仰而有所期望的名声，达到一定标准会获得奖励，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请努力获取。叶无穷有点摸到这生存系统的路子了，积极进取，多做实事，奖励多多。他又研究其守护者的称号，称号说明写道：此称号赐予那些对人类族群有贡献的人，他们的属性成长会更快，
以便承担更多责任。属性成长是指自己练属性的效率，不包括加点。叶无穷，0级守护者，实力远超普通人类，但仍不足以与村外的未知危险较量。守护任务无，看来以后还会有守护任务。叶无穷态度很明确：一，先得保证自己的生存；二，在此基础上再帮助其他人；三，二者矛盾时，请参考第一条。不过，适当承担一些责任，反而可以获得更多资源。有任务再说吧。咦，这个帖子，叶无穷看到论坛里有人说，在下午砍树掉落了随机种子，就给种下去了。没想到几个小时过去，不仅长出了小果树，还结了果实。许多人欣喜，天使啊，有东西吃了。叶无穷也有些意外，这里植物的生长速度竟然这么快。他出门一看，自己下午种下的3颗种子，果然也长出了番茄树一样的小果树。此时上面已经挂了几个成熟果实，散发出淡淡香味。他摘了一颗下来，放入系统包裹，查看属性：红心果，普通果实，可以食用。备注：烤熟效果更好。叶无穷现在还不算太饿，属性的提升让他的体力与精力都非常充沛。他看了一眼家园地图，发现上面显示着树木、果树图标与倒计时，说明这些植物是可再生资源。这么说来，这里石头确实比木头珍贵一些。接下来还是升级食物。本来傍晚就打算生的，被一场暴风雨耽误了。主要现在天已经黑了，四下里都是野兽的咆哮，在天地间回荡。他可不想摸黑去野外探索，一是危险，二是百倍获取还没刷新，所以先把家里搞好。木屋升级到石屋需要100木头，外加火种。火是用来解锁石屋厨房的。没有打火机，叶无穷只能手动取火。钻木取火其实就是拼概率，效率极低。碎石取火要好一些。叶无穷手上有3块碎石，有棉麻、干草之类的引火物比较好，没有也没关系。叶无穷用斧子在木材上削了一些薄木屑，木屑下方铺了几根细木条，将铁斧放在上面，拿碎石砸上去。当，火星四溅。5分钟后，木屑开始冒烟了。叶无穷小心的吹气，一星红光越来越旺盛。终于，轰隆一声，火苗腾起，成功了！叶无穷心中一阵激动。系统提示紧随而至：你获得了火，奖励一个打火机。你熟练使用木材，解锁初级木工图纸。没出现新手村第一次获得火这样的字眼，说明有其他人通过别的手段拿到火了，比如天赋刚好是火焰操控。系统背包里果然多了打火机和一张白色图纸。叶无穷拿过打火机，翻来覆去查看，这和水蓝星的火机有些不同，虽然小巧，却沉甸甸的，看不出是什么金属制造的。通体雕刻着神秘的魔纹，说明上更是写着炼金术的产物。叶无穷小心的试用了一下，火很大，很给力。炼金术，这个世界是走幻想风格啊。收起火机，叶无穷将初级木工图纸给学了。他的技能中多了木工这项生产技能，还解锁了一些物品的图纸：木箱、木椅、木床、木斧、木桶等等。初级木工能升到中级、高级，既可以刷熟练度来升，也可以学图纸。叶无穷不缺木头，但是缺存储空间。一个初级木箱有8个格子，他先做了2个出来，只花了几秒钟。一个装石头，一个装木头。火种有了，升级石屋。他应该是村里第一个升石屋的，又会有奖励。他也纠结要不要明天再升，把奖励100倍了。但明天他要出门探索杀怪升级，必定会获得一些新的资源。100倍技能每天只有4次使用机会。总之必然要放弃某些东西。这次升级需要1个小时。叶无穷把果实全摘下来，坐在屋外火堆旁，一边烤制一边浏览论坛。他再次更新求生攻略帖，又收获了一堆感谢。大佬太强了，这样都能搞到火，有救了，再也不用喝凉水了。感谢王老师。他又收获了2点人类声望，目前还没有声望奖励。叶无穷猜测应该要50或者100点才会触发。夜渐渐深，四野都是粘稠的黑暗。叶无穷看到远处一双双幽绿的野兽眼睛在闪光，兽吼声也是此起彼伏。论坛上也在讨论此事。天黑之后，野兽明显变多了。是的，我连门都不敢开。大家正在相互安慰，疏解压力。突然，一个叫万人斩的人说：一群弱鸡，多锻炼吧。看我的收获，图片。他杀死了几头狼。这里的狼体型很大，不加尾巴，长度都有2米多。万人斩，哈哈哈！我现在已经快2级了。分解死狼，得到狼肉和狼皮，还有一堆材料，还爆了1件装备，烤肉去了。这个帖子一出，顿时引来了一众围观。初始条件极为艰难，
基础属性都差不多，但这位大哥能凭借一把斧头孤身杀掉几头狼，确实有点厉害。楼主天赋肯定很好吧？真是羡慕我这种6翼天使，活着没指望了。我的天，大佬，收下我的膝盖！怎么办？我怕是升不到10级，要被抹杀了。恐惧，大佬，怎么才能杀怪？教教我们吧！万人斩迅速上了热搜，粉丝数也在蹭蹭上涨。毕竟这是实力为尊的世界。过了一会，万人斩又发了一张图，一块烤得冒油的狼肉，其实烤得不咋样，但是在刚开局的时候绝对是顶级美味。哇！我哭得好大声，眼泪不争气的从嘴里流出来。我什么时候能吃上肉？深夜美食的诱惑力非常强大。万人斩，嘿嘿，变强就有肉吃，菜狗才需要攻略，直接干就完了。所谓的攻略是什么？懂的都懂。今天就只有叶无穷发的攻略关注度最高。万人斩摆明了是非常自负，看不起其他人，又或者是叶无穷得到了追捧与关注，让他心生不爽。他选择用实力来获得关注，也确实成功了。10分钟6000粉丝，这个速度很惊人了。有些人被这样的力量深深吸引。老大，以后就跟你混了，请收下我吧。老大，看私信，加好友。是啊，战斗才有意思，攻略有个屁用。这个世界终究是看实力说话的。一些人开始拉踩叶无穷的攻略帖，叶无穷已经拥有近3W 粉丝，自然不乏死忠粉，立刻帮他反击。刷怪又没人拦你，干嘛要踩我们一脚？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去打怪，是因为我不想吗？要不是王老师教大家用火，你还能吃烤肉？搞笑！万人斩很快回复，搞笑的是你，老子觉醒的是火焰天赋，打个响指就有火。此言一出，羡煞无数人。这太帅也太强了吧！我是怎么选天赋的？猪啊！有什么了不起的？王老师说过，这种单系属性有很大的短板，越后期越不行。哈哈，笑死了！让你的王老师先活过前期，再说后期吧。就这样，有一些人在论坛里吵起来了。叶无穷一脸无语，离谱啊！这尼玛也能吵？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内耗？他突然感觉特喵的任重道远。对于万人斩的挑衅，他是无所谓的。天亮就让他们知道谁是真大爷。火焰操控最多是 B 级天赋，单系属性看着很强，越后期会越无力。这并不是他瞎说，而是以丰富的游戏经验来分析，以后肯定会有各种装备加成以及新技能。火系前期是厉害，但来个水系法师他就嗝屁了。没有名字的网友，活着才有输出。叶无穷只回复了这一句，便不管了，因为石屋升级完成了。系统提示：恭喜你在新手村第一个升级石屋，全属性加10。你成功升级石屋，房屋内体力、精力、生命恢复速度 x2 倍，家园扩大为2里乘2里。你深入研究了石料，获得初级石工图纸。这一次的奖励让叶无穷略微有点失望，居然没有自由属性点，系统不会是变鸡贼了吧？真巧，刚好他也没有百倍技能。叶无穷把石工图纸给学了，可以做一些石质物品。石工与木工还有联动效果，比如可以制作石箭头的剑支了，但是没有动物精，他做不了弓箭。还可以做其他石质武器，都是绿装，攻击力都挺高，达到了10点以上，相当于7点力量属性了。叶无穷花了2分钟，又更新了一波生存攻略。他告诉大家，只要升级到石屋，就能获得石工图纸，制作装备。中级石工还能建防御塔。至于第4级房屋，需要更高等的2级木料和石料。看着众多装备的图片，住着茅草屋的众人，大佬，你在说什么啊？我的茅草屋说他听不懂。天哪，大佬的进度这么超前，还有空给我们写攻略？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太好了，加油干吧！第5章，每日结算，100倍金币抽奖，交易功能开启。事实证明，王老师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这可不一定，万一是个妹子呢？王老师，你在哪个坐标啊？文家想给你生猴子。感谢，我家石头可多了，好想给王老师送点石头做谢礼，顺便击个剑呗。叶无穷发完攻略遁走，他忙着呢，一个个太悠闲了。中级石工能解锁初级防御塔，他猜测也有单独的防御塔图纸，但爆率肯定很低。石工可以造塔，是给飞球保底呢。人类还是有一线生机的。现在他的家园扩大了，已经触到了密林，比之前危险一些。搞防御塔，叶无穷制作石工台，做石质装备来刷熟练度。高属性的优点再次体现，成功率很高，而且成品有词条加成。精致石匕首，完美石斧，完美石刀，
优秀时髦，1.5米的刀，手感挺不错。刀的用途应该比其他装备多一些。叶无穷专注做刀，30多把刀做完，他终于成为一名终极石工。解锁初级防御塔，依然有木质和石质两种。石质塔的射程和攻击力都要强一些，射程200米，攻击力50，耐久1000，最多9座塔就可以覆盖整个家园。叶无穷花了2个小时建塔，完成全火力覆盖。好了，他紧绷的神经可以稍微放松一些。虽然他属性高战力强，但时时刻刻关注着周围的危险，还是有些劳神烦心的。建完塔，叶无穷又上论坛瞄了一眼，万人斩似乎跟他杠上了，再次出言嘲讽：石工，呵呵呵，这能有啥前途？我一辈子都学不会的东西。叶无穷，喝你个头！初级工匠听起来的确不怎么样，但后面有很长的升级路线，虽然是灰色的，但某些图标却可以勉强辨认。等到职业线后面，木工大师可以处理凤凰木、鸡翅木，甚至世界树这些顶级木料。石工大师则可以使用七彩凝晶、生命神石之类的矿石，都能制作出宝物来。是的，这的确不是普通人可以玩明白的东西，精神和智慧不达标是不行的。叶无穷懒得搭理万人斩，因为他又接受了一波系统奖励。恭喜你建立了本村第1座防御石塔，奖励蓝色武器 X1。恭喜你完成全火力覆盖，安全等级 S， 家园评分加10000。一个蓝色光球悬浮在叶无穷面前。叶无穷没管家园评分是什么，应该是个好东西吧。搓手，蓝5，希望是个好东西。随手打开，破鲁大剑，蓝色，攻击力加66，暴击率正 20%， 流血效果加20，力量需求58点。长达1.9米的大剑比叶无穷稍高一些，通体散发着蓝幽幽的光。他握住挥了挥，好轻。原本是双手剑，但他单手就能使用，都是因为力量属性太高了。这是他目前接触的品质最好的武器。他自己制作的10大刀是绿色品质，很沉，一般人恐怕发挥不好。系统发的铁斧则是白武，杂质太多，质量更差。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其他装备了。在一个需要打怪，而且装备会损耗的世界，装备缺口实在太大了。好装备比绝世美女还少见。叶无穷在琢磨，要不要摸黑去家园边缘走走，杀个什么东西练练手。就听到系统播报：0点到了，恭喜你又成功活了1天。每日结算开始，正在计算昨日个人评分。竟然还有每日结算这种东西，所有人心中都如此想到。不到1分钟，论坛上就出现了相关帖子。干，78分，及格了吗？得到10个石头，85，比你稍高一些，奖励是木头。我有120，给了1枚银币，3个石头。银币有啥用啊？叶无穷眼看论坛中很多人都出结果了，而他这边系统还是显示计算中，顿时一阵无语。被我卡出 bug 了，不知道咋算了，半天不出结果，有点小紧张啊。终于1分半后，系统通知姗姗来迟，你第1天的表现总评分为10.01322分，家园评分1万，资源评分17000，声望评分57423，种种项目加起来，叶无穷的个人总评分竟然超过了10万。叶无穷有点懵逼了，什么？不会吧？不知道这个评分是按什么来的？在很多人只有2位数评分的情况下，他这个成绩未免太离谱了吧？但系统是不会出错的。叶无穷深吸一口气，决定接受现实。没错，自己确实是很强。系统，你的今日评分折算为1枚伊纳尔金币，请查收。过0点了，技能刷新了。叶无穷不假思索，100倍。叮铃铃，金币入袋的清脆声音无比悦耳。他的系统属性中多了金钱这一项，金钱100金币。紧跟着系统又道，你的积分在新手村名列第1，获得3次抽奖机会。一个巨大的转盘出现在叶无穷面前，有很多扇形区域，5颜6色的，上面有一些图标。叶无穷飞快扫了一眼，顿时心跳加速。这可都是好东西啊！身为一个大人，他都想要。什么白银宝箱、紫色装备、蓝色图纸、宠物蛋、召唤卷轴，甚至还有一头紫色的凶兽。哎，不对，这个不是好东西，是要命的。咋还能放怪物出来？他舔了舔唇，抽奖机会能不能100倍获取？系统果断拒绝，不能。想想也是，抽奖机会如果有等级，必然很高。行吧，不求好东西，别让我抽到怪物就行。叶无穷祈祷着。抽奖开始。欧皇好像也不是时刻保持好运，不过叶无穷的幸运值毕竟高达200多点，3次抽奖机会都抽到了品质较高的东西。
紫色图纸龙翼训练营，橙色物品未知的神秘碎片，金色特殊物品系统的提示。这些玩意儿品质都太高了，用不了100倍获取。但叶无穷心中仍然是美滋滋的，甚至有些晕晕乎乎，如在云端。龙翼训练营是个兵营，制作材料中有1000毫升龙血，这是橙色物品。他连龙都没看到，别说龙血了。这图纸暂时用不了，但看起来就很厉害。未知的神秘碎片1/7，不知道这东西有啥用，似乎需要专业人士鉴定。及其7个好像可以合为完整的东西。系统的提示1/3，这东西是金色的，与叶无穷的 SSS 级天赋是一个颜色。他相信一定是绝世好物，所以并没有使用去换什么小提示。不知道集齐3个系统提示会有什么效果。那么在今天的结算中，刚获得的这些东西也会换成评分吧？嘿嘿，系统，是的，继续努力。太现实了，叶无穷不由得长呼了一口气，一时虽然感慨万千，亦有豪情万丈。在这一界，有求生系统的存在，资源可以迅速转化为实力。马太效应比在水蓝星还要明显，强者会迅速的滚起雪球，弱者抢不到好的资源，只会更加弱小。但也不尽然，每个人都有时来运转、人品爆棚的可能，所以走大运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然而，系统的播报远远没有结束，这一次是全村通告。C2050新手村，叶无穷第一天的总评分超过1万，表现异常突出。奖励本村全体成员全属性加10，资源生成速度 x1.5 倍，能量获取速度 x1.2 倍，持续24小时。道道微光在辽阔的大地上闪过。系统语录均沾 ，C2050新手村的所有人都获得了全属性强化，所有人都震撼了，甚至来不及惊喜这天降福利，全都被系统的公告吓傻了。我去，1万，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人浑身上下长满了肝，光肝能有这效果？这一定是欧皇。瑞斯拜，贵了，这次是真的贵了。什么王老师、万人斩，我都不服，我以后只服叶大神，给大神咚咚咚磕头。一人牛逼，全村获益。哈哈，白嫖了属性点。叶大神，我以后就是你小弟了。卧槽，叶无穷真是被吓了一跳。这系统不讲武德，怎么一言不合就报人真名？他是个低调谦逊的人，好吧，其实是有种奇怪的真名羞耻感，所以他喜欢网络，热爱马甲。做个无名强者不香吗？更要紧的是，现在这环境，暴露真名很快就会被盯上。而且这世界有点奇幻，万一存在真名诅咒什么的，他要保护好自己的真名。叶无穷，系统大神，打个商量，以后别叫咱真名行不？花费11纳尔可开启姓名隐藏功能。叶无穷一喜，还真可以。隐藏之后会怎样？时限多久？系统，姓名隐藏后将开启昵称，其他人用任何手段均无法得知你的真实姓名，除非你主动告知他人。公告中只会出现昵称。改，花钱就能解决的事 ，so easy。叶无穷花了10枚伊纳尔，将自己在系统中的昵称改成了一位低调的帅哥，姓名隐藏成功，昵称可以使用。改完之后，系统再次提示他，一位低调的帅哥拥有钱财已超过1伊纳尔金币，非常富有，有权限开启商城与交易市场。花费1伊纳尔开启，是否？叶无穷瞪大双眼，新功能，棒带，傻子才会拒绝。是，系统全村公告，一位低调的帅哥花费1伊纳尔开启商城与交易市场，详情请见商城与市场规则。新手村众人，老天爷啊，这冲击是一个接一个的，又开启了新功能，还是2个，来不及吐槽了，快去看新功能。叶无穷反应迅捷，已经将商城和交易市场的说明浏览了一遍。我真是太机智了，绝对是做大事的人。这2个东西，他可真是太满意了。交易市场就是人类可以互相交易的地方，可以以物易物，也能用金钱。商城即系统商城，可以在系统这里买进卖出。银币和金币主要就是在商城里用的。没过片刻，叶无穷便沉了脸色，咒骂道：离谱，这死奸商！第6章，店铺开张，市场升级，我必将成为首富。系统真的是个大奸商。商城中的交易规则非常之离谱，它的涨价用红色表示，降价打折用绿色表示。买进是大片的红，购买商品的价格最低也是 155%， 最高达到了 375%。卖出全都是绿，卖出物品的价格统统都是负 70%， 只剩下 30% 了。这是打骨折啊！人类搜集个物资容易吗？还要这么压榨？比如一根木材
正常价值应当是10银币，但在系统里购买需要2倍价格，20银币，卖给系统只能卖得3银币，真是令人一阵窝火。这是变相鼓励大家多去交易市场与其他人类交易。论坛和聊天频道此时热闹极了，交易市场开启这个话题更是迅速占领了热搜榜第1位。许多人在热议，离谱哇，系统商城好坑爹，还好我是穷光蛋，感谢贫穷，又使我避开大坑，嘿嘿嘿。伊纳尔好像是这里的货币，分为金币和银币，1金币等于1000银币，银币就简称银币，单说伊纳尔是指金币，是多少都无所谓，反正我没钱 Doge。 穿越前是穷狗，穿越后还是？谁说穿越重生就可以逆天改命？很多人直接无视了系统商城这个功能，因为用不到。相反，大家对于交易市场的兴致则是暴涨，甚至纷纷尝试上架一些物品。叶无穷逛进交易市场的时候，商品页面已经令人眼花缭乱，一把青草，一把茅草，一堆树叶，一坨狼粪，全是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叶无穷翻了翻，没看到值得交易的物品，但他不急，他非常看好交易市场的潜力，这里也将是他赚取资源的主要战场。目前每个人有6个交易栏，可以交易6件商品，暂时还没有交易手续费，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叶无穷觉着前期大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情况下，没有手续费是正常的，但以后生产力上来肯定得有。另外才6个栏位肯定不够他玩的呀。他细扒交易规则，发现系统也考虑到这一点了。如果有玩家需要大量长期交易的话，可以花一点钱注册一个店铺，这样没有栏位限制，还能拥有一个无限空间的仓库。上架链接再存入相应的商品，设置好交易价格，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这种模式尤其适合大批量的同类商品，真不错。我在一街开淘宝，叶无穷花了100银币注册了一个商铺，任性的取名没有名字的掌柜，他不管，反正他没有名字。然后把他之前刷10宫等级时造的那些装备上架，价格设置的偏高，知道他们都买不起，本来就是放这里让大家看看的，嘿嘿嘿。实话说，个体的实力和遭遇差别太大，他的生存攻略不适用所有人，所以能得到的关注是有时效性的，除非他以后还能持续有更多特别的发现，不然再过2天，生存攻略适用性就更弱了。攻略的用处就是让他趁别人没反应过来，抢占先机，成为第一个大 V。 目的暂时是达到了，他的论坛账号出名了，以后这个号如果用来带货，效果杠杠的。交易市场，清一色的灰色品质的垃圾中，叶无穷上架的绿色装备格外耀眼，更何况他开的是店铺，比个人卖家多了一个尊贵的金币标志，大佬标志，一看就很有钱。众人纷纷大惊，我去，什么情况？居然有人已经做出绿色装备了，关键是数量好多。距离王老师公布10宫图纸的获取方法才多久啊？这位老哥就搞到了，也太速度了吧！我日，我的小心脏又一次被震撼了。我在水蓝星就是个凑数的，穿越了还是废物，哇呜！我怀疑我和大佬不在同一个世界，这就是氪金玩家的快乐吗？几乎同时，叶无穷的私信简直被戳爆了，许多人私聊他，有的想要装备跟他砍价，有的则是奇葩卖惨，说自己快要饿死了，求他赏口吃的。砍价不理，卖惨拉黑。叶无穷估摸着暂时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在市场流通，所以过会再来看想买装备的人能开出什么价码。他发现自己的声望在不知不觉中又涨了12点，已经超过了50点，还没有触发奖励。看来声望这一项有点深不见底啊。声望会涨大概是因为论坛热搜榜前10名有7个与他相关，他超过1万的结算评分，花钱开启交易功能，甚至刚开张的店铺，满仓的装备，所有这些无不是让普通人羡慕的口水横流。虽然显示的都是假名，但家的声望都汇总在他本人身上，大众却是不知道，他们只感觉妈呀，大佬怎么这么多，满级大佬遍地跑，只有自己是来凑数的。叶无穷甚至刷到了万人斩给其他人的一条回复，之前还无比自信的万人斩，此时也感慨，这世上的确能人辈出啊，看来我得加快速度了。随后突然弹出一条系统通知，你的装备完美10刀已卖出，获得烤狼肉 X5。 叶无穷去交易市场一看记录，买他装备的人正是万人斩。叶无穷看着店铺仓库里5块黑不溜秋的烤肉，一阵无语，烤成这样，系统评值竟然这么高，就因为可以回血，他反手就把它上架卖了。万人斩这家伙居然还给他发了好友申请和私信。万人斩兄弟，装备很不错，谢谢了。
以后有好装备还可以考虑我，我会拿好东西换。叶无穷，他考虑了下，回复道：会的老铁，帮忙多打打广告啊。嘿嘿，他暂时还不想掉马，所以不用大号带货。一个号能获得的关注是有限的，培育多个有名气的马甲不好吗？万人斩，客气了，好东西不需要打广告。要的，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像老哥武力值爆表，杀了这么多狼。万人斩，哪里，你会做装备，很有潜力，前途无量啊。叶无穷淡笑不语，商人他做，勇者他也要当。两人愉快地交换了一波商业互吹，都很满意。同时，叶无穷还在和其他几个人聊着。之前他转载了几个练家子的杀怪分享，那几人现在也想要买装备。几个人先后给他发消息，简直像是约好的。他们几个感觉都还挺稳重，有点退伍兵的气质。这种人只要运气别太差，自己别作死，将来必定实力都不错。好歹有点眼熟。叶无穷有心结个善缘，表示愿意给他们打折，还可以定制武器，反正他毫无损失。而他们将来肯定还会再来买东西。几人也都很上道，纷纷表示大家都是兄弟，是同胞，以后有机会多互相关照。一定。叶无穷叹了口气，破系统，要是可以拉个小群该多好啊。他要收揽天下英雄。紧跟着，论坛上，万人斩、曹坤、独孤不败等人纷纷晒出了新鲜入手的实质装备，并没有名字的掌柜，好品质，值得信赖。大家以后买装备看准这一家。万人斩人气最高，但其他几个武者在普通人眼中也是大佬，都有各自的粉丝。评论区，大佬的推荐一定也是大佬。废话，现在就能做装备的当然是大佬。好多没有名字的人啊，我差点找错大佬的店铺，尴尬。叶无穷看到这条评论，留意了一下，才发现果然如此。继他的论坛大号没有名字的网友成名之后，出现了一堆类似格式的昵称，没有名字的老铁、老乡、村姑、二大爷，网友分有。怪不得没有一个人把生存攻略和我的店铺联想到一起。于是他又花了一些银币，店铺改名万宝阁。虽然有点俗，但这是他的美好祈愿。他要财富成堆，宝物满仓，一定能成为异界首富。有无尽的资源供着，再不变强就没天理了。这时已经快半夜2点了，有一些属性差的人实在熬不住，睡觉去了。叶无穷却精力充沛，丝毫不困。他又在仔细研究系统各种功能。原本他想要储物类道具，但店铺的仓库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当是在卡 bug 吧。他把暂时用不到的东西都存到了仓库里，免得占系统包裹格子。叶无穷发现系统面板上有挺多空白区域，似乎还有未开启的功能。细想就能明白，大概是与其他新手村或者整个人类相关。系统给奖励的时候总是说本村第一个，说明目前阶段每个村单独算进度的。也就是说，或许未来要比拼村子的整体实力。系统绝不是善类，要早日做好与其他村竞争的准备。叶无穷看了一圈，发现他目前能做的事就是升级商城。系统商城可以通过升级来降低购买价格，提高出售价格。1升2很简单，50木头25弹头，1分钟就完成了。你是本村第一个升级市场的人，奖励全属性+5，聊胜于无。叶无穷冷漠脸，属性现在对他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没有动用百倍。他想要现在能用得上的高品质道具，最好是对整个村子都有加成。不过叶无穷发现升级商城物品列表能自动刷新一次，不然就只能花钱刷新或者等12小时。只是刷新之后的东西依然一片红，冤大头才会买。再升2升3，还是用基础材料。他索性关了系统提示，专心升级。商城升级时间固定是1分钟。很快叶无穷将商城升到了4级。刷，购买列表中的12件物品再次刷新。这一回万红从中一点绿，奸商居然也会打折。叶无穷睁大了双眸，难以置信。第7章一刀斩。第一个5级紫色奖励，系统商城里竟然还有物品打折的情况，负 30%。 虽然打折的仅仅是2级石头花岗岩，却是个好兆头。叶无穷大胆的猜测，提高商城等级可以增加购买列表中打折物品出现的概率，同时出售功能中卖出价格也从负 70% 提高到了负 50%。 原来商城是需要升级才能逐渐好用。嘿嘿，叶无穷看到自己有光明的前途，他要把商城升高，再用金币刷新买打折物品，使用100倍，再挂到交易市场，发家致富就在眼前。如果以后的每日结算
都能转化为金币的话，他的这个计划将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此刻，他不太想在2级石头上花费100倍。今天才刚刚开始，他还没出门探索，谁知道接下来会碰到什么好东西。好了，来看看商城升级的奖励。1级升到4级，他都是新手村第1，可以拿3次奖励。原本以为是属性点，出乎意料，你获得了地级天赋夜视之眼，你获得了诸如遗落的指南针，紫色。叶无穷略微震惊，竟然还会奖励天赋，看来系统奖励其实是随机的。夜视之眼，地级，差强人意，但在前期非常实用。叶无穷赶紧装备上。嗡，眼前一道白光闪过，他眨眨眼，整个视野似乎都明亮了。这一界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连火光都照不出去多远，但在他眼里，就像下午4、5点时候，不是亮如白昼，却也不太黑。这能力实在太方便了，可以出门探索了。至于指南针，聊胜于无。叶无穷瞄了眼他的说明，发现竟然是侏儒族的工匠大师制作，怪不得是紫色品质。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他带上破鲁大剑，争分夺秒踏出了家园。系统要求所有人在保护期结束之前升到10级。升级的办法就是获得能量点，目前所知的获取方式只有杀怪。叶无穷直接朝着家园旁边的小丛林走去。有了夜视之眼，他早已看到丛林里潜伏着一头狼。眼见这个人类竟然走出防御塔的保护范围，朝自己接近。丛林狼伏低身子，四爪蓄力片刻，猛然跃起，朝他的喉咙咬去。叶无穷本能的大剑一挥，扑哧一声，血肉分离。这头狼在眨眼之间被劈成了2半，跌落在地。叶无穷毫不意外 ，LV1 丛林狼生命值只有160，而他200多的力量属性，再加上大剑的加成，攻击力近乎400，轻松秒杀他。一个白色能量光团飞进叶无穷体内，让他感觉自己又强大了一丢丢丢。能量点加12，想要升到2级，得杀9只1级怪物，遇见就杀，活动下筋骨，然后去杀高级怪。对了，尸体可以分解，分解死狼，狼肉加5，狼皮加1，狼牙加6，狼爪加6，新鲜兽血加3。材料都挺普通，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卖出去岂不是又赚了一点？叶无穷这般勤俭持家，自然统统笑纳。然后他在地图和指南针的参考下，迈向荒野深处，探索起附近的野区。一路上神挡杀神，深夜野兽格外活跃。他走了2里路，便斩了10来只各种猛兽，巨牙鼠、红耳兔、大眼蛤蟆，成功升到2级。一路行来，他发现2级木材铁杨木并不少见，2级石头花岗岩也挺多。没买商城东西是正确选择，神器啥的打个折，我或许会考虑考虑。正赶着路，突然系统发出全村通告，本村已有10人升至2级，等级榜开启，组队功能开启。叶无穷好奇地瞄了眼等级榜单，排名第1的赫然便是万人斩老兄。他好像一直都在刷怪、烤肉，吃了再刷。买了装备之后，刷得更起劲了，已经冲上3级。第2名秦牧2级，第3名一位低调的帅哥2级，第4名独孤不败2级，第5名一拳破天2级，第6名沙漠死神。论坛和聊天里立刻热闹起来。太好了，可以组队了，大佬求带。要不是叶大神评分太高，获得全村奖励，让我白嫖了一些属性，我连一只老鼠都杀不死。这里的怪太难搞了，斧头攻击力真的低，我在努力攒资源换装备。哇，好多眼熟的大佬突然又看到了希望。组队功能开启之后，对属性平庸的人非常友好，一个人杀不死野兽，5个人总可以吧，就是分到的经验少了点。万人斩，我3.5级了，再杀10只2级怪就可以升级。一众粉丝，太厉害了，怎么这么轻描淡写？优秀！大佬肯定是第一个冲上10级的。他们追捧万人斩，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得到些提携与帮助。万一能和大佬组队，自己的升级希望便又多了1分。慕强是很正常的。叶无穷看到这里，唰的关掉了论坛，因为前方有一头巨兽跳了出来，头上顶着大大的名字，1级变异凶兽银色巨狼。这狼都有3、4米长了，和叶无穷一样高，充满威压。见到叶无穷，他二话不说就低吼一声扑了上来。叶无穷侧身闪避，同时一剑用力劈出，一下就削掉一条狼腿。这依然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叶无穷如今的战斗力已登上了9阶10星，再有2星就可以到10阶了。1级变异凶兽战斗力比2级凶兽高一些，但也仅仅只有2阶8星。系统全村公告，
一位低调的帅哥完成了1级变异凶兽银色巨狼的首杀，奖励2点人类声望。声望这东西暂时无法变现，只有先攒着。论坛又立刻沸腾了。变异凶兽又是什么东西？我连普通凶兽都没杀过，这就是大佬的世界。许多人大惊，大家同一时间穿越过来，怎么有的人就强得离谱？叶无穷没工夫刷论坛，清点战斗收获才是最愉快的。不愧是变异怪，爆装备了。他虽然欧，但之前一连杀怪10几头都没看到掉落物。这头银狼比其他怪物富有啊，掉落了一双蓝色鞋子。迅捷之靴，敏捷加20，主动技能迅捷，移动速度提升 40%， 持续30秒，冷却时间2小时。好家伙，百分比加成强啊！属性越高，百分比加成收益越大。叶无穷估计这迅捷技能使用起来，自己脚下就跟踩了风火轮似的。刷刷刷，叫我刷神！这么大的野区不刷实在是可惜了。论坛中，尽管现在半夜，但仍有一群人在狂干。组队坐标156342附近，长期合作，高价收购装备，有的撕。实力小组缺1，立体大于25的来。大家求生欲都非常旺盛，有些人甚至放飞自我，看起来还挺快乐的。沙漠死神，以前队友总骂我傻逼，就知道刷，我现在就让他们看看，当刷子有什么不好。我的野区我养猪，我现在快升3了，EQ 1人头，又封了一个。卧槽，大佬，我是你失散多年的队友啊，带我一起刷。叶无穷瞄了眼等级榜，发现变动的有些厉害，一个个都很拼啊。他废话不多说，一刀斩斩斩，没有怪物可以在他的大剑下活过半秒。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不时关注榜单情况的吃瓜群众震惊了，低调帅哥已经4级了，把其他人都甩在了身后。这升级速度也太快了吧，开挂了似的。卧槽，他5级了，这才多大回功夫？难道系统设定的新手任务真的可以完成？难道我真的猜的没有救了？我宣布，帅哥才是本村第一大佬。这些人简直比叶无穷本人还关注他的等级。系统全村公告，本村有人已升至5级，怪物图鉴、怪物地图开启。排行榜前20的其他人此时正在奋勇杀敌，突然听到系统公告，都是吃惊不小。这么快，这货疯球了吧？服了，狗都撵不上，恐怕是有什么奇遇。这是条金大腿啊，找机会抱住。众人心中各自想着，抓紧结束战斗，研究起了新功能。怪物图鉴标示了新手村会出现的所有凶兽，地图也显示了各种凶兽的活动范围，但图鉴最后还有几个问号凶兽，看不出丝毫信息，显然非同一般，令人有些毛骨悚然。叶无穷这边收到了第一个升到5级的奖励，紫色图纸，矮人城堡，所需的材料都是金属类。他看了下图纸说明，立刻开始在交易市场中高价收购，顺便休息片刻，右手搓了一些实质装备挂上去。装备这玩意儿现在非常走俏，上一批早就卖完了，为他换回来一堆基础资源，高级资源占比极其小。叶无穷无所谓，反正这些东西转手又是要卖出去的。他的店铺仅仅开张了几个小时，交易人数便已经超过了1000。赶紧把矮人城堡搞出来，召唤矮人给我干活赚钱，嘿嘿。他清俊的脸上露出属于资本家的奸笑。第8章，这帅比是谁？豪横，买座矿山。矮人这种生物还是有点东西的。叶无穷通过矮人城堡图纸了解到，这个族群的天赋是挖矿和锻造。要是把矮人召唤出来，不仅多了大批劳动力，还有了铁匠。问题来了，矿怎么搞？矿石可以通过交易市场或系统商城来获取，有一些幸运的人类出生点附近就有金属矿。叶无穷想要矿区，只能在野地里搜寻，可是这茫茫野外上哪找去？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打开交易市场，上架商品，收金属矿情报，带坐标，带价丝。他相信新手村这么多人，肯定有人发现过金属矿，但这样的高级资源点，普通人搞不定。接下来，叶无穷一边赶往6级凶兽出没区，一边留意着私信。他收矿石，也收矿区情报。目前只有人联系他卖矿石，有铁、铜、银3种。他们想要的东西以装备居多，而且都挺机智的。大掌柜，顺便加个好友呗，下次再合作。大佬，混个眼熟，我家旁边有矿，下回还合作。一些人宁愿价格低点把矿石卖给叶无穷，只想混个脸熟，求个好友位，万一将来抱上大腿了呢？也有极个别的认为矿石目前奇货可居，要了高价。对矿石，叶无穷是来者不拒，但对于人，他的好友列表有好几个分组。秦牧、独孤不败、
那种潜力股，再就是态度非常友好的潜力客户，最后是这种趁机抬价的。众生虽然平等，但在叶无穷心中亲疏有别，这些人的分量与价值自然不一样，以后合作的频繁程度、优惠力度也会不同。身为一个生意人，心里必须有杆秤，高价收金矿石，有的速度，好物任你挑。叶无穷注册了一个小号万宝阁掌柜，在论坛里喊了一嗓子。没办法，金矿石目前很稀少，是蓝色物品，一个都没收到。建造矮人城堡需要40铜、30铁、20银、10金。叶无穷这已经是走了狗屎运，如果需要用金属锭，他只能把图纸放起来吃灰。1个小时之后，天渐渐亮了，晨光熹微。叶无穷又杀了不少怪，升到了6级。杀了一夜，他手上多出不少基础资源，各种兽肉 X1237、兽血 X768、强者血液213，另有兽皮、爪等各种材料若干，还得到一件蓝色装备，血色披风，防御加25，生命值加300。它像一片燃烧的火焰，你的战意也跟着燃烧，暴击率正20%，这属性还不错。对叶无穷来说，除了暴击外没太大用，但是帅才是最主要的。有人在论坛如此写道：我的妈，我刚刚在野外碰到一个人，他扛着一把大剑，血色披风猎猎作响，在他身后翻滚，衬托出他魁伟挺拔的身躯，像游戏里的大剑士，好炫酷。怕人不信，还放了一张图，距离远不太清晰，但依然能看出那人挺拔如松，的确很帅。许多人被炸出来，这帅比是谁？哼哼，是我，又被偷拍了，这就是帅哥的烦恼。来个尿黄的，滋醒楼上丑八怪。叶无穷，怪不得，有时感觉周围有人鬼鬼祟祟的。他上论坛，迅速扫了眼2个号下面的评论，有人问他现在还收不收矿石了。叶无穷，收，长期，大力收，金矿石优先。其实有很多人私信他，除了金，其他矿石都收够了。没办法，金子太稀少，他也只能干等着。突然，交易市场跳出来一条私信：一朵云，大佬，我刚发现矿区的怪物可能会掉金矿石，正在组队打，你等等啊。这人说着，交易过来一个金矿石，换一件时装，再有2块金，矮人城堡就可以开工了。叶无穷飞快问道：你们队几个人都什么装备？对面将情况说了，他们缺远程和防御。叶无穷制作了2把石弓，5双兽皮鞋甩过去，抓紧打。一朵云，大佬也太豪横了吧，他有点被吓到，就不怕他直接跑路吗？一朵云，谢谢大佬，我们马上就滚去打怪。叶无穷在心中祈祷，欧神保佑你们一刀一个金矿石，顺利的话，矮人城堡很快就能开建了。矿区倒也有些消息，但距离都非常远，基本跟他无缘了。真没有经典的矿吗？叶无穷叹了口气。50里外，一个胖子穿过密林，跑得贼快，惊起一片飞鸟。他身后几条狼和几头野猪狂追不舍，胖子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终于跑回自己家园，吭哧吭哧喘粗气。胖子心中叹气，我的妈，属实搞不定，看来只能卖了。胖子歇了片刻，发出去一条私信：大佬，我知道一个地方有矿，是个怪物窝，不知你能不能搞定。叶无穷收到这条私信，眉梢微挑，这个人胖刺客真无敌，昵称有点意思。叶无穷报坐标：胖刺客2431 790附近。似乎没想到对方秒回，胖刺客非常热情，不问自答。怪物大概有40-50，里面不知什么情况，可能更多。对了，最高是5级野猪，皮糙肉厚啊，幸好我跑得快，不然就不能把消息卖给你了。叶无穷，这人仿佛有那么点社交牛逼正在身上。你报价。叶无穷一贯的言简意赅。实话说，他此时有些心动，前后有10来个人私聊此事，只有这人带的坐标在他50里之内。不过在这一节，还是不要轻信别人为好，几件装备丢就丢了，但如果是真实的接触，必须要万分谨慎。胖刺客似乎也意识到什么，没报价，反倒是甩出了一段视频。每个求生者都有系统录制视频或者拍照，轻而易举，没有丝毫造假的空间。视频中的景象和胖刺客说的差不多，大概是删去了他惊慌逃窜的那段。叶无穷依然没有掉以轻心，报价。他在想，自己应该没有掉马吧，不会有人设局猎杀吧？他不怕刺客，就是讨厌被人盯上。哎，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啊。胖刺客，大佬，什么条件都可以吗？哎呀，有点激动，让我好好想想，这个矿山还挺大的呢。叶无穷，你慢慢想。胖刺客，那咱丑话就直说了，
本来这块我不打算告诉别人的，可实在没法单杀那些怪，他们都在一起，怎么都拉不开。叶无穷微微沉思，这货不会真的是个刺客吧？大佬，这矿的产出一概不要，咱没那个命，吃不下。我的条件是，你得带我过新手期，我不想被抹杀，可以的话，顺便包我装备到25级。这个条件并不算过分，叶无穷可以答应。但他说，我先过去探探。胖刺客，大佬你千万要小心，不要用潜行，他们会看破。叶无穷，他这般回着，长腿一迈，眨眼间已走出10米开外。半小时后，叶无穷的确发现了一座矿山，远远的就能看到许多金属颗粒的细碎反光。叶无穷，我到了。胖刺客，这么快？其实那个坐标有一点点的偏差，不好意思。叶无穷，问题不大，只有3-4里的误差，基本是对的。将心比心，交易还没完成，的确让人不太放心。叶无穷爬到附近最高的树上，观察了一下，情况和胖刺客说的都一样。这对于普通人的确是无解难题，但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单刷。叶无穷，你的条件我答应，签契约吧。契约交易是市场中的特殊交易，是由系统提供的契约，双方都不得违背，否则权属性将下降 50%， 等于是判了死刑。叶无穷将交易契约发了过去。胖刺客自愿将矿山消息出售，不参与后续收益。一位低调的帅哥购买消息，代价为带胖刺客升到10级过新手期，并提供装备至胖刺客25级。看到契约内容，胖刺客大惊：卧槽，万宝阁竟然是低调帅哥开的，这特么……叶无穷，嘘，一位低调的帅哥，等级榜第1，杀敌如麻，新手村第1大佬，万宝阁掌柜，财大气粗，资源充足，仿佛家里有矿，新手村第1富豪。原本大家以为这是2位不同的大佬，谁能想到居然是同一个人。胖刺客恍然大悟，想想也是，一般人哪有一个金币去开启交易市场呢？他二话不说就把契约签了。胖刺客，大佬，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小弟了，给大佬递茶。大佬是不是要清理矿山？带我一起吧。叶无穷，你倒是机智。第9章，一窝端，占领矿山，这波赚大了。大佬，我现在就过去。胖刺客乐颠颠的往矿山这边赶。叶无穷顺手创建一支队伍，把他拉了进来。地图上便显示了一个绿色的小点在飞速移动，这移动速度敏捷不低啊，怪不得能在群怪围攻下逃出来。叶无穷略感惊讶，其他人可没有他这样的奇遇，能有这样的属性很是优秀了。10分钟后，胖刺客抵达。叶无穷瞧见一个胖子浑身肥肉乱颤的跑来，正仰着头往树上找，他不由得多看了2眼，还真是个胖子，跑得居然这么快。叶无穷从树上跳下来，嘿嘿，老大，洒家来也。胖刺客压低声音，怕吓到下面的野怪，兴奋地打招呼。叶无穷，你好。胖刺客2眼放光地盯着他，无比自来熟的连声感慨：卧槽，老大，你居然这么年轻，这么帅，太意外了，你这是吃啥长大的呀？咋能秀啊？叶无穷，这人已经不是社交牛逼症了，是社交猖獗症。他看了眼胖刺客的属性，原来对方是叫王彪。人如其名，拥有一身好标。更意外的是，王彪真的是一名刺客，离谱啊！怎么看怎么不像。这一届的职业和水蓝星毫无关系，想要获得职业，只有学职业技能书，或者得到大佬垂青，收为学徒。叶无穷开门见山地问：你刺客技能书怎么来的？王彪笑得一朵菊花似的，唾沫横飞，运气好报的，当场给学了。我一直觉得刺客老帅了，游戏也只玩刺客，总有一天我要成为引流之主。握拳！叶无穷静静凝视着他，可王彪也被自己中二的不好意思了，挠着头：老大，我一激动话就多，现在开始就闭嘴。您说，您来指挥。组了队就能看到队友的一些属性，叶无穷倒也没太多要问的。胖子现在才3级，又是一个闽系刺客，前期没啥技能的刺客，就是炮灰命。叶无穷说，没啥好指挥的，我直接打，你自己机灵点啊，不用我帮忙。王彪挠头，别被怪打死。叶无穷说着就直接开怪了。在等胖子来的时候，他已经搓了一些时髦。他站到一块大石头上，居高临下，一根时髦投掷出去。野兽们大多在山谷中，2人却是在侧面山坡上，占了高度的优势。时髦一下子飞跃了2-3里的距离，狠狠插在了一头落单的野猪屁股上。野猪跳起来，嗷！王彪双眸大睁，卧槽！他不可置信望着叶无穷，大佬这力量
也太猛了吧！叶无穷将自身属性隐藏了，王彪只能估算，怎么这也得有200以上了吧？卧槽，现在村里大部分人力量只有30-40点，这差距这是怎么做到的？众毛的野猪嗷嗷叫，横冲直撞，兽们既愕然又警惕，但野兽群很快就乱起来。这座矿山真的挺大，所以附近盘踞的野兽多达上百。山谷深处的王彪之前都没看见，野兽至少有3种，山狼和山野猪，这2个家族一直在争夺地盘。附近还有其他游荡的野兽。此时中毛野猪痛得失了智，连撞2头同类不说，更是直接冲向了一头看热闹的山狼。他流了很多血，血腥味使得在场的野兽有些躁动。第2根石矛已经带着破空之声来了，噗嗤，又是一只倒霉蛋中招，兽群彻底乱了，各种兽吼夹杂在一起，野猪和狼打起来了。也有机灵些的个体发现了山坡上有人，立刻就想冲过去，可是山谷中乱成一团。王彪看得心惊肉跳，卧槽，太可怕了，好怕被他们撕碎。几分钟后，7成的野兽都残血了。叶无穷继续投矛制造混乱，他当然可以直接单刷，但既然有更省时省力的方法，为什么不用呢？让野兽们再发一会疯，消耗他们的实力。吼嗷呜！局势太乱了。山狼的首领是5级凶兽，智商比其他兽高多了，他早就发现了隐藏的人类，连连出声警告族群小心，可是没有卵用。狼想撤退，野猪不让啊。10分钟后，叶无穷跳出来，大剑挥舞，收割残局。砰砰砰，一刀一个小朋友。他闯入了兽群之中，一入却如入无人之境。若是野兽们齐齐围攻上来，他直接大剑横划而出，顿时死伤大片。系统，你领悟了大剑士技能半月斩。叶无穷，王彪跟在后面补刀逃窜的残血野兽。胖子兴奋的大叫：卧槽，这他妈就是在割草啊！连杀几10头，说出去谁敢信？大佬牛逼！破音。剩余的野兽望着叶无穷，眼神充满了恐惧，连野猪这种憨批都知道害怕，更别说狼，早就夹着尾巴跑了。带，往哪跑？王彪化身为一道残影，追杀而去。叶无穷，好在野兽的气势被彻底打散，毫无斗志，只知道逃，根本没有反击的意思。20分钟后，整座矿山的所有野兽被一锅端，就连丛林里2条看热闹的巨大森蟒也被叶无穷一剑剁了。叶无穷，我四处看看，你打扫战场，尸体分解一下。王彪乐滋滋，这活我最喜欢了。老大你小心些，万一还有漏网的。好。叶无穷迅速查看了一圈，心中非常满意。矿山很大，直接一座小山脉。系统说这里出产铜、铁、煤，储量非常丰富，甚至有不少裸矿，总量大约1亿吨，可以开采100年，说明地下矿也有不少。这波呀，这波真是赚大了。不仅如此，野外的资源点可以选择占领，成为他的主人，这就叫霸占，有实力才能做到。叶无穷压制着欣喜之情，选择了占领，并命名为1号矿山。片刻之后，占领成功，您现在可以自由开采1号矿山了。野外非常危险，请布置好相关防御。同时，系统全村公告，一位低调的帅哥成功占领一座矿山，成为本村第1名矿场主，奖励矿物识别技能。叶无穷对这种全村公告已经习惯，至于奖励的技能不知有啥用，聊胜于无吧。本来也没期待过，还不如矿山本身让他高兴。新手村的其他人却是没有习惯，纷纷疯狂吐槽，大佬每次都是第一个，孩子已经彻底麻了，我的天，酸都酸不起来，这特么绝壁开挂了，一般人怎么可能做到？我王敬泽就算从这里跳下去摔死，也绝不抱他的大腿。大佬你诚实点，你穿越的时候是不是星月会员时？低调个毛线啊，一天到晚上电视。帅哥大佬，你的腿毛还缺挂件吗？叶无穷回到山谷，王彪正坐在地上咧着嘴，喜笑颜开的刷论坛。大佬就在我旁边，真的贼帅贼强一男的。见了他，我的字典里只剩下2个词，一个是卧槽，另一个是牛逼。他真的超级想炫耀一番。大佬不仅在他旁边，还在带他玩耍呢。不过真显摆出来，指不定被大佬当场锤死。出乎意料，不仅没人相信他，众多网友还嘲讽他，胡说，大佬明明坐在龙椅上，我在给他洗 Gio， 他的 Gio 真是太英俊了。你们小声一点，大佬在我身边睡着了，压着我头发了。王彪，叶无穷，算了，看在没人相信的份上，这次放过他。见叶无穷回来，王彪连忙起身汇报道：野兽尸体都分解完了，得到。
这也是一波很不错的收获。瘦肉 X1478，瘦血 X945，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材料，每样基本好几百，对于普通人可谓是一波肥。这次是组队，不过嘛，交易契约里只说是待升级，没说别的。叶无穷岛也没那小气，你自己杀了13条狼，5头野猪，就这么分，谁的就是谁的。王彪吃惊，卧槽，老大你记性这么好，他自个儿都没印象了。叶无穷在战斗之中居然还留意着这些。叶无穷，战斗统计里有，你没组过队？王彪憨笑，没呢，俺的第一次给了你吗？叶无穷一头黑线，他也是第一次组队，但他喜欢研究系统信息。愉快地分完战利品，这一波战斗获得的能量点，叶无穷升到了6级半，王彪升到了5级。要是一只一只杀，起码得整个白天，因为要找怪，一锅端就是爽啊。王彪看着叶无穷，傻乐了一会，突然说：老大你饿不饿？我们烤肉吃吧。叶无穷，我要干活了，你看着办。好嘞，让你尝尝我的手艺。两人各自忙碌去。叶无穷在系统地图中把矿山放大查看地形，观察一番，最终选择了山谷中间作为矮人城堡的放置地点。这城堡还蛮大，差不多是2里乘1里的长方形。扣除材料，建造开始。一座银白色城堡虚影出现在山谷之中，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要6个小时。叶无穷无奈，却没有办法，刚好趁着这个时间把防御搞起来，用防御塔把附近围起来。不过这次叶无穷有了更好的选择。第10章，建塔成群。烤肉是门生意，天降灾难。除了终极10宫可建造的防御塔，叶无穷手上现在还有2种防御塔图纸，一种是寒冰塔，发射寒冰箭，附带冰霜特效；另一种是箭楼，实木混合结构，攻击力很强，可以自动攻击，也可以派人上去站岗，都是在交易市场搞来的。在这新手村拥有一家知名店铺，好处是大大滴有。这是因为交易规则，出了商城功能之后，系统会显示各种物品的价值。比如一块狼肉，正常价格是30银币，双方如果想交易，就得拿等值的东西来换。叶无穷只看总价值，来者不拒。如果有人拿200木头买一件装备，那也没问题。当然，系统价格仅仅是个参考，要是有人愿意吃亏散财，也不是不行。再就是，系统也说，有些东西的真实价值或许不像表面那样，交易需谨慎。比如藏宝图碎片，统统都是1银币，看起来不值钱，可真实价值谁知道呢？另外，真实价值也和需求有关。对一个残血快死的人来说，一瓶回血药剂比一个金币还要珍贵。正是因为如此，有些人愿意用价值不低的东西去换取他们急需的物品。再高级的东西又用不了，有个屁用，也得活到有命用的那天再说。就这样，叶无穷收到了一些图纸，还有各种零零散散的稍高级些的资源。当然，极致珍贵的东西既没几个人能得到，也不太可能有人拿出来，但很多东西都没有批量使用的可能，所以叶无穷并没有浪费100倍技能，开始建防御塔。寒冰塔材料有限，看情况来点儿。叶无穷最是中意建楼，这玩意相当于木塔与石塔的高阶版，攻击力高，范围广。塔楼有4面，可以安置8台重弩，同时往8个方向射箭。一座箭楼战斗力是石塔的8倍不止，很厉害。唯一问题就是造价昂贵，所需材料较多，一般人难以承担，所以图纸拥有者把它卖了，换全身装备。开玩笑，等他把一座箭塔憋出来，新手期时间恐怕所剩无几，还要飙到10级了。箭楼建造材料：木头500，石头300，金属矿石50，不限种类，覆盖范围是半径1里的圆。叶无穷估摸，箭楼要是建在山坡上，射程肯定也会远一些。他自己收集在家交易市场得到的木头超过8000，石头超7000，各种金属矿石稍少300多。没关系，他一边建塔，一边继续大力收购。顺带，为了激发某些人刨矿石的动力，深藏在叶无穷灵魂中的本命技能画大饼，不知不觉间便使用而出。万宝阁掌柜，好消息好消息，本店即将对接神秘铁匠铺，届时将提供大量金属装备，到时候我们将迈入金属时代。10级不是梦。这条公告出现在万宝阁首页，凡是进入店铺的人都能一眼看到。很快便在论坛与聊天中掀起轩然大波。我去，这时又有了什么新奇发现？铁匠铺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副本？不一定，或许是哪位大哥得到了铁匠转职书。这要是真的，万宝阁彻底成为垄断巨头了。哎，是啊，其他商会赶紧行动，快制裁他啊！太好了，金属装备肯定比石头强多了，
10级有望了。市面即将大规模出现金属装备，消息一经扩散，顿时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人没想太多，装备升级了，那肯定是好事啊。有的人却深谋远虑，万宝阁的实力深不可测，生意爆火，隐隐有独霸新手村的趋势。如果他真的成为了寡头，对消费者来说未必是好事。整个市场全是他说了算，多可怕啊！如果价格死贵，消费者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忍着恶心被剥削。消费者最喜欢看到的是各大商家陷入内卷。为了争夺用户，张三家发5元优惠券，王二家发10元，李四干脆直接打5折，消费者美滋滋。实际上 C2050 新手村并不止万宝阁一家铺子，还有些人已经形成了小同盟，一起打怪做生意。再就是个人卖家或称散户，数量很庞大。业无穷的东西如果卖太便宜了，其他人没有活路，卖太贵了，生意又不好做。这个平衡的尺度需要把握。除了资源不愁，它的独特优势在于店铺被系统认证，有高大上的金币标志，再加上大量的订单和100%的满意度，已经拥有了一棵绿树苗的诚信标志。小树图标还挺可爱，据说是这个世界的远古之树翠翁，它是诚实守信为美德，惩罚失信人被奉为诚信之神，所以系统开店也不是乱开的。至于个人卖家，信誉就得不到保证了。人心险恶，骗子横行，叶无穷敢说，长期这样下去，他的店铺优势会越来越大。至于其他的小商会，他并不关心，他不可能赚光全世界所有的钱，赚自己能赚到的那部分就好了。但还是有必要消除大家的顾虑。叶无穷在店铺公告后面加了一句：醉翁在上，本店以信誉担保，绝不趁机涨价。大难当头，祝我们早日突破10级。升到10级，在这个世界恐怕也还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可好歹是迈出了立足的坚实一步。公告一出，一些人放心了，因为翠翁标志仅此一家。另一些半信半疑，还有极个别的人心性很不行，叫嚣着虚情假意，既然都是同胞，怎么还要钱啊？你要是真的为大家好，不说白送，起码打个5折吧。奸商发国难财，原地暴毙。放心，坑谁也不坑你们啊。叶无穷心平气和，直接设置了触发黑名单的关键词，系统很智能的，以后谁再骂他直接拉黑。进了店铺黑名单，没有交易权限，买不了东西，自然也不用担心被他坑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了。叶无穷，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是体贴入微啊。2个小时后，8座箭楼先后褪去银色光芒，凝聚成实体，巍然耸立在矿山附近。王彪啧啧赞美，观赏了好一会儿，颠颠跑来找叶无穷。老大，烤肉早就好了。叶无穷正在建造寒冰塔，选定了3个地形较为复杂的小区域，尤其是在山谷入口2侧。寒冰塔能攻能控，冰霜范围方圆2里。这个世界控制技能很少见。寒冰塔刚开始建需要4个小时。王彪靠近这片区域，顿时卧槽一声，这是啥玩意儿？小风嗖嗖的啊！叶无穷，寒冰塔，冰系晶石不是白给的，它只有3颗，建3座塔。晶石这玩意儿是紫色物品，不能百倍，珍贵在于魔法师魔法物品才能发挥其威力。魔法师又是极其讲究天赋的职业，反正他们村没有这种人才。叶无穷把3座塔都放下，开建才坐下吃烤肉。胖子已经满嘴流油，肚子越发圆滚滚。咋样，好吃不？胖子一脸期待。叶无穷手上的烤肉串成了串串，两面金黄，撒了胡椒粉之类的调料，咬上一口，香酥，外焦里嫩，肉丝在口中轻轻弹开。这特么比起万人斩做的黑暗料理，简直是烤肉中的王子。叶无穷竖起大拇指，好奇地瞄了眼烤肉的属性：精致烤肉，生命恢复加20；精良，生命恢复每分钟加5，持续30分钟。叶无穷顿住了，这一串烤肉加起来可以回复170点生命值，是很多人的大半个血条了。他惊奇地望向王彪，手艺不赖啊，烤肉蓝色的。胖子顿时得意，嘿嘿直笑，当场吹了起来。那可不，咱干这墙都腻歪了，5星级大厨。叶无穷瞄瞄他满身的肉，默默颔首。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古人诚不我欺。叶无穷有没有考虑过专职做美食，然后交易？求生系统很强大，哪怕一碗汤也可以上架交易，而且锁定上架时的状态等于永久保鲜。王彪胖手一挥，果断拒绝，不做，我可是要成为顶级刺客的男人。叶无穷默默看他一眼，继续吃，不说话了。那个抽空做点东西卖也不是不行。王彪被一眼看得秒怂，立刻改口。他很心碎，大佬目光淡淡的，
但比试尽在不言中。胖子做刺客，果然是一条为世人不容的路吗？呜！叶无穷吃得半饱，才慢悠悠说：“厨师永不失业，但人生在世充满变数，想永远有资源，必须多做兼职。要成为好刺客，必须拥有强力技能。你不攒资本，怎么买技能书？指望打怪爆技能书？你以为你是我呀？幸运只有200多。”胖子想了想，一拍大腿：“好像是啊。嗨，我本来是想多练习，勤能补拙，说不定就领悟技能了。就是这资质，厨师这手艺他真没考虑过牟利，这一行他真的做累了。他只想抓紧提升技能，然后杀怪，早日10级。王彪现在领悟了2个1阶技能，潜行和疾风步，但先天限制，身法问题还是很大啊。大佬说的对，我路走窄了。王彪立刻开工，自个找材料，准备搭建烤肉台。现在抱上了大腿，升级有保障，他可以抽出时间积攒资源。金大腿真香！叶无穷扔过来瘦肉 X1998，还有一些木头做燃料。加油，全烤完一起给我，到时给你工钱。王彪看着满满2格子肉，差点感动哭了。咱是生产队的驴吗？又想起了被客流高峰支配的恐惧。两人正个忙个的，突然间脑袋都是微微一晕。叶无穷一时惊疑，不知发生了什么，就见视野中出现一个巨大的红色惊叹号。系统全村公告 ：C2050 新手村东北部火山喷发，引发地震与山火，烟尘正在扩散，造成污染，全村资源生成负 20%， 受污染程度影响，体质最高20百分号每天，可叠加。第11章，招募矮人。画饼树满级的大忽悠，看着视野中巨大的红色惊叹号以及系统的公告，新手村的所有人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毙了老天爷的祖宗18代了，他们活得还不够艰难吗？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一个天灾，而且居然影响全局？天降2个全局 debuff， 也就是减益效果，资源生成负 20%， 体质每天最高负 20%， 还可以叠加。如果火山灰迟迟不散，他们的体质得被削弱到什么时候去？这真是要了亲命了，日子没法过了，真的没有活路啊！狗系统，什么狗屁天道化身，我操你 Triple X！ 一时间满屏都是咒骂之声。下一秒，系统公告：沈阳、秦望山、单宁海言语不当，全属性降低 50%。 其他人，这一手实在太狠了，比直接抹杀还残忍。尽管一些人气的快要爆炸了，也只得生生按捺住。能怎么办？自认倒霉。卧槽，我体质跌了 10%。 王胖子看了眼自己属性，连声的卧槽起来，满脸骂娘的表情。叶无穷则是在看地图。此时的新手村地图上，东北方向一座火山正熊熊燃烧，使得周围一小片区域都成了橙红色岩浆区。新手村人数也因此一下子降了200多，还在持续上升中。真的太倒霉了，火山爆发这种灾难是真的逃都没法逃。村里的人数现在只剩下37089了，可以说平均每1分钟都有人死亡。叶无穷此时的位置距离火山有近5000里，系统判定受到中度污染，所以体质降低了 10%。 清风里已经散发出硫磺等气体混合的刺鼻味道。叶无穷拧眉，情绪仍算平稳。天灾真要发生，谁也没办法，但应灾能力还是有必要提高。要是能有一匹坐骑就好了，不说战斗力，逃命能力起码绝对暴涨。现在吗？该干嘛干嘛。叶无穷收回思绪，继续建设他的防御塔。王彪唉声叹气，继续烤肉。其实吧，身边有一位大佬，哪怕身上挂着 debuff， 安全感依然爆棚。大佬这气度真不是盖的。不可抗力已经发生，还能咋样？不活了？不，更应该抓紧时间做事。2个小时后，叶无穷又建起了30座箭塔，护在矿山的背面，防御阵彻底成型，整座矿山被保护得密不透风，哪怕天上的飞禽来攻击，也讨不到好处。城堡，眼看矮人城堡的倒计时也要结束了，叶无穷内心不由得期待不已。王彪也很是好奇，因为是队友，他在矿山，身份是访客，要是其他人未经邀请进入附近，会受到防御塔攻击。矮人城堡这么大一个，也不算什么秘密，叶无穷也没打算向他隐瞒，但召唤时可以小心一些，偷偷的使用100倍，也没人知道。倒计时结束，银色光幕徐徐散去，一座古朴而宏伟的城堡矗立在山谷中。虽说是矮人住的城堡，还挺高，有3、4层楼那么高。叶无穷心情好了些，直接迈了进去。王彪好奇死了，想想还是怂巴巴的继续烤肉。哎，老大分配的活儿得干。回卸品，万一是战略物资呢？矮人城堡占地2里乘1里，内部也很是宽敞，
叶无穷大致看了看，心中满意。客厅、厨房、储藏室一应俱全，还有一整层的地下室。他也看到了最关心的铁匠铺，或者说工匠房，金属冶炼、锻炼，种种器具都齐全，像是用过很久。这代表这里的确有能力生产装备。唯一有些奇怪的是，城堡并不整洁如新，矮人一族可能不太讲究。地上有些地方甚至还有几个酒瓶与零散垃圾，空气中有股霉臭味道。叶无穷并没有深想，他现在不关心背后的原因，他要召唤矮人。办法很简单，拥有矮人城堡就相当于一个兵营，花费一定的金钱就可以招募矮人了。没有兵营的话，就只能使用召唤卷轴来招募，或者去城里的酒馆等地方雇佣一些人手。这都是来自于系统的情报，种种信息透露出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新手村不过是小小的一角罢了。叶无穷其实有些期待新手期结束之后，新世界的大门会开启。招募多少比较合适？他问过系统，生物有隐藏级别，但不会显示。而在矮人上恰好可以使用100倍技能，一金币一个矮人，还是有点身价的。叶无穷担心弄太多了，人口一出，一是住不下，二是管不了，也不知召唤出来是什么情况。万一他们造反，还得费事清理。思来想去，还是先问问系统矮人的生活习性。叶无穷得知他们真的不讲究，有床睡床，没床睡地上，只要有肉吃，有酒喝就行了。听起来真是好养活。先来500个看看。叶无穷花费5个金币招募了5个矮人，而后使用100倍，刷刷刷，客厅中突然就多出了一道道矮小的身影，完全凭空出现。系统以肉眼都看不清的速度复制粘贴出了500个矮人。这些矮人一出现就东张西望，叽哇叽哇地嚷嚷起来，乱糟糟的一团。叶无穷不仅眼花，耳朵还嗡嗡响。小矮人们则惊疑地望着高大的人类，围在他四周，中间留有1米多的空地。双方互相打量着。叶无穷现在大约1米88，矮人可能只有70-80厘米，必须得仰望他。都是中年糙汉啊！哎，竟然不是一毛一样。通过属性面板，叶无穷可以看到每个矮人的信息。原本以为召唤出来的会是100个无矮人的复制品，没想到他们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属性不同，性格不一，连重名都没有。只有年龄和外貌相同，都是40-50岁的矮人大叔，拥有2撇巨大的胡子，看起来有点丑萌，以及他们的状态都显示着用功，忠心度65，有点意思啊。如果是可爱小萝莉就更好啦。系统再一次全村通告，某某全村第一个建成矮人城堡，奖励矮人语言精通1本。建筑落成的奖励则依旧是平平无奇的全属性加10。这一次前来膜拜大佬的人少了些，因为都不知道矮人是什么东西。是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吗？听起来好像没啥用的样子。叶无穷意念微动，直接将矮人语给学了，瞬间仿佛脑海里装了翻译软件。他不仅听懂了矮人们的窃窃私语，对矮人说出的话也是被翻译成矮人语。叶无穷收起研究的心思，朝着矮人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伸出右手，满脸热情洋溢。嗨，我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矿场。矮人并不是社恐的种族，七嘴八舌应答起来。你就是我们的雇主吗？好大一个！这座城堡是你盖的？很不错，小伙子，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嗡嗡嗡，叶无穷一阵头大，然而保持着微笑。等他们稍微安静，他举起了破鲁大剑，幽蓝的剑锋闪烁寒光，他的目光也变得锐利。矮人们纷纷后退几步，有些惊。叶无穷朗声道：各位朋友，我的矿场需要你们。无穷无尽的野兽入侵了我的村落，我需要大量的装备来打败他们。我知道矮人一族天生都是锻造大师，我完全相信你们的才华。现在你们愿意向我证明自己吗？他年轻坚毅的面庞，柔和笃定的语调，无不透露着诚意。矮人们被迅速打动了，这小伙子说话太好听了，简直戳中了他们的爽处。矮人们嚷嚷：当然愿意，我们就是大师，你想要什么样的装备都行。系统，由于你的肯定和赞美，矮人科曼、萨尔文等人对你颇有好感，忠诚度加10，目前75。叶无穷微微一笑，抬手一压，让他们安静。他故意叹了口气，可是也需要人开采矿石。关于分工，我的打算是将你们500位勇士分成20组，每组5人打造装备，包括冶炼、锻造，剩余20人挖矿。矮人们滋挖了一阵子，答应下来。他们忠诚度已经到75，干活还算积极，而且有些人哪怕要去挖矿，心里还挺高兴，毕竟也是为了让锻造的伙伴能有机会证明种族才华。叶无穷乘胜追击，语调骤然激昂：朋友们，
打败那些野兽，你们将居功至伟。等到胜利那天，你们将享受应有的荣誉，我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系统，矮人科曼、萨尔文等人对你充满期待，忠诚度加5，目前80。叶无穷笑容越发真诚，抬手一指：朋友们，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工作吧。矮人们各自拿了工具，迈着小短腿从后门跑出城堡了。他们第一次下矿，叶无穷不放心，现场指挥了一下，在城堡外面听了动员大会的王彪。卧槽，卧槽，画饼术满级了吧？王彪想了想，这话术要是对自己用，自己也扛不住啊。要是大佬认真的跟他讲，相信他终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刺客，他绝对是恨不得为之急者死啊。牛逼！大佬不愧是大佬，这小嘴甜的，太会忽悠了，这就是天生干大事的料啊。叶无穷则是陷入了幸福的烦恼，矮人们都太急着创造价值了，为了谁能去锻造，争执不休。第12章，锻造装备。商城有神器，小九整上。矮人们都想在人类雇主面前大展身手，有不少人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打造的装备天下第一。叶无穷简直被感动了，如此勤劳的员工上哪找去？但整体效率更重要。好在有系统在，矮人的属性与特征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同一个族群，不同个体也是有差异的。500个矮人中，锻造精通的没有，高级1人，中级13人，初级25人，入门107人。锻造等级可以通过熟练度来提升。按照之前的安排，25人为一组，5人锻造，20人挖矿。叶无穷直接点了锻造数据最高的100人，让他们去锻造，顺带胡萝卜加大棒。暂时就这样安排，各位表现如果不好，可能会被替换掉哦。好了，今天的目标是铁矿。其他矮人则是欢欣鼓舞，嘟嘟囔囔，迈着小短腿分组挖矿去了。叶无穷心想，这剩余的400人里或许有沧海遗珠，毕竟系统只显示数据，看不到资质，有埋没人才的可能。矮人们不愧是专业的，开矿、搬运、冶炼、锻造，井井有条。再加上这个世界的工艺时间被大大缩短，半个小时之后，火炉红光熊熊，干锅中的金属液咕嘟冒泡，冷却池中铁块滋滋作响，冒起阵阵白气。20座简易锻造台，锤子敲打铁针的声音叮叮当当，交织成令人愉快的乐章。许多小矿车满载矿石，在小铁路上丝滑的疾驰。矮人们还在山脚掏了许多矿洞出来，正在深入挖掘。好一副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啊！叶无穷看得都有些激动，心情为之一振。好家伙，把矮人城堡憋出来之后，这生产力一下就起来了。而且为了使用100倍技能，叶无穷命令锻造组打造制式装备。我知道各位都非常优秀，但暂时不需要大家全力发挥。我现在急需精良品质的制式大刀，今天就先做这个。精良品质就是蓝色的。锻造矮人们疑惑地仰望他，小小的眼睛里是大大的问号。他们原本打算大展拳脚，嗨，这个要求真奇怪，但是雇主说了算。除此之外，叶无穷找到唯一一个高级锻造矮人史密斯，把特别的任务交给他这一组。挖矿不仅会得到矿石，还有极小概率能得到金铁这种高级矿物。加入金铁可以提高锻造品质。叶无穷把自己收到的其他高级材料都给了史密斯，定制一把重剑，一套轻便盔甲，这是他自己用的，品质越高越好。想了想，他又说，要是有多余材料，再做把匕首。匕首是刺客装备。胖子正在吭哧吭哧的烤肉呢，这货目前看着性格人品还不错，至于能力，那是可以培养的。叶无穷打算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必须的。在无尽的荒野中，孤狼不可能完成漫长的征途。我出去战斗了，回来之前要看到至少200把大刀，1000块铁矿石。叶无穷招呼了矮人一声，去找王彪。看到烤肉的盛况，他微微吃了一惊。这胖子也是很有想法呀，一边烤肉一边扩展制造规模。他还用香喷喷的烤肉跑去跟矮人换了一些铁板，石头垒两边，铁板搭上边，许多个这样的铁板烧连成40米乘40米的近似正方形，留了个工人出入的缺口。胖子满头大汗的待在里面，跑来跑去，不时的给这个加点火，给那个翻面，或者把烤好的收起来换上生肉，很能干啊。叶无穷笑呵呵的夸奖道：可以，这小伙很可以，心思挺活泛。胖子哭丧着脸笑道：不然烤不完啊，这不都是被逼的。叶无穷让他在23点45分之前能烤多少烤多少，最好把2个烤完，那可是接近2000块肉，要人亲命嘞。在这一界，心态很重要，叶无穷也不能把人心态搞崩了。他安慰道：今天辛苦一下，多多益善，以后就不用烤了。胖子，真的？老大你可别骗我。
我老板画大饼的时候跟你一样的。叶无穷笑道：大饼噎死你，走了。他要去刷怪了，总不能真卡在第7天上10级，越往后面升级越难，所需的能量点太恐怖了。老大再见，老大加油。想到老大的杀怪能量点有一半会分给自己，王彪就有那么一丢不好意思，总不能啥都不做吧，使劲烤，把所有肉都给烤了。6个多小时过去，叶无穷扫荡了方圆20里，又清扫了几个野兽窝点，获得的能量点非常充沛。胖子刚刚上6级，叶无穷升到了7级，90%，只差1点就能上8级。7升8需要 12W 能量点，翻倍的话8升9需要 24W。 一只凶兽提供的能量点是10乘以2的 n 一次方，等于等级。附近区域最高只有7级凶兽，提供640能量点，等级低的凶兽叶无穷根本看不上眼，升级太难了。而且第1天0点结算的时候，由于他表现好，全村获得了能量获取速度 x 1.2倍，持续24小时这个 buff 增益效果。越后期越能感受到这加成太他妈重要且给力了。叶无穷提前祈祷，今晚结算给一堆 buff。直到半夜10点40，附近凶兽似乎很是稀疏，半天也没找到一只，叶无穷便回矿山了。他真是没想到，阻碍自己升级的不是时间，而是没怪了。其实因为他太过凶残，野兽都跑去其他地方了，倒是他的家园那边9座防御塔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工作，射杀了一些靠近的野兽，虽然只能提供几十能量点，聊胜于无吧。回到矿山，叶无穷查看了一下大家的生产情况，他定制的装备已经打好了，紫色重剑很趁手，攻击力也比破虏大剑高一些。更新一波装备，叶无穷的战斗力也迅速提升。但是在穿铠甲的时候，弹出系统询问，装备猪皮护腿之后，你的战斗力将升至10阶，或导致未知风险，是否装备？叶无穷，这还是系统第一次弹出这样的询问，有点不同寻常。10阶在新手村，简直是个大 boss 了。叶无穷想了想，选择了稳健，没再装备，战斗力卡在9阶12星巅峰，先搜集下相关情报再说。叶无穷关掉系统页面，四下看了看。夜已深，矮人们有些疲惫，效率稍微低了些。王彪还在孜孜哭哭、吱吱哭哭的烤肉，准备晚餐吧。虽然在求生，可吃方面也不能含糊。顺带试试丰盛大餐能不能刷矮人的忠诚度。他们好像爱喝酒来着。叶无穷又摸进了系统商城之中，商城物品还没刷新，价格负 30% 的花岗岩 X58 仍然绿得醒目。叶无穷直接将之买下，没有动用百倍，而后继续升级商城。商城4升5需要银币，1分钟完事。5级商城界面多了些淡淡的银色光辉，是略微有些质变了吗？叶无穷已经发现商品的品质、稀有度和商城等级有关。5级商城似乎终于开始蜕变了，不过这次自动刷新运气不好，没有打折物，也没有目前急需的。叶无穷犹豫了下，花费1个金币刷新了一次，购买列表中的12件商品，刷的变化了，冒出一道绿光。哦豁，欧皇卖9 X47 负 30%， 总价6580银币。叶无穷淡定的买下，使用百倍技能，获得卖9 X4700。够矮人们喝到饱了吧？他扫了其他商品一眼，正要继续升级市场，鬼使神差的把页面往下拉了拉，露出最下方的一件东西。当即他的呼吸屏住了。最后一件商品赫然是伪神器，风灵之弓，为攻击力加1000，敏捷加1500，命中正 60%， 破甲正 50%， 射程加1万里，附加风灵束缚、中毒、流血、残废效果。注释：千万不要让精灵女神艾尔莎看到这把伪造的神弓，否则她会打你的哟。属性真是美的很，叶无穷要流口水了。射程1万里的远程装备，这特么是要上天？就是这价格也美的很，原价 88W 金币，加成 375%， 330W 金币。叶无穷想要，但是没钱，打扰了。本来他觉得货币在这一界适用范围可能有限，现在发现是没碰到好东西罢了。商城竟然卖伪神器，下次是不是会卖真神器？虽然买不起，但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叶无穷感受到了这广阔的异界有无穷的宝藏在等着他去探索发现。第13章结算积分，收获爆炸，强的被系统制裁。已是深夜11点多，1号矿山山谷之中点起了几处盛大的篝火，火光熊熊。叶无穷检查着胖子制作的烤肉，品质都还不错。胖子有气无力的哀嚎：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碰烤肉了。下午加晚上一共烤了4000多块。
人都要烤焦了。一块瘦肉大约有3-4斤，可以制作成2块烤肉。他凑了个数，把4567块烤肉通过组队功能一起转交给叶无穷。叶无穷收下的同时，默默用了100倍加成，456700块烤肉，一下子变成了45万。好家伙！饶氏也有心理准备，叶无穷仍然有一瞬的惊喜，这简直够吃一辈子了。胖子为了这些烤肉也是拼了老命了。叶无穷拍拍他的肩膀，手上出现一把匕首，你的工钱。王彪接过来一看，顿时惊喜，紫装，这属性，老大你太好了，刚才还疲惫不堪，现在狂喜得像一个300斤的孩子。叶无穷笑笑，稍微布置了下场地，几张桌子拼在一起，烤肉堆积成山，一旁麦酒随意堆着，也是小山一般。矮人们早就发现动静了，肉香和酒香飘散，他们不自觉地开始摸鱼，实在又累又饿了。布置好，叶无穷拍了拍手，验收今天的锻造成果。依照他的要求，锻造组把打造好的大刀收拢在一起，再交给他，一共是374把精致大刀。接过的时候，叶无穷面不改色地使用了100倍，落进他系统包裹中的大刀变成了37400。好家伙，全村人手一把，还有剩余，明天就不用打造刀了，开始搞防具。更让叶无穷开心的是，今夜100倍技能连升2级。本来凌晨对金币使用之后便已经升级到了2级 70%， 购买卖酒升到了3级 1%， 刚才又接连对烤肉和大刀使用2次，由于数量太多，竟然使得100倍技能又升到了4级 5%。 现在的100倍技能一天可以使用6次了，还多了自由选择的额外效果，也就是说不必匆匆使用了，可以对背包里的物品使用，但技能制造出来的东西不能再用技能，否则岂不是没天理了。另外依旧只能对蓝色及以下品质的东西用，即便如此，那也是巨大的进步。叶无穷今夜可谓是收获颇丰，朗声笑道：大家早就饿了吧？我准备了好酒好肉，现在一起开动吧。矮人们一拥而来，咕咚咕咚吞口水，但还是很有礼貌地示意叶无穷先吃。叶无穷和王彪单独一桌，桌上还有些野果，他朝矮人们举杯示意，开饭了。这群家伙竟然手也不洗，直接抓起烤肉往嘴里塞，还有些抓起卖酒瓶，拔掉瓶塞就开始蹲蹲蹲。叶无穷，矮人啥都好，就是有点不讲卫生。他又考虑到2个问题，一是干净的饮水，附近有条小溪可以取水；二是方便问题，明天必须让这群家伙知道，随地大小便要受到惩罚。这一场夜宴已经算很是丰盛。叶无穷不断地收到系统提示，矮人科曼、萨尔文等人对你忠诚度加20，目前忠诚度100点，他们已经完全忠心于你，一顿饭就收买了。都是隐藏的吃货和酒鬼吧？看来异界的有些族群真的是民风淳朴啊。有些矮人吃着吃着就开始抹眼泪了，含混不清的吐槽起来。叶无穷勉强听懂，是在抱怨以前的凄惨生活。听了一会，他大概明白了点，这个世界可谓是万族争霸，族群有很多，哪怕同一个种族，不同的族群之间也有纷争。不过那都是别人家的事，叶无穷听听罢了。没什么用的知识又增加了。由于有酒，这顿饭吃得比较漫长，叶无穷和王彪则是边吃边聊边刷论坛，倒是有了一丝丝还在水蓝星生活的感觉。除了上午火山喷发之外，今天新手村总体还算平静，大部分人终于适应了异界生存的节奏，勉强接受现实了。而深夜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外出打怪又有诸多不便，基本都选择休息，论坛上也就格外热闹。今夜还会有每日结算吗？今天搞了挺多物资，希望奖励多一点。昨天不懂，错过了1个亿啊！如果以集体穿越的时间为1号，新手期7天整将在8号中午12点结束，一共只有7个夜晚，少一夜就少了很多奖励。叶无穷也颇为期待今晚的结算，他今天做了许多事，收拢了很多资源，杀怪都有500头，再加上诸多防御塔，更重要的是矿山、500矮人，还有100倍的物资。万众期待之中，时间终于逼近0点，每个人都接收到了自己的系统播报。0点到了，恭喜你又成功活了一天。每日结算开始，正在计算昨日个人评分。叶无穷喝着麦酒，淡定地等待着，他的结果应该会晚些出来。1分钟后，论坛上已经有很多人在交流结果了。我今天出息了，竟然有好几十个银币。虽然知道48银币不值钱，可我竟然还是很开心。组队真的好，比第一天强多了。今天大家资源采集的效率和成果明显比第一天高多了。叶无穷默默等着结果。王彪凑过来小声道，我今天积分8000多，老大太厉害了，我这么重的都能带飞。顿了顿，
他好奇地问：“老大，你今天？”叶无穷：“还没出来呢。”5分钟后，系统提示姗姗来迟。你第二天的表现总评分为1053427分，家园评分10678分，资源评分797832分，战斗评分214320分，种种项目加起来，叶无穷的昨日评分竟然高达105万，兑换成了105金币30银币。他用100倍使之变成了10500金加3000银，等于10503金，成万元户了。叶无穷徐徐吐出一口气，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尽管知道系统中的珍贵物品动辄几十万起步，但他还是为自己拥有了1万金币而兴奋，让他想起了第一次收入过万的那个开心劲儿。叮铃铃，金币落袋的清脆声响实在太治愈了。照旧，当老易有福利。系统，你的积分在新手村名列第一，获得3次抽奖机会。一个巨大的转盘出现在叶无穷面前。叶无穷现在心情难以平静，没选择立即抽奖，只听得系统继续全村通告。C2050 新手村，一位低调的帅哥昨日结算评分超过100万，表现异常突出。奖励本村全体成员全属性加100，资源生成速度 x2.5 倍，能量获取速度 x2 倍，持续24小时。果然是和昨天相似的全局 buff， 而且等于是双倍经验。叶无穷不由得露出满意的笑容。论坛和聊天已经是炸锅了，全属性加100，我没听错吧？我的天啊！刚为大佬的战绩震惊，又被系统吓到失语。是真的，是真的，我的属性蹭涨了好多，给帅哥磕头，太感谢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给帅哥磕头。这一刻，全村几乎所有人都颠了似的，狂喜乱舞，大吼大叫，这特么天降福利啊！属性点那么难搞，本质上是要看资质的，结果就因为巨老太给力，直接奖励所有人全属性加100，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简直是一种氪金般的快感啊！我沦陷了，帅哥，我们都欠你一个大人情。是啊是啊，大佬功德无量。叶无穷并不在意其他人对自己是否感激，毕竟这是系统给的额外奖励，并非他的本意。他正努力凝神盯着抽奖转盘，试图中个好东西。然而系统的全村播报竟然还没有结束。检测到 C2050 新手村存在异常强大的人类，新手期规则将进行一些更新，请各位严肃对待。叶无穷回过神来，什么？他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系统紧跟着便发出公告 ：C2050 新手村一名人类27倍强于当前环境，影响生存平衡。本村求生难度将提升10倍，详情请见更新说明。叶无穷，王彪，所有人来不及看更新说明，论坛又炸了。求生难度提升10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操！叶无穷瞪大了眼，赶紧去看更新说明。求生难度提升10倍，意思是：1. 极端天气增加，昼夜温差加剧，最高50度，最低零下50度。2. 凶兽强化10倍。3. 某个超强的人类引起了邪神残念的注意，夜晚将出现诡异事件，请保护好精神。叶无穷心中一个咯噔，立刻查看自身，果然，属性面板多了一个状态，邪神残念的注意，你要小心了。邪神残念觉得你很有趣，想来找你玩。叶无穷无话可说，他居然因为太过强大而被系统制裁了。What the FCK？ 第14章与神对抗，打折刷好感，马甲多的好处，求生难度提升10倍还不算。系统再次通告：活下去。新手期结束时，若存活人数少于 50%， 所有人将有可能被其他新手村奴役。这条公告一出，原本就炸裂的论坛更加沸腾了，很多人一时间难以接受，回不过神来。我日，难度10倍，这还玩个蛋啊！这么难，连生存人数还有要求，让不让人活了？本来就是不让人活，怎么搞？如果知道全村第一这么强，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我说什么也要阻止他。很快，许多人便将矛头对准了引起这一切的叶无穷。数分钟之前，大家还在膜拜大佬，现在大佬摇身一变，成为了打开地狱之门的该死恶魔。生存难度骤然加大，遭遇这样沉重的打击，许多人情绪难以自控，咒骂起叶无穷。可把你牛逼坏了，我不想死，也不想被奴役，你告诉我怎么办？难度提高，肯定会有很多人死，到时候被奴役了，都怪你。这么强干嘛啊？又不能拯救世界，坑死我们了。在这种时候，一些死忠粉的发言被淹没在讨伐的狂潮之中。叶无穷，人人喊打，人人得而诛之。
可惜打不过。叶无穷扫了眼论坛，没别的太大反应。然而他面沉似水，系统这一手背刺实在出人意料啊！再一次提醒他不要相信系统，他仅仅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罢了。尽管现在需要利用他，但一定要培养起摆脱他的能力。系统，你的所作所为让同伴很失望，人类声望下降2点。你的崇拜者对你深感痛恨，你的人类声望下降10点。此类的系统提示接连不断。不到10分钟，叶无穷的人类声望就快要跌成负数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性。叶无穷没怪他们，因为本就没对人性有什么期望。他一脸冷漠，声望以后可能有用吧，但现在他也没办法。今天的变故的确对他造成了一些困扰，一是难度加大，其他人生存变难了；二是与他自身息息相关的是，如果新手期结束时生存人数真的降到了1半以下，或许真的会被人奴役，这是他无法接受的，必须要想办法破局。王彪看一眼论坛，再看一眼叶无穷，神情无比忐忑。矮人们吃饱喝足，发出了满足的鼾声。王彪与叶无穷坐在篝火边，夜风呼呼的。叶无穷沉默着，低眸在思索，年轻的面庞扮演在黑暗里，有点杀气腾腾。王彪突然觉得有些冷，夜色也似乎比以前更加漆黑。老大，这事儿根本就不怪你。王胖子小心的开口。叶无穷只是微微皱眉，没多大反应，看起来居然还挺平静。王彪稍微放心道：老大，你心态可千万别崩啊，咱俩可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叶无穷开口，眼睛在喷火，错的本来就不是我，是这个操蛋的世界。对啊，莫名其妙把我们绑到这里来求生，还不准太强，强也有罪啊。王彪立即附和。其实谁都知道最该死的是做出种种决定的系统，但是不敢骂他。叶无穷抬眼冷冷盯着遥遥无际的黑暗，没再说话。系统更像是固定的程序，制造程序的是谁？他盯着自身的状态，邪神残念的注意。邪神？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有邪神，是不是也有所谓的正神，能跨越位面与时空，将40亿人带到这里来进行一场求生游戏的？伟力会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或许大家不是在求生，而是在与神对抗。但叶无穷现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目前阶段，他的目标是在保证新手期结束前有2万人升到10级，并且存活下去，不然就有可能被奴役。如果是强制剧情杀的话，或许没有反抗之力。叶无穷突然开口，进入第3天了，你以后都不用烤肉，全力练习技能，我会帮你留意刺客技能书。他的语气很严肃。王彪，好的老大。叶无穷查看了一下胖子的属性，全属性加100，等于是极其巨大的升级。胖子的战斗力有了质的飞跃，刚升到6级，哪怕加上好装备，战斗力原本也只是2阶3星，现在却一下子到了5阶7星，每个阶段有12星呢，这实力进展神速。可惜的是，凶兽也变强了10倍，人类的这些加成或许还是稍弱了一点。叶无穷自己在全属性加100之后，力量、体质、精神、幸运都差不多到400点了，没加太多点的敏捷和智慧也都快到300点了，战斗力也是升到了11阶5星。之前他要穿装备的时候，系统提示说战斗力超过10阶或许会有意外事件。现在叶无穷明白了系统的意思，这一次没有全村通告，他多了一个称号，杀敌如麻。你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兽灵的怒火，野兽们对你无比痛恨，怒火使得他们更容易进化，然后向你复仇。简单来说就是2个效果，一是野兽变异成精英怪甚至 BOSS 的概率增加，二是叶无穷现在自带嘲讽光环，野兽看了就想扑。哦，好像是个好事呢。他这般想。叶无穷与王彪聊了片刻，他的声望便跌到了54，跌起来比涨得快多了。现在他全村第1名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论坛上到处都是骂他的。热搜第1，低调帅哥出来道歉。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叶无穷打死也不会用这个马甲在论坛露面的。忽然他想到一个绝妙的拯救声望的主意，顺带还能增强全村实力。半夜刚入手的3万大刀，就是打算结算后再上架销售。既然出了这样的事，他干脆让一点利算了，再研究下新的求生环境，更新一下生存攻略。一个马甲惹大祸，2个马甲补窟窿。虽然系统很赚，但他也永远不亏。大号被骂，那是好事啊。商人号这时候就应该加入群众，狠狠地收割一波人心。叶无穷立即上架商品，蓝色大刀加5块烤肉，组合为一个打怪包，打骨折销售。矮人的手艺不是盖的，白装现在都稀缺，更别说蓝装。烤肉也是精良品质，
不仅管饿，还能回血。这样的一包，现在价格仅仅1000硬币，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仍然吵闹不休的论坛，万宝阁掌柜突然发布一条公告：巨幅打折，来自良心店家的暴风支援。各位朋友，某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痛心，但变故当前，大家应当放下恩怨，团结一致。人类属性已大幅增加，面对凶兽未必没有胜算。没有人想沦为奴隶，为了进一步增强全村实力，本店亏本含泪大甩卖。这条公告同步在店铺首页发出。本来他这个号也是大 V， 发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许多人跑来看了商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打折幅度，真的吗？攻击力150的大刀，还有烤肉，好香哇！卧槽，真舍得，店家不得亏死啊！叶无穷上架了商品，库存选择了当前生存人数36745，意思是可以人手一份。虽然它的确有些亏损，但放长线可以钓大鱼。主要是它的制造成本非常低，打折一点也不心痛。一些人生怕错失良机，赶紧凑够东西买了。天啊，买到了，竟然是真的！我的大刀已经积，可难耐了。掌柜的绝世好人，这是菩萨在世啊！我的天，销售量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论坛上也已经刷疯了。快去买大刀冲上了热搜第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东西到手，论坛上满屏飘的都是对万宝阁的赞美。谁说商人重利，这才叫大义与担当。在下心服口服，这么多货得亏损多少啊？心痛死了！掌柜的有格局，将来肯定能成首富。掌柜好人，长命百岁，打怪必暴击，爆极品装备，技能书任选，女朋友找10个。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引起纷争的罪魁祸首低调帅哥，至今没有露面说一句话，毫无担当。却有一位商人为了大家共同的未来，让利让到了这样的地步。哪个人不被感动得泪眼汪汪？谁不觉得自己欠了掌柜的一个大人情？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实力强不代表人品好。比起某某某，这人品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万宝阁 YYDS， 只要他不变，我绝不会在别人家买东西。低调帅哥到底在哪里？我要带1000兄弟去 gank 你，为民除害。一群人一边骂低调帅哥，一边把万宝阁掌柜狠狠夸了一通，仿佛掌柜的身上有圣光普照下来。系统，你的声望2，你的声望+5，这样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叶无穷有点想笑，哎，似乎有那么点好玩，前提是别掉马。第15章，祸不单行，资源 PK 战斗打响。尽管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低调的帅哥恨之入骨，可叶无穷完全无所谓，根本不受丝毫影响，反倒是觉得有趣。人的身份还是挺重要的，明明是同一个人，由于身份不同，在同样的人群中得到的评价截然相反。王彪一直关注着叶无穷，大佬不愧是大佬，全程不仅没有无能狂怒之类负面情绪，现在竟然脸带微笑。更优秀的是这套操作。王彪看到万宝阁生意如此火爆，不禁感慨，这也可以。现在整个新手村只有胖子知道，掌柜的和低调帅哥就是同一个人，真是骚操作。问题是哪里来的那么多装备？时间有限，矮人昨天最多只能打造几百把大刀，现在却已经有至少1万人买到了。王彪想了下，想不明白，索性不深究。老大必然有他的手段，这是机缘，天机不可泄露。只是这种应对危机的公关手段，着实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叶无穷留意到胖子欲言又止，眉梢微挑，怎么？王彪憋了憋，忍不住道：秀儿，秀儿且坐，我去买个橘子削给你。半小时后，已有2万多人拿到了精致大刀。随着装备到位，大部分人的心绪也渐渐平静了些，再加上一些乐观主义者的引导，最重要的是全属性增强。大家相信有能力应对变强之后的凶兽。万人斩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抢购了大刀，然后发表言论：凶兽变强未必是坏事，莽就完事了。反倒是全属性加100，一共600点啊！这是总该感谢人家吧？要是全给我加力量就好了。这个时候，全村几乎是一边倒的讨伐低调帅哥，基本没有大佬出来为他说话。恰恰相反，有些人觉得他实力太强，颇为嫉妒。万人斩这么一出，倒是让叶无穷略感意外。叶无穷发觉，这位老兄之前似乎不是有意嘲讽他的新手攻略，而是性格就如此刚莽，字里行间就透着一种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气质。如果生在古代，或许真是一名悍将。叶无穷默默挠不出来一个李逵，这人也有那么点意思，最起码实力在线，能拥有一定实力，绝不是完全没有脑子。不多久，叶无穷翻开私信，看到万人斩给他留言说：兄弟，大刀很好，
就是有点不趁手。我发现力量加强之后，双手武器适合我，定制2把铁斧行不？属性最好是叶无穷，可以。他想了想，更新了店铺公告，本店可定制武器，精良品质，包君满意。明日傍晚将供应防具。至于装备做太多导致溢出，他会稍微控制一下，但无法太过精确，很多是没必要算计的太细，否则就成天光算计，不用做别的了。老大，我看到一些黑影怪物。王彪突然小声开口，紧张兮兮盯着四周。叶无穷转头，什么也没看到。胖子有点急了，真的在四周爬来爬去，4条腿，奇形怪状，黑色的。在篝火附近，几只怪物慢悠悠爬动，不怀好意地盯着周围的人。叶无穷没看到，反手登上了论坛看看情况。果然，还有其他人看到了黑影。显然，这是一种新型怪物。叶无穷一下就想到了系统说的诡异生物，也就是邪神残念带来的东西。他摸不着头脑，便查看了一下胖子的属性面板，发觉此时胖子多出了一个状态：惊恐，看到诡异生物而感到精神紧张，压力倍增，难以入睡。胖子的精神属性条泛着红。叶无穷皱眉，观察你的精神属性。过了一会，胖子惊呼：进度条好像在倒退。卧槽，这也可以？叶无穷明白了，缓缓道：原来这就是诡异生物的伤害，掉精神，俗称掉 SAN 值。叶无穷立刻更新求生攻略帖，告诉大家他对诡异生物的猜测：精神属性较低的人才会看到。黑影在四周，你会持续掉精神值，无法入睡。至于怎么杀死这种怪物，这他真的不知道。实话说，他到现在都没看到所谓黑影在哪里，更别提打了。那就自己想办法提高精神值呗。就这个问题，众多网友纷纷传授经验。我之前瑜伽课上的多，精神值就高一些，长得也快。我是心理咨询师，能完全控制情绪与念头。据我观察，情绪化、想法极端的人，精神值通常都很低。精神说白了是心理相关，强大意志不可或缺，慢慢磨吧。我想想，胖子有点受挫，默默研究去了。夜渐渐深了，凌晨1、2点，人开始犯困的时段。再干的人，这时也停下来歇会儿。C2050 新手村还算安静，只有此起彼伏的兽吼之声。有些新手村此时却依然非常繁忙。J1945 新手村，几个人聚在一起，紧张热切地盯着中间的东条一雄。东条一雄留着一撇小胡子，闭着眼，脑海中的画面变幻不定。长长的新手村列表在他脑海中展开，每个村子都只有编号，谁也不知道村落的具体情况，只能看到此时新手村携带的全局状态：剩余人口、资源生成 x1.1 倍、全民精神负 10% 之类的。东条一雄耐心比对着，不时出声宣读情况。经过对比，目前有5个村最值得进攻，分别是，尤其是 C2050。东条一雄迅速讲完了5个村的全局状态，在场的其他5个人眼睛都亮了起来，纷纷表示对 C2050 新手村的兴趣。这么好的加成，资源生成速度 x2.5 倍，能量获取速度 x2 倍，真的很少见，不知他们做了什么，一定很富饶吧，哈哈哈哈。还有一个体质削减的叠加 debuff。 几人相视而笑，眸光贪婪，蠢蠢欲动。东条一雄，我也很中意这个村，能有这样的加成，说明他们村有强者，这样才有意思。既然是强者，以后迟早也会碰到，不如趁他还在成长期，彻底扼杀。几人纷纷发表意见，他们仿佛嗅到血腥味的狼，没有丝毫的畏惧与退缩，只有满满的自信与战意。那么就是他了。东条一雄直接选中了 C2050 新手村作为资源 PK 战的对手。这一次我们也将合作得很愉快。在场的几个人是 J1945 新手村的顶尖战力，他们已进行过一次资源战争，并且胜利，得到了那个村子 80% 的资源，可谓是一波肥。这种收获的甜美滋味真是令人着迷。自己发展多慢多累啊，直接去抢不就好了。囤枪不囤粮，邻居我粮仓。几个人磨刀霍霍，纷纷大笑，等待着系统的提示。C2050 新手村，夜深人静，大家好不容易才从生存难度提升10倍带来的种种后续中挣脱出来。突然之间，每个人的眼前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色惊叹号，顿时每个人都是心头一慌，又怎么了？出现这玩意儿准没好事。系统公告，各位， J1945 新手村对 C2050 新手村发动了资源 PK 战，战斗已经打响，将在10分钟后正式开始，持续30小时。详情请见 PK 战规则。系统界面多出了一个战争功能。所有人卧槽，卧槽，这他娘的又是啥？
居然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必须得参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还嫌他们10倍难度不够是吧？第16章 PK 战开始，100个宝箱，开到手抽筋。叶无穷经过最近连续变故的洗礼之后，已是淡定很多。系统再整出什么幺蛾子，他都不觉得意外。人的意志既然无法改变世界，那就趁早接受现实，想想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强才是正道。叶无穷研究起 PK 战的详细规则，这东西需要有新手村战争令才能发起。具体的 PK 规则要看2个数据，一是资源总积分，这将决定战斗双方出战者的临时加成；二就是出战是要进行真刀真枪的战斗，但这种战斗与叶无穷原本的理解有些差别。战斗居然采用的是6v6的战棋模式，而不是自由拼杀。战棋简单来说，战场被分为一格一格的，像棋盘一样，战士们就像棋子，移动距离、行动次数都有限制，这样大概是为了增强平衡性，不至于让弱势的一方兵败如山倒。叶无穷想，系统还是挺注重平衡的，比如资源总积分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是为战斗提供一些加成。新手村其他所有人也统统放下了手上的事，一起关注 PK 战。这个危机比新手期结束还要迫在眉睫。资源积分规则也太残忍了吧，不同品质的积分差距竟然那么大，这不是废话吗？ EF 级物品1积分，EE 级物品10积分，一件 SSS 级物品竟然是100万积分。可我们搞不到好东西，只能拼基础资源啊。资源 PK 什么的，叶无穷根本没在怕的。他相信只要选对目标，自己能够以一己之力拉高全村的 GDP。 但资源多没有用，打得赢才行啊。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资源 PK 战正式开始。系统 C2050 新手村 J1945 新手村聊天频道合并，信息对接成功，进入战时状态，请所有人严阵以待，积极对抗。PK 战开始之后，聊天频道界面分为了2半，可以看到敌方频道的名字和聊天内容，但是无法发言。此外，在战争功能中也可以查看敌对势力的一些信息。聊天接通之后，几乎立刻大量消息就开始刷屏了。看他们的名字，英国，原来是英国人，怪不得这么不要脸，到处侵略，真让人鬼火冒。发现入侵者的身份后， C2050 新手村内立刻前所未有的团结，却也从未有过的愤怒。英国人可真的是把侵略刻进了基因深处，哪怕全民穿越异界，这才第3天罢了，便已经如此迫不及待入侵了。而对面是能看到这边的聊天内容的。J1945 新手村也发出了大量的消息。嗨，东龙国的朋友们，你们这个矮小病弱的族群，现在是不是害怕的瑟瑟发抖呢？哈哈，被我们奴役吧，这样还能有一条活路。伟大的村长东条义雄是战无不胜的。英国的人们无比骄狂，很是自信，只是没法去对方聊天频道发言，让他们很是遗憾。侵略者竟然如此嚣张，把邪恶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C2050 新手村许多人气得要死，却没有丝毫办法。叶无穷过来凑了眼热闹，情绪没有任何波动，但他敏锐地发现，对面的很多人都称呼东条义雄为村长，此人正是 PK 战的发起人。叶无穷，新手村村长，这难道是一个职位？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系统的一贯尿性，难道是满足了什么条件才能触发？他不理解，但他知道有没有村长就相当于有没有指挥，是很不一样的。既然东条义雄得到很多人的信服，他们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做事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不是一盘散沙，各自求生。叶无穷觉得自己的心头有那么一点痒痒，可是痒也没用，他不晓得如何获得职位，先把眼前的危机度过再说。新手村里还是有一批人比较冷静的，他们在论坛上呼吁大家别去吵架了，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搜集资源，争取优势，千万管好情绪和精神值。现在是黑夜，我们会受到黑影怪物的攻击。还有人把战争功能中的信息搬运过来，方便对比。目前双方各有优劣，对方不知怎么做到的，资源积分目前是17430万，己方只有14200万，足足差了3230万。此外，双方各自的全局状态也差了很多。这群英国人竟然连一个负面状态都没有。他们也有资源生成 X1.5 倍，能量获取 X1.5 的加成，还有敏捷 X1.5， 生命回复 X2 的加成。反观 C2050 新手村，负面状态可谓多得闪瞎眼，生存难度提升10倍，极端天气增加，最大温差100度，体质削减，邪神残念的召唤物，凶兽成群变异概率增加。这特么不是在求生，是在求死吧？
最后是平均战力 ：C2050 新手村人均3阶2星 ，J1945 新手村人均3阶8星。英国人当然也发现了双方的巨大差距，早就是得意不已。哈哈哈，对面太惨了，龙并没有庇护你们。东条大人实在英明神武，果断选择东龙国的村落，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全方位碾压。你们如果现在就投降，不仅节省时间，也避免了无谓的牺牲。C2050 新手村这边自然是气得要死。呸！你们国家沉海了，骨灰给你扬了。当然，也有人的自发的刷屏。兄弟们，别中计，不理这些狗东西，我们快去采集 ，PK 一定拿第一。刷屏力量大，再愤怒的人这会儿也知道应当化愤怒为力量。叶无穷稍感欣慰，当一个庞大的群体能做到自发、自觉的时候，就还是有希望的。对面还是有点强的呀，他们资源积分有点太多了吧？叶无穷最初觉得不可思议，自己拥有 SSS 级天赋，并且多次使用，村子积累的总资源竟然还不如对面。但想想他就明白了，既然异界求生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随机状态，村与村之间先天资源禀赋就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村基本是在荒野之地，其他村未必也是这样，遍地都是金矿也有可能呢。想这些也没用，该想想如何把差距追上。高级物品真的很顶啊， SSS 级也就是金色品质，一个100万积分，等于100万的基础资源。这样的宝贝，叶无穷手上也仅仅只有天赋和第一次抽奖得到的系统的提示。我奖还没抽呢。半夜结算之后发生的事太多，他连抽奖都忘了。抽奖转盘中最垃圾的物品也是蓝色的，好歹是能抹平一些差距吧。还是抽了吧，本来结果就是随机的，难道选个及时手气会更好吗？叶无穷盯着转盘静了静心，然后他跑去矿山背面了，来到了防御塔阵的外围。他是担心如果自己不小心抽出来一只 BOSS 级凶兽，有防御塔好歹可以帮一下。搓搓手，深吸一口气，开始抽奖，默默祈祷，老天爷啊，我们现在水深火热，来点好东西，削死那些英国人吧。虽然他已经很沉稳了，但抽奖实在是有点紧张刺激啊。第一次，大概是老天爷听到了叶无穷的心声，只见金光一闪，叶无穷心中一喜，宠物蛋，还是金色品质的宠物蛋，金不知会孵化出一只什么，反正这幼崽很强大就对了。孵化时间7天，放在系统包裹里就算是贴身携带了。叶无穷心头一阵舒畅，虽说未知的崽子还要7天才能孵出来，但现在100万积分到手了。一直关注着两边资源积分情况的英国人却是惊了，怎么回事？他们的积分突然增加了100多万。是啊，该死，他们竟然运气这么好，获得了 SSS 级物品吗？原本两边的积分都是在1秒不停的往上爬，却都是在几十的蠕动着。谁知道 C2050 新手村突然做了一下火箭，原本3000多万的差距一下子拉近了100万。而论起基本的生产效率，双方应该是差不多的。英国人有些不爽了，不过他们依然自信，不怕，还有很大差距呢。金色物品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对，他们又不是东条大人，可以提升物品品质。叶无穷觉着自己今天手气还不错，美滋滋的进行了第2次抽奖，抽出来一本刺客技能书，影袭。简单来说，袭杀敌方后排的同时制造出3个影分身。叶无穷笑笑，原来是胖子运气好。最后一次机会，他深吸一口气，选择开始。转盘滚动如飞，最后缓缓停在了白银宝箱上面。蓝色物品，叶无穷的眼睛瞬间亮了。如果他没有100倍技能的话，这个奖励无疑很是垃圾。但现在100倍，白银宝箱 X100出现在他的系统包裹中。哈哈哈哈，这么多宝箱，离谱啊！他这3天一个宝箱都没捞到，现在一下有了100个，开箱就像10连抽一样爽，没有人能够拒绝。第17章，资源积分暴涨，开箱的快乐只有我懂。白银宝箱，蓝色品质，大概率开出蓝色物品，中概率开出紫色物品，小概率开出绿色和橙色物品。金色相当于 SSS 品质，一个 100W 资源积分；橙色 SS 50W 积分，紫色 S 10W 积分，蓝色 A 2W 积分。至于剩下的绿白灰品质都不怎么值钱了，几乎可以忽略掉。叶无穷搓着手盯着包裹里的100个白银宝箱，正在畅想未来。他当然是希望运气能好一点，开出点好东西来。他很清楚，一旦开箱就像赌博一样，磕了炫迈，完全停不下来。所以他没有立即开始，
要先平复一下激动雀跃的心情，便也不知现在的论坛与聊天频道正热闹非凡。5分钟前 ，C2050 新手村论坛上，我看了一下，英国很多人都说他们的村长东条义雄拥有 SSS 级天赋，可以无限提升物品品质。这太夸张了吧，一点也不科学。几乎全民穿越了，还讲毛的科学，怪不得他们这么有恃无恐。英国人非常嚣张，一派胸有成竹的模样，似乎已胜券在握了。他们故意在聊天频道里夸大其词，将东条义雄吹捧得极高，仿佛神明一般。这群人开启了凡尔赛模式，炫耀他们的成绩。东条大人乃是气运子，在第一天就成功进化出了一把红色品质的武器，被认证为神器，价值1000W 积分呢。是啊，他的实力非常惊人，现在已经8级半了。对面的龙国人，你们排行榜第一，现在几级了？你们最好凑够6名强者，不然在战棋模式会死得很难看哦。一群英国人无比乐呵。东条义雄与几名同伴自然也在关注着敌方的动向。西村太郎，客观来说，对面还是有点实力的，不知他们做了什么，能让生存难度提高10倍。星野由美子一定也有奇遇吧，4万人中总有几个优秀的。上岛青山，他们越强越好，感谢为我们积攒资源。几人相视而笑。选择攻打其他新手村，只能看到全局信息与大致情况，无法看到对面每个人的真实情报。现在仅仅是求生第3天刚开始，但其实距离所有人穿越只过去了38小时，能有多强的强者出现？东条义雄性格强硬，敢赌敢拼，趁着绝大多数村落都没还在发育中，悍然发动了侵略战。然而仅仅几分钟后，他们的笑容便僵在了脸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涨了100W 积分？眼睁睁看着 C2050 新手村的资源积分一下多了100W， 简直怀疑是自己眼花了。但没等他们确认，对面的资源积分竟然又嗖的涨了10W， 又涨了。话音未落，对面的资源积分又是猛然上涨了足足1000W。这样连番上涨之后，很快资源总分就到了15320万，和 J1945 新手村的差距从原先的3230万缩小为2100万，优势一下子就被缩小了1/3。英国人非常不满，八嘎，对方做了什么？一定是不符合规则的事。纵然双方依然有着2000多万的差距，英国人还是不爽。对面怎么可能如此优秀？算了，他们再如何努力，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这样岂不是更有趣？但英国人的几个领头人物却是意识到了背后非同寻常，恐怕这个村子里有人至少拥有 S 级天赋。星野由美子眼睛亮了，东条义雄阴冷一笑，狭长眼眸中泛着贪婪的光。就算有 SSS 级，最终都是我的。C2050 新手村，同样有许多人留意到了这诡异的积分暴增。怎么回事？卧槽，谁在干什么啊？这么凶猛的吗？一下子增加了1000万，这是开挂了吧？绝对的。这熟悉的暴躁风格，感觉我们又摊上大事了。低调的帅哥，是你吗？你又开始秀了。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叫他别搞了。那和英国人的积分差距该如何摆平？叫他继续搞。万一系统又判定他实在太强了，继续给其他人提高生存难度该怎么办？陷入两难。不过好像纠结也没有意义。兄弟们，说真的，这个积分差距实在有点大啊，差了3000万变成差2000万，缺子还是那么大。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平凡那是很有逼数的，他们最多就只能打打怪物，期待爆个好东西，接触到的只能是蓝色品质，紫色那是祖坟偶尔冒一下烟才能拥有。可3万多人加起来，再怎么努力，这2000万也很难摆平。关键是对面的人又不是死的，人家也很努力呢。怎么办？到底如何才能战胜他们？资源 PK 战共28小时，资源 PK 24小时，战4小时，大家的时间非常有限。论坛中，秦牧、独孤不败、一拳破天、曹锟、万人斩等人建了一个超话。由于几人并不在同一片区域，没法组队打怪，却又有些惺惺相惜，没有小群功能，只有建私人超话。此时几人忧心忡忡地商议着，最坏的结果就是资源战输了，没有加成，打不过对面，然后资源被夺走，所有人可能被奴役。要不要联系低调帅哥？他可是等级榜第一，必须得联系。他实力肯定很强，不出战我们或许没有胜算。我们可以凑齐6人，可资源战该怎么办？他们也就武力稍高一些罢了。获取资源的方式就是杀怪，杀更多怪，可个人相较于集体实在太渺小了，除非能得到高级物品。
问题是，谁敢相信自己有那运气？几位老哥不由得纷纷流露忧心焦虑之情。他们知道，对面战士组等级比较整齐，平均7级，装备卓越。己方资源战如果输了，会真的很惨。该怎么办？这是没招啊！叶无穷此时几乎暂时忘记了外界的一切。开宝箱和抽奖一样，一定要静心专注，不要瞎想，要专注于好的结果。开始吧！叶无穷打开了第一只白银宝箱，微微的紫光亮起。紫金铁锭 X10，绿麦酒 X34，蓝棉麻布 X12。叶无穷没想到，一个箱子里竟然有好几件东西。他心中迅速盘算了一下，如果开箱速度快一点，里面重复的东西就可以堆叠在一起。然后，只要他反应够快，在3秒内对合适的物品使用100倍技能，可以将收益最大化。最棒的是，0点之后，他用了2次技能，分别是金币和白银宝箱，这使得100倍技能升到了5级，使用次数变为了7次。可惜次数没重置，今天还有4次机会，但使用对象的品质却是终于提升到了紫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跨越，终于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伟大进步，简直激动人心。能不能一举超过对面，就看我接下来的运气了。叶无穷索性不管了，蹭，也别管箱子里到底都是些什么了，直接把所有箱子统统打开算了。叶无穷的视野中闪过各种颜色的光芒，种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被他从箱子里开出来。开宝箱的快乐只有他知道。幸运，紫色物品大概占了6-7成，一件紫物10W 积分。开箱大概持续了3分钟，这期间2个新手村的其他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只见 C2050 新手村的资源总积分仿佛磕错了药一般，以惊人的速度在疯狂往上涨。发生了什么？谁在干什么？这一定是开挂了，只有修改器才能有这样逆天的效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我的天，居然接近了，快要反超了！啊！居老，我给您跪下了，求您别秀了，我害怕。此刻，2个新手村的所有人一起懵逼。第18章，清点收获。一波肥，喜欢这个不科学的世界。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你和我。啥子情况？大佬又开始发疯了。膜拜大佬，我已经说腻了，有点刺激啊！我好紧张，又好兴奋，这是我能免费看的挂笔开秀吗？ C2050 新手村论坛上统统在热议此事，他们没有在聊天里乱说，因为会被对方看到。不管什么缘故，己方的资源积分总归是在蹭上涨。好事啊！嗨，不知该说啥。大佬这么一通操作下来，估计今天的每日结算又要上天，到时候生存难度可能又会上升吧。哎呀，世上没有两全之事。嗨，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每天躺着就能加全属性，要啥自行车？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资源采集者或者杀怪的战士，本身是想团结起来，尽量抹平与敌方资源上的差距。万万没想到啊，仿佛神仙天降一般，把资源积分搞出了火箭升天的感觉。谁不睁大了眼盯着积分，生怕系统待会宣布出 bug 了，成绩作废。大佬，我错了，你强的离谱，是为了救万众于水火呀。可那个啥，某位大佬，对不起，帅哥爸爸，你尽管强吧，难度再升100倍也无所谓，让我看看你还能怎么秀。呸，100倍难度你自个玩去。有一些脸皮厚的人已是争先恐后的向低调帅哥道歉。嗨，脸好疼，有点肿，真是无语了。1个多小时前，新手村绝大多数人情绪激动地将他臭骂了一顿。1个多小时后，大佬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你爸爸还是你爸爸。某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事实，却难以面对。事实就是，不是人家强，而是自己太弱了。他们绝不想自打脸，仍是嘴硬。等着吧，明天凌晨结算，难度又上升，看你们这群人反复横跳。个人实力与集体严重脱节，导致难度太高，大半人生存不下去，最终的结果是全军覆没呀。但好在，不管内部有什么矛盾，面对外敌的时候还是同仇敌忾的。对面现在估计也是傻眼了，万没想到选了个招惹不起的对手。傻了吧，也会废。走，去气死他们。论坛上一群人呼朋引伴，跑去聊天频道故意嘚瑟起来。刚才英国人是如何炫耀的，现在他们加倍奉还。3000万的积分差距居然要花快20分钟。兄弟们，你们不行啊，太慢了，明明10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吗？大佬说他随便搞而已，没想到就快超过对面了。对面的弱鸡现在正在哭呢，本来以为能掠夺资源，没想到碰到狠茬子，这下怕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要用成语，以对面的文化是看不懂的了。
J1945新手村，一群人鼻子都要气歪了，他们想破脑袋也无法明白，到底要什么样的实力才能做到这样的恐怖进度。八嘎呀洛！有人迷茫之后，便开始有些恐慌了。难道对面真的很强大？东条大人这次行动，几道这样的声音出现不久，立刻就有一个叫村长助理的人发言：东条大人的决定不会有错误，大家放心好了，大人们现在还没开始行动。东条大人已经选定了一件物品，花费一点时间就能将之提升为红色品质，到时候又是1000万积分。为了胜利，各位也加快进度吧。村长助理显然不是第一次冒出来控评了，竟严加鼓舞，一顿操作猛如虎，士气瞬间又上升了。好吧，应该相信大人们会带领我们走向胜利。上一次我们能赢，这一次也能。东条义雄的个人威望很高，众多民众纷纷发言表示信任。人在集体之中很容易从众的，他们会坚信自己相信的东西，对于不利证据视而不见。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托儿和水军在带节奏。对面积分涨了这么久，也该停下了。我们还没开始发力呢，坐等东条大人出手。一群英国人渐渐恢复了自信，他们不信对面的积分会无限度的提升上去。然而，对面就特么不按常理出牌，涨，一直涨到与J1945新手村的积分差不多持平，停顿了几秒。英国人还没来得及欢呼松口气，就见积分数据突然一个跳动 ，C2050新手村的积分再一次跃升了一个新台阶，一下子就将J1945新手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所有人都傻眼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在转瞬之间就超过了我们几千万，开挂了，绝对是开挂了！英国人都傻了，如遭雷击一般，短暂的失去了思考能力。没人提起东条义雄的 SSS 级天赋，就算他能制造出一件红色物品，一天也只有一件。可现在他们落后的足足是几千万。C2050新手村，几乎所有人都是心脏狂跳，满脸震惊与狂喜。他们这辈子都没经历过如此刺激的事，原本远远落后几千万，现在竟然还反超了几千万。卧槽，局势彻底大逆转，今天翻盘，我们做到了。呸，是大佬一个人做的，跟你没关系。我一点也不关心胜负，我只想知道大佬到底做了什么。这是人家的底牌，会告诉你。我们老一是真挺低调的，恐怕他也有 SSS 级天赋。他原本可以像东条义雄那样说出来收买人心，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连他的本名都不知道。此言一出，顿时得到很多人的赞同。这货虽然老上电视吧，但都是系统强行全村通告的，他本人是一句话都没在公众面前说过。高冷神秘的一笔，这才是大佬气质吗？不对，好像第一天结算的时候出现过名字，好像是出现过，是叫叶不穷，叶很穷，叶真穷。我忙着求生呢，记不清了。什么穷不穷的，一看楼上就在瞎扯，无聊。问题是系统公告只保留24小时的，现在想翻记录求证也没招啊。正在被人肉搜索的叶无穷长长舒了一口气，痛快。他英俊的面庞泛着绯红，激动之情尚未褪去，实在太快乐了。一次性开100个宝箱，物资大爆炸，又对一些有用的物品使用了100倍技能，身家几千万金币，没问题吧？唉，就是开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光清点就累死人。还好有店铺的仓库，不然都装不下了。左右叶无穷现在也没事，索性把东西分类。装备100个宝箱开出了2件紫装，精灵的轻语，攻击力加250，暴击率正 60%， 命中率正 60%， 护甲穿透正 50%。 特效装备后敏捷正 20%， 有 10%几率一次射出多发箭支。这是一把弓，叶无穷决定自己留着，弥补自身远程输出不足的问题。他现在还没有选择职业，理论上任何武器他都可以使用。还有一件是容器类装备，研磨的皮背包32格子，防火。这东西叶无穷挺想要系统之外的储存道具的，但他最想要的是空间类装备，不要格子，要自由放置的空间。可怕不是在做梦哦，勉强用吧。技能书，宝箱开出各种转职书，技能书共9本，有蓝有紫，没有叶无穷需要的，待会儿扔交易市场。各种材料，这是宝箱开出来最多的物品，也是让叶无穷大开眼界。原来这个世界竟有这么多种类的材料，品质最高的材料是金金锭 X2 橙色，这也是本次开箱得到的最高级物品。此外，古橡木 X31， 心灵草 X28， 无忧花 X43， 帕拉斯草药包 X17， 高级丝绸 X46， 山铜矿石 X57， 密银矿石 X34， 火系晶石 X35， 各种宝石 X32。
诸如此类的东西非常多，乱七八糟，看得叶无穷一脸懵逼。好在是以紫色品质为主，蓝色都很少，还有2种紫色的特殊材料可能会有用。高级精魄 X68， 勇者血液 X72， 好像可以用于个人实力的提升。叶无穷打算有空再研究研究。可以吃的东西，爆裂药水 X48， 紫色物品，使用后暴击率和力量翻倍，持续1个小时。副作用是由于体力消耗，会有3个小时的虚弱状态，全属性负 30%。这对于战士来说，绝对的好东西。要是没副作用就更美了。威士忌 X63， 紫色物品，烈度高一些的酒，闻着还挺香的，比麦酒给劲多了。矮人或许会喜欢这个。平原美味午餐 X32， 紫色物品，食物，美不美味叶无穷不晓得，但回血效果是真的很给力。20秒内回复468点生命值与216点魔法值。叶无穷觉得可能美食和回血药一样有用，因为还可以填肚子。胖子在这方面很有潜力，一定要多多开发。人尽其才，活着就要创造价值，不然岂不是浪费了？还有4个紫色的特殊道具，藏宝图 X1， 跟随他的指引，他可能帮你找到宝物，也可能把你带向危险。看不懂，不知指示的是哪里，先收起来。潮湿地牢的钥匙 X1， 打开潮湿地牢的大门。这东西也很莫名其妙，收起。加利伯爵的怀表 X1， 这是加利伯爵的爷爷最爱之物，被他不小心弄丢了。如果有人前往坎特城将怀表带给他，将得到他的热情招待。叶无穷看着这说明陷入沉思，这玩意儿看起来像是游戏似的，但种种细节又表明异世界肯定不止新手村这么一点点大啊。或许存在着一个原住民的世界，之前那个指南针，现在这怀表，人民都是存在的。先收起来，将来可能是投名状。最后一件特殊道具让叶无穷感觉非常神奇，很不科学。不息之泉 X1， 一个奔涌不息的泉眼受到过幸运女神的祝福，每日产水 2000L， 有轻微回复效果，500毫升恢复 5% 生命值。水源1号矿山这边还是挺缺的。叶无穷本来打算每天安排人去溪边取水，没想到在这个世界竟然连泉眼都能成为道具拿来拿去，一点也不科学。叶无穷笑着道，好吧，他还挺喜欢这不科学的世界。不科学，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就好比我这次得到的物资兑换成资源积分是多少来着？叶无穷头大的开始心算。第19章20亿积分，逼疯对面，要放大招了。叶无穷大致计算了一下，自己获得的这一波物资能够兑换成多少积分。如果不使用百倍技能的话，橙色物品2件，紫色368件，蓝色187件，绿色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在所有宝箱开完之后，他选择了3样物品使用百倍技能。一是威士忌 X63， 主要适量还算多，而且日常就能用上。2是高级精魄 X68， 可以强化精神力。3是勇者血液 X72， 主要用来强化力量、体质、敏捷这些属性。目前叶无穷精神力足够高，但他身上有一个状态邪神残念的注意，这玩意儿绝对会有精神攻击。高级精魄是他目前所见的唯一一种可以提升精神力的东西，多囤点应该没坏处。用掉这3次机会，百倍技能差 5% 就可以升到6级了。但今天只剩1次可用机会，所以尽管开出的紫色物品有很多，叶无穷特意留了1次技能。其他的紫物有一些现在基本用不上，或者像爆裂药水，没必要那么大的量。倒是矮人们休息过后将会开始打造防具，防装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总的资源积分算下来，橙色 2x50W 等于 100W， 紫色除去使用技能的物品，其他共有165个。而技能加成之后，威士忌6300加高级精魄6800加勇者血液7200等于20300件，紫物共计20465个，单个价值 10W 积分，总计 204,650W 积分。蓝色 187x2W 等于 374W， 所有物资加起来大概是 205,124W 积分。而之前 C2050 新手村的总积分也不过是14200万，也就是 1.42亿。叶无穷这一波抽奖加百倍的组合拳打下来，就获得了 20.5亿的积分。饶是他自己大致计算出结果之后，也是吃了一惊，这波简直逆天了。之前没有这么优秀，是因为百倍技能无法对紫色以上的物品使用，今天算是牛刀小试，这结果实在令人惊喜。高端又走量，真是太可怕了。百倍的加成，恐怖如斯。叶无穷本人还能勉强保持着淡定，胖子却是惊骇又狂喜，再加上纳闷，老大跟他明明就在同一片区域，也没闹出什么动静来，怎么就这么牛逼？
这操作实在太夸张了。2个新手村，其他所有人也都完全傻了，这局面几辈子都没见过。C2050新手村一片惊呼，最初是狂喜，欣喜的语无伦次，仅仅10几分钟就10几倍的碾压了对面。就问一句，还有谁？大佬牛逼 Plus， 我被吓傻了，这真的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吗？这个进度飙得太快，简直令我倒吸一口凉皮，差点噎死。然而狂喜乱舞过后，越来越多的人惊喜到了恐惧的地步，这成绩实在太逆天了，他们小心脏接受不了啊！而且还想到了无比恐怖的事。我的妈呀，大家别高兴得太早了。就是啊，前2天大佬都没这样牛逼，结果生存难度还提升了10倍。今天突然这么爆发，明天会是什么情况？你敢想象吗？明天会是世界末日。我哭了，我没了。天哪，这是真的成绩吗？我都不敢相信。我们村不会因为作弊被整个抹杀吧？大佬，你快收了神通吧，我们要被你抢死了。我不想死。这操蛋的人生，前有英国人后有系统，强也不行，弱也不行，横竖都是一个死，还不如强一点，好歹机会更多。算了，已经这样了，不如期待一下今夜0点结算，会不会给我们发全属性加1000啊？然后难度也加1000倍。一群人的心情简直坐了过山车，大起大落。而几分钟之后，系统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并没有判定作弊之类的。20多亿资源积分还是好好的待在数据面板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现实。特喵，系统说的没错，某位大佬的实力的确是和周围环境严重脱节，别人都活得像豹子头林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倒好像一个疯狂氪金的富二代，拥有各种逆天机缘。这种人通常简称他为挂笔。算了，已经这样了。南楼听雨说的对，横也是死，竖也是死，不如强一点。不要管以后的生存难度了，最起码现在我们一定会战胜英国人。东龙必胜，必胜，万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冲啊！把他们踩得稀巴烂！不管明天会怎样，最起码现在，整个 C2050新手村，所有人都无需再为资源积分担心，更是士气达到了巅峰，对整场 PK 战反倒期待起来。如此巨大的差距，英国人除非是位面管理员强行开挂，才能逆转局面。J1945新手村，所有英国人这回是彻彻底底的傻了。原本对面的积分迅速赶上来，他们虽然有些不悦，但内心还抱着一丝幻想。资源不是那么好传的，高级物品更是稀少，再强大的天赋也不是毫无限制的。但10几秒之后，他们就被彻底打脸。对面新手村的资源积分以他们看不懂的速度往上飞跃，这速度已经不是火箭升天了，是第4宇宙速度。他们这个鬼架势，特喵是要冲出银河系啊！很快 J1945新手村完全不懂对面的数据了，他们眼花缭乱。1234567，这是多少位数啊？怎么密密麻麻的？我数不清了，我不识数了。由于数目太过庞然，很多人不敢相信，仿佛突然间不识数了。4舍5入，他们是22亿，而我们仅仅只有 1.8亿。一个人咬牙切齿的在他们的论坛中总结道：八嘎八嘎，差距怎么可能这么大？他们一定是作弊了，他们一直都这么卑劣。英国人在论坛和聊天中大骂起来。C2050新手村则是开始刷屏，略，无能狂怒，略，无能狂怒。J1945新手村某个豪华基地中，砰的一声巨响，东条义雄大手重重拍在楠木桌上，瞬间将之粉碎，木屑横飞。在场其他5个人都是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料想的局面。东条义雄脸色无比难看，从腰间拔出长刀劈向墙壁，坚实的墙壁出现了道道裂纹，气氛无比压抑。东条义雄嘴角下撇，眉头紧蹙，他到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怎会如此诡异？明明对面新手村挂着那么多负面状态，怎么会有这么多资源？除了提升物品品质之外，他还藏了大招，可是差距竟如此巨大，根本没有使用的必要了。这时星野由美子突然斩钉截铁地开口，对面一定有 SSS 级天赋，或许是增加物品数量方面。这很容易推断，单凭1件高级物品不足以扭转局面，但是1件不行，10件、100件呢？东条义雄也绝不可能承认自己做了错误判断，他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必胜的信念。就算在资源积分上受挫，接下来的战棋拼杀才是能真正决定胜负的。东条义雄缓缓道，时刻关注对面高手情况，东龙人向来很阴险，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升级，拉开等级差距，收罗所有技能书，抓紧学。一条一条命令有条不紊地从东条义雄这里传达而出。很快，整个 J1945 新手村都为了这个6人团队运转起来。既然资源争夺已经完全失败，就没有必要再浪费精力。为了提高他们的练级效率，附近区域的人都开始拉怪，尽量将怪物集中到一起，等他们杀。其他区域的人也在尽力杀怪，以求能多爆出来技能书或者大佬们能用到的好装备。东条义雄与他的同伴一直都在一起练级，相互间配合已经非常默契，甚至已经摸索出了许多套路和战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杀气腾腾，为了最终胜利，是要把对方全部杀死。C2050 新手村，叶无穷已经从一波肥的欣喜中冷静下来。资源 PK 战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他们获胜了，可第二部分呢？战棋模式需要6人组队，人在哪里？现在他只看到一个。叶无穷找到王彪，直接将抽奖得到的紫色刺客技能书给他，赶紧学。影袭，听起来有点像胖子手舞足蹈起来，摆起金鸡独立的造型，叫道：进奥义，顺玉影杀阵。叶无穷满头黑线，你他妈要是真能掌握这技能，战棋模式就看你秀了。第20章组队完成。千年杀，猥琐的胖子，老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秒敌方后排。王彪学了影袭技能书，开心的保证道。叶无穷却没有这么乐观，他不时的瞄一眼论坛。现在战时状态，情报非常重要，双方都有人实时盯着对面的聊天区。通过聊天频道，叶无穷知道现在敌方全员备战，出战人员训练去了，其他人在帮忙打技能书。C2050 新手村这边有样学样的，也想搞，可是没法学啊，10倍强化的野怪打不过呀，对面的野怪可没有变强10倍，打起来要容易多了。技能太重要了，技能其实凝结了对力量、元素等能力更深层的领悟，或者说把收益较大的一系列动作固化成了套路。说白了，技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人家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但悟性不怎么样，时间又紧，就只能学技能书了。叶无穷突然开口：胖子，交给你一个任务。他现在的目标是在战旗绝杀开始之前，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他手里还有9本技能书，品质不一。先招人，再分工，再说技能分配的事。王彪，什么事？保证完成。叶无穷，用我的名义发个帖，招6级以上的，再找4个人，我们组队。战旗是吧？好嘞。王彪一听就懂了，刷刷刷一通编辑，将文本发给叶无穷看了下，然后发了出去。胖刺客真无敌，奉某帅哥之命，诚邀4名勇士组队，6级以上，抓紧磨合，共御外敌。私聊报名。胖子虽不经常在论坛发帖，但自身也是等级榜前10，算个小人物了。再加上低调帅哥现在的热度简直堪比太阳。这条发言一出，迅速收到一堆评论。我去，真的假的？不会是浑水摸鱼吧？刚刚翻了楼主的发言记录，楼主之前说跟大佬在组队，不会是真的吧？啊？什么？一脸懵逼。太好了，大佬愿意出手，快快快，@符合要求的人。一群普通人自身没有削死英国人的实力，但充当热心的气氛组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自发的疯狂@等级榜上符合要求的人。为了降低沟通成本，王彪征得叶无穷同意，把他们的组队信息截图发了出来。这不就实锤了吗？很快就有几个人私聊过来，我6级了，实力或许达不到大佬的要求，没关系，只要有需要尽管开口，不知我行不行，过来让大佬看看。王彪让他们把个人属性发过来，再转发给叶无穷过目。大家心里都明白 PK 战不是儿戏，一定要挑选最强战力，所以敢私聊王彪的都做好了被审视的准备。叶无穷看了几个人，微微摇头，沉默不言。等级和战力真的没有必然关系啊。叶无穷，这样你直接给一拳破天，独孤不败他们几个发私信。王彪，不用，他们找过来了。这几个人等级一直都领先，从刚穿越时就展现出了实力与潜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是组队的优秀人选。但丑话说在前，依然要看属性。最后，叶无穷认为秦牧、一拳破天、独孤不败3人实力较强，并且能够在接下来的24小时有迅速提升。6人队还少一个人。论坛上，万人斩爷刚杀完野牛，吃瓜不及时，这是啥情况？整得跟选妃似的。话是这么说，下一秒，王彪便接到了私聊，万人斩直接将属性甩了过来，并且问道：你们老大为什么自己不出面？我还想跟他切磋切磋呢。王彪，有自信是好事，不过这货的属性也有点豪华啊。
力量竟然高达300点，体质200点，又肉又能打，不愧是自带王霸之气的莽汉。这是王彪所见力体最高的人。可因为叶无穷的个人信息都被隐藏了，看不见。王彪，老大，这人挺强啊。叶无穷颔首将万人斩也拉进了队伍中。实话说，这家伙的情商不是很高，有点不讨喜，但确实很能打。那就过来当打手呗。等级榜上也有很多符合要求的人，并没有私聊过来。一是觉得自己肯定不够格，二是怕输，三就是怕死了。可万人斩什么也不怕，战争狂人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PK。PK 战6人组，初步成型，一拳破天，终于能近距离膜拜大佬了。活捉高冷句句一枚，独孤不败，大佬好，请问阁下怎么称呼？秦牧，大家好，我是退伍特种兵，请大家多多指教。万人斩，行了，别整这些虚的，就这几个人，谁不眼熟谁啊？要开会赶紧的，开完抓紧升级。叶无穷也不含糊，不跟他们废话。不出意外，将由我们6人迎战。大家没有异议，我就提交参战名单了。无异议，全体通过。叶无穷便把队伍名单提交给系统。如果开战之前有人不幸死了，也没有替补。战旗模式说白了，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按属性分，大概就是战士、坦克、射手、法师、奶妈这几种职业。叶无穷，下面说下职业分工。我们没有奶妈，影响不大，允许带3种道具。王彪，刺客，有高级技能，负责切对方后排。如果对方有奶妈，务必首先弄死他。我没有职业，除了不能奶，其他都行。大家什么意见？一拳破天，我搞到了拳法加职业书，我要成为一拳超人。对了，这职业有肉有伤害，就是有点手短。叶无穷满头黑线。什么啊？不会和胖子一样，又是一个中二少年吧？独孤不败，我转职了剑客，伤害挺高，防护弱。秦牧，我没有职业。万人斩，在下狂战士，最高爆发1500伤害。这个输出让叶无穷都略感意外，这货的确挺强，实力仅次于叶无穷。叶无穷，大家缺什么装备，尽管开口，我托人定制。想要技能书抓紧收，没职业的私聊我。接下来就是组队刷怪，提升等级了。虽然组了队，可距离太远，分不到其他人的经验。另外，组队之后，叶无穷并没有掉马，队友仍然不知低调的帅哥和万宝阁掌柜是同一人。因为交易市场用的好友系统是独立的，和组队、聊天等等并不通用。秦牧私聊道：你好，关于职业我还没想好，但不清楚以后的升职路线，又担心只能固定选择一个职业。叶无穷表示理解道：不转职也是可以学职业技能的，也可以使用职业武器。这一界虽然很像游戏，可它终究不是游戏，它只是受到种种不科学的力量操纵。叶无穷对这个退伍特种兵说：你的先天条件非常好，我建议不转职，只学技能。你可以考虑像我一样带多种武器，到时候攻击可近可远。你的立体属性不错，冷兵器或肉搏都行。老兵，枪法应该也不错，我给你一本技能书，再定做一把火枪。说着把快速狙击的技能书发了过去。这才是真正的全能战士啊！除了魔法，还有什么能为难他的吗？秦牧思考之后回复：就这样，辛苦你了。过了片刻，秦牧忍不住感慨道：你年纪应该不大吧，做事已经很有章法了，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叶无穷谦虚道：小事了了，大未必佳，还需要磨练与栽培。他知道秦牧今年49岁，只差1岁就不用穿越异界，但命运就是如此。两人闲聊几句，各忙各的去了。叶无穷先把大家需要的装备列出来，再等几小时，矮人起床了就立刻开始打造。他的紫色长弓也需要改造升级，让性能更好。等级还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抓紧升级。叶无穷带着王彪出门刷怪去，凶兽实力大增，更为暴躁，再加上杀敌如麻这个称号带来的巨怪效果，叶无穷附近的区域渐渐的又是凶兽遍地了。在矿山几里之内，他们就碰到了不少野兽，强化10倍，的确挺难打。一只6级凶兽嗜血火狐，在以前叶无穷可以一剑秒杀，但现在一剑下去仅仅打掉了他1/3左右的血，而且火狐还不是皮糙肉厚的类型。野猪现在的护甲得有多厚啊！So， 胖子发动影袭技能，一下子窜到火狐身后，3道黑雾腾出，迅速幻化成了3个黑影刺客，与胖子一起朝火狐刺去。扑哧一声，胖子一匕首命中了火狐，火狐发出了愤怒而惊恐的嘶吼。嗷！他转头，一个胖子正把匕首从他的菊花里拔出来。叶无穷趁机又是一剑上去，胖子胡乱攻击着，
大喜道：“老大，我刚才打出来一个好大的暴击，太爽了！”火狐却是掉头就朝他咬过来。原本他受杀敌如麻影响，仇视的是叶无穷，都怪胖子太没人性，竟然这样对他。胖子一惊，瞬间收手，开溜，拉开距离。你咬我干哈呀？老大，你仇恨不晚啊！两人砰砰一顿锤，把火狐拍死了。两人都是有草药土。胖子激动不已：“老大，老大，我刚才发现捅他菊花100%必然暴击，密奥义千年杀。”叶无穷满头黑线：“你还有脸说？你便太你骄傲啊！”叶无穷，我警告你，以后不准用匕首切东西吃。这个厨子让人有点不放心啊。第21章，抓紧变强，帅比淬体会变得更帅。叶无穷和王彪又联手杀了几头怪物，即使为了赶快升级，也是练练默契，提升配合程度。一个攻击野兽头部，一个攻击尾部，怪物就顾头不顾腚，一时不知反击哪边好，很快就被砍死了。这样配合打怪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某人的攻击手法实在是……叶无穷不知如何评价。可胖子老高兴了，不暴击的刺客要来何用？我算是明白了，只要打中关键部位，就必定会暴击。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故意用出千年杀的，只是使用了影袭，就必然会突进到敌人身后。那他顺手就是一捅，能攻击哪里吗？这波不亏啊，等于我又学会了一个技能。这一套连招下来，对面不死也得残。王彪手舞足蹈，叶无穷瞥了他一眼，默默点头。不仅如此，敌人还会菊花发紧，惊疑不定，心态崩溃。千年杀这技能杀伤性极强，的确是个好技能。只要别用在他身上，就是好技能。做得好，这个技能顶呱呱！叶无穷大力鼓励，就这么对付英国人。胖子立刻兴奋，对，叫他们知道刺客的厉害。话是这么说，但叶无穷不得不提醒他，据我估计，对面大概率会出现忍者职业，极可能也是刺客。不过他们这边没有需要保护的需要保护，防御特别低的后排，而且战斗之前，他必定可以让大家都穿上高级盔甲。叶无穷继续泼冷水道：“用了影袭，就等于把自己送进敌方后排，孤军深入。”胖子当然想过这个问题，他原本是有几分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依照系统规则，在 PK 战中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己方胜利，死者将直接复活，没有任何惩罚和副作用。可如果己方失败，死者虽然能复活，却会被杀死他的人掠夺全部绿色以上物资，甚至包括天赋。王彪，那也没办法，最终的结果就靠你们了。叶无穷神情严肃，所以为了争取获胜的概率，你必须一击秒杀他们的后排。战棋模式是回合制，别人的回合结束，你的回合开始，你才能出手，被动挨打呀。所以必须抓住机会，抢占先机，打出优势。王彪的影袭技能可以连用，没有冷却时间，但需要消耗精神力。大家已经探明，精神力可以通过磨练意志来迅速提升，哪怕一个刺客也可以拥有强大的精神。接下来，叶无穷和王彪一边打怪升级，一边各自练习。王彪练着自己发明的连招净奥义，影袭千年杀；叶无穷在练习使用弓箭，弓箭使用起来比大剑精细多了。叶无穷之所以一直用大剑而不是大刀，因为剑两面开刃，从哪个角度劈都必定能命中。可弓箭乱射的话，根本命中不了目标，还有射速的限制。叶无穷适应着他的紫色长弓，好在这把弓腹带命中正 60% 的效果，在现实中体现为视野里自带准星和瞄准线，大大降低了射击难度。叶无穷测试了几番，发现命中目标之后，伤害还是很可观的。他目前的暴击几率已经跌到了随手一击就是 100% 的程度。子弓还有护甲穿透的效果，等于是进一步提升了伤害。我在战棋中可以用大剑迷惑敌人，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一套。当然，这只是叶无穷的想法罢了，谁知道对面又会出什么阴招呢？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的是一剑一人头。子弓还没有改造提升过，希望矮人大师能让他的伤害再上一层楼。如果命中了要害，除了必然暴击之外，伤害还会加倍。这种种因素加起来，叶无穷相信有一定的几率一击干掉对面一个人。叶无穷和王彪刷了快4个小时的怪，10倍强的凶兽的确增加了一些升级难度，但好在他们也能提供5倍的能量点，再加上每日结算，系统奖励的全局能量获取 x2 倍的 buff， 等于是10倍能量。叶无穷升到了8级 33%， 等级榜第一。胖子到了7级 65%， 等级榜第3。等级榜第2是万人斩那个疯批战斗狂魔。叶无穷与王彪把矿山方圆20里扫荡了一遍，天亮之后就回矿山了。矮人们早已经起床，
正惊奇地围在不息之泉附近叽叽喳喳。不懂怎么一晚上过去，这里突然冒出了一口清澈芬芳的泉眼。叶无穷有很多杂事要交代他们，他以后或许没有空管饮食，所以他只提供烤肉和其他食材，饭需要矮人自己做，想吃什么随他们便。卖酒则是锁在了矮人城堡的地窖里。最后，他们今天的额外任务是建几个厕所，而锻造等级最高、手艺最好的史密斯又接到了一些特殊任务。光是战斗6人组的装备升级与定制就有10来件，然后是新手村其他人定制的装备。尽管 PK 战重要，但是全村新手期结束之前升到10级更重要。时间1分1秒的流逝，所以这些定制装备也不能拖。安排完这些，叶无穷与王彪凑合着吃了顿早饭。王彪，我想吃猪肉炖粉条子。叶无穷说，土豆也是基础资源，有空你自己漏粉条。王彪说，好啊，明天打赢了，我来张罗顿像样吃的。天天光吃肉都腻歪了。叶无穷沉默了。如果可以选择，他也想过像以前那样正常的生活，但很显然希望渺茫。他们或许永远都回不去了，谁知道呢？正吃着早餐，组队里突然跳出消息，万人斩，各位，刚才打怪掉了这个有什么用？难道那畜生吃过人？勇者血液 X1， 一拳破天，我去，紫色品质爱。老哥，你这运气不错啊。叶无穷静静看着这个东西，他有7200个万人斩，说明上说可以增强力量、体质等方面实力，可是没说怎么用啊。不知为何，叶无穷脑补了一个憨憨挠头的表情。队伍里猜测起来，难道是直接喝？好脏啊，会不会有病毒？然后变异了？就算没有病毒，会不会有兽性啊？听起来不太安全。好消息是终于爆出紫色物品了，坏消息是不知道怎么用。叶无穷，我猜可以喝，但不推荐，风险很大。相比之下，兽血淬体比较好吧。一拳破天，这个我懂，就像玄幻仙侠小说那样，对不对？很显然，这位比较年轻，成天在网上冲浪，是个2次元选手。万人斩哪样啊？一拳破天，药浴那样，明白了吧？这是叶无穷正想在队里说来着。大战在即，团队实力急需提升，也就别讲什么亏损了。叶无穷，一拳说的对，我正打算试试。我高价收购了一些勇者血液，如果我成功了，大家都赶紧淬体，尽快提升实力。想了下，叶无穷索性又说，对了，我这里还有一种药剂。他把爆裂药水的信息发在组队频道。这个队伍全是物理输出菜刀队，菜刀们纷纷表示渴望。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就是会有副作用，这个有点难受，但大战使用还是可以的。一拳破天，大佬不愧是大佬啊，好东西真多。以前光是看系统公告，尽管也羡慕膜拜，却远不如实际接触之后的冲击感强烈。可惜大佬的属性隐藏了，看不到。万人斩，想看+1，想看+10086。叶无穷，不给看，我去淬体了。大家升级为主，但还是稳一点，千万别受伤。他不再多管队里消息，直接带着胖子回他的家园。好久都没回家了，家园外面堆了满地的野兽尸体，全是被防御塔击杀的。胖子都惊呆了。叶无穷，别管，浪费时间，跟我一起淬体。啊，真的吗？白白净净的胖子睁大眼睛，露出一丝受宠若惊、不好意思的神情。胖子，淬体是不是要脱光啊？叶无穷回头，这孩子想啥呢？哦，好像也对。放心，我不会占你便宜。叶无穷微笑，扔给他一堆石料，你自个在外头挖一个池子吧。他自己则是升级了他的小石屋。石屋升到大石屋需要3桶水，然后解锁浴池功能。从图片看，浴池是古代那种，地上一个坑，还挺大的。叶无穷打算在这里淬体。升级房屋要1个小时。嗨，胖子在刨坑，刨完了还得砌成石头打底的，防渗漏。叶无穷跑去附近杀怪。1小时后，大石屋升级完成，奖励了几个属性点。叶无穷直接去浴室，池子没水，空荡荡的。我先开始了。叶无穷对外面喊了声，第一次淬体，量少一点为好。他从系统包裹取出200L 水倒进池子，又兑了1支50毫升的勇者血液，池水立即变成血色，血雾翻涌不定。叶无穷能感觉到能量无比充盈，室内温度竟微微上升。他除去衣物，咬牙大长腿迈进了水中，水淹到他的膝盖下方，立刻一股无比温暖的感觉从脚底板席卷上来，如同火流，又像炽烈的太阳，驱散了所有的阴寒与疲倦。血流加速，无形的能量在经脉间奔涌，
四肢百骸都很痒痒，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有点难受，却又非常舒服。渐渐的，肌肤有几分热辣的痛感，却并未变得更难受。过了会，叶无穷完全可以承受勇者血液的效果，索性盘坐在池中，血水淹没至他的腰间。半小时后，池水渐渐清澈，叶无穷再次勾兑出了一池充满能量的水。这一次，鲜红液体淹没了他肌理分明的身躯，直至脖颈，源源不断的能量在其间涌动。他感觉到自己每一根肌肉纤维都在急速的蜕变，他似乎长高了。本就长手长脚，精壮有型，淬体之后，肌肤白了2个度，肌肉却微微隆起几分，更加饱蕴力量，外表看起来更加英气逼人。第22章大战在即，双方各显神通，不同画风。一番淬体之后，叶无穷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又有了巨大的提升，身体潜能得到开发，肌肉更加发达，爆发力与耐力都有所加强。双手双脚修长，四肢肌肉稍稍隆起，躯干同样肌理分明，一块块腹肌整齐排列着，宛若巧克力。铜镜里那个身高腿长、丰腰圆臂、翘臀的帅比是谁？哦，原来是我自己。叶无穷对现在的自己十分满意，实力有较大提升，却尚未达到他的极限。他准备出去活动活动，消化一下吸收的力量，再回来接着淬体。而刚才淬体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到了群里。他告诉大家，一定要对水根据自身实力循序渐进，刚开始不必贪多求快，千万不要逞强，否则会受内伤。为了防止他们瞎搞，影响大局，叶无穷先给队里其他5人每人发1支50毫升的勇者血液，用完了再找他要。叶无穷一定要感悟其中的能量，并观想他强化了自己的某个部位，这样效果更好。一拳破天，某个部位，嘿嘿嘿嘿嘿嘿。胖子跟着附和，嘿嘿嘿嘿嘿嘿。一拳破天，我是不需要的，可能有的朋友需要。众人没人想理他们，俩二货。勇者血液到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浴池用起来当然最舒服，但需要升级房屋，比较费时间。可以挖坑，也可以用浴盆、浴桶，办法总比困难多。石屋外面的石坑，胖子将四周围上了，隐约可见血色的雾气翻腾，还有杀猪般的嚎叫。叶无穷，这阴功很强啊！附近野兽都吓得肝胆欲裂。胖子一边哀嚎，一边淬体，周身通红一片，像块煮熟的猪。第一次淬体都很不适应，非常痛苦，但第2次就好多了，愉悦大于痛苦。身体上的强化还是次要的，自己明确感受到实力迅速提高，这种快乐无法想象。叶无穷出去杀了一通怪，1个多小时之后再次回来淬体。整个中午和下午，他都在重复这2件事。至于等级，在 PK 战中不落后太狠就行了，没必要太干。下午4点多，胖子完成淬体，红光满面，声如洪钟，精气神明显充沛不少。胖子说：“不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实在太爽了。”他轻轻一跃，蹦到了3米之外，顿时惊喜：“卧槽，我跟个兔子似的，我还变瘦了！”胖子摸着自己的大肚腩，明显感觉到腰上的救生圈小了很多，转变成了肌肉。报数据：叶无穷懒。胖子，力量加200多，现在有450了，我暴击也快满了。敏捷加300多，到500了，我距离伟大的刺客又近了一步，这实在令人很振奋。队伍里其他人都按规则操作，没发生幺蛾子。万人展用了4支勇者血液，其他人是3支，实力都有相应的提升。最差的一位立体属性也都各自涨了200点左右。叶无穷对这结果非常满意，队伍的实力又有了巨大提升，他自己也长高了几公分，现在大约有1.95米。属性方面，力量一共增强了400来点，总计逼近900点，体质也升到了700多点，6维属性都高得吓人。战力则是13阶4星了，不知对面情况如何，这样的配置再加上资源战胜利的加成，应该能战胜他们吧。叶无穷仍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情报有限，战斗双方都看不到彼此的属性，这就是赌。看得到的话，对面未必会选择入侵。J1945新手村，东条义雄与他的同伴们同样在为10来个小时后的战斗做着准备，整个村子的其他人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东条义雄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增强实力的道具，他们有勇者血液紫，还有强者血液蓝。这群人选择直接喝下去，比淬体快一些，反应也要大许多。另外，村里人拉怪之后打得半残的怪都交给东条义雄来补刀，大半天的时间，300多头野兽成为了他的刀下亡魂。一缕缕或白或绿或蓝或紫的精魄从野兽尸体中飞出来，投入了他体内。
东条义雄的实力也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提升，每人可以带3种道具，血毒药水、魅惑药水都只剩1瓶了。星野由美子说道：“东条义雄，继续收购，这次绝对是难缠的对手。” J1945 新手村论坛中，村长助理措辞强硬地对所有村民说：“对面的东龙人实力很强，如果不想输的话，赶紧把自己手上能增强实力的道具送上来。如果因为自私而害得东条大人失利的话，你就是整个新手村的罪人。”虽然这样的作风有点像强盗，却很有效。到晚上天黑，东条义雄的小组又得到了几种稀有药水：幽灵药剂、幻境药水、回春药水等等，有些可以治疗，有些能对敌方造成各种伤害和控制效果，反正可以带道具进去，不用白不用。东条义雄还将一把忍者刀提升到了红色品质，强化了队伍中忍者的实力。忍者刺客的一种。东条义雄喝下精神药剂，休息之后，继续将一件盔甲提升到了红色品质，用于保护队伍中脆弱的奶妈星野由美子。敌人如果发现他的职业，必然会集火杀掉他。只要奶妈活着，他们其他人就还有希望。除此之外，东条义雄还为对面准备了惊喜。这次战斗，他也是全力以赴。天黑之前，叶无穷与胖子赶回了1号矿山，他们的主装备早已经强化完成，质量与杀伤力又上升了一截。队伍其他人需要的装备做好并且强化好了。最让叶无穷满意的是大家的盔甲重量轻，防护高，还利用魔法晶石制造出了特效，提供一个能吸收2000魔法伤害的法术护盾，能抵挡1次法术技能。这护盾厉害之处在于，很多控制技能都是法术，当然要真碰上物理伤害的控制技能，那是没招。锻造这些装备的矮人史密斯已经非常勤劳且自觉了。叶无穷顺口画大饼道：“等我们这一仗打完，请你吃异乡风味的大餐，祝您战无不胜，我的主人。”史密斯很是高兴，大餐固然重要，却不如雇主的信任与赞美让他有成就感。天黑之后，队伍的战斗力基本成型，很难再有大幅度提升。但好消息不断，先是剑客独孤不败得到了一本位移类技能书，可以在5名敌人间自由的穿梭，身法非常灵活。在战棋模式用处就更逆天了，相当于别人1回合只能移动1次，他却能动5次。然后叶无穷深深感受到了大家的团结友爱，外敌当前，入侵而来，相当于兵临城下。新手村其他人都明白无法独善其身，尽管有一些人犹豫，怀有私心，但仍有几千人无私地捐出了自己的高级物资，各种药水、增强类道具。除了叶无穷这人太低调无法私聊，其他5人陆续接到许多父老乡亲的私信，问他们需不需要某件东西。6人小队也是非常感慨，守护这些人是值得的呀，他们因此萌生出无穷的斗志。叶无穷也不客气，看看什么能用，直接买下来。人家的心意他们收到了，钱还是要付的。接下来把各种增强道具和药水分配一番，心态放平，就等着战斗打响了。叶无穷心中盘算着 PK 战大约会在 0.25 左右开始，也就是在每日结算之后。今天的结算奖励应该也不会让他失望。第23章100万富翁。遇事不决，交给队长。叶无穷对那套附有护盾的紫色盔甲使用了100倍技能，32乘以100等于3200。这一次的数量比较少，但毕竟是稀有的紫装，除了对内能免费发放，其他是要拿去交易市场售卖的，就算打折，价格也仍然很贵。之后就没什么杂事了。叶无穷和胖子继续刷了2个小时的怪，练习战斗技巧，寻找战斗的感觉。8点多，停止刷怪。胖子做了一锅瘦肉炖土豆，很简单的食材，也没有太多配料，但仍然香气四溢。2人好好吃了一顿。9点，开始休息，养精蓄锐。叶无穷对其他队员也是这么建议的。迎战必须要有最好的状态，这是穿越以来的第3个晚上了。难以置信，穿越之后他就没有睡过觉。这就是强者的世界。11点，叶无穷起来活动活动，精神与体力都处于最佳状态，队内情况也很良好。战斗还有1个多小时开始，叶无穷去刷了刷商城，用金币刷新商品，运气好有能用上的就买下来。刷新了3次，出现了炼金师的回春圣水这个东西，瞬间恢复 30% 的生命值，后续20秒恢复 20% 生命值，治疗效果还是很给力的。10金币一个，一共5个，价格是 150%， 共75金币。这点钱对万元户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就是商城卖的很多东西他都用不上。叶无穷想了下，把回春圣水分配给了最需要的人，再加上之前村里人主动捐的那些道具，现在6人组
人手都有回复道具。很快，再次到了半夜12点，系统的提示如期而至。0点到了，恭喜你又成功活了一天。每日结算开始，正在计算昨日个人评分。这次叶无穷的结果在10分钟之后才出。他昨天的主要收获是开了100个宝箱，用了6次百倍技能。你昨天的评分是10021万，折算后为10021金币。叶无穷照旧将每天的第1次百倍技能用在了金币上，瞬间收获100W 枚金币，一下子个人资产超过了100万。没想到在这一届，日入100万也依然非常简单。可能在新手村之外，钱真的很不好赚，所以他珍惜现在的机会。叶无穷合理推断，新手期结束之后就不会再有每日结算了，自然也不会再有金钱奖励。这应该是系统给每个人走入新世界的启动资金。你的积分在新手村名列第1，获得3次抽奖机会。一个巨大的转盘出现在叶无穷面前，又到了熟悉的环节。叶无穷没有选择立即抽奖，在等系统接下来的通告。果然，系统2连发。C2050 新手村，一位低调的帅哥昨日结算评分超过1000万，表现异常突出。奖励本村全体成员全属性加200，资源生成速度 x2.5 倍，能量获取速度 x2 倍，持续24小时。C2050 新手村，一名人类32倍，强于当前环境，影响生存平衡。本村求生难度将提升20倍，天灾概率提高 40%， 已达上限。听到这样的结果，叶无穷才觉得放心。该来的总会来的。论坛，孩子已经妈了，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全属性加200，好耶！躲在小破屋里给大佬磕头。高价收防御塔图纸。行吧，咱也不知该说啥了。祸福相依就是说，难度居然还有上限，哈哈！大佬你接着秀，别怕翻车。一群人属实是被折腾惯了，每天震惊到麻木。大佬牛逼就完事了，但生存难度 x20 倍还是有点难顶啊。野兽不得进化的，马上就会说8门外语了。算了，天亮再说这些。PK 战马上就开始了吧？大佬加油，不要想这些，打完了再说。今天你们就是整个村最靓的仔。战斗倒计时只剩10来分钟了。论坛上到处都是加油、呐喊助威的。战斗只有6人，气氛组却满员。胖子擦着他的2把匕首，一边模拟捅的角度，边说：“哎呀妈呀，我有点紧张，我还没杀过人呢。”叶无穷正忙着抽奖，随口答道：“对面不是人，是人形怪。抽。嗨，那个啥，今天运气不咋样，抽到了一些用不上的东西。图纸：鲜血图腾安坦，紫 X1，这玩意儿是个安具，给坐骑用的。食谱：炖煮盛宴，紫 X1，这东西倒是可以提供生命值和法力值的回复，但在战棋模式用不了啊。宝石：严寒侵蚀，紫 X1，一个冰属性的宝石，不知道有什么用。可能这个一节太广大了，所以老是出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行吧，做人要知足，抽奖不咋样就算了，就当是运气都用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上了。倒计时5分钟，系统提示6名队员 XXXX PK 战将于4.59分秒后开始，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分钟，参战双方的所有人脚下出现了一个白色光圈，他们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神秘空间。大家按阵营站在一起，远远的可以看到对方的队伍。系统进入战前准备环节，资源积分战已结束，最终结果最终是 22.5 亿对上 2.08 亿，足足多了20亿。这优势为 C2050 新手村换来了一些加成和优势。系统 C2050 新手村获得地形选择权、先手权、移动距离+1，位置选择权+18。J1945 新手村获得地形不可选择，后手攻击，移动距离1，位置选择权+0，受伤加成正 20%。 可以说这1945新手村被限制的死死的，受伤加成就是说会受到额外伤害，原本100的攻击打在他们身上会变成120。 C2050 新手村这边尽管振奋，但第一次进战棋模式是真的懵逼。一幅长卷在他们眼前展开，上面有多个小地图可以选，这怎么选？还有位置什么的，真是头大。胖子遇事不决，交给队长就完事了。作为一个智商不高的人，最大的聪明就是找一个聪明的靠谱的好领导，老实干活就完事了。叶无穷微微皱眉，在飞快的思索，选什么地形和位置有利，那必然是和敌我双方的阵容有关啊。谁视力好，有没有望远镜，看看对面可能是什么职业。第24章直播开启，一群老鹰比大乱斗。
叶无穷等人正凝眸望着对面，试图看透对方职业。系统不徐不急的提示：战斗已开始，直播开启。你有5分钟的战前准备，请合理分配时间。这场战斗竟然会向各自的新手村直播，几人都是一阵无语。他们各自的系统面板上的确出现了直播画面，直播间右边的评论区评论立刻刷爆了，66666，异界科技，你值得拥有。大佬们加油啊！干碎对面。原来大佬们的阵容是这样啊，一个个都好有气场。新手村所有人都放下手头的事，紧张地开始观战。叶无穷正打算紧急收购望远镜，既然直播开启，他直接出声问道：大家谁有望远镜？借用一下，速度！评论区立刻弹幕翻滚。说话的是哪位？好帅啊！星星眼，应该就是某位低调人士了。本来以为是普信男，没想到很诚实，真的这么帅？我要是长成这样，出门都横着走。一群人好似没有听到叶无穷的问话，在评论区疯狂聊天灌水，而一般人没办法私聊叶无穷，只好找王小胖。短短几秒就有10几个望远镜通过私聊交易，直接扔到了胖子这里。胖子连忙大喊：有了，够了！同时异常敏捷地把望远镜取出，交给叶无穷，然后分给其他人，人手一份。大家都观察着遥远雾气中的敌方，一拳破天，看不出来啊，对面有够鸡贼的，基本没有标志物。目前只能看出对面绝对有剑客，有忍者。至于其他职业尚不清楚，那就暂时看作战士单位。叶无穷一锤定音，他立刻开始选地图。战棋顾名思义是一种策略类棋牌游戏，从战前准备开始就充满策略和算计，而且也看脸、暴击几率等。战棋模式的地图也就是棋盘，其大小决定了格子数量的多少，地形决定了地图上会有多少障碍物，可以凭借障碍物制定战术。在战棋模式中，每个人都相当于棋子，最大移动范围不能超过固定步数，并且回合开始时才能行动。好在资源积分战中获得的巨大优势，为叶无穷的队伍带来了移动+1的可观加成。叶无穷迅速翻看着地图，大家希望速战速决，还是先观察情况？最先回答的是万人斩，他是一贯的暴躁直白风格，2把大斧交错一撞，砰砰作响。赶快吧，别墨迹，弄死对面的小卡了咪。其他人思考片刻，也纷纷表示速战速决好了，免得夜长梦多。叶无穷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还要更加激进一些。如果选到非常狭小的地图，双方就只能面对面开局。叶无穷直接选定了最小的一张8米乘8米的平原小地图，一共只有64个格子，又被树木栅栏阻挡了一些，只有60个格子可以站人。标准状况是每方有6个初始格子可以选择，也就是说一个队伍6人，开局只能站在这6个格子里。至于具体怎么分配是队伍内部的事，但叶无穷他们现在拥有24格的选择权。虽然这些可选择的格子是固定好的，却已经比对面要自由许多。唯一的问题是不清楚对面的初始位置在哪里，叶无穷只能选择最佳策略。6个人要分散站开，灵活机动，还可以避免范围性伤害，但又不能相隔太远，免得孤立无援。万人斩，你站最前面那里。叶无穷指了一个格子，比较靠前，但应该不会深入敌腹。万人斩倒也没有意见，收起双斧，拿出了一根大法杖，嗯了一声，一拳，你在侧面支援。胖子，你去最左边。其实你在哪都可以，反正影袭一发动就必然会突进到敌方身后。最后叶无穷和秦牧独孤不败3人各自找了位置站好。总体来看，6人的移动范围完全覆盖了这个8×8的小棋盘，这样的距离进可攻，退可守，刚好可以集火对面某个人，也可以迅速散开躲避攻击。就这样了，大家不要怕，我们优势很大。叶无穷确定了地图与站位，接下来便轮到对面接招了。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只能被动的承受。双方确定完毕，进场中。伴随着系统的声音，这个神秘空间中的迷雾突然散去，演化成了叶无穷选择的那张地图。凉爽的山风吹拂，空气里满是草木的清香，令人精神大振，头脑清明。随后6人都是眼神一凝，死死盯住了红色的对手。在这战斗中，己方周身照着淡淡的绿光，敌方则是红光，非常好分辨。叶无穷选择的位置，那可不是盖的。不管敌人站在哪里，第一回合一开始都必然要先挨一顿打。开局之后，双方竟然真的直接面对面了。具体如下：胖树、剑琴、树树、拳、树万叶、敌树、敌方。J1945新手村的直播间，评论区都在嗷嗷叫：什么啊？对面怎么回事？作弊也太明显了吧！竟然预判到了。
对面的人好像很聪明啊，希望老天保佑东条大人。天啊，他们有个人好帅啊 ！C2050 新手村，大家也是在嗷嗷叫。卧槽，刺激啊！距离这么近，在1米乘1米的相邻格子里，我望望你，你望望我，默默举起了大刀。有没有雕大的？解释一下规则，实在看不懂了。评论区其实已经刷屏了大量的信息，有很多人自发的解释。这个战旗里虽然有各种职业，但论移动距离的话，只考虑是不是骑兵这一个元素。骑兵默认移动5格，步兵默认移动3格，也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往上下左右数，只能直着走哈，斜着走会按照直走加直走来计算格子。一些没玩过战旗的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好消息是，我们移动距离+1，敌人1，等于我们一下子多了2格。我有点懂了，是不是说在场的都是步兵，但我们现在移动4格，对面移动2格？腿太短了，不管进攻还是防守都会慢半拍。是的，就是这样。战旗之内，虽然战斗已经开始，但叶无穷并没有下令立即行动，观察还是要的。和游戏不一样的是，直到进入战斗，依旧看不到敌方的属性数据，就更别说技能了。万人斩已是满脸不耐烦了，睁着铜铃大的眼睛，狠狠瞪着对面全副重甲的英国人。丑死你！万人斩长得有些像屠夫，虎背熊腰，异常魁梧。若是生在古代，必是一员猛将。所以，尽管他手上拿着一根法杖，却怎么看怎么不像。东条义雄也在迅速打量对面，判断他们的职业。对面没怎么搞幺蛾子，基本一眼可以看出来。但面前这货就让他看不懂了，有这么壮实、彪悍的法师。叶无穷早就命令过，听他命令再攻击，而对面却是有了行动。自己的回合开始才能发动攻击，使用随身携带的道具。但也有例外。例外1，召唤坐骑或者换装备。例外2，有些职业可以在被攻击的时候反抗，举剑反击或举盾格挡。东条义雄不愧是经历过 PK 战的，对这些非常熟悉，因此留了一些后手。昂的一声兽吼之后，万人斩对面的敌人屁股底下窜出一条大野猪，把这英国人顶了起来。瞬间，此人变成了野猪骑士。评论区一片的卧槽之声。这样也可以？骑士竟然出现了骑士，降维打击了属于是。打击个屁！对面骑士也不过是移动4，跟我们一样。骑士的属性怎么判定？要加坐骑一起吗？血量应该会加上。战场之内，叶无穷看了野猪骑士一眼，便没多管。他深深凝视着自己对面右侧的人，这人的气场比其他人强一些，眼神也更为犀利，应当就是东条义雄了。东条义雄感受到目光，立刻回望过来，咪眸试图眼神杀。叶无穷却不再搭理他，目光落在了他身后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与英国人一样，都握着一把细长的太刀，看起来像一名武士。叶无穷却是凭借敏锐的直觉、犀利的洞察，再加上高达800点的精神与智慧属性，判断出这女人是法系职业。她的周身残留着淡淡的魔法波动，太刀只不过是她的伪装。叶无穷意念一动，在队伍内发了语音命令：胖子，你打那个女的，她是法师，不要怜香惜玉。第25章，某人惨遭集火。因为帅得太醒目，胖子接到命令，双眼贼亮，对自己的首秀期待不已。老大你放心，末将必能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叶无穷，等等，还没说完。在战旗中用意念沟通，敌方无法窃取情报。叶无穷继续指挥道：万人斩攻击对面骑士，我的目标是东条义雄，一拳打你对面的，其他人前进最大距离。开始。霎时间，趁着敌人正凝神戒备，惊疑不定，6人齐齐动作。万人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起法杖，换上了双斧。他抡起宽大巨斧，重重地朝对面野猪骑士砍了下去。野猪的獠牙都快对到他脸上来了，这狠狠2击劈在了野猪的2边脸颊上。嗷！野猪惨叫起来，脸烂得惨不忍睹，血肉模糊。野兽的本能使得他往前一拱，触发了反击。2根野猪獠牙戳来，万人斩赶紧横斧一挡，格挡了部分伤害。他自身也受了些伤，掉了100多点血，这算不了什么。而且进场之前，他就已经磕了持续恢复生命的药剂。他这一回合的行动算是结束，立刻转头看其他人。几乎同时，刀剑齐鸣，叶无穷大剑直接朝着东条义雄劈了下去。岂料差点劈到对方的时候，东条义雄身上突然弹出来一个灰白色的巨大护盾。叶无穷的大剑陷进去之后，绵软无力，力量被极大的削弱。虽然他将护盾劈掉了一半，却并未对东条义雄造成什么伤害。这倒也正常。如果叶无穷知道自己是劣势方，只能后手，肯定也会花大心思搞防御。然而，成功躲避了攻击的东条义雄根本没有丝毫欣喜，立刻转头朝后面看去。
后方的星野由美子刚刚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刚才一道胖乎乎的身影如同黑影一般唰地窜到了由美子身后，除了他的本体之外，还召唤出了3道黑影分身一起袭杀而来。胖子第一次对人形生物使用禁奥义影袭千年杀，激动得不得了。他牢记着出招的细节，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快准狠。他突进到星野由美子身后，身形半蹲，右手匕首狠狠地捅进了菊花。同时3个影分身则是朝着目标扔出了手中的袖里剑，3道全中。半秒之后，胖子直起身，左手匕首探到了由美子脖颈之前，飞快划过，背刺割喉。由于叶无穷嫌弃他的匕首捅过怪物菊花，这匕首以后是无法参与饮食工作了，胖子索性给2把匕首都淬了毒。颤抖吧，脆皮！胖子秀出一系列操作，只觉得身心舒畅，得意洋洋地大吼了一声。星野由美子倒地，没来得及打开的魔法书掉落在地，鲜血如泉水般涌出，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伤口持续流血，毒药很快就麻痹了他全身的神经，意识迅速黑沉下去。由美子想着，对面怎么这么变态？虽然在这里死亡，战斗之后还能复活，但这种死法是他从没想过的。这1945新手村其他5人都有几分吃惊，他们早就想到了奶妈必然会成为敌方重点打击对象，却没想到哪怕他伪装成了武士，仍然没能逃过对方的眼。奶妈什么都没有做，就这样被秒杀了。队伍中的忍者，那双掩藏在黑色忍帽之下的眼睛泛着刻骨的仇恨光芒。然而他把对面几人看了又看，也没挑选出合适的目标。对面没有一个是他能秒杀的，那就只能和东条义雄一起对抗距离最近的敌人了。一拳破天也是冲了上来，2只带着紫装拳套的拳头如同狂风骤雨一般砸在了对面刀客的脸上。砰砰砰，他一连打了10来下，打得对面脸上又红又紫，鼻血流出。这就是技能疾风骤雨，全部打中，伤害很高，非常逆天。秦牧则是掏出了火枪，瞄准东条义雄。火枪攻击距离2格，他移动到可以攻击的位置，射击。一阵弹药倾泻，东条义雄的护盾几乎被完全打没了，而剑客独孤不败也朝前移动过来。战场实在太小，他其实也可以攻击到敌人，却是被队友挡住了。几方都行动之后，战场附近的情况变成了这样：秦树剑万拳，猪刀东叶树，忍弓胖。敌方的前排野猪骑士、重甲刀客东条义雄，敌方后排忍刺、弓箭手。奶妈已经死了，胖子站在那个格子，可谓是深入敌腹。叶无穷队伍的回合结束，轮到对面做出反应。这是模拟游戏，并非真的游戏，所以你不知道敌人哪一秒会动手，这也是紧张刺激的地方。怪不得 PK 战最长时间是4小时，如果地图选得太大了，光是绕地图都可以拖延4小时。东条义雄的队伍中，大家同样在用意念交流，失去了奶妈，他们的战意反倒更为高昂。东条义雄鹰隼般的目光扫视着对面，无法单杀的话，几对1能不能杀一个？只是四周人挤得满满当当，无法从别人头上越过去攻击后面的人，远程攻击单位才能做到这样。集火他们的队长东条义雄很快就点了弓箭手、忍者和刀客，下达这样的命令，包括他自己，4人一起攻击叶无穷，竭尽所能，一定要秒杀他。剩下的野猪骑士对抗面前的万人斩就行。叶无穷一直观察着对面的动静，4人朝他看过来的时候，他便有了立刻迎战的直觉。下一瞬，4瓶颜色不一的药水朝他飞了过来。第一瓶药打破了叶无穷盔甲附带的护盾，药水被吸收，没能发挥作用，护盾也因为抵消了法术控制而消失。又是3瓶药水嗖地飞来，与其同时，4道身影动了。刀客侧身从东条义雄面前掠过，窜到了叶无穷身旁，细长的太刀劈落下来。质量过硬的盔甲抵消了大部分伤害，叶无穷身上只出现了2道浅浅伤痕。他没有格挡这人的攻击，选择了硬抗，因为攻击只能格挡1次。剩下3人的攻击也是倏然而至，忍者化作一团淡黑烟雾，轻飘飘的直接消失在原地，出现在叶无穷身后。这尼玛！叶无穷有几分毛骨悚然，他怕对面的刺客也会千年杀这一招。电光火石之间，一面门板大的厚重盾牌凭空出现在叶无穷身后，护住了要害。胖子领悟这个技能之后，叶无穷就防着这一招了，提前做好准备，悄悄练就了神一般的应对方法。盾牌落地的同时，一根寒冰剑携着风声袭来，叶无穷几乎是本能的一个蹲身，剑矢擦着他的头发飞过，无数碎发飘落下来。
对面攻手的视野中，则是蹦出了一个大大的闪避。只是东条义雄这老狐狸并没有与其他3人一起攻击，而是落后了半秒。这时间差的目的在于，对方忙于应对前面的攻击，来不及反应。东条义雄一把长剑，一把短剑，分别朝着不同的要害刺出，却是没料到叶无穷的反应速度简直超绝，竟然在下蹲的同时抬起大剑，格挡了东条义雄的出剑。刺向眉心的短剑被成功格挡，但攻向心口的长剑只是被打偏了。叶无穷感觉到一阵阴冷之意在游走，盔甲似乎有些破损，但他伤得不重。这货的长剑绝对是好东西，说不定就是红色品质的伪神器级别。4人的攻击接连完成，叶无穷看起来却毫发无伤。2个新手村的直播间中评论如潮。C2050 新手村，哇，这反应速度，不愧是大佬！我宣布，大佬就是大佬，大佬没有开挂，他本身就是挂。不是，没人注意到药水已经起作用了吗？大佬好像被挂了很多 debuff， 一次珍贵的出手机会没给对方造成太大伤害，东条义雄是有些失望的。但叶无穷的脚下有3瓶药水打破，他所在的格子中散发出了粉红、幽绿、火红混合在一起的袅袅烟雾，效果分别是魅惑、瘟疫、灼烧。这样的攻击叶无穷无处可躲，身上的确是多了3个负面状态。东条义雄则是心中略感懊恼，他太急着胜利了，应该等药效发挥之后再出手。对方被控制之后，绝对就没有反应的余地了。没关系，等下一回合。第26章，凶残的伊比把对面打头了。敌方还剩野猪骑士没有行动过，受距离和障碍物的限制，他可以攻击到的人有剑客、万人斩、一拳破天、秦牧。东条义雄下达命令，攻击剑客。骑士一拍野猪，大猪那庞然的身形如一辆坦克般向独孤不败冲去，蛮横冲撞。独孤不败连忙举剑格挡，但他防御方面没有优势，使用的是细剑，只格挡掉了 30% 伤害，自身血量一下减了1半多。好在护盾可以抵挡控制技能，独孤不败并没有被野猪冲撞出致残的效果，虽然受伤较重，但他下回合还可以行动。至此 J1945 新手村全队行动结束，战场变成了秦术剑万全，猪刀东叶忍术攻胖。轮到叶无穷这边行动了，此时他身上正挂着3个 debuff， 魅惑影响精神，导致头脑不清醒，命中率降低。然而叶无穷精神属性高达800-900，再加上强大的意志，把魅惑的负面效果降低至几乎没有影响。可是瘟疫和灼烧这2个负面状态没法应对，这俩加起来每秒减少 1% 的最大生命值，最多再过100秒叶无穷就要凉凉了。幸好是在己方回合开始之后才生效，速战速决吧。叶无穷迅速想好了战术，第2回合务必要带走几个人头，野猪皮太厚，别打他，待会剑客全场游走，扰乱他们。一拳你打刀客，胖哥打忍者，打完之后老秦补刀一个最残的，先把刀客杀掉，然后狂战士和我打东条。剑客先手，胖子跟上，一拳第3，好，开始。独孤不败用出位移技能，宛若乘风御剑，身形轻灵飘逸至极，从几个敌人身边穿梭而过，长剑轻巧地划在他们身体的脆弱部位，伤害虽然不算太高，却都命中了，并且起到了非常好的干扰作用。与此同时，胖子身形灵活的一窜，再次发动隐袭技能，直扑对面的忍者，一拳破天，也是抡起2只拳头砸向对面弱小可怜的刀客。天霸横空裂轰，一拳破天中2的教导，这是他领悟到的一个技能。巨大的拳影冲击而出，伤害非常惊人，这名刀客惨遭不幸，被锤死了。同一时间，胖子再一次兴奋不已地对敌方忍者使出了自己的毕生绝学。这一次忍者早有准备，在黑影袭来的时候就转身应对了，然后胖子右手的匕首就捅歪了，捅在了忍者的左边腰子上。胖子略感遗憾，好在视野中还是跳出来了一个鲜红的暴击，一下子打掉了这名忍者的近2000血。胖子左手的匕首也跟着刺向了忍者的咽喉，忍者抬起匕首格挡，却没能完全消除伤害，他的脖子上多了一个伤口，匕首上还有毒，于是又挂上了流血、中毒2个负面效果。这2个效果还没怎么生效。bio， 秦牧手持火枪3连发，子弹倾泻而出，悉数打在了忍者脑廓上，其中一发命中眉心，打出一个巨大的暴击。这名忍者承受了2个人的伤害，就这样没了，成功干掉对方2人。现在对面只剩下野猪骑士、弓箭手和东条义雄了。到了这种地步，基本上大势已去，回天无力。
除非对方掌握了范围秒杀类的技能，一出手就毁天灭地那种。如果他们有这种大杀器，一早就用出来了，还用等到现在？叶无穷与万人斩一起行动，一起攻向了东条义雄。他们两人伤害很高，但东条义雄身上宝贝似乎很多，倒是有点难打。万人斩非常心急，虽然隔着2格，攻击竟比叶无穷还要先落下。沉重的板斧狠狠劈在东条义雄前胸，发出了铿的一声脆响。东条义雄受到了大量伤害，但同时一股反震之力传出，万人斩被自己的力道反震，竟也受伤不轻，血量下降一大半。这货穿了反甲，他倍感诧异，如此喊道：“叶无穷已经出手，停止攻击也来不及了。更何况，总不能因为对方防护强就放弃攻击吧？”他的大剑重重从东条义雄身后斜劈而下，这攻击若是落实了，几乎能把对方的头颅砍下来。对方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暴击，但叶无穷同样受到了反伤。幸好他体质很高，皮糙肉厚。东条义雄伤得很重，却仍未倒下，但他身上也带上了流血、致残、撕裂的负面效果。流血加撕裂，每秒也是失去1%的最大生命值。这下彼此了。叶无穷对他说：“己方行动结束，轮到对面了。”队员只剩下弓箭手和野猪骑士。东条义雄神情凝重，并没有给出指示，他反倒叹了口气。败局已定。他和叶无穷身上有一样的掉血 debuff， 但叶无穷比他剩下的生命值多。如果拖时间，必然是他先死。对方却是1元未减，必然打不过。J1945新手村直播间早就炸了，劣势如此明显，几乎是被吊打。只有一些毒奶、大预言家此时还在死鸭子嘴硬地说一定能翻盘。事实证明，奇迹是极小概率事件。大势已去，东条义雄紧紧握着武器，死死盯着对面高大挺拔的年轻男子。他要牢牢记住这张脸，这个人，此人必然得了大机缘。最开始选择这个对手的时候，是为了掠夺强者的资源，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如此之强，强得离谱。东条义雄心有不甘，非常不甘，可行事不由人。一番思索之后，他的血量被掉血的负面状态清空了，尸体扑通倒下。叶无穷，众人剩下的长弓手和野猪骑士神情间也尽是绝望之色。这一次神仙也救不了他们了。更加没想到的是，系统通告紧跟着响起， J1945新手村选择投降， PK 战结束， C2050新手村获胜。系统的声音无比淡定，两个新手村的气氛却都是被这一句通告点爆了。投了？卧槽，不要脸的吗？哈哈哈！离原上谱啊！昨天是谁那么嚣张，气势汹汹要打我们，结果投了？这反差不要太搞笑。对面则是有些接受不能，士气遭到了狠狠一击，乌云压顶一般，压抑至极。因为作为战斗发起方，如果失败了，惩罚相当可怕，他们承受不起，连带着东条义雄的民心与威信都开始剧烈动摇。村长助理在艰难的控评，哪怕到了这种时刻，他仍然没有放弃给村民们洗脑。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们将来一定有机会反攻回来。再说了，东条大人永远留有后手，对面即使赢了也不会好过。回答他的是民众们无尽的怒火，还有一声声呸！他们再也不会相信这群人的鬼话了。好处都是你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对面总是会有全村性的奖励，动不动就全属性加强？这次失败全完了，我们没有活路了。该死的东条，为什么要发动战争？老老实实发育不好吗？非要掠夺他人？上次胜利纯属侥幸吧？好羡慕对面啊！我终于说出来了。J1945新手村民众们情绪炸裂，希望和信仰完全崩塌。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死亡。这一切灾难都是东条义雄带来的。对面时不时的炫耀他们得到的奖励，之前英国人相当不屑，可现在无尽的悔恨，强烈的羡慕嫉妒恨。然而没有如果。战斗结束，叶无穷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大获全胜。战斗之后也是要结算的，在战场中死亡的人这时又复活了。两组人马再次出现在之前的白色未知空间中，还是那样的距离，隔着100来米。系统，本次资源 PK 战已结束，战胜方为 C2050新手村，将获得。东条义雄一行人站在一起，听着系统的播报，基本都低着头，脸色很不好。然而东条义雄本人抬起头来，看向叶无穷的方向，嘴角却微微勾了勾，露出了一个诡异而古怪的微笑。叶无穷暗暗皱眉，警惕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动如脱兔，做了一个惊呆所有人的操作。
第27章除恶务尽，绝杀，收获满满，宝物一主。系统在播报着战后清点，而战斗双方在这通告声中脚下亮起了白光，这是即将传送出这片未知空间的征兆。坚不容发之际，叶无穷却是突然换上了长弓，长达1.6米的大弓被他迅速拉满，几乎成一个圆。无需使用剑枝，一道暗蓝色的能量剑凭空出现，如同闪电般朝着东条义雄急射而去。这道剑速度非常快，远远超越音速，快得几乎让人来不及反应。只有100来米的距离，几乎转瞬即至。对面几人看到叶无穷的动作，便立刻心中一紧，开始防御，却也来不及了。系统更是反应迅速，警告出声：警告，你在进行违规操作。叶无穷仿佛没有听见，他知道东条义雄身上好东西多，有各种防御手段，生怕一剑杀不死他。嗖嗖嗖嗖嗖，闪电5连发，简直是拼了一生最快的速度。在1秒左右完成这样的操作，可以是凶残至极，是要置对方于死地。利剑接连飞出的同时，叶无穷也被系统制裁了，动弹不得。可是系统终究冷漠无情，虽然出手阻止了叶无穷，却没有保护东条义雄。东条义雄吃了一惊，慌忙抵挡，周身浮现出白色护盾。这个盾的确抵消掉了一根箭矢，可是没有用，后面的几根箭矢紧随其后，如流星一般飞来，一发接着一发，根本来不及反应。第一剑被东条义雄护盾抵消，第二剑他的护盾中一股魔法能量再次涌出，将箭矢搅碎了。第三剑东条义雄似乎已经手段尽出，只有自己抵御，又是侧身又是挥刀格挡，可惜剑之来势汹汹，哪里阻挡得了？剧烈的让灵魂发颤的痛楚袭来，东条义雄眉心多了一个血窟窿，顿时血流如注。他双目大睁，倒在了传送阵的白光之中。第4剑、第5剑射中了他后面的倒霉忍者，完成一波双杀。直到此时，弓弦的嗡嗡争鸣之音还没有消散，所有人都呆住了，完全没想到叶无穷这么凶猛，竟然赶在了传送离开之前的这短短2秒将对方杀死。而此时直播还没有结束，2个新手村的人都看到了这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幕。卧槽卧槽卧槽，大佬真是太凶残了，不过对待敌人就是要赶尽杀绝，除恶务尽。我特喵终于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抓机会能力这么强，你才是刺客吧？卧槽，把 ADC 完成刺客，秀！大佬是魔鬼吧？对面得有多绝望，还差1秒就能传送回家，结果被杀了。这可不是游戏，是在现实里，兄弟们。也就是说，东条义雄已经死了，不作死就不会死啊，活该子！这是换了谁，不得死不瞑目啊！J1945新手村众人也是呆住了，而后铺天盖地的咒骂淹没了评论区，他们心情极度复杂，除了震惊，还有痛苦与惊惧。对面是什么品种的魔鬼？是系统的警告如无物，一心要杀死东条义雄，出手又快又准又狠。村长死了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他们80%的资源将被剥夺。系统的传送白光并未因此事儿耽误。2秒之后，两方人马消失在原地，回到了离开时所在位置。1号矿山，胖子激动不已，满脸通红，热血沸腾道：卧槽，老大你太牛逼了，真是天秀，运气好罢了。叶无穷看起来仍然很平静，实则双臂微微发抖，拉弓太猛了，过于用力，又是连发，短时间爆发了潜能，肌肉有些超负荷，休息一下就好了。当然也得感谢矮人铁匠对那把子弓的改造非常成功，无需使用剑枝，射出去的是奈良剑，使得剑枝飞行速度加快数倍，更加难以防备。所以东条义雄死了，而叶无穷收到的仅仅是系统的警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系统有时候就像天道一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看待万物都是一样的。好吧，可能极个别人运气会稍好一丢丢，比如某人。传送结束，系统的播报还在进行，因为需要分配的战利品太多了，叶无穷根本没留意听他在哔哔什么，直接点开公告查看战斗总结。这回一波肥啊，白捡这么多资源，胖子眉开眼笑的，再来几个这样的大傻子最好了。叶无穷没有理会，他在看自己的战利品。原来在现实中杀死对方可以获得对方所有的食物资源，这和他的东西放在哪里没有关系，系统会直接收取过来。除此之外，参与 PK 战的营方6人都有较大几率获得敌人的一个天赋或技能，但这是有条件的，每人只会获得自己伤害最多的敌方的东西，这是无形的战利品。叶无穷暂时没管其他资源，他发现自己突然多了一个橙色 SS 级天赋，黑暗收割。你杀死一个单位后将收取他的灵魂，
永久强化你的伤害能力。叶无穷，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东条义雄的天赋不是提升物品品质吗？他竟然有2个 S 级以上的天赋，不会是掠夺来的吧？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杀人夺宝的诱惑的确挺大，但叶无穷是有良心的人，绝不会向欲望屈服。做人还是不要太贪心了，被欲望驱使，很容易失去理智而翻车。这个天赋其实跟3S 级差不多了，叶无穷对他十分满意。实话说，提升物品品质的天赋也很诱人，但如果只能2选1的话，他会选黑暗收割，这可是提升战斗力的稀罕玩意儿。至于提升物品品质，再好的东西也得有命才能享受啊。实力与智慧才是长久发展的基础。叶无穷牢记着系统之前无意间给他的一句提示，当时他的战力已经快10阶了，在新手村属于无敌的存在。可是系统说，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还是很弱小。叶无穷知道，系统从来不打诳语，所言真实不虚。现在这里本来就以新手村命名，肯定相当于初级试炼场，赚到更多钱，才能有资源变强，变强才能保护我的钱。叶无穷作为一个成年人，实力和资源他全都要。很快，他将踏出新手村，迈向那个更为广阔危险的世界。但他从东条义雄身上得到的，并非只有好东西。在他的个人状态最下面，多了不起眼的一项：堕落神灵的诅咒。你杀死了堕落神灵拉尔斯赐福过的人，拉尔斯降怒于你，诅咒你英年早逝。叶无穷一脸无语，啥玩意儿？诅咒？这个画风有点中二，让他无法严肃看待。他是真的无语。他身上的状态本来就挂着一个邪神残念的注意，好家伙，现在又来了一个堕落神灵的诅咒。这俩家伙听起来都很不正直，太看得起我这个凡人了吧？邪神都这么闲的吗？迷惑 JPG。 但叶无穷还是求证了一下，无所不知的强大系统啊，请告诉我，这个诅咒是真的吗？系统或许现在心情好，给予回答真实有效。叶无穷，啥？真是离离原上谱啊。不过他的内心仍然不相信，所以很是淡定，大不了以后万事小心，小心再小心。像我这样的才俊应该会得到正神的庇护。不管这些虚的了，来看看实在的东西。东条义雄和那名忍者的所有身家都被叶无穷接收了，其他队友有击杀就有战利品，没有击杀就与队友平分。除此之外，大家也都是 C2050 新手村的一员，还能得到一份额外战利品。J1945 新手村 80% 的资源被系统收取，按照等级比例分配给 C2050 新手村所有幸存者。这些东西叶无穷是不感兴趣的，但对于其他挣扎求生的人却是久旱逢甘霖的救命之物。作为胜利方，他们活下去的机会增加了很多，败者则是凄惨无比。本来战败是要失去 50% 的资源，发动战争而失败，比例提高到 80%。 此外还有全属性削减 40% 的严重惩罚。全属性这个东西加的时候很爽，减的时候是要命。总之，距离新手期结束只剩2-3天了。J1945 新手村失去了大部分物资，属性又大跌，全军覆没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东条义雄，让全村人为他的野心陪葬，这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叶无穷不 care。 根据28法则，他估计40亿穿越中大约只会有 20% 的人过得还算不错，这是基础概率，会随着每个村的领导者做出正确或错误的决定而有一定浮动，而剩余的人将会在短期内陆续死亡。这个短期可能是新手期结束，也可能是打开新世界之后的前3个月。不想这些了，还是看看东条给我留下了什么好东西吧。东条义雄财大气粗，家底雄厚，或许收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如今宝物一主，单单是红色的伪神器级别装备就有2件。哇，这在商城里得卖多少万金币啊！上次一把伪神器的长弓溢价之后要300多万，所以这2把装备一下就是起码600万，4舍5入就是1个亿啊！叶无穷，我真有钱。第28章，天灾暴风雪，生存难度太大，如何破局？东条义雄的这2件红色装备，就是他手中的武器太刀，还有一套防护性能很霸道的盔甲。叶无穷对细长的太刀没兴趣，他现在力量有接近1200点了，原本的重剑都又有些轻飘飘了，更别说太刀，不合用，先放着，怎么处理以后再说。但这件红色品质的盔甲，叶无穷很感兴趣。如果不是这盔甲的防护作用比较强，东条义雄早就死了。他带一个能吸收大量任意伤害的护盾，还能反弹物理攻击，这2个特效可以说非常优秀。只是详细说明，
让叶无穷多看了2眼。拉尔斯的盔甲仿堕落神灵拉尔斯某件盔甲的仿制品，仍然受到了他的赐福。穿上之后，你受堕落力量的庇佑。叶无穷一时琢磨不透这样的说明背后隐藏着什么含义。由于那个诅咒的缘故，他对这货心底是有点膈应的。可是这套盔甲效果又很少见，他一时有点难以抉择。有了，叶无穷想到了好办法。这种事待会交给矮人去头疼吧。区区一件装备，红色品质又怎样？另外，他总觉得装备应该也有等级，只是被隐藏了看不到。比如同样是红色品质，1级和100级区别就大了。他继续清点剩下的战利品。东条义雄拥有的紫色、蓝色物品数量自然比不上叶无穷，可是在种类的丰富程度上却是胜出许多。比如叶无穷得到了15本技能书，其中包括3本职业书，德鲁伊、萨满、亡灵法师，还有1本很罕见的种族书，暗夜精灵。叶无穷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使用种族书之后，会根据自身与该种族契合的程度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在水蓝星人听来有点不可思议，一点也不科学啊！好端端的人类还可以变成其他种族，是不是暗示着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种族？好像也用不上。叶无穷把暗夜精灵种族书收起来了。暗夜精灵敏捷属性较高，种族特性是在黑暗中静止可以隐身，移动也有前行的加成。此外，还有机会领悟精灵族特有的一些技能，敏捷、前行什么的给王胖子比较合适。但精灵族嘛，个个都是男俊女靓，身形苗条秀挺，感觉和胖子的相性契合不会太好呢。叶无穷准备再观察观察，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东条义雄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高品质物品，各种材料、图纸，还有药水、食物，琳琅满目。但如果说特别珍稀罕见，或者对叶无穷现在有很大帮助的东西，倒也没有。这些东西只能说差强人意，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其中有一个游侠兵营的紫色图纸，叶无穷感觉可能会有点用处。说起可召唤生物的东西，他手上还有一个龙翼兵营的图纸呢。只是建筑材料需要龙血，这东西是真的稀罕，这么久以来连根毛都没看到。管他用不用得到，通通收到仓库的精品区。店铺的仓库有点像电脑硬盘，可以自己根据功能分区。精品区放的是稀罕点儿，将来可能用到的东西。这算是叶无穷比较用心的个人收藏。其他用不到的东西，他通通放在了交易区，随时可以交易出去。嗨，矮人是要睡觉的。叶无穷要去找矮人史密斯谈谈堕落神灵的伪造盔甲，才想起来现在正是大半夜。战斗是在0点30左右开始，只花了不到30分钟就结束。叶正深练级，叶无穷叫上胖子一起去继续刷怪。0点以后已经是大家穿越的第4天了，距离新手期结束，也就是第7天的中午12点，还有3天半的时间。他现在是8级，还需要海量的能量点才能升到10级。胖子对叶无穷佩服得五体投地。刚结束一场战斗，只休息了10来分钟，就再次干上去了。这么拼，活该成为大佬。先别急，测一下20倍难度跟10倍有什么区别。叶无穷说，除了天灾概率增大，怪物应该又被加强了，变异概率也增高。20倍强度的高级怪，叶无穷也不敢拖大，要小心谨慎些。两人遇到一头落单的8级凶兽金毛狮，这类凶兽攻击性很强，防御也不弱。叶无穷和王彪都是在努力的在闪躲拉扯阵型，尽量减少自身受伤的同时增加对怪物的伤害。这狮子很大一只，被挠一爪子或者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足足花了半小时，2个人才把这头狮子砍死，比以前难打多了。胖子愁眉不展，我属性没他们长得快，这个都皮糙肉厚，要很用力才能破防。就连捅菊花这一招也不太好使了。凶兽体质大幅增强，菊花残就残呗，小场面不慌。是啊，叶无穷也不知该说啥，这不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吗？现在问题是，怪物变成正常状态的20倍强，能量获取却仍然只是5倍，而全局能量加成似乎最高只能2倍。算下来，他们打了20倍强的怪物，却只得了10倍的能量点。大数学家叶无穷，这不亏了呀？亏也没办法，老老实实打怪。柿子可以挑软的捏吗？叫他单挑一头20倍强的同级凶兽，完全可以挑过，但必须要考虑效率，还有战损、休整时间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组队收益更高，人多力量大，基本是把每只怪物都当成副本小 boss 来打。没多久，队伍频道一拳破天吐槽道：“这怪变得好难打，皮太厚了。怪物变强10倍还不觉得怎样，强20倍差距就很明显了。量变已经开始起作用，
逐渐在质变了。更要命的是，他们这群人都觉得难打，其他人该怎么办？叶无穷沉默，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真的很坑啊！以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个新手村的生存难度。坏消息是怪物变强了20倍，好消息是这个增强幅度已经达到了上限。他能怎么办？抓紧继续变强，争取能一击秒杀。队伍中，万人斩，不知名帅哥有没有勇者血液交易？昨天他用了4只勇者血液淬体，力量增强了400点，收益很大。但他并没有接受叶无穷的白给，而是付了自己觉得合适的代价。叶无穷手上还有7000多勇者血液，倒没必要藏着，因为有个要命的限定条件在：新手期结束，全村幸存人数低于2万，将有可能被其他村落奴役。叶无穷自然希望村子里强者越多越好，反正他一定要做最强的，其他强者随意。叶无穷和万人斩交易了5只勇者血液，价格大约是每只1金币，算很公道了。队伍友情价，其他人纷纷效仿，赶紧强化自身，然后才能更好的刷怪。叶无穷顺便将用不到的技能书都给扔店铺了。他的店铺是这个新手村第1大店，由于明码标价，价格固定，交易不需要聊天，效率很高，每小时都给他带来收入与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金钱、各种材料等等一般等价物。叶无穷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才能把全村2万人拉扯出新手期，这样才能保住他这庞然的财富 QAQ。 太难了，赚钱容易守家难。算了，先回家淬体。淬体是目前除了系统奖励属性点之外收益最高的变强方式。说起来，他好久都没得到自由属性点了，简直想做个法祈祷一下。叶无穷一边淬体一边思考，系统将生存难度设置成这样，难道是真的想变着花样把大家玩死吗？不至于吧，闲的吗？这是一定有什么破局之法，只是他现在没有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力杀怪的效率实在太低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一次性大量获得能量点？闭着眼睛思考，叶无穷差点睡着，突然被外面胖子的叫声惊醒。卧槽，下雪了，下雪了！我这辈子竟然看到雪了！叶无穷皱了皱眉，这几天气温体感是20度多点，适宜生存，完美体现了新手保护期。现在突然下雪，极端天气变化如此剧烈，这是生存难度的一个体现。然后5分钟之后，胖子砰砰拍门：“老大，好冷啊，我可以进去不？”叶无穷给他开门，看到外面景象，微微吃惊。5分钟，外面已经一片银装素裹，宛若3九隆冬。风雪从门里灌进来，寒意席卷，鞭人击骨。零下50度，速冻技术点满。卧槽，这也凉得太快了，差点没给我冻死。胖子哆哆嗦嗦烤着火，一脸惊疑，这咋办啊？肯定又闹灾了。叶无穷站在壁炉前，拧着眉头在看论坛。论坛上到处都是下雪降温的消息，以往的天灾只在一个小区域发生，但这一次好像是全局事件。新手村的每一个地方都被暴风雪肆虐，山舞银蛇，原池蜡象，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生存难度一下子真有末日求生那感觉了。第29章，村长令现世。村长之争，某人太坑，被抵制。新手村骤然降温，速度恐怖，没有人能保持平静，实在是太冷了。妈呀，我要冻死了！还好就在家园里可以躲，刚睡着就被冻醒了，赶紧生火。这雪下的好可怕，几分钟就1米高了，我们都被堵上了。还在野外的人赶紧回去，回不去的就地生火。然而降温实在太突然了，仅仅几分钟，新手村的幸存人数就暴跌了100多。很多人或许是在野外，也可能是没反应过来，活活的被冻死。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多出了很多冰雕，生机在寒风中迅速消散。叶无穷往壁炉中加了些燃料，蓝色品质的木料和煤炭要比基础材料耐烧，能提供更多热力。这些东西在一般人眼中价值不错，可以用来交易，但在叶无穷这里拿来烧火取暖，算是他们终于有用途了。他手上是物资充足，可现在这环境，整个村子下一步该如何发展？这咋整？天这么冷，都不能出门打怪了。胖子愁眉不展，不知道。叶无穷暂时也没有思路，索性刷起论坛。再次出现天灾，又有零星的一些人开始骂他了。叶无穷看了看自己的声望，现在有183点。由于不知道有什么用，他后来就没再关注声望。这一次出现暴风雪，他的声望或许会跌吧。无所谓，存活才是第一要务。目前应对降温的办法只能是躲起来，等着它结束。谁有多余的燃料，支援一点，谢谢。哈哈，幸好我有2000多块干牛粪。
旁边是草原，一大群野牛，半天就可以捡好几百干牛粪。他们实在太能拉了。楼上的哥们儿，有毒啊！咋了？牛粪不怎么臭的，烧起来还有种草的清香。有没有需要的？我可以支援一点。大佬，赏我一点吧，快冻死了。论坛、聊天和交易区无比热闹，大量人在求购御寒装备和燃料，也有极个别的人情况危急，急需帮助。倒是有不少人伸出援手，哪怕交易过去一根木头，或许也足够对方多撑1小时。半个小时后，暴风雪仍然没有结束，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天空中铅灰色的厚重云层压得很低。论坛气温计报数零下52摄氏度，这个人手上有工程学产物气温计，半个小时报了10几次气温。通过他的观测，大家发现气温比较稳定，大概就是零下50度多点，可能已经到温度下限了，大家撑住。幸好我们刚刚赢了资源 PK 战，每个人都分到一大波物资，要不然……实话说，他们虽然赢了资源积分，但那几乎都是大佬凭借一人之力扭转乾坤。全村首富资产上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该穷还是穷。突然，叶无穷脑海中的系统面板弹出了一个礼物宝箱，金光闪闪。宝箱！他下意识就点了上去。系统，你收到了曲中人独醉的一根木材。叶无穷仔细研究，他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系统居然有了发宝箱的功能。王彪，我去，我收了一根木头，就是红包吗？胖子显然也收到了，也是很无语，还可以发红包。在这里叫发宝箱，可以选择宝箱中物资的数量、领取人数、发放的区域范围，还可以选择指定的发放对象。叶无穷看看也就罢了，并没有什么行动。现在大家物资还挺充足的，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暴风雪才刚刚开始，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很难说。目前，大部分人只要能及时躲进庇护所取暖，倒没有性命之忧。接着淬体，叶无穷左看右看，也没有办法应对天灾，还不如接着去强化自己。王彪，卧槽！看着某人高大帅气的背影离去，他叹了口气，太拼，太自律了，这就是自己不能成为大佬的原因。胖子也无事可做，也琢磨起了怎么继续提高实力。论坛上则一直无比热闹，很多人习惯了从这里获取情报、分享信息。如果没有这个极度便捷的交流平台，整体的生存难度还要加大。正确的信息和情报凝聚众人的智慧，减少自己摸索的时间。此时，已经有一些爱思考的人发现，火属性物品对于御寒有奇效，比如火系晶石，握在手中就可以发热；火系凶兽的肉，吃下之后御寒能力大幅度提高；火系凶兽身上材料做成的装备也有保暖的神效。另外，对寒冷的感受程度也和自身体质有关。这次的暴风雪毕竟只是一种天气，没有蕴含魔法攻击，肉身够强大还是可以扛过去的。1小时后，论坛上有人发了一个喜气洋洋的帖子，笑死，还可以这样杀怪。兄弟们，受这鬼天气影响的可不止我们，怪物也一样冷的不行。1个多小时前有一头6级的兔子在我家旁边转悠，想来烤火又进不来，我大胆射了它一箭，中了，没想到过了1个小时它死了，被冻死了，能量点还是归我。刚刚我冒死出去捡尸，把它分解了，这下有肉吃了，还有兽皮做棉袄了。这位兄弟的帖子配了图，几块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兔肉，还挂着冰碴子。凶兽也怕冷，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好消息了。许多人因此精神振奋，看到了升级的希望。太好了，只要能稳住，天亮之后就可以出门打怪了。黑夜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不便，想想也是，这地方的怪物又不是生活在寒冷地带，虽说皮糙肉厚，但也还是冷啊。意思就是说，打残之后可以先不管，等他被冻死。哈哈哈，系统没想到吧，搞出天灾，结果出 bug 了。嘘，小声点，万一被系统听到了。系统，对，我的确没想到你们这么狗。大家却是想多了。极端天气对怪物也会造成负面影响，稍微有利于人类杀怪，这的确有点 bug。但系统对此毫无反应，并没有修改的意思。人类终究又多了一线生机。凌晨4点多，叶无穷完成了2次淬体，目前还没感受到勇者血液效果减弱，这是好事，说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他的力量、体质等各项属性又增强了一些。力量如今突破了1400点，体质也有1200多。他清理好身体，穿上精致的兽皮衣，只觉得周身热流涌动。零下50度的气温并不能对他造成太大困扰，这就是体质高再加上淬体磨练的好处。叶无穷浏览了一下论坛，情况还是跟之前差不多，但死亡人数速度放慢了，说明大家都迅速习惯了这恶劣天气，找到了应对之法。胖子说，老大，
他们测试了，怪物也冻得不行，杀起来容易点。叶无穷点头，这是好消息。两人刚聊了几句，叶无穷刷新论坛，突然看到首页有一个刚刚发布的帖子，有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有啥用？附带了一个图片，村长令。叶无穷微微吃惊，一定是和新手村村长有关。这1945新手村就有村长，可能就是早早拿到村长令，开启了村长功能。叶无穷立刻私聊那个人，这会儿什么也顾不得了。几秒之后，对方回复：不好意思啊，大佬，村长令刚刚交易给万人斩了。叶无穷，这尼玛也太速度了吧！只能说那货跟他一样，觊觎村长之位已久。叶无穷第一瞬间是有些失望，但转念便想，或许这就是缘分吧。实在当不上村长，那也没办法，他只能继续提升实力，多积攒资源，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什么村长不村长的，就是一个虚名罢了，就像浮云一样不重要。他要做一个无冕之王。然而系统下一刻便弹出全村通告 ：C2050新手村万人斩使用村长令，开启村长功能。村长竞选现在开始，持续12小时。详情请见相关功能页面。万人斩，卧槽！村长竟然是竞争上岗，不是谁用了村长令就是谁的吗？这一下他是亏大了，重价求购的村长令啊！叶无穷，卧槽！不是谁用了村长令就是谁的吗？村长竟然是竞争上岗！好了，他又复活并膨胀了。村长功能页面，12小时之内，系统将会根据民众投票、自身实力、问卷调查等结果，综合衡量，将大任于斯人也。按照1:100的报名比例，海选阶段大约有362个人报名。4小时后进入第二阶段，保留前100，淘汰其他人。8小时后进入第3个阶段，保留前20人。12小时后进入第4阶段，决出正式村长。刷刷刷！叶无穷看完说明的时候，除了万人斩，已经有5个人报名了。看来新手村也是人才济济，他对村里所有人了解的还不够深入啊。只不过论起在村里的知名度，他必然是第一梯队，断层第一。老是上全村通告，刷脸刷的大家都骂了，想低调都难啊。叶无穷不紧不慢地报了名，淡定的一笔。然而渐渐的，论坛上风向有点不对。兄弟们，不要给低调帅哥投票，他虽然很强，但实在太坑了呀。要不是他，我们现在至于躲在屋里烤火吗？对，是平民的时候都这么能搞事，当上了村长还不知道要搞出什么幺蛾子。没错，大家想想东条义雄血淋淋的案例犹在眼前，有了权力，人肯定会膨胀，到时候整个村子为他陪葬。支持大家珍惜神圣的选举权，别急着投票，起码别立刻投给低调帅哥叶无穷。不是，这什么情况？刁民，你们认真的？第30章竞选不积极，某人掉进深坑里。虽然有些人好像对叶无穷很反感，但他们不能代表所有人。叶无穷毕竟是本村第一大佬，再怎么样也是有一票死忠粉的，更何况他的颜值还那么高。他刚刚报名参加村长竞选，没过多久就有10几个人投票了，论坛上已经快要吵起来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这么重口一词的黑低调大佬是哪家买的水军啊？节奏带得飞起，服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一套？能不能团结一点，选一个强力的领导，对大家都好？不会有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不会吧，不会吧？王彪津津有味地观战片刻，赶紧说：老大，我可是第一时间就投了你，咱可一直都在你的战车上。可那个啥，等你过会儿当村长了，咱就有从龙之功，那可是元老。叶无穷就一个村长罢了，还从龙之功呢，搞笑。不过胖子的利益的确与他一致，最起码此人现在靠得住。叶无穷没心思跟他聊天打屁，天也快亮了，该出门刷怪了。冻了一夜，一些不以防御见长的野兽应该快冻死了吧？老大，应该不需要。胖子展示了一下他自己缝制的兽皮衣，手艺就那样，保暖还是可以的，你自个儿穿。胖子便套了2层兽皮衣，跟叶无穷一起外出。来到外面，他还是有些冷。叶无穷扔给他2颗火系晶石，两人在1人多高的雪地中艰难跋涉，匆匆往1号矿山赶去。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要是会飞，再不济有个坐骑也好啊。叶无穷心中叹了口气。胖子这时一点也不敏捷了，非常困难的在雪中迈步。没走出1里，两人便深深体会到了雪中赶路的难度。会滑雪吗？叶无穷突然问。不会可以现学。胖子完全掌握了面试的艺术，绝不暴露自身缺陷，要积极向上。
叶无穷在自己一大堆东西里翻了翻，找出了一副滑雪板给胖子，他自己则是用一些装备改造，脚踩2把宽剑，再有2根棍子一撑，也还是可以滑起来。哈哈，这真是别致的体验。风雪一直都没停过，走到半路，胖子又冻得不行。叶无穷，不行的话，待会让矮人给你打一套保暖盔甲，打造的时候加入一些特殊材料，装备就能有特别的属性。嗨，大恩不言谢了。胖子心中暗道自己运气太好，早早的就碰到了金大腿，现在生活美滋滋。叶无穷加快脚步，有点担心，万一矮人太傻了，来不及应对，被冻死了怎么办？倒也不至于，他们晚上都是在矮人城堡里过夜。耗了1个小时，赶到1号矿山，远远就看见矮人城堡，烟囱里冒着烟，食物的香气飘散出来。由于矮人们挖矿和锻造的任务比较繁重，可谓是起早贪黑。叶无穷进入城堡，又好生勉励了矮人们一番，对他们冒着严寒辛勤劳动的精神大力赞美。夸夸就算了，下再大雪还是要上班的。叶无穷找到矮人史密斯，今天也有特殊任务交给他，一是改造东条义雄的那件堕落神灵盔甲的仿制品，或者研究研究能不能做出类似的；二是做几件从头到脚保暖的装备。对了，考虑到矮人也是血肉之躯，叶无穷直接给矮人们3000张兽皮，让他们自己做衣服去。至于其他锻造小组，今天没有装备要造，统一把金属熔炼成金属锭。矿工还要继续下矿。叶无穷猜测，新手期结束之后，大家不知道还能不能留在这片土地上，所以他打算尽量把这个矿山挖空。虽然储量1亿吨可以开采几百年，但那是按照人类的工作量来算的。多加班，一定能出奇迹。安排好工作之后，叶无穷与胖子吃了早餐。饭后该出去打怪了。叶无穷说：“今天我自己去，你自由活动吧，注意安全。”好吧，我会注意，老大你也小心。胖子有点小不甘，但很乖。没办法，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的确比2个人行动方便。因为叶无穷现在也改变战术了，以前野怪强度不高，他喜欢用重剑直接劈，现在怪物被大大强化，那还是用弓箭远程攻击比较舒服。2人随后便分道扬镳，毕竟有系统在，随时可以联络。过了20分钟，胖子突然问：“老大，你真的不拉票吗？他们都好积极的，内卷的不得了。”叶无穷看了一眼村长竞争的进度，他目前投票数还是排在第1，但只领先了1000多人，还有好多人真的没有投票，尚在观望。而那些有实力的竞选者则是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竞选宣言，自己的发展理念，如果候选了将做些什么，对大家有什么好处之类的。总之都是政治家的空话，大而无当。叶无穷不拉，升级要紧，村长可以不当，10级必须要满，这也是有些人不积极参与的原因。谁当村长跟屁民有什么关系啊？不求能带领大家奔小康，别剥削我就行，就是这么卑微。胖子，好的，懂了。既然老大不拉票，说明对自己有绝对自信，他也就不多掺和了，赶紧打怪。组队频道，一拳破天，都是大佬啊，我都不知道咋搞。这小孩刚成年，比较天真烂漫，话多，中二，擅长哪壶不开提哪壶。自从村长竞选开始之后，队伍里就很安静，没人说话，本来交流就不多，再者2个竞选者都在同一个队伍里，多少有点尴尬。这叫其他人怎么聊？那就闭嘴不聊呗。一拳破天说话之后，没人回应，成功冷场。实话说，他觉得2位大佬都很强。万人斩是个大鸡霸，肌肉非常夸张，超 A 的猛男，职业是狂战士，2把斧头有开天辟地的气势，战斗力很强。而且他好像把火焰操纵的天赋和狂战士融合了，折腾出来了新职业狂火战士。叶无穷则是又高又帅又强，还很年轻，简直是同龄人的偶像啊！没人回应，队伍冷场。一拳破天焦躁了片刻，把票投给了叶无穷。本来是想看看2位大佬怎么想的，但是都不理他，那他只好选择偶像了。偶像，真的很棒。叶无穷滑着雪到处找怪，自从得到了黑暗收割这个天赋，他就知道自己无法停止杀戮了，杀得越多就越强。再是杀神白起，慢慢的他发现在雪地里杀怪还挺舒服的。暴风雪的伤害无差别覆盖新手村所有生灵，为了效率，他只需要一箭射中野兽，再等一段时间就可以做收能量点了。野兽尸体他都懒得捡，浪费时间。随着雪地狩猎的技巧越来越熟练，叶无穷移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渐渐的沉迷打怪，他都没看地图。前方又出现了一群8级凶兽白毛鹿。叶无穷想了想，爬到树上射箭。这个鹿和驯鹿有点像，挺耐寒的，皮也厚。
鹿群大乱，头上生着角的一些雄鹿带领鹿群向凶手冲来。叶无穷这次低估了他们的脾气，这群鹿很暴躁啊，一个个顶着伤害也要冲过来，砰砰砰撞他置身的大树，像发狂了一样。关键这成年鹿有2-3米高，3-4米长，体型很庞然，力量也巨大。10几头公鹿宁可头破血流，也要把叶无穷撞下来。叶无穷，这尼玛疯了吧！随着鹿群一次次的撞击，大树后开始摇晃，有些不稳了。叶无穷环顾四周，准备跳到其他树上了。要是树倒了掉下去，他会被乱踢才死的。然而，怪事发生，这棵树的周身一圈淡绿色的能量波动而出，很快就撑起了一个小型的光罩，把一些鹿和叶无穷都罩在了里面。叶无穷微微有些头晕，有种危险之感，好像环境正在发生惊人的异变。可这种变化是不可抗力，他的视野突然黑了，身体则是有迅速下坠的失重感，仿佛在急速下落。直到砰的一声巨响，叶无穷摔落在地，在地上滚了几圈，卸去一些力道。砰砰砰，鹿群接连摔落下来，发出阵阵哀鸣。叶无穷连忙起身，避开鹿群集中的区域，免得被他们的挣扎误伤。然后他取出弓，一边观察着四周，一边对鹿群射击。这是哪里？他一脸懵逼，仰头向上看，蓝天很高很高，小小的一块，高空的四周都是墙壁，万丈高墙，好像一个巨大的深坑。叶无穷，怎么回事？我掉进了一个巨坑里。第31章。不会吧，不会吧，大佬居然凉了，这有点离谱啊！叶无穷看了看天空，只觉高不可攀，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有些摔伤，好在并不致命。那些鹿群也是半死不活，受伤惨重。叶无穷很快便收拾了这些鹿，四下里一片安静，没有半点声音。叶无穷皱着眉头，无比警惕，小心观察四周。此处地形奇特，像一口深井，又像是一个很深的山谷。他所在之处是草地，远处四周都是密林，后面或许别有洞天。更远处，四面都是石壁，高耸入天。天空小小的一片蓝，很高很远。山谷里光线有点昏暗，阴寒的风不知从何处吹来。不对，外面不是在下雪吗？怎么天是蓝的？叶无穷打开系统地图一看，顿时震惊，新手村地图不见了。而他此时身在一个新地图，全被迷雾覆盖，只能看见自己这一个小点。难道我已经不在新手村了？叶无穷觉得无比诡异。好好的一棵树，倒就倒呗，底下怎么变成了一个深坑？到底发生了什么？系统，我现在在哪？遇事不决，到系统这里碰碰运气。系统，检测到你身在未知空间，求生系统主体功能已关闭。叶无穷很快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论坛、聊天等频道还停留在那棵树倒塌的时候，而且所有人的头像都变成了灰色。简单来说，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不知跑到了哪里，跑出了新手村信号的覆盖范围，他已不在服务区，真是离原上谱啊！淡定，找找怎么回去。叶无穷小心谨慎地探索起这片小小的空间。C2050新手村，叶无穷掉进未知空间后，没过多久，就有人发现了，因为在村长竞选中，他的头像变成了灰色，不可查看。有人发现之后，满心纳闷，在论坛上问：低调大佬怎么回事？头像为什么灰了？啊，这。有许多人表示不信，自己亲自去竞选页面一看，也是懵逼了。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天啊，头像都灰了，也就是说，哇，这种人很不敢相信，这可是顶级大佬啊，突然一下就凉了，发生了什么？很多得知消息的人都很懵，满心疑问，不知发生何事才会这样。胖子正在快乐的刷怪，看到论坛上这样的消息，当时全身汗毛都炸起来了。卧槽！不会吧？胖子怎么都不相信，立刻自己去确定。可是竞选页面，叶无穷的头像的确灰了，在队伍中也是如此。队伍频道迅速热闹起来。胖子一位低调的帅哥，老大你在哪里啊？一拳破天，不会吧大佬，我可是你的偶像啊，你千万不能有事。独孤不败，怎么回事？秦牧怎么了？谁知道具体情况？就连叶无穷的竞争对手万人斩也是冒泡了。胖子欲哭无泪，我不知道啊，今天老大出门没带我。什么鬼？今天老大没带他一起，就出了幺蛾子。论坛上已是喧闹的不行，有人已经要上花圈奏哀乐了。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走的走，抬的抬，后面跟着一片白。即便如此，队伍里却是没人相信，大家都觉得很离奇啊。一叶无穷的实力，这一般的怪物怎么可能奈何得了他？一拳破天，是不是遇到 BOSS 了？胖子，
不可能，哪有什么 boss？ 哎呀，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我不相信。胖子现在心情复杂极了，既震惊又伤感，非常焦虑不安，同时无比疑惑，惊疑不定。他现在抓心挠肺的，什么都不想做，一心只想找出真相。虽然在以往的经验中，头像灰了就代表人已经挂了，这没错。但胖子发现他和叶无穷的交易契约还失效，意味着事情或许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万人斩，等你的消息。他并没有幸灾乐祸什么的，反倒是在考虑，如果真的出现了连叶无穷都搞不定的事，那一定很严重，或许会影响到全村人的生存。其他人帮着出主意，看队伍的记录，快去找找。组队之后，杀怪信息会出现在队伍记录里，有一些带地图坐标。距离叶无穷最近的只有胖子了，他们在同一片区域。胖子，我正在赶去。胖子花了快1个小时才赶到叶无穷最后出没的地方。从地形来看，这里是草原和密林的交界地带。根据队伍记录，叶无穷最后击杀的是白毛鹿，附近的确有一些鹿的尸体，还有断裂倒掉的大树。老大，你在哪里啊？胖子找了半天，几乎绝雪3尺，也没有看到叶无穷的踪迹，就连他留下的脚印，还有那些战斗痕迹，都已经快被雪花覆盖了。胖子不死心，又四下找了找，发现这片区域根本没有其他人的脚印，没看到人啊，也没有别的人来过，老大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拳破天，我突然想起来，组队被击杀的话会有死亡提示啊。对啊，但是没看到提示。其他人纷纷附和。叶无穷带领他们打败了入侵者，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大家自然不希望他英年早逝。但现在这情况令人摸不到头脑。胖子又在附近找了很久，却终究一无所获。论坛上，此事还在继续发酵。大佬，你就这么走了？太可怕了，连这样的大佬，稍有不慎便是生死道消。我对这个世界绝望了，心情好复杂。虽然以前也骂过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心哇凉哇凉的。大佬，一路走好，希望你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顺利活过新手期。保佑个鬼，有那能力就不会死了。乱糟糟的一片，有一部分幸灾乐祸，说风凉话，他们被拔高20倍的生存难度祸害惨了。但相当一部分人看着那个灰暗的头像，误伤其类，心底感到无比绝望。他们破防了，道心动摇，心境崩溃，没意思，再强大也战胜不了未知的恐惧。世界末日了，不活了，毁灭吧，躺平了。此刻数万人为叶无穷痛哭。叶无穷不在服务区，完全没有信号啊，不能发消息，也查看不了新手城的情况。他在这个小山谷里小心的探索，这回是真的有种大冒险的感觉了。以往有系统地图，很多东西都一清二楚，现在却是掉进了一个未知的空间。叶无穷往山谷深处走去，外围比较正常，生态环境良好，绿草如茵，密林繁茂。前方的树林笼罩着银灰色的雾气，但是越往深处，他越觉得阴冷，汗毛微微竖起，一股诡异的感觉萦绕在全身。理智告诉他应该停止，这里绝不是什么风水宝地，说不定是大凶之地。突然一道诡异的兽吼声在林间响起，随后几道声音应和，扑扑通通，沉重的奔跑声从林子里传来，大地微微震颤。卧槽！叶无穷转身就跑，他目力极好，已经看到了，从林中跑出来的竟然是一群大象。水蓝星上的象体型便已经很庞大，可是在这群大象面前就是弟弟。叶无穷逃命之际，匆匆转头看了眼，非常倒霉，这未知空间竟是象群的领地。这群象一共有7只，通常有2颗巨长的象牙，都是年轻力壮的公象，其中有一头无比巨大，可能是象王，它体长有6、7米，肩高能有3、4米，周身覆盖着一层盔甲般的长毛，皮糙肉厚至极。奔跑的时候大地震颤，犹如地震。叶无穷只感觉一群装甲坦克追在自己屁股后面。离谱的是，这些大象不仅皮糙肉厚，奔跑速度也非常快，要命了！他心里暗自琢磨，今天是命犯巨兽啊，一头比一头庞然。这回他再也不敢躲到树上了，大象只需轻轻一蹭，水桶粗的大树就断了。叶无穷拼命飞跑，1000多点的敏捷属性派上了用场。可是这个山谷外围只有方圆10里，没几分钟就能跑到对面。叶无穷总不能带着一群大象兜圈子，那绝对是他先体力耗尽，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往石壁上爬。这尼玛！叶无穷重剑背在身后，一手一个登山镐，拼命往上爬。这回的经历教育了他一件事，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这就是身上道具贼多的好处。这回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继续多囤积物资。叶无穷心中发誓。问题是，怎么才能在一群大象的大脚板子底下活下来？这群大象脾气很大，穷追不舍，仰头骂骂咧咧，发出愤怒的嘶吼，昂陡峭的石壁上，叶无穷挂在几十米高，转头看下面，你上来啊！第32章，邪化生物。整个树林都活了，树人凶巴巴。峭壁之上，叶无穷没想到自己还有攀岩技能，生死关头，潜力无限。但一直挂在墙上也不是事，他做了万全的准备。开店让他手上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叶无穷先装备一个工程学产物降落伞，这个高度其实不太够伞张开，但总比直接掉下去要好。然后他挪到了一块稍微突出的岩石上面，借着这块石头的支撑开始开凿石壁，先安全稳定，再考虑攻击。叶无穷对准一道缝隙，用镐子凿石头，碎石哗哗地掉下去。底下那群长毛象仍是嗷嗷叫，甚至往上跳，凶悍的不行。叶无穷从上方看，发现这群象眼睛有些发红，看着有点诡异，不像是正常生物。但大象这东西都是很记仇的，长毛象群并不打算放过它，它们巨大的象蹄踹在石壁上，还好山石一体，几乎岿然不动。叶无穷赶紧加快凿坑的速度。半小时后，叶无穷用各种办法搞出来了一个可供他容身的山洞，开出来的大石头还砸到了下面的一头象。高空抛物，砰，伤害还挺可观的，一下砸掉了长毛象1/4血。由于对敌人造成伤害，叶无穷终于看到了这家伙的详细信息。森林长毛象，邪化生物，各项属性都有大幅加成，但精神被污染，逐渐失去理智，陷入疯狂。他们是血染森林的守护者。邪化生物，叶无穷略感疑惑，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但听起来似乎和那什么堕落神灵、邪神有一点相关。至于血染森林，应该就是山谷下面这片森林了。从高处看，森林笼罩的灰白雾气越来越浓，阴森森的散发着邪意。深处还不知有什么怪物，既然掉进了怪物窝里，那就把他们都杀光。结，刚才在平地上，他的确是没有长毛象强，没他们皮厚也跑不过。但现在他占据了地利，叶无穷猫在山洞中一箭接一箭的朝下面射去，这个距离箭无虚发。他的弓强化满级，破甲和暴击很强。长毛象在皮糙肉厚，仍被破防，细细的能量箭刺进血肉中。长毛象本来情绪管理能力就是0，这下吃痛，立即愤怒起来，几乎进入狂暴状态。可惜够不着高高在上的叶无穷，他们又不会爬山。砰砰砰，几头巨象竟是直接朝着石壁撞过来，发出沉闷的巨响。他们齐齐发力，的确让石壁有些震动，但那是石头啊，以头击石。有5头象，2根巨大象牙都是咔咔折断，口鼻冒血。叶无穷看呆了，你们是不是仨？乌鱼子，看来真是失了职。邪化生物，实力强，智商换的。而这群笨东西越是受伤，就越愤怒狂暴。叶无穷加快速度，嗖连发，要害攻击。长毛象其他地方都是皮糙肉厚，但眼睛是很多生物的脆弱部位，上了眼的长毛象更是陷入疯狂。就这样，叶无穷花了20分钟，便将这7头公象全部拿下。虽然不在新手村范围内，但这些家伙倒也为他提供了一些能量点。一切又陷入寂静。叶无穷等了一会，什么都没发生。他赶紧溜下来，把这群象的尸体分解了。除了象肉、象皮、象牙等材料，竟然还收获了血染血液 X98 以及勇者血液 X12。战场血腥味冲天，他懒得处理，顺便看看会不会引来新的怪物。等了好久，啥也没有。不应当，血染森林不至于这么小吧？叶无穷暗自思索着，他对这森林根本不感兴趣，现在只想离开这个破空间。但信息太少，没招啊。他不想等，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必须主动探索。叶无穷决定莽一波。他目前的物资储备里有不少油脂、木料等可燃物，他准备了一些燃料，迅速接近血染森林边缘，找了一处树木稍微浓密的区域，布上燃料，点火。火焰刷的腾起，很快变成熊熊大火，几十棵邪化的树木渐渐被点燃。刷刷！万没想到啊，其中有些粗壮大树竟然动了，它们站起来了，泥土在翻滚，无数条盘杂的根从土中拔出，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个个树人。它们没有脸，却有根系化成的2只大脚，树冠中间
还幻化出了2只眼睛，闪着幽暗的红光，满是邪气。躲在森林边缘观察的叶无穷大吃一惊，幸好他够谨慎，闪得快，不然又要多花几秒逃命了。这群树人大多智慧低下，原本是在血染森林沉睡，却被烧醒了。叶无穷用火焰对他们造成伤害，便也看到了对方的属性。邪化树人，曾经友善的自然之灵，被邪恶能量污化，成为内心暴怒、外形魁梧的疯狂树精。他们经常以族群为单位一起行动。很好，你发现了他们的弱点。好家伙，血染森林，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看着树人那厚厚的血条和护盾，叶无穷再次跑路。他怎么能想到，本来想一把火把森林烧干净，却烧出了一堆树人。而系统所言不虚，树人的确是以族群为单位行动。大火熊熊，烈焰滔滔，火势在蔓延，越来越多的树人苏醒了。其他没被烧到的树人也纷纷拔出根来，从最开始的几十，很快变成几百，然后是上千。浩浩荡荡的树人大部队，迈着2条沉重的大长腿，向叶无穷冲锋过来。叶无穷跑向自己刚才挖的小山洞，回头看了一眼，好家伙，只能庆幸自己没有密集恐惧症。这树人少说也有1000了吧？这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啊！从4面8方朝他围拢过来。叶无穷加快速度，发动了迅捷之靴附带的主动技能，跑得像脚踩风火轮。而树人虽然极度皮糙肉厚，却是非常笨重。他们腿很长，杀敌的心也迫切，奈何动作过于执着缓慢。就这样，叶无穷在几个树人之间嗖地穿行而过，跑到石壁下，蹭爬了上去，迅速躲进自己的小窝窝里。他又抓紧时间把小山洞刨深了几分，因为大树都挺高的，万一蹦起来够到他了呢？从上面看，这树人大军真是壮观啊！呼啦啦一大群，移动起来轰隆隆，长得都很像，全是暗绿色，看得叶无穷眼花缭乱。而他们一双双幽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岩壁上的叶无穷，相当恐怖。若是意志薄弱的人被这般对待，已经吓破胆了。赶在树人挤过来之前，叶无穷把山洞扩大了1倍，这下安全多了，稳定性得到保证。他再次研究起杀敌。叶无穷高高在上，扫视着下方的树人大部队。老怀甚慰啊！刚刚杀长毛象，得到了一些7000能量点。这里的怪不属于新手村，能量点自然也没有多倍的加成。蚊子再小也是肉，架不住数量多呀。这一下子就聚了1000多的怪，还有一些路途遥远正在赶来。这么齐刷刷，这么属性单一，只需要用火就能对付。这种福利上哪找去？刺激啊！叶无穷疗法少年狂，双眼发亮，多来点。树人对他的仇恨非常稳定，整个族群都朝他这里赶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亡！叶无穷对他们宣战。砰的一声，一只体型较大的树人竟然一根长树枝抽了过来。叶无穷是躲开了，山石却被崩飞了一大块。卧槽，这么凶！这有点出乎意料。叶无穷只能看到树人的基本信息，却看不到他们的技能，只能靠自己观察了。大树人抽了一鞭子之后，又有松树之类挂果的树人砰砰砰，一颗颗果实对准了小山洞投射过来。好家伙，有点东西啊！躲在门板盾牌后面的某人感慨道。第33章觉醒天赋欺诈者。远古树林的嘱托。虽然树人很强，但他们的弱点实在太明显，只需要用火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树人实在是可怜，被烧得很痛，可是对肆虐的火焰毫无办法。之前被点燃的那几十个树人身上的火越烧越旺，没能走到叶无穷所在的石壁下方，就成了一堆木炭。他们也想自救，但是树枝形成的手臂不仅不能拍灭同伴身上的火，还把自己也点着了。最可怕的是，树人大军实在太过密集，往哪躲都不行，除了冲在最前面的可以勉强攻击到叶无穷之外，后面的队伍简直一团糟，挤成一团，行进困难不说，火焰更是出现了树传树现象。水火无情，火焰最迟只需要几分钟便能将一棵树人点燃，同时可以点燃好几棵树人。这棵身上的火灭了，那棵却没有，可谓生生不息。可恶的叶无穷还丝毫不给他们喘息时间，他手上有几十个燃烧弹，打算都用掉，用完如果不够就自己制作简易的。一颗接一颗冒着火的燃烧弹扔向了下方的树人，为了效果最大化，专往树人堆里扔。在灵活机智的人类面前，树人真的是胖大，可怜又无助，智商被碾压。叶无穷观察了一下，树人的种类也有所不同，他们有鞭打、果实投掷、能量汲取等基本技能。能量汲取可以扎根泥土，回复血量，
虽然有回血技能，但行动实在太过笨重，回的还没有掉得快。唉，不打都对不起他们。半小时后，叶无穷杀死了1423只树人，平均每只1000能量点，一共就是 142.3W。一下子他冲上了9级 83%， 距离10级已是不远了。原本需要海量能量点才能上10级，没想到掉进未知空间，竟提前解决了这个难题。虽然依旧没找到回新手村的办法，但好歹已经10级了。大部分树人都是被火烧死的，一小部分是叶无穷追杀出来，将他们活活劈死了。鉴于这种怪比较稀有，叶无穷雁过拔毛，亲自收拾了一下满地的掉落物，收获木炭 X4566， 活木 X3789。活木是什么东西？叶无穷瞄了眼说明，有生命的木头是血肉与植物的混合体。不懂，可能是邪化的产物，但既然是紫色物品，那就先收着呗。战后，这小山谷已经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灰烬和残树枝，很多泥土被翻开，满地的窟窿，一副战乱场景。远处覆盖着灰色迷雾的血染森林，外围变得光秃秃，只剩下一些树林太小，没能异化成精怪的小树。叶无穷考虑片刻，仍是坚定不移地朝着森林深处前进。没得办法呀，不探索怎么知道哪里有出路呢？至于未知的危险，那肯定是有吧。但先冲出来一波大象，又来一群树人，连树都成精了，还能再出现什么？泥巴人、岩石人，嗨，出现了再说。最起码现在找刺激去了。这一次没有什么再阻碍叶无穷了。这山谷的地形是外大内小，除了外面的草原加丛林，里头还别有洞天。他成功的深入了20多里，走进了迷雾之中。安全起见，他还戴上了防毒面罩。叶无穷冷冷瞅着森林深处的每一棵参天大树，总感觉对方随时都会爆起。突然，他眼角余光看到一棵树好像是动了，果然有诡异。叶无穷猛然转身，察觉到一股极其阴冷的气息在天地间游窜。他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想象中的树人军团并没有再次出现。山谷里的风吹来，树叶哗哗作响，犹如涛声。唉，叶无穷隐约间好像听到一声苍老沉重的叹息，似乎是男性的声音。他心头一紧，还以为自己中了无形的精神攻击，出现了幻听。不久之后，他看到最深的某处亮起了一道翠绿色的光芒。这里的天色比较阴暗灰沉，所以有光亮起，比较显眼。一圈圈翠绿的淡淡波动，如同涟漪般涌动而出。波动范围之中，阴邪的气息似乎消散了一些，大树们也安分许多，收敛了那种快要成精的感觉。突然出现变故，叶无穷非常谨慎，并未直接上前查看。他以强大的精神力，隐隐感觉到那团翠绿的能量光似乎在招呼他前去。我就不去，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观察片刻，一圈圈的能量波动，范围有限，只能覆盖大概方圆10里。看来这东西实力有限，系统可能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示道：前方有一棵老树，似乎在主动召唤你。叶无穷磨牙：咋？我杀了他的子子孙孙，要报仇吗？有本事就过来。可是这些树人并没有丝毫动作，和刚才外围的那一批仿佛不是同一个族群。叶无穷继续观察，最后是古树仙按捺不住，再一次断断续续的发出奇异的音波。人类，我有事情，拜托你。这道声音苍老嘶哑，有种岁月沧桑感。莫名的，叶无穷听出其中的疲惫与哀凉。真是奇怪，难道真是一头老树精吗？他开口：什么事？你先说，我才能决定帮不帮。深处翠绿的光猛然一盛，一片区域的树木移动起来。叶无穷立刻戒备起来。然而那些树竟然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树人。巨型树人终于有了脸，他有一张苍老的面庞，一双绿色的眼睛，大嘴张合着，发出断续的音节，直接传入叶无穷的脑海中。古树说：我乃树林艾默森。他慢吞吞地诉说，讲述了一段古老的历史。很久以前，此地原本留存着森林中最后的希望，但最后被遗忘了，不知经历什么，自成一个小空间。当年邪化生物肆虐，大陆万族皆是损失惨重。树精是与世无争的和平种族，也被邪化。他们保留了一小片净土，将之封存起来。树林艾默森便留在其中，当作延续种族希望的种子。谁料一丝遗留的邪力最终发展壮大，里面的一些生物也被邪化，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的局面。艾默森占据了空间深处，邪化生物和树木占据了外面。多年来双方一直对抗，再加上生态不完善，
最终只有适应力最强的森林长毛象存活至今。这样的持久战消耗了树林很多能量，他一直在苦苦支撑，直至油尽灯枯的那天，却没想到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他打破了僵局，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已经别无选择。叶无穷沉默地听着，有种不真实感。异界的古代历史这么光怪陆离的吗？我将陷入沉眠。远古树林发出悠长的叹息。叶无穷微微皱眉，他还挺敬佩他坚毅的品格，但生老病死乃是规律。孩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将凝练自身精华。树林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叶无穷能把他凝练后的物品带出去，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使用，制造并壮大树人种族。有了这东西之后，就等于拥有了一个战士族群。白送上门的好东西，叶无穷岂有拒绝的道理？我愿意接受您的托付。远古树林却是叹了口气，犹豫起来。我相信你，可惜你不是精灵一族，不然可以更好的发挥。叶无穷睁大眼，不，我是，其实我就是精灵。树林的老脸上露出疑惑之色。精灵现在活得实在太难了，所以我用一种药水伪装成了人类。叶无穷张口就来，根本不带思考的。与此同时，他暗搓搓的立刻使用了那本在仓库吃灰的暗夜精灵转职书，脚下黑中泛绿的光芒亮起，笼罩了他修挺高大的身躯。唰！3秒钟之后，叶无穷摇身一变，属性面板信息更新，种族中变成了人类暗夜精灵。我可没有骗您。叶无穷摸着尖尖长长的耳朵说，他都来不及照镜子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模样。远古树林呆滞，眼前的人类真的变成了精灵，而且是稀有的暗夜精灵一族。叶无穷原地站了几秒，身形变得若隐若现。种族天赋发动，暗夜隐身。好吧，我相信你。远古树林彻底信了，你将得到我的心，请善待他。叶无穷满头黑线，听起来怪怪的，然而面上不露分毫，反倒无比诚挚恳切，宛若在演话剧。请你放心，听了你的故事，我已经被深深折服了。树人是天生高贵的种族，我一定将您的意志发扬光大，历史绝不重演。叮！远古树林还没说话，系统先开口了。恭喜你觉醒了本命天赋欺诈者金色。叶无穷，你在说啥子？虽然凭空得了一个天赋是好事吧，但欺诈者是什么鬼？他如此正直，什么时候骗过人？这天赋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好？我抗议，这是人身攻击，我才不是什么欺诈者。叶无穷义正辞严表示不满。系统，你欺骗了一名超过9000岁的长者，且不加思考说谎超过20次，详情请见历史记录。叶无穷，你放屁！我真没有骗人啊。第34章远古树林之心 BOSS 出现，邪神虚影降临。我一身浩然正气，怎么能是欺诈者？系统，你莫要凭空误人清白。叶无穷义愤填膺。系统一言不发，拒绝搭理他。最终叶无穷只好含泪收下了系统对他人格与品质的侮辱。真香。欺诈者 SSS 级本命天赋，你天生就是个骗子，说谎是你无法控制的本能。身为欺诈者，你的话有种使人信服的魔力。1级正5%。叶无穷如遇知音，还是你了解我。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啊，这嘴这脑子，他就是不听话怎么办？他才没有说谎，这是声带做的事，莫要赖在他的头上。欺诈者只要骗过的人够多，还可以升级。是的，不怪他，都是系统疯狂暗示他多多说谎的。顺带，叶无穷也看到了自己现在的天赋面板有点豪华，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5个天赋，本命天赋2个都是 SSS 级金色100倍获取欺诈者，被动天赋2个 SS 级黑暗收割地级夜视之眼，种族天赋1个 SS 级暗夜隐身。一眼看去，黄黄的金光闪闪，令人身心愉悦。他研究了片刻天赋，远古树林已是开口，叹息道：可怜的小家伙，精灵与树人往昔荣光已经没落，你以后可要小心啊。叶无穷感受到了老者的那份沧桑无奈与慈祥，再联想到全球几十亿人被迫在异界求生，委屈巴巴，比起衰落的精灵族好不了多少，当下也是叹了口气。我已经做好准备，希望你能信守诺言。翠翁的气息很好。远古树林低声喃喃，叶无穷心头则是一震，他的系统店铺的确有一个小树苗标志，翠翁诚信之神。远古树林竟能感受到他的一丝气息，翠翁竟真的存在，不是神话传说，的确是个奇幻侧的世界。这一回
叶无穷彻底接受了现实。奇幻世界，巨龙矮人和亡灵，地精兽人哥布林，炼金魔法与机械，诸神黄昏列国争。总之，在这里就别讲什么科学了。他思考的几秒钟里，一团翠绿能量从远古树林身体里飞出，其他绿树中也有丝丝缕缕的能量涌来，最终凝结为一体，成为一团成人拳头大小的暗绿色物质，有些像绿宝石，不怎么规则，却透着古朴玄奥的气息，看似苍老，内部却蕴藏着如海一般澎湃的生机。远古树林之心，拿到手的瞬间，叶无穷便与他心意相通。树林的嘱托，他也是彻底明白了。使用这颗树林之心，便能让100-200年的老树开启灵智，改造成树精。而且它不是一次性物品，自然气息可以为它充能，这可就逆天了，等于是可以制造出源源不断的树人大军。叶无穷拥有树灵之心，便是树精的主人。第二个用处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吸收树木精华，用来回血，就是速度有点慢。这东西不愧是金色品质，现在看似没什么大用，但叶无穷作为一个资深松鼠症患者，相信将来一定会有用。叶无穷把远古树林之心郑重地收好，他会好好对待的。从某种角度来看，远古树林的确没有死，只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着，陷入沉眠。说不定哪天找到新的身体，又蹦出来了。而那些失去了生命能量的树木，没多久就簌簌掉落，变成了一堆粉末。叶无穷的视野骤然开阔。好了，这下总能出去了吧？他满怀期待。这个世界就这么大一点，除了四面石壁，他没探索过，算是走遍了。远古树林都没了，还能有啥好东西啊？问题是，这特喵不是副本，不是打完怪就能通关结算的。叶无穷在山谷内部站了片刻，冷风嗖嗖地吹过，一片寂静。叶无穷，好吧，还是要找出路。他觉着自己的村长之位怕是没指望了，恐怕长时间不与外面联系，大家都以为他凉了。估计等他回去，大局已定。行吧，没有就没有，但卡在这个小世界里也不是个事啊。得亏树灵和树精不喜欢移动，能待上几千年，把它扔在这地方，几天就受不了了。更何况，树灵经过漫长的努力，虽然净化了大部分的血染气息，但仍有一些残留，待久了会被污染。就在叶无穷掘地3尺找出路的时候， C2050 新手村，4小时过去，村长竞选第1阶段已经结束，选出了前100名。离谱的是，头像已灰的叶无穷仍然排在前3，投票数还在缓慢的增加。实在是前100虽然都算人中豪杰，可比起巨老还是逊色不少。有些人投票是想着算祭奠一下吧，论坛还是不能接受。我每天疯狂升级，就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睡他，我还没睡到啊！可恶，没有机会了。世上又少了一个帅哥。他走了，把20倍的求生难度留了下来裂开。好冷，呜呼！一些人仍在讨论逝去的大佬，另一些却是竞选积极分子。虽然自己并不在名单里，但不妨碍他们发动其他人。第2轮，大家别急着投票，听我说，不要相信花里胡哨的竞选词。等他们上位是什么样，谁都说不好。想上位必须付出代价。我们村民以后极有可能被剥削，现在是反剥削的唯一机会。就是当我们傻。万人斩大大，如果你给我发100个金币的红包，我就给你投票，嘻嘻。能活到现在的人，只要不傻，都知道权力有多重要，最起码不会被压迫。叶无穷不在，万人斩现在威望最高。他本以为失去最强的对手，竞选之路会顺利些，却是幺蛾子不断。一群刁民极不配合，一些竞选者为了拉票，竟真的开始高价买票。很快，村长竞选陷入内卷，万人斩刷怪升级，有些恼火。这些人搞什么？心眼子这么多，生存与实力才是第一要务。严寒天气尚未结束，村中秩序混乱不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不知为何，今天村里的黑影怪物数量格外的多。这种怪很是难打，还擅长发动精神攻击。系统公告 ：C2050 新手村邪神虚影降临，请全员做好战斗准备。一头数百米高的黑色虚影在漫天飞雪中缓缓浮现，它的周身无穷无尽的黑影怪翩跹盘旋，如蝙蝠一般迅速四散，开始狩猎狂欢。第35章终极 BOSS 危机及转机，被遗落的小象。这将是一场屠杀。看着系统视角中那个数百米高的大怪物，许多人都莫名想起了这句台词。新手村范围太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邪神虚影，但可恨的系统直接开启了系统视角的直播。邪神虚影漆黑而狰狞，
周身像是覆盖着层层蠕动的黑色鳞片。很快，那些鳞片脱落，在空中飞旋。原来不是鳞片，而是一只黑影怪物。整个邪神虚影恐怕就是无数的黑影怪组成的。这种黑影怪已经出现有一段时间了，精神属性低的人会受很大影响。只是接连2天的结算奖励，使得全村人的全属性增加很多，大家精神属性都变强了，黑影怪也出现少了，便没人再在意。没想到今天这么多，乌泱乌泱的全都是黑影怪。脱离母体之后，飞翔速度很快，朝着4面8方扑去，最多3个小时就会遍布整个新手村。如果不能快速清理掉，又不能将这个邪神虚影杀死的话，新手村将被怪物潮淹没。最可怕的是，这小黑玩意长得诡异，扁扁的，看起来像在地上蠕动，犹如影子一般。它好像是2维生物，却又能变成3维，扑起来咬人。如此奇异，直接让很多人一下子就把它理解成了鬼。这破东西防御奇高，又像是打不死的小强，除非精神类或魔法类的攻击，才会对它造成大量伤害。可是有几个人会精神攻击？大部分都是物理伤害。我的妈呀，头皮发麻！密孔患者当场去世。妈妈，我要回家。操，我这里有了，到处乱爬，比蟑螂还可恶。怎么还没人发现有效攻略啊？这样下去是要凉了。最初的混乱过后，系统再次发布公告：邪神虚影降临进度 1%， 预计降临时间8小时。一些原本还能呼吸的人听到这消息，简直当场窒息。这尼玛才1%就已经这鬼样子了！我投降，可以让我回家吗？这是终极 BOSS 吧？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其他村是不是也像这样？还是只有我们有这样的待遇？这是不是难度20倍的一部分？低调帅哥，我与你不共戴天！我现在就来练刺客，做鬼也要捅死你！邪神虚影骤然出现，整个村子乱成一锅粥。那些村长竞选者则更为蛋疼。本来环境就很恶劣了，想获取选民的信任非常困难，现在更是冒出了这么多怪，谁还有心思搭理他们啊？选个毛，选了村长能解决这些怪物。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再次深刻认识到，这个一村之长实在是任重道远，对个人能力要求极高，否则稍有不慎便会让村落走向覆灭。之前他们有点盲目自信了，当下便有20几人念头通达，直接取消竞选，退出了这场强者的游戏。好多怪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怪。万人斩此时却是盯着噗噗噗不停冒怪的邪神虚影，双眼放着饥渴的绿光。这些黑影怪在别人眼中是诡异与恐惧，在他这里却代表着能量点。大家早就测试过了，黑影怪是8到10级的特殊怪，能提供的能量点可不少。再说了，村里有这么多人要升级呢，可怪物数量似乎远远跟不上啊。这突然就来了一个刷怪龙，好东西啊！果然，于危机中见转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老天把这个机会亲自送到了他手上，务必抓住！万人斩哈哈大笑，豪情迸发，立刻到论坛发帖道：大家不要慌，这是好事。他简要的分析了一番，从升级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好事，但这是默认能打死怪的情况下，打不死怎么办？邪神虚影完全降临了怎么办？万人斩颇有霸王之风，不客气道：我现在就是临时村长，所有人听我号令。他教大家怎么打单只黑影怪。最后，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单刷黑影怪，这种人只需要自保就好，等着别人救援吧。为了稳定人心，万人斩再次抛出重磅炸弹。大家都知道我的天赋是火焰操纵，所以其实我魔武双修，魔法火焰对黑影怪物有额外伤害，这是他的底牌。某个人在的时候，他从来都不能好好的装逼，现在终于痛快的说出来了。但大 boss 该怎么打，的确是个难题，还得好好想想。未知空间，可恶，黄花菜都凉透了。系统不在服务区，时间也显示不准了。叶无穷完全不知自己在这鬼地方待了多久，还是没找到出去的路 QAQ， 要在此地养老的节奏。然而，哪怕所有办法都尝试过，他也绝不会放弃。现在还剩下2个办法：一是发射太空飞船那样把自己射出去；二是他看着高耸的石壁，这石壁总有尽头吧？不知是否通向天外？实在不行，只能爬上去看看。难度很大，几乎是竖直的峭壁，但没有其他办法了。叶无穷绕着石壁转圈子，找一处合适的攀援之地。他之前的那个是随便选的，其实不利于攀登。走着走着，他发现了一个探索盲区。由于视角的缘故，一块小山般的大石后面竟然别有洞天。他顿时又不急着走了，先瞅瞅去。
这块巨石处在之前的邪化区与净化区交界处，偏向邪化区。它宛若一个天然石门，挡住风雨和视野。后面就是一个幽深山洞，附近乱石嶙峋，隔绝了树木生长。叶无穷攀上巨石，往下观察，发现遍地都是干燥的动物粑粑，臭味飘荡，里面发出了动物的叫声，有点稚嫩，软唧唧的。叶无穷登时明白了，这里是长毛象的巢穴，里面似乎有个小家伙，大小也是个怪，蚊子腿也是肉，不如顺手刷了。于是他就钻了进去，差点没被里面的味道熏死。山洞里光线昏暗，凭着良好的夜视能力，叶无穷看到一道胖墩墩的身影窝在地上，的确是一只小象，有点傻乎乎的感觉，迷茫的哼哼唧唧。外面的七头公象早就凉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叶无穷，这只暗夜精灵悄无声息地走近他，近了，他才看到小象后面的景象，不禁呆了一下。那是一头母象，已经死去多时了，尸体高度腐烂，此地没有蝇虫，但该有的气味一样不少。小象却仿佛闻不到，仍是趴在母象附近，不时发出呼唤般的叫声。第36章，坐骑。大佬就是大佬，死了还能刷怪。一旁放着一堆长满绿叶的树枝，小象轻轻用长鼻子卷来，送到母象旁边前，似乎在叫它吃东西，又像是想叫它陪自己玩。你是不是傻呀？叶无穷看懂了，不禁有些触动。动物也有赤子之心，有亲情。以前倒是有过母象守着小象尸体的新闻，现在角色颠倒，同样令人唏嘘。这时小象终于发现有异样的气息闯入，他紧张地站起来，发出警告的高亢嘶鸣，声音很大，装作很厉害，试图驱赶入侵者。好家伙，体型跟那几只成年象比是小象，但他站起来比叶无穷还稍高一头。啊！小象似乎遗传了父辈的暴躁，嗷的一声冲了过来。叶无穷一个闪身，他就砰地撞在墙上，眼冒金星，有点爬不起来。叶无穷没眼看，唉，真的好蠢啊！杀他仿佛是以大欺小。他犹豫了一瞬，在艰难的抉择，杀还是不杀？杀吧，有点于心不忍。不杀，可这玩意儿也是邪化生物啊。另外，此间基本没什么树和草了，恐怕要不了多久，他一样会饿死。小象则是挣扎爬起，坚持不懈地驱赶他。尤其是看到他接近母象尸体之后，他更加暴躁。但山洞不算太大，叶无穷只是走个位罢了。他被迫还击，重剑一下就把小象的皮肤砍破了。这防御比起成年象差的太多。这样，他看到了小象的属性，邪化程度 25%。之前的大象可没看到这一条，说明邪化满级了。可能小象出生不久，只被污染了 25%， 似乎还有救。叶无穷突然脑洞一开，有个大胆的想法。那个啥，上次打英国人，人家连野猪都骑，我骑个小象不算过分吧？更何况他手上还有一个鲜血图腾安坦的图纸，可以自己做各种安具，所以他打算把这玩意儿收服，当做坐骑，代步一定很方便。当宠物是有点难，小东西打小就被邪气污染，肯定影响了智商的发育。把野怪收为宠物或坐骑，流程倒是差不多，就是把他们打残，打到只剩一丝血，再发动契约，不行就给他回血，再继续打，让他们在反复去世中体会一下什么叫人心险恶，不得不从。目前有系统在，契约不需要特制的卷轴，直接有契约的选项。小长毛象血量还剩 35%， 叶无穷发动了坐骑契约，小长毛象狠狠地拒绝了。叶无穷拍了他一巴掌，小长毛象血量跌到了 18%。 叶无穷再次发动坐骑契约，小长毛象犹豫片刻，再度拒绝。这觉悟不行，需要接受一下学前教育啊。叶无穷把回血药剂硬塞进了小象嘴里。10分钟后，山洞外的空地上，叶无穷溜起了新鲜出炉的坐骑，忠诚度有点低，50点，随时都有可能叛逃。来，吃根香蕉压压惊。叶无穷从仓库里拎出一串香蕉，成熟果实的气味，香香甜甜的，无比诱人。叶无穷自己都有些饿了，本就被邪化减制的小象哪里有抵抗的意志？嗷呜嗷呜吃下去，双眼都亮了亮，可能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的坐骑憨憨对你忠诚度加20，好，也是个吃货，很容易搞定。叶无穷已经学了安坦图纸，打造了一副柔软、漂亮又结实的顶配安坦，给他装上。小象只有半血，但驮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是第一次被骑，他很不习惯，这很正常，刚到手的坐骑少不得要被调教一番。教了一段时间，叶无穷发现这小家伙真是不负憨憨之名，有点笨。象的智商算高的，但邪化生物智商打骨折。树林之心，
之前就能净化邪气，现在应该也可以吧？叶无穷拿出远古树灵之心，先把憨憨净化一下，然后教他怎么做一直好坐骑，起码得听懂一些指令。最后再说出去的是 C2050 新手村，万人斩收购了一波物资，便开始打群怪了。先是用精神攻击药水降低自己的精神，很快大批量的黑影怪物朝他迅速移动。他在使用有魔能加成的药水，拿着大法杖变身火系法师，用范围攻击可以很有效率的刷怪。只要有足够的回蓝药水，就能很有效率的升级。就算没蓝了，他可以拿出双斧变成狂火战士，特别淬炼过的武器也能打出火焰伤害，比不上魔法，但比单纯物理攻击有效很多。这边万人斩快乐地刷着怪，村长竞选页面，他的个人积分却是迅速上涨。有些人留意到这一点，疑惑不已。难道村长竞选和这怪物有关？这是给村长候选人的考验吧？有人几乎猜到了真相。全村击杀的黑影怪超过1000只的时候，系统公告揭示谜底。村长竞选第2阶段，除投票外，击杀黑色邪灵的数量将转化为积分。村长竞选第3阶段，除投票外，对邪神虚影的伤害将转化为积分。至于第4阶段，系统并没有说，可能是要看邪神虚影剩下的血量吧。如果他还很健康，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人拍死了呢。那就竞选个球。万人斩一听，杀得更起劲了。他从小就对那些留名青史的武将羡慕不已，但他如果是武将，必定造反。现在穿越了，实现梦想的时候到了。先从村长做起吧。某个低调的帅哥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就连胖子也实在没有办法，离开了叶无穷最后出现的区域。总不能一直傻呆在那里等吧。他一边刷怪升级，一边留意着其他线索。为什么低调大神的积分也在涨啊？大佬不愧是大佬呀，死了还在刷怪。论坛上有人问道，很快就引来了一些人热议。我去，不会吧，大佬诈尸了？可头像明明还是灰色的呀。我知道了，大佬可能变成了鬼修或者亡灵勇士，所以可以诈尸。他一定躲在哪里悄悄刷怪呢。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下鸡巴猜测。胖子一看，精神一振，但是组队信息里并没有叶无穷的动静。他探查一番，终于破解了谜团。原来是矿山防御塔和矮人的击杀算在了主人头上。黑色邪灵攻击人形生物，连矮人也不放过。矮人也不是吃素的，当下抡起锤子搞子反击，再加上稳如老狗的众多防御塔，于是头像灰色的叶无穷竟然也拥有杀怪积分。胖子属实无语，离了个大谱。老大呀，你到底在哪里啊？唉，他现在满心悲观，看那邪神虚影又高又大，不停噗噗噗吐了有几十万的小邪灵吧。这 boss 太凶了，肯定打不动啊。等 boss 彻底降临，搞不好要全村团灭。第37章邪化光环。氪金，叶无穷的出路。随着邪神虚影降临进度增加，他的周身淡淡黑气弥漫开来，在洁白飞雪映衬下格外显眼。一些人已经感觉有些不适，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感压迫着他们，使得人精神紧张，无比焦虑恐慌。透过系统视角，一些胆大的人观察邪神虚影，发现问题，怕不是有降至减寿光环，黑气好像在扩散，看起来很不祥。邪神虚影降临进度超过 20% 的时候，系统公告，邪化光环已开启，请各位抓紧击杀邪化生物，否则村庄将沦为邪化之地。C2050 新手村范围内所有人都多了一个负面状态，邪化中。邪神虚影污染了这里，你正在遭受邪气侵蚀，精神缓慢下降，直至失去理智。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卧槽，太狠了吧！ BOSS 还没降临，就这样了？大招还没放吧？这里是新手村，我们是新手啊，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大家冷静点，从系统描述看，邪化有漫长过程，增强意志也许可以抵挡。众人与黑影怪物接触的几天里，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这玩意看起来厉害，却怕精神力高的人。意志坚强，情绪稳定，心之力，心也是拥有力量的。有些人一往无前，再苦再难也不退缩；有些人却多愁善感，软弱无力，稍有不顺便怨天尤人。这就是心力的差距，是决定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水蓝星，一些人还不觉得有什么，但异界求生，心力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打不动怪的都躲在家里，家园受新手期保护。然后跟我念正气歌，增强意志。求扩散，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有人提供了一个防御办法，其他人纷纷脑洞大开。精神攻击就用精神防御，妖魔鬼怪吃俺一棒。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八麻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这玩意儿还挺有效，减轻了邪神和黑色邪灵带来的紧张压迫感。抵御邪物，若是意念被压上一头，一步弱，步步弱。问题是这样做只能增强一些防御，没办法，杀怪什么的交给大佬吧。哇，我刚刚成功抵御了幻灵的精神攻击，精神加1。我也是，听大佬说杀死一只幻灵，精神也有加成。我们也不是没有希望啊。精神属性很难练，但眼下竟是一个刷精神属性的好机会。我算是发现了，这里滚雪球太严重了，能抓住机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都别怂，胆大一点。BOSS 当前，第一大佬惨遭不幸，新手村原本士气低落，但大家同心协力，相互鼓舞，好歹是没有直接崩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阶段的4个小时即将结束，邪神虚影的降临进度也到了 59%， 他的邪化光环也越来越厉害。更恐怖的是，此时的新手村黑色幻灵的数量已经多达1000万只，犹如蚁群一般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黑压压一大片。如果被包围，哪怕他们每个只来咬一口，也能将人秒掉。即便是万人斩，也只能退回家园区，借着家园的防御，在家园边缘才能继续刷。他已经连续战斗了很久，虽然精神属性得到加强，但体力经历极大的消耗。这样不行啊， BOSS 还没开打呢。他决定休息一下，养精蓄锐。看着那个几百米高的大怪物，万人斩头一次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太难了。这么夸张的一个 BOSS， 他怀疑还是和某人有关。低调的帅哥，现在的积分竟然在竞选人里还能排到中间，排后面的几个人感觉到莫大的羞辱与震动。考虑之后，选择了放弃竞选。这踏马根本就不是凡人的游戏，也不是强者能参与的，而是神的游戏。未知空间，叶无穷被困这里，感觉时间过得非常慢。他已经把憨憨小象调教的都快会喊爸爸了。爬上去，耐心耗尽，他必须出去。叶无穷仰望高达万丈的石壁，预估着难度，模拟可能出现的问题。万一爬上去也出不去咋办？忽然，他发现蓝天好像有点糊了，模糊不清。他微惊，我突然近视了，邪气污染了眼睛？不可能吧？又盯着看了片刻，天空越来越糊了，像是要融化似的。叶无穷感觉到天地巨变即将发生。系统大爷，这个空间是不是有大事发生？系统大爷还是愿意搭理他的，但很懒，不戳不动。戳了他才说，遗落的远古空间能量严重不足，正在崩解，预计时间30分钟。叶无穷，卧槽，那我怎么办？会跟着一起消失吗？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一个世界的彻底消解，那不是蔑视吗？有点震撼。系统老哥，咱也认识这么久了，也处处感情了，您帮咱想想办法，以后如果发布什么任务，我一定全力完成。为了生存，叶无穷脸也不要了，可劲的跟系统唠嗑。系统可是天道化身，筋大腿老粗了，看起来莫得感情，但他有时问些问题，系统心情好也会回答一下。系统仿佛思考了一番，过了会，系统构建通往 C2050 新手村的空间通道，花费100万伊纳尔金币，是否？是。叶无穷咬牙切齿的应下，你咋不去抢？一下子花掉100万，口袋里只剩 15W 了。氪金能解决问题已经很好，但贪财靓仔的心还是好痛。他一时不知自己为了刷怪招惹了那群鹿，然后掉到这空间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就是说，远古树林之心再加1头像坐骑，价值100W。哦对了，他还升到了9级，想想钱花的挺值。此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他发现系统这个狗东西其实有事是可以商量的，前提是付得起价钱。系统拿钱立刻办事。一道洁白的传送阵出现在空间之中，通道构建中。叶无穷怀疑系统就是为了整他，所以还得读条。然而 C2050 新手村阴惨惨灰蒙蒙的天空中，却也出现了一个洁白的传送门。很多人震惊了，那是什么？又来一个大怪物。第38章天神下凡，叶无穷归来。天空中一团洁白的漩涡状能量缓缓变得清晰，这再次出现的异兆让很多人大惊失色。一个邪神虚影都够受的了，怎么又来一个？这不是要命吗？立刻团灭的节奏。只是这次出现的异常能量却是白色，相比起邪神的诡异黑纯白，被衬托的有几分圣洁意味。或许不是什么怪物呢？祈祷一下，可能是来帮我们的。
这么白的光，不会是天使吧？一群人惊疑不定，胡乱猜测。能打黑色幻灵的就打，打不了的全龟缩在家里关注战局。他们算是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辈子都别想当什么咸鱼了，只有死人才会悠闲。系统把大家算计得死死的，想要应对新手期，摆脱一团散沙的状态，必须要选出村长，而竞选村长是对顶层强者的考验，必然会召来 BOSS。 总之不打不行，除非愿意陷入混乱无序、满盘皆输的状态。唉，真是错怪某帅哥了，这次的大怪跟他没有关系，希望他显个灵，帮我们打 BOSS 吧。好紧张，还有4个小时，邪神虚影就彻底降临了。系统非常准时，到点提醒，竞选第3阶段开始。邪神虚影降临进度已超过 60%， 请尽快击杀。终于可以打 BOSS 了，而且必须4小时打完。问题是怎么打呢？万人斩现在也有村长的威望，他琢磨了下，召集了一些有弓箭的人，抓紧去打 BOSS。 邪化气息已经让天地间有些灰蒙蒙的，如果他彻底降临，恐怕要暗无天日。好在系统面板出现了一个参与选项，选择参与打 BOSS 就可以直接传送到邪神虚影附近的安全地带，省去了跑路的时间。上百个手持弓箭的人类分散站在邪神虚影四周，怪物如此巨大，他们渺小如蚂蚁，射出的箭枝更显得无比细小可笑。一轮射击之后， BOSS 头上终于显示出了血条。众人尼玛，很多弓箭质量太差，都无法破开 BOSS 的防御，这特么怎么打？万人斩看了一下伤害统计，除了几个魔法师造成的伤害稍高，还有几个弓箭手数据远超其他人。这些人用的弓附带了一定魔法伤害，箭矢也有一定特效，虽然等级都比较低，但好歹是有一丝效果。紧要关头，万人斩想起了万宝阁，很多人都在这家定制过武器，装备品质极好，比打怪豹的大多数装备好多了。万人斩立即发出消息，兄弟，现在需要特殊属性的弓箭，你可以改制吗？消息如石沉大海，论坛上其他人也有反应，今天万宝阁好几样东西没货了，掌柜居然都不管。唉，万人斩心中明白，那货是个财迷，有钱都不赚，大概率是出事了。无奈他只能向其他人求助。新手村这么多人，有些人不擅长战斗，在各种生产领域有些潜力，民间也有铁匠铺，小本经营，发动起来也是一支应急的力量。1号矿山，多打一些吧，这是老大的意思。对，他打怪去了，非常忙。胖子正在和矮人定制装备，看到万人斩的发言，他考虑了下，决定大量定制。扯虎皮做大旗，就说是叶无穷要求的，老大要是在的话，绝对会这样做的。叶无穷的确会这么做，但他还会把成品变成100倍。矮人顿时忙得不可开交，胖子帮忙收罗魔法属性的材料。打 BOSS 大业在缓慢的进行中。未知空间，再过不久，叶无穷就要穿过重金购买的时空通道回新手村了。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系统能帮他开辟一个2阶通道就不错了，并没有告诉他通道的着陆点在哪里，一切皆有可能。半空、水里、森林、岩浆、泥土中穿梭时空成功，却在着陆之后摔死，就搞笑了。于是叶无穷全副武装，装备好了巨大的降落伞、防毒面罩，还找出了一个钢盔戴上，最后把憨憨小象扔进坐骑空间中。万事俱备，只欠穿越。叶无穷颇有几分期待与感慨，父老乡亲们，我想死你们了。想必大家也是一样，对他思念的紧。他时常能感觉到来自新手村的呼唤，有人在经常念叨他。系统，时空通道构建完毕，可以使用。叶无穷深吸一口气，决定相信系统的手艺，毕竟是转瞬之间把全球青壮年带到这异界的神秘存在。区区2界穿梭，算得了什么？他走进了洁白的传送阵之中，唰，眼前白光无比刺眼。叶无穷闭上眼，在次睁开的时候，立刻感觉到嗖嗖的寒风。很好，他的确回来了，果然是在半空。下一瞬，他锐利的目光一凝，盯着前方。对面的生物缓缓转过头，也是盯着他。叶无穷视野中出现了一张巨大、漆黑、狰狞、丑陋、变幻不定的脸，一个顶天立地的巨大怪物。卧槽，系统就是这样欢迎我回家的。几乎同时，叶无穷看到了这玩意儿的名字，邪神虚影。现在系统回到服务区，叶无穷这里一堆系统公告疯狂刷屏。我不在的时候，果然发生了很多事。叶无穷在空中急速下落，与漫天的黑色幻灵擦肩而过。这么多怪，你们是打了多久？叶无穷又惊喜又心痛。心痛啊，大家一直在打怪，竟然不带他一起，损失了10个亿。
叶无穷估摸着距离差不多了，降落伞呼啦啦的张开，放缓坠落速度。此刻，新手村所有人都是盯着系统对邪神虚影的直播。那个从白色漩涡中冒出来的东西，正与 BOSS 同框，画面无比清晰。一个人形生物自漩涡中走出，通体包裹在万丈白光之中。他身披盔甲，全副武装，高大挺拔，形态优美而充满力量感，神圣不可侵犯，高贵宛若神祇。天神下凡，神兵天降，这场景让很多人惊呼不已，睁大双眸，无比震撼。不是怪物，是大佬！卧槽，低调大佬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有眼尖的已经认了出来，他是不是投胎之后又回来了？真扯淡，他也许根本就没死。对，肯定是没死，又有了什么奇遇？一群人非常疑惑，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摆在眼前，唯有奇遇能解释。更多人根本来不及关心叶无穷怎么回事。大佬，你终于来了，快把这个丑 BOSS 锤死啊！哭腔。第39章刨冰。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大佬居然回来了！许多人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仿佛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就有些破防。他们已经在邪气和漫天的黑色幻灵面前坚持了很久，几乎用完了一生的意志。原本以为这场战斗不管如何努力，终将以失败告终，没成想叶无穷不知从何处归来，仿佛受欺负的小孩终于找到了家长，激动之余又有些委屈。你怎么才回来？知道我们受了多少委屈吗 ？QAQ， 或许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他们抓住了目前唯一的希望。没来由的相信，第一大佬一定有办法弄死 BOSS 的。那个乘着降落伞悬浮在半空的男子，今天就是下凡的天神。邪神虚影真的很高，叶无穷离地面200多米，才差不多到 BOSS 的腰间。耳畔风声呼呼，不时有黑色幻灵像蝙蝠一样撞过来，皆是被叶无穷一剑劈成2截。他的剑经过改造，附带一些属性伤害。他本人精神力很高，刚刚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将自身念力附着在武器上，有了这样的加持，重剑简直变成了克邪之物。但这样只能对付小怪， BOSS 肯定没这么简单。叶无穷缓缓下坠，有一丝担心 BOSS 会不会突然出手。他原本黑漆漆，面目模糊，但是叶无穷凭空出现之后，他硕大丑陋的脑袋便转了过来，死死地盯着他，显然起了极大的兴趣，就像狗看到了肉包子。叶无穷记起他的状态上有一条是邪神残念的注意，你要小心了。邪神残念觉得你很有趣，想来找你玩。现在他真的来了。不，系统用词从来都很精准，这只是个虚应，绝非邪神本尊降临，此处不过是小小的新手村，接待不起。叶无穷冷哼一声，管你是什么鬼东西，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他此刻最痛恨的是，就是手中没有一把加特林。有良弓，但叶无穷没有急着打 BOSS。第一件事是先安全着陆，第二件浏览系统消息。他以飞一般的速度一眼扫过，看到些要点，大致明白了现在的情况。很幸运，村长竞选还没结束，而且这个鬼东西应该跟他没关系吧？似乎村长竞选必定召唤 BOSS 作为竞选者的试炼。队伍里，叶无穷的头像重新点亮，队内聊天也是爆了。一拳破天，太好了！快想办法打 BOSS。独孤不败，我们近战也想参加，可是没有弓箭。秦牧，大家别急，给他点时间了解情况。叶无穷赶紧回复，我正在想办法。胖子私信他说，吩咐矮人打造装备了，情况紧急，怕生产力跟不上，干脆叫会锻造的矮人一起上，会造弓的造弓，不会造的打箭。这下矮人们也过了一把瘾。做得好，小胖还是挺机灵的。叶无穷一边往家园区域赶去，一边把可能用到的材料交易给胖子。20分钟后，叶无穷终于回到了1号矿山。矮人们忙碌非凡，个个忙得像是开了加速键。好在之前囤了几乎1天的金属锭，省去了冶炼的过程，效率大大提高。他们已经造出了145把长弓，还有1万多支铁头剑。叶无穷勉励了大家几句，让他们继续工作，接过装备。对弓和剑分别使用了100倍技能，一下子武器爆炸般增长。1.45W 弓，100W 加的剑。叶无穷直接发了2个全村宝箱，设定为5级以上的人才能领取，并附言没有把握的不必勉强。打 BOSS 是很危险的，射手负责打 BOSS， 旁边还有人负责保护他们，杀那些密密麻麻的黑色幻灵。2分钟，军备发放完毕，2个宝箱被领光。邪神虚影四周站的全都是人，剑雨纷飞。与 BOSS 相比，剑只很是细小，可是数量多了，看起来也很壮观。无法参战的一些人紧张地看着系统视角。暴雨梨花针，加油，
加油！几十秒，伤害数据就出来了。叶无穷分发的武器伤害的确要高一些，但大家打出的伤害都是100-200而已。而 BOSS 的血条不知有多厚。时间只剩下不到3个半小时。叶无穷看了眼实时输出统计，感觉不行，1万多人在输出，但还是不够，人手不足。我还有张游侠图纸，从东条义雄那里得到的游侠兵营紫色图纸，本以为暂时不会有机会用上，现在没有比它更好的提升整体战力的选择。叶无穷立刻就在矿山选了一片空地，开始建造游侠兵营。兵营这东西和矮人城堡不一样，矮人城堡是固定属性的，兵营的建造材料除了必须之物，还可以添加额外的材料来改变兵营属性，进而改变可召唤兵种的属性。叶无穷去交易市场，迅速把建兵营的材料凑齐，又加了各种属性的魔法晶石，特意问了系统这样会不会有问题。系统回答不会，只是召唤出来的游侠不再是单一属性，每人有几率获得任意魔法属性。开建需要时间2个半小时。叶无穷，大爷的，等到建好，黄花菜都凉了。要是能加速就好了。系统大爷，你这么英明神武，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系统果然好整以暇的出现了一个加速选项，10W 金币召唤时空能量来帮忙，3秒完成。叶无穷深呼吸，不就是钱吗？克，时间就是生命，花钱就能买命，该知足了。系统奸商，本性不改。叶无穷再次痛失大量金币，一定要想办法找不回来。一座翠绿兵营自白光中缓缓浮现而出，巍然耸立，可以召唤游侠了。兵种的召唤需要的材料多一些，金币、勇者血液以及召唤者战力最低12阶。此外还有装备，需要提交一套装备作为默认装备。坏处是不会返还，好处是以后召唤的所有兵种都会拥有默认装备，并且绑定扒不下来的。但长线来说，召唤者还是赚了。叶无穷思考片刻，直接把自己的紫质长弓交了上去。没办法，这是他手上品质最好的弓了。其他的盔甲、护腕、护腿、饰品则是好说。至于召唤数量，叶无穷直接把手上的材料都用上了，能召多少是多少。可召唤537人，叶无穷使用了100倍获取技能，53700名游侠，太多了。游侠兵营附近的空地出现了茫茫多的淡绿传送门，一道道高挑匀称的身影，或男或女，皆是手持几乎1人高的长弓，全身披甲，迈步而出。他们自觉主动地排列成方阵，明亮锐利的眼睛盯着叶无穷。雇主大人，第40章击杀，我们牛逼，奖励太多，全村福利。叶无穷朝他的游侠雇佣兵们颔首示意。没等5万多游侠召唤完成，他已是神情严肃，朗声动员道：各位，看到那个高大的怪物了吗？他正在祸乱众生，这就是我召唤你们的原因。各位尊敬的勇士，拿起你们手中的弓箭，狠狠戳爆他的脑壳吧。是，雇主大人。一群游侠齐声回应。来不及做更多的交流，他们接到了雇主的战斗任务，必须去完成。1分钟后，53700名游侠统统自召唤阵中走出。叶无穷的个人状态多了随从一项，他选择参战。眨眼之间，系统光芒笼罩下来，将他和游侠们一起转移到了邪神虚影所在的区域。新手村的参战人员分布在大 boss 数里之外，不敢太过接近。野外空地多，本来四周尚有不少空位，可是眨眼间冒出了许许多多衣着打扮相同的长弓手，把 boss 周围的位置挤占得满满当当。参战人员都蒙圈了，啥情况？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人？哇靠，好大的弓，攻击力一定很高吧？有杀气，训练有素啊！看直播的那些人则是看得更为清楚，这群穿着制式装备的弓箭手是随着叶无穷一起出现的。第一大佬，这些不会都是你带过来的吧？我去，这也太凶了，怎么做到的？大佬，你嗑春天的药了吧？这么狂暴！很多人惊得目瞪口呆，不知不觉就被奋勇争先的游侠们挤到后面去了。尽管人马齐备，还不用操心剑之消耗，叶无穷却仍没有掉以轻心。好在战斗时有专门的战斗频道，可以喊话：叶无穷，大家都让一让，让游侠上前。本村的这些人战斗力肯定比不上游侠大军，另外这也是为大家的安全着想。但这样团团围住，胡乱射击效率并不高，这可不是游戏，有友军伤害豁免。射箭技术差，很容易越过 BOSS 射到后面的人。因此叶无穷命令游侠列阵，5万多人分为4个大方阵，围住 BOSS 的4面，每个方阵又分了3层，每一层射击时，其他2层准备或休息，这样就可以保证每时每刻都在输出，节奏稳定，
没有空窗期，因为拉弓射箭也是很累的，打 BOSS 又是个漫长的过程，就和跑马拉松一个道理，前期猛跑，体力消耗巨大，很快就崩了，要从一开始就保持节奏。不多久，训练有素的游侠就开始以4个方阵3轮射击，蓝色的能量箭一波一波密集如雨，几乎是前一波刚命中，后面一波又紧跟着袭来，完全不带喘息的。这一幕又是惊呆了所有人，好整齐啊，美如画。强迫症患者一本满足。对，刚才乱糟糟的，什么都看不清，还有好多人被猪队友射伤了。挖槽，大神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把打 BOSS 弄得跟阅兵仪式一样？哎，大佬一出现，事情好像变得非常简单。原本的参战者也是无语了。马德，人和人真是不能比。就不说某位低调的大佬了，这群游侠是人吗？这是什么装备？什么臂力？打如此皮糙肉厚的 BOSS， 竟然也能一剑2000加的伤害。问题是，不是一个游侠这样，个个都这样。这群人虽然长得不同，但打扮和气质一模一样，就像复制粘贴出来的。跟游侠大佬一比，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是多余的哇！一时间，大家心中充满了对游侠们的羡慕。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强就好了？除了极少数踊跃参战的人继续输出之外，其他人转而清理起了周围的小怪。打 BOSS 也是很累的，这种事就交给专业人士去做吧。大家各有分工。至于叶无穷本人，他没有长弓了，也不会傻到跑去和一个几百米高的 BOSS 玩近战。他的任务是拉仇恨。自从他出现，邪神虚影就画风一变。原来他不是只会站桩，而是缓缓地朝着叶无穷所在的方向挪动。除了持续释放邪气、黑色幻灵之外，邪神虚影还发出了声声诡异的邪笑，以及没人能听懂的，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音。这些统统都是精神攻击。他还总是抬起大脚丫子，想要把蚂蚁一般渺小的叶无穷给踩扁。叶无穷不断闪躲着，在邪神虚影的脚底板戳上一剑。胖子吐槽道：“老大，你仇恨拉得好稳啊，完全不用担心 BOSS 会攻击其他人。”叶无穷羡慕吧？他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被邪神盯上的，离谱。好在5万多名游侠输出加在一起非常可观，邪神虚影尚未完全降临，实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抓紧时间，完全有希望胜利。3个小时后，邪神虚影降临进度条卡在了 99%， 定格，成为永恒。随着最后一丝血量清空，这个巍然矗立的庞然大物发出了痛苦而不甘的嘶吼，这同样也是精神攻击，震得人脑仁刺痛不已。幸好这可怕的魔音随着他的死亡戛然而止。系统公告：恭喜 C2050 新手村击杀 BOSS 及生灵邪神虚影，完成对该生物的手杀，20倍难度。此时此刻，整个新手村沸腾了，万众参与，数次转折，希望渺茫，绝处逢生，竟然还是20倍难度的。系统之前没说，是怕直接把我们吓得原地去世吗？我们居然这样牛逼！我去，是游侠牛逼，大佬给力，跟你没关系，我不管，我们就是牛逼 Plus。在这如此喜庆的时刻，众人都是大笑起来。新手村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叶无穷一般留意到了系统的用词，在想手杀，也就是说这玩意儿还不止一只，救命！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此时没人舍得再分心去想别的，都是专心听着系统接下来的公告。奖励，一大波奖励正在抵达。首先是经验值，击杀20倍难度邪神虚影，本村所有成员获得100W 能量点，这是额外的奖励，每个人都是如此。许多没有参战的人无比惊喜，及时雨呀，他们10级有望了。第41章丰厚奖励，领到手软，坐收系统奖励才是最爽的。天啊，我一下升到了9级，距离10级只剩 89% 了。我也到了9级，我去，9升时居然需要 170W 能量，这难度是不是有点不合理？管他呢，反正我现在9级了。等级榜上一下子多出了上百个超过10级的，这些人妥妥的全身都是肝，升到9级的更是一抓一大把，整体生存率是大大的提高，形势一片大好，所有人都开心到飞起，包括叶无穷在内。白得能量点，不知节省了多少时间精力，这种好事务必多来点。遗憾的是，这玩意属于特殊物品，用不了100倍技能。叶无穷早就在 BOSS 战中分享了每一名游侠的能量点，而冲破了10级。9升时的难度格外大，似乎就是为了卡住人。但10到11又回归正常难度了，所以他现在是12级 56%。升级奖励了几个自由属性点，
现在的叶无穷懒得搭理这一点加成，填牙缝都不够，他更关心系统接下来的奖励。不过，邪神虚影虽然死了，他召唤出来的幻灵却并没有随之消亡。大家一边清理着黑色幻灵，一边竖起耳朵关注系统公告。系统的声音庄严洪亮，有几分激昂之意。C2050新手村全员全属性加500，全属性吗？基本操作。大家都是美滋滋的接受，心里乐开了花。这一次，系统话音未落，叶无穷大胆尝试100倍，500的全属性加成，竟然真的变成了100倍。他的6维属性达到了50000加，卧槽！他自己都惊呆了。他还以为全属性和自由属性不一样，是特殊物品呢，错过许多亿啊！这特么累死累活到处升级，还不如坐收系统奖励。系统才是真神好。叶无穷顿悟了真理，心境清明一片。看着自己瞬间升到了50阶11星的战斗力，叶无穷被自己秀得一脸无语。太逆天了吧！我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妖怪啊？他难以激动的心情两颊泛红。想到生存难度已经达到上限，哪怕他现在如此之强，也没有什么后果，叶无穷就更开心了。这个邪神虚影真是大好人，太实在了，送了这么多东西。但系统的通告远远没有结束，不过接下来没有全村公告了，变成了每个人单独收到的通知。系统，你在 BOSS 战中伤害排名第1，获得邪神法杖复制品 X1。游侠并不属于本村生物，而是召唤物，虽然也可以升级，却不在系统奖励名单里。他们造成的伤害统统算在主人头上。叶无穷的输出一下子就无敌了。你获得暗金宝箱 X1， 白银宝箱 X10。你获得藏宝图邪神宝库1。你获得13258金币。你获得邪神鳞片 X12。你获得邪神骨头 X25。你获得 S 级任务卷轴。你获得 SSS 级村长称号，成为村长可用。一系列的奖励让叶无穷有些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系统包裹多了好多件东西，许多都是闪着金光。叶无穷想了下，并没有对这次的金币动用100倍技能，因为太少了。他一件一件查看起奖励。金光闪闪的黑色大法杖，杖头雕刻着骷髅头，看起来邪气凛然。叶无穷，这玩意散发着无尽的邪恶气息，自己要它干嘛用？邪化生物最开始就像丧尸一样没有理智，但是灵魂都被污染，死后就会变成毫无理智的亡灵。我去！想到这茬，他才想起邪神虚影死了，但他切切实实的留下了满地的污染。忙完了，他就得去净化那些污染区。这个邪神法杖除了加较高的魔法伤害之外，还附带有1. 邪化光环，每秒降低100精神值。2. 召唤幻灵，消耗100精神值，召唤100只幻灵，强度与召唤者实力正相关。3. 亡灵加成，在亡灵法师手中可以发挥200%效果，并随机召唤亡灵类勇士。看过之后，叶无穷觉得好像也不是不能用，应急还是可以的。以他现在高达5W1000多点的精神值，可以用好一会呢。叶无穷又花了几个金币，在系统那里开了一个特殊存储空间，将邪神法杖放进去，这样他的邪恶气息就被完全隔绝，不会影响到他了。接着看下一件暗金宝箱，也是一件金色物品，与黄金宝箱同一级别，但更为稀有。叶无穷盯着雕有神秘花纹的宝箱看了好一会儿，终是没有打开。白银宝箱 X10他也一样没开，他打算攒起来，攒到宝箱够多，攒到他的100倍技能升级的没有时间限制，可以对金色物品使用。到时候宝箱数量会翻倍，宝箱开出的东西数量也还是会翻倍。4舍5入就是赚了100个亿啊，岂不是要上天？能做出这种决定，这是一项很稀有的能力，叫做延迟满足。为了获得长远利益，可以克服当前的困难情境，很多人都没有这种自控力。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宝箱开出的东西杂七杂八，而叶无穷现在并不缺什么物资，不必靠着开箱来瞎撞概率，那纯粹是浪费。将宝箱们宝贝的收到个人收藏中。叶无穷把邪神宝库的藏宝图也扔了进去。宝库1，还有2、3、4，是宝库还是陷阱，谁知道呢？所以先去收藏里吃灰吧。邪神鳞片和骨头一看就是特殊材料，同样沾染浓重的邪气，跟大法杖扔到一起去。接下来 S 级任务卷轴，使用之后将激活一个任意类型的 S 级任务。注： S 级任务难度很高，可放弃会有相应惩罚。说明就是这么简单。叶无穷琢磨片刻，将其理解为这任务的难度不亚于击杀邪神虚影。他单人去击杀。OK，
宝贝儿，一起去吃灰吧。最后 SSS 级村长称号，可惜现在还不能用。叶无穷嘴角微微勾起笑意。竞选的第3阶段都结束了，他的表现碾压所有人。还有尚未公布规则的第4阶段，要在战到现在的20人中选出最后的那个。叶无穷希望系统赶快搞定，直接宣布结果算了，还能有什么反转不成？第42章，成为村长，1000奖励，神域试炼资格。叶无穷意气风发，目光灼灼。村长之位，他志在必得。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让更多人给他打工，才能扩大生产、销售规模，收拢更多财富资源。终于，在击杀邪神虚影的奖励宣布完毕之后，系统立刻便提起正事。村长竞选第4阶段开始。本阶段竞选方式：个人竞技。一听此言，剩下的10几个人纷纷睁大了眼。卧槽，跟大佬 PK， 那不是找死吗？兄弟们，我二大爷家的老母猪难产，我得去接生了。大佬一根手指就把我捅死了。告辞，再见了朋友，朋友啊，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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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无穷回来之后，这些人就彻彻底底断绝当村长的念头。尤其是刚刚打 BOSS， 他们所有人的输出加一起，还不如叶无穷的零头。听到个人竞技神马的，大家跑得更快了，生怕晚了一点就被叶无穷劈成2半。眨眼之间，18个人通通弃权，退了个干干净净，只剩下万人斩这老哥。叶无穷淡淡看着他，万人斩越过人群走来，目光复杂。他又不傻，一场 BOSS 打下来，他明白自己和叶无穷是真的没有可比性。这小伙简直不是人啊！传说中的气运如虹，谁能比得了？其实万人斩运气也不差，屡有收获，实力在新手村已经算是顶层。可是比起叶无穷，好像不在同一个世界。你很强，我甘拜下风，但我还是想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万人斩目光坚毅，腰战道。叶无穷含笑看了他一眼，先查看个人竞技的说明。当看到生死自负，叶无穷果断拒绝，语重心长道：现在时间宝贵，等新手期过了，我们好好切磋一番。小伙子，你要是乖就别闹了，让咱赶紧当上村长，以后你想被打成什么姿势都可以。另外，叶无穷刚刚全属性加 5W， 还没习惯这巨幅加成，有点掌控不好力道，万一不小心把万人斩戳死了，将来岂不是少了一个得力的手下？幸好不是强制对战。再者，打个屁呀打！他现在内心灼热，只想尽早坐实村长之位，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抓紧点好吗？说话间，几只不长眼的黑色幻灵朝叶无穷扑过来，张嘴欲咬。叶无穷随手挥出一剑，刺啦！几只幻灵都被削成了2半，像落叶一样飘零，而后消失了。围观的人群莫不是倒吸一口凉气，竟然一下子秒杀了！卧槽，刚才还没有这么厉害吧？别忘了，刚才全村全属性加了500，加了500就能秒杀幻灵了，那说明本身就很厉害了。好可怕呀！我的妈！万人斩见此一幕，也是暗暗心惊。叶无穷拒绝他，却很委婉，给他留了面子，却又随手秒杀幻灵，无形之中在众人心中树立起了不可侵犯的威严。好吧，这小伙早就孤高凛然，战力超群了。万人斩静默片刻，暗叹一声，选择放弃。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对手太牛逼。时也，命也。系统公告：恭喜 C2050 新手村经过漫长角逐选出了村长，村庄功能已更新，全体成员获得新手村身份令牌。有了村长之后，新手村多了一些功能，这主要是村长的事。其他人此刻负责欢呼：哦，我们村长牛逼上天了！快快快，带领我们走向胜利！当上村长了，发个红包吧，让俺们都蹭蹭喜气。论坛和聊天中也是无比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很多人心中早就认定村长必然是叶无穷，但好事多磨，如今尘埃落定，他们也是由衷的喜悦。穿越以来第一次，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叶无穷同样是喜笑颜开。好了，他是村长了，大家都来俺家打工吧。但来不及跟任何人交流，他两眼微微发直。系统大爷又开始了，又开始给他一个人发奖励了。叶无穷原本以为村长位置本身就已经是奖励了，万万没想到，这其实相当于一个成就。达成成就，又是一大波奖励正在抵达。系统，你获得10W 伊纳尔。叶无穷这时果断选择了使用100倍技能，1000W 金币，落袋为安。叮铃铃，金币落下的清脆声音。世间唯一的天籁，太好了！他今天可是花了100多万，现在小钱钱拖家带口的又回来了。
叶无穷心花怒放，好多钱啊！没穿越的时候也没拥有过这么多钱，现在村里很多人连1000银币都凑不齐，而他已经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金币。你获得村落建筑包图纸 X1， 内含25种建筑图。你获得土、水、风、火、冰、雷魔法晶石 X100， 各系晶石大礼包。这个奖励让叶无穷目光一凝，有点东西啊！魔法不可忽视，而且各系魔法晶石都是紫色物品。叶无穷略一感知，发觉同样都是晶石，雷系和冰系的能量要强盛太多了。他不假思索，立刻对雷系晶石使用了100倍技能，雷系晶石 X10000。之所以这般选择，可能是因为穿越前看过修仙小说的缘故，动不动就是灭世雷劫神马的，逼格爆炸，这让他觉得雷比冰厉害多了。冰系当然也很强，但他更喜欢雷系的简单粗暴。叶无穷准备自己使用雷系晶石，说不定能领悟到雷系魔法。系统是个莫得感情的发奖机器，继续弹出一条条奖励消息：你获得职业转职书 X300， 你获得宠物契约卷轴 X300。这么多技能书，我用不了呀。哦，懂了，这肯定是给潜力谷村民的。新手村300勇士，你获得黄金宝箱 X2， 白银宝箱 X4。叶无穷搓手，摩多。好啦，他现在一共有14个白银宝箱，但是还不够多。系统静默下来，叶无穷以为奖励发完了，意犹未尽，真是令人怅然若失。系统再次开口，语气却变得无比庄严肃穆。你已成为 C2050 新手村村长，神域初级试炼资格正式向你开放。你的全属性成长正 100%， 初级试炼场资格进度 5%。 你击败了邪神虚影，神域初级试炼场资格正 10%， 当前总进度 15%。 你获得了村长终极奖励，请抽选。叶无穷眼前出现了4个一模一样的金色光团，4选1，神域试炼，好高大上，背后好像是他从未想过的崭新世界。他不由得也严肃对待，这选的必定都是好东西吧。一时他不知该选哪个，成年人都想要啊。心痛。系统开始倒计时，叶无穷心一横，凭着直觉随便选了一个。你选择了雷霆精粹 X5， 使用可获得雷神血脉。叶无穷双眸大睁，心跳加速。我握了个大草，雷神。第43章村中传奇，声望升级，继续奖励。雷霆精粹 X5 静静待在系统包裹中。叶无穷盯着他，屏气凝神，目不转睛。红色物品，却又并非纯正的鲜红，和之前的红色物品相比，多了一丝七彩光华萦绕，绚烂而神秘，内部蕴藏着磅礴惊人的能量。叶无穷压抑着激动与狂喜，这东西怕不是与神级有些关联。他的目光又挪到了4选1的其他3个选项上：誓约战斧金，木灵精粹红，海洋圣痕印记碎片红。叶无穷顿时无比庆幸，他抽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东西。这4件东西中最拉的就是战斧，因为物品的品质虽然重要，但它的种类等级更加重要。一坨红色品质的狗屎和一枚白色品质的宝石，但凡脑子正常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叶无穷相信装备绝对有等级，只是没标示出来。从这战斧的属性看，等级并不太高，这毕竟只是新手村的奖励，总不能发一个神装吧。随着个人实力的提升，装备更新换代也很快的，只有神器级别的装备拼品质才有意义，否则红色的10级武器未必是蓝色100级武器的对手。系统，你成为村长，获得 99% 村民的敬仰，你的人类声望加1000，达到村中传奇阶段。神域初级试炼场资格正 5%， 当前总进度 20%。 你的守护者称号升为2级，全属性成长正 30%。 你将必须保卫人类同伴，并且从中变得强大。2级称号加成，你对亡灵等邪恶生物的伤害永久增加 50%。 由于你小有名气，随从、召唤物等忠诚度永久加10，上限100。你获得装备或装备材料，自选。叶无穷瞄了眼，装备是金色武器加防具，一根长戟和一件皮甲，属性像是适配15级，全属性 5W 加的他看不上眼，他果断选了装备材料：密银 X60， 金晶 X40， 凤凰木 X40， 龙皮 X30， 龙鳞 X30。 过会就回去交给亲爱的史密斯。矮人一族实在太棒了，他总是能做出正确决定。
又等了片刻，系统终于彻底安静下来。叶无穷不舍得说拜拜，这一连串下来，收获可真不少。一些珍贵材料，将来也可能有机会得到。但神域试炼资格，还有雷霆精粹，绝对是罕见，可能一生只有一次机会那种。幸好抓住了机会，叶无穷暗暗握拳，长舒一口气，只觉得身心舒畅。老大，胖子小心地喊道。叶无穷回过神，转眸扫了眼四周，发现大家都在围观他发呆，不仅没有嘲笑他傻憨憨，反倒满脸都是羡慕。大佬这是收了奖励啊，都高兴傻了。叶无穷轻咳一声，没有丝毫尴尬，笑道 ：“Boss 打完了，该干嘛干嘛。等我研究下村长功能，有事情再通知大家。卷老，别忘了给我们发红包哦，大家之前可是被你坑惨了。”有人大胆地说道。叶无穷点头，比了个 OK 手势。但是坑人的明明是系统，跟他有什么关系？许多人散了，另一些却恋恋不舍，兴奋劲儿不知如何排遣。只有万人斩垂着眼，满脸的生无可恋，可见受的打击甚大。用修仙的话来说，简直是道心崩溃，金丹破碎，了无生意。叶无穷拍了拍他的肩膀。几乎同时，叶无穷接到了系统任务，村长任务：邪神虚影污染了这片土地，邪气在扩散，你要想办法净化或者隔绝邪气。守护者任务：同上。或许因为情况特殊，这两个任务是一模一样的，任务奖励不同。守护者任务完成可以给守护者称号升级，村长任务可以给村子增加繁荣度。做一件事拿双份奖励，不能更爽了。恰好叶无穷手中有远古树灵之心，他取出树灵之心，来到血染地点，使用树灵之心缓缓腾空，悬浮空中，释放出一圈圈绿色能量，黑色邪气翻腾，被他吸收进去。进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叶无穷让他自己在这进化，他要去做别的了。他现在心里非常痒痒，百爪挠心，迫切的想找到一处不被打扰的地方，好好的研究雷霆精粹、雷神血脉啊，这又获利，谁能扛得住？至于村里的事务，嗨，千头万绪的，待会再说吧。叶无穷看了看地图，打算找一处僻静之地，走出10来步，四周传来轻而密集的脚步声，跟随他一起。叶无穷抬头一看，5万多名游侠齐刷刷的紧盯着他，亦步亦趋。我去！叶无穷猛了一下，奖励发的太多，他太过欣喜，一时竟把这一大群游侠给忘到脑后了。游侠在 BOSS 战中阵亡了几百人，但仍然有 5.3W 加，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住宿、补给都是大问题，这得花费多少？天气依然很冷，天色已经快黑了。叶无穷上哪给他们造那么多住所去？刨冰一时爽，养兵火葬场。现在也不是战时状态，他不需要这么多人手。当时召唤的时候，他完全没考虑到用完了咋办。可是他们已经出来了，塞不回去啊，怎么办？5.3万啊，比村里人还多。村里才 3.47W 人，平均每人可得 1.5个游侠。平均，叶无穷心念这般一动，立刻便有了解决办法。第44章，全村满10级，一个也不准掉队，平均每名村民可得 1.5个游侠，多棒的事啊！那他直接把游侠分发出去，游侠帮村民打怪升级，村民帮他养着游侠大军。嘿嘿嘿嘿，这两大难题一下子就一起解决了。叶无穷立刻打开村庄管理功能，发布了他担任村长以来第一个文字公告：新手期结束在即，9升时难度太大，为了提高升级效率，我决定向大家提供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雇佣兵。我已经和万宝阁合作，大家关注一下上架情况。第7天12点前，全村必须都上10级，一个也不准掉队，这是死命令。有5万游侠帮忙，还能有人因为不够10级而被抹杀的话，叶无穷作为村长自裁吧。村长公告在所有村民的脑海中浮现而出，看完，大多数人都忍不住狂喜起来。他们都没到10级，虽说击杀邪神虚影让所有人都分享了一大波经验，可9升时这个大坎子实在太难爬了。新官上任3把火呀，烧得好，烧得妙，烧得系统呱呱叫。好家伙，真有魄力，这实力绝了，一下拿出5万佣兵，这么好。村长爸爸，俺想要美女小姐姐，可以不？他们腿都好长哦，口水。游侠姐姐一箭把楼上老色批射成了太监，这是什么神仙村长啊，粉转死忠了。公告下的评论区一片赞美之声，各种歌功颂德的文字令人头皮发麻。喷子、黑子这些物种已经彻底灭绝，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彩虹屁，大家不仅没有丝毫不适，反倒后悔穿越前没有好好上学，
现在连拍马屁都拍不过别人。叶无穷看着评论区微微一笑，可爱刁民说话超好听的，爱了爱了。宝宝们先好好升级，以后老师给他打工哦。随着叶青天大老爷无穷一个政策出台，那些还没满10级的人们头顶的死亡阴影立刻被驱散，他们涌向了万宝阁，争先恐后，唯恐抢不到。目前交易市场最离谱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交易召唤生物。叶无穷利用这个 bug， 直接把所有游侠设置成上架状态，游侠们的脚下多出了一个淡淡的白色传送光圈。叶无穷细化了交易规则，1枚银币就可以买到1名游侠3天的使用权。虽然是福利，但绝不免费。一旦免费，某些人会觉得反正是白给的，完全不珍惜。此外，等级越低，可以雇佣游侠的数量越多，最多可拥有5名。至于满10级的，就别凑热闹了。叶无穷，10级的朋友们有条件的话，去带萌新，先富带动后富，争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不用他说，有些人也会做的。因为有了村长之后，新手村多了贡献点、繁荣度这2个新属性。繁荣是整体情况，贡献点则是个人的事。以大家丰富的游戏经验，哪能不懂贡献点代表的含义？肯定是可以兑换一些好东西了。新手村还多了任务面板，目前系统发布了很多带人升级任务，可以拿贡献点。一时间，整个村中掀起了一股升级狂潮，论坛中到处都是报坐标、求组队的。毕竟邪神虚影真的是个好 JLJL，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跨越位面，导致降临时间有点长，优点多的说不完。不仅给全村发了一大波奖励，更是召唤出了数以千万计的黑色幻灵，现在还有几百万没杀死呢。每个家园外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有这么多怪，全村是不用愁升级了。几秒之后，叶无穷周围那些俊男靓女、游侠一个接一个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新手村一些村民的身边。他们已经接到了叶无穷的通知，将协助这些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村民杀死目之所及的一切怪物。轰轰烈烈，升级大跃进开始，可算是解决了，让2块难解决的硬骨头互相啃去。叶无穷心情大畅，身心都轻松不少。熬了这么久，可算是看到光明了。他要带领整个新手村在这异界深深扎根，活下去。问题是，叶无穷发现野外的黑色幻灵数量太多了，哪都是，想找到一处无人打扰的僻静之地，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回家了。算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叶无穷把雷神血脉什么的稍稍放一放，先把手上的杂事处理了再说。他掏出坐骑，憨憨的小象凭空出现，年纪虽然小，体型却很大，2米多高，4米长。周围有些人仍不愿散去，围观大佬。见此一幕，都是吓了一跳。大象，要不是他身上有豪华的鞍具，他们差点以为是野怪。我去，这么大，是村长的宠物吗？大户人家才养得起啊，这么大够吃几顿啊？叶无穷很是淡定，给憨憨象套上一些东西，简易的雪橇车就做好了。胖子喊道：老大，你回家吗？带俺呀。叶无穷没死，他是最高兴的，还升上了10级，拿到了不少 BOSS 奖励。老大顺理成章，终于当上了村长，真是谈官相庆啊。可惜叶无穷太忙了，根本搭不上话。上来，叶无穷与胖子坐上雪橇车，一起回家园。路上，胖子自是兴奋不已，不停地吹彩虹屁。他发现村里人太能舔了，马上就要把他超过了。这样不行。叶无穷一边敷衍，一边查看了下村长功能。现在他可以看到全村每个人的基本信息，也不多，就是姓名、等级、个人特性、擅长、弱点之类。啊，肾虚为什么也算特性？易运体质也算？系统大爷，能不能正经点？叶无穷无力吐槽，随便翻了翻，他就懒得看了。3万多人呢，现在没时间一一看，等要安排分工和职位的时候再说。散个财吧。贪财靓仔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但当上村长的确是喜事一桩。叶无穷给每人发了10个金币，换算下来就是1万银币，整整1万啊！总共就是 34.7W 金币。一个金色宝箱在所有人眼前弹出，全村皆惊，疯狂议论。感谢大佬，给大佬磕头。好多钱啊，谢谢村长，太豪气了。卧槽，这个总额属实把我闪瞎了。许多人都被高达30多万的总额惊了一下，他们还处在筚路蓝缕、穷得叮当响的开荒阶段啊，哪里见过这等大场面？心惊，不得不心惊。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强，那真是全方位的强，彻底服了。有钱有颜强，脾气还好，怎么会存在这样的人啊？看着蹭蹭上涨的声望值，叶无穷滴血的心好过了一点。还有人在求多来点，多来几次，下次散财，除非我结婚那天。第45章雷神血脉，雷电法王就是我。叶无穷从无尽的黑色幻灵中杀出一条血路，回到他久违的家园。银装素裹，一片静谧，把憨憨像交给胖子骑，叫他去矿山那边通知一声，不用再做弓箭和盔甲了，继续搞金属锭，等着新的工作安排。叶无穷自己进入卧室，杂事安排的差不多了，无人打扰，开始研究雷霆精粹。叶无穷将一粒精粹拿在手中，只片刻便感觉到细微的电流在涌动。他没有贸然使用，先看说明。雷霆精粹，从雷霆中提炼出的精粹蕴含最精纯的雷系能量，使用之后将获得雷神血脉。信息简洁。叶无穷琢磨，用了就能得到雷神血脉，一个就够了，干嘛需要5个呢？说明得到的是进度条。这便涉及到消化与吸收。叶无穷询问系统，增加雷系亲和力，用起来效果会更好吧？系统，是的。以叶无穷现在的感知力，使用雷霆精粹效果也不差，但这东西太过珍贵，他要尽力增强自己的吸收能力。叶无穷摸出2颗雷系晶石，握在2手中，滋滋滋，细微的电流不断刺激着他的皮肤，麻麻的。他沉心静气，闭眼感悟。半小时后，2颗晶石的能量皆是消耗了大半，而叶无穷的周身流窜着一股股淡淡电芒。此时的他仿佛满身都是静电，谁碰谁麻。他感觉已经到了现在自身极限，他这个野生小电池装不了更多电了，除非升级成专业电池。叶无穷取出一枚雷霆精粹，使用方法是吃下去，这东西入口即化，眨眼之间便化为一股精纯的能量。叶无穷已经吃过雷系晶石，习惯了这种能量，没太大感觉，就是周身血液加速奔涌，脑海忽然清晰许多，对雷系能量的感知提高了几十倍，有种说不出的玄奥之感。你获得雷神血脉 2.68%， 果然是进度条啊！先啃2块晶石是对的。叶无穷一鼓作气，将剩余的4个精粹全吃了。你获得雷神血脉 13.5%， 厉害啊！不愧是神级血脉。叶无穷低头看自己，周身萦绕着蓝紫色的电芒，一道一道，游移不定。他对雷霆的感知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雷神血脉顺便淬炼了他的身体，全身肌肉再次隆起一些，力量和体质都得到大幅度强化，也不多，4-5千点吧。雷电啊雷电，我也拥有法系属性了，还是最顶尖、最牛逼的法系。叶无穷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雷系何其霸道，根本没道理可讲。兴奋了片刻，叶无穷发现他有了雷系，但怎么使用呢？应当可以如念力那般附着在武器或者拳脚上，这样只能算近战法师。至于雷系技能书，别想了，谁说要学技能书才能有技能？技能不过是将套路固定下来罢了。他决定自行领悟。叶无穷闭上眼，开始观想雷电相关的画面，雷霆滚滚，场景变换。20分钟后，系统多出了一堆通知：你领悟了雷系技能掌心雷，你领悟了雷系技能闪电9连鞭，你领悟了雷系技能雷光剑，你领悟了雷系技能雷霆剑雨，你领悟了雷系技能雷神之鞭，你领悟了雷系技能雷灵飞弹，你领悟了雷系技能雷霆咆哮，你领悟了雷系技能不灭狂雷，你领悟了雷系技能劈天立地。你叶无穷平静接话：我新一代雷电法王在此，感谢这个高达5W加的精神与智慧属性，对法系的领悟力简直了，一下多出一堆技能。实际上叶无穷平时作战并没有刻意释放技能，凭 A 就能解决的事，干嘛要浪费精力放技能？反正他刀刀暴击，叶三刀。之前没有转职是正确的选择，转职书现在算比较稀少的，很多人得到一本之后自然选择转职，但叶无穷一直没动静。属性高就是任性，散人不香吗？任意系不好吗？主要是能在新手村出现的转职书会是什么强力职业啊？确切的说都是入门级。叶无穷，不好意思，咱看不上。如今看来，职业这东西极少有强的逆天的，通常是提高某些属性的成长速度，精通之后领悟特殊技能罢了。然而种族血脉相比于职业表现得有点强势，种族必带种族特性，
比如矮人擅长挖坑锻造，他的暗夜精灵属于精灵亚种，特性是黑暗隐身，而精灵本身的特性是俊美、迅捷、自然气息亲和。什么职业能有这么多附加 buff？ 如今拥有雷神血脉，叶无穷更加不想学什么职业，根本加不了几点战力。多此一举，试炼一番。叶无穷一阵风般出门，试用新技能。家园外，黑色幻灵重叠起来，四处爬动，可惜攻不进来。看到人影出现，他们骚动起来，然而没来得及移动。雷灵飞弹，闪电九连鞭。叶无穷将自己的技能挨个试用了一遍，雷光纷飞，滋滋作响。眨眼之间，成千上百的黑色幻灵在雷霆之下化作虚无，彻底的灰飞烟灭。好，叶无穷豪情万丈，太香了！雷系魔法实在是香。范围攻击加远程加无毒条加可幻化武器加多种攻击形态，而且天然克制亡灵之类的邪恶生物，再加上他本身拥有2级守护者称号，对亡灵类伤害也是正 50%。 两相叠加之下，亡灵见了他得叫爸爸。叶无穷试用一次便摸清了各技能耗精神的程度，技能里有十几个大招，杀伤力牛逼 plus 也很耗蓝，雷灵飞弹、九连鞭、雷神之鞭等几个最是好用。叶无穷练习了一下这几个技能，几分钟后，他家园外面空出了一大片，周围那些幸存的黑色幻灵四腿狂摆，哗哗哗，退散，抓紧跑路了！大魔王，惹不起啊！第46章，奶萌仔仔诞生，新生命，新希望。黑色幻灵四散奔逃，密密麻麻叠在一起，让人看了就想打。叶无穷的家园附近，一头巨大的雷龙虚影腾空而起，竟发出一声清越龙吟。巨龙盘在虚空中张大龙口，用力一吸，霎时间卷起能量风暴，无数的黑色幻灵抵抗不了这强大吸力，倒飞进了龙嘴中，直接就被吃的渣都不剩。几分钟，叶无穷把自己家园四周数里开外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没蓝了。雷霆化龙是他战斗中领悟的技能，蓝紫色的雷龙体型庞然，狂拽酷炫，威力惊人，就是非常耗蓝。他把精神力霍霍的差不多，回家坐下冥想回蓝，手中则握着一把雷系晶石，雷能量得到迅速补充。胖子从矿山那边回来，家园周围是大片的空地，还有一股清新的雷雨后的气息。胖子不禁啧舌，清怪这么速度，老大又变凶残了。他把憨憨相还给叶无穷，有点想套近乎，又不知该说啥。突然，胖子惊奇道：“老大，你耳朵变好长，跟精灵似的。”叶无穷摸了摸，随口道：“特殊装备，人类看精灵可能有点奇怪，好在种族外貌特征可以隐藏。”叶无穷找了找，在系统里把暗夜精灵的外观关掉，需要的时候再开。他打算去矮人那边重新打造一些装备，力量大增，原先的重剑已经不趁手了。只是腹中突然一阵嗡鸣，起来了。胖子眼睛一亮：“老大，想吃啥？其实你没回来的时候，我把粉条做出来了。”两人便吃了一顿粉条炖肉。叶无穷觉着胖子这厨艺真是没得说，他吃了好多，似乎全属性巨幅提升之后，饭量也大得惊人。3口一头猪，5口一头牛，这很合理。他又不是修仙屁股，看来以后高级食品也得多囤一些了。饭后，叶无穷已经12级，升级不是当前主要任务，先把适配的装备搞好。他与胖子乘雪橇车前往矿山，冰天雪地，矮人们仍在辛勤劳作。如此勤劳，叶无穷一阵感动。这群矮人在新手村前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矮人就没有大批量的装备，也就形不成战力。叶无穷发表了一番表彰感言，简单奖励，尤其是那些锻造师得到高度评价。矮人史密斯重点表扬，其他矮人纷纷投去羡慕的目光。史密斯自然很得意，眼睛发亮，大声问叶无穷：“雇主大人，我已经领悟锻造的真谛，有高难度的任务给我吗？”叶无穷一看，辛勤的劳动使他从高级锻造升级到了锻造大师，可以制造更多属性更强大的装备了，并且拥有了特殊称号。人家现在变成了史密斯狂锤，好家伙，还可以这样！叶无穷又惊又喜，后勤部又强大了。考虑到矮人就爱喝酒吃肉，奖励威士忌 X100，把其他矮人快馋哭了。不过叶无穷，以后大家的工作会越来越繁忙，我会多聘请一些人，都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不要欺负新来的。他顺带点了一批脾气较好的矮人，他们负责带萌新熟悉环境。叶无穷走进矮人城堡，
召唤新一批的矮人。现在他成了村长，需要考虑的事多了。500矮人不够用，凑个整吧。叶无穷召唤了95个矮人，顺带把今天最后一次百倍技能用掉，技能升到了6级，明天就有8次机会了。9500名矮人浩荡涌出，叶无穷把矮人城堡升级，多出了地下空间，完全不用操心 1W 之矮人的住宿问题。但食物需要多筹备，绝不能断粮。召唤完成，让他们干活去。叶无穷找史密斯，把晶晶之类高级材料交给他，定制了几件装备，双手重剑、长弓、铠甲都需要换新。做完这些，已是半夜10点多。叶无穷处理起村内事务，履行村长职责。大家的升级情况还不错，在游侠大军的帮助下，进度如飞，但也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叶无穷查看详情，非常无语。李如风攻击游侠史丹文，被对方击杀；邓俊设下圈套，攻击游侠塞维奇，被对方击杀；刘勇、叶无穷这4个人攻击游侠，结果反被锤死。他明白他们想干啥。有些游戏杀了 NPC 可以撸装备，所以他们也想这样搞。就算游侠装备没绑定，他们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人家帮你升级，你还想杀他？对这种又坏又蠢的人，叶无穷只能叹一口气，然后把他们的个人资产全部充公。其他村民还是很乖的。叶无穷把这些事件发在村内事务区里，以儆效尤。突然，论坛上有人发帖：陈宇佳，我肚子疼，可能快生了，我没有经验，请大家帮帮忙。这帖子画风很与众不同，有些人还以为在恶搞。这种事怎么帮？卧槽，楼主才8级，不去升级是闲的吗？楼主肯定是个伪索男，特意来消遣大家。一些人不当回事。陈宇佳，图片有图有真相，很多人这才信了，不是根本不敢相信。我去，大肚孕妇竟能活到现在，好强大，是怎么做到的？原来狗是真理，生存如此艰难，他身怀6甲，居然活下来了。既然是真的，大家立刻热心起来，纷纷出谋划策，问他坐标，发动附近的力量。村里发任务了，接任务就能去帮他。大家别乱，有人出人，没人出资源。任务是叶无穷发的。村里有临产孕妇，他也非常惊讶，系统真是太不当人了。没有50岁以上的人，却有弱病残孕，看来还是要把全村所有人的信息都过一遍。叶无穷发的任务，已育的中年女性才能接任务，限定10人，别的他也帮不上了。很快，10人接生队到达陈宇家家里，整个村的人提心吊胆，跟着等待结果。快到半夜12点，接生队上传一段视频，喜道：生了，母子平安，龙凤胎，2个红彤彤的小娃娃包在襁褓中，哇哇的哭，奶嫩的声音从新生命的小嘴中发出，在许多人脑海中响起。婴儿的啼哭，他们听了一遍又一遍，发自肺腑的喜悦与感动。太好了，新的生命，新的希望。2个小家伙的到来，莫名的让整个村士气一振，许多人心底种下了一道希望的光。哪怕在异界，再如何艰难，人类也要繁衍生息下去。外面寒风不歇，偏先飞雪，寒冷冻结了天地间的一切，却冻不住人性的光辉。数千人私信陈宇家，把一些物资甩了过去，大家一起养娃。论坛上还有人@叶无穷，村长，给2个娃娃起个名字吧。第47章，新手期结束，史诗级隐藏成就，全员幸存。这是村里第一次诞生新生命，叶无穷也非常开心。陈宇家休息之后，也请叶无穷给孩子起名，跟他姓。叶无穷看着软乎乎的2个小可爱，就叫陈希和陈旺吧。希望，2个娃娃给整个村带来了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好名字，简单大气。小希和小旺，哦豁，全村人的希望。莫名其妙的也跟着瞎开心。嗨，年纪大了就是心软。一些人说着，又给陈宇家发了些物资。天气还很冷呢，别把娃娃冻坏了。羡慕娃娃，有人投喂，还不用升级。没多久便到了半夜12点，新手期进入到第5天，熟悉的每日结算环节。叶无穷今天得了 5630W 积分，折算5630金币，100倍 56.3W 金币到手。虽说只有区几十万，但能从系统手里拿钱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了。他依然是全村第一。3次抽奖机会：萨哈蒙炮台图纸紫 X1， 骑士勋章紫 X1， 王的盛宴食谱金 X1， 加 20% 力，体属性生命回复速度 X100%。好东西啊！
叶无穷果断对骑士勋章使用了100倍技能，自己佩戴上，立刻力量与体质属性暴涨1节，达到了66000左右，还剩下99个勋章，将来分发给村中强者。至于这个炮台非常笨重巨大，是守城利器，暂时还没有成，收起来。这食谱也是好东西，王的盛宴，一听就非常丰盛，所需要的材料也比较高端，提供的加成相当对得起他的耗材，足有7项增益状态，属于顶级食物了，做出来应当是金色品质，长期食用可以强化体质，有淬体效果。这种好东西，叶无穷自然是要给自己安排上，不过这种事肯定要交给专业人士。王小胖又有了用武之地，现在还不急，还有些食材都没见过，他先刷刷系统商城，攒攒再说。今天系统结算之后，却又继续道：恭喜 C2050 新手村诞生新的生命，全村获得复苏春风效果，持续30天，生命恢复提高 50%， 异性好感中伏提升，怀孕几率中伏提升。这个效果全村人都惊呆了啊！这还可以这样？卧槽，老子要脱单！哈哈哈哈！系统发桃花运了，感谢2个宝宝娃呀！等我结婚，请你们当花童。果然是2个有福气的宝宝啊！叶无穷，他微微皱眉，在沉思：系统竟然如此人性化，这是鼓励人类在异界繁衍生息吗？所以说，所谓的求生，其实就是选拔赛、养蛊，选出人类之中适应环境的强者，然后呢，去灭杀怪物。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但系统绝对有什么宏大的目的，变强。别人都庆幸，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脱单。叶无穷在默默地想，一定要提升自己，丝毫也不能松懈。光这样还不行，要提高村子的整体实力。现在大家忙着升级，比较乱，不适合做工作安排。等新手期结束，所有村民将按照生产生活、战斗、探索、交易、防守等职能来分配工作。在 C2050 新手村，身为村长，他不会放弃每一个人，所有人都要打工，每个成年人都有工作机会，绝不养闲人，都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赚取财富。骚年，来打工吧！第5天，有了游侠大军帮忙升级， C2050 新手村的节奏逐渐稳定下来。时间过得飞快，寒冷天气仍然没结束，局部地区发生了小龙卷风，造成了一些人员受伤，好在无人死亡。叶无穷没有其他事，在专注修炼雷系魔法。雷系晶石补充雷能量，冥想回复精神力，再加上高级精魄，可以提高精神。他的修炼进度还算迅速，并成功的将雷神血脉提升到了 14%。 原来并不是只有雷霆精粹才能提升，只是依靠自己练习，血脉提升进展非常缓慢，总比没有好。等到下午，他前往之前邪神虚影死亡之地，进化已经顺利结束。他把远古树灵之心拿了回来，让他补充自然气息，顺带拿了任务奖励，新手村繁荣度上升1000点，他的守护者称号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第5天，叶无穷在物资方面没有太大收获，便将100倍技能次数用在了系统商城的购物中。他的系统商城已经升到了18级，买进卖出没有限制，但经常满屏金光闪闪，一看又暂时用不到。他随缘刷新，囤了一些紫色品质的高级材料。凭借这个，第5天的结算，再加上技能，叶无穷依然获得了 43W 金币。抽奖则抽到了黑松露、紫 X13、金面包、紫 X12、熊掌、紫 X27， 这些都是高端食材，通通100倍，以后有口福了。第6天，寒冷天气终于结束，出了大太阳，但温度又从极寒一下提高到了极热。火焰山开张了，好在刚下过厚厚的雪，提供了大量水汽，使得新手村不至于干旱。到下午下了雷阵雨，雷暴还挺大的，别人都学精了，躲在家里。叶无穷却是在外面感受雷霆之力。他想起第1天穿越的时候，天降暴雨，雷声滚动，那天他差点就被劈中。没想到几天之后，他竟然愉快地在雷雨中穿行，胜似闲庭信步。傍晚雨停，极热也结束，新手村回归正常。叶无穷的雷神血脉也是终于提升到了 15%。 村长留言板中有人留言道：村长，我们这里出现了建筑群，但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你看论坛视频。叶无穷到论坛一看，视频是在小山上拍的，山下出现了明显的村落，只是像笼罩在雾气里，若隐若现，看不真切。他猜测这难道是什么副本？然而没过多久，又有类似的帖子发出来，叶无穷叫他们自己在地图上传坐标数据，然后大家发现
相隔很远的地方都看到了建筑物，都若隐若现，像海市蜃楼一般。大家小心，先不要靠近那些地方。叶无穷心中有了大胆的猜测，新手村所在的地方，难道空间有重叠？无需着急，再过一段时间，新手期就要结束了。叶无穷命令游侠继续在各位村民身边保护。第6天深夜，所有人都很激动紧张，夜不能寐。明天第7天中午12点，新手期结束 ，deadline。还有一些人到现在还没能10级，简直吓尿了，在拼命的升级。其他人也很着急，各种带队。到现在，黑色幻灵已经被杀的只剩几万只。BOSS 死亡后，幻灵提供的精神加成巨幅减少。即便如此，杀了这么多，全村人的精神属性也得到了数千点的提高，各个蓝条老长了，这都是他们无形的财富。这一天，叶无穷重心仍是修炼，0点的结算奖励乏善可陈。拿完奖励，他亲自去带人升级了。第7天上午10点多，所有幻灵被屠戮，绝大多数野兽也凉凉。全村幸存到现在的每个成年人，终于都爬上了10级。如果没有这么多幻灵，光靠野怪升级，绝对要死很多人。集体紧张激动地等待着12点到来。他们提前完成了任务，心里不怎么慌，反而有种莫名的期待。前期的确充满艰难险阻，并因为某人而难度大幅上升，导致绝大多数人心态大崩，不得不苟在家里只求保命。可是没想到村长选出来之后，形势就好起来了。11点59分，一些人提前开始哭了，感慨唏嘘不已。12点整，系统提示如期而至，新手期已结束，正在进行新手期结算。C2050 新手村幸存者 100% 达到10级，抹杀人数0人。恭喜 C2050 新手村达成隐藏成就，全员幸存，20倍生存难度，隐藏成就升级为史诗级。接下来是漫长的奖励清单，论坛上已是人声鼎沸。消息爆炸，终于他娘的结束了！兄弟们，我们做到了，我们是冠军！给我狠狠的哭！第48章，名列前茅。区域开启，全员10级，无一人被抹杀，他们创造了奇迹。新手村各处，数万村民听到系统的公告，泪水不自禁的决堤而出，劫后余生，感慨万千。太难了，7天很短暂，可他们经受了多少磨难？村长这个坑货，把他们拉进了地狱深渊，最后却又带他们爬到了天堂。不管以后会怎样，起码大家创造了完美的阶段性胜利。这一阶段结束，自然要进行结算。系统结算到 C2050 新手村全员贡献点加 1W， 村内任务奖励 X1.2 倍，永久。繁荣度正 20%， 当前繁荣度为 583,069 点。村落范围内体力、精力恢复速度 X3 倍，永久。全员获得一件随机武器，金色白银宝箱 X5。全员获得建筑材料包，蓝色 X10。这次的奖励几乎都是与村庄相关，没有属性点之类的奖励，大家倒也没失望。系统肯定还没说完，叶无穷则是收到了专属的村长奖励，声望加1000，距离明洞一方还有8000多点。神域初级试炼资格正 15%， 当前总进度 35%。此外还有一堆建筑材料。叶无穷已意识到了系统的用意，恐怕很快就要开始大兴土木了。系统终于贴心了一回，贴心系统声音冰冷严肃。新手期结束，区域功能开启，聊天网络并接中，区域排行榜接入中。终于还是来了。新手村的单机时代结束，区域开启，每个区域有1万个新手村，一共10个大区。C2050 新手村便被系统归纳进第1大区。由于数据太多，区域排行榜尚在计算中。区域聊天倒是已开放，几乎所有人都跑来看热闹，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亲戚朋友。却是不想，区域聊天热闹非凡，充斥着各种信息，其中有不少人在吹牛逼。不断有新的新手村加入区域群聊。安德烈，想不到吧？我们存活下来3万人，排名2378，已经很不错了。桑贾伊、库马尔，我们村在我的带领下，只不到损失了1/3的人，颤抖吧，四邻们！这时，区域聊天中，系统消息浮现 ：C2050 新手村加入区域中，目前繁荣度排名第520，更多数据统计中。一下子，村里人都有些难以置信。520？我去，这么高！总共1万个村啊，我们排500多，这成绩高考也能上顶尖2所了吧？我从来没有考这么好过，惊呆！一群人简直狂喜乱舞，高兴得快要变形了。区域中的其他村落则是反应不一，
有羡慕，也有震惊，还有嫉妒恨。阿卜杜拉，新来的村子有点强啊。维多利亚，哼，这算得了什么？我们排在438呢。阿道夫，看他们的名字，这个村竟然是东龙人。亚历山大，东龙人能有这么高的排名？这不科学，我不信。塔纳莎、伊娃，他们竟比我们战斗民族还强。山本智子，运气好罢了，接下来可是要迎接真正的挑战。区域之中，并没有出现人类团结友爱的场景，反倒是因为繁荣度排名争执不休，就像来自不同省份的人聚在一起，都觉得自己家乡最棒。不同国家的人把这份排名看得更重，它几乎代表了综合实力，能在万村中脱颖而出，排入前1000的何等强悍。更别说 C2050 新手村的排名还比较靠前呢。可是东龙国就是莫名处于鄙视链的最底层。略，我们就是厉害，不服憋着，竟敢质疑朕，懂不懂什么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看到这些外国名字，就想把你们统统锤扁。来人啊，关门，放村长，叫大家知道我们的厉害。叶无穷，他正在观察排行榜，研究前面那些村子的情报。系统消息 ：C2050 新手村20倍生存难度，最终排名为27名。这条消息出现在区域聊天中，立刻寂静了好几秒，大家开始疯狂刷屏。卧槽，还可以这样！20倍难度，真是存在的吗？不可能，难度不同，权重和各种系数肯定不同啊 ！Oh my god，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竟会发生这种事！这个村的人到底做了什么啊？之前所有质疑 C2050 新手村成绩的人，统统睁大了眼睛，满脸都是难以置信，彻底惊呆，脑袋嗡嗡作响，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太震撼了！这特么是在系统里充了多少钱？不，氪金也不可能这么厉害啊！区域聊天持续炸锅，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这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20倍的生存难度，那是什么概念？那是人间地狱吧？吃土都没有！我不相信，除非系统公开录像，东龙人绝不可能这么厉害。C2050 新手村自己都是震惊了，原来我们这样牛逼！什么啊？其他村子不是这个难度？你傻了呀？我们村有个大坑比啊！既然他们是初始难度，怎么排名这么差？不好意思，我是真的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我们和他们好像不在同一个世界。其他新手村，够了你们！蹬鼻子上脸，运气，绝对是运气。是啊，在这里，运气太重要了。每个人的初始环境都是完全随机的，条件都不同，有什么好比较的？众新手村，撤了，不跟你比。时间推移，不断有新村子加进来，区域的各大排行榜也是齐活了。C2050 新手村可谓是收获满满。繁荣度榜第27名，等级榜叶无穷以13级 45% 的等级排在整个区域第11名，前10都是杆上涨了个人。等级榜前1000名 ，C2050 新手村占了700多，都是11级以上，属实夸张。战力榜第23名，生存榜第1，存活率100%，存活到新手期结束的人，没有因为等级原因被抹杀的，统统10级，就连刚生完孩子的孕妇都被带飞。看到生存榜的这一刻，整个区域其他新手村的所有人彻底傻了。第49章震撼整个区域，奴隶村怎么办？比起繁荣度榜的骤然爬升，从500多位升到了第27名，这个生存榜的100%更是让人看不懂，完全是天方夜谭一般。这是如何做到的？上帝亲自降临了吗？ Oh my god， 我不敢相信，这个村的人到底做了什么事？难道他们个个都是天神转世？太不可思议了！我被深深震撼到。那些质疑的，快闭嘴吧！系统你也敢质疑？不是质疑，是完全懵逼了呀！许多人从理智上、情感上都无法接受，竟然有新手村能达成这样的成绩。20倍的生存难度啊，100%生存！我爷爷从棺材里蹦出来说他不信，就算他们运气再好，20倍的难度也是地狱模式。请系统公开记录信息，让我们学习一下，他们到底如何做到的。这就好比一张试卷，没有固定分数，有的人考了80，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有大佬考了120，一群人都觉得这太了不起了，天花板了吧？但突然间又冒出一个神秘的家伙，他竟然考了10000分，把其他人都衬托得像小学生，这是什么妖孽啊？又比如做俯卧撑，24小时内有的人只能做几十个，已到了极限，可是世界纪录是46000个，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懂
他是如何做到的，只能说离谱啊！现在其他新手村看着 C2050 新手村的排名，感想就是各种震惊、不解，太离奇了，简直让人风中凌乱。被震惊到的除了普通民众，更有排行榜前列的那些新手村。那些村长和高层管理无不是神情肃穆，眉头紧皱，盯着 C2050 新手村目前透露出的各项数据在分析。这群人虽然也惊讶，却很快就接受了现实。他们不会浪费时间质疑系统给出的结果。毋庸置疑，这个村子很强大，他们的村长极有可能是 SSS 级天赋者。列进观察名单头号，先观察，再做决定。至于是结交还是攻打，一切皆有可能。10分钟后，第一大区内所有新手村通通并入区域聊天频道中，排行榜也固定下来。C2050 新手村的名次没有变动。28法则，金字塔的顶端则更为狭窄，站不下太多人，所以没有那么多顶尖村落。至于繁荣度能排在 C2050 新手村前面的村子，那原因真是千奇百怪，只能说初始的随机条件太重要了。叶无穷他们从区域聊天中倒也得到了很多信息，比如排名第10的新手村 F3838 来自高卢国，男俊女靓，天生便富有浪漫气息，魅力非凡，非常迷人。这村中有一个奇男子，凭借俊美外表、爆棚魅力、满级社交、无敌桃花运，哦，还有他的25厘米与精湛的技术，竟然成功拿下了一位女伯爵，还和女伯爵的老爸相谈甚欢，然后悄悄把老丈人搞死了，骗了不少家产。他就这么快乐的吃上了香喷喷的软饭，带着整个村直接少奋斗20年。他们的新手村直接落地在一个城邦附近，刚好就有个富甲一方的寂寞女伯爵，所以这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命。整个区域吃到这个瓜的人都是一脸无语，这踏马也可以。再比如排名第9的村子 U6022， 他们发达起来的原因竟然是新手村附近有2大群巨龙天天打架，有一天打了个大的，直接2败俱伤了。渔翁得利，这个新手村不仅杀死了所有巨龙，还捕捉了几条幼龙做宠物，更是把2群巨龙多年来积攒的宝物据为己有。众所周知，巨龙贪财靓仔，睡觉都在财宝堆上，却被这个村一锅端了，这特么真是叫人羡慕嫉妒恨。叶无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更是心梗，他到现在都没看到过龙血，有人连巨龙肉都吃上了。嗨，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无比玄学，这些区域排行榜也在警示他，人口基数足够大的时候，欧皇还是挺多的，甘地就更多了，他还是不够勤奋啊，要想不被内卷死，要比卷王还能卷才行。叶无穷在等着系统奖励，看到系统的尿性，排行榜都出了，奖励能没有吗？这一次还真没有，系统没急着给奖励，而是处置起了那些存活量不达标的新手村。区域聊天，完了，我们要被抓去做奴隶了。唉，那也比死了好，这操蛋的世界。有一些自知失败的村落都是无比沮丧，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另一些村子则是趾高气昂，他们没有被奴役的恐惧，反倒有挑选奴隶的快感。W9885 好像都黑乎乎的，伙计，来给我们擦皮鞋怎么样？ C5984 这个村好像也是东龙人，弱鸡，你们别无选择。猪们，最大的幸福是伸出脖子任人宰割，早些安息吧。快献出你们村的女人，这样还能有一条活路。滚开，这个村是我先看上的。一些生存人数大于2万的村子肆无忌惮地挑选起看中的村落。这一刻，种族歧视被无限放大，人性之恶逼迫而来，如迸发的岩浆，血果的毒气令人作呕。叶无穷眉头紧锁，他看到至少有30个东龙国村子将沦落为奴隶，人数最少的一个村只剩下6000多人了，只能说太倒霉了。新手村如果没有特殊事件，野怪的数量是绝对不够全村人都升到10级的。如果所有人都争抢着升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能量点被分摊，导致大部分人卡在8、9级都上不去10级。因为等级限制从一开始就是陷阱，就是为了淘汰，为了激起生存动力。C2050 新手村邪神虚影降临，反倒阴差阳错送来大量怪物。可以说没有叶无穷， C2050 新手村就没有现在的成绩。可是其他同胞的村落没有足够的幸运，只能这样了吗？他不甘心，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同胞沦为其他国家的奴隶。第50章庇佑之地，人口暴涨，资源点迁移。经过7天的适应期，很多机灵点的人都已经发现，人也是一种资源，不然就不会有人力资源这个词，也不会有黑奴贸易。
尤其是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人手不够用，如果没有召唤手段，就只能掳掠、抢夺。一些外国村落对东龙等种族有深深的恶意，他们的村长手脚很快，已经选择了奴役。不过，不一定成功。系统这么爱搞事情，这件事也依然充满竞争性，有点类似于竞拍。奴隶主也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被奴役的新手村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这是一种双向选择。C2050新手村，许多人看到这种场景，满脸忧愁，内心凄恻。他们无法想象，这种痛苦的命运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是怎样。他们从文明时代走来，非常难以接受被奴役，其中还包括不少自己的同胞。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一切？叶无穷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区域聊天中公平发言道：东龙人都到我们村来，享受同等村民待遇，言简意赅，接纳那些幸存者，但不会奴役对方。真的吗？我不敢相信，人家是大佬，怎么可能开玩笑？别废话了，赶快申请吧。眨眼之间就有10几个村长联系叶无穷，表示同意。他们又不傻，就算叶无穷是在骗他们，不会给他们村民待遇，但比起落到外国人手中，还不如选择同胞。我们加入，团结一致，众志成城。那就不好意思，拜托大佬多多关照了。叶无穷横插一杠子，截胡了一些外国新手村，他们的计划被打破，而且东龙人竟然如此团结，实在叫他们心生不爽。有人质疑，冷嘲热讽道：我的上帝，这个东龙人是疯了吗？一下子要接收这么多人，加起来恐怕有10万人了吧？太多了，可不是发展动力，而是累赘。如此庞然的人口，如何管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是啊，小可爱，你们可要想清楚哦，一窝蜂的都挤过去，哪有这么多资源养你们？到时候可能会统统饿死哦。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就连排名靠前的那些新手村，管理层也是眉头紧皱，大惑不解。这个东龙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疯了吗？有人直言不讳，太狂妄自信了吧？你可能很强，能冲进前30名，可是管理是一门大学问，不是单纯的数字堆叠游戏，人越多越不好管，更别说这种求生环境下，想要管好10几万人，无异于天方夜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物资？摊子摆这么大，会有多少杂事？自己还要不要提升实力了？种种质疑接踵而至。此时，除了东龙国的人之外，只有极少数人保持中立态度，没有轻易下结论。接纳10万人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但这个新手村可是从20倍的难度走出来的，这么难的事，他们都做到了，一切皆有可能。或许他们的村长就是智慧过人呢。叶无穷才不会跟不相干的人解释什么，能不能行也不是他们说了算。我们国家内部的事不劳大家操心了。他已经花费了每人1金币的价格将一些同胞买了下来，名义上是奴役，但接收之后就多了移民选项，可以把他们变成自己人。叶无穷并没有现在就用，继续收罗落难的同胞。很快，确定下来的人数就有快18万了，都是满10级的幸存者，来自30多个新手村。这豪爽的举动简直把区域内其他新手村都看傻了。茹科夫斯基虽然感觉有些离谱，但我还是很佩服你们的团结精神、家国情怀。拉贾、泰米尔，我竟然有点感动。卢拉、罗纳尔多，这么多人至少需要10几万金币啊，真是太有钱了。还有许多人没说话，但他们心底都被震撼到，有些触动，甚至还有说不出的羡慕。其他新手村其实也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失败的同胞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沦为奴隶，还是伸出援手？有些国家根本不会管其他的人，另一些却是有心无力，想管但自顾不暇，为了自保，只有放弃，各自听天由命吧。如叶无穷这般财大气粗，直接收揽大批同胞，绝无仅有。排名前列的其他新手村也获得大量新人口，但那不是他们的同胞，而是奴隶。半小时后，整个区域的新人口划分终于尘埃落定。叶无穷尽了最大努力，收揽了19万人，他已经尽人事。至于其他的同胞命运将会如何，便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新手村势力再次划分，区域排行榜出现一些变化，现在只剩下793个新手村了，还多出了一个人口榜，包含奴隶，不含召唤、雇佣类生物。C2050新手村以22.5万人成功名列第一，第二名只有8万人。这之后，系统终于开始发放区域排行榜的奖励。人口变动
C2050新手村范围已重新划分，详情可查看地图。繁荣度排行第26位，全村奖励手工艺品图纸包，贸易收益正 20%， 战斗收益正 20%。战斗榜排行奖励全体能量点获取速度正 40%， 开放更多能量点获取途径。生存榜奖励已发放，不再重复。这个是隐藏史诗成就，新的移民也可以享受到。叶无穷准备给所有人开个会，系统却是戳他。C1736等新手村原资源点已迁移，请村长注意查收。叶无穷看到一连几十封系统邮件，里面竟然全是果树、巨石之类的资源点，甚至还有泉眼、鱼塘和矿山等等，并且都是可操作状态，可以自己选择安放地点，数量都还挺多的。叶无穷还看到一些宝石矿，一下子买人的成本就抹平了，还能有不少利润。叶无穷很是意外，啧，矿山也能收到包裹里，秀啊！想想也是，他接手了那些人，四舍五入不就等于接手了那些新手村？系统，此次移民导致土地与资源剧烈变更，属于特殊情况，以后不再发生。众多新手村之间土地相隔太远，没法并到一起，那就把资源挪过来。而且，只有选择移民才会出现这样的资源对接。叶无穷夸奖道：“你还是蛮有良心的，幸存者的资源点还给发过来，那当然是统统充公，就当交给他的辛苦费。”村长有权任性。系统全区域宣告，新手保护已解除，城池功能开启，可将新手村升级为城邦。城邦之间支持交易、攻占或支援。新手村迷雾已驱散，你将看到广袤无垠、危机重重的新世界。天灾设置已取消。30天后将进行第一次城邦考核。各位人类，抓紧建设你的城邦吧。第51章无忧城大型招聘搞起。新手期结束，新手村迈入城邦时代。照这么下去，以后城邦发展大了，那不就是国家吗？诸国林立，战争在所难免。唉，生逢乱世，没有办法。区域聊天中，各地的村民们议论纷纷。村长们和管理层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了。30天之后就是城邦考核。城邦可不像新手村那么随意，没有公共建筑，却有新手保护。布局、建设、人口生存、工作分配，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区域内 99% 的人都没有管理经验，更别说一下子管成千上万人。一些管理人员头疼的同时，也在想着那个东龙国的村子摊子铺得这么大，该如何收场。 C2050 新手村这个名称将要成为历史。叶无穷将自己的城邦命名为无忧城。更名，所有排行榜及相关显示统统变成了新名称。一众城民纷纷竖大拇指，好名字，很符合我们的期待。话说现在是不是要改口叫城主了？叶无穷使用了会议功能，他给全城人民以投屏的形式开会。身形挺拔、浓眉大眼的青年端坐在书桌前，目光严肃而坚定，不徐不急道：“各位朋友，我已将新手村更名为无忧城，期待大家都能安乐无忧。这不是我的城池，而是大家的。诚实的说，要供养这么多人口，很有压力。要走得更远，大家必须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压力山大才怪。只是他不想自掏腰包白养闲汉，还想薅2根羊毛呢。贡献点制度大家也都了解，每个有余力的人都必须交纳物资作为公共储备。大规模建设即将展开，我将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都有谋生的途径。当务之急3件事：安全、饮食、健康，保证基本需求的同时展开建设。我的执政理念非常简单：对内不饿死一人，公平效率兼备；对外犯我无忧者，虽远必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你们仅可以相信我，勇敢地融入这个新的集体。这一点不必多说，经历过20倍难度的幸存者，自发地在新移民面前各种吹牛逼。好吧，大家说的都是实情，只是听起来很离谱。时间有限，我不再多说。接下来开始人才选拔。叶无穷简单说了几件最重要的事，便开始大规模招聘。先把最基础的政治架构搞起来，这些人将形成一张大网，将整个城邦所有人全部都住，一个不漏。无忧城将以原 C2050 新手村为主城，其他移民组成卫城，每5000人为一个村，按序号命名。每村设村长1名，副村长1名，干事至少50名，统管全村各种事宜。对了，女性至少要占 20%。所以主城 3.47W 人分为 1-7 号村，移民 19.03W 人为 8-45 号村。叶无穷解释了一下，没有混编在一起，因为大家的属性有较大差距。
原村民将接受难度较高的任务。他说的是事实。为了效率，这样分配有优有弊，但已经算很好的解决方案了。没关系，俺们懂的，膜拜大佬们。天啊，同样的7天新手期，你们是吃啥长大的？先富带动后富吗？我们是贫困村，感谢大佬收留。C2050新手村，哪怕在家园从头狗到尾的人，但是靠着系统的全村奖励属性都能碾压这些移民。有了这样的对比，原村民才发觉，原来自己这么幸福啊！好了，招聘开始。有意向的把简历发给王彪，一拳破天，秦牧独孤不败。15分钟后截止，互相通知。这几个家伙是要进战士团的，但收简历这个事还是可以做的。叶无穷又说，穿越前是医生、护士、厨师或者技术人员，有手艺的也做好思想准备，将来你们的用武之地多的是。等简历结果的同时，叶无穷戳万人斩，直截了当。你带战士团有没有意见？万人斩没有。他从一个暴躁老哥变得沉默寡言。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自以为是。武力并不能解决一切，想成为真正的强者，各种能力都很重要。他承认自己的脑瓜不如叶无穷的好使，也没有这样的耐性。得了，安心当一个四肢发达的总教头，好好练兵吧。叶无穷，你负责招人、训练、升级什么的，形成战斗力，将来狩猎或者出战。万人斩知道他有游侠队伍，而且战斗力很强横，但雇佣兵终究是外人，自己人也必须培养起来。叶无穷，你招人，他们现在的实力不重要，人品和资质是同等重要的。当然，天赋很高的可以重点培养。他把一些技能书、转职书扔了过去，你看着处理。装备有需求，统计一下再说。安排完了战士团，叶无穷标记起了系统地图，无忧城的领地范围现在有360万平方公里，以原 C2050新手村所在地为主城，周边区域为卫城，剩余区域为郊区，建立城邦。每个村占地多少？安全如何保证？不能离太近，挤占彼此的发展空间，也不能离太远，导致有事支援不及时。做规划图的时候，叶无穷发现地图上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建筑标记。无忧城的东边有个瑞格镇，南边是森林，在南有卧冰城，北部是一座宏伟山脉，山那边是坎特城。他又在区域排行榜找了找，没看到这些城。原住民，叶无穷隐约想起什么，从仓库一堆东西里扒出了一个怀表，加利伯爵的怀表 X1， 这是加利伯爵的爷爷最爱之物，被他不小心弄丢了。如果有人前往坎特城将怀表带给他，将得到他的热情招待。叶无穷很久之前得到的这个东西，本来以为用不上了呢。不过，虽然大家都在同一张地图上，可实际的距离至少有上万里之遥，暂时不必担心和原住民的关系。建设几天，等安稳下来，他亲自去探一探。15分钟到了，胖子等几个人把收集到的人才简历整理好，交给叶无穷。第52章，基建狂魔已上线。这场大型招聘，但凡脑瓜子稍微好使一点，都能理解为铁饭碗。编制啊，体制内，年轻人或许不懂这东西哪里香了，可对于有一定阅历又没有逆天能力的中年人，那可真是太香了。既然所有人都得工作，相比之下，小村村长啥的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了吧？待遇稳定加不用出去打仗加内幕政策早知道，更别说还有一定的权利。于是15分钟竟有近万人报名，毕竟基数有22万人呢。叶无穷一个人实在看不过来，于是和其他4人一起组成了临时的招聘委员会，按一定条件来筛选，有管理经验最佳，性格、人品也要过得去，资质稍好就更棒了。年龄最好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最后是男女比例不能太离谱。既然大家如此踊跃，叶无穷决定每村设100名干事，几乎是每人管理50人，工作量还算适中，基层管理的中流砥柱。叶无穷突然想起一事，全城通知道，考验凝聚力的时候到了。我发了建筑任务，大家可以捐材料了，没材料的先去采集，注意安全。建设城邦是极为宏大的工程，需要海量的建筑材料，捐材料可以拿贡献点，完成任务又可以得贡献点。贡献点现在有货币职能，是平民重要的谋生途径。花了20分钟，第一批体制内人员名单初步搞定。多亏了功能强大的系统，叶无穷能得知每个人的性格，这就省去了面试环节。稍加整理，名单敲定。一共45个村，每村有1名村长、1名副村长、100名干事，共102人。挑选出了4590人，其中主城的7个村
管理层肯定都是原村民。有些人的名字叶无穷还眼熟呢，之前常在论坛看到。剩下的村子里，管理层有移民，也有原村民。叶无穷希望这样能形成鲶鱼效应，把鲶鱼放进死气沉沉的沙丁鱼群中，鲶鱼好动，沙丁鱼只好跟着游动，以此保持活力。他也会告诫原村民不得骄傲，更不得嘲讽移民者。要不是因为他，整个村能白嫖那么多属性吗？有啥好骄傲的呀？去单挑个巨龙给我看看。管理人员统统被叶无穷拉进一个大群中，他把自己规划好的建设地图发出来，每个村占地面积基本一致，整体都是在平原或丘陵地点，适宜发展。接下来要开始搞基建了，我发一些布局图，各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村子主要划分为居民区、资源区、生产生活区、娱乐学习区以及商业区。商铺可以稍微来点，叶无穷估计系统交易很快就要收手续费了。摆摊区也可以有，小本经营比较方便。公园、健身设施以及异界风格的练武场、擂台、酒馆，有条件的必须搞起来。大家彻底戒了手机、电脑，长期什么娱乐都没有，会疯的。对了，每个村僻静的角落留给墓园，以前死亡的人还能找到尸首的话，安葬了吧。新手期死亡的那些人可谓是尸骨无存，以后不会再那样了。他这么一个简单的指令，让大多数管理层心中泛起阵阵涟漪。他们说不清内心什么感觉，惊诧或者敬佩。不管怎样，单凭这一句话，大家对叶无穷的信任又加深了几分。而看完了全部的命令，众人内心就更加佩服了。建设城邦本来是个浩大的工程，更何况他们有这么多人，非常不好管。可叶无穷把这些事梳理得井井有条，命令已下达，大方向确定，他们只需要执行就好了。首先，最要紧的是住宿和饮食。居住区，民房有独栋小别墅，1里乘1里的家园规格，土豪专享。还有公寓，也就是3层的居民楼，多人混居。房子可租可买，不包分配。所得收入统统充公，用作公共支出。考虑到很多人暂时买不起，那就先建一些简易宿舍，甚至帐篷。大通铺，一屋几10个人那种。饮食，暂时就只能靠库存和少量的采集、狩猎。每个村在建设的同时，要派人开辟农田，把蔬菜、粮食和草药赶紧种上。这个世界的植物成长速度似乎稍快一些，因此农时和战机一样，千万不能贻误。畜牧和养殖、果林、鱼塘，有条件的村也同时搞上。反正不管怎样，得预留这些资源用地。至于生产生活区，指的是加工、制造、服务业，像锻造、裁缝、食品加工、餐饮、诊所、学校之类的。比如胖子，如果他胸无大志，就可以去开个小饭馆嘛。将建设与布局大致安排妥当，叶无穷又交代起了社会治理方面。妇联还是有必要成立的，每村上百人左右，各村自行安排人手，就算事业编吧。妇联主要负责照料妇女儿童，帮他们找工作等等，以及婚介所，负责组织相亲、说媒，这可是大事。最后，低保制度，为那些属性很差或者肢体残疾、劳动能力有限的同志提供基础生活保障，就是病残孕。经过新手期的残酷筛选，能活下来吃低保的其实也没有多少人，22万人里最多有200，反正是全体城民养着，不是叶无穷自己的钱。好了，初步建设就是这样。散会，开搞。制度和框架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执行。慢慢发展几天，有了足够资源，就可以加工更多物品，比如囤粮之后就可以酿酒了。叶无穷已经规划好城邦地图、人口等规则，通过系统眨眼之间就把人口自动分配好了。所有人被传送到相应的小村，极少数的幸运儿还在原来的家园附近，但很快就会被拆掉的。建筑任务所需的材料也是在飞速积累着，需求量太大，只有极其重要的建筑才能用高级点的材料。叶无穷刷了几10次系统商城，也不看价格，直接扫荡基础材料，然后扔进城邦仓库中。在众多管理人员带领下，每个村都迅速运转起来。系统太强大，城邦页面中能显示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因此竞争激烈，不甘人后。叶无穷也在搞自己的城主府。第53章土豪城主氪金中，繁荣度暴涨。城主府可是城邦的中心，当然要设计成关卡重重、禁地森严的画风。金碧辉煌现在倒是不必。叶无穷选了一个顺眼的建筑图纸，材料很快就买够了。开建要1天1夜，叶无穷哪里肯等，直接金币加速，100W 3秒完成。占地数百亩的超豪华大宅出现在眼前，内部除了他的府邸，还有书房、演武场、大厨房、
私人仓库、园林、客房、仆人院落等等，顶级富翁才能住上的大别墅，简直是美滋滋。王小胖站在外面，看到这突然拔地而起的豪华建筑，除了羡慕，啧啧两声，已是见怪不怪了。他知道老大很厉害，超能力者，恐怖如斯。搞好自己的城主府，叶无穷继续倒腾主城的其他区域。战士团的驻地得有吧？超大的演武场也安排上。系统还开放了竞技场的建设，无需图纸，这个也可以有，只需要花50W 金币就能永久解锁生命庇护功能。竞技场里原本生死自负，拥有生命庇护不会死人，但还是会受伤。安排上。由于人太多，叶无穷规划了10个大型竞技场，再搞一个可容纳20W 人集会的大广场。先规划，以后再建设。别跟着我瞎逛了，做饭去吧。把厨艺练好，有重要任务交给你。叶无穷把小胖撵回城主府，胖子愁眉苦脸，又想起了几天前被几千块烤肉支配的恐惧。鬼故事啊，简直！胖子，老大，我不是战士团的吗？叶无穷拍他肩膀，认真道：能者多劳吗？你看我多忙。胖子点点头，露出认命的表情，咧嘴强颜欢笑。叶无穷，我正式雇佣你做我的厨师，工资开双倍。这好了吧，快去！胖子高兴地跑走，说好的双倍哈。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现在不比新手期了，再加上自己食量大增，叶无穷要多囤积一些高品质食物，反正存在系统里永久保质期。叶无穷把主城区或者说市区各种功能用地规划好，放上标志物。接下来就是主城各村村长的事了。原村民属性高一些，多干点活不过分吧？轰轰烈烈大基建，大家仿佛又回到了某个特殊的年代。只要好好干活，就能赚到公分、贡献点，而且是系统统计，绝不克扣。在这非常时期，连矮人们都分了70%的人去刨石头，游侠则被勒令休息。他们的任务是今晚去各村守夜。叶无穷每个小时都要问各村进度，他当然能看到各村的情况，但就是不主动找他们。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要积极向上面反映，这是对村干部的小小考验。问你有没有问题，明明有事非要掖着，那你活该自己承受后果吧。来找他表明困难的村子，他都会及时解决。缺资源，他把系统邮件发的相应资源点在地图放下，几乎每个村都多了一些树林、石矿、粘土矿、水源等等。这种能改变地形的感觉太神奇了，让他想起一个模拟上帝的游戏。神拥有着难以想象的伟力，很多事在他们眼中或许是游戏罢了。等到傍晚时分，叶无穷给全城的人每人发了一块烤肉，以作犒赏。蓝色品质的烤肉以前看着有点稀罕，现在不够他塞牙缝的，清库存了。忙活了一个下午，很多村子成果斐然，起码做到了黑暗降临时所有人都在房屋里。5万多名游侠也在用晚饭，过后将分散到各个村子保护城民。叶无穷一边吃饭边复盘着城邦建设的一切，查漏补缺。目前条件下好像没有更多可优化的了。英明神武的系统大爷啊，还有什么氪金就能拥有的功能吗？虽然花钱如流水，但他现在还有800-900万金币呢。而且他看到库存中那些金矿资源点、金矿石，升起了大胆的想法。有人想氪金，系统从来不拒绝。系统传送功能，只需10万金币就可以得到一座时空魔法大师打造的魔法传送阵，非常稳定，绝对安全，可以用200年。系统从来不打诳语。系统，这是给机智豪爽者的特惠，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呢。叶无穷，咱氪金太多，成会员了吗？他犹豫片刻，买，不就是450万金币吗？那也没有交通重要。不修路怎么致富？为什么亏钱也要研发高铁？主要是看长线收益吗？这异界实在太大了，没有传送阵，去哪都不方便。目前情况下，接了高等级任务倒是可以传送，但发任务也是要花钱的，还不如直接长远考虑。另一个原因是，金币握在手里，他也不会下载啊，没有利息，还不如变现成生产力。钱是王八蛋，没了还能赚。叶无穷和每个村管理者说了此事，然后在地图上标定了传送阵的区域。他付钱，系统做事，特惠氪金买的还不用自己出材料，时长12小时，到时候去验收就行了。天黑之后，仍有一些劳动积极分子，人称圣雄甘地，还在奋战。我今天赚了4800贡献点了，再攒几天，直接兑一套房。是啊，现在初期房子便宜，以后肯定会涨价的。为了房，咱也冲了。我勒个去，我在水蓝星
还有400多万房贷没还呢。没想到穿越之后还是为房奋斗，以前那是遥遥无期，要还一辈子，现在几天就能搞定，要啥自行车？租房党加入战斗，为了更好的生存条件，一群人哪怕打着火把也在采集资源。夜晚野兽很多，好在有战士团和游侠护卫，又是几头野狼被群殴致死。有人感慨道：“这狼可真脆，连新手村的都不如。”移民们表示有被装到，过分了，你们那可是20倍的难度。原本5级的狼，20倍强度下，就算不变成100级，那起码也有50级吧。现在这些小卡勒米，能和有加成的野怪相比吗？当然，这也和地形有关。平原上大怪比较稀少。凌晨4点多，区域聊天中热闹非凡。下午都在忙着搞建设呢，半夜才能摸个鱼。哦，天啊，累死了，一下午都在挖石头。哎，我们的庇护所刚刚才全部建完。Oh my god， 无忧城的排名竟然一下子上升了4位。无忧城的繁荣度现在是22位，名列前茅。想要上升一个名次，何等困难！他们却一下子越过了4个强大的城邦。哦豁，他们好像一下子涨了400-500万的繁荣度。这群东龙人做了什么离谱的事？第54章，进展如飞，龙的速度。区域聊天中，有人晒出了1个小时之前的城邦排名，繁荣度等数据都显示得一清二楚，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到，无忧城的确是短时间内增加了至少450万的繁荣度。真的非常好奇，他们做了什么？怪不得他们如此自信，包揽了那么多人口。我不能理解，这完全就像是开了修改器啊！理论上，这种爆发的确有可能，这是一种氪金行为。有一个外国人说道，大多数人或许不清楚，在系统里，只要有足够的金币，就能做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众人有被冒犯到，直接说我们穷不就好了，还可以这样，那岂不是等于超能力？那么问题来了，要氪多少钱才能一下拥有450万繁荣度呢？这的确是个问题。尽管现在是凌晨，人最困倦的时候，但无忧城排名骤然上升的消息，仍是在几分钟之内就传到了其他城邦的首领耳中。他们无不是吃了一惊，立刻亲自查看排行榜，反复看了数遍，这才相信。然而，哪怕这些人也问出了同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做到的？真的是氪金？看来对方果然是实力雄厚啊！他招收了那么多移民，并非是没脑子的决定，而是对自己的实力有清晰的认知。需要重新评估这个城邦了。这群东龙人，排名前100的城邦，都是不约而同的加强了对无忧城的关注力度，并且调高了无忧城的实力评估，尤其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城邦。无忧城的表现让他们生出了一丝危机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生出贪婪，恨不得把它一口吞下去。虽然整片区域实在太大，根本不知无忧城到底在哪个角落里，但大家迟早有一天会相见，那就让他们先发育一段时间吧，养肥再吃。叶无穷这里却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许多城邦发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邮件，试图建交，有小部分是礼物，华而不实，中等奢侈品也算是示好了。这些都是试探，毕竟相互间距离太远。客套话嘛，叶无穷最擅长了。当下打太极、和稀泥，废话一堆回过去，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是如果对方是来自东龙国，叶无穷会多说几句，共勉一下也是好的。初步的外交就是这样子了，关系好了再谈合作、支援之类的吧。而繁荣度之所以暴涨400-500万，主要是因为45座传送阵都完工了。叶无穷前往1号村，来到1号传送阵之前，传送阵不是很大，却很精致华美。白玉铺就的地面上矗立着一道10来米高、20米长的大门，传送门大理石材质，通体散发着莹莹白光，能量非常充盈。地面上有淡淡的传送圈，只要在圈内都可以传送，一次可以传送多达数千人，效率贼高。叶无穷胆子很大，测评了一下，不出10秒，他出现在了2号村的传送阵中。很安全迅速，白光一闪，微微的失重感，很快就到目的地了。叶无穷全程通告，各村的传送阵已经搞定，大家都可以付费乘坐，1金币1次，毕竟是异界魔法系高科技，不过分吧？大半夜的，还有一些夜猫子没睡，听到消息立刻睡意全无了。1金币1次，这么贵？哎呀，城主就是财大气粗。传送阵是什么？不会真像我想的那样吧？太绝了吧！怪不得繁荣度暴涨呢。每个村都有传送阵吗？那岂不是要花很多很多钱？大家先是吐槽了一下贵，注意力就全都放在了传送阵本身上。这东西在他们眼中实在太稀罕了。
像做梦一样，属于克老才能拥有的宝贝。紧跟着就掀起了城主到底有多少钱的热烈讨论。叶无穷吐苦水，的确花了很多钱，我裤子都要亏掉了。一群人半信半疑，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感谢大佬，卷老辛苦了。很多城民都觉得庆幸，城主有责任心，很正直，不然他们的生活哪有现在这么好过。一路走到现在的原村民又忍不住开始吹了。想当年，英国小毛贼对我们发动了资源 PK 战，结果老大一下子就逆转了局面。他每天资源结算都是第一，估计的确奖励了不少钱。不过人家值得。总之，很牛逼就对了。对于叶无穷，他们没有其他评价，就是2个字：牛批。叶无穷扫了眼评论，望天叹了口气。没有每日结算的第一个夜晚，想他以后赚钱就要靠自己了。等到城邦彻底建成，高效运转起来，财富的积攒速度也会大大提高。接下来整个区域都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基建狂魔，什么叫做龙的速度。风驰电掣。仅仅2天之后，无忧城45个村民居全部建成，食品加工区、演武场等等也是全部建成。还没建成的只剩下不是太紧急的那些商业或娱乐性建筑，最后要建的是城墙。至于村子内部的地面都已经铺上砖石，实现硬化，交通极其便利。叶无穷亲自查看了一些村子，远远望去，只见一排排红顶彩墙的居民楼整齐排列，附近的绿化、道路都做得和以前的大城市没什么区别。那些独栋别墅区、绿草地、小红房子漂亮极了，民居环境满分，再也不是新手期那种灰扑扑的乡土感觉了。所有建筑颜色都是鲜艳明媚，生机勃勃。居民区的四周就是加工制造区，目前最要紧的是食品加工区，建好了一排排大型工厂。村外稍远处，一块块开垦好的农田连成一大片，种满了绿油油已经出穗的麦苗。不知是不是现在有系统加持，小麦从种下到成熟只需要3天。这一波作物收获之后，又是一大批粮食。每个村的路上都是人来人往，有人在食品加工厂上班，有些要去外面采集资源，还有人在装修新房。人人都很忙碌，脸上却都带着笑容，他们身上透出一种蓬勃向上的顽强生命力。太好了，城邦建设终于进入收尾阶段，叶无穷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但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城墙是必须要有的，还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精良士兵，这就不能全指望村里人了，还是雇佣兵比较香。可气的是，他手上现在没有其他兵营图纸，只有一张龙翼兵营，却缺少最重要的材料龙血。收！发动人民群众。第55章兵营图纸，吊马甲，宠物蛋孵化。收兵营图纸，紫色以上。贡献点好说，有的私我。叶无穷发了城主通告，怕有的人没看见，又到论坛发了一遍。发出去之后，他才发现没有换号，用的还是最初注册发布新手攻略的那个号，没有名字的网友。几分钟后，有眼尖的人发现了，咦，几乎是同时发布的，复制粘贴也没这么快吧？城主掉马现场，抱住城主的小马甲，蹭蹭。我去，城主，原来无名网友是你啊！我还收藏过你的攻略呢。是啊，后来都不更新，我还以为你凉了呢。但前期帮助还是很大的。没想到我的偶像竟然是同一人。论坛评论区许多人留言，叶无穷的掉马鼓掌。叶无穷，不慌，问题不大，只要商人号没有掉马就行。武警自己的大钱袋，他承认是我。现在重点是兵营图纸，有没有？赶紧的，22万人呢，他相信极少数人手里肯定传的有图纸。他的店铺开了这么久，收到的图纸非常稀少，大多是蓝色及以下品质，要么就用处很鸡肋的。紫色兵营可以召唤紫色雇佣兵，和那些游侠一样，配备精良装备之后，战斗力非常可观。叶无穷真心觉得兵营图纸这东西落到其他人手里是浪费，他召唤士兵以1当100，性价比高出天际。对了，这2天配合小胖的辛勤劳动，每天他都把百倍技能次数用完，囤了70W 加的紫色食物，百倍技能也是成功升到了9级，每天有11次机会。要不是有这个独特天赋，还真养不起这一大堆人。城主大人亲自发话，要收兵营图纸。一些村民思来想去，也是觉得把这种战略物资交给上面能发挥最大优势。图纸价格向来高昂。3个小时过去，叶无穷筛选了一些货，3张紫色图纸，每张价值10W 贡献点。圣盾铁卫营，非常肉的重装步兵。大德鲁伊基地，
德鲁伊可以变身野兽形态，能扛能奶能输出，解决了没有奶妈的问题。王室禁军兵团，攻守兼备，近战能力强大。还有一张橙色图纸，骑兵训练营，20W 贡献点。骑兵营，叶无穷对这张图纸最是满意。骑兵具有高机动性，非常灵活，这是其他兵种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一直想搞骑兵，可是没有那么多优秀坐骑。现在可以雇佣骑兵了，但自己人的坐骑也要尽早安排上。多刷刷系统商城，或许能买到优良的坐骑。兵营建设搞起来，叶无穷整够了材料，开工。几座兵营建设中，安排一批人过来敲敲打打，可以加快建设速度。他又通知主城的几个村子，在主城外围建一些简易宿舍、大通铺给雇佣兵住的。他还没考虑好要召唤多少士兵，但每个村子都将有城墙，都必须有足够的常驻军。就这样了，兵营在这建设着，叶无穷回家去了。他还有要事，金色宠物蛋，新手期第3天的每日结算抽奖中抽到的，孵化期7天，今天已是穿越的第10天凌晨了，距离宠物蛋孵化成功还有5分钟。叶无穷坐在卧室里，将这颗神秘的金色宠物蛋捧在手中，紧盯着它。金色品质毕竟稀少，对这个即将降生的小生命，他期待已久。会是什么呢？蛋壳上出现了一丝裂纹，时间推移，裂纹越来越大。5分钟过去，蛋壳被里面的小东西弄破了一个洞。叶无穷静静观察，没有动手帮忙。小洞越来越大，洁白的光芒从中迸射出，咔嚓，蛋壳破了一个大洞，一团圣洁的白色能量挤出来，落在叶无穷面前的地板上。他微微吃惊，张大眼睛观察着。能量光团被小东西吞噬掉，他露出了本来面目，一头洁白的小兽，体型有些像小白马，但头上生着一根独角，孵出了一只漂亮至极的独角兽，通体洁白如梦，泛着银色光芒。离谱的是，它的小尾巴是彩虹色，五颜六色的，非常华丽可爱。彩虹独角兽，极度罕见的圣光系，善良、纯洁而勇敢，世人眼中只存在于梦幻里的生物。它还小哦，长大了会给你更多惊喜。小独角兽刚破壳，有点迷茫的样子，湿漉漉的银色大眼睛左右张望了一下，望向面前笑盈盈的人类。叶无穷朝小家伙伸出手，独角兽不愧是善良天真的生物，眨了下眼，便自觉地把小脑袋送了过来，蹭着他的手掌，十分亲密。独角兽毛乎乎的，手感暖融融。叶无穷跟他玩了一会，尝试着意念沟通，惊喜地发现小独角兽非常聪明，给了他回应。主宠契约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用意念交流。叶无穷非常喜欢这貌美如花的小可爱，给你起个名字吧，就叫毛毛。取名鬼才，叶无穷说道。小独角兽高兴地点头，反正他听不懂主人说的名字到底啥意思。叶无穷带着毛毛在城主府里四处逛了逛，教他辨认建筑。小家伙很聪明，学习能力很强，很快就知道了哪里可以去，哪里不能去。叶无穷陪他玩了一会，就要去处理其他事了。他询问系统，这小家伙作为圣光生物吃啥？不会吃的是光系晶石吧？系统说，是啊，不过独角兽也会从自然中汲取灵气，也可以把阳光转化成圣光。叶无穷，好家伙，太阳能的宠物，那就不操心喂食了。他对小家伙的能力比较感兴趣。系统告诉他，独角兽天生擅长光系魔法，可攻可奶，可精神安抚，还能当坐骑。独角可以解毒，好好对它，它能带来幸运。如果能够进化，还可以长出翅膀，会飞哦。叶无穷，毛毛啊，我的梦中情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就是娃娃现在还小，没法骑啊，不然骑起来肯定比大象炫酷多了。第56章，旅行小马，孩子太牛逼了怎么办？凌晨2点半，叶无穷带着他的小独角兽在主城里晃悠，他是巡视建设情况，顺便带小家伙认认周围环境。哪里知道，一出门之后，独角兽竟然在黑暗中散发着莹莹之光，洁白的一小团，小白马一样，蹦蹦跳跳，超可爱。不愧是圣光系，这娃子有前途啊！不愧是金色品质，叶无穷非常满意。他骑着大象在主城区巡视了一圈，小独角兽哒哒哒跟在旁边，简直跑得比大象还快，东张西望，歪着小脑袋到处看，对这里的环境很好奇。10个竞技场都快完工，几座兵营也只需几小时便能完成。叶无穷带着毛毛一路走来，每个人看到他都是惊奇不已。很快，围观独角兽，全体摸鱼。哇，这就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吗？竟然真的有，我还以为是神话传说。好漂亮，好可爱啊！我的天，可爱爆了！想入啊！
好好看啊，这是城主的宠物吧？还会发光，真的很高贵优雅。目测是神兽级别，至少是橙色。哎，只有大佬才能拥有啊！嘿嘿嘿，小家伙害羞了。小独角兽哪里见过这么多人？看看大家，微微羞涩的低了低头，依偎在叶无穷身边。叶无穷 rua 了 rua 他的小脑袋，众人顿时更加羡慕了，也想 rua。气都冷，这么漂亮可爱，能不能人手一只啊？哪怕是彪形大汉，看到小独角兽也有些挪不开眼。洁白高贵，美得像梦，简直泛着仙气。放到古代，那就是祥瑞啊！好了，该干活干活，抓紧点。叶无穷轻咳一声，带着毛毛继续巡视。然而，独角兽视频与照片已是在论坛疯传，万人争相围观传说中的神兽。毛毛只是一个露面，就在无忧城成为了网红。祥瑞啊，大兴之兆！叶无穷瞄了眼论坛，看到这种论调，一阵无语。内部消息不得外泄，自己关起门来议论也就罢了，不准发到区域里。娃子还小呢，战斗力没有彻底成型，若是让区域的其他城邦知道，口水不得淹过来啊！不过叶无穷对小独角兽还是不够了解，刚破壳不久，所以害羞又粘人。但他聪明，很快了解周围环境之后，就暴露了活泼的本性。长大的独角兽或许安静优雅，可小时候也是个熊孩子啊！跟着叶无穷查看了10几个村子，已是过去了快2个小时。毛毛大胆地向叶无穷表示想要出去玩。叶无穷，黑天瞎地的，你上哪玩？毛毛迷茫眨眼。圣光系独角兽不懂什么叫黑暗。叶无穷突然发现带宠物和养娃一样，憨憨还好一些，快1岁了，已经比较成熟。这刚出生的独角兽完全就是小孩子。叶老父亲默默叹了口气，咋呀，真是失敬，没想到你竟是一匹脱缰的小野马，放纵不羁，爱自由。毛毛表示待在这里没有人陪他玩，他要去外面找找小伙伴，或者看看外面有没有好东西带回来送给爸爸。叶无穷小家伙根本不明白主宠契约是啥，他视叶无穷为父母，咱这就当爹了。叶无穷摸了摸好大的小脑瓜，也不是不行，就是这种生物没有性别，神兽嘛，中天地之灵而生，就看作儿子吧。儿子刚破壳没多久，就急着出门探索寻宝了，真是太太太懂事了，来报恩的吧，真应该让刁民们好好学学。叶无穷无比感动，然后拒绝了。小东西就这么丁点大，还想出去探索？开什么玩笑，外面怪物那么多，太危险了。毛毛表示不懂，为什么会有小伙伴要伤害他呢？再者他也很厉害的好吧。叶无穷便请教系统，这么积极是什么情况？系统说有些宠物就是喜欢寻宝，而他也确实不必担心太多。独角兽爱好和平，有神奇的亲和力，顶级精神安抚能力，除非失去理智的邪恶生物，其他野兽对他根本生不起攻击的心思。叶无穷厉害啊！而毛毛急于证明自己实力，哒哒哒跑到一块无人的大石头前，一小团圣光射出，比炮弹还快，砰！整块大石4分5裂，炸得粉碎。叶无穷鼓掌，好家伙，本来要做碑的一块5米巨石，重达1000吨，这下施工队要哭了。话说娃娃确实很厉害啊，但叶无穷还是不放心，要是被围攻或者遇到陷阱怎么办？毛毛脾气好，继续介绍自己的优点。我跑得可快了，说着蹭的一下消失在原地。叶无穷眼花了一下，以他绝佳的目力，再加上是黑暗背景，才看到一个白色光点在飞快的瞬移，眨眼间就出现在几百米之外。闪现闪现闪现！好家伙，人家坐骑跑得快，我家宠物跑得像闪现。毛毛神出鬼没的又跑回了叶无穷附近，仰头大眼睛巴巴地望着他。叶无穷心情着实复杂，金色品质，诚不我欺，不仅是太阳能的，还要主动赚钱养家。孩子太牛逼了，送他去上研究生吧。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看到他的移动速度，叶无穷答应让他出门玩耍。但是你要小心人类，不要被他们看到，否则……他取出一个烤肉架，点上火，放上烤肉，很快油脂滴落，香气四溢。叶无穷拿刀比划，被人类抓到，你就变成这样了，知道吗？小独角兽吓得往后退了退，连连点头，表示看到人类就赶紧跑。除了爸爸和村里人，其他人都是大坏蛋，注意安全。叶无穷抱抱他家仔仔，好像也没啥好担心的。天然的独角兽本来就生活在森林里，而且作为神兽，危险感知力超强的，不会置自己于险境。这个送给你。叶无穷的目光充满慈爱，取出32格，
防火的研磨的皮背包给小毛毛背上。既然要出门，那就多装点回来，不要跑太远，不要在外过夜。如果我不在家，你就自己在家玩。叶无穷又叮嘱了一番。儿行千里父担忧啊。毛毛非常耐心乖巧，不断的点头，牢记着老父亲的叮嘱，背着大皮包的小独角兽呲溜一声跑走，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第57章硬核开荒。炸个水库出来，把小独角兽送去探索。叶无穷也该忙自己的事了。他目前的计划里有几件事重要且紧急。一是水源问题，人口实在太多，泉眼这种资源点太稀少，不够用，河流无法穿过所有村落，打井只有小水井，只能满足1-2户人家的需求。现在大多数生活用水需要专人去河流溪边搬运，因此出现搬水工这个职业。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暂时风调雨顺，可如果出现旱灾就蛋疼了。高级水井图纸也是在搜寻中。叶无穷原本打算安排人手搞几个水库，这个工程量非常大，但刚才看到毛毛把巨石炸碎，他突然有了大胆的想法。既然追求效率，干脆奔放一点好了。他想起一个故事，在水蓝星以前有一个苏国，当年很是牛批，囤积了大量的核弹，但核战争并没有打起来，核弹一枚都用不出去。这玩意儿也是有保质期的，过期的话就废了呀。恰好苏国某地要建设大水库，施工难度很大，有关部门一拍桌子，直接用核弹炸一个。于是轰隆一声巨响，水库闪亮登场。原本需要挖几10年，一下子就搞定了。叶无穷也准备来炸水库，先搞一个试试。主要是他昨天刷系统商城买到了一些大杀器，惊人的爆破手雷子，这是工程学大师托克格温的得意之作，拥有可怕的杀伤力，基础伤害2万点，爆炸范围200米。嘣，离他远点儿。这战斗力确实很惊人，所以叶无穷不假思索就买了。200枚手雷打折后花了18000金币，100倍之后 2W 枚手雷，不知能不能搞点事情。见识到了足够多的东西，叶无穷对这个世界的工程学也略有了解。工程学有点像工科，偏向机械工程制造，也能做出杀伤力很大的东西，通常都是消耗品。再加上自己的雷系法术，劈天立地，这大招太浩蓝，破坏力太大。他还没试过，总是想试试。蓝也耗了，地方也破坏了，搞成小水库就是化破坏为建设。有了水库之后，就可以开挖人工渠，以后农业、工业、生活用水都不愁了。叶无穷通知了几个村的村长，顺带又把战士团的300多号人也叫上，浩浩荡荡的奔赴无忧城西部的一片荒野，距离最近的村庄有4-5里。叶无穷简单跟他们说了自己的计划，众人都是大惊，啥？用法术和手雷炸一个水库？这开荒手法也太硬核了吧！不过领导脑袋一拍，突发奇想，脑洞大开，大家能说啥呢？支持，在旁边鼓掌就完事了。叶无穷叫他们闪远点，选中了一块地方就开始施法。雷系晶石在手，他一点也不慌。进入施法状态，叶无穷周身蓝紫色的电光萦绕，滋滋作响。战士团的众人基本都和叶无穷没有太多的接触，有接触也就是通过系统看到他发的命令和通知。对于这位传奇般的大佬，大家都很是敬畏。今日一看，卧槽！城主摇身一变成了雷系法师。雷系老大居然觉醒的是雷系，雷系啊，法术之巅，这是什么气运之子？道道惊奇的议论声，充满了羡慕嫉妒恨。胖子小声说，不是，以前还没有这样牛逼。他是最清楚的，叶无穷以前就是个散人嘛，当上村长之后就更加逆天了。哎呀，反正很牛逼就对了。雷系，我的天，好眼馋啊！我这种毫无魔法天赋的麻瓜，羡慕哭了。卧槽卧槽，这战斗力，这要是打在我身上，交了呀，立刻！一群人吓得又退远了一些，老大从不跟他们开玩笑。叶无穷周身雷霆纷飞，紫蓝色的光芒在黑夜中无比显眼，天地之间起风了，云层奔涌不息，乌云汇聚，天空中传出了滚滚的雷声，道道闪电如狂蟒，划破长天。轰隆隆，一道雷霆率先劈落，地面土石飞溅。叶无穷继续念咒，这个大招读条好长。紧跟着第2道、第3道雷霆滚滚落下，自天而来，一道道雷霆顺着叶无穷意念的引导，劈在了他前方数百米处。整个天地间风起云涌，狂风大作，渐渐的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漩涡之中风雨大作，雷光纷纷，
犹如一条万丈的雷电龙卷。此等异状，把附近村子的人吓坏了，赶紧躲进屋里。不是说天灾取消了吗？这特么怎么回事？太可怕了，变天了，我差点让刮走了。兄弟们，赶紧躲起来，可能又有雷暴雨，又打雷了，好想好可怕呀！妈妈，一群人应对天灾已是有经验了，一传十，十传百，短短10分钟，整个城的人都躲进了庇护所中。论坛上到处都在问这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突然变天了，还能不能好好过日子了？战士团的人勿要惊慌，是城主在试用新型武器，未经许可，他们不敢透露太多。新型武器，这妖牛逼哄哄的吗？什么东西啊？不会是原子弹吧？楼上动点脑子行吗？就算是，那也应该叫雷子弹啊！好奇，突然就不怕了。安全感爆棚，安全感爆棚+1。雷霆掀起风暴，持续轰击着地面。叶无穷见大局已定，正好引动了天雷，雷霆气息非常浓郁，顺带再用另一个大招雷龙吞天，无尽的雷电化作一个巨大的龙头，自高空俯冲而下。咚！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地动山摇，大地震颤，庞然的雷系能量冲击地面，释放出巨大的威能，土地炸裂，表面甚至融化。可这次应该叫雷龙吃土，但冲击力依然非常之强，就连叶无穷本人也不得不往后闪躲。20分钟后，轰隆隆的万丈雷霆终于停止，叶无穷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见老大搞完了，战士团的人终于敢说话了。城主这战斗力是要逆天啊！这战斗力可以当 BOSS 了，词穷了，牛批！大家原本都非常好奇叶无穷的战斗力，今日见识过之后，再也不敢好奇了。叶无穷摆手道：一般一般，全村第3。他打开系统地图，查询这个大坑的数据。第58章，见见世面，探索瑞格镇。很好，直径400多米，最深处近200米。这个雷霆大坑蓄水量可达400万立方米，还算不错，但仍有点小。叶无穷给战士团的这些家伙每人发了10个爆破手雷，这东西爆炸范围200米，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叶无穷非常严肃。一群人转移到大坑稍浅的地方，集体小心地投掷手雷，不用拉引线，受到剧烈撞击，它一样会爆炸。砰砰砰，阵阵巨响传出，土石飞溅，村里的人又是吓了一跳，这特么是在打仗吗？地动山摇的，唉，今夜是睡不成了。城主又在搞啥幺蛾子？等到白天，修建水库的事传出，立刻就坐实了叶无穷的坑王之名。而现在10轮手雷扔完，大坑底部的深浅可算是均匀多了，蓄水量达到了700万立方米。战士团的各位勇士皆是有些兴奋，嗷嗷叫，刺激啊！会爆炸的东西有点带感，身上的装备突然就不香了。我要向热兵器时代迈进。好东西啊，老大从哪弄来的？得花不少钱吧？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手雷应该也差不多。叶无穷说：系统商城，我商城28级了，高等级商城时常打折，几乎都是高品质物品，形形色色的，简直是个资源宝库，就是有一点点烧钱。而战士团的这些人体验了一把手雷，想象力大跃进，啥装备都不香了，目前就想要黄金加特林搭配重装机甲，突突突！这世界可真奇怪啊，居然还有手雷！如果有了图纸，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能做？有人问到了点子上，叶无穷自然考虑过此事。那群矮人让他深刻感受到，技术就是生产力。矮人的锻造也就是铁匠技能，用处很大，但工程学作用也不会小，就是不知什么族群有这技能。叶无穷把此事列入计划中，把当前的重要任务做完，就要全力发展生产了。第一个水库大致完成，后续整理工作和水渠的挖掘交给施工队，叶无穷就不管了。这几天的建设也让他发现2号村、5号村的村长能力很不错，他考虑多留意这类人才，组建一个内阁，以后自己就负责发号施令，处理终极难题。叶无穷把水利工程任务分发下去，又告诉战士团：各位，我们有新的任务。战士团这几天的日常就是练武，提升实力，狩猎和护卫现在都用不着他们，村民家游侠自己就解决了。叶无穷，我准备带大家出去见见世面。战士团某些人眼睛一亮，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这样不好吧？俺还是个孩子呢，想屁吃呢？他威严的目光缓缓扫过，所有人都立刻噤声，再也不敢嬉皮笑脸。那目光所及之处，仿佛有刀锋的寒意，
悬在他们脸上。叶无穷身形笔直，训道：“我们是在求生，你们看看排行榜，看看地图。”众人一看，顿时惊喜：“老大，我们冲上第20名了！在英明神武的城主带领下，我们再次创造奇迹。”叶无穷，是叫你们看这个吗？排名每天都上升，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毕竟基建狂魔日夜都在干，是叫你们看看，前面还有19个城邦，现在的成就根本不算什么。有些城邦先天的资源禀赋就得天独厚，要保卫家园，我们要付出更多努力。一群人也不敢说啥了，虽然欣喜，但想想的确压力山大。叶无穷，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去瑞格镇探索。系统虽然给了地图，但范围和信息都很有限，只能看到大概地形。想要更多情报，必须自己探一探。另外，也是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单靠他自己从商城买，凭啥呢？之前新手村附近也出现了一些小村落，里面有原住民。叶无穷也派斥候悄悄探索过，没什么大的收获。躲在穷乡僻壤、隐士避战的小村子，有点桃花源的意思。村民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世界形势。瑞格镇是距离最近的大地方，2个小时准备时间，大广场集合。2小时之内，叶无穷又做了许多事。大德鲁伊的兵营率先建完，他凑够材料，加了个细魔法晶石，召唤了5万名大德鲁伊。大德鲁伊是德鲁伊的3次进阶职业，技能、属性各方面都要强力得多。5万多名游侠，5万名大德鲁伊，再加上每个村建好了城墙，配备有上百座守城利器萨哈蒙炮台，无数的箭楼和防御塔，各个方向派出的数千名斥候可以提前发现危险，这些加起来足以保卫城邦的安全。只是这一次属于长途跋涉，瑞格镇距离无忧城直线距离至少2500公里，叶无穷还没赶过这么远的路，昼夜不停也需要几天。其他人也需要优良坐骑。其实他在系统商城中也买到过马匹，但白色品质、个头、耐力、负重都不咋样，在村里拉拉货载人还行，长途是要累死他们，气死人。叶无穷安排好了各项工作，专心刷商城，刷了200多次，买下来许多资源，有猪牛羊、果苗、面包、棉麻、丝绸等生存物资，也有裁缝秘术、制皮图纸、炼金配方、急救技术等等图纸，还有各种装备、建筑或锻造材料，反正能有用处就买。就在他买东西买到眼花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新物品——德米尔战马子，来自德米尔王国的优良战马，受过严苛的专业训练，绝不会在你被他甩飞时哈哈大笑。叶无穷，这马有点不正经啊，但坐骑和宠物都太稀少了，他仍是买了下来。52乘以100头，这种时候就要感谢系统包裹了，同类物品可以堆叠在一起，提供了惊人的便利。叶无穷取出一匹战马来试试，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骑感非常好，迅捷而稳定。5200头战马足够轮班，可以无缝衔接。叶无穷看了眼地图，惊奇地发现有些地方被点亮，可以查看更多详情了。这都是小独角兽的踪迹。好家伙，跑图他是专业的。很快到了集合时间，人手3匹马，321人从最东边的27号村出发，朝着瑞格镇奔去。一行人几乎昼夜不停，几匹马轮换，终于在第2天晚上7点多抵达了瑞格镇。第59章酒馆会玩，哪里见过这等场面？晚上7点多，天色已黑，瑞格镇外，叶无穷一行人早已收起了大部分战马，留了10来只在外，马背上驮着一些麻袋，装着不值钱的货物。所有人也都穿上了皮衣，乔装打扮成一个路过的商队，要不然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此，看起来像夺村掠寨的土匪。即便如此，还是被瑞格镇的守卫拦下了。站住！你们是什么人？火把映照下，几名守卫盯着这群不速之客，颇为紧张。尤其是领头之人，身材高大，令人倍感压迫。被长矛与长弓指着，叶无穷没有丝毫紧张，笑呵呵地开口：“我们是一支商队，路过此地，想要休整一下。”他贴了2撇弯弯的大胡子，看着没那么凶了。至于双方语言，有系统在，不必操心这个问题。你们等一下。守卫没有自作主张，盘问起来。叶无穷略一思索，不想浪费时间等待，直接取出了一个精致布袋。我们跋涉许久，已经精疲力尽，只希望借宿一晚，这点薄礼就送给镇长大人吧。守卫接过，沉甸甸的，再摸摸形状，立刻了然，派人去向镇长汇报。20分钟后，这么一大群人简单的搜身之后被放了进去，还有一个当地人
主动要给他们带路。几名守卫啥也没搜出来，勉强信了这是一支商队，只是有点小穷，裤子、鞋子全是泥浆，的确长途跋涉的样子。叶无穷收到系统提示，你的欺诈者天赋已升至2级，令人信服的魔力正10%。叶无穷，哼，也不知道为啥，他整天好好的，啥也没做，这个天赋莫名的就自己长经验，方才就升2级了。有本事你升到满级啊！瞄了眼系统的功夫，叶无穷已是和带路的向导问到了镇长的所在。麦考利大人正在玫瑰酒馆喝酒呢。各位大人，要去旅馆住宿吗？恰好有守卫跑过来，说镇长愿意见他们。于是叶无穷一行人转向了酒馆，只是人太多了，怕是挤不下。叶无穷便点了几10个会前行、隐匿等技能或者机灵的战士去镇子四处查探一番，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手，坚称自己是商人就行了。玫瑰酒馆，灯火辉煌，酒与食物的迷人香气飘散了很远。200来号人浩浩荡荡地出现在酒馆门口，黑压压的一片，原本的欢声笑语立刻像被静音，所有人都回头看过来，只有酒馆深处依旧传来乐声和笑声。叶无穷笑了一声，张开双臂，我们商队只是路过这里，没吓到你们吧，我的朋友们？静默，几秒之后才有人呼出一口气，商队啊，吓死我了，还以为是好大的商队，肯定很有钱。叶无穷等人走进酒馆，所有目光都盯着他们，他也扫视了一圈，看似漫不经心，却已经看清了所有人的脸。酒馆果然是个找乐子的好地方。此刻这里的人有一起吹牛逼的当地镇民，也有和小伙谈笑的年轻姑娘，数量最多的则是舞者，打扮、气质和村民明显不同。叶无穷也不确定是否该用舞者来称呼他们，就是习武、拥有强大实力的人。这群舞者明显没有组织，很是散漫。叶无穷等人走近，酒馆立刻拥挤不堪。他做了个手势，后面的人便也离开，探查小镇去了。先来50个人的食物，还有酒。叶无穷坐下，对女招待说。酒馆里渐渐恢复了喧哗，却仍有不少人的目光都盯在这群商人身上，眼睛放光，仿佛看到了一枚枚行走的金币。叶无穷假装未觉，跟旁边的人攀谈起来。有2名浓妆的美艳女子都对他表示兴趣，立刻告知了许多信息。原来这些舞者是雇佣兵，还有赏金猎人、游侠。当然，雇佣兵的实力也不一样，有叶无穷召唤的那种子质大佬，也有小镇上游荡的底层人士，靠帮人打斗、做任务过活。战士团的其他人左右看看，也跟原住民们聊上了。来之前，叶无穷就统一口风了，他们是从遥远的南方来的，半路上遇到了山匪，死伤了不少弟兄，所以嘛，身上的钱没几个了，没倒是真的。一群人正在互相瞎扯淡，酒馆深处的小门打开，一个青年出来，看了看这些陌生面孔，你们就是那群商人，镇长叫你们过去。叶无穷点头，丝毫不慌，走了过去。他10几个实力较强的手下也是默默站起，跟上。他们进入酒馆深处，立刻像是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卧槽！胖子发出一声低呼，这酒馆竟别有洞天，内部比外面大了太多。深处像歌舞厅一般，有舞台、观众席。此时的舞台上，几名衣着大胆的女人正肆意的摇摆，舞姿动人，载歌载舞。边上还有乐队演奏着不知名的乐器，而观众席上则坐着几个如痴如醉的老色批，怀里抱的有，台上也有，满屋莺莺燕燕，啧，成会玩，好一番闭门酣歌的奢靡景象。战士团的这些人哪里见过这等场面，都是满心的卧槽。他们这些天游走在生死之间，奋力求生，而这些人竟然过着如此令人发指的快乐生活。大家都有一句话想对这些原住民说：你们好骚啊！观众席中，一个老大爷见到这群人愕然，有些羞窘闪躲，又忍不住想看的表情，登时大笑起来。老大爷望向叶无穷：你就是领头人吧？叶无穷礼貌颔首：正是。您是麦考利大人吧？麦考利点点头。下一瞬，脸色骤变，笑眯眯的老大爷变成了威严的大老爷。他扔出叶无穷刚才送的布袋：你们到这里来究竟什么意图？布袋落地，滚出一个个圆形的金属，与金币大小、厚度一模一样，却是铁制的。不打开看的话，还以为是一袋金币呢。不过是想见见镇长罢了。叶无穷微微一笑，这不就见到了吗？第60章，恰逢好戏，复仇的土匪。叶无穷早有预料，他们远道而来，无名无姓，人家镇长凭什么见他？干脆送出矮人们锻造的假钱。
镇长气不过，肯定会找他询问。事情果真按他写好的剧本在走。叶无穷这不卑不亢的回答，倒是出乎麦考利的意料。他想了想，哈哈大笑：“不错，你很聪明。”叶无穷微笑道：“失礼了。”麦考利摆手挥退了身边的2个女人，就连台上的歌舞队也撤了下去。胖子等人瞧着，心里默默遗憾：“你们谈事情就谈呗，关歌舞什么事？不过老大说要带他们出来见见世面，还真没错啊。”麦考利靠在椅背上，满脸精明，暗藏阴厉：“说吧，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叶无穷淡淡道：“我是商人，当然要谈生意。这次探索瑞格镇，第一目标是了解世界，第二任务就是外交，顺带交易，采购一些物资。如果行事不由人，变成交恶，那也没办法。”麦考利眼神嘲讽：“不会是要命的生意吧？”叶无穷道：“北方有阵子粮食紧缺，我要采购一些食物过去。”麦考利目光在对面10几个人身上游移，满脸怀疑：“我可不觉得他们像商人。”叶无穷瞥了自己的手下一眼：“哦，他们是我的保镖。这年头，你知道的。”麦考利在沉吟，老眼中金光隐现：“如果你真是生意人，就应该明白。”他点到为止，眼睛向下瞥了瞥地上的假金币，等着叶无穷自行领悟。想吃回扣吗？这个叶无穷熟。叶无穷道：“我当然希望做双赢的交易。”然而他话没说完，收到了战士团群聊的@。老大，情况不对，镇子被人围起来了，还附了一些图片和视频。叶无穷迅速看过，神情未变，对麦考利说：“价格绝对会让你满意。”同时在群里回复：“静观其变，先保护好自己，暂时别动手。这是别人家的事，他们搞不清情况，先不要瞎掺和。”手下发过来的视频显示，瑞格镇的主镇被2、3千人包围，这群人凶神恶煞，打着火把，一些人骑着马，另一些是步兵，却都是全副武装。叶无穷内心觉得很操蛋，他们赶了2天的路，今晚才到瑞格镇，结果就碰到这种事，一时说不清到底他倒霉还是镇子倒霉。麦考利也没能和叶无穷周旋多久，门被人撞开，酒馆老板焦急而惊恐：“镇长，闪电大王又带人来了，他说这一次要杀个精光。”“什么？他还活着？这群土匪！”麦考利豁然站起，惊疑不定地扫了叶无穷等人一眼，迅速跑去了酒馆2楼查看情况，边跑边喊道：“快，召集卫兵！”酒馆外面的镇民这时已经一哄而散，只有一些雇佣兵似乎艺高人胆大，留了下来。叶无穷带来的人手也是在镇里躲得到处都是，旅馆的马厩、住户的柴房、居住区小巷，大家都很无语的在观望。这他娘的有点倒霉，却没有丝毫恐慌。什么闪电大王，能接住老大一发雷霆吗？酒馆上空，嗖嗖嗖，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应该是警戒信号。家家户户看到信号，都开始插门。镇子里不知从哪跑出来一些卫兵，却有些迟了。镇门的几个守卫已经被杀，塔楼的几十士兵也几乎全被射杀。为首的闪电大王骑着高头大马，长刀一挥，杀！2000多名土匪从镇子大门冲杀而入，这种程度的防御在他们面前如同无物。一些骑兵土匪在街道上纵马狂奔，直奔酒馆、镇长家和一些富户住宅。步兵四散开去，各自寻找下手目标。还有一些工兵射出了火箭，引燃了几户民居。麦考利在酒馆2楼听到响亮的马蹄声，吓得有些发抖，跌跌撞撞下来，对还没有走的雇佣兵说：“保护我，给你们3000金币。”这是个令人心动的价格。然而几名雇佣兵从窗子看到敌人的身影，脸色大变，咒骂一声：“这家伙居然没死！”现在镇里到处都是敌人，根本没有安全的地方，他们想跑也来不及了。麦考利也不指望他们，又向叶无穷求救：“快，叫你的保镖守住酒馆，不然大家都得死。”叶无穷淡淡看了他一眼，再联系所有情报，感觉哪里怪怪的。闪电大王这一伙人在瑞格镇似乎挺出名的，和瑞格镇似乎有什么恩怨。不过片刻，砰的一声巨响，酒馆大门直接被马撞开，一名彪形大汉骑马冲了进来，他手持长刀，满脸络腮胡，目光阴狠：“麦考利老狗，滚出来！我知道你在这里。”麦考利这时也不再求助任何人，他从上衣内兜摸出一个小包裹，紧握在手中。突然一股大力袭来，他整个人翻滚出去，从酒馆深处跌到了外间。谁？麦考利猛然回头，也没看见凶手。叶无穷懒洋洋收回大长腿。嗨呀，看戏中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所以脚动快进了一下。接下来众人便看到凶残的闪电大王
啥也不管了，开启骂街模式，长刀抵在麦考利的脖子上，一顿臭骂，唾沫横飞，问候了麦考利的祖宗18代，声如雷霆，暴力至极。说到怒处，在对方身上戳了起来。听了一会，众人才知道，原来这两货是因为分赃不均。闪电大王臭名昭著，是一伙流寇的首领，烧杀抢掠。麦考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双方一个提供情报，一个行动，然后再分赃。结果上次麦考利的情报不准确，导致闪电大王损失惨重，养了好几个月的伤，险些身死。麦考利还以为他死了，所以高枕无忧，哪里想到今天被他左一刀右一刀的削。这时闪电大王的一些手下也冲了进来，跟没走的几名雇佣兵打成一团。麦考利闪躲着，想要挣脱魔爪，怒吼道：不要逼我用炸弹，所有人都得死。说着把拿着小包裹的手举了起来。一提到炸弹，战士团的人就想到了，不会是爆破手雷吧？闪电大王明显顿了顿，麦考利眼睛一转，对，就是这个，你不想死对吧？然而闪电大王不是毛孩子了，根本不信，狞笑道：你能有那种东西？你炸呀！麦考利心一横，掏出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拉开引线，一片寂静，什么也没发生。哑火了！闪电大王大刀劈下，今天就是瑞格镇的死期。丢！一枚蓝子电球飞射而来，打在刀上，滋滋滋，电流窜动。闪电大王身子一抖，陷入麻痹状态。第61章出手。生意人叶无穷，要命的生意吗？闪电大王被麻痹，原本要砍下去的大刀也悬在了半空。酒馆大厅中所有人皆是惊疑不定，望向阴影。叶无穷自阴影中徐徐走出，找了一个完好的座位坐下，优雅的隆起双手，示意道：抱歉，刚才太快了，我看不太清，现在你们继续。他坐定，一脸继续看好戏的神色。闪电大王满脸震惊与骇然，电流涌动，他的手已握不住刀了，长刀砰然落地，戳在了麦考利两腿之间。麦考利发着抖，险些吓尿，抖抖索索地拖着身体爬离闪电大王，却也不敢靠近叶无穷的方向。叶无穷坐在那里，战士团的10几个人在他身后站成一排，威势凛然，俨然帮派老大的气势。麦考利满身冷汗，心里暗恨自己看走了眼，这群人哪里是什么商人啊，只怕是一群刚兴起的土匪吧。他今晚真是喝多了，财迷心窍，竟把这群人放了进来。现在好了，前有狼，后有虎，不过到底是人老成精。麦考利转念之间便做出决定，朝叶无穷爬去，喊道：各位勇者，求求你们出手，救救我，救整个镇子吧。对方在弹指之间便限制了闪电大王的行动，可见实力卓绝。指望这两伙人黑吃黑两败俱伤是不行了，但一方收拾另一方应当是可以的。哎，虽然这位也不好惹，但总比承受2种伤害要好啊。叶无穷在群里命令道：动手，面上却是微笑。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这时闪电大王憋得满脸通红，以顽强的意志想要恢复对肌肉的掌控，他的手动了一动。麦考利爬得更快了，大吼道：救我！什么都好商量，这可是你说的。叶无穷打了个响指，他手下留守酒馆的10来个人早已是摩拳擦掌了。除了新手村的 PK 战，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遭遇人形怪啊。闪电大王和他的同伙一个个都是大红名，红得发紫。战士们迫切想知道自己和原住民的实力差距，平时总被城主打击，刷怪都没意思了。一群人厮杀起来，叶无穷端坐着没有动，把这个试刀的机会让给手下吧。麦考利已经爬到了他身边，扶着椅子坐起来，仍然抖得厉害，紧张不已地看着酒厅内的打斗。只见叶无穷的手下如砍瓜切菜一般，将闪电大王一群人干得稀碎。万人斩首持双斧站在闪电大王面前，好歹是个小头目，你有什么遗言吗？闪电大王恨恨地扫视他们，目光最后落在叶无穷身上。他有些口齿不清地说：雷电法师，算我倒霉，他有闪电之名，与电无关，只是刀快罢了。他又哈哈大笑起来，愿古斯塔夫早日见到你，哈哈哈。战士团的人皱起眉头来看向叶无穷，叶无穷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万人斩也不废话，直截了当地结果了闪电大王。麦考利两眼乱转，惊魂未定，偷偷瞥着叶无穷。这人听到古斯塔夫的名号，竟也没有丝毫异色。叶无穷根本不晓得这是谁，就算知道又如何？这人难道超越神了？他身上现在还挂着邪神残念的注意，堕落神灵的诅咒呢。嗨，多大点事儿！叶无穷关注着群里的战况。
闪电大王带来了足有2600人，而战士团除了他只有320人。好在并非直接对抗，在镇子里属于巷战，空间有限，战术更重要。小规模包围战很好用。叶无穷看在场几人有点闲不住，就叫没打够的去加入战斗。他要和麦考利谈谈。叶无穷静静看着对方，世事无常。10分钟前，这名镇长还左拥右抱，老牛吃嫩草，满脸的高高在上，转眼之间就成了一条瑟瑟发抖的丧家之犬。我真的是个生意人。叶无穷把玩着一枚金币说。麦考利挤出一个撕了马的笑脸，他听到这句话，心都吓得要裂开了。这货，整片大陆都罕见的雷电法师，竟以生意人自居，做的一定是买命的生意吧？叶无穷拍了拍麦考利的肩膀，好好想想，你的命值多少钱？顿了顿，又满脸关切道：“可别吓死了，不然就麻烦多了。”麦考利，他这条老命怕是保不住了。15分钟后，镇子内的战斗基本结束，还有个别怂比土匪见形势不对，已是逃得飞快。叶无穷并没有现在就向麦考利索要报酬，既然闪电大王一伙作恶多年，事情还不知有没有结束呢。果然，一人骑着马飞快奔来，边跑边喊：“我是艾伯特，贝克老爷家的艾伯特，镇长大人，快去救我们老爷！”麦考利仍是惊魂未定，听到这人的求救，他有些六神无主。镇子里的守卫死伤大半，剩下的残兵暂时也收拢不起来，时间来不及了。麦考利只好再次向叶无穷求助：“大人，求你救救贝克老爷吧！”叶无穷，这是谁？老爷？听起来是个小地主啊！艾伯特已跑来了，急忙说：“镇里有一半都是我们老爷的产业，请勇士救人，老爷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好家伙，镇里一半的产业！叶无穷一听，一把将麦考利拉上马，义正辞严道：“勇者的事，谈什么报答？兄弟们，随我走！”战士团所有人掏出战马，准备驰骋。叶无穷在群里说：“慢点跑。”大家略一琢磨，便懂了，保持着和艾伯特的马差不多的速度。他这马已算不错了，然而镇上产的马如何能与德米尔王国产的战马相比？于是，等到一行人赶到镇外的一个堡楼，晚了，富翁已经被杀了。叶无穷了解过情况，发现，就算他们快点跑，也是来不及的。艾伯特拼死出门不久，贝克老爷藏身的地窖就被攻破了。只能说，这就是命啊，命中注定，贝克老爷的家财要有人来接手啊。但事情还没完，这群土匪杀了这家富户，掳了人家妻女，劫了一些财宝，已经跑了。叶无穷派了些人去追这一批，又严肃询问麦考利，镇里还有哪些富户？闪电大王对瑞格镇和麦考利恨之入骨，他说了要屠村，必然是所有的肥羊都不会放过，应该是几个小头目分头行动，然后在某个地点集合。第62章，今天我就是要这个镇子改姓叶。瑞格镇周围还有10来个村落，富户倒也有7、8个，都是小地主级别，虽没有贝克老爷富有，可相比于平民也算是土豪了。麦考利作为镇长，现在又急又怕，懊恼地叹气道：“恐怕来不及了。”闪电大王最是狡诈，心狠手辣。叶无穷内心没什么波动，这是别人家的恩怨，本来跟他没关系，但既然碰上了一伙人形怪，那就不能放过，斩草要除根。叶无穷问了麦考利，得知周围村落的方位，系统地图上也显示了大致位置，12个村。叶无穷直接将战士团分成13组，立刻朝每个村出发。剩下的一组人在野外搜寻，清理逃走的那些土匪，然后回防瑞格镇，最好能抓2个小头目回来问话。他自己留在了贝克老爷家。在艾伯特悲痛的哭喊声中，叶无穷询问麦考利一些事情，比如闪电大王这样的土匪实力是什么水平。麦考利的眼神中充满畏惧，如实回答了所有问题。闪电大王最鼎盛的时候，手下有1万多人，各地过不下去的雇佣兵和游侠都来投奔他，当土匪，吃香的喝辣的，拦路打劫商队，抢掠村落城镇，到处收保护费，偶尔再和贵族老爷们发生点小摩擦。这群家伙实战经验丰富，心狠手辣，成群聚集，令人非常头疼。所以也有一些贵族下发悬赏，要剿灭这群土匪。奈何世界太大了，闪电大王又狡诈，营地经常搬迁。去年麦考利和他合作，哪知道情报出了问题，把闪电大王坑惨了。叶无穷心中怀疑麦考利就是个双面间谍，一边跟贵族合作，保证能坑到闪电大王，一边又向土匪发情报，保证能干一票大的。这样2头吃完，还能除掉闪电大王这个心腹大患，岂不是美滋滋？
奈何闪电大王命有点硬啊。叶无穷慢悠悠道：“看来我今天晚来一步，瑞格镇就要被血洗一空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麦考利早已站稳了队，立刻做出感激不尽的样子。“是的，先生，您就是整个镇子的救命恩人。”叶无穷淡淡一笑，并不接话。现在还不是时候，相信麦考利这个精通人性的老东西，明白该怎么做。半小时后，叶无穷派到各村的队伍纷纷发来报告。大部分村，他们到的时候，土匪正在四处烧杀抢掠。有2个村格外倒霉，几乎已是散光了，他们就下了一些平民。至于富户，呵呵，土匪常年游荡，能不知道谁是肥羊？所有富户都是损失惨重，最严重的被灭了门，最好的也是死伤过半，女眷全都被掠走了。战士团各队伍与村中土匪大战，将敌方尽数歼灭。几支追踪出去的队伍也是势如破竹，凭借着优良的战马以及强大的战斗力，熟练的配合，完全碾压土匪。叶无穷留活口，老大放心，一共有2支队伍带到了敌方小头目，绑在马上带回来。夜晚9点半，除了守卫瑞格镇的骑兵之外，战士团所有人把被劫走的女眷送回家之后，都汇聚到了叶无穷这里。等待的过程中，叶无穷已经和麦考利对相关利益问题进行了平等而友好的协商。好吧，是单方面的碾压。唉，当麦考利得知各村的惨状，忍不住哭起来，自责又后怕，是他把事情办砸了，玩脱了。以前瑞格镇要给这群土匪上供，每个季度交纳牲畜、酒、银钱，来换取短暂的安全。自从传出闪电大王身死的消息，整个镇喜气洋洋，松懈许多，根本没什么防备。再加上现在又是夜晚，土匪夜袭，防不胜防。麦考利完全能想象到幸存下来的村民会怎么骂他。叶无穷对此没什么好评价的，世事无常，就是如此残酷。他只想帮麦考利认清现实，现实就是你老了，管理这么多村子，有些力不从心吧。叶无穷和善的开口，满脸关怀，轻描淡写间就做好了一道名菜：虾仁猪心。麦考利黑色红心，会心一击。他内心悲愤又屈辱，可是毫无办法。今夜可怕的伤亡，火辣辣的打脸。然而这个外来者胃口有点太大了吧？麦考利内心清楚，没有这群外来者，情况会更糟，整个镇恐怕不会有活口。可这天变得太快，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雷霆大人，这件事我做不了主。麦考利慌张道。叶无穷很是耐心，可以做主的人是谁？这群原住民的水平让他觉得自己很行，一点也不虚。麦考利，我们镇是由莱茵城管辖，奥斯顿伯爵。叶无穷刚才就从他这里得知，瑞格镇隶属于阿伦森王国，镇子东边有一座莱茵城，地图显示是在1000多里外。叶无穷笑了声，区一个小镇，伯爵大人会放在心上。麦考利就是在找借口拖延。叶无穷转念一想，便明白了，老家伙是把他也成了土匪，所以搬出了一个伯爵，扯虎皮做大旗，想吓唬他。可麦考利想不到叶无穷有系统地图，对距离一清二楚，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土匪？证明个屁！今天我就是要这个镇子改姓叶。叶无穷懒得多费口舌，轻轻打了个响指，指尖一缕紫色雷电在跃动。他一言不发，视线转向麦考利。麦考利哆嗦了一下，明显慌了。雷电法师奥斯顿伯爵来了，也要慎重对待啊，说不定会奉为座上宾。大人，我的确是老了。麦考利连忙叫道。他这样的人精，完全明白叶无穷想要什么。您年轻有为，又有这么多得力手下。麦考利张望了一下战士团的彪形大汉们，结结巴巴。如果您愿意管理瑞格镇，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欢迎。叶无穷微微一笑，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麦考利说完，大胆地跪在地上，哀求道：大人，请不要像闪电大王那样对待我们，我们只是可怜的平民啊，我真的只是个商人。叶无穷最后一次强调，才不是什么土匪呢。尝试做一个局部地图。第63章，一击多吃，满载而归。最终，商人叶无穷可谓是兵不血刃便完成了与麦考利的谈判，成功获得了瑞格镇的管理权。系统提示：是否占领瑞格镇？是，阿伦森王国将成为敌对状态。叶无穷选择不占领，占领获得的是所有权，管理得到的是实际的使用权。所有权太虚了，算个屁，实用至上。他只是用罢了，没必要费那事去招惹整个王国这样的庞然大物。
另外，瑞格镇算是边陲之地，穷乡僻壤，他相信1年半载的上面不会有人来管。叶无穷和蔼可亲的把麦考利从地上拉起来，你也辛苦了，去安抚镇民，向他们转达这个好消息吧。麦考利这个老家伙就是这点用处。叶无穷身为外人，空降管理，民众肯定一脸懵逼，解释起来又要费不少口舌。麦考利作为中间传话人非常合适。我会的，镇长大人。麦考利满脸愁云，生无可恋。他的美好生活在今晚彻底结束，再也过不上喝小酒、听小曲、左拥右抱、搞点颜色的生活了。麦考利沮丧地去查看镇子内部的伤亡情况。叶无穷审问起了土匪的2个小头目，隔开审讯，囚徒困境，几种手段轮番用上。既然已经败了，2人根本没坚持多久，便将自己知道的东西和盘托出。叶无穷得知了土匪营地的位置，系统地图也随着情报而更新，显示了营地的所在，距离瑞格镇有700-800里，跑得快的话，大半夜是够了。这个大本营及其附近还藏着闪电大王毕生的积蓄，叶无穷手上还有他的藏宝笔记呢，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破译。但是在出发之前，叶无穷转念想到了效率问题，便先去镇子外面选了一片空旷地方，开始建传送阵。建好需要12小时，大约是在明天上午11点。等有了传送阵，只需3秒传送，一下就能跨越2000多里，简直不要太爽。瑞格镇将会成为他向外探索的桥头堡，是他丈量世界迈出的重要一步，赶路效率大大的提升。安放好传送阵，兄弟们，今晚通宵，直捣黄龙，干一票大的。叶无穷收拢队伍，派了40人留守瑞格镇，其他人随他一起奔赴土匪营地。这是惊心动魄、精疲力尽的一夜，好在收获颇丰。叶无穷和他的小伙伴们把土匪营地洗劫一空。土匪营地占据了一个小山包，掩藏在密林中。营地中有500-600土匪留守，还有上千名做苦力和杂活的俘虏。这群土匪臭名昭著，叶无穷选择斩草除根。天边露出第一缕晨曦的时候，骑兵团众人聚在一起，清点所有的战利品。除了叶无穷，他们没有哪个人见过如此多的财宝堆在一起，个个都是双眼发亮。战利品主要来自瑞格镇的小地主以及土匪。闪电大王的首级还在叶无穷这儿，以后如果有机会送去拿悬赏奖金，可谓是一鸡能多吃，简直美滋滋。话说昨夜那些富户听到土匪来了，收拾金银细软便要逃跑，但东西最终落到了土匪手中。叶无穷的人又杀了土匪，这些东西自然就变成了战利品。财宝转移术，被灭门的富户家产充公，家里还有幸存者的话，剩下的财产就不动他了。土匪营地里的收获更为惊人，这群家伙纵横江湖多年，挥霍成性，但压箱底的宝贝还是有一些的，金币、宝石、各种珍贵材料，满满的几大箱子。叶无穷好像还看到了虎鞭、牛鞭之类的玩意儿，这种东西就分给别人吧，他用不着。分赃、分战利品，当然是老大拿大头，其他人按劳分配为主，按需分配为辅。毕竟有系统在，每个人的贡献和作为都清清楚楚。叶无穷收了一些金币和宝石，拿了橙色材料狮王之爪 X2、星光珍珠 X6、黑色鬃毛 X12、金锭 X45，还有50毫升龙血。龙血不知是什么龙的血，漆黑粘稠，看样子很有年头了，数量也少，却还是让叶无穷备受鼓舞。终于看到第一份龙血了，剩下的950毫升还会远吗？唯一的遗憾是现在百倍技能只能对紫色物品使用，他每天都把次数用完，技能等级已经12了，每天14次机会。照这个进度，橙色物品也是快了，到时候就开那么多宝箱。在土匪营地中收获了不少东西，大家都很满意，腰包鼓起来，纷纷表示这样的好事再来一打。但也有麻烦，这地方的人好像都喜欢把宝物藏起来，装在箱子里，挖个坑埋下去，除了本人谁也不知藏在哪儿。叶无穷在营地附近的山林中找到几个藏宝箱，就没兴趣再找了，太浪费时间了，他还有事呢。闪电大王的藏宝笔记破译了大半，他可真是能跑，足迹遍及很多地方，藏宝地东一个西一个，直接让叶无穷失去耐心。算了，有空再来挖宝吧，现在回去搞建设了。至于土匪营地中的那些俘虏，叶无穷懒得管，现在营地里没有土匪了，他们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建起村落。骑士团一行人又哒哒哒跑回瑞格镇，大家之前就已经连着赶了2天的路，日夜兼程，困了就直接睡在马上。昨夜又是一个通宵，再加上长时间战斗赶路，大家都急需回去休息。叶无穷等人回到瑞格镇，镇子很安静，骑士团的人在巡逻，看来没发生意外。
受不住的兄弟，自己找地方休息吧。有任务再叫你们。叶无穷对出任务的战士们说。他扫视了镇子一圈，今天的瑞格镇冷冷清清，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镇民们都躲在家里，不知从何处传来悠悠的哭泣。麦考利在镇门口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看到叶无穷回来，连忙跑过来听候吩咐。叶无穷看着系统中瑞格镇的详细地图，微微皱眉。这个镇应该有些年头了，布局和建筑都很是老旧，要大改。不过这在他面前都不是问题。他在地图中把镇子内部重新规划分区，那些建筑该拆的拆，该修的修，该建的建，整个镇子必须焕然一新。麦考利看到叶无穷一个人在镇里大拆大建，进度飞快，不由得瞪大了老眼，充满震惊。这难道是什么魔法吗？为什么跟凡人的工作情况完全不同？一些镇民也被吓到，骇然地看着这个高深莫测的新镇长，心中更加害怕了。第64章，见好就收的意思是，见到好东西就自己收起来。距离传送站建设完成还有不到20分钟，叶无穷不想浪费时间，便拆了几栋无人空屋，规划成崭新的居民楼，让他们自己建着去。再多的事，他也懒得做了。不知道几天没睡觉，他现在有些困。等这边事情做完，就回家睡觉。叶无穷吩咐麦考利和巡逻战士把镇民集合到广场上，开大会。等着人齐，叶无穷把这边的情况向无忧城通告了一下。招工，愿意来开荒的人可以报名，暂时要1000个。10分钟后，广场上800多名镇民忐忑不安地等候发落。这群原住民个头不高，瘦弱，外貌平平无奇，举止间很没有安全感。相比之下，叶无穷身材高大，体格精壮，体型上便充满绝对压迫。他的声音亦是响亮而磁性，富有穿透力，在广场上空回荡。亲爱的朋友们，想必你们已经从老镇长那里得知了。巴拉巴拉巴拉，中心意思就是一个，跟着叶哥混，一天吃9顿。今天打工够狠，明天地位够稳。总之，努力奋斗，听话打工。不出所料，这些镇民没多大反应，一点也不期待，只是畏惧之情减少了几分。叶无穷本来也没指望他们，别惹事，听话就行。好了，马上会有人来，告诉你们该做些什么。我先回去了。叶无穷招呼了一声，战士团所有人留下，有几十个人在巡逻，剩下的人没有地方休息，索性直接在镇外扎营，帐篷整整齐齐。叶无穷便没有打扰他们，自己回去。传送阵已经建好，叶无穷策马奔往镇外。街道前方转角处却冲出一道身影，他连忙勒马急停，差点被甩出去，要被马嘲笑了。那道人影也是吓了一跳，险些软倒。原来是一个衣着破旧的妇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满脸焦急。她抬脸望向叶无穷，颇为恐惧。叶无穷看了眼，小孩闭着眼，脸色通红，大概是高烧。他下马，摸出一支炼金师的回春圣水递了过去，就是生命药剂，治疗小病完全够了。妇人忐忑地接过，叶无穷已经翻身上马，转瞬便走远了。几分钟后，烧得神志不清的小女孩慢慢睁开眼睛，脸上的绯红也渐渐褪去。妇人紧紧抱住女儿，喜极而泣。有一些散会的镇民路过这里，看到母女俩，不禁疑惑：小凯丽竟然痊愈了吗？病好几天了，没有钱治病，大家都以为要夭折呢。妇人便将刚才的事说了，众人顿时大感意外，议论纷纷，得出一个结论：这群外来者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啊。叶无穷这时早已回到了无忧城，坐传送阵啊，梦一般的感觉。从各村赶往瑞格镇打工的人已经在1号村的传送阵集合了。叶无穷把开荒的指挥任务交给了他看好的一个村长，真天才，把大致的规划图发过去，基本就按照各村的情况来。但农田要多搞一些，路也要好好修，商业区尤其要重视，还要修一些牢固防火的大仓库。任务发下去，叶无穷回自己的城主府。他离开的几天，无忧城一切太平，各项工作依计划顺利展开。不管住独栋还是居民楼，所有人都有房子住。小麦也收获过一轮，全部加工成面粉，制作成面包了。狩猎队收获颇丰，猎物尸体堆满了屠宰场的仓库，还逮到了不少动物幼崽，套到了一些野马、野驴和野象。1号水库底部和4岸用石头压实，修建完成。人工渠开挖就是工程太浩大，进度只有20%多。挖渠过程中还发生了有意思的事。叶无穷迅速浏览了一下各项报告，现在比较困，休息之后再做处理。宝宝回来了。叶无穷到家不久，一道迅捷的白色身影一晃而来，哒哒哒钻进了卧室。毛孩子独角兽回来了。这些天他在外面跑来跑去，
第一天很听话，晚上就回来了，但叶无穷不在家，所以他凌晨又跑走了，直到现在才回来。毛毛见到叶无穷，立刻笑眼弯弯，小脑袋开心地蹭过来。叶无穷也是如爱起独角兽，长大了一点。毛毛很单纯，叶无穷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他扭了扭身子，示意叶无穷把他的背包取下来。地毯上已经堆了一堆东西，应该是第一次回来放下的，所以他自己是怎么把包包解下来又背上的？叶无穷表示疑惑。他取下皮包，打开看了眼，好家伙，满满当当，再加上地上的一堆，这是什么绝世小可爱啊？也太懂事了吧！叶无穷通过宠物日志和地图能看到毛毛去过哪些地方，但看不到他具体收获了什么。他早猜到了他收获不菲，却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惊喜。小家伙带回来的东西橙色居多，紫色都很少。他跑得太远，带回了很多无忧城没有的东西。黑松露乘 X38， 这是在森林找了多久？神奇月桂树枝乘 X12， 插进泥土中可以长成月桂树。月桂叶和花是炼金炼药的基本材料。红色鱼子乘 X20 块，暗黑壁盾卷轴金 X2， 梅林的魔法笔记 X1， 巫妖花乘 X13， 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生命琥珀乘 X66， 这是一种酒。叶无穷还是第一次见到橙色的酒。酒想出高品质太难了，不仅要高档原材料，酿造过程变数也很多，还需要时间的沉淀。你抢劫了酒窖？叶无穷不解。毛毛歪着脑袋，同样不解。他什么也没做啊，就是跑到了一个地方，有几座雕像，面前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一群人看到他之后非常惊讶。他本来想立刻跑路，但他们跪下来就拜，很高兴的样子，还送上很多东西，希望他能接受，所以他就都带回来给爸爸了。叶无穷，他明白了，他大概碰到了原住民拜神的场面，人家可能还把他当祥瑞显灵。这小东西气运逆天啊，的确是能带来幸运。这个行事风格见好就收，很得为父的真传。叶无穷摸摸毛毛的小脑袋，教育他，见好就收的意思是见到好东西就自己收起来，不然要遭天谴的，记住了吗？小可爱连连点头，他知道了，爸爸喜欢好东西。第65章，美貌惊人的神秘女子。顺利完成对小独角兽的家教之后，叶无穷继续清点东西：圣洁蜡烛、古橡木种子、风元素印记、几种附魔石、一些草药、图腾。毛毛2次出门探索，带回来的物品足有50多种，品质都很高，换算成金币的话，少说也是10来万。咋还有2本书：巨龙的战争、死亡骑士的日记。叶无穷翻了翻，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有些头疼。先收起来，以后再看。不知这是真实的历史著作还是虚构的小说。他早就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异界的了解进度太慢。探索瑞格镇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还是要加快速度，了解大势。现在完全是盲人摸象，所知的事情是东临西找，拼都拼不起来。眼看着叶无穷把东西都一件一件收了起来，毛毛高兴极了，感觉得到了莫大的夸奖。他还有很多旅行见闻要告诉他呢。你慢慢说。叶无穷直接在地毯上坐下来，毛毛学他趴在地上，一边以意念交流。叶无穷这次是朝东探索，毛毛是朝西南部探索，倒是点亮了许多地方的详细地图。他也见识到了很多东西。高大宏伟的城堡比无忧城还要大，到处都是骑着大马、全身披甲的骑兵。森林里有很多人在打猎，打架场景很可怕。他救了一头白鹿，然后跑了。天上有一条巨大的红龙飞过，飞在云层里，它实在太大了，像一片乌云。毛毛对此充满惊奇。叶无穷在哪里出现的？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翻起了毛毛的旅行日志，由于实在太长，他之前没有细看，里面也没说出现巨龙啊。毛毛也不知道当时是在哪里，但这是第2次出门的事。好吧，叶无穷只能圈定一个大致范围，在这个范围中有巨龙出现过，这说明方圆万里内应该存在龙族栖息地。没办法，只能等着它出现。毛毛又说起了另一件他印象深刻的事，在某个森林，他走进了一片迷雾中，就不知自己在哪了。然后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很好看，像我一样会发光。独角兽的大眼睛里全是赞美。叶无穷展开说说。小家伙词汇量毕竟有限，一点一点的描述那个美人，连小神兽都觉得好看，那肯定是倾国倾城了。她拥有尖尖的耳朵，一头血色的长发，头上戴着香叶和花朵编织的花环。精灵一族。叶无穷思索，他开启自己的精灵外观，耳朵顿时变得又尖又长。
这样的耳朵吗？小家伙连连点头，差不多就是这样。毛毛看到他的时候，他躺在开花的藤蔓上沉睡，散发祥和宁静的气息。小家伙不知道看了多久，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突然传来一个威严苍老的斥责声，都不知人家到底说的什么，毛毛就被吓得拔腿往回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又从迷雾中跑出来了。叶无穷，没有目标的家伙永远不能叫迷路。他盯着毛毛的旅行日志，你的宠物进入了一片未知的神秘空间，不知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宠物已从未知的神秘空间返回本世界。很好，的确是从迷雾进入了一片未知空间。看样子这异界的独立小世界倒是有不少。叶无穷结合着毛毛的描述，在脑海中勾画了一番那女子的模样，白皙的肌肤，娇美的脸庞，头戴花环，长发如雪，尖长耳朵，这绝对是精灵啊！人家可能是纯血精灵，哪像他？呸！我算个锤子的精灵，咱可是人类。对了，想这个干嘛？人家精灵有多漂亮，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叶无穷摇摇头，不再下鸡巴想。他困了。毛毛继续讲他的经历，软乎乎的小奶音传入叶无穷的精神世界，像催眠曲一样。不知不觉间，他躺在地毯上睡着了。毛毛讲了一会，发现叶无穷没有反应，便乖乖地趴在旁边。一股宁静的自然气息从小独角兽身上散发出来，慢慢的驱散了叶无穷所有隐藏的负面情绪，那些暗藏的焦虑统统远去，他整个人无比放松，睡得很沉，还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在远古树林的那片小空间里，密林深处白雾飘荡，林间树枝上坐着一个绝美的银发精灵。梦里叶无穷还在想，怎么又到这个鬼地方了？他好像不存在了呀，这回怎么出去？不会又要花钱吧？2个小时后，叶无穷醒来，望着天花板发呆，原来是梦啊！什么漂亮精灵，不存在的。片刻后，他完全清醒过来，精神饱满。这一觉质量格外高，他感觉到了，大概是独角兽的静心加成。小家伙倒是还在睡。叶无穷轻轻起身，离开卧室，继续工作。现在是下午2点多，天还很长呢。今天任务很多，巡视无忧城的整体进度，人事上的重大变动，还有瑞格镇的建设，以及最要紧的练功提升实力。叶无穷思索片刻，发出一条城主通告：各位，有件重要的事通知大家。根据我的观察，系统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这种帮助可能不是永久的。我们要做好城邦考核之后，系统一些功能被关闭的准备。去了一趟瑞格镇，他发现他们有系统，很多事变得极其简单，比如小麦3天一熟。原住民这里是每个季度收获一次，因为这里冬天不太冷，这差距就有些可怕。只有天道拥有如此神异的伟力吧。我猜测，这是为了帮助我们尽快积累资源，所以一定要争分夺秒，利用好剩下的24天生产建设。这个加成 buff 可能过期就没有了。当然了，这些只是叶无穷的猜测，却代表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想到这些，他简直是心如刀割，叹了口气。系统，我摊牌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不要离开我，好吗？我想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他在内心深情朗诵道。系统，你的欺诈者天赋等级过低，无法对系统生效。叶无穷，他只是皮了一下，万没想到收到了一个疯狂暗示。这算是变相的系统提醒吗？第66章，区域交易开启，自选奖励。系统给了这样的回答，简直是一种提示。叶无穷不禁在想，是不是说欺诈者等级够高，连系统也会被迷惑呢？信任程度 max， 好像真的有搞头。天赋等级高，肯定比等级低要好啊。另外，叶无穷一直都怀疑，系统其实有对所有人的好感度，只是数据被深度隐藏。好感靠什么涨？估计大部分都来自于氪金吧。表现优异的强者可能也有些加成。这么多天了，系统的目标也很明显，就是通过多重淘汰选拔出强者。系统的好感，这应该是一个隐藏的天赋。叶无穷决定以后多陪系统大爷唠嗑，指不定好感就增加了。叶无穷发布过城主公告，激励所有人辛勤劳作，争相007，一定要在第1次城邦考核之前多多积累资源，尤其是粮食。他发完通告没多久，系统突然弹出了一条区域公告：恭喜无忧城对瑞格镇建设度超过 20%， 恭喜无忧城收复一批原住民，掌控了一个镇，作为第1个达成此成就的城邦，获得自选奖励1份。叶无穷，无忧城众人，什么东西啊？
他们领地面积本来就是第一。有些人这时才后知后觉，恍然大悟，这是啥情况？瑞格镇在哪？城主又搞什么幺蛾子了？我刨矿时太忘我了吗？完全跟不上时代了。一些人纷纷表示节奏太快，反应不过来。叶无穷则是无语，搞了一个镇就罢了，啥大不了的事啊，也值得系统大惊小怪。好在有奖励，还不快呈上来。系统继续区域公告，区域贸易功能开启，请在交易市场查看详情。此刻起，每笔交易将收取 5% 至 20% 手续费，系统商城不受此影响。好家伙，叶无穷眼睛一亮，该来的终究是来了。他手里囤积太多东西了，那些基础材料每种都是以千万计，高质量的物品也有不少。主要是在自己的城邦转来转去，不都赚的是自己人的钱吗？这有啥意思啊？可算是开展区域交易了。他的商人秉性立刻发作，点开交易市场查看规则。基本上和城内交易没啥区别，但想要入驻区域交易场，对累计交易额有要求，就是说小打小闹的玩票就别进来了。这是面向专业商人的。首页倒是有点像淘宝，有很多推荐位，搜索算法做的也很好，可以搜商品名称、作用、信用等级、城邦、王国等等，这简直是为叶无穷量身打造的，又有大展拳脚的空间了。可爱的小金币，稀有物资，他来了。赚钱的同时顺带囤一些稀少的重要资源，比如各种高级图纸，这东西太特么罕见了。区域聊天中也是一派喧闹，又是这个城邦，隔三差五的刷脸。我有点不明白，收服原住民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的确挺有难度的，可能运气好吧。是的，首先你得跑到一个原住民城镇去。一些人在聊天打屁，那些顶层人士却神情凝重。这个消息背后透露的东西太多了。毋庸置疑，无忧城城主的确很强，运气也不错。收服原住民这种事当然有人考虑过，他们先礼后兵，但原住民傲的一笔根本不加理会，于是就动武。结果不仅没打下来，还触发了某个王国的仇视，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备才能做到的事。还是不懂，之前不是有个大佬娶了女伯爵吗？那不是也是和原住民深度接触了？噗，系统说的是建设度，那个俊美老哥对原住民没贡献呗？谁说没有？他不是把软饭都吃光了吗？一群人扯淡起来，叶无穷瞄了眼便没看了。开店了，开店了！区域店铺很简单，不用重新设置什么，每样商品的销售范围选择成整个区域即可，一键搞定。叶无穷随后又取消了所有食物、药草、金属类物资的区域销售，这些东西不必外流。设置完成之后也不用盯着，交易都是自动的。系统大爷，咱的那个自选奖励嘞？叶无穷搓手，片刻，他的眼前便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光球。系统，自选奖励，你可以祈祷想要的东西，将从这团光芒中获得神的赐福。竟还有这种奖励，太自由了吧？叶无穷星星眼，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吗？系统没有回答，反手把选择列表甩了出来。原来是选项啊，也不错。叶无穷看到所有选项都是金色，就是五花八门，实在太多。比如材料就分为草药、食材、矿物、附魔、魔法等等，装备各个部位都有，还有些花里胡哨的有趣发明。叶无穷却是思路清晰，一次性的东西基本都比较亏，得选个成长型的东西或者百分比加成的。金色材料就算了，就算有现在也用不上，没那个加工能力。装备也算了，他现在可是雷电法师，战斗力再高，没有敌人就很寂寞。他继续往下看，天赋，万万没想到，选项的最后竟然是天赋，金色的，太给力了。只是并不能选某个明确的天赋，只能选某一类天赋。资源、战斗、防御、治愈、阴邪、魅力、制造等等，很长的列表，千奇百怪的天赋类型。叶无穷觉得这可能是所有穿越者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所有天赋的种类，这不得赶紧录下来留作纪念。很好，系统没有阻止。叶无穷把天赋类型表录下来，然后犯了选择困难症。好多金色，都想要等于。资源类大概会出现什么天赋呢？遇事不决，系统是大爷。系统 95% 概率不如你的现有天赋，它的100倍获取有唯一性，而且还可以升级，这才是最变态的。那算了，叶无穷拒绝赌那 5% 的可能。他现在不缺资源，缺的是高端资源。他的天赋等级每天稳定提升，不久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选商业天赋。
第67章商业大师。慈父叶某人魔鬼般的想法，商业天赋最好是成长型的，100分比加成的。系统大爷，等我有钱了，我就请你当管家，月薪10亿。叶无穷祈祷了一会，打开了金色光球，瞬间天赋面板更新。商业大师金，你在所有地方购买物品都能获得折扣，出售物品都有概率卖出高价。即便如此，顾客还是源源不断的涌来。时间就是金钱，你的移动速度正 30%， 贪财的你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机会，系统银行对你开放，你的资产受系统保护，还可以赚取利息。达成神秘条件，本天赋将升级为商业大宗师。注：过于贪婪导致你对异性的吸引力下降。好家伙，叶无穷从没看过这么长的天赋说明，而且有好几条特性。最后的备注什么意思啊？没必要这样吧？这是单身狗才能拥有的天赋吗？叶无穷摇摇头，也挺好，哥本来就为自己魅力爆棚而烦恼呢。长得太帅，个头太高，整个人如此的气宇轩昂，卓然不群，导致很多女性视线都粘在他身上。现在可算是中和一下了。叶无穷美滋滋的欣赏了一会新天赋，便出门工作去了。今天任务多，先去巡视城邦。叶无穷查看了下水渠的修建进度，附近没有天然河流，水渠非常重要。然后他就看到工地非常热闹，除了人，还有大群的动物。利用处理并不稀奇，但这里的动物并不是牛、马、驴之类常见家畜，而是疣猪、獾、巨牙兔等擅长打洞挖土的野兽。据说是有人在野外看到一头疣猪，挖土很快，来了灵感，于是逮了一些会打洞的生物回来，稍加训练，他们干得像模像样，效率还很高。叶无穷不断点头，对这种行为颇为赞扬。实践再一次证明，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城主，什么时候能有挖掘机啊？我可是蓝翔毕业的，都快寂寞死了。有个牵猪的人对叶无穷喊道：叶无穷，尽快尽快！工程学啊，工程学！工程技术就是生产力，他会想办法搞到的。水渠进度很棒，还有一个好消息，城里有个人把石工技能练到了大师级，开启了高级水井图纸。木工、石工初期几乎人人都会的生活技能，但后来大多数人都战斗去了，谁还会管这破技能啊？练到大师级要过好几个阶段，是挺难的。大毅力者，叶无穷表示佩服，并拿出实际行动。用猪挖土的，还有发现高级图纸大师石工，以后这种发明创造给予相应奖励。把这消息发在村长群中，叶无穷觉得人事上今天必须调整，他需要几个助理来处理闲杂事务。下一件事是婚姻介绍所，45个村，每个村都有小妇联，也发挥婚介所的作用，也就是媒婆。有意向的单身男女可以来报名、报条件、相亲、选对象。虽然现在前途尚不明朗，不知以后还有什么残酷考验，但人口基数大呀。眼下的生活有如此有奔头，保暖丝那啥，有了足够的生存能力，便要考虑繁衍问题了。得益于系统，各个村的相亲信息全部互通，所以也有不少人跨村组合，居然成了100多对，还有60多对登记结婚了。这才几天啊！叶无穷有点震惊。照理来说，几乎每个人都很忙，007啊，还有空谈恋爱。叶无穷遭受了万吨狗粮暴击伤害，陷入迷惘状态。单身狗的震惊，这结婚和生育意愿属实有点意外。这可是异界求生啊！再想想穿越之前，结婚率、生育率年年下跌，跌到真实数据都不敢公布了。一时间竟说不清到底是哪里的生存压力更大。对了，城主，有些新人向您表示感谢，拜托我们把喜糖转交给你。叶无穷收到婚介所发过来的一堆糖果，品质普通的各类手工糖，红色的喜庆包装。他吃了一颗，很甜。敢于在这里结婚的夫妻俩也是勇敢幸福。比如2个人的贡献点加起来，买独栋住宅就很轻松，还能拥有上万平方的野地，种种菜，养鸡。你挑水来，我浇园。叶无穷露出笑容，这说明咱这个城主当的还可以吧？他大手一挥，所有结婚的夫妻可得到每人5000贡献点的婚姻补贴，有娃了再另说，但登记的时候也要注意是不是在骗婚。打着饱嗝离开婚介所，叶无穷前往动物园。好吧，是圈养动物的临时牧场。狩猎队除了打猎，也捕捉了一些幼崽，还套住了一些成年动物。他们有人学了驯兽技能，驯养效果还算不错。野马、野象、野驴，这马的属性比商城卖的白品质马还好一些。牧场这边已经开始人工配种了，挑选一批最强壮的种马。
其他公马出去干活。野驴也是这样，但野象数量不太多，只有17只，其中5只幼象，其他的居然全都是母象。之前捕捉的时候，公象反抗的太厉害，不幸都被打死了。牧场负责人汇报完情况，也是一脸无奈。等小象长大，或者再捉一些，象群才能繁衍下去。叶无穷却是冒出了一个魔鬼般的想法，把自己的坐骑憨憨象召唤出来。憨憨被关在坐骑空间，已经很久没外出了，顿时兴高采烈。这一出现就明显看出他的体型比牧场象群还大一些，毕竟不是同一个品种，他可是远古的森林长毛象，现在估计快灭绝了，说不定就是最后一只。这么说来，你这血脉也得流传下去啊。叶无穷摸了摸憨憨的长鼻子，意念与他沟通，为父已经是城主了，就封你为象王吧。憨憨昂昂叫了2声，满脸茫然。叶无穷不管，满脸慈祥。你看这群母象，个个眉清目秀的，都给你当老婆好不好？憨憨还是不懂。叶无穷，咱现在有新的坐骑了，也不能耽误你，所以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加油。他解除了和憨憨的坐骑契约。憨憨继续茫然，为什么不要他了呀？叶无穷牵着他走进了象园之中，往后憨憨就是这里的杠把子了。第68章，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叶无穷刚把憨憨象安排妥当，隔壁的屠宰场就传出了喧闹声。他抬眼望去，瞧见了小独角兽的身影。他站在人群中，有些茫然无措的样子。叶无穷赶过去，了解事情缘由，顿时哭笑不得。毛毛看到他，赶紧蹭过来，躲在他身旁。他醒来之后就想找他，路过屠宰场，看到一只受伤的野猪，忍不住对他使用了圣光治疗。于是野猪垂死病中惊坐起，在屠宰场横冲乱撞，伤了一些工人。天可怜见，这些人如果战斗力强，还会留在城里做工吗？还好狩猎队来交货的人没走，于是又把野猪锤了一通。毛毛也懵逼了，看到有人受伤流血，只好默默跑去给他们治疗。叶无穷摸摸他的脑袋，也不知该说啥。对一个刚破壳没几天的小家伙，也不能要求太高了。他和平而友善，还不用吃饭，不能理解人类的狩猎与屠宰。叶无穷说，以后还是不要来这里了。小独角兽垂着脑袋，委屈巴巴的点头。叶无穷来都来了，便顺便查看屠宰场的工作情况。每个村的屠宰场每天都能出产数千斤肉类，还有许多兽皮。这里用的是人工屠宰，而不是系统的分解功能。系统太不会过日子了，一只300斤的动物分解出来最多只有30斤，挑的全是最好的肉，稍差一些的就直接不要了，太浪费了。所以现在打到的猎物直接整只搬运回来，自己处理，费些功夫，收益却是数倍。杂碎内脏之类的还可以堆肥，多施肥，慢慢就能把农田的品质提上来。匹匹马，我们走。叶无穷入爱着小独角兽的鬃毛，离开屠宰场，迫不及待地到广场上坐下。晒着太阳的同时，叶无穷在区域交易中发布了一条收购，收工程学相关物品，长期收，代价私我，价格好商量。他用的还是万宝阁的马甲。很多人觉得万宝阁是无忧城的官商，和城主关系匪浅，但应该有聪明人猜到了一些内幕。现在也无所谓什么调不调马了，反正他不会主动曝光自己。万一人民群众仇富，想要联合起来造反，那岂不是白白损失了这么多打工人？发完收购，叶无穷立刻打开身为商业大师独享的系统功能，系统银行，在这里存钱，每天有 5% 的利息，随时都可以取出来用。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这就是金色天赋的实力。5% 的利息啊，太给力了。存钱自然是多多益善，存1000万，每天的利息就有 50W， 利息都比普罗大众1个月的收入高多了。强者获取更多高端资源，只会越来越强。我的钱繁殖能力提高了，叶无穷有点兴奋，仿佛得到了一个小聚宝盆。但是强迫症犯了，他从城邦仓库里只取了100万资金，又卖了一些东西，终于凑够了1000万金币。系统大爷，我如此信任你，您可别携款跑路啊！叶无穷把钱存进系统银行，习惯地跟系统叨叨了一句，系统则是照旧，懒得搭理。我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叶无穷，嘿嘿嘿嘿嘿嘿嘿，以前嘛，钱放在那里并不会自动变多，需要他从中运作。可现在不一样了，钱会自己下载了，所以他为什么不多搞点钱呢？开银行，搞众筹，拉天使投资，还可以做会员制，让资金加速回笼，搞快钱的办法多的是啊！叶无穷立刻就做好了决定，行动起来。10分钟后，无忧钱庄正式成立了，大家可以把不用的钱存进来，至少存7天，
利率1%至3.5%不等，也可以来贷款，利息4.5%起，这个利率都不算很高。胜在这生意是独家垄断，面向全城，客户量很大。叶无穷向城民们通报了这个好消息，顺带在心里感谢系统大爷，他花了一点钱就开通了城邦银行功能，直接通过系统办理业务，省去人工服务。接下来，万宝阁会员卡也是新鲜出炉，会员分为白银、黄金、钻石3个等级，享受的权益不同，每个等级又有周卡、月卡、季卡、年卡，买的越多，平均每天越划算。现在万宝阁有近20W 的客户，涨势良好，绿油油的，是时候嘎一波韭菜了。他犹豫了下，终是忍住了搞股份制来募集资金的想法。今天动作太大，太急了，再募资意图就太明显了，大家会强烈怀疑他是不是马上就要卷款跑路。再等等，现在人民还不够富裕。洋不出所料，新功能出台没多久，论坛上就炸开了锅。存款，谁有这东西？现在不都是用贡献点吗？嘿嘿，你没钱不妨碍别人有钱啊。20多万人还是有一些小富农的。另外也有人在系统商城里买东西，还是需要货币的。银行倒还罢了，万宝阁推出会员制度才是引起轩然大波。来了，会员制它来了，都穿越了，还是无法摆脱充会员的恐惧啊。这不就是省钱卡吗？老板终于割韭菜了呀，不过好像有点香。对，可以领挺多红包，经常购物的话也算优惠了。叶无穷扫了眼评论，淡笑不语。你或许赚了，但商人永远不亏，只要开了会员卡，你就得一直在这里消费，这是一种隐形捆绑，长期下去便是消费习惯固化，想彻底离开也难了。好了，今日份赚钱任务完成，美滋滋呀，美滋滋。叶无穷嘴角一扬，叹了口气，今天的收获好是挺好的，其实他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可惜一直没能实现。摊牌了，他想自己铸币，也试验过了，之前扔给麦考利的那一袋铁币就是实验品。金币吗？不也是铸造出来的？矮人应该也能做到。叶无穷还掌控着无忧城所有矿产，这种战略资源当然是收归国有。他准备了好多金矿石，就是为了铸币。问题是，按照系统金币铸了模具，再浇灌金汁，成型之后看起来和系统金币并没有差别，可就是得不到系统的认可，这条财路断绝，心好痛。第69章，大家都在求生，有人却在写小说。铸币之事，叶无穷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现在有1万矮人可用，他分20个人出来专门研究金币。他造出来的金币和系统的到底有什么不同？系统不理会他的询问，却也没有阻止。叶无穷就理解为默许了。系统肯定是在想，你尽管搞出来算我输。好吧，此事尚在研究中，暂时不管了。今日的收获已经非常可观，接下来便是人事调动。村长群里开会，叶无穷任命真天才为丞相，不设副城主，这样会分散他的权威。丞相总管城内大小事宜，汇总消息再上报。在他下面设9部，人设就是民政局的那些功能，农牧渔食物资源的生产，饮食食物和饮品的加工，牧食资源的开采，工学牧食资源的加工，以及建设、医疗、战斗、职业培训。目前城里主要就是这些事，以后啊，估计还会有外交、炼金、工程学等等新东西出现。每个部门叶无穷都只派了1名负责人，2名助理，他们是统管全城相关事务，不只限于村了。这些人都是从村长和干事中选拔的，出现空缺再找人补上，这就是丞相他们的事了。叶无穷以后只管大事，做重要决策。实际上，只要他愿意关注茫茫多的城邦内系统消息，他可以知道任何事。战士团可以扩充了吧？第2批人有多少了？叶无穷询问万人斩，他是总教头，但不主管战斗。战斗主管必须留在城中，主要任务是守护城邦安全，训练战士。战士团现在只有300多人，万人斩满足条件的有500多人，但属性还是稍差了些。淬体能不能大规模推广？1团的大哥们都已经出去打过土匪了，2团的萌新才刚刚入伍。叶无穷不假思索，可以有。现在过了新手期，系统对等级和属性没那么强调了，但能量点的获取方式放开了，并不只有杀怪才能获得能量，做擅长的事都能获得相关能量，甚至一些高品质的食物也可以提供能量。此外，既然可以领悟技能，也就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提升技能熟练度。战士都是练出来打出来的。2人简单讨论了一下大规模淬体，
怎么处理？要建专门的场所，公共浴室那样。叶无穷想了下，一群大汉泡在血池中，坦诚相见，画面太美。最后决定做成带隔间的，一小格一小格的，整齐美观，还不尴尬。叶无穷，二团交给秦牧来带，人家是退伍特种兵，这老哥就是机缘差了点，年纪略大，但实力其实很强。因为以前军队里学的武术和民间的路子完全不同，军中教的是杀人术。秦牧进来，好像练出了气劲，可以理解为内力。在这奇幻画风的异界，走出了一条充满东龙特色的道路。叶无穷，二教头，给我用军队的标准，好好操练那些新兵蛋子。秦牧收到。潜水中的胖子，艾玛还好入团早哦。他还在瑞格镇休息了2个多小时，爬起来发现没有任务，立刻原地支起锅，开始制作食物。本来懒得跟狗一样，但在叶无穷手下打着2份工，时间长了竟然习惯了。多做1份食物就多2份奖励，挺好的。就连身上的肉都少多了。当厨子的间隙还要去练武，为了成为顶尖刺客而不懈奋斗，不拼不行啊！周围一个个都是奋斗咖，逼得咸鱼都爬起来了。只是刺客这个职业没练到一定境界，实在有点尴尬。唉，要剪也不剪干净。胖子低头嫌弃地瞥了眼藏在肚腩后面的8块腹肌，都是肉太多，影响了他的发挥。难道我只能继续练炒菜大法吗？胖子有些悲愤，这些天挥舞着锅铲炒菜太多，他竟然领悟了炒菜大法。叶无穷说把简单的事重复1万遍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胖子心想，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继续打工炒菜吧。胖子，老大，我在做饭了，你什么时候来瑞格？叶无穷，马上。无忧城的事已经处理完了，往后也不用多盯。倒是瑞格镇刚开始建设，尤其又有原住民，涉及对外关系，要多巡视。叶无穷传送过来，麦考利狗腿的来迎接。此时的瑞格镇已经大变样了，叶无穷的人手效率相当之高，镇内的下水系统都已经弄完了，所有路面也换成了新的，还多了一座座漂亮的彩色房子，比以前多了色彩和生机。叶无穷看了眼地图，发现还有些地方尚未改造。麦考利搓着手，大人，学校如何处理？正等着您拿主意呢。学校？叶无穷心念一动，想起了毛毛带回来的2本书，他还没看呢。学校里应该有更多书吧？如他所料，小镇上的学校的确有一个图书室，藏书不多，只有300多册，而且兽皮、羊皮纸居多，纸质的很少，很多已经颇为老旧，快要散架了。叶无穷拿起一本书，纸张纷飞下来。天哪！麦考利有些紧张，赶紧把纸捡起来。叶无穷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书籍可能是稀有物品。这里有历史书吗？当然有。学校学费高昂，只有富裕些的家庭才能送孩子过来。教授的知识范围也很广。叶无穷思索片刻，为了保护书籍，决定不动这所学校。他早已从麦考利这里得知了一些世界形势，但这还不够，从书里能获得更多知识。可是这里有这么多书，令人头大。这个简单，自己不想做，可以找人。无忧城人才济济，看个书算什么事呢？刚好，叶无穷想起前几天开始，论坛上竟然出现了小说，大家都在求生，有人却在写小说，这是有多闲？把那人抓来，应该很合适。叶无穷上论坛，找到那个人 ，ID 叫搬砖的猫。第70章，知识传播者加怪物地窟。叶无穷主动私聊了搬砖的猫。你好，这里有个文字相关的任务，需要你的配合。对方没有立即回复，可能是在忙着写小说吧。他便随手翻了翻论坛上的小说。这一届娱乐方式太缺乏，难得出现小说，倒也有不少读者。如果带点颜色，会更受欢迎。过了会，搬砖的猫啊，城主大人，您是说真的吗？叶无穷，当然。搬砖的猫，我除了码字就啥也不会啊。叶无穷耐心道，我这里有一批书，需要有人做读书笔记，发不出来。这些书让大家自己看，太浪费时间了，直接找人划重点就行了。叶无穷补充一句，给你开5倍工资，你再找几个人一起，也不用搬砖了。这回搬砖的猫立刻就答应，谢谢城主大人。您放心，我是八爪鱼，保证完成任务。叶无穷，搬砖的猫，那啥，穿越之前我就是写小说的，没想到觉醒了一个日更10万的天赋，可以说在前期是毫无卵用 QAQ， 但也不能饿死啊。他想尽了办法，好歹是苟了下来。可是
他对写书这件事已经生出了职业倦怠。凭什么啊？穿越之前每天搬砖，穿越之后还是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搬砖，为什么每天都在搬砖啊？把他杀了，给专注助兴。叶无穷的确是没什么用的天赋呢，那就老实打工吧。10分钟后，搬砖的猫就招了5个人，都是他的忠实粉丝，文化水平过关，爱读书。他们传送到瑞格镇，抵达学校图书室里。叶无穷，这些就是你们要看的书，把笔记整理好，该做思维导图就做。他的忽悠本性又随即发作，道：好好干，我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是知识传播者，正道的光。几人也知道自己做的是全程独一份的工作，颇为激动，连保证会超额完成。加油！叶无穷啪的一声关上门，把他们关在了这图书室里。小黑屋，关禁闭，世间第一生产力。叶无穷重视这些书，是为了了解无尽大陆的基本状况，应该有好几个王国、城池、特产等等，都是情报。再加上大陆的历史，神、矮人、精灵、巨龙、亡灵，无数的种族又有什么样的特性？这是迈进全新世界必须要掌握的。他刚从图书室出来，麦考利就和几个战士团的人慌忙跑来。不好了，城主，周围出现了好多怪物。几乎同时，村长群、论坛等地方也全是这样的惊呼。什么情况？叶无穷皱眉，他已经看到了有人拍的视频。只见原本好好的地面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一团黑紫光芒从中涌出，光芒并未逸散，扩大到一定程度便固定在地面。内部出现了一个浅紫色的漩涡，像是传送门一般，源不断的怪物被传送出来。叶无穷第一反应，系统大爷又搞幺蛾子了。无忧城各个地方都出现了这东西，瑞格镇也是如此。好家伙，系统现在搞事，连通知都懒得给了。不要慌，平民远离刷怪区，战士先探探敌方实力，各村尽快组织人手应对。叶无穷一条条命令发下去，5万游侠和5万大德鲁伊这时挺身而出，纷纷赶到那些刷怪区，对怪物进行围剿。至于整座城所有刷怪地的情况，无需手下统计，系统地图上能直观看到，足400-500个大红点分布在无忧城的领地上，瑞格镇周围也有100多个。地图上显示了这玩意的学名，叫做怪物地窟。大部分怪物地窟都在野外，但也有极少数随机出现在了人类活动区，这些要重点关注。论坛上一片哀嚎，大家已经过了1个星期的安稳日子，不用面对铺天盖地的怪物。邪神虚影召唤出千万黑色幻灵的噩梦记忆犹新，又出现了这么多刷怪点，这些怪物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就跟不要钱一样。卧槽，我家附近有一个地窟，紫光闪瞎眼。苍天啊，大地啊，给一条活路吧。唉，又要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了。叶无穷心想，这其实是好事啊。除了他，战士团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安逸了这些天，一切都走上正轨，许多人几乎忘记了这是在异界求生。最难受的当属那些爱打怪的战士了。护卫任务有游侠等兵种，普通野兽有狩猎队。战士团的日常就是练武。现在可好了，回归以前的生活，有怪可打是一种幸福啊。至于生活职业的人也不必太过担心，怪物会有专人解决，绝不会造成安全隐患。实战去了，一个个刷怪狂魔上线，他们的初期任务是迅速确定怪物的各项数据。这地窟的紫色传送门看起来能量非常充盈，绝对蕴含着时空之力，肯定没有光刷怪出来这么简单。叶无穷瞄了眼区域聊天，看看其他城邦是什么情况。Oh my god， 出现了好多虚空传送门，源不断的怪物出现。我们这里也是，还死了几个人。诸如此类的消息充斥着屏幕，疯狂刷屏。看到这些，叶无穷心中平衡了，大家都一样啊，看来不是自己被制裁。系统公告姗姗来迟，怪物地窟已开启。系统大致说明了一下怪物的属性，大前提，怪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强。另外，各种强度的怪物都有一定的出现概率，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会刷一个 BOSS 出来。来自未知世界的怪物携带了一些财宝，这既是危险，也是机会，这倒是很常规了。但紧跟着，系统为增加求生趣味性、战略性，怪物累计死亡超过2000万只，地窟将开放新功能。叶无穷，求生有个锤子的趣味性啊！新功能是坑人用的吧？论起搞幺蛾子，他甘拜下风。挖坑这事还是得看系统大爷。第71章召唤骑兵。工程学的着落。整个区域有几百个城邦，
每个城邦几百个怪物地库，都在源源不断将怪物传送出来。这么算下来，累计杀怪2000万只，最多2天就能完成了。叶无穷猜不透系统说的新功能会是什么，总归不是啥好事。他继续调兵遣将，骑兵训练营早就建好了，只是他还没有生产士兵。之前是兵力过剩，现在正逢其时。骑兵营作为橙色建筑，功能和其他兵营略有不同，可召唤6种作战单位，像骑兵、狼骑兵、马骑兵、白鹿骑兵、狮鹫骑兵、人鱼骑兵。好家伙，连人鱼都骑！狮鹫是空中单位，人鱼是水中单位，这2种是特殊单位，召唤需要特殊材料。叶无穷根本没看到这2种生物，手上没他们的材料。至于其他几种陆骑兵，像防御最高，攻击适中；狼耐力最弱，攻击最强；马最常见，几乎无攻击性，胜在均衡；白鹿速度最快。叶无穷选择召唤除了狼骑兵之外的其他3种，因为狼的身体结构就不太适合骑坐。为了让召唤出的兵种更加强力，他又添加了一堆珍稀材料。很快，他得到了象骑兵、马骑兵、白鹿骑兵各 2W， 一共6万名训练有素的优秀骑兵。其他雇佣兵只要有坐骑，也能训练成骑兵。骑兵机动性强，也不影响攻击，实在是很香。给这些新兵简单介绍了城邦的情况，对他们进行战前击呼立优。叶无穷看到自己的欺诈者天赋，好像又多了一些经验。在强大的兵力面前，没多久，无忧城的局面完全控制住了，并且做到了保卫工作正常展开的同时，还能把每个怪物地库都围起来。每个地库的周边还建设起了密集的防御塔，这样怪物一出现，很快就会被打死，可以有效防止他们游窜伤人。整个城邦的安全性大大提升。叶无穷也有点手痒，但目前出现的怪物没有太厉害的，偶尔有精英怪也被围杀而死。竟然有这么多种怪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恶魔、巨人、矮人、亡灵、野兽、元素、机械生命、人形怪、幽魂、气体云雾、邪恶精怪。刷怪20分钟就大大扩展了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尤其是野兽，种类实在太多了。离谱的是，原本平平无奇的物种从地库里出来就变得有点可怕。比如某个地库不幸刷出来一只巨大的蟑螂虫母，它一边打架一边噗噗噗的产卵，被击杀之后更是炸出了数以亿计的虫卵，卵很快就能孵化成小蟑螂，到处飞，生长速度极快。这些生物小只又小，防御塔等的攻击效果非常差。物理系的战士们此刻也只有傻眼的份，地库守卫只能呼叫援助。最后叶无穷召集了战士团所有会范围攻击的魔法师，再加上一群大德鲁伊，还有他自己，才解决了这场虫灾。除了大德，最好还能再搞到魔法师兵营啊！叶无穷心想，魔法兵的罕见程度恐怕和金色物品差不多了。他吸取教训，迅速调整配置，每个地库周围都必须有一定的覆盖伤害能力，防备虫族。正提防着，突然收到一条区域消息，你的收购已有人回复，请前往交易。叶无穷赶紧转去查看，他收购工程学相关东西，工匠最佳。本来他没抱太大的希望，这种技术类的好东西，哪个城邦不需要？还有往外卖的道理。发布收购消息后，他也收到了一些回复，但他们提供的东西要么品质非常低，要么没什么大用，都不是他想要的。这次私聊他交易的人叫约翰，毫无特色，极有可能是其他城邦派来的探子。叶无穷想到，但一看东西，不由心中微动。侏儒之屋图纸子，可让你召唤侏儒。侏儒们都是工程学专家，只要你有足够的齿轮和零件，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东西。这图纸让叶无穷有些心动，正是他最需要的东西。唯一的缺点是需要的材料比较多，杂七杂八的。叶无穷开始与约翰谈判，聊了一会，他才知道，这样的图纸对无忧城来说非常稀有，但对某些城邦可能比较常见。约翰所在的地方有很多侏儒，还有机械类怪物，类似的掉落物就比较多。对此，叶无穷也没啥好说的，穿越落地点随机性太强，就是这样的情况。无忧城基本是平原地形，没什么亮眼的特产，也没哪方面资源短缺。约翰想要拿图纸换珍贵的金属资源，叶无穷猜他们肯定在做什么高品质的机械物。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几轮砍价。叶无穷表示，这个图纸好是好，但比较鸡肋啊，造价又高，召唤成本也高，万一召唤出来一个废材侏儒，成本就打水漂了。而且他是受城主的委托，东西是要给城邦用的，批量召唤的话太耗资源了。侏儒能造些什么出来？能不能回本还不一定呢。
叶无穷发动了不确定性打击，再加上商业大师天赋的影响，在交易中总能以某种形式获得额外优惠，成功将价格砍下了一半。最终，这张紫色图纸成交，价格是1000个各类紫色金属矿石。定，交易成功。收到图纸，叶无穷松了口气，交易完成，就不能反悔了。约翰收到一堆矿石，露出满意的笑容。真是愚蠢啊！明知道非常吃资源，还要买，太年轻了。这是他们城邦圣金泽堡一个小小的钓鱼计划，类似的图纸将会私下卖给很多城邦。工程学的收益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机械不是那么容易制造的，但论起耗资源、拖发育节奏，却是很给力。其他城邦弱了1分，便等于自己强1分吗？叶无穷也是露出满意的笑容，抓住敌人的弱点，砍价一砍一个准。对面绝对想不到，对他来说，召唤侏儒消耗资源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既然侏儒干活也需要矿石，叶无穷索性把侏儒之屋安置在1号矿山附近。这个矿山快挖空了，但叶无穷又放置了一些矿山资源点，它已经成了主城的矿物产业链的中心。他等不及建造时间，直接氪金加速。没多久，一座比矮人城堡小一些的建筑出现。召唤侏儒，量大才能有更高的几率出现佼佼者。叶无穷用100倍技能直接召唤了1万只，侏儒们叽叽喳喳，众脸茫然。叶无穷正要如以前那般先忽悠一套，却是不想隔壁的矮人们竟然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地奔了过来。然后矮人和侏儒眨眼之间就吵起来了。第72章，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猪蹄子。矮人和侏儒一见面，那就宛如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叭叭叭，哒哒哒，一个个小身板仿佛化身机关枪，不停哔哔。双方激烈争吵着，叶无穷目瞪口呆。他以前有幸看到过2个大妈当街吵架，那是人山人海，围了好几层啊。他觉着自己误入养蜂场，嗡嗡嗡嗡嗡。看这架势，双方不是世仇吧？叶无穷一个头2个大，忙是大吼一声：“都给我闭嘴！”以他的实力，这声音当真是震耳欲聋。周围的矮人和侏儒都是吓了一跳，连忙捂住耳朵后退。叶无穷扫视他们，别吵了。轻微的嗡嗡声响起，很多矮人和侏儒都不服气，2个族群都是齐刷刷瞪着叶无穷，要他给评理。矮人大人，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侏儒脸色更臭，晦气。早知道这群家伙在，说什么我都不会过来的。系统提示：矮人们对你的忠诚度下降了5点，当前为95点。侏儒们对你的忠诚度下降了20点，当前为45点。叶无穷，这尼玛，你们吵就吵，为什么受伤的会是我？他正头疼着，这2伙小矮人又骂骂咧咧起来，甚至差点就动手了。置身小矮人的战场中，鹤立鸡群。叶无穷莫名的非常想笑，你们是要造反吗？他噌的一声拔出了自己的大宝剑，在阳光下寒芒闪烁。世界安静了，只是矮人们用痛苦的目光望着他，满脸难以置信，眼泪汪汪。一看他们这个神情，叶无穷竟精准的 get 了要表达的意思。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猪蹄子，你不爱我们了，你不仅外面有人，还把他们带回来，关键还是我们世代的仇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喜新厌旧，忘恩负义，渣男。侏儒也是瞅着他，站远了些，一脸冷漠。叶无穷心说，小样儿。他刻意的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大家还不知道眼下的形势吧？才有功夫在这里吵架。矮人一族的历史他也知道一点，这群矮人是来自无尽大陆的某个地方，并不是异次元。侏儒或许也差不多，确切的说，被召唤出的矮人之前都有过受重伤或发生意外的经历，中间的记忆就消失了。他们不懂怎么回事，只以为是神迹，神明的指令让他们来到这里。叶无穷却猜测，其实他们在原本的地方都已经死了，然后又被系统以不可思议的神力抓了壮丁。为什么会死呢？当然是生存环境不安全呗。你们看，世上出现了无数的怪物传送门。矮人整天就在矿山里面劳作，对外界知之甚少。侏儒刚召唤出来就更别提了。叶无穷把他们带到小山上，从山上就能看到10几里外有一个紫色传送门，周围全都是人影，偶尔可以看到魔法光芒。矮人和侏儒都瞪大眼睛，默默变了脸色。叶无穷，天下已经大变，你们还想活命的话，就好好做自己的事，不要再吵吵闹闹了。好了，你们各自选一个代表出来，说说到底为什么吵架。叶无穷给他们表达的机会。经过一番沟通，他彻底明白了，这俩在万年前还真的是一家，只是内部分裂了。
就因为种族的发展路线，到底是锻造还是基线，闹得不可开交。这两大派别争了很多年，中间又有各种恩怨，最终干脆分家，各搞各的。从此以后就成了世仇。叶无穷，你们是不是仨？死板的不可思议，但或许这就是信仰吧。叶无穷直接左手一只，右手一只，把矮人与侏儒派出的代表拎了起来。他恐吓道：“你们再争下去，整个矮人部落全都灭亡了。别争了，大家1万年前都是一家人。”叶无穷把2只小矮人拎到一起，放下。我提议，在我的见证下，你们放下过往的恩怨，矮人一族将于今天重新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团结之力引领着我们，矮人的荣光将再次从大陆上冉冉升起。这话简直戳到了小矮人们的心坎子里。随着巨龙等强大种族的崛起，矮人一族早就没落了。叶无穷就差明说他们是在菜鸡互啄了，给你们一些时间考虑。他也没指望立刻能见效，但无穷无尽的怪物正在赶来，你们是把时间浪费在对骂上，还是赶紧制造出强力的道具？叶无穷转念一想，这2群小家伙互相看不顺眼，倒是好事。要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岂不是可以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和质量？最后，叶无穷叫矮人回去工作，他和侏儒们熟悉一下。非常幸运，1万个侏儒里有近1000工程学在熟练程度以上的，精通的也有200多人。最秀的是，有一个工程学大师，称号是大工匠克罗夫特林聪。一看就很聪明。叶无穷和聪明同志开展了单独谈话，并提供一批材料，让侏儒们先练练手。身为工程学大师，克罗夫特自然会做很多物品，无需再搜寻配方。叶无穷先定制了一批工具，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现在拉货只能用处理，汽车、拖拉机什么的，想都不要想。但工程学是可以造出这些东西的。使用魔法晶石作为能源，他最想要的就是飞行道具。克罗夫特身为大师，也有相应的傲慢，不管叶无穷提什么要求，他都满脸无所谓，这有什么难的？很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叶无穷列了很长的清单，让侏儒们先造着，不急，造出来再看效果。侏儒这边也要加派兵力保护，另外还要防着矮人和侏儒偷偷打架。把这边安顿好，叶无穷立刻给搬砖的猫发消息，进度如何？这都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不摸鱼的话，总该有产出吧？搬砖的猫，依照您的吩咐，无尽大陆历史相关的部分已经整理了一些。第73章，天道实在看不下去了，天道决定自救。搬砖的猫和他的小伙伴们把历史相关的大致框架整理出来了，历史书籍已经整理完了，还剩下传记、技巧书之类。叶无穷，好，你们慢慢做。他先看起了历史笔记，经过整理，可谓一目了然。无尽大陆果然是有故事的，更久远的是不清楚，有记载的就是数万年前，众神林立，大陆上有许多国家，每个国家都得到一些神的护佑。但1万多年以前，众神中有一位强大的神祇奥古斯汀，他的妻子在对抗邪魔、救护凡人的时候牺牲了。奥古斯汀因此黑化，与整个世界为敌。所有神还有其他生物，在他眼中都是愚蠢的。他成为邪神，越来越强大，失去理智，心中只有杀戮。他率领邪魔入侵，要毁灭这个世界。最终，整片大陆战火纷飞，诸多种族被卷入其中，尸山血海。堕落神灵拉尔斯，还有所谓的邪神，应该都和他有关系，至少是同一阵营吧。又过了很多年，诸神黄昏，众多神明牺牲自己，终于合力打败了魔神奥古斯汀。神魔战争落幕，人类开始争夺领地，重新建立国家。后来战火渐渐平息，原本的众神要么陨落，要么退隐，只剩下几十位神明还在坚持护佑凡人和一些种族。无尽大陆很是广阔，叶无穷并不清楚现在一共有多少国家，书里也没写。目前所知，书里提到的稍近一些的一共有4个王国 ：A. 阿伦森 ，B. 拜斯特 ，C. 扎尔兹 ，D. 德米尔。探索过瑞格镇之后，叶无穷就已经知道，无忧城处于阿伦森和德米尔之间的无主野地，这样也好，不必依附于任何一个王国。但瑞格镇属于阿伦森王国，这些东西倒是其次。叶无穷最感兴趣的是书里对各国王室成员的描述，简直超出了他这个凡人的认知。各国的王室之所以称王，并不是投胎技术好，他们天生就异于凡人，而是得到了诸神的赐福，拥有神的血脉。神明也有很多，所以每个国家的血脉能力都不一样。但毫无疑问，神血是无比强大的。一是实力，
二世潜力。同样年纪的武者，王室成员可以吊打一群民间大佬，这感觉像是氪老 vs 平民玩家。没办法，人家祖上得到了神明的认可，血脉一代代传递下来，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材料来强化。凡人没有改命的途径，只能永远被统治。神血不仅实力强，还有长寿的好处，却也有弊端。一是配偶难，为了后代更优良，需要双方有相同的血脉。二是一对夫妻生育之后，自身的神血能量会流失，生的孩子越多，神血就越稀薄，但提升血脉的材料又非常稀少，这就导致各国的王室人口数量都不多，优生优育。叶无穷猜测还有近亲通婚，甚至乱纳啥的可能啊！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为了维护统治，王室们纷纷采取措施，最常用的就是分封，奖励有功之臣。国王之下便是亲王，然后是公侯伯子男这些爵位。在这里，哪怕一个男爵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爵位还可以世袭。现存的贵族往往都积累了10几乃至几10代的家产，身家之丰厚可想而知。怪不得那个外国小白脸傍上女伯爵，一下就少奋斗20年。叶无穷忍不住又想，自己拥有雷神血脉，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也等于王室成员？可无冕之王，雷神好像是个远古神灵，不在4国供奉的神明之列。如今通过辛勤修炼，他的雷神血脉已提升到了 19.89%， 越往后面越难了。除非每天都是雷雨天气，不对，一个区域就有几百个村，有几百个村长呢。他的雷霆精粹是新手期结束的时候，村长终极奖励中抽到的。终极奖励可能拥有 SSS 级村长称号才能有，没做到这个程度也会有差一些的村长奖励。运气好的话，或许也能得到一丢丢神级血脉。但神与神，实力和擅长的东西也不一样。雷霆精粹是7彩加红色物品，是他目前仅见的最牛逼 Plus 的品质。叶无穷相信其他人有这种东西的概率小之又小，大概是整个区域只有1、2个人那样。所以算下来，全球40亿人，10W 个新手村，10W 村长，拥有神血的最多20人，但拿到神域初级试炼资格的1000人应该有吧？叶无穷不禁往深处琢磨，早就知道系统是养蛊的风格，抓人过来求生，选出强者，然后呢，进行神域试炼，成为新的神，还是神认可的人，再然后建立新的王国，取代旧的统治，顺带承担新的责任，继续清理邪魔。很有可能，叶无穷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的。附近这4个王国，每个都存在至少4000年了，这腐朽的统治一成不变，不免有些可怕。王室虽然实力强，但更贪图享乐。整片大陆比起众神时代，有些死气沉沉，看不到文明进步的希望。天道实在看不下去了，天道决定自救，但直接灭世重启似乎又太激进了，索性另起炉灶。至于为什么要从别的星球上抓人，这就不是小凡人可以跟他讲道理的了。没有道理。叶无穷叹口气，嗨，希望死掉的人又回水蓝星了吧。自己看完历史笔记，叶无穷将之上传到论坛，鼓励所有人都学习。想要走得更远，必须深刻了解这个世界。小独角兽在各个怪物地窟之间穿梭，帮忙打怪，医治伤者。毛毛好忙呀。好吧，就是闲的。本来他想出门走走，但叶无穷在家呢，他又懒得出远门了。有人惊呼道，咦，好像有特殊的掉落橙色晶石，打了一个精英怪堕落的圣光骑士，竟然掉了一颗光系晶石，非常好看。附近其他人都来看热闹，羡慕不已。小独角兽看到光系晶石，情不自禁凑了过去，不争气的舔着嘴巴，好好吃的味道啊，想吃。叶无穷收到系统提示，你的宠物毛毛突然非常饿，渴望光系美食，快去投喂吧。第74章独角兽骑士怪物饲养员。叶无穷收到系统消息，不禁无语，饿了，叫你天天闲不住到处跑。话是这么说，他还是迅速赶朝毛毛所在位置赶去。到达之后，毛毛恋恋不舍地盯着拿走光系晶石的人，一边朝叶无穷蹭过来，意念已是把事情简单说了。叶无穷一听也是微奇，光系晶石他还没见过这东西呢，而这群人也是很有眼力见。刚拿到晶石，老大就出现了。思考片刻，那个人选择上交晶石换贡献点，1颗，系统标示价值10万。叶无穷豪爽地完成交易，居然是橙色的。在特殊元素中，雷系和冰系晶石都是紫色的呀。他谦虚好学地请教系统大爷，这是为什么？系统，雷与冰元素
有相应自然环境即可孕育。圣光本质上来源于光明神，是一种信仰之力。至于独角兽，的确可以把阳光转化为圣光，但这是它的特殊能力，不代表阳光就是圣光。懂了，是很含有，但又没到金色的程度，大概是这晶石的能量还不够精纯。东西到手，叶无穷带着小独角兽赶紧回家，毛毛紧跟在叶无穷身后，清澈的大眼睛里满是渴望。叶无穷摸他小狗头，怎么还是这么小？什么时候能长大我的臭宝？小家伙这些天里是长大了一些，但距离能骑还有一点差距，尤其是他的2条腿那么长。毛毛赶紧表示，今天他哪也不去了，老实的吸收能量，快快长大。叶无穷满意，把光系晶石喂给他，这一刻就是10万贡献点，顿顿都吃的话，还真是吞金兽了。你自己消化，不要乱跑，长高高，知道吗？叮嘱小家伙一句，叶无穷再次出门。本来城邦仓库里每时每刻都有人放入或买走物品，怪物地窟出现之后，仓库里各种怪物的各种掉落物更是迅速增加。叶无穷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让他脑洞大开，比如小型蜘蛛巢穴、食人花种子，这俩生物都具有异常强大的繁衍能力。怪物地窟出现的怪物都比较奇特，无法用常理揣度。蜘蛛和食人花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根据系统对他们的简要说明，叶无穷大致计算了一下，可能只需要3天，这玩意儿就能繁衍出一大群，母体进化成 BOSS 级别。BOSS 自然多多益善，奖励远胜普通怪。搞事的心微微颤抖，罪恶的手薅了东西就走。叶无穷可不是心血来潮，对于战士们来说，怪物嘛，多多益善了。他们的战斗经验需要加强，但精英怪大概每20只里才有1只，没有 BOSS 就自己造吗？还有一点，地窟怪物除了元素、气体等特殊形态之外，野兽等怪物死亡之后尸体并不会消失。现在怪物尸体都堆成小山了，怎么处理？怪物肉又不能吃，堆肥只怕堆不过来，而且还有邪恶气息的污染，刚好给可爱的蜘蛛和食人花吃嘛，吃完再生更多的小可爱。叶无穷立即行动，在远离村落的空地规划了2片养怪区，为了给未来 BOSS 足够的尊重，每片区域都是10里乘10里的范围，足够衍生至少上万的小怪了吧。然后他召了一群建筑工，把养怪区的周围建设上一层层的防御塔。现在城里的防御塔也是紫色品质的了，各方面性能大大提高，还有魔法塔，至少能限制怪物的行动。叶无穷发布城主通知，村东北野外是怪物养殖基地，养 BOSS 的闲杂人等禁止靠近。这条公告让很多城民一脸懵逼，啥？养怪物？我的妈，大佬这是什么癖好？城主做的事岂是我等可以揣度的？一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去看。看什么看？我只知道我是无忧城的人，但好像又不完全是。对啊，感觉完全跟不上城主的节奏和思路。叶无穷在评论区又强调了一句，不要作死靠近。通知完毕，他又抓了2队有一定武力的人去养怪。新职业怪物饲养员上线。叶无穷，前几天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养怪，把各个地窟的怪物尸体拉过来喂他们，同时每时每刻都要观察养怪区，每小时做记录，防止意外发生。怕他们不够重视，叶无穷说，可能只要3天就能养成小 BOSS 了，懂了吗？2队人齐声道，懂了老大。这份工作有风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叶无穷把蜘蛛巢穴和食人花种子分别放到养怪区中心，食人花要用血液浇灌，随便倒几份兽血上去就完事了。蜘蛛巢穴里面有卵，落地之后就在迅速孵化，和那只大蟑螂一样。虫族的这特性也是有点可怕。叶无穷在巢穴里看到白色蜘蛛卵肉眼可见的在变化，心生感慨。很快，一只只细小的黑色蜘蛛出来了，他们搜寻片刻就朝他爬了过来。叶无穷扔下几具怪物尸体，功成身退。另一个养怪区，食人花也已经扎根发芽了，一颗小小的血色魔植长了一个血盆大口，摇摇晃晃的迅速成长着。它这张大嘴除了能吃人，还有别的用途。叶无穷看了一会，就见食人花张大嘴巴，噗噗噗像机关枪一样喷吐，大量细小的种子被它吐出来，迅速落地生根发芽，长成新的食人花。不止于此，食人花母猪的根在地下疯狂伸展，不时地探出地面，再度发芽，像榕树一样，一棵可以变成无数棵。最离谱的是，母猪连自己种子长出的小食人花也不放过，不高兴了就直接吃。怪物饲养员看到这些场景，都是有几分毛骨悚然。
这要是长成 BOSS， 得有多恐怖？但他们相信城主的实力，邪神虚影那样的大 BOSS 都能杀，饲养出来的 BOSS 又岂在话下？事情干完，叶无穷也打算回去修炼了，顺道看看小独角兽的进度。他很想要他风一样的速度，要是会飞就更好了，但这是做梦，只能靠其他来解决了。毛毛正在晒着太阳长大中，进度顺利，叶无穷很满意。随后收到万人斩的私聊，毛熊国那边派人进地库探索了。叶无穷，优秀，不愧是战斗民族啊！第75章，出门下地探索。不得不说，战斗民族真是彪悍的一塌糊涂，徒手揍熊都不算什么。怪物地窟才出现几个小时，情况不明，毛熊国的人就直接莽了进去。这个消息是他们国家的人发在区域频道里。情况如何？叶无穷也有一丝蠢蠢欲动。万人斩还不清楚，但已经有很多人私聊他们，提前预定情报了。毛熊国这个城叫大伊万，叶无穷祝他们好运，留意一下他们缺什么。他的心思已经活络起来。系统大爷搞的幺蛾子，总是出人意料，搞个大的，而且总有一些需要探索发现的隐藏设定，说不定这地窟真的可以进去。进应该可以进，怎么出来才是问题。某人又想起了被困在小世界的不愉快记忆。氪金也不是万能的，他决定先了解情报再说。叶无穷立刻去了最近的一个地窟，亲自做实验。怪物虽然源源不断，但不是每秒都出现，大概是1分多钟来一群，他们移动也要时间的。叶无穷过来之后，刷刷刷割草一样轻快，便出现了怪物空窗期。卡这个间隔，他往地窟的紫色传送门中一连射了10来箭，又发了2个雷球。这些攻击真的打进去了，但没有任何动静，还是要进去探路才能知道。这种事最好交给宠物去做，但叶无穷这般稳健的人，当然是选择替代品了。他骑马去了侏儒小屋，以工程学专家们的速度，现做傀儡、机器人之类的，也用不了多久吧。克罗夫特小眼睛一翻，傀儡啊，我有很多呢，那就跟我走一趟吧。叶无穷一把将他拎走了。这位大工匠的确很有本事，做的金属傀儡有大有小，非常灵活。他居然还有空间类储物装置。叶无穷默默眼馋，以后得空了，好感度刷上去了，一定要跟他研究研究。克罗夫特掏出几个傀儡，小的速度快，中型的攻防皆可，还有喷火傀儡、远程傀儡以及小飞行器。大傀儡很笨重，但防御超强。叶无穷让他每样都派出去2个。2个？坏了你赔我。大工匠又翻白眼。最终每种傀儡放进去1个。克罗夫特又是一通操作，使得每个傀儡都滋滋的放电，安全性大大提高。克罗夫特拿着一个大遥控器，按着按钮嘟囔，看不到里面情况，只能得到怪物分布，还有一些障碍物。叶无穷一看，不明觉厉，看不懂，但有点像雷达的显示屏，上面有一个个颜色各异的小点点。厉害了，工程学有点超出他的想象。虽然这里是魔能驱动，但理论上来说也属于科技侧呀。叶无穷低头看着这个小秀，真想揉脱他聪明的脑壳。不到10分钟，传送出来的怪物少了很多，几只傀儡则是迅速的阵亡了，只剩下最大的一只铁甲小宝，还有个会飞的家伙。又过了几分钟，铁傀儡也凉了，会飞的家伙飞出了雷达的探索范围。就这样了。克罗夫特很不开心地收起雷达和遥控器。这次实验的结果也足以得到很多信息。叶无穷猜测传送门后面有一段通道，确切地说是很多岔路的汇合处，怪物从各处过来的。但上空应该没有障碍，不是狭窄通道，或许是走一段之后就变成了开阔世界。不管毛熊国那边什么结果，他要做出远门的准备了。系统大爷，这个地窟通向异次元吧？也就是说又出服务区了。叶无穷试探了一下，系统没有回应，但也没反驳。不在服务区，叶无穷很有经验。系统变成单机版，已有物品还可以用，无法联络交易。他在考虑是自己进去还是带人。道具充足，但不能全部带走。叶无穷把80%的食物留在城邦系统仓库里，他自己手上只留精品。至于安保问题，也不必太担心。5W 游侠加5W 德鲁伊加6W 骑兵，固若金汤的主城家不计其数的防御塔。区域战力榜目前是第11位，不知前面10名有什么样的奇遇。叶无穷对管理层做了一些工作指示，其他人没有这么激进，但也能明白，系统肯定不会白搞这么多怪物地窟出来，指不定这就是重要机遇。先下手为强。会还没开完，大伊万那边的结果就出来了。他们一行5个人都回来了，虽然受伤了，但没死，这本身就是重要情报。
排名前100的城邦纷纷向他们购买情报。叶无穷也是重金求了一份，等看到情报内容，肉有点疼。很多东西跟他猜测的一样，就是细节多了点。走进传送门，清怪前进，走走走，遇到随机几10个岔路口，任选进去，异界空间探索，就这么简单。更多的就没办法了，因为全是随机的。最有用的只有一条，里面白昼非常短，天黑得很快。这种暗和黑夜不同，仿佛蒙了一层暗系魔法，几乎无法驱散。暗系与光系相克吗？叶无穷又 get 到了新知识，这都是很少见的东西。当然，不排除毛熊国有情报瞎编乱造的可能。说再多，也不如他们还能回来有说服力。看完情报，叶无穷随机挑了一个怪物地窟，把小独角兽装进宠物空间，出发。他打算带大伙伴们一起历练。但是，在走进传送门的那一刻，系统提示响起：你选择了400人跟随，积分将降低400倍，是否确定？叶无穷，呵，这一点情报里就没提到，这根本就不用思考，我自己去。他非常清楚，一旦出现积分，就会有排行榜，第1名将有可怕的奖励。战士团的众人大感遗憾，但也没办法。叶无穷大致讲了下原因，就走了。其他人如果愿意单独下来探索，他也不会阻拦。想成长，就要经受血的洗礼。毛毛不断汇报自己成长的进度，光系晶石的能量快要吸收完了，他的形体也渐渐蜕变，从幼马状态变成了青年小马，拥有了4条大长腿，1根大长脚，再也不能蹭叶无穷了，可能会不小心把他戳死。太好了，叶无穷心说，你可终于长大了。奇，不跟你客气。宠物嘛，养幼崽忠诚度高，但需要养才能用，养成年的忠诚度又需要刷上去，最好再养几只强大的宠物，轮换着来。让我降落到宝可梦世界吧，给我一条巨龙吧。独角兽骑士叶无穷清怪之后，在岔路口如此祈祷道。第76章精灵古城艾尔莎怪物地窟内部，叶无穷骑着独角兽，面前是几10个颜色不一的光团，这些都是时空通道，就像虫洞一般通往不同的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怪物从中爬出来，但单凭这些怪无法判断通道去往什么样的世界。他成功的犯了选择困难症。宝宝，你来选一个。叶无穷把选择权交给了真正的欧皇毛毛。小独角兽看了看，也有些犹豫，最后选了一个有些发挥的通道。驾！叶无穷轻轻一拍，独角兽载着他呲溜一声窜了进去。入目之处笼罩着淡淡的黑雾，光线昏暗，四周都是古树老林，好像是在森林。叶无穷觉着眼前场景有些熟悉，和当初的血染森林非常相似，只是他看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山谷和石壁。天空开阔，却也是阴沉沉的，不时飘过阵阵黑烟。叶无穷暗暗皱眉，这一片森林中，黑雾就是邪恶气息，至于黑烟却是燃烧产生的。走，四处看看。叶无穷吩咐毛毛。毛毛迅捷如闪电，眨眼间出现在数百米之外，逐渐深入密林。叶无穷看到，的确有很多树木在燃烧，有些地方都成了废墟，还有尸体、血迹、残破的武器。古战场吗？他更为警惕了。这种地方阴气森森啊，此地的一切都仿佛笼罩在暗黑滤镜里，灰蒙蒙的。不久便出现了怪物，却是半透明的，一飘一飘的。叶无穷，哦豁，学名精神体，俗称阿飘。这些精神体仍然是生前的模样和状态，却都是长发飘飘、耳朵尖尖的精灵，有些持弓，有些拿着法杖，漫无目的的飘荡。毛毛放轻脚步，躲在了树丛后面。叶无穷一脸无语，我是到了哪里？但精灵的感知非常敏锐，嗖嗖转头，迅速朝他搜寻过来。他们脸上也不再是平和的表情，反倒横眉竖眼的，有些戾气。这是血染阴灵吗？毛毛眨着大眼睛，对这样的环境好奇而惊惧。有飘追来，他当然要跑啊。很不幸，他路过的地方又有一些精灵飘，越走飘越多，仿佛误入战场中心。算了，直接开打。但杀怪也要讲究效率。宝宝，你慢点，去他们面前跑一圈，把他们拉到一起。毛毛还是很聪明的，一言行事撩了很多精灵阿飘，以他的速度，完全可以一次溜上几千只。攒了一会怪，叶无穷雷系法术一用，电光滋滋作响，范围攻击落下。这些脆弱的精灵飘很快就灰飞烟灭了。叶无穷看到了他们的系统名：邪化之精灵阴魄，顺带收了掉落物。一些精灵用的破烂装备
终极精魄、魔尘灰烬、死亡魔花、不灭意志印记等等。这个印记可以增强对邪恶气息的抗性，可合成升级。叶无穷从邪化生物身上掉下来这样的印记，很没有说服力。他暂时用不上，先收着吧，有空再来玩合成。叶无穷骑着独角兽逐渐进入森林深处，一路也是杀不少飘，成千上万。见得多了，他已明白这里可能是精灵的某个老巢，但他不清楚这是万年前的场景，还是现在的。森林深处，阴灵更多，也更为强大，但雷系魔法岂是浪得虚名？叶无穷穿过重重包围，发现他们守卫的是一棵巨大的树，比远古树林还要大得多。树皮漆黑，坚硬犹如石头。最开始他还以为这是一座小山，后来才发现是一棵直径几乎有20里的通天巨树。离谱啊！这是传说中的世界树吗？叶无穷仰头，高高的树冠像个穹顶，怪不得越往深处就越黑暗。毛毛在这种环境里就像彗星一样显眼，简直是引怪神器。就往这里一站，残余的精灵阴魂也会找过来。忽然，叶无穷感觉周围一凉，有什么东西在迅速接近。他赶紧躲开，仰头一看，好家伙，树冠上一大群飘飘下来了。又是一波清理，这回的飘身份明显更高贵，衣着都不同。他们说什么听不懂，直接打。这一群飘快杀完的时候，叶无穷突然觉得自己被一股强烈杀机锁定。他本能的一躲，一根翠绿剑枝深深射进了地面。一个淡白色的女性精灵出现，她的耳朵很长，双目没有瞳仁，整个都是金红色，妖异而凛然。叶无穷严肃起来，这只精灵气质尤为高贵优雅，和之前的飘都不相同。毛毛呆了呆，面前的精灵和他那次看到的漂亮姑娘好像啊，但又似乎不太一样。就在叶无穷准备战斗的时候，远古树林之心似乎有所感应，震颤起来。他的意念传递而出，艾尔莎。叶无穷便直接将它放了出来。艾尔莎看到这颗突然出现的绿色能量团，不禁恍惚了片刻。叶无穷一个闪念，决定先智取。他把精灵外观打开，两只尖耳朵嗖地冒了出来。以他的观察，这些飘残留了部分生前的意志，但毕竟没有脑袋，好骗。艾尔莎大人，我是来救援的，代表暗夜精灵一族。叶无穷大喊，驾着独角兽跑开了。面前的人类骤然变成了精灵。艾尔莎又迷茫了一下。叶无穷对精灵的历史略有了解，暗夜精灵是比较小的一只，但好歹也是精灵。几种精灵间也有矛盾，但没闹得像矮人那样分家。艾尔莎盯着他的身影，悠悠道：“你来晚了，翡翠城已经被攻破了。”叶无穷跑开之后，往那棵巨树望去，隔着黑雾，隐约可见上面似乎有一座城市。所谓的翡翠城，精灵就住在这里，怪不得这么多精灵飘。再联想不久前刚学过的大陆历史，他好像 get 什么。他的确是来到了精灵的老巢。艾尔莎回过神来，独角兽，他追了上来。身为飘，同样会瞬移，速度非常快，眨眼间就飘到了毛毛面前。他已经没有初见时的敌意，用那奇异的眼睛凝视着独角兽。是真实的吗？他伸出了手，想要摸一摸。叶无穷真是低估了独角兽对精灵的吸引力。第77章，奖励一点神性。艾尔莎伸出的手从独角兽身体中穿过，他似乎察觉了什么，怔了怔。叶无穷保持沉默，他已经发现了，这些精灵飘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难道是他？他突然想起，在新手村的时候，有一次刷新系统商城，运气爆棚的刷出了一件红色伪神器，伪造的精灵长弓。备注里似乎提到了，这是精灵女神艾尔莎的武器，就是面前这只吗？叶无穷偷偷瞄着他的长弓，要是能拿到该多好，他还不曾拥有过神器呢。艾尔莎凝视着独角兽，又看向了空中的树林之星，有些熟悉的气息，但他最终望向了叶无穷。虽然你是一只弱小的精灵，却拥有惊人的运气，是独角兽选中的人。如你所见，翡翠城已经被毁，希望你能把种族传承下去。系统提示：你接到了精灵女神艾尔莎的任务，传承精灵种族，奖励精灵声望与地位。叶无穷满头黑线，啊这是什么鬼任务？他是个假的精灵啊！嗨，算了，接就接了吧，有空就做，没空拉倒。自己种族还没稳定传承呢。心中如此，他嘴上却慷慨激昂道：“这是自然，身为种族的一份子，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朝一日，我一定会重现翡翠城的荣光。”叮，欺诈者经验加200，又快升级了。艾尔莎点头，非常好，祝你一切顺利。
叶无穷的状态随之更新。系统，你获得艾尔莎的祝福。艾尔莎的祝福，精灵女神衷心希望你能实现诺言，为此，她以残余的神力来祝福你。在精灵与自然相关的事情上，你的成功率将大大提升。系统，你获得一点神性，上古精灵。这个祝福，叶无穷没什么感觉，但后一个奖励，叶无穷简直惊了，竟还有这种东西！神性，这是什么？他立刻查看起自身的属性，果然，在众多属性的上方，多了神性一项。这个词条的颜色，叶无穷竟然无法形容，仿佛是低调的浅金，又像有万千色泽流转，神秘至极，低调的奢华。这东西应该无法简单的以品级来定性。神性上古精灵，你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高深莫测，气质优雅淡泊，对异性吸引力大幅提升。你的感知能力大幅增强，听力出众，你透彻通晓了弓箭术，远程攻击效果倍增。你的元素亲和大幅加强，对魔法使用更加得心应手，精力消耗减半，魔法效果倍增。你崇敬并深爱着自然，对草药、矿石等物品非常了解。你在炼金一道极有天赋。你清心寡欲，心境平和，寿命极为漫长，与堕落神灵的诅咒冲突或将发生未知事件。你承载着精灵族的希望，可以从其他精灵心里获取信仰之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神性。叶无穷半晌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从未见过的豪华奖励，涉及了方方面面，更是指明了一条成神的路径。弓箭和魔法成倍的提升，炼金路线也开了，真是绝了。叶无穷心里挖呕了一阵子，他能感觉到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身心都似乎更轻盈了几分，五感皆是有大幅的提升，尤其是听力，仿佛有了听风的能力，耳朵好像也长长了一些。好吧，我真的是一只精灵，事已如此，无可奈何。他简直怀疑冥冥之中是不是有注定，或者蝴蝶效应加吸引力法则，穿越以来的种种奇遇让他朝着精灵之路一路狂奔。艾尔莎在叮嘱他，你也不必太心急，先提升实力吧。还有，泰达希尔已经被毁，但存在着有一棵世界树，你要找到它，在那里重建家园。这是做任务的关键信息吧？叶无穷听着牢记了下来，并写进了自己的系统备忘录中。艾尔莎的身体逐渐淡化，失去神性和神力，他的灵魂也快要消散了。叶无穷看着这一幕，内心忽而震动。神也是会死的，神的寿命只是极为漫长，长到凡人无法想象，却不代表真正的永生。但他们应该有转生的能力吧？不管怎样，哪怕是神，也永远都要提升实力啊。对了，月亮井对精灵也非常重要，我告诉你如何制造。月亮井中能量极为充沛，有强大的治愈力，不管是肉身还是精神伤势都能得以恢复。叶无穷忙是记下了。你学会了配方，月亮井，特殊物品。他看了眼自己的状态栏，月亮井是金色物品，称它为能量之泉可能更合适。它本身就是永恒之井的能量碎片化成的。到此为止吧，希望我能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交完月亮井，艾尔莎身影更为模糊。叶无穷忽然喊道：魔神奥古斯汀已经被杀死了。艾尔莎轻轻颔首，露出一个微笑，很快便彻底消散了。整座精灵古城空空寂寂，只有微风拂过树叶的声音。叶无穷迷惘了一会，站在原地发呆。毛毛也是茫然的眨眼，他没完全懂发生了什么事，好像很不得了呀。哎呦！叶无穷忽然一拍脑袋，无比遗憾，得到神性，太兴奋了，一时竟然忘了艾尔莎手里的那把弓，弓随着他一起消散了。错意。系统，你已通关投影精灵古城，是否离开结算？叶无穷，啥？投影？他们都是假的吗？怪不得弓也会消失。好吧，瞬间就不心塞了。弓是假的，神性却是真的呀。叶无穷想了下，有些不能理解，趁机从系统这里套取线索。投影是什么意思啊？这里到底是在哪条时间线上？这倒没什么机密的。系统大略给他解释了一下，对他来说是现在，但对困在此地的精灵英灵们来说，万古也不过是一瞬。投影就是在时空长河里截取了一段，复制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投影仅有本体的部分意志，本体或许早已消散了。叶无穷懂了，他猜啊，系统把万年前的大战拆成了无数个这样的投影空间，是为了让异界来客们好好补习一下历史吗？幸好他已经偷偷补过了，卷死他们！先不结算，我瞅瞅还有啥好东西没。叶无穷见好就收。第78章，偶遇巨龙，逮只龙仔。叶无穷主要是想去世界树上的精灵古城看看。翡翠城
很美的名字。依稀可以想象，当初这座城市是何等富饶美丽。问题是太高了，怎么上去呢？为什么我不会飞啊？独角兽现在也不会，还是得抓个飞行宠物。最后，远古树林之心放出绿色能量，将叶无穷包裹住，把他送了上去。这之后，树林之心便暗淡下来。多谢了，好好休养吧。叶无穷将之收起来，探索起翡翠城。这座树上城市规模宏大，建筑精致，此时只剩断壁残垣，却多了沧桑之美。叶无穷搜了一圈，没有什么大的收获，倒发现了一些还没用完的木料，以及很多木细晶石。他还发现了一座图书馆，毫不客气地把所有书籍统统收纳起来。这些书记载着精灵历史，还有如何学习各项技能。他现在用不着，但万一将来发现了其他精灵，建立精灵部落呢？这就是文明传承的火种。搜索完毕，叶无穷选择离开，结算积分共24798点。他大致看了眼，和杀敌、战利品、探索完成度等有关，也不关心，反正已经全部探完。出乎意料，结算之后并没有传送回原世界，精灵古城塌陷缩小，最终消失。叶无穷骑着独角兽站在虚空之中，面前再次出现诸多岔路。他是不是选成了无尽模式？算了，状态很好。雷系能量靠晶石补充了大半，精力也消耗不多。叶无穷又随便选了一个岔路，这一回视野之中仍是有些灰蒙蒙的，是山地地形。山比较荒芜，光秃秃的，土黄色，沙石纷乱，零星的杂草、树木绿得惹眼。这种原始地貌一望无际，叶无穷感觉到一股野性的力量。但出乎意料，这个小世界已经有人了。他落地之后便听到了打斗声，还有奇异的兽吼，战斗似乎无比激烈。叶无穷立刻隐藏在巨石后面，暗中观察。一群全副武装的人类竟然在与巨龙搏斗。龙！卧槽，哥终于看到巨龙了！叶无穷的眼睛比灯泡还亮，脑补了如何把巨龙扒皮放血。可先当个闲散渔翁，看看鹬蚌相争的情况。这是一条庞然的火红色巨龙，可能倒霉催的吧。不知怎么回事，它竟然紧紧卡在了两座峭壁之间，动弹不得，这才被一群人类远程攻击。红龙发出暴躁的怒吼，拼命要挣脱出来。它的力量太大，使得地面都微微震动。这样看来，脱困是迟早的事。这里又都是活物了。叶无穷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推测，怪物地库内部不全是古代遗迹，也有未知世界。他观察一会，目测了一下红龙的属性。好家伙，他在巨龙里恐怕是大佬级别吧。红龙歇息片刻，仿佛整个天地间都是他那沉重的呼吸声。那群人类趁着这空档，攻击越发凶猛，拼命使用各种手段。他们队伍中竟然有一个冰系法师，法爷被围在中间，举着法杖吟唱，冰系能量在他脚底下蔓延，所有人的攻击都附带了冰冻效果。叶无穷目不转睛地看着，遗憾他家还没有冰法师呢，太吃天赋了。偷偷学习 in 冰系攻击看起来很给力。这条巨龙是火属性的。红龙继续深呼吸着，1分钟后，他张开了血盆大口，噗！一道巨大的火红烈焰像火山喷发一样奔涌而出，铺天盖地的朝那群人烧了过去。这群人早有防备，拼命撤离，但还是有些晚了。一口龙吸，火焰足足喷出了2里多远，与他的体型非常相符。估计红龙恨不得一膀子扇死这些小蚂蚁，可惜被卡在了山里。冰系法师慌忙转攻为守，为所有人加持了冰霜护盾。可他又不是传奇法师，仅仅是抵消了部分伤害罢了。这些人身上立刻着火，就地打滚，乱成一团。只有几个反应特别快，看情况不对，掏出坐骑就跑的，不在火焰龙息范围之内。红龙坚持不懈地挣扎，努力要把自己拔出来。叶无穷默默戴上了黑色面罩，准备摸过去对那群人下手。毛毛的小耳朵不断动着，告诉他，好像有什么东西的叫声和这条龙有点像。叶无穷凝神，侧耳倾听了片刻，风带来远处的声音，好像的确有奶声奶气的叫声。难道是条龙仔？还有人类的声音？他心中不禁一动。走，先过去看看。叶无穷一拍独角兽，反正毛毛速度极快，往返也花不了多久。先把小龙逮走，再回来收拾战场，岂不是美滋滋？远处荒山野岭的一只小黑龙在跌跌撞撞的狂奔，它已经飞不起来了。一群人类骑手加快速度追踪，逐渐要成合围之势。叶无穷骑着独角兽悄然出现在附近，小黑龙呜呜的叫，有点像小孩在哭，满是绝望。不能让这些人得逞，快过去！叶无穷指挥毛毛，如同闪电一般
从人群中掠过，以肉眼难辨的速度，叶无穷拎起小黑龙，下一瞬间便消失在原地。那群骑手只看到一个白色光团急速消失，众脸懵逼，这里还有其他人？他们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一群人无比恼火，立刻打马返回红龙那里。嘿嘿，叶无穷盯着受伤的小黑龙，笑得像一个怪叔叔。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幸福来得太突然，眨眼间自己竟然有龙了。缺点是太小了，要养，而且快死了。叶无穷很忙，一边心疼地收集流出的龙血，一边发动宠物契约。重伤的小黑龙拒绝契约，恶龙咆哮，嗷呜！小黑龙仇恨地瞪着他，在他看来，叶无穷和那群人都是一伙的。可恶的两脚怪物！眼见小东西翻着白眼，血量就要清零，叶无穷只好先把他救活再说。他停在荒野中，给小黑龙喂生命药剂。毛毛也很着急，表示他可以帮忙治疗呀。叶无穷拒绝，暂时不需要，要让龙类幼崽见识到人心险恶，主动屈服，大不了慢慢熬，看谁更有耐心。第79章老硬币翻车记，学会龙语交易。小黑龙恢复了些血量，多了力气之后就开始拼命反抗。龙族的傲气再加上年纪幼小，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屈服。叶无穷用手指戳了他一下，他并没有刻意攻击，然而拥有雷神血脉，这种程度的接触还是有一丝雷电能量溢出。嗷呜！小黑龙痛呼了一声，泪眼汪汪，血量又下去了。叶无穷这小东西怕是不好收服，他还忙着呢，先把它收起来。小黑龙血量已经很低，可以暂时收纳进宠物空间之中。叶无穷将之收起，继续前往红龙所在地。怎么人变多了？回来之后，叶无穷无语了一下。走的时候，那群人被火烧到了大半，生命狂掉，应该撑不了多久，只剩没几个人了。结果现在，人比以前还要多，而且不是追小黑龙的那批骑兵，这里还带增援的，这就很魔性了。转念叶无穷就明白了，某些人或许并不在意积分，反正也不一定能上榜，只在乎地窟世界有收获。问题是他们如何联系到外面人呢？叶无穷自己试了下就明白了，是系统有增援功能，可以摇人。这还没过去多久，那条巨大红龙仍是卡在两山之间，那群人非常忙碌，把它当成 BOSS 打。叶无穷躲在山岩后面，微微一笑，搞事情。这次他决定躲在暗处阴人，难得野外探索碰到其他城邦的人。叶无穷掏出了他的大法杖，这是邪神虚影送给他的礼物啊，从来都没有用过，今天就是试刀之时。邪神法杖功能2，召唤幻灵，消耗100精神值，召唤100只幻灵，强度与召唤者实力正相关。叶无穷不是亡灵法师，无法召唤其他亡灵生物，但消耗一些精神值，召唤黑色幻灵还是可以的。嘿嘿，他现在有7万多的精神值，叶无穷直接选择召唤1万只出来，然后100倍获取发动，变成了足足100万只。嗖嗖嗖！眨眼之间，虚空之中一只又一只的黑色幻灵以光速浮现而出，黑压压的一大片，黑云压城，泰山压顶。他们被叶无穷召唤出来，听候他的命令。叶无穷指挥他们攻向那群人类，还有红龙。这群人金发碧眼，不知哪个国家的，反正不是自己人。他们倒是其次，红龙才是他的主要目标。这可是个大家伙，如果能抓活的是最好不过，不行的话，好不容易碰到一次，也不能落到别人手中。很快，歪果人就发现了异状，大群黑色幻灵突然出现，直直的涌来，实在太可怕了。他们立刻停止攻击红龙，赶紧杀扑过来的幻灵。每只幻灵的强度不算太高，问题是太多了啊，哪里冒出来的？每个人都是满脑袋问号。精神攻击，这东西似乎有精神攻击。冰系法师最先发现，大家小心，围起来。一群人围在一起，互相倚仗。黑色幻灵则是围困了他们。没一会儿，队长便发动了队内通信：安迪斯，你们不要过来了，出现了很多不明怪物，我们立刻撤退。怪物实在太多了，根本就打不了。仅仅片刻之间，他们身上衣物就千疮百孔，血量嗖嗖掉的只剩1/3了。这群人只好忍痛放弃红龙。好在有系统在，哪怕战斗之中也可以撤离地窟，就是没有任何积分。赶紧跑！他们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一片白光之中。挥一挥衣袖，带走了好几千只黑色幻灵。这一出是叶无穷没想到的，还可以强退，这波大意了。没想到敌人带了闪现，但话说回来，这个邪神的大法杖搭配100倍技能实在有点好用。
以后如果犯懒，就这么晚。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这只红龙。密密麻麻的黑色幻灵朝这个硕大的目标扑上去，立刻将巨龙淹没。然而巨龙防御太高，这群小东西竟然无法破防。叶无穷，没关系，多挠几次，10次总有1次中的吧。以多咬死象，闲着没事，他把小黑龙掏了出来。小东西蔫蔫的，生命值只有20%多点，但是一出来，他又支棱起来，冲着红龙的方向滋哇乱叫。好，红龙也是给予了回应。叶无穷，这又是什么情况？小黑龙继续恶龙咆哮，用小翅膀拍打叶无穷，让这个坏蛋放开自己。叶无穷，这是你妈？不对啊，你妈是红的，你为什么是黑的？龙的颜色也不是乱长的，代表着它们擅长的能量属性。难道变异了？可惜小黑龙根本听不懂他在说啥，嗷嗷直叫。叶无穷只好再次把它塞回宠物空间，然后命令黑色幻灵停止攻击。现在这个情况有点难整啊。叶无穷觉得自己现在急需学习龙语。氪金，好说歹说，系统大爷同意他氪金，足足100万金币啊！学了一门平时根本用不上的外语，也只有我这种冤大头了。叶无穷摇摇头，他用龙语对红龙大喊道：“你的孩子在我这里，他过得很好。”红龙一听，朝他大吼大叫，非常暴躁，呼吸声沉重，又要喷火了。叶无穷，省点力气吧，你卡在这里，只消耗不进食，再过几天就饿死了。几天饿不死，几个月总可以吧？叶无穷，我猜这个熊孩子贪玩跑出来，掉进了这里。你为了找他也跟了过来，只是太过倒霉，被卡住了。这里只有一大一小2条龙，显然不是巨龙巢穴。那么他们也是外来者？红龙并没有在嘶吼，却仍是重重呼吸着。叶无穷，我们做个交易吧，你把孩子交给我管教，我把你放出来，放长线，以后还可以去他们家串门。像你这种美丽强大的巨龙，白白死在这里，实在太遗憾了。你应该不想死吧？龙族都很聪明的。红龙很快有了回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你会龙族语言？你是驯龙师？这才是他关注的重点。第80章，歪果人气炸了，骂街，硝烟味道。叶无穷不确定红龙对驯龙师的喜恶，估摸应该是仇视的。他说：“我哪有那个福气？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龙，真是和传说中的一样雄伟呢。”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谈判，红龙自然不可能轻易答应，把自己的崽交给一名陌生的人类。叶无穷也不急，反正被卡住的不是他，其实他杀了红龙都可以，但这样小黑龙恐怕要对他恨之入骨。红龙，我感受到一种蛊惑的力量。叶无穷，你感受的没错。他不停的巴拉巴拉，欺诈者终于又升级了。你的欺诈者天赋已升至3级，令人信服的魔力正15%，再配合一些话术，效果很不错。最终，红龙答应了叶无穷的条件。他并不想死，而且这个人类似乎挺有意思。叶无穷朝下面看了眼，万一你掉下去摔死了怎么办？不会，他的翅膀受伤了，但勉强还可以飞。叶无穷便命令黑色幻灵凿石头，坚硬岩石被一点点磨成粉末，空隙变大，红龙松动，然后掉了下去。他展开翅膀，在空中努力保持平衡。朋友，再见，下次去找你玩哦。叶无穷朝他挥手，询问系统：我现在结算出去，巨龙也会离开对吧？是的，这个小世界的怪物估计被之前那群人清理过了，很干净。叶无穷便直接离开，跟红龙各回个家，挥一挥衣袖，带走一只小龙崽。下一个世界仍是随机。没想到的是，近100万只黑色幻灵作为召唤物，居然也跟了过来，而且他们是有寿命的，1个小时，目前还剩几分钟了。看着这么多怪，叶无穷手痒，他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打。好家伙，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刷怪新途径？趁着小幻灵没什么灵智，叶无穷以雷霆之威，配合守护者对亡灵生物的伤害加成，成功帮助他们尽快消失。清理完之后，他的天赋黑暗收割对所有敌人的伤害加成高达35%。这个天赋可以无限成长，属性固然重要，额外加成也很重要。好了，再清理一个世界就回去看看。身为城主，出门太远又不在服务区，总归有些不放心。叶无穷这一次到地库探索，一共去了4个世界，获得的总积分99879点，几乎是10万。这个积分含金量似乎比较高，数值没那么夸张。他从怪物地库的传送门中走出，周围的人原本很是戒备，因为他们刷怪已经刷出了经验。
其实黑紫色的传送门在怪物即将到来时，会流转过不同的光芒，来提示怪物强弱。刚刚传送门黑的发紫，紫的漆黑，周围所有人都紧张，还以为是 BOSS 要出来了。老大，你回来了！许多人纷纷迎上来，哪怕在同一个城邦，很多人也没有见过叶无穷真人。城主，出大事了！叶无穷微笑与众人打招呼，本打算回去驯龙来着。闻言眉梢一挑，怎么了？你看区域聊天。嘿嘿嘿，城主威武！叶无穷去区域聊天一看，当时饶有兴致，哇吼，满屏都是在骂他呢，基本都来自一个格劳瑞的城邦，其他的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吃瓜群众。格劳瑞，无忧城城主是谁？怎么还不出来回应？大家都好好看看，他们是一群肮脏的强盗、土匪，到处欺凌弱小，这个丑陋的民族真叫人作呕。他们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这群黄货赶紧灭绝吧！这群外国佬仿佛吃错了药，表演起了标准的骂街，连带着这国家的其他人也加入战斗，最后快要演变成了种族之争。叶无穷摇了摇头，露出嘲讽的笑容。事实就是这样，哪怕集体穿越到了异界求生，全球各国的人也不可能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凝聚力就越差。现在这情况便是长久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还有人在刷屏，以防有人不知前因后果。就是他们的龙被抢了。格劳瑞城气不过，真是退一步越想越气。叶无穷，真是离谱！野外的怪还有主咋地？谁抢到就是谁的，凭什么说红龙和龙仔是你们的？你叫他一声，他会答应吗？区域中另一些城邦谁都不占，他们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格劳瑞城联合他的兄弟城邦欧罗巴人终于短暂的团结起来了，他们语气强硬，仿佛站在正义的一边，只有顺从他们才是政治正确，否则通通视为敌人。可谓节奏带得飞起，一边哭喊卖惨，一边强势威胁。那些中立城邦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吃瓜硬。格劳瑞城、无忧城，赶快道歉，把巨龙和他的财宝交出来，另外再赔偿一些资源，表示诚意，否则你们将成为整个区域的公敌，以后将寸步难行。叶无穷很嚣张啊，这群欧罗巴人还真是有嚣张的资本，一边跟人撕逼，一边借势大张旗鼓的在区域中宣传自己。弗兰克已经被阿伦森王国册封为伯爵，还有人不知道这个喜讯吗？我们也得到了阿伦森一些贵族的武装支持，排行榜的名次可不能代表真正的实力。东龙人，你们好好想想吧，弗兰克就是那个女伯爵家的小赘婿。叶无穷呵呵一笑，他相信弗兰克的伯爵就是一个虚名，没什么实际意义。理由很简单，从大陆的历史来看，阶级固化的像几亿年前的化石一样了，随便冒出一个人打入了权贵阶层，能得到实际的好处，其他贵族会答应？恐怕是女伯爵要给丈夫一个体面。万众吃瓜中，叶无穷现身，回复无忧城城主。哦，欧罗巴全体吃瓜人。哦耶，正主出来了，当事人牛逼，好拽的感觉，接下来肯定是好戏了。吃瓜群众激动，打起来打起来。第81章中二小黑龙新功能怪物导弹。叶无穷的回应让欧罗巴那群人更为暴怒，他们在这里骂了半天，刷了10几万条的消息，结果对方就回了一个什么情绪也没有，只透出一股强烈的不屑漠视，比一切反应都更让他们憋屈。欧罗巴的人巴拉巴拉，叶无穷，你们自己玩吧，失陪。他实在懒得多言，这些威胁属实搞笑，还以为现在是个水蓝星呢，要么就真刀真枪的过来干啊！再怎么叫骂也是毫无卵用，关键时间才是最宝贵的。他有这个回应的空，还不如去淬炼雷系魔法，提升雷神血脉，早日达到100%。另外，刚抓到的小龙仔还没契约呢，大家该干啥干啥，不要管他们。叶无穷嘱咐全城的人，战斗生产不能停。对面如果说的实话，他们的确有王室贵族的支持，无忧城也不差。叶无穷手中还有好几亿张牌没打，但日常工作一刻也不能懈怠。他如此无所谓，城民们也没啥好怕的。城主大大，你真的抓到龙了？给我们看看吧。一群人瞎起哄，可是也有人担忧，那如果他们真的发动战争怎么办？叶无穷，那就打呀，就怕他们不打。平民都是本能的厌恶战争，会打破安稳的生活，他能理解，但还是有必要鼓舞一下军心。叶无穷发了一条全城通告，我们现在拥有强大的实力，不惧任何城邦的入侵，请各位保持平常心和必胜的信念，
无忧万胜，万胜！我们能赢一次，也能赢第二次。原本一些人内心犹疑，忐忑不安，可城主大人语气坚定地这么说了，他们顿时备受鼓舞。怕个球，让他们尽管来试试。更何况，打起仗来有强大的雇佣兵团，还有村里的战士，平民该干嘛干嘛。叶无穷没再看区域的情况，回家拎出小黑龙。现在他会龙语了，可以和他好好聊聊。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冷却，小黑龙还是那个样子，尽管弱小可怜又无助，却不影响他张牙舞爪。叶无穷满脸嫌弃，用龙语道：看你这个熊样，屁都不会，还这么凶。要不是你不听话，你妈妈也不会被卡住。小黑龙惊奇地睁大眼，眨了眨黑豆豆般的眸子，有点呆萌。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啊？你怎么知道妈妈会龙语之后，小家伙的话听起来奶声奶气，可爱多了。你多大了？没断奶吧？龙当然是不需要吃奶的。叶无穷随口嘲讽罢了。小黑龙哼了一声，以厚脸皮闪避了他的嘲讽，骄傲地扬起小脑袋。愚蠢的人类，赶快放吾回去！吾乃暗黑漩涡中心，复仇黑焰传人，狂躁虚空之翼，永恒龙主，神山守护者，毁灭世界的终极魔王。吾之名，你不配知道。叶无穷，小东西，你认真的？他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这样牛逼还会被那群人追得满地爬。哈哈哈！小黑龙奶声奶气地说着，小脸上满是自豪，他满脸都写着颤抖吧，凡人。叶无穷摇摇头，中二晚期，没救了。怪不得你妈不要你了。终极魔王小黑龙立刻绷不住了，眼睛睁得更大。这不可能，妈妈不会不要我的，一定是你这个大坏蛋。坏蛋，我妈妈呢？妈妈！魔王发动了恶龙咆哮，嗷呜，张大了嘴要来咬他，细密的小牙齿像米粒一样，给他挠痒痒。叶无穷默默握拳，操，这小东西好可爱啊！他回家了，拜托我管教你，我会把你教成最优秀的黑龙，以后叫我老师就行了。小黑龙满脸不信，你是坏人，吾乃暗黑三。叶无穷又把他扔回临时宠物空间了。无语，连龙也会这么中二，估计得熬几天才能把它熬熟。他骑着独角兽去养怪区看了看，进展良好。蜘蛛巢穴已经出现了10几只巨大蜘蛛，经过一番搏杀，选出了一名蜘蛛女皇。女皇啥也不做，就负责吃，产卵，生出了数以亿计的小蜘蛛。养怪区黑压压的一片，它们不断的出生，不停的自相残杀，优秀的个体才能脱颖而出。食人花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母猪已长得无比强大，只是它们食量太惊人，怪物肉都快用不过来，只好把要堆肥的动物杂碎运过来。很好，叶无穷才死了爬出来的一只小蜘蛛。叮，系统发布了区域公告，累计死亡怪物已达到2000万只，新功能导弹开启，你可以养殖或抓取怪物，并花费一点代价将它扔到其他城邦导弹。随后，叶无穷收到了给他的消息，你获得了称号养怪先驱，你所在的城邦饲养的怪物全属性额外加成 50%。 叶无穷这一不小心又与系统步伐一致，真叫人不好意思。这下好了， BOSS 更容易养了。区域中大家都是疯了，一片震惊。不会吧，还有这种功能？怪物投掷，这就是系统说的趣味性？你们不要过来啊！卧槽，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怪物，岂不是说等于拥有了一支不在乎伤亡的炮灰军队？那如果投放一个大 BOSS 过去呢？无忧城和格劳瑞，嘿嘿嘿，有好戏看了。叶无穷自是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问系统了，如果我的怪物攻破了对面城邦，收益怎么计算？系统，你为投掷怪物付出代价，他们约等于你的佣兵，收益将归属你的城邦。意料之中的回答，叶无穷差点笑出声来。敏锐的第六感告诉他，欧罗巴那边一定会趁此机会发动进攻，不知道为什么，他好期待，生怕对方不来，那就损失惨重了。另外，这也是以最小的代价能在前期见识到那些贵族的所谓武装到底什么实力。第82章，欧罗巴联盟开箱准备。第一大区好几百个城邦还没爆发过战争呢，现在是建成后的第12天，各城邦的发展早已迈上正轨，稳住脚步之后就要搞事了。不管会不会有人来侵略，叶无穷都要继续扩充兵力，不打仗的话就继续向外探索。瑞格镇只是一个开始，也不知道那小东西能有多少血，没关系，生命药剂多的是。
叶无穷拿出龙翼训练营的图纸，欣赏起来。老早就得到的图纸，可就是缺最重要的材料龙血。正因为加入这种特殊材料，龙翼士兵同样是紫色品质，但实力和潜力都将比其他雇佣兵更胜一筹。小黑龙气鼓鼓地待在临时宠物空间里，丝毫不知某人正磨刀霍霍。算了，半夜再弄。叶无穷决定放过他几个小时。由于掌握着全城资源，每天晚上23点40分以后，对城邦仓库的资源进行100倍化，能让每天的收益最大。一些工厂主要生产紫色物资，这是叶无穷升级技能的主力物品。物品量尽力叠到最大再用，每天次数用满。他现在的100倍技能已经升到了19级，今晚如果顺利能上20，他有种强烈的预感，到了20级就能对橙色物品使用了。到时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收各种宝箱，尤其是飞球，请有点自知之明。叶无穷再次发布了全城通知。其实他一直都在收图纸、宝箱，就是因为太过稀少，愿意拿出来的人不多。毕竟人呢，对好事情都是会抱着一丝幻想，万一好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呢？为此，叶无穷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包括群众监督、提高奖励等等。宝箱这东西在他手上才能发挥最大价值，一个可以变成100个。开的宝箱足够多，出现好东西的概率就越大。城中众人纷纷冒泡。干！非洲人有被冒犯到。哦，吃毛啊！原来是城主，捅错了，重捅一遍。真正的飞球连宝箱都见不到，好吧？一群人一边忙碌一边聊天打屁。叶无穷，速度大战在即，这是你们给城邦做贡献的机会。今天收的宝箱截止到23点50分，以后长期收。宝箱真的很稀有，白银宝箱仅仅是蓝色品质出现的概率都很小。如果不是之前新手期系统结算的时候慷慨大方，叶无穷更馋。他现在手上有暗金宝箱 X1、黄金宝箱 X3， 系统给的白银宝箱 X19， 城里收的白银宝箱 X47， 白银宝箱一共是66个了。到晚上估计还能再有一些，到时候一波肥。开箱本身就超有意思。叶无穷催了一些物资的加工进度，然后锤炼雷系去了。怪物导弹功能开启，其他城邦也是忙得热火朝天，尤其是欧罗巴，他们感觉自己被藐视了，迅速地达成了同盟国，相互提供支持。结盟除了资源上的流通，还有军事上的助力，可以成群结队的出门打架。唯一遗憾的是，1号大区中灯塔国的城邦整体实力并不算很强，想当大哥也有些尴尬。这是异界，不是水蓝星，排名前20的城邦都来自各个种族，各有各的机缘和努力。但欧罗巴人是真的很傲，排名前20的大城邦，他们占了8个，联合起来的话，的确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无忧城现在繁荣度名列第9，几乎是每天前进一位，发展神速，战力榜11位。龙翼士兵还在路上，工程学打造的一些新装备也还没开始推广。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堆箱子没开。叶无穷估摸，怎么着也得出几件有用的好东西吧。城主，对面宣布结盟了。尽职尽责的城邦丞相真天才发来消息。叶无穷去瞄了一眼，不管他，对面下一步必定是发动战争。区域聊天，吃瓜看戏的人更多了。哦豁，8国联军，到底打不打呀？我还想观摩一下呢。好紧张，好刺激，好期待，前提是没发生在我们身上。万众期待大战的爆发。然而欧罗巴同盟一改之前的骂街架势，安静如鸡，只有一些平民大水怪闲得蛋疼，在聊天里瞎扯。可能是雇的水军，鼓吹他们的城邦有何等的富饶，如果有过不下去想要主动投靠的，他们大大低欢迎。说白了就是自甘沦为奴仆。发这一条得5块钱吧。兄弟，哪里接的活，有钱一起赚啊。一些人嘲讽道。叶无穷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战术上还是要准备一番的。用脚丫子想，异界如此广阔，选择入侵绝对不可能自己哒哒哒跑来，就和新手村的 PK 战一样，可以直接传送过来，到时候就是攻城战。无忧城高大雄伟，初步建成后，过几天生产力稳定了，叶无穷又派人用更高级的材料把城墙重新修了一遍，坚固程度大大上升。城邦的建筑图纸中还有各属性魔法防护罩，可以吸收一些魔法攻击。防护罩吃金时，叶无穷索性每种都建了一个。土火风水雷冰6层护盾，平时没开，因为用不到。如果全部开启，可以吸收10000吨伤害。叶无穷猜测对面应该会选择在半夜进攻，现在闷不吭声是在憋个大的。战前准备，各忙各的。
晚上11点45分，欧罗巴那群人仍是没有动静。叶无穷不管他们，他要开箱了。今天又收到了15个，一共凑了80个。叶无穷疑惑，应该是81个呀，为什么还有一个箱子跟他们叠不到一起呢？这不科学，难道他有哪里特别？在系统包裹里，他的信息是白银宝箱。叶无穷将不合群的宝箱拿出来，把周围光线搞到最亮，仔细观察。好家伙，外表是和宝箱几乎一模一样，然而细微的金属纹路中却泛着黑绿色，不拿放大镜还真看不出来，这特喵长得像宝箱而已。第83章开箱，龙翼训练营。叶无穷从这个奇怪的宝箱中感觉到一股杀机，他花了一些金币选择了系统鉴定。鉴定结果，毒物宝箱。打开之后，将释放一片毒物，覆盖方圆1里，将对触碰毒物的生物造成最大生命值 40% 的毒伤，并附加致盲、中毒、虚弱等负面效果。叶无穷，好家伙，还有这种宝箱，幸好没有收纳到一起，到时候一个毒物宝箱变成了100个，在一起打开，那画面太美，用来当毒气炸弹倒很不错。叶无穷把这个宝箱单独收纳，接下来他对其他的80个宝箱下手了，眨眼之间变成了8000个，层层叠叠的堆了好些格子。叶无穷搓手，一股满足感油然而生。他又处理了城邦仓库的其他物资。时间到了23点59分，今天技能次数还有一次对毒物宝箱使用。0点悄然到来，和往常很多个深夜一样寂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叶无穷的技能次数刷新了，还差一点就可以升到20级。技能升级就用宝箱中开出的物品来练手。8000个宝箱，一个个开得开到猴年马月去。尽管叶无穷享受开箱的未知感，但时间更要紧。叶无穷选择了一键开箱，蹭，眼前各种颜色的光芒连闪，映得他的视野中一片五光十色，险些被闪瞎。好在通过这些光芒就可以得知开出物品的品质。白银宝箱毕竟只是蓝色品质，开出的物品蓝色占多，紫色次之，然后是绿色，橙色和金色物品比较稀有。但这可是8000个箱子一起开，哪怕金色只有 0.1% 的概率也能开出8件吧。叶无穷又不是非酋，幸运值高达6万多点，开出几十件金色物品不是很正常吗？咩哈哈哈！叶无穷此时身在城主府的一个储物地下室中，他周围地上满满当当，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物资，堆得老高。系统里的开箱信息更是长得望不见底，要翻很久。又一次暴富，这都是他的私人物品。松鼠症患者一本满足。叶无穷清点起这些物资，先把金色和橙色物品放好。金色东西材料占了一大半，其他杂七杂八各种东西。图纸天空之城浮空城市规划图，图纸巨人的绞肉机，这是一件机甲杀器。技能书火雷天牢地狱魔焰，这些是近期可能就有用的。还有一个东西很出乎意料的，系统的提示2/3，只差一个就可以满了，到时候是不是不用氪金解决问题了？橙色物品比金色多了，共有6000多件，仍是材料居多，成品也有一些，华美衣袍、精致食物、工艺品、药水等等。叶无穷还开出了一些工程学物品。大师的滑翔翼 X1， 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以飞，但需要技巧，不然很危险。爆破鬼才的炸药包 X166， 安放之后5秒后会爆炸，连环爆炸威力倍增。还有4辆侏儒的代步车，小车，有点像那种小的3轮电动汽车，当然这里是魔能驱动。叶无穷对此表示遗憾，他的大长腿塞不进去。此外还有各类技能书共500多本。技能书这东西可以快速形成某种攻击套路，缺点是很稀少，而且用过就没有了。主要是同一种技能书数量都比较少，对他使用技能很不划算。叶无穷他们对此的解决办法，每种职业的技能书优先供应实力最强的那些人，这些人学会之后要带徒弟，效率稍低，但好歹比自己领悟要快一些。叶无穷还在一堆物品的缝隙中发现了一些诚挚小香囊。巨魔的引怪香，点燃之后怪物会循着香味过来找你，爬山过海也坚定不移。叶无穷闻了一下，差点没熏死，太难闻了，怪物都忍不住想来打死你。不过这东西在某些时候倒是有其用。另外，当叶无穷看到角落里悬在半空中的金色液体时，不由得激动万分。龙血，他竟然开出了龙血，而且有200毫升，凝结成一个美丽的金色液球，这大概是金龙的血。龙血是橙色品质的物品，待会技能升到20级，
应该就能对橙色物品使用了。小黑龙真是命好啊，啥都不知道呢，就躲过一劫。将橙色物品清点完毕，分门别类收纳好。叶无穷在整理紫色物品，紫物就更多了。他收拾了一些可以用得到的技能书、图纸、材料等，然后便开始对数量较多的重要物资使用技能，尤其是食物、矿物，这些都是消耗品。高强度战斗，武器也很容易损坏。片刻之后，他获得香嫩铲齿鹿排紫 X43600，香辣虫肉汉堡 X40000，百倍获取技能等级+1，达到20级，每日使用次数22次。如他所料，可以对橙色物品使用了。眨眼间，这份龙血变成了2万毫升。这下，不仅建造龙翼训练营的材料有了，还可以把召唤的士兵大幅度强化。至于以前收集的龙血，也不能浪费，都用上。以后啊，把小黑龙养大了，要多少龙血没有呢？以前有个抠门的地主，想吃肉又舍不得把猪杀死，于是把猪身上套一个渔网，就有很多肉鼓出来，想吃的时候就割一个下来。他完全也可以这样，每天给龙龙抽一点血，积少成多吗？宠物空间中的小黑龙有点冷，缩成一团。阿 T 阿 T 阿 T， 获得龙血之后，叶无穷暂停整理物品，赶紧去建龙翼训练营了。建造是要花时间的，龙翼训练营建在城主府外面的一片空地，花费5小时。叶无穷加了超量的龙血和其他高级材料来提升建筑品质，继续整理资源。他忙得不亦乐乎，一些闲人却是敏锐。无忧城的繁荣度又是连升2名。卧槽，不可能事件，他们又干什么了？叶无穷只是开了8000个宝箱，再加上100倍，物资累计价值超过7000万金币，瞬间拉高了全城的人均收入水平。第84章龙翼士兵，繁荣度排行榜的名次蹭蹭上升。叶无穷完全不 care， 现在的繁荣度根本算不了什么，没什么要紧的。随着区域的发展，大形势即将变化，所有城邦将重新洗牌，风起云涌，震荡其时。此时是0点40左右，叶无穷清理完物资，连发几条命令，所有人轮流休息，尤其是战士迎接接下来的战斗。这一条雇佣兵也适用，还在野外的立刻返回城池。最后，现在开始尽量不要杀怪，骑兵风筝怪，大德鲁伊尝试驯化。聪明的人立刻从这些命令里提取到了很多信息，是不是要打仗了？加油，我们是最棒的，没有什么畏惧之情。无忧城的士气一直高昂，从没低落过。叶无穷又安排了防卫、生产等相关任务，然后询问系统，如果敌方入侵会降落在哪里？主城，很好，这样削弱了一些战略性，无法选择对面弱势的点进行攻击，战斗结果却更加公平客观。要打就硬碰硬，直接主城对战，其他人各有各的任务。叶无穷也没闲着，他有更重要的任务，建造月亮井。在怪物地窟中得到月亮井的图纸之后，都没来得及建，之前是因为用不到，但很快就会用上了。由于他学会了配方，制造起来很简单，他尝试着在城主府中建了一个，或许身为精灵有额外的加成，建设时间居然只需要30分钟。这下他放心了。叶无穷骑着独角兽在主城中穿梭，很快在主城又放下了5个月亮井。他在乘传送阵前往每个村子，45个村，每村都有1口月亮井，让他自己建造去。等建设完成，再依据月亮井的产出物品来决定城民的使用规则。很快就到了凌晨1点，叶无穷不再等龙翼训练营的建筑进度，直接氪金，自己建造1小时已经节省了几十万金币。几秒之后，一座金光闪闪的建筑拔地而起，宏伟异常，屋顶上竖立着一堆雕像，都是各种各样的巨龙。最显眼的那只金色巨龙体型庞然，气势汹汹，它还拥有属性激励，龙翼士兵在金色神龙的映照下将发挥出额外 50% 的潜力和实力，这大概就是建造时添加了多种高级材料的好处。训练营有了，接下来召唤士兵。目前无忧城的军事配置是5万游侠、5万德鲁伊、6万名骑兵，这些兵种的零头和战士团加起来大概也有1万人。守城的话绝对够用，但用来攻城不足，攻城需要的兵力至少要比守军多1倍。龙翼士兵的基础性能就让叶无穷很满意，再有金色巨龙雕像的加成，召唤时用的材料再好一些，这将是一支可怕的队伍。为了让他们更加强大，叶无穷把剩余的19000多毫升龙血全加上了，还有各种魔法晶石、武士勋章、意志印记等等东西。
再有这些日子，矮人们打造的最好品质的各种装备，最后还可以装备坐骑。叶无穷从一群战马中选了最年富力强、实力强悍的一匹，一切准备妥当，开始召唤。材料加的太多，这次可以召唤的龙翼士兵多达2200人，100倍之后22万。无穷无尽的金色召唤传送阵在整个主城中浮现出，一片灿烂金光将城池淹没，一个个高大魁伟的战士从中走出，迅速朝着叶无穷这里集合而来。叶无穷一眼看出龙翼士兵长得都很有特点，他们的眼眸大多是金色的，也有暗红、暗黑杂金的颜色，大概和分到的龙血有关。他们身体的有些部位竟然覆盖着龙鳞，反射着冰冷的光芒，看起来神面妖异，物理和魔法防御一定都很强吧。叶无穷心想。除此之外，某些龙翼士兵背上还长得有一双龙的翅膀，头上生着恶魔一般的2只尖角，他们的身材也比其他士兵稍微高大一些。很明显，生出龙翼和犄角的都是士兵中的佼佼者。叶无穷看着他们，心底莫名有一丝羡慕。这些人既然长了翅膀，应该会飞吧？不过他们半人半龙，应该算是变异生物了。叶无穷在人海之中看到了一个极其显眼的家伙，那整个人通体覆盖金色龙鳞，散发着一层金色光芒，身后背负着一双巨大的龙翼，手上则是提着一把大剑。他的体型极为庞然，可能快有3米了。邓普莱斯。叶无穷查看此人的属性，赫然发现他居然是橙色+2的品质，而且其他的精英龙翼士兵基本都是紫色+4到+7的强化程度，+9的更是很少有，更别说突破品质的限制，进化为橙色了。秀啊！邓普莱斯走到叶无穷面前，看着比自己矮了很多的雇主。龙翼虽然骄傲，但叶无穷家的材料太多，提升了忠诚度。他的守护者属性还可以让召唤物加10忠诚度。现在龙翼士兵刚一被召唤出来，忠诚度就高达79点。邓普莱斯稍稍躬身行礼，城主大人。叶无穷赞许的目光看着他，你很好，以后就由你带领所有的龙翼战士。当然他自己是总指挥，最好的勇士要有最精良的装备。叶无穷上下打量他几眼，目测他的大剑不趁手。还有其他龙翼士兵，如果有特别的装备需求，可以尽管提出来。矮人们工作了这么久，也有一些高质量存货。叶无穷按照惯例又进行了一番战前激励。龙翼士兵的荣誉观念尤其重，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叶无穷把小黑龙拎出来溜了一圈。睡得迷迷糊糊的小黑龙，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围着他？个个眼睛放光，像是要活吞了他。小黑龙有一丝丝的害怕，但龙族的高傲让他仰起头颅。恶龙咆哮，嗷呜！叶无穷又把他塞回了临时宠物空间。尽管龙龙还小，却已经足以让龙翼士兵信服。这名城主虽然身高不足2米，却的确有着屠龙的实力。第85章夜半战争。小黑龙一出场，叶无穷成功的在龙翼士兵心目中树立起了更高的威望。但这群变异人依然无比骄傲，拒绝做集体训练，理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成熟战士，以一当百。城主不相信的话，我们会证明给你看的。叶无穷信？为啥不信？他只能让他们在休息区待命，不要乱跑。大半夜的，他们第一次出现，很容易迷路，要是误伤成名，就麻烦大了。时间一点点流逝，叶无穷在心中划定了一个时间，但这个时间还没到，欧罗巴联盟的人就通过区域交易那里给他发来了私信：无忧城城主，很遗憾现在联系你，我们对你的建议是尽快道歉，并付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代价，否则你该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最后通牒的意思。欧罗巴8城联盟表面看起来繁荣度、战力榜都很强大，联合起来更是威势骇人。叶无穷微微一笑，回道：赶快，我等的花儿都谢了。他知道对面一定早就对他的城邦虎视眈眈了，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借口。虽然本质就是入侵，但这群人就是擅长给自己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前一直没找到机会，发育也不够成熟，但现在怪物地窟出现，导弹功能上线，再加上抢龙一事，可谓是风云际会，因缘齐聚。这群人如何能按捺得住？这沉默的几个小时必定是紧锣密鼓的做准备了，然后选择了在凌晨2点多开战。这是夜袭的经典时间，人最容易困的时段。欧罗巴，既然你对自己贪婪的行为没有丝毫忏悔之心，我们只有用武力讨回公道了。叶无穷是男人就果断点，他的大军蠢蠢欲动了。实际上
他也可以选择主动攻打对面。之所以没有，一，这是从没人用过的新功能，他不想当小白鼠。二，从新手村的资源 PK 战来看，如果入侵者战败，惩罚会更严重。先守株待兔一回。半分钟后，区域通告，卡门城对无忧城发动了战争，2座城邦进入战时状态。公告一出，整个区域哗然。来了，终究还是来了。卧槽，好刺激啊！都城邦了，这是大规模的战争吧？好想亲眼看看大佬打架到底什么情况。不仅一些好奇心强烈的城民想看，很多城邦的管理者对此更加好奇。2城邦交战的所有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情报。正是因为这是区域间的第一场战争，更值得从中学一些经验。叶无穷瞄了眼区域聊天，瞬间就有了个赚钱的点子。他查看了一下城邦状态，战时状态已经开始了，显示一个大大的红叉，被入侵中。这次他身为城主，直接开启了军事功能，调兵遣将更加便捷了。但他找了一圈，没看到观战选项，连忙向系统建议：系统大爷，怎么能没有观战呢？这可是赚钱的大好机会。你现在开这个功能还来得及，等收了钱，我们55不64，你6我4，怎么样？系统没有搭理他，但一眨眼之后，观战功能上线了，收费700银币，不高不低，销量绝对井喷。但系统没提给他分成的事，黄了。叶无穷也没办法，好吧，一天天就知道吃他的钱，这下损失了1个亿，必须把对面欧罗巴打扁拿回来才行。不过卡门城是8城联盟里最弱的一个吧？拿最弱的攻击他，叶无穷呵呵了一声。这是田忌赛马啊，要么就是想要麻痹他，或者试探他的实力。管他，直接打爆。叶无穷也陆续收到了很多城邦的@，一些城主纷纷发言，加个好友，需要支援直接说。我们虽然不如无忧城强大，但联合起来也不会弱。这些愿意声援的城邦有来自东龙的，也有一些不怎么发达的国家。不过现在到了异界，原本的发展不太重要，考验的是新发展。因此某些民风彪悍的地方本来就是这种生存模式，在这里发展的竟然还不错。叶无穷心中暖流涌动，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当然他现在一点不冷，可有人愿意支持他，总归是件令人开心的事。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暂时不需要，如果有需要再联系大家。一些城主心想，无忧城果然很强很自信啊，纷纷回复，那就等你的好消息，请代替我们干碎欧罗巴。尽管区域聊天中另一部分人对他们极尽嘲讽，但大家都旁若无人，直接无视，气氛一片要过年般的热烈。叶无穷，一定，到时候一起吃席。区域战争没有缓冲期，选择开战之后随时可以派兵攻击。叶无穷也派人严阵以待，等着对方出现。对面将出现在系统划定的某个区域，大概在主城方圆5里之内，具体在哪里，被攻打的城邦并不清楚。5分钟后，系统提示敌人已发动进攻。几乎同时，斥候的汇报也发了过来，在主城东面2里处发现了敌军，大军压境。卡门城的先头部队是一队重骑兵，大概有1万多人。这数据只有参考价值，因为在进攻过程中可以无限增兵，无需叶无穷多说什么。重骑兵先得过防御塔阵，他们仗着人多，一拥而上，强拆防御塔。1万游侠和1万骑兵守护这片战场。几乎同时，城西也发现敌人，叶无穷早有准备，主城4面8方还有里面都布满了战士。大战立刻开始，喊杀声震天，马嘶、人吼、刀剑争鸣，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战场。第86章，战斗结束太快，就像龙卷风。在城邦战争开启的同时，直播功能也开启。眨眼之间，付费进入直播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在上涨，很快竟然有几百万人同时在看。天哪，这不比博人传燃？这场景也太史诗了吧！什么刺客信条、奥德赛都是地点，刺激啊，两边都挺强的感觉。我只觉得乱糟糟的，到处都是人，数万人挤在一起，场面当然壮观。两军对战和平时打怪不太一样，更讲究阵型与战术，但是实力和装备都不弱的情况下，直接人海战术碾压过去就行。3、2、1，开炮！叶无穷站在主城城墙上，指挥着炮手。城墙的4面都装有100多门萨图蒙炮台，守城神器。这还是叶无穷第一次尝试它的威力。轰隆隆，砰！几百门大炮同时发射，威力简直惊天动地。轰隆一声巨响，
巨大的炮弹弹出，落地的时候，大地都微微震颤，发出隆隆的声响。这种打击感简直绝了。敌方虽然先派出了重骑兵阵营，但凭借肉身扛火炮，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眼看炮弹袭来，重骑兵连忙举起大盾格挡伤害。可炮弹如此巨大，附近的友军又太多，挤得密密麻麻，想撤退都很麻烦。炮弹打来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敌方很多人已经在尽力撤退，可惜闪躲的空间有限，每一枚炮弹都在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中心的敌军直接被炸成肉饼，300米内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一轮炮击过后，敌军死伤3万多人，面板上的战斗力瞬间大减。直播间则是炸了，才开播几秒就给我们看这个，这场面太震撼了，特效都做不出来。好好看啊，值回票价。一群观众沉浸在恐怖如斯的画面中，根本不关心死伤人员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这些主动搞事的不值得同情。叶无穷也没想到，这炮台的威力竟如此巨大，射程还很远。对面选择攻城可谓愚蠢，这还不算游侠与大德鲁伊的远程攻击。箭雨纷飞，诸多魔法阵连结成片，魔力效果大增，魔法光芒在天空中飞舞。卡门城选择了暂时撤退，躲避锋芒。叶无穷不给他们丝毫喘息机会。第二轮火炮齐射已经开始，轰隆隆，敌军已经后撤。这一次的战果不如第一次，但敌方战士们机动性也不差，在火炮射过后迅速追杀上去。他们的战斗力太强了，并且积极的一塌糊涂。尤其是刚召唤出来不久的龙翼士兵，叶无穷并没有命令他们，这群家伙却是按捺不住血脉中的战争狂热，一个个跑进了战场，宛若一头头可怕的人形暴龙。这样一群装备精良、长相怪异的军队出现，卡门城的战士和指挥人员都有些傻了。欧罗巴联盟一直在关注战局，这时也都是神情凝重。这是无忧城的底牌吗？卡门，你们做得很好，这条情报非常重要。至于无数观看战争的平民百姓，更是傻了眼。卧槽，这是什么怪物？是人还是龙？明明是小龙人，不，大龙人，好凶猛啊！不会真的是人和巨龙杂交的吧？沃日那个金龙人好可怕呀，一下子就把对面一个骑兵劈成2半了。邓普莱斯和他凶残的小伙伴们，主城外差点就挤不下。他们不愧是拥有龙族血脉、强悍的一批，哪怕没有坐骑，算是步兵，却追着对面的骑士砍。更犯规的是，他们中的一些精英生有双翼，翅膀一展，直接飞起来追。对面慌忙射箭，根本打不中他们，哪怕中了，在龙鳞的防护之下，也造成不了什么伤害。撤退！卡门城这次的任务就是送菜，仅仅是充当试探的先锋罢了。不选择攻打的话，就无法获取无忧城内部的情报。收买间谍，这个计划根本就行不通。无忧城实力的增长太诡异了，完全没有规律，只有城主才知道怎么回事。管理人员又不在区域露面，经常露面的平民又不知道机密。欧罗巴联盟只能选择派一个小弟前来试探。这一番试探的结果，虽然他们惨败，但本就是意料之中，的确是很强。看来需要和那些伯爵大人们多争取一些支持了。有如此强悍的城邦存在，大人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欧罗巴的战术就是抱团，四处找资源，大佬愿意出力，再好不过。叶无穷根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拉好的很多怪物也没用上，战斗就结束了。还不到3分钟，对面可能有极个别的人撤退走了，绝大多数都被击杀，地上简直尸横遍野。系统通知，你已经100%战胜了卡门城，是否占领？叶无穷也不纠结，直接选择了占领。他确定之后，战争页面弹出战斗结果，卡门城战败，被无忧城占领。直播间画面也黑了。众人花了这么多钱，就给我看快进吧。啥情况？一眨眼就打完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碾压局。叶无穷站在城楼之上，周身隐隐浮现出杀气。他占领了卡门城，将之变为了无忧城的领地。但是他查看地图发现，这里早已变成一片荒芜，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在工作的资源点，仓库里也什么都没有，竟然真的空荡荡的，一个字儿也没给他留下。敌方蓄谋已久，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等于把一个空壳的小城邦白送给他。叶无穷眸光很冷，什么？忙活了大半夜，就给他这个？可恶，他要这么大土地有什么用？欧罗巴采用骚扰战术，这次派出一个小城邦作为弃子，已经观察到了无忧城大部分的军事数据。很快，饿狼便会成群结队，带上他的狐朋狗友返回这里。叶无穷通告全城，除恶务尽，今天我就要让区域变天。
第87章杀龙。暴兵暴兵暴兵！既然知道了对面的尿性，叶无穷选择了主动进攻。对面是结盟，兵力非常强大，总数加起来大概能有100万，再加上从原住民贵族那里得到的未知支持，总之实力非常强悍。叶无穷现在兵力不如他们多，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他很有钱。上一次搞了一些搂钱手段，效果非常成功，顺利的汇集了一波财富，放在系统银行里，每天能吃到的利息就至少有50万金币。战争就是很烧钱，现在他手中还有10来次的100倍机会呢，通通用来暴兵，兵贵神速。因为欧罗巴联盟和原住民贵族之间的商谈肯定也要花时间，那他就分散打击，先拿下一个大城，局面就会平衡很多。叶无穷收 Triple X 材料，他直接在全城喊话，收一些召唤士兵需要的材料，尤其是龙翼。对不住了，城主府的月亮井边，叶无穷把小黑龙拎了出来，小家伙还在迷迷糊糊的睡觉，突然感觉身子一痛，嗷！叶无穷赶紧接取他的血液，这一次是黑色的龙血。尽管他年纪幼小，这龙血却散发着一种神秘的黑暗气息。叶无穷略感意外，能量还挺强的，小东西资质很好啊。小黑龙愤怒地拍打翅膀，哇哇哇哇！他用龙语严厉谴责了叶无穷一番，只是爪子还被这个可恶的人类抓在手里。叶无穷，真的很抱歉，但我现在需要你。他一边给小黑龙灌月亮井的水，一边接着黑色龙血。他的月亮井是精灵女神教授的，满级，疗伤效果非常好，哪怕黑龙生命值很高，那就多喝几口呗。小黑龙巴拉巴拉痛骂叶无穷，这个臭人类在干什么？很快叶无穷就发现，月亮井不是万能的，并不能把造血的速度提升到极致，他的生命能量和龙族的终究有一些不同。毛毛，快！没关系，大治疗师上场。毛毛被召唤出来，也看不懂眼前发生什么。他算是家生宠物，根本没经历过这种折磨。他本能地放出治愈的圣光，笼罩小黑龙，这样放血效率就好多了。小黑龙啊哇哇哇！他造了什么孽，要吃这样的苦？可恶的人类！他一定要赶紧长大，然后咬死他。叶无穷不断摸他小脑袋，哎，宝宝，你再忍一下，马上就好。我也不是故意的。你喜欢吃什么？不行的话，将来我给你当牛做马，给你铲屎，你当主子。主子就是宠物的别名。甜言蜜语一套又一套，小黑龙被整得不会了，一会恨他入骨，一会又觉得给他当主子好像也不是不行。再加上圣光治疗，叶无穷又掏出了香喷喷的大餐，管饱。小黑龙晕晕乎乎的，渐渐忘了自己其实在哗哗流血。叶无穷接了1000多毫升的龙血，当他看到数据也是吓了一跳，龙类根本就没有多少血，更何况小黑龙这么幼小，没有这么多治疗手段，小奶龙早就死几回了。不，怕他彻底炸毛，叶无穷抱着他的小脑袋亲了几口。你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龙，我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的荣光。强大的黑龙殿下，晚安。小黑龙舔着嘴巴，很慵懒。教无终极魔王，黑龙是天。叶无穷，好的，魔王大人，快睡觉吧。扑通一声，小黑龙又被他扔进了临时宠物空间。他睡着了，然后半梦半醒中，突然明白了刚刚自己经历了什么。啊，混蛋！我可是终极魔王，黑暗漩涡，暗影魔焰，我是。小黑龙看了看自己尾巴上一道道的伤口，再看看短短的小翅膀，想到那个人类那么高大，他呜呜地哭了起来。叶无穷得到这么多龙血之后，果断100倍，一下子变成了10万多毫升的黑色龙血。他听小黑龙常说的那些中二语句透露，黑龙的天赋应该是暗黑力量、魔焰、恶魔系、空间系之类的。不知道这一次召唤出来的龙翼战士会是什么样。叶无穷再加入其他的召唤材料和装备，尤其是月亮井水，加了很多，希望能有一些士兵拥有强大的恢复能力。之前19000毫升召唤了2200名，10多万毫升的龙血可以召唤11500名士兵，100倍之后115万，人数太多，只好排布在城外。一些有幸见到这种召唤场景的城民，整个人都傻掉了。他们脑瓜怎么都想象不到城主到底在玩什么，到底怎么做到的。卧槽，无忧城在战力榜上直接飙升到了第3位，前2名都得到了大量原住民贵族的支持，比起其他城邦，他们等于节省了至少50年的奋斗。可现在哪里冒出来这么变态的一个家伙？115万名龙翼战士出现了更多精英，这一次他们几乎清一色的身披黑色龙鳞，站在一起的时候有一股肃杀之气，
势不可挡。这一次，足足有10名橙色品质的大将出现，叶无穷对他们进行战前激励，给他们看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战场。吼！龙翼士兵爆发出了狂热的大吼，他们都是战争狂魔，好在相互之间还算团结，不至于内斗。只是金色和黑色这先后2批士兵明显的泾渭分明，存在竞争。正常范围内，叶无穷不会多管，我还要做一些战前准备，大家自由活动，没有装备的赶紧申报。叶无穷叫龙翼内部那些精英处理此事，他自己则是忙着刷商城去了。士兵太多，坐骑不够用，另外还有一些装备也有缺口，粮草和技能的问题不用担心，但是他自己现在迫切需要更强大的装备。既然决定打仗，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叶无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次原住民贵族可能会上阵，这些贵族也是有神血的，只是血脉稀薄或者混杂。不管怎样，绝对比凡人强大太多。刷了几10次，都没有看到像人样的装备，更别说红色的神器了。在新手村的那次，到底是怎么出神器的？那时候没钱，现在有钱了，却买不到。叶无穷无语，我要这么高的幸运点，到底有何用？感觉什么用都没有。第88章，幸运点的真正作用，雷神之锤。叶无穷看了一眼自己快到7万的幸运点，一阵深深的无语。仔细想想，这玩意儿好像没啥用。刚开始穿越的时候，他有18点，就明显比其他人更加幸运。好吧，一直都挺欧的，但并没有达到万事如意的程度，那就很奇怪了。有18点的时候就能明显更幸运，7万点的时候反而很平静。难道不应该运气爆炸，想啥来啥吗？这项属性到底有什么用？叶无穷忍不住对系统询问。系统大胆想象。叶无穷想个锤子，之前的属性说明不是说了影响幸运事件的概率吗？包括暴击、额外收获、奇遇等等。叶无穷难道不是这样吗？还有隐藏的设定，天道究竟在想什么？有这么多隐藏，被圈养的愚蠢凡人最大的幸福唯有无知。系统，鉴于你本区第一个询问此类问题，将予以解答。幸运点实际上是本世界最为重要的一种资源，远超其他属性点，它代表着你一生可以拥有资源量的总和。幸运点与资源量是动态长线关系，不需要时刻保持平衡。什么意思？这个设定是叶无穷未曾料想的，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得到的总资源换算成幸运点，最多不超过这个数。系统，大部分情况下是的，偶有例外可以超过，超出部分将在未知时刻等量失去。叶无穷，这玩意儿咋听着有点熟悉？他们好像就是传说中的福报啊！这么理解的话，他就完全明白了。幸运点反倒更加直白简单，比起不知道如何才能拥有的福报，在这一世界直接加点就可以了。这世界的规则就是允许加点，也没什么好说的。幸运点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换取资源的特殊货币，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存放所有资源的虚拟容器。未超出部分是稳定的，溢出部分就不稳定。那么什么是资源？叶无穷理解为一个人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所有东西，包括有形和无形之物。最重要的是2种，一是生存的基础，拥有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失去却影响很大的，比如健康、时间；二是影响未来发展的东西，各种稀有道具，尤其是一些机缘，或许足够幸运才能抓住。对于集合体来说，资源的定义更广泛，比如对于城邦来说，人口、外交等等都是资源。问题来了，他现在拥有各种各样的物资，幸运点用光了没有？已消耗的资源会永久扣除幸运点吗？叶无穷非常好奇。系统拒绝回答。叶无穷换了个话题，现在马上要进入战争时代了，系统里不如开个酒馆，这样大家就可以租雇佣兵了，用到的时候就租，不用就解雇，不占多少资源，岂不是美滋滋？系统想屁吃。系统不再搭理他，没有任何响应。哎，管他呢，我就要买。想想那些普通民众只有几百幸运点还活得好好的呢，幸运点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值钱许多，丝毫不慌。再说了，这是可以加点的世界，这一类神神叨叨的东西应该去找炼金术士或者占星师，他们一定知道的更多，有增加幸运的办法。目前他只见过一些小道具，什么4叶草指环、幸运兔角、符节吊坠之类，加的都不多，最多20-30点，但这又没有装备数量的限制，积少成多，可以试试。再来。叶无穷继续刷着商城售卖列表，跟系统聊过，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然后该干嘛干嘛。
刷了几百遍商城，见到的各种材料比有些人一辈子看的还多。叶无穷现在都已经懒得买材料了，他只买各种战斗能用上的东西。这回倒又刷出来不少药水、爆炸物、毒物，还有一些图腾。图腾这东西就是一个 buff 点，使用之后，周围的若干范围内都将享受某些加成效果。染血图腾令人血液沸腾，力量、反应速度大增，持续1小时。元素图腾召唤各种自然气息，法师的好帮手。诸如此类，将给团队提供一些注意。刷呀刷，越刷越觉得就是在拼那微小的概率。为什么不出？怕他付不起钱吗？突然，脑海中亮起一抹暗红色泽，叶无穷连忙刹住，差点给他刷新掉了。大概刷新了1000多次，途中也见到了一些还行的装备，但现在矮人中锻造技术卓越的已经有10来个了。系统中的装备，神器以下的比不上自己打的，这一下得花多少运气？哈哈哈哈！叶无穷按捺着激动之情，打量着商城中终于出现的红色物品，神器，而且是武器，雷神之锤，跟他的契合度绝了，简直令他担心是不是花掉了10年的运气，或者是不是系统大爷看不下去了，悄悄开了下后门。雷神之锤，仿制品，神秘工匠仿自上古时代某位雷神的武器，依然无比沉重，唯有精通雷系能量才能举起它。拿起它并挥舞，你将拥有雷神的部分力量。注：拥有它，你的雷神血脉将成长得更快。尽管是个仿制品，叶无穷已经心满意足，目前阶段是完全够用了。真正的雷神之锤，既不知道在哪里，恐怕也不是凡人可以触碰的。东西很美，价格1999万金币，而且本身价格负30%，商业大师的天赋负20%，五折，2000万。叶无穷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买下来。他心里不禁嗷了一声，为什么铸币技术还没有突破？什么时候才能自己铸造金币？叶无穷，我相信我的信誉在您这里，完全可以拿到一些贷款。我的赚钱能力你也知道的。怎么样？系统商业大师打开你的银行，他在系统银行里借了1000万，利息每日5%。叮铃铃，金币花出去的声音。叶无穷心情复杂，抚摸着这件可以作为本命装备的神器，说：大爷呀，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啊，有一只小螃蟹，它的2个钳子都断了。于是他大喊道：我没钱了，我没钱了。第89章飞艇主动进攻。叶无穷竟然没钱了，日进斗金，花钱如瀑布。为了迅速积累作战资本，一朝回到解放前。当然，仓库里有很多资源，如果他愿意卖出去，也能回血。但想让松鼠症患者把吃到嘴的吐出来，不可能。没钱，打仗啊！为了打欧罗巴联盟，害得自己一个子也没有了，这代价必须由他们来承担。叶无穷给战士团的核心骨干透露了一下，叫他们做好准备。然后他骑着独角兽去了侏儒小屋。工匠大师们每天也没闲着，和矮人的恩怨还没彻底勾销，每天卯着劲的做东西，互相比较，内卷的厉害。又因为叶无穷早就说了，现在比较缺会飞的东西，其他有用的道具也行，侏儒就优先做这类物品。会飞的对他们来说很简单的，初代飞艇早就造出来了，其实就是热气球的改进版。但叶无穷提了一些改进意见，比如这材料能不能换一种？对面要是一箭射过来，不就漏气了吗？在防护方面需要加强。然后是动力，现在这个速度还是慢。经过几天的改进，从热力魔力混合变成了纯魔力，原本的兽皮材质也混合了金属，载重小了些。叶无穷就是来验收的，自己亲自进去试用了一下，比飞机差一些，但这种条件下能有就不错了。这类飞艇长有3米，高宽都是1.5米左右，对侏儒来说是大工程。他们1万人加班加点，也仅仅搞出来60多艘，用来空袭的话大概是够用了。每艘飞艇配备一些降落伞就可以出发了。希望欧罗巴第1城那边不是恶劣天气。叶无穷叫了60来个大胆机灵的自家战士，叫他们赶紧学习操控飞艇，又分配了一些物资：燃烧弹、毒物宝箱、毒气瓶、瘟疫图腾、诅咒之源、污浊圣水、冰冻卷轴，种种稀奇古怪的害人玩意儿，大多是开箱和刷商城买到的，也有从城邦仓库里拿的。飞艇队的任务就是制造简易和混乱，有条件的话尝试狙击，我会和你们一起。叶无穷简单的训练这些人一番。这飞艇本来也不复杂，纯魔能、吃晶石、转向什么的都有按钮和摇杆，
麻烦的是在空中的沟通联络，但有系统在就不是问题，这只能困扰原住民。最后情况不对就跳伞，改进过的降落伞任何高度都能张开。飞艇队齐活，其他士兵早就妥当了。叶无穷分发了一些引怪香囊，一群人加大引怪力度，原本怪物地窟出现的怪就堆了好多，有几千人在努力拉怪。现在他们轻松了，怪物全被引怪香囊的味道吸引走了。叶无穷留了6万人看家，因为这个怪物导弹功能非常坑爹，只能收到一条提示 Triple X 向你的城邦扔了某某怪物，却看不到怪物落在了哪里，掉落在村里也有可能。6万名各种职业的雇佣兵留守任务也很重。一切搞定，叶无穷带上他热乎的雷神之锤，点开了欧罗巴联盟第一城邦圣基督城。如今骤然有100万龙翼士兵加入，无忧城的战力在区域中已经排名第一。比起其他资源，战士这种东西获取难度无疑更大，方式很有限，训练自己人，雇佣原住民，或者从兵营召唤，或者用召唤卷轴。但兵营和卷轴本身就不稳定，更需要召唤材料。100万士兵正常的召唤材料得用多少？绝不是刚成立10来天的城邦能够承受的。战力第一，理所当然。无忧城朝着组合在一起的庞然大物露出了他的獠牙与利爪。你选择主动进攻圣基督城，一旦确定，战争立刻开始，直至一方战败或投降。是否确定？确定。让他试试雷神之锤的几个功能是什么效果。按照一定的方式挥舞，就能召唤出一片雷霆领域。神奇！区域通告：无忧城对圣基督城发动了战争，2座城邦进入战时状态。大半夜的，一群吃瓜群众还没从刚才的战争中缓过神来，又是一条血红的消息弹出。卧槽，这么刚，直接就上了。不对啊，无忧城的战力已经第一了，繁荣度突然第2，发生了什么？开挂了，应该是憋到了现在，终于放大招了吧？我去，这节奏太快了，种田的萌心瑟瑟发抖。今晚不睡了。膜拜大佬。很多平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才和平发育了13天就打起来了？能不能让人好好种田了？他们这妖牛叉显得其他人都很废物哎。算了，根本没有岁月静好，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竞争与硝烟。观战直播间开启，嗖，这次大家跑进来的速度比刚才还快，刚刚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他们根本没明白发生了什么。战争状态开始之后，任意时间都可以派兵，敌方其实也可以对入侵者发动战争，然后双方换家。但圣基督城没有这么操作，欧罗巴联盟的8城还在开会呢，他们已经得到了无忧城的布局图、兵力等等情报，正在制定计划，为要不要派人和阿伦森王国的贵族征求援军而争论不休。没想到半小时不到，无忧城竟然主动冲了过来，发动了闪电袭击战。他们战力第一了，这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欧罗巴联盟也不吵了，抓紧时间调兵遣将。无忧城攻打的是圣基督城，不会打其他几个城，但他们既然是联盟，可以在开战之后就派兵支援。其他6城的兵马统统往圣基督城调遣，城池方圆10里挤得密密麻麻。联盟内部又吵了起来，你是傻子吗，爱德华？摆得这么密集，生怕敌人伤不了人。我们也有大炮，让他们来试试。圣基督城这边也有强大火力，魔法和炼金术的发展更是远超无忧城。别吵了，摆开一些，保护火力点。空中队伍保持警惕，敌人随时都会出现。第90章空中对战，换家操作。叶无穷正在研究从哪个角度下手。选择进攻之后，圣基督城的布局清晰出现在眼前，但并不能直接把队伍投放到主城内，这样就太犯规了。军队可以投放的范围在主城外围5里之内。看到密密麻麻的防军，叶无穷暂时不打算动用陆军，先派出飞艇队制造混乱。敌人如此密集，空袭收益非常大，敌方城邦的空中也有一些狮鹫在飞行，但这不足以阻拦叶无穷。对面也有空中单位，杀掉就是。他平静的调兵65艘飞艇启动，编成了2队，投放至圣基督城的东南2方位。与此同时，引怪队伍收拢所有怪物，投放到西北2个方位。尤其是自己养出来的蜘蛛女皇，她已经无比巨大，有几10个脑袋，数不清的腿，完全一个恐怖怪物。她现在几乎什么都吃，甚至连诅咒气息、毒液等负面能量都不放过。产卵能力更是大幅提升，一次可以排出数亿枚卵，只需要几分钟便能孵化成弱小的小蜘蛛。她毕生的使命好像就是吃、产卵这2件事。至于那株大食人花，
移动起来有点费劲，跟不上节奏，索性就没带他一起，留着守城吧。近千万人在观战，哪里来的飞艇？大佬的科技树攀这么快吗？圣基督的天空中是什么东西？传说中的狮鹫和龙鹰，他们皆是惊叹不已。叶无穷暂时没有更进一步的指挥，因为他们刚降临对面城邦不久，敌方的空中单位就飞过来攻击了。狮鹫长了大翅膀的狮子，龙鹰有龙之血脉的大鹰，都很凶猛，可以当坐骑，但缺点也很明显，骑在上面的人比较危险，而且负载有限。仅仅一个照面间，叶无穷这边的魔法师、弓箭手等远程攻击就倾泻了出去，对面的狮鹫和龙鹰队伍也是在迅速赶来，空中骑士也在射箭，两种动物则是扇动翅膀制造狂风。叶无穷手上还有一把矮人精心打制的大弓，比最初的长弓还要优秀，他将巨弓拉满，一射一个准。狮鹫和龙鹰都非常凶猛，飞行速度快，防御也不差，飞得快的已经扑了上来，飞艇上的战士用刀剑与他们搏斗，把他们逼退之后，动用飞艇上的轻炮台。叶无穷负责解除危机，他身为精灵，剑术极佳，又有各种伤害加成，再加上对脑袋、眼睛要害的攻击，基本一射一个准。很快，他一个人解决了10多头狮鹫与龙鹰，这些庞然的飞禽纷纷坠落。叶无穷加快速度，要把他们杀光。这场空中对决，无忧城很快就显现出了优势。血肉苦弱，机械才是永远的神。狮鹫与龙鹰只能骑乘，依靠自己的力量。飞艇上却有火炮，甚至没多久，飞艇上还不断地扔下来各种害人的玩意，毒气弹、燃烧弹、毒物宝箱。下方的大部队很快就一片混乱。该死，阴险的东龙人！他们恼怒地咒骂着。欧罗巴联盟的一些高层看了一会儿战况，又在集体商讨对策了。对面果然很强，迫使他们正眼相看。这样下去不行，空对地降维打击，我们一定会输掉。空中队伍打不过，地对空怎么打？威尔斯大人如果出手，能不能解决掉这些飞艇？威尔斯正是欧罗巴联盟的创始人，也是圣基督城的城主。威尔斯脸色有些不好看。我现在只是个凡人，而不是神，我不会飞，叫他去一个人单挑这么多飞艇，他是傻了才会去做。众人便不再多谈此事，都狠狠地盯着无忧城的地图，内心颇为焦躁不爽。早知道就不搞什么试探，直接攻打了。但威尔斯发现无忧城的地图上居然还有进攻的选项，他果断点击试了一下，竟然真的弹出了系统询问，问他是不是要攻打对面。威尔斯是，他无比兴奋，告诉其他人，我选择了攻打对面，现在就派兵。其他人得知消息大喜，也纷纷调兵遣将。空中单位打不过对面的飞艇，那就派走试试，不再做无谓的牺牲。地面队伍也是如此，与其在这里做沙包挨揍，不如去大军围城。威尔斯冷冷的一哼，卡门城没了，他们7个城邦加在一起，兵力也有100万了，一半人守城，一半人进攻，要快，兵贵神速。这群外国人也玩得很熟，做好决定之后的几秒，刷刷刷，大批军队从天而降在无忧城的外围。直播间的观众都傻眼了，还可以这样玩，还有这种操作，好一出围魏救赵啊！换家了，回防吗？互相拆家，快拆水晶啊！吃瓜群众开始紧张了，到底是谁先拆掉谁的？会不会达成极限1换1？好紧张啊！叶无穷自然收到了对面进攻的消息，他哼了一声，淡定地继续指挥。只是飞艇这东西不知道哪里特殊，使用不了100倍技能，可能它太大了，但没关系，侏儒们全力以赴，短时间内应该还能造出来几艘。主要是现在他只派遣了空中单位和怪物到圣基督城来，100万的龙翼大军还在无忧城外密密麻麻的。精英龙翼也是会飞的，狮鹫和龙鹰什么的交给他们就好了。圣基督城这边，空中仅仅只有65艘飞艇，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各种各样的奇葩物品投掷下来，带来了许多负面效果。最缺德的就是火焰、毒气、爆炸类，这种范围打击太难躲避。胖子，哈哈，太有意思了吧！一拳破天，对，感觉自己在开轰炸机。2个家伙臭味相投，其他人确实很过瘾，他们也觉得自己在开轰炸机，哪里人多炸哪里。之前的爆破手雷还剩下1万多个，后来叶无穷在商城里又买到了几种类似的，单单是这些威力强大的手雷就足够欧罗巴联盟的人喝一壶了。第91章拆迁队，女伯爵的怒火。圣基督城的城墙上早已站满了弓箭手，他们派出了最精锐的远程射手，尝试破坏空中的飞艇。
下方的大军见势不妙，迅速撤回城中。被降维打击了，没必要傻乎乎站着挨打。就这样，欧罗巴联盟的一部分军队进攻无忧城，另一部分缩回城里，还有一些在打前来捣蛋的怪物。蜘蛛女皇动作缓慢，却生出了几亿小蜘蛛，再加上一起投放过来的精英蜘蛛，它们不停地吐着蛛丝，所到之处很快就白茫茫一片。这些可怕的精英怪还会吐来飞丝，把人拉过去。一旦被飞丝卷走，将落入黏糊糊的蛛网里，更是有几十只蜘蛛虎视眈眈，几十个口气一下子扎过来，被拉过去只有死路一条，根本没有生存机会。猪群在吞噬中不断强大，欧罗巴联盟倾泻火力，对猪群也造成了一定伤害。可是猪群根本不在乎，死去的同伴迅速被吃掉，整个族群仍旧在持续进化。欧罗巴联盟将目标锁定为蜘蛛女皇，但没有用，精英蜘蛛本能的保卫它，反倒是圣基都城北边所面对的只是一大群各种各样的怪物，要好打很多。请求支援，这群什么玩意儿？面对庞大猪群的冲击，西部的守军有些无力，更多士兵涌来。这些蜘蛛太可怕了，如果守不住，蛛网区域会越来越大，逼到了城下就完了。叶无穷发现这点，立刻分出一些飞艇前去骚扰。西边敌方大军密集，轰炸起来感觉还不错。该死，下地狱去吧！欧罗巴人不断咒骂着，他们实在太蛋疼了，尤其是联盟的那些高层，脸色都非常难看。不管在哪里作战，竟然都没有什么优势，包括无忧城大本营，会飞的龙血战士竟然那么多，这不禁令他们生出莫大的恐慌。现在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而且必须走，向原住民贵族求助。幸好他们早有准备，并有更便捷的方法。该死的弗兰克，你还在享受？快叫你的老女人带军队过来，我们要守不住了。现在的情况虽然没有糟糕到那一步，但按照目前趋势是迟早的事。威尔斯说，对面的城主必然也拥有神血，你最好叫赖利伯爵亲自来一趟。弗兰克就是来自浪漫之都的小白脸，现在是赖利女伯爵的丈夫。他这个人除了命好，别的都不行，沉迷享受，直接把城邦的大权交给了副手，叫他去找援军。现在都打仗了，他还在女伯爵那里。弗兰克，这么严重？我知道了。当赖利女伯爵得知竟有平民如此大胆，肆意屠戮他庇护的城邦，而且就快把他家小白脸和朋友们领地上的一切都夺走，女伯爵不禁勃然大怒。又听说这个平民极有可能得到了神的赐福，拥有某种神血，女伯爵的杀意顿时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神血如此稀少，以至于千年来各国的王室研究出了无数种获取神血的办法。这个初拥神血的凡人，此时在赖利女伯爵眼中就如同一件至宝。叶无穷知道欧罗巴可能会寻求原住民贵族的帮助，这不重要，他只要抓紧时间把他们的城邦攻破，大局便会稳定下来。况且他还有100万大军尚未派遣过来。飞艇队逼近了城墙，叶无穷又派2万多人过来。这一次是地面部队，带着沉重的大型工程武器，还有盾手和弩手。盾手们身高力壮，扛着近3米高的巨大盾牌，站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坚固防线，把弩手和工程手掩护在身后。叶无穷攻击南城门只攻这一个位置，比起东一炮西一炮的分散火力，他就只打这一个点。再坚固的城墙，防御总有限度吧，总会露出缺口的。圣基都城作为区域第1大城邦，城墙强度的确很惊人，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城不算太大，像无忧城那么大，造价将提升近10倍。扇形排开的攻城队伍，一轮一轮的炮火通通打在了南城门上，3轮下去便出现了明显的大裂缝。欧罗巴那边赶紧派人抢修，幸好这有系统，只需要添加材料即可，但维修也需要时间。欧罗巴加大了攻击力度，10几万大军从其他城门涌出，要消灭敌人派出来的这支攻城部队。飞艇队继续投掷爆炸物，轰隆的爆响接连不断，整个战场乱糟糟的，每时每刻都有人伤亡。叶无穷也继续派兵保护攻城部队，欧罗巴的战士伤亡的更快，而且有一半都被蜘蛛大军吃了。但飞艇队的存在严重骚扰了敌军，本身无忧城外派的人数就不算多，到目前为止的战损微乎其微，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欧罗巴城的伤亡却比较惨重，哪怕是拼战损也拼不过无忧城。叶无穷现在有2条路，一是攻城，破城之后再专注杀对面；二是一边攻城一边杀，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就胜了。欧罗巴当然知道，照目前的战损比，自己根本耗不起，他们也心疼自己的士兵和雇佣军，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了女伯爵身上。至于神血，这是一个合理推测，
既然新手村结束时达到一定成就，可以获得极佳的奖励，威尔斯本人便有这种幸运。那么无忧城的城主一直以来这么嚣张，当然有所依仗。不管真假，反正是成功吸引了女伯爵的注意。圣基都城内部，弗兰克交易给了威尔斯一张传阵卷轴，使用之后会形成一个临时传送阵，1小时就会消失，可以用来救急。制造传送阵需要精通时空魔法，将其铭刻为卷轴需要更强大的实力，这当然是原住民贵族才拥有的东西。威尔斯选定了一处地方，使用传送阵卷轴，在城内制造了一个临时传送阵。好了，他有些激动。1分钟之后，全副黑甲的士兵黑压压的出现，为首的是一名身披红甲、骑着龙马的女伯爵，以及她的几个小情人。第92章，实力惊人，这群人居然还会飞。女伯爵的小情人当然也是贵族身份，都是伯爵、男爵的孩子，职位最低也是骑士。这群人年富力强，非常自信，听说有热闹可看，为了彰显自身武力，便主动要一起来。女伯爵叫他们不要托大，他们反倒称自己并不怕死，能死在战场上是男人的荣耀。这倒也的确是阿伦森王国崇尚武力的观念。这个国家得到的神血大部分偏向于力量和体质，因此这些贵族骨子里非常暴力，并且皮糙肉厚，魂不畏死。女伯爵早已将来自神秘世界的小丈夫和他朋友们的领地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们降落时的区域本就和女伯爵的领地有部分交叉，只是欧罗巴的几个城邦并不在一起。女伯爵正在想办法把他们全抓到手中，叶无穷就攻了过来，等于是从他嘴里抢肥肉，所以他才会痛快地派兵过来。这一次，赖利女伯爵带了10万精兵，身披重甲，手持长枪或大弩，个个都是精锐。这样的兵力对这群刚落地不久的异界来客完全足以乱杀吧。威尔斯攻打无忧城的时候，看到了一些龙翼战士，数量难以测算。他只告诉女伯爵，敌人的兵力非常强，可能有几十万之众。女伯爵并没有放在心上，即便的确有几十万，他也相信他训练有素的战士能够以一当十。这些士兵长期受到贵族军事教育，即便没有神族血脉，却有先进的作战技巧和训练方法。再加上阿伦森王国的人本就彪悍，他们的个人实力都非常强。女伯爵带着一些人登上城墙，用望远镜观察着空中的飞艇。那群矮子的杰作竟然发挥了这么大威力。女伯爵对异界来客们发出轻蔑的评论。事情在他眼中非常简单，如果觉得困难，那一定是你没有拥有相应的智慧与能力。女伯爵询问他们的首领在哪里，应该是一个拿大弓的人，他的剑术非常好，长得有点像精灵。拥有千里眼天赋的一个人说道，观察的还挺仔细。一身红色战甲的女伯爵出现在城墙上，叶无穷也注意到了，这人的衣着打扮风格与欧罗巴明显不同，战斗激烈，他看起来却很悠然随意，来头必然不凡。不会是那名传说中的女伯爵吧？战斗指挥群里也议论起来，很有可能，那个小白脸不就是欧罗巴的人吗？这就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不需要怀疑什么，女伯爵的举动便证明了她的身份与实力。她背后的红色披风猎猎作响，露出了阿伦森王国的国徽。与此同时，她拉开了一把巨大长弓，射向空中的一艘飞艇。箭支以惊人的速度射来，被瞄准的飞艇刚刚上升了一些，就被射中。这一箭竟然贯穿飞艇的金属层，射了一个对穿。好在没有伤到人，但驾驶员还是被吓了一跳。卧槽，这女的好猛！叶无穷，大家小心，往后撤！地面部队暂时撤退，飞艇掩护。因为身披黑甲的骑士们已经冲锋出来，他们的马好像格外高大凶猛，速度很快，将骑兵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这冲击力无与伦比，哪怕有了盾手、弩手和工程手，也很难扛得住。叶无穷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人死不能复活，先稍稍避其锋芒。同时，他派遣了2万项骑兵、10万精英龙翼士兵紧急增援工程队。因为撤退最多也只能撤出5里，要么就直接不打了，约等于认输。时间紧急，叶无穷只匆匆解释了一句：“大家务必小心，伯爵以上的贵族必然拥有神血。”几乎同时，他也拉开长弓，朝着下方射去。上射下和下射上，完全是2个难度。占了高度的优势，叶无穷这一道暗绿色的能量之箭，速度比女伯爵的那箭还要快，如同一道闪电射向了城墙上。出乎意料，女伯爵反应速度惊人，脚下一动便朝后侧方飘出了老远，快得简直不像人类。这支箭因此没有射中他，射中了后面的一个倒霉蛋，从他的胸口贯穿。巨大的冲击力使他朝后撞去，摔下了城墙。他随后就死了。欧罗巴的管理层收到系统消息，顿时怒容满面。阵亡的这人好歹也算是一个小管理，
他战斗方面不算突出，却有一个罕见的天赋，能把制造所有物品消耗的资源减少80%。正是因为有他在，之前的新手村，现在的圣基督城发展才能一直很迅速。现在他死了，欧罗巴联盟从兵营召唤士兵所要付出的代价大大提升。他的确拥有神血。女伯爵与叶无穷交锋过后，一锤定音。他那双阿伦森贵族标志性的泛红眼眸亮起了幽光。接下来，地面上，两方骑兵再加上龙翼，打得不可开交。攻城的队伍在友军保护之下，仍然在继续轰击城门。空中，女伯爵带来的长弓手继续往天空放箭。叶无穷命令飞艇队继续后撤，退出射程。只要敌人不会飞，他们空对地降维打击，永远有优势。然而，出乎意料，女伯爵带来的士兵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他自己，还有几个小贵族青年，再加上几十个精锐。他们全副武装，连眼睛都只露出一条缝，两脚一蹬，竟然飞起来了。长长的披风在身后飘荡，宛如超人。叶无穷等人，卧槽，他们为什么会飞？这太魔法了！这群人不仅会飞，而且飞得极快，眨眼之间就冲到了飞艇面前，几乎是每人一个目标，迅速开始大肆破坏。这种程度的近战，他们用的武器都是重剑、重锤、巨斧、长戟等重型装备，破坏性很强。再配合他们惊人的力量，所有飞艇遭到严重破坏。这群人如复古之驹，不管怎么加速飞行或者转向，都无法将他们甩掉。甩不了，就只能拼近战了。女伯爵在空中悬了片刻，观察了一下，找到了叶无穷的所在。第93章神血对抗，雷霆领域。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枭首战术，这个道理一时的人也都懂。女伯爵发现叶无穷之后，立刻身形一动，冲了过来。他手中挥舞着一把巨大的战锤，直接朝着飞艇砸过去。叶无穷早有防备，躲是没有用的，他提起大剑冲杀出去。一道几十米宽的蓝色剑气挥出，在空气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无比锋锐。这是雷霆元素与剑术交融衍生出来的新招式。女伯爵抬起锤子格挡，通体包裹在淡黄色的光幕中，竟然直接硬汉了这一击。神血者！女伯爵的眼眸亮得摄人，像在盯着猎物。她悬在半空，披风猎猎作响，英姿飒爽，非常冷酷。目光落在对面的男子身上，仔细打量。这人肤色白净，半长的黑发梳在脑后，面容坚毅而俊朗，眼眸灿若寒星，再加上一对精灵特有的尖耳，他有着与金发人种不同的神秘魅力。身高腿长，脸蛋英俊，看起来很不错哦。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相遇，就更好了。女伯爵邪肆一笑，再次挥舞狂锤，看起来能把飞艇直接锤烂。他带来的其他士兵战斗力非常强，力量惊人，已经有一些飞艇受到损坏，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即将坠毁。下方的精英龙翼士兵见空中战局不妙，无需命令便展开他们巨大的龙翼，飞上来助战。叶无穷这时已经明白了，这群人会飞，不是因为脱离了引力，毕竟他们走的是勇猛路线，也不是会风系魔法，那也总得念咒吧，而是拥有特殊装备，是披风和鞋子提供的动能。只能说这太魔法了。旁边女伯爵的几个小情人，也就是几个贵族公子哥，看到叶无穷之后，立刻嫉妒心大起。以他们对赖丽女伯爵的了解，这种又强又帅的男人正是他的菜。几个人放弃攻击其他飞艇，朝这里围了过来。走开，没你们的事。女伯爵呵斥他们，没眼色的东西，他要单挑。叶无穷淡定而冷漠，趁着这个功夫，飞快地换了武器。拼锤子，他也有。雷神之锤握在手中，散发出蓝紫色的电弧，神秘浩大的能量在其中涌动，虚空发出轻轻的嗡鸣。这样的武器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尤其是原住民敌军，个个睁大双眼，眸中满是贪婪。女伯爵也是大感意外，他们这些贵族精通武器，武器品质一看便知。这小家伙的锤子元素气息太过浓烈，令他想起王城深处王室的传家宝，那都是几千年前诸国征战时在诸神的帮助下打造的神器级别，还是罕见的雷元素。女伯爵露出笑容，而后她的攻击更加狠辣，不留余地。叶无穷第一次使用雷神之锤作战，并没有太多不适，一力降十会，一力破万法。阿伦森王国显然走的就是这个路线。雷神之锤不仅拥有力量，更有雷元素，挥舞过后会在空中留下一道蓝紫色的印痕，按照一定的顺序挥舞，就等于写下一个个神秘符文。尽管叶无穷初次尝试，却有长久以来积累的战斗技巧，非常稳健。很快他周身蓝字电芒隐隐闪动。然而女伯爵也不是吃素的，已经几锤子把他的飞艇砸得不成人样，迅速坠落。叶无穷拉开降落伞，
继续与他决力。只是脆弱的降落伞很容易被破坏，几个贵族小伙儿存心要弄死他，把他的降落伞割破。几乎同时，一双巨大的龙翼出现，托起叶无穷。正是一名成色品质的龙翼士兵，对战机的把握和观察力堪称顶级。就这样，叶无穷也算是有了临时的空中坐骑。他不断挥舞雷神之锤，与女伯爵的重锤撞在一起，空中火星四溅，金属碰撞声震耳欲聋。他实在非常难缠而变态，攻击很高，防御超厚，完全一个人形小 boss。而且没多久，女伯爵的周身燃起了红色虚焰，像火一般，却没有实体。这是气血之力，有一种药剂的燃血状态，和这个很像，将大幅提升战斗力。女伯爵已看出叶无穷很强，想要速战速决。突然间，他抽冷子，一锤攻向了叶无穷的龙翼士兵。这名龙翼双翅一展，退出一些，完美闪避。越打下去，雷霆之锤最初留下的印记逐渐消散，可是这片区域中的雷霆气息却越来越浓烈。天空之中，乌云开始汇聚，隐隐传来雷霆之声。雷霆之锤具有引雷之力，叶无穷将雷系能量注入其中，使得引雷效果更强。他抽空使用一些雷系小魔法，主要还是寄希望于雷霆符文成型。雷系魔法虽然厉害，可是要独挑啊，现在被迫近战，根本没有独挑机会。不过他并没有等多久，雷霆之锤以弧形划过，一道道蓝紫色印痕忽然连接在一起，几个符文成型了。符文萦绕在叶无穷周围不断旋转，释放光芒。雷霆气息大盛，天地间狂风大起，电闪雷鸣。片刻之后，道道雷霆轰击而下，打在了雷霆之锤上。叶无穷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感觉体内能量大涨，以后就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制造雷系修炼宝地。神器就是神器，而那几个符文在雷霆的滋养下越长越大，迅速向周围扩散，很快便将方圆数里的区域笼罩住。区域间电闪雷鸣，无数电弧窜动，这就是雷霆领域。撤退！女伯爵目光发寒，盯着叶无穷，果断地命令手下能撤就撤。此时，空中飞艇已经被他们摧残的只剩下20艘，其他人被迫跳伞。会飞的原住民援军在和龙翼士兵大战，地面上双方的大军也杀得不可开交，攻城队专注轰击城门。但雷霆领域一出现，这种局面将逐渐被打破。女伯爵又不是傻子，对面可是既有神血又有神器，暂时打不过，那就先躲一会。雷霆能量难道没有耗尽的时候？况且他也有后手。女伯爵带人要撤回城中。叶无穷高举雷神之锤，犹如天神下凡，妖怪哪里走？第94章斩杀雷电法王无情之锤。之前大家都是神血，女伯爵有信心战胜叶无穷，但打着打着，他就掏出了神器，而且制造出了庞大的雷霆浴场。雷系能量何等爆裂霸道，他今日再次见识到了。女伯爵立刻撤退，只要进了圣基督城，就可以受到城邦护盾的保护。叶无穷却势如破竹，气势如虹，完全不打算留丝毫余地。道道蓝紫色雷电符文随他一起移动过来，雷霆之锤挥舞而下，带出了一条条长长的雷霆，宛如神鞭，光华璀璨，迅若闪电的朝那群撤退的原住民袭杀而去。这是雷元素攻击，叶无穷本人也是被龙翼士兵载着追了上去，挥动大锤，有一股开天辟地的气势。呼呼的风声直接追到了身后，女伯爵不得不仓促转身应战。她留有后手，她身上的链甲一块块连在一起，密度很高，防御极强。内里是用魔法材料制成，以珍贵的材料附魔，还能生成护盾抵挡魔法伤害。除了护盾外，还铭刻了特殊的防御阵，能够在受到伤害的一刹那把伤害反弹回去。还有一堆魔法卷轴。女伯爵举锤迎击，她的本意以大力将对方砸退，而后继续撤。她已是半个身子进了城邦防护盾中，哪里想到叶无穷的武器不止雷神之锤，他一手持锤，另一手在虚空中一抓，雷光汇聚成一道长矛。这和雷剑术一样，以精神力士雷元素凝练为矛形态，本质上还是魔法攻击，却具有更好的穿透效果。女伯爵的巨锤与雷神之锤碰撞，火花四溅的同时，雷矛也刺向他，扎进盔甲之中。血色护盾立即浮现出来，蓝紫色的雷霆能量涌入，迅速消解着护盾，反弹伤害并没有触发。叶无穷加大力度，绝力的同时能量爆发，把雷元素通过雷神之锤传导到对面。金属的武器导电，实际上女伯爵的巨锤也附魔了，带有额外的伤害，并且加入了秘银，能抵消一些魔法能量。可是叶无穷的雷霆能量实在太猛了，又身在雷霆领域之中，乌云滚动，接应天雷之力
更放大了这种能量。第一柄雷矛被护盾完全吸收消解，第二柄随后就浮现出来。女伯爵双眸大睁，瞳孔放大，她的反应比起之前缓慢了不少。周身电流涌动不休，尽管她的魔法防护很高，仍然遭受了雷霆伤害，进入麻痹状态。这其实只是短短2秒的事。他的那些手下见状，不由得大急，联合起来攻向叶无穷。然而这时，其他飞艇和龙翼士兵也已追了上来，双方就在城墙边上大战起来。城墙上的弓箭手也是飞快拉弓射箭，然而他们的箭支却是严重偏斜，根本就打不中人。因为此时城墙附近大片区域都在雷霆的笼罩之下，形成了某种磁场，含有金属的箭自然受到严重影响。女伯爵意志强大，咬牙强行控制身体，抓出一大把魔法卷轴，看也不看就朝叶无穷扔了过去。他则是在手下的帮助下继续后撤。此时这些原住民贵族心中发寒，暗暗心惊，他们之前太低估对面了，如何能想到他不仅是战士，还是雷系法师？欧罗巴的情报出现了巨大漏洞。叶无穷反应极快，周身雷霆护盾浮现，厚厚的雷系能量将他包裹其中。但几乎同时，他身下的那名龙翼士兵大翅一扇，直接从那堆魔法卷轴上方跃了过去，扑向女伯爵等人。就在他们即将完全进入城邦防护罩的时候，叶无穷抡起雷神之锤砸向他。雷霆之锤如果不是他精通雷系能量，根本举不起来，他的沉重无法想象，再加上飞行时的速度，这一击力度何其可怕！女伯爵直接倒飞了出去，撞在了后方城墙上，将城墙撞塌了一处。他本人口吐鲜血，周围的几个手下也被波及，吐血，浑身抽搐。杀！已经杀到了对面城墙上，叶无穷仍旧没有收手。除恶务尽，对面的女人位高权重，麾下无数兵马，还是死了比较好，让他们内乱去吧。龙翼士兵也是莽得不行，载着叶无穷就冲了过去，又是一锤跟上。极品的盔甲在这样的力道下也被锤得变形。女伯爵拥有神血，阿伦森贵族更以力量体质见长，可他早已受伤，毫无还手之力。巨大到不可想象的痛楚袭来，痛苦并没有持续很久就结束了。盔甲下的身躯已经支离破碎，在雷霆能量带来的高温中迅速沸腾焦黑。老大，已经扁了，可以了吧？胖子弱弱的喊道。在场的所有人不分敌我，此时都有些发傻，汗毛倒竖。魔鬼，这一定是个人形魔鬼啊！叶无穷一时收到了系统提示，你杀死了赖利女伯爵，获得阿伦森山脉圣痕碎片，力量正 20%， 体质正 20%。 你杀死了赖利女伯爵，阿伦森王国声望1万，进入敌对状态。声望什么的叶无穷一点也不关心，他没想到会掉落什么圣痕，仅仅是一个碎片，力量和体质直接增幅1/5，这应该就是阿伦森王国神血的一种表现形式吧。圣痕也好，比血脉好，他正在走向纯种雷神血脉，突然混血的话，强迫症发作还无可奈何。之前杀了一个小头目，却没有掉东西，大概因为这是穿越者内部战争，这些原住民是编外人员，所以临时结算了。系统通知听罢，叶无穷继续命令破城。敌方首领都已阵亡，还能搬出什么救兵来？欧罗巴联盟的首领们也是得到了消息，个个大惊失色，面如死灰。他们怎么都无法相信，那可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原住民伯爵呀！伯爵拥有的神血至少有 50%， 这还是其次，他自小就受到了专业的训练。对面的狗东西为什么会强到这种地步？怎么办？我们如何向老伯爵交代？王国不会放过我们的。交代个屁，先想想我们自己吧，圣基都城要守不住了。雷系，他的神血居然是雷系！一群人对叶无穷恨得咬牙切齿，却都是心底发寒。尤其是弗兰克，他整个人陷入痴呆，好好的一碗软饭被人打翻并踩烂了，完了，天塌了。第95章，一边倒，死不投降。叶无穷以雷霆之势击杀女伯爵之后，圣基都城战场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他勇武过人的身影深深铭刻进对面诸多士兵的灵魂深处，令他们心生恐惧，士气暴跌。尤其是现在乌云汇聚，电闪雷鸣，很多士兵心里都在想，人家伯爵都打不过，我们能有什么用？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守城，一定要守住。但叶无穷既然上了城墙，便是杀戮的开端。趁着雷系能量还没有被消耗完，赶紧将城攻破。城墙上也是有火炮和射手的，但对他几乎没多少影响。龙翼士兵和战士团的其他人也紧随其后，凶得不行，一鼓作气势如虎，啥也别管，干就完了。就算攻不下城，只要把对面杀光，不一样赢了吗？一群猛人要么飞，要么冲上城墙，与守城的士兵打成一团。
欧罗巴联盟此时正在无忧城，幻家的大胆决定取得了全面失败。无忧城还驻守着大量陆军，将他们死死卡在外面。叶无穷主要指挥圣基督城这边，对自家没管太多。他相信龙翼士兵的能力更是有着数量的优势，在精英龙翼的带领下，100万龙翼足够将欧罗巴联盟的大军生吞了。眼见2个战场都是节节败退，欧罗巴联盟的这群人真的要哭了。他们除了输，没有其他选择。现在怎么办？赶紧转移吧。既然输已经成了定局，那便无需再纠结，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损失减到最小。转移到第2城弗兰克，打起精神来。几个老阴底根本没多商量什么，便达成了一致意见。财产转移术，等到彻底失败，整个城、领地、人口、其他资源都是对面的了。他们绝不可能把辛苦积累的资源拱手送人。欧罗巴联盟有8座城邦，结成同盟之后宛若一个整体，很多事操作起来非常方便。仓库资源的转移只需要点一下即可，只是系统设定了规则，也封堵了 bug。 为了避免此类情况泛滥，战时状态只能转移1半的资源，这已经极为宽容。对欧罗巴联盟来说，损失仍然降低了不少，因为现在需要转移的只有圣基督城的资源。卡门城已经战败灭亡，其他7个城邦的资源还好好的安全的待在自家仓库里。圣基督城的一把手威尔斯慌忙操作，把仓库里的重要资源通通转移到了弗兰克那边。之所以选择第2城诺曼玫瑰，因为这片领地和原住民贵族有较大的交叉，资源、防御、兵力都可以借用原住民贵族的。他们附近的贵族并不止赖利女伯爵，只是贵族之间关系也错综复杂，明争暗抢。现在女伯爵已死，附近方圆数千里的局势很快就会混乱起来。无忧城实力强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战火已经燃起，硝烟的弥漫不可控制，这些贵族不会坐视不管。威尔斯转移了仓库的资源，但那些无法收纳进仓库的东西就只能舍弃了。各种资源点、生产作坊，更多的是城内的民众。民众可以选择花费一些金钱，在同盟城邦之间旅行，这个功能现在有了极大的用处。威尔斯宣布有计划的撤退，所有民众尽快撤离到其他同盟城邦，军队稍加抵抗，给大撤退拖延一些时间。叶无穷发现了敌方的异动，这些士兵明明已经丧失了斗志，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上阵，但打又不敢真打，猥琐纠结的要命。除了继续进攻之外，他没有别的想法。对于对面可能采取的战略，他也猜到了一些，却无法阻止。这就是同盟，相互支援，互为后路，狡兔八窟。打地鼠是个烦人的游戏，所以干脆把小老鼠的洞窟一个一个捣烂。反正无忧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经历血与火的试炼，从农工商时代晋级到军事时代。当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需要有翻倍的实力才能保护它。形势就是如此。半个小时后，圣基督城被攻破，尸横遍野。西边100米高的城墙上还趴着一只小山一般巨大的蜘蛛女皇，还有黑压压一大片的小蜘蛛。这群蜘蛛给欧罗巴联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打呢，又打不完，放任不管，很快就会扩散到其他地方。输了也好，不用再面对这样的噩梦。此时叶无穷的雷霆领域已经消失，太消耗能量了。幸好有天雷的帮助，欧罗巴残余的士兵也已经撤走，整座圣基督城几乎空无人迹，只剩下几百银币都出不起的穷人。操！他们又跑了！万人斩破口大骂。这一回打是打痛快了，可是打完没看到收获，而且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尽管城池已经被攻破，可他们的首领以及50%的人口还活着，并且没有丝毫投降的意愿。上一次卡门城彻底战败，因为他们是进攻方却被反杀，惩罚格外严重。在系统规则下，攻与守的职责完全不一样。这回威尔斯明明已经战败，却死不投降。叶无穷并没有什么负面情绪，而是好奇地询问系统，当他们没有掌握任何城邦，却还不愿意投降，会怎么样？投降将成为战胜方的奴隶，拒绝投降将走上流亡之路。叶无穷点头，原来除了在城邦做平民或奴隶，还有一个隐藏选项是亡命天涯，大概就和原住民酒馆的那些雇佣兵一样，居无定所。能不能碰上好的主顾，全凭运气。大家先休整一下。0点之后一直在战斗，现在天才微微泛亮。叶无穷在圣基督城中走了一圈，把一些旗帜扯下，换成了无忧城的旗帜。现在的局势有些奇妙，威尔斯拒绝投降，战争并没有结束，但战场却被叶无穷彻底占领了。这完全是在卡 bug， 所以系统给了威尔斯30分钟时间，要么带领人民向叶无穷投降，要么与其他城邦合并，他将失去领导人的地位，
圣基督城从此成为历史。是谁过年还在勤劳码字呢？原来竟是我自己。第96章，清点收获，贪财量载，死我都不会投降的。威尔斯咬牙切齿地做出决定，他绝不可能向一个劣等种族的人投降，更何况还是带着城邦全部人民一起。他将颜面扫地，信誉荡然无存。眼下只有2条路可走，他不愿意投降，就只能与其他城邦合并。其他几个城邦的领袖也同时得知了系统的这一消息，心情都颇为复杂微妙。怎么说呢？既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哀，却又莫名其妙的有几分暗爽。之前威尔斯是欧罗巴联盟的首领，他的圣基督城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他自己获得的神血也是攻击性很强的烈焰火系，强化程度达到了 9%。 其他7个城主也得到了特殊血脉，但一个土系一个水系都只有 5% 点多，实力弱了不止一截。此前他们都为自己得到特殊血脉暗暗欣喜，哪里知道无忧城的城主竟然拥有雷系血脉。雷系这一特殊属性自然是甩了土水火10几条街。他们更不知道的是，叶无穷获得的不是普通雷系，而是雷神之血脉。这一世界的古老历史中，擅长雷系能量的神明可不止一个，但无疑雷神才是最出众的那个。雷神血脉强就强在并不需要单纯依靠精粹来增强血脉浓度，自身修炼也可以缓慢提升。在欧罗巴联盟的第2座城诺曼玫瑰，大家得到了少许安全感，商议着接下来的计划，忍不住又贬低了叶无穷几句。他们知道自己输得很惨，但那又怎么样呢？都是因为运气不够好，没能像这个可恶东龙人一样幸运地得到雷霆能量。如果拥有雷系的是他们，现在绝不是这样的结果，他们早就将无忧城拿下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龙族士兵，还有巨大的蜘蛛，那些飞艇。对啊，凭什么？为什么他掌握着这么多资源？欧罗巴联盟的这些首领们讨论的痛心疾首，为什么这么多好东西不是他们的，而是别人的？这可真是太遗憾了。不过也不能浪费时间说太多，因为对面那个疯子随时都可能再次发动战争。现在欧罗巴联盟头脑们在商讨接手圣基督城的事，一座城只能有一个城主，没有人愿意把位置让给威尔斯，包括弗兰克，他的软饭碗已经没了，他必须抱紧自己的权力，亲力亲为。威尔斯脸色难看，但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他虽然失去城主之位，但依然有对圣基督城人民和军队的指挥权，算是半个城主吧。在欧罗巴联盟中仍然有话语权，可以参与军政大事，但是领土没了，他只得带着人民寄人篱下。一群人为圣基督城到底并入哪个城邦争论了挺久。威尔斯不愿意拆分，那样他的权力将被完全架空，但好几万人口再加上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资源来供养，这是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另外，对面的疯子就喜欢硬碰硬，说不定下一个目标就是弗兰克，大家都要小心了，闭上你的乌鸦嘴。但这的确也有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最终圣基督城的残部并入了第3城邦冰雪城。这里自然条件有点怪，海拔高，天气冷，但山谷面积广阔，温暖如春，四周都是高山，易守难攻。总体来说还是挺适合生存的。接纳几万人口就是开辟一些荒地的事。在系统给的半个小时结束前，威尔斯选择完毕，战败方做出选择，战争结果随后也出来了。无忧城获得胜利，圣基督城投奔冰雪城。叶无穷眉梢微微一挑，这个选择倒是有点出乎意料。本来他以为会并入第2城，好吧，那就把这些坏蛋们一个一个都敲烂。一共只有8个，现在已经烂了2个了。叶无穷看了看他那些过分活泼的龙翼士兵，觉得横推并不是问题。战争结束之后，便开始结算战利品。他接手了圣基督城仓库里剩下的那1半资源，还有广阔的领土以及上面的资源点，领土面积再次扩大。无忧城、瑞格镇、卡门城、圣基督城，这些都加起来面积高达800万平方公里，可惜没能连成一片。后2个都是今夜刚打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派人去建设呢。但好在这2个是直接接手，很多建筑都是现成的，到时直接派人把战场清理一下，城内建筑稍加修改，就可以运转起来搞生产了。这样一来，工作岗位又大大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将迎来新的提升。叶无穷发誓，只要他当这个城主，就永远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岗位，务必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合格而光荣的劳动者。叶无穷清点着仓库中的物资，各种数据在系统面板中一目了然。好东西当然都被带走了，但足足剩下了全城的1半资源，这是按照物品的总价值来计算的，非常可观。光是金矿石就有8、9万块，面包、麦酒等初级食品各自足有上百万，
各类稍微基础点的东西，威尔斯根本就没怎么拿吧，竟拿昂贵物品了。令叶无穷惊喜的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仓库里居然还有100多万金币。他当然是毫不犹豫的，直接就转进自己兜里了。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他一定要把系统银行里欠的钱还清，不然过了0点就会扣利息了。到时候利滚利，越欠越多。原本这笔钱不花是可以每天吃利息的，里外里4舍5入，他每天亏了1个亿啊！除此之外，全城的很多地方人们撤退的太急，许多东西都来不及收拾。龙翼士兵进城之后，个个都是双眼放光。原本这一场大战他们打得不算痛快，现在收拾战场多少得获得点什么吧。叶无穷理解，便没管，谁拿到战利品就是谁的。因此现在清理战场比打仗的时候还要热闹许多。战士团的一些人都没参加，他们不同程度的受伤现在在休整。龙翼这种非人生物是真的强，不知道累，不愧是巨龙血脉。而且叶无穷发现，他们是真的遗传了龙族贪财的特性，个个见到了宝物，两眼放金光，抢得不可开交。这种贪财靓仔，他有100多万个。第97章区域的不安，消息扩散。不得不说，战士团的人类士兵比起异界雇佣兵，实力还是差得太远了。和龙翼士兵更是没法比，一是血脉和种族不同，二也是训练的时间太短，穿越至今也不过20多天，这些雇佣兵却不知练了多少年。总之，战士团的人有不少受伤的，需要休整。但叶无穷不愿意放弃战机，100万龙翼士兵还没有打过瘾，一个个嫌不够带劲，又嫌圣基督城里留下的战利品太少了。叶无穷清点战利品也没花多久，接下来也没别的大事，先休息半个小时，稍加休整，补充一些战斗物资，然后进行下一轮。战争已经结束，直播间也关闭了，但区域间的议论却没有停止，聊天频道里消息潮水般滚动，几乎所有吃瓜群众都被吓傻了。刚这次属实是被吓到了，没想到会看到噩梦般的场景。战争连着打了2场，都是闪电般结束。面对第一城邦，无忧城展现出了他绝对碾压的强大实力，太可怕了，往后我都睡不着觉了。好大的锤子，恐怖的实力，竟然有人掌握了如此强大的雷系魔法，真的不是特效吗？神血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啊，明明是一起穿越来的，但是跟他们好像就不在同一个世界。天啊，他居然杀掉了一个女伯爵，那可是一位伯爵啊，他就一点也不担心原住民的复仇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吧，还能称之为人吗？许多人被震惊得语无伦次，如果是别人向他们转述，他们绝对不相信，可是亲眼所见之后，曹啊，我现在相信了，他们的新手期的确是20倍的难度，也只有这样的难度才能养出这样的变态吧。我好冷，好害怕，现在还在瑟瑟发抖，本来以为可以安全2天，没想到战争一来，什么都变了。没有安稳，永远没有。更多的人看了战场的直播之后，考虑到另一个问题，无忧城会不会对其他城邦也发动战争？他的实力如此强悍，如果真要开战，有谁能拦得住？我觉得很有可能，到了这种程度，都有统一天下的野心。如果强大不是为了装逼，那就毫无意义啊！这个不一定吧，毕竟区域这么大呢，我们又没有惹他，不是欧罗巴联盟先挑衅的吗？整天叫嚣着要清除劣等人种，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只是不敢说话。就像现在，整个区域中也有很多种族看无忧城不顺眼，敢怒不敢言，好可怕啊！他们的城主好可怕，这么凶，一定找不到对象吧？不要杀我，我是良民啊！什么？我也是东龙人？哦，那没事了。欧罗巴的兄弟们呢？出来冒个泡啊！你们现在怎么样了？怎么一个人都没露面？区域聊天中充斥着吃瓜群众的各种议论，大家的情绪都很相似，害怕、好奇，充满对未来的担忧。在这异界，平民无比深刻体会到自己渺小如蝼蚁，能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因此发展缓慢。只有一些开局就拥有强大天赋的人，才能快速发展，并且将其他人越甩越远。那么，无忧城真的不想一统区域吗？真的不会发动对欧罗巴以外其他城邦的战争吗？不仅是普通民众有这样的担忧，其他城邦内部也在激烈讨论。目前来看，无忧城一定会先把欧罗巴联盟给干得稀碎，再回过头来收拾其他区域。问题是，区域第一繁荣的城邦都被打趴下，无忧城接手后再一消化整合，实力不是更加强大吗？现在区域的其他所有城邦，就算都联起手来，也未必能对抗得了啊！更何况，这种程度的联合本身就极为困难，近乎不可能。投降或依附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一些实力平平的小城邦这样讨论着，也有一些城主运气不错，
虽然城邦发展不算迅速，但自身实力挺强。依附他人的话，他们心底总有些不甘。到时候再说吧，事情毕竟还没有到那一步，万一中间又发生什么变故呢？他们只能默默在心里祈祷。神秘的原住民啊，现在只有你们能制裁他了。欧罗巴联盟一群高层非常怀疑，在短暂的休整之后，无忧城很快将再次发动进攻，所以他们必须抓紧求援。现在能集结起来的军队，花了他们大量的资源才召唤出来的，还有各地酒馆里搜罗的那些原住民雇佣兵。但这样的兵力在无忧城面前仿佛一个笑话。龙翼士兵这个兵种太过强大了。欧罗巴联盟中其实有一些法师可以召唤生物来作战，但作用终究有限。他们也抓了一些怪物，可只能当辅助手段。像蜘蛛女皇那种级别的大怪物还没养出来呢。如果我们有亡灵法师就好了。亡灵法师可以召唤亡灵类生物，尤其是骷髅。骷髅不需要吃饭，也不用担心受伤或损耗，只要魂火不灭，可以用骨头随便拼凑，还可以利用其他生物的尸体。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亡灵军队也很强大，耐久、续航都很无敌。快去报信吧，一定要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这一次，他如果再打来的话，我们只能死守，必须守住。虽然女伯爵战败身死，但是欧罗巴仍然将希望寄托在原住民身上。女伯爵那几个小情人倒也有3、4个没死，由他们去和原住民贵族说明此事，效果非常好。欧罗巴联盟下了血本，甚至动用了几张异常珍贵的传送卷轴，这也是从女伯爵那里得来的，可以在原住民贵族所占领的主要城池之间传送。女伯爵的城池叫玫瑰城，和欧罗巴第2城诺曼玫瑰重合了很多。附近其他贵族占领的城池有巴顿城、穆龙城、马纳要塞，还有加里伯爵的坎特城。更远处还有不少城池。欧罗巴选择同时向4、5个城池求援，扩散女伯爵死亡的消息，极力渲染这场战争的可怕。第98章，贵族的震惊，空手套白狼失败。几张传送卷轴一用，欧罗巴联盟派出了几个人，再加上那几个年轻小贵族，前往附近的各大原住民城池。这个传送不会直接出现在城内，而是在城外，以免卷轴被坏人得到。几个城的守卫都没让这莫名其妙出现的人进去，但有什么事，他们可以帮忙通报。有女伯爵的小情人先告诉他们，快去告诉你们大人，异界莱克发动战争，赖利伯爵战死了，他们马上就要打到这里了。几个城池的情况如出一辙，守卫听到这种惊人的消息都吓了一跳。如果是其他人跑来这里说如此荒诞的事，他们根本不加理会。但这几个小贵族发色、长相跟平民是不一样的，况且守卫对女伯爵的情人们也有一点印象，于是守卫决定稍微相信一下，向城内通报了。在这一世界，雄踞一方的伯爵死亡是一件大事。附近5个城的伯爵只有1个不在城中，其他4人很快就收到了赖利阵亡的消息。这4名伯爵都吃了一惊，立刻就把过来传信的异界使者和几个小贵族叫进去问话，询问更多细节。欧罗巴联盟派的人和那几个小贵族2人一组，添油加醋，表情丰富，一起描述当时大战的场景。伯爵大人们听着，脸色越来越精彩。雷系法术，你确定他用的是雷系？可以召唤雷霆的巨锤？赖利说是神器级别吗？这样的东西为何会流落民间？赖利已死，圣痕去哪了？这些伯爵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事。每个城池都发生着相同的事。欧罗巴的使者几乎要声泪俱下。大人，我们说的句句是真。那群人野蛮而残暴，无比贪婪，到处掠夺，所以实力上涨得飞快。马上他就要对您的城池下手了。欧罗巴联盟为了争取贵族们的支持，极尽夸张。只有把无忧城描述成一个贪得无厌的大恶魔，贵族们才会有危机感，才愿意出兵。这些贵族打小就活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想让他们出手相助，必须得有足够的利益或者威胁。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可是没有一个伯爵表态，个个都是打哈哈，完全不怎么关心。消息他们确实听进去了，可贵族们心中有各自的计较。这群莫名其妙出现的异界来客，谁关心他们的死活啊？能打得2败俱伤，让大家捡现成的便宜，这样才好。几个传达完消息的使者就被冷处理了，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但伯爵们都突然要事临身，忙不过来，不得不失陪了。4名伯爵不约而同的都进了各自的书房，点燃了书桌上的一个小火盆，倒入一些神秘的粉末，拿起鹅毛笔在信纸上奋笔疾书，然后将写完的纸卷起来扔进火盆点燃。没一会儿，这些火盆子里噗噗噗的冒出信件。4名伯爵忙个不停。艾伦，家里，你也收到消息了？老丹和老哈也收到了。家里，这消息确实有点惊人。
异界来客里竟然出现了这般强大的存在，你们怎么看？丹尼尔，他们的话未必可信，不过想寻求我们的力量罢了。我建议等等再说。哈夫坦，但至少有一半是真的。真像他们形容的那样，那群强大的异界来客，尤其是他们的首领，的确值得重视。家里，就算真是这样，跟我的坎特城关系也不大。我离玫瑰城最远。丹尼尔，你可要小心了。丹尼尔，让他们尽管来啊，我在慕容城等着他们呢。4名伯爵虽然身在各自的城池，远隔数千里，却能通过火焰和特殊粉末传递信息，这是一种通信魔法。几人交流了一番，已经明白了彼此大概的态度。简单的说就是都不愿意出手。根据赖利庇护过的这群人的消息，目前无忧城的目标最可能是诺曼玫瑰，也就几乎等于玫瑰城。距离玫瑰城最近的是丹尼尔的慕容城、艾伦的巴顿城，其他2个城池受攻击的概率要小得多。家里的坎特城距离最远。哈夫坦的马纳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攻防、士兵的水平都要超出其他城池一截。但经过刚才短暂的会谈，这几个人相互打交道惯了，轻易的就能明白对方的态度。危机又没有真正降临，没有人想白白浪费兵力去给他人做嫁衣。什么欧罗巴联盟，死不死关他们什么事？如果他们愿意把领地和子民交出来，还可以寻求到一点庇佑。可是这几个伯爵是真的对那名拥有神血、神器的年轻人感兴趣，非常感兴趣。神血本就稀少，民间几乎没有，如果有，大概就是某些人寻欢作乐的产物。这种私生子基本不可能获得爵位，哪个贵族家里不是一大家子？可爵位是有限的，一个伯爵的子女中只能有1个人继承伯爵之位，还有1个男爵，2个骑士，剩下的都是平民。问题是神血者寿命会长一些，为了搞出优秀血脉，尽力多生一些孩子，这样婚生子争地位都争不过来了，私生子又算个球。只是拥有了一点神血，实力会比平民强大许多。正是因为这几名伯爵都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还争得了伯爵之位，个个都清醒理智，极度自私，无利不起早。没有一点好处的事，他们怎么可能做呢？无忧城很强吗？那就等真的打到门口再说吧。等了片刻，几名伯爵直接失踪。欧罗巴联盟的使者便通过系统向己方老大们汇报。几个人大致分析了一下，都是长吁短叹。他们心里明白，这一回空手套白狼算是失败了，除非他们舍得拿出足够分量的报酬。有一个使者吐槽说，我觉得根本就不应该向这么多伯爵报信，如果只选了1个，他肯定会答应。第99章，他来了，他真的打了。不应该向4名伯爵报信，只应该向1个。欧罗巴的各位首领现在都快焦头烂额了，这名使者却这么说，直接否定了他们的决策，可谓是一点眼色也没有。几位首领现在情绪有点炸，如果是平时就不加理会，现在却是怒道，你觉得有用吗？他们同时朝4名伯爵传信，不就是想着这个不答应还有另一个吗？使者也很刚，我跟侍女聊了，才知道他们有通信魔法，所以这个决策就是错了。同时向4名伯爵报信，责任被大大的分散，他们都会想着先看看别人怎么做，情况不明，自己何必当出头鸟呢？这和旁观者效应也是一样的。如果公共区域出了什么事，会有很多人围观，但愿意出手的却极少。大家都会想，反正这里有这么多人，其他人会管的，自己看着就行了。几名首领被对得无言以对，满心震撼。从这个角度来看，使者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刚才他们着急的不行，只想获得更多的援助，就没考虑这么多。更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远隔千里，伯爵之间的消息不互通，哪里知道人家虽然没有电话，但是有魔法呀。寻求援助这一招算是大概率失败了。要想获得这些贵族的帮助，一是付出巨大代价，二是无忧城真的打到门口了。外交的失利让欧罗巴联盟的高层心中非常沮丧烦闷，甚至于自己也承认向原住民求援不过是自身的一丝幻想。这些贵族个个都是老鹰比，绝不会有唇亡齿寒的想法，他们更想坐山观虎斗，捡现成的好处。接下来怎么办？弗兰克爆头，威尔斯联系在慕容城的使者，叫他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跟丹尼尔商讨。慕容城距离玫瑰城最近，受到的威胁最大，愿意出兵的话也是最快抵达的。除了外交，这些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在疯狂的搞生产城防。他们紧急的复盘了之前2次战争，寻找失败原因。如果是因为对面的城主太过强悍，有没有办法能限制他呢？还有一群情报员负责在区域聊天频道中搜寻有用的消息，如果能判断出来无忧城下一步的目标，那就更好了。区域里现在仍是在议论纷纷，战争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除非到游戏结束的时候。无忧城今天突然表现得如此强势，
不只是欧罗巴感觉到巨大压力，区域的其他诸多城池也很想知道无忧城见风所指，下一个是谁？下一个应该还是欧罗巴联盟这倒霉蛋，但到底是剩余6个城邦的哪一个呢？这是重大战略问题。我赌第2城诺曼玫瑰。无忧城这么刚，肯定是直接找最强的冲上去啊。不一定吧，向诺曼玫瑰宣战，就等于要打玫瑰城，4舍5入就是向当地贵族宣战，再4舍5入就是向阿伦森王国宣战啊。对啊，那些贵族如果连起手来，不是很可怕吗？反正我一个大头老百姓想象不了。去求的贵族、女伯爵都被杀了，哪里贵了？都杀人了，无忧城还会在乎王国吗？啊，对，建议城主直冲阿伦森首都，对准国王山2个大耳瓜子。我已经看出了楼上的险恶用心，这是自己解决不了，所以希望天降强大敌人。为什么不是第3城呢？我觉得下一步有可能打冰雪城，这是最容易守的一个城邦，先打下来，把欧罗巴的退路给堵上。为什么不是第7城呢？柿子先捡软的捏啊！众说纷纭，有一些人觉得无忧城可能会挑最强的下手，也就是诺曼玫瑰，但有更多的人根本就不信。无忧城确实很强，但也没强到可以直接和经营了1000年底盘的原住民贵族硬刚吧，最起码得发育一段时间再去刚，而不是现在。刚刚打完2场啊！木龙城，欧罗巴的使者正在奋力游说丹尼尔伯爵，希望能争取到一点援助。丹尼尔也知道自己这边的情况跟其他3个城池不同，无忧城如果真的攻打玫瑰城，中间的路程会省略，直接天降，这样到他的木龙城就近了很多，最多1天的路。对面如果有大批会飞的龙翼，时间只会更短。木龙城有点危险啊，但即便这样，人的本性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别人说再多，他们又没有亲眼见识到，那可信度始终差了一层。虽然赖利阵亡了，那又怎么样？也可能是他夜夜笙歌，现在变菜了呢。欧罗巴的这名使者正要用3寸不烂之舌继续游说，脸色却是突然一变，惊慌道：“他来了！他真的打了！”使者满脸抓狂，简直不敢相信。对面之前连打2场，一点也不累的吗？雷系能量不需要恢复吗？又开始了。丹尼尔脸色一沉，什么？使者说，刚刚无忧城向我们的诺曼玫瑰宣战了。丹尼尔，你如何知道的？使者，我们有戏，我们有特殊的通讯魔法。哎呀，伯爵大人，您快点做决定吧。丹尼尔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是在演戏，想知道真假也很简单。丹尼尔直接以魔法手段联系了自己在玫瑰城的探子，随后他接连收到了2条消息，一条是他直接联络的探子回复说玫瑰城暂时还没发现异动，另一条是更靠近异界莱克那边的探子说突然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一言不合就开始攻城了。丹尼尔，这群异界人居然没有骗他，看来他们掌握的名为系统的魔法确实很神奇。幸好系统不是攻击性魔法。丹尼尔略略思考，既然对方有神血者还有众龙翼手下，派普通的士兵也没什么用。使者，我们目前只想把城守住，伯爵大人提供一些攻防技术就行，换句话说就是图纸。好吧，听到不需要出兵，丹尼尔便答应下来。第100章，疯了吧？你在我家养蜘蛛。丹尼尔给欧罗巴联盟的援助就是几张守城图纸，包括火炮、城防布局等等。至于能不能赶在破城之前造出来，就要看他们的能耐了。玫瑰城那边的探子还在源源不断地将最新的战况汇报过来，如果不是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丹尼尔也不会管诺曼玫瑰的死活。欧罗巴的使者拿到几张图纸之后，惊喜万分，千恩万谢，然后直接通过系统交易给了诺曼玫瑰那边的高层。哪怕现在战争状态，但并不影响建造。欧罗巴联盟的头脑们无比紧张，即便得到了一些援助，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幸好诺曼玫瑰建成的时候，女伯爵就给了很多意见，直接建在了一条大河附近，把河当成了天然的护城河，这样大大的给他们争取了一些建造时间。可依然太被动了。丹尼尔给的图纸质量都不错，是成色品质。建筑当然需要大量材料，可是他们那个可以减少材料消耗的同伴已经死了，这个天赋恐怕要被对面城主拿走了。材料是其次，重要的是建造时间。想要立刻建好，就只能氪金了。问题是要花多少钱才算够呢？如果这一次倾尽所有，但还是输了，该怎么办？再逃亡第3城冰雪城吗？这一次不投入大量资金的话，希望更加渺茫。欧罗巴联盟有一点两难，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世间的事就是这样，难以两全。为了加快建造速度，他们选择了氪金，几十上百万金币不断花出去，安装了一些加强版的火炮，又把城墙和城池防护罩升级一下，新增了一些防御手段。
400多万金币花出去，欧罗巴联盟的首领们个个都是吃了大便一样的脸色，心痛的无以复加。虽然这是8个城邦的公共财产，但谁的钱不是钱呢？一边搞建筑，一边还要鼓舞士兵，提升士气。战时演讲非常重要。欧罗巴这边忙成一团，叶无穷也没闲着，他手握雷系晶石，忙着补充雷系能量。雷系晶石还有挺多，但一直没能得到新的，迟早会坐吃山空。欧罗巴联盟在魔法与炼金方面进展飞快，说不定会有各系的晶石呢。老大，接下来怎么打？胖子和战士团其他没怎么受伤的人正一脸期待地等着任务呢。叶无穷刚才以闪电之势主动进攻诺曼玫瑰，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战士团的人却兴高采烈。然而他们等了一会儿，叶无穷并没有发布什么命令。暂时不急，先吓吓他们。叶无穷微微一笑，浑不在意。有道是敌进我退，敌诛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欧罗巴联盟刚刚连吃2场败仗，一个个正如惊弓之鸟一般，心里的焦躁紧张可想而知。他不想给对面太多喘息时间，直接发动进攻，就是点击一下罢了，又不需要交钱。进攻又不是什么难事，也没规定什么时候出兵，让他们担惊受怕的等着吧。叶无穷闭眼说：“我要安静回蓝了。”众人，卧槽，还可以这样？能说不愧是你吗？这么一搞，等待着未知时刻的不仅是欧罗巴联盟，还有他们啊！大概是等老大的蓝回满了，就差不多要打了吧。大家也都散了，默默准备起来。叶无穷把独角兽掏了出来，放到一旁，静心凝神，效果更好。毛毛安静地卧在他旁边，眨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四周。今天的气氛好像有点不一样，发生什么事了？叶无穷虽然没有调遣战士团的人，但不可能一个人也不派。对面的诺曼玫瑰有2面临河，一面依山，只有一面门户大开，主城方圆5里内还是有地方可以下手的。他派出了一批精英龙翼士兵，他们会飞，任务是扰敌，并不需要杀很多人，和之前的飞艇队一样制造混乱就行了。飞艇队在上一场战争中损失惨重，侏儒们正在抓紧抢修赶制呢。除了龙翼士兵，叶无穷还派出了一些特殊的战士，怪物大军。从半夜打到现在天亮，怪物地库的传送门里又刷出了不少新怪物，其中还有几十个精英，2个小 boss， 在他眼里也不算太强，但给对面制造一些麻烦还是可以的。最牛逼的莫过于蜘蛛女皇，她实在太强了，之前降临到圣基督城的时候，状态应该是紫色品质 50% 以上，然后在圣基督城一通操作猛如虎，吃了不少东西，疯狂进化，居然进化到了橙色品质，体型更加庞大。他全身上下长了几十个脑袋，非常畸形。他的系统说明也随之更新，食谱范围极大的扩大。除了食物之外，他现在居然可以吞吃各种虚无的东西，包括七情六欲、各种情绪、各种诡异气息，比如血气、魔气、煞气，甚至于就连一些魔法波动，他也可以将之吸收掉。恭喜你，已经是一只合格的怪物了，那就迎接自己的使命吧。叶无穷实在是没想到，他当时要养蜘蛛，只是因为城里掉落了一个小型蜘蛛巢穴，蜘蛛又属于虫类，繁衍生长速度很快。他那时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谁知道这头大蜘蛛会进化到这种程度呢？他之所以急着向诺曼玫瑰进攻，跟这蜘蛛精也有很大关系。他只可以用怪物导弹挪他们的位置，却不能命令他们做什么事。他实在是令人很头疼，制造出了巨量的小蜘蛛，导致圣基督城西边白茫茫黏糊糊的一片，全是蜘蛛网。现在城邦一主需要烦恼蛛网的人是他，那还是烦对面去吧。对面的野区我养猪，叶无穷就用系统的怪物导弹功能，一箭把这蜘蛛的一大家子都送走了，然后命令喷火兵和火焰法师去把那些蜘蛛网烧掉。整个世界清静了。诺曼玫瑰主城附近则出现了大批蜘蛛，还有上千人在小心投喂。不过几分钟，地面上的花草树木全都被啃没了，哪怕一只蚂蚁也没剩下。欧罗巴联盟的人看到这大玩意儿再次出现在自己家外面，他们的内心无比崩溃。对面是有毒吧？第101章，嫌他们伯爵的日子过得还不够苦吗？蜘蛛女皇成为了战略级的物资，叶无穷派了数千人给他和他的崽儿喂食，又派了大几千的步兵、工兵、大德鲁伊、骑兵的混合部队保护他，主要是让他能专注产卵，防止对面把他强杀了。蜘蛛女皇现在很是皮糙肉厚，属性与能力也很奇特，但她的弱点是移动速度，与敏捷属性高的人相比，实在不怎么样。她缺乏远程攻击手段，可以用远程，花时间长一些，把他磨死。派一群人保护怪物，直接把诺曼玫瑰主城外面这一片区域变成了蜘蛛营地。对面如果加派人手，他也加；对面要是不加，他也不加。
多派会飞的龙翼空对地降维打击。叶无穷估摸着，怎么这对面也得起码1个小时才能想到好的办法。飞艇队没了，龙翼却大规模涌出，效果甚至更好，直接就扰得欧罗巴毫无办法。他们的魔法师阵容强大，要是几千个魔法师一起吟唱魔法，那威力何等可怕！可是龙翼不断的骚扰，各种毒物、药水、肮脏之物从空中掉落，带来各种负面状态，直接就把吟唱打断了。魔法师心态炸裂，其他的兵种也很无奈。欧罗巴相比于无忧城，兵种还算多的了。他们除了常规的战士、弓箭手、骑兵、魔法师之外，还得到了魅魔兵营。只是魅魔虽然魅惑和控制能力很强，战斗力却不咋样，受品质的限制。相比之下，无忧城的特殊兵种龙翼士兵强的不是一个档次。欧罗巴联盟的高层都要气死了，为什么他们运气不够好，没能得到更加强大的兵种？头疼，头太疼了。他们当然是要赶紧把这臭蜘蛛给弄死。于是双方都开始增兵，叶无穷直接派了几十万龙翼过去，命令他们收敛一点，不要太疯。这群家伙悍不畏死，完全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死就死呗，随便。可是他心疼啊，虽然有100倍技能，大大节省了召唤成本，但1分钱难道不是钱吗？放一群龙翼臭弟弟出来，也就别讲什么章法和战术了，让他们自由发挥去吧。龙翼中的精英和大佬会更理智一些，身上的龙威更甚，充当临时指挥，普通龙翼也听话。算了，我先坐会吧。眼见一群龙翼莽得不行，杀敌如麻，叶无穷继续闭眼回蓝。他吩咐手下，如果出现强大的原住民贵族，立刻通知他。欧罗巴那边难受的不行，不知道要不要全力以赴，不知道会不会赢，更不知道周围几个原住民城池是不是在虎视眈眈。他们并不想赌接下来的事，就算无忧城后来被贵族们打败了，那又怎么样呢？一定是他们的欧罗巴先没啊！叶无穷也很闹心，他其实也不想开战，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不想。但开战却有1万个原因，除了大蜘蛛让人很烦之外，还有这100万的龙翼士兵投入与产出比的问题。他们得吃饭啊，可现在没活干，那不是吃白饭吗？这群家伙不是穷苦农民，黑面包、苦麦酒也能吃。以他们的伙食标准，一天就得吃100多万金币，100万啊！但又不能不让人吃饭，所以派他们赶紧去干活，实现人生价值，这样叶无穷心里就好受许多。另一个原因是欠系统银行的债务越早还了越好。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历史传统。欧罗巴还有灯塔国这些国家的人对东部世界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欧罗巴没有早点动手，只是因为实力没到那种随便乱杀的程度。等他们再强一点，绝对会四处掠夺，把其他所有人种要么屠戮干净，要么掳掠过去当奴隶。这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无忧城如果没有现在的实力，历史或许已经重演了。所以他要先发制人，把敌人那罪恶的子弹堵在炮膛里。打下欧罗巴联盟之后，他对区域的其他城邦暂时没有别的想法，因为总体的发育速度离头部城邦差了太远。接下来他估计是要好好和原住民贵族打交道了。叶无穷大略思考了一下以后的战略方向，内心一片平静。欧罗巴人们的内心颇不平静，附近的几个贵族也无法平静，他们已经得到了战争开始的消息。惊诧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群异界来客的真正实力。10几天前，他们就知道世界变了，一群不知从何而来的异界来客出现。这消息还是从赖丽女伯爵那里得知的。这群异界人本来都很弱小，没什么好在意的，但贵族们哪里能想到，他们的成长速度竟然如此迅速。现在只差一步就要向他们宣战了。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计，不会超过10天吧。4名伯爵再一次的开始短暂的烧火会谈。加里、丹尼尔，你的木龙城怎么样？我有斥候到了瑞格镇附近，才发现异界人早已驻扎在那里了，似乎就是无忧城。这么说，可以整合情报，确定他的位置吧。丹尼尔，我猜他们就在阿伦森山脉对面。艾伦、丹尼尔，我刚刚从异界使者那里得知，欧罗巴和无忧城的争端是因为一条巨大红龙，他们的城主似乎对巨龙有种奇怪的狂热。你要小心了，哈夫坦，你要小心了，加里，你要小心了。丹尼尔，木龙城确实是因为驯龙技术而得名的，还做一些生物繁衍实验，把巨龙和其他生物杂交，生成新的物种，比如龙鹰之类的。但养龙太花时间了，对天赋也有要求。几百年下来，木龙城的巨龙数量就没突破过100头。丹尼尔心里再骂叶无穷了，嫌他们伯爵的日子过得还不够苦吗？他倒不怕打仗，却是心疼钱。打仗
很烧钱的呀，混蛋！你知不知道？日子过得好好的，干嘛要花这笔钱？家里，雷系法师，他的神血是雷系吧？哎，艾伦，幸好我的兄弟姐妹里没有这样的怪物。家里，雷法师确实很难对付，足以让我们的城邦损失惨重。我倒有一个办法，就和欧罗巴一样，他们也不想浪费自己的力量，那就接着寻求外援。丹尼尔，你是说古斯塔夫？哈夫坦，你们疯了！第102章，传奇法师古斯塔夫。艾伦，你居然能想到找古斯塔夫，如果事情越闹越大怎么办？丹尼尔，没错，他就是灾祸本身啊！我可不想以后承受来自两方的伤害。家里，不要这么悲观嘛！有一个雷系的神学者在面前，古斯塔夫对我们绝对半点兴趣都没有。至于那名神学者，要怪就怪他太嚣张了，竟然闹腾到我们头上。哈夫坦，哈哈哈哈，的确没必要操心太多。实际上，只要雷系神血的消息放出去，很快就会有无数的人跑来暗杀他，恨不得吃他的肉，把他的骨头炖汤喝。艾伦说的我都想尝尝了。听说赖利被吃掉了。丹尼尔，不会是你干的吧？丹尼尔，你放屁！是他那群兄弟姐妹做的好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赖利也是神血者，而且拥有阿伦森山脉圣痕，赋予了他山一般的皮糙肉厚，他有着强大的实力和潜力。既然实力强大的野兽吃了都可以大补提升相应的能力，那么神血者效果只会更加好吧？这种事的确有些骇人听闻，却已经是贵族圈层中公开的秘密。最强大的贵族那里有更多离谱的事，食用同种神血的食物效用最佳，因此神血者都格外小心，生怕成为其他人的口中餐。尤其是那些神性血脉只有10%左右的弱鸡，最好低调一些。赖利阵亡之后，当时形势虽然危急，却也有人给他收尸，只是来不及带走更多的东西。这还不到半天，就传出了这种消息。4名伯爵唏嘘了一阵子，家里强行把话题拉回来，所以我们只需要放出消息就行了。至于古斯塔夫，能找到他最好。哈夫坦，像黑魔法总会传个信，他应该能收到的。家里，那就这么决定了。艾伦，喂，古斯塔夫可是个疯子，疯起来会毁灭世界的。家里全然无所谓，我说过了，他对我们这种普通人看不上眼。其他3人，不要代表我好不好？身为伯爵，神血浓度好歹超过50%了。只是想到传奇法师古斯塔夫，大家仍是有些心中发寒。这人实在太诡异了，是个彻头彻尾的畸形怪胎。丹尼尔，家里是你想出的这个办法，到时也要想办法把古斯塔夫从我们这边弄走，不然灾难降临，没有哪个城池可以幸免。家里，行吧，到时候再说。我不会拿大家的安危来冒险，保证他不会搭理我们。艾伦，你还是这么狡诈。我去睡觉了，等大家的好消息。呵呵，现在大白天哪有人能睡得着？4名伯爵几乎不约而同地查探起了古斯塔夫最近的消息。这人能被称为传奇级的人物，那是很了不得的，也是大陆上所有人提起来都要发抖的恐怖存在。比起邪神之类，虽然强大，却不知现在何处的大恐怖，传奇法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啊，距离很近，所以最可怕。古斯塔夫是魔法天才，据说几乎精通所有属性的魔法，至于实情，没人知道。了解内情的人现在都死得差不多了，因为这老爷子现在已经700多岁了。哪怕神血者、国王那种级别的，一般寿命只有300-400岁。毕竟名为神血，又不是真的成为神了，只是诸神的一种恩赐与力量的传承。可古斯塔夫这是什么情况？居然能活这么久？这不是老妖怪吗？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拥有神血，只知此人无比强大，而且精神好像有点问题。比疯子可怕的是强大的疯子。古斯塔夫在这片大陆上神出鬼没的，经常消失很长时间，而后突然从某个地方冒出来。这种时候，灾难与杀戮通常紧随而至，往往是某位天才被击杀的消息，尤其是魔法天才。时间久了，大家便都知道了，古斯塔夫这位传奇法师见不得其他优秀魔法师的存在。据说他并不只是嫉妒，而是掌握了黑魔法，可以剥夺死者的能力，这才是他疯狂击杀那些魔法天才的原因。神血者当然也被杀过不少，但杀死神血者并不一定获得神血，只有极小的可能凝结出各种精粹，这样才能获得神血。当然，对古斯塔夫这并不是问题，只要杀的人够多就行了。问题是，一般人能活多少岁？这老妖怪又活了多久？这积累的实力差距足以令人绝望。4大王国的国王和那些顶级强者都不敢与古斯塔夫硬碰硬，甚至不想招惹他，希望他不要出现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古斯塔夫也懒得招惹王室。
如果真的把他们逼急了，对方集全国之力。虽然菜，但人多呀。古斯塔夫上次出现是1年多之前，庆祝他730岁的生日。据魔法协会的消息，他看起来健康得很，像是一个30-40岁的中年人。据说古斯塔夫拥有变换身体形态的能力，这使得他的外形可以千变万化，或许就是经过的路人。加里伯爵仔细查阅了一遍他一直以来搜集到的关于古斯塔夫的所有情报，对一些案例进行仔细对比之后，加里发现事情可能并不像传言的这样。魔法当然是很神奇的，传奇法师的实力到了什么水平，他也不清楚。他只是从情报来分析，古斯塔夫并没有千变万化，相反，风格比较固定，通常是一身黑色法师袍，面部严实的笼罩在兜帽之中。但根据他10几次的露面记录，他的外形通常在几十年里是稳定的，几十年之后就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最离谱的一次，他从一个魁梧壮汉变得腰肢曼妙，窈窕动人。家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立刻吩咐更多人手，把年轻俊美、潜力无限的雷系神学者的消息放到其他城池。还有这场令赖利生死的战争，越多人知道越好，务必把古斯塔夫吸引过来，他一定会对这个神学者感兴趣的。第103章，以后叫我爷爷吧。这边伯爵们正在密谋一些不可告人的事，诺曼玫瑰却是战火纷飞中。经过强化和改造之后的城防的确强大了很多，然而叶无穷也并没有打算一下就把城墙攻破，能攻就攻，攻不了就打持久战。对面和他不一样，从兵营建筑里召唤雇佣兵需要耗费海量的资源，对他来说反倒是养兵比较麻烦。不管怎样，对面的损耗都要高得多，他们耗不起，他就偏要拉他们一起耗，就是玩。他将那16字战术发挥到了极致。这场持久的攻城战中，敌人人多，他也多，然后打一会儿就跑，往郊外方向跑，把敌军引过来歼灭。敌人看透了，不追，他就增援，逼得对面不得不跟打，简直是烦人的不行。shit， 怎么这么贱？太被动了，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这一手一边打一边玩，把欧罗巴联盟的人气得要蹦起来。他们太被动，被牵着鼻子走，防守的还行，但想要反攻实在是太难了，就只能这么耗着。问题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每一发炮弹那可都是钱啊，发出去也就罢了，造成的伤害却未必太理想。这群拥有龙族血脉的士兵太变态了，一旦受伤便撤离战场，找个地方疗伤去。药水一颗，再加上一些特殊技能，还有大德鲁伊这种万金油，能奶一下。过一段时间，龙翼士兵又生龙活虎的回来了。欧罗巴联盟也有治愈系法师，但论起效率和规模，还是玩不过对面。烦死了！求援，打不过就摇人。这一回，威尔斯亲自和丹尼尔说，希望争取一些有效的援助。如果不派兵的话，告诉他们龙族的弱点也行。木龙城对巨龙是颇有研究的。丹尼尔安慰他一通，然后告诉他，不同种族的龙弱点也是不一样的。不过有一种炼金药剂是很多草药混合而成，散发出来的味道令巨龙十分厌恶，他们会暴躁、不安、食欲不振，时间长了会头晕，总之会出现很多负面状况。这种药剂非常难炼制，我手上也没有了，实在很抱歉。丹尼尔通过使者和威尔斯交谈，然而这歉意就像夏天的雪花一样假，他根本就无所谓。威尔斯心中默默长叹，都怪对面这么早就发动战争，他们还没发展好。但丹尼尔还是带来了好消息，你们只要守住就行了。他是雷系法师的事已经散布出去了，古斯塔夫阁下应该快要出现了，到时战争就结束了。到了那时，将是他们几个伯爵各显神通，他也得早做准备，接手一些异界来客的地盘。威尔斯并不明白古斯塔夫是谁，他有何等危险，但心中依然安慰许多。接下来，欧罗巴采用了龟缩战术，就是狗。中午，叶无穷的情报员得到了一些零散的消息，雷系神者的事似乎被人散布出去了。现在瑞格镇的有些平民都在议论此事。另外，无忧城的斥候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探索，以此来开辟系统地图。只有他们走过的地方，系统地图上才会有详细的显示。毛毛之前的旅行开的是西部、南部，也就是森林的。阿伦森山脉是在无忧城的正北方，山脉那边的情况只显示了一个坎特城。这是因为叶无穷手上有一个怀表道具，来自加里伯爵的爷爷。而今天3场战争开始之后，地图上也显示出了这3个城邦的位置。斥候也以此为跳板，上了战场之后，直接从欧罗巴城邦向四周探索。现在他们有了新的结果，地图被大大扩充了。木龙城，叶无穷看着新出现的这个城池，不禁有些好奇。养龙的城市吗？花了点钱，在系统里买了很简洁的相关情报。
哇吼，果然是与龙有关。世上居然有人世代驯龙，那里的龙一定很多吧？他是不是可以去抓一只小母龙回来，将来给小黑龙当老婆呢？只是想从系统这里得到详细的城市内部地图，却是不可能的事了。倒也无妨，他自己有腿脚，有空可以亲自过去看看吗？唉，雷系晶石消耗了大半，只有4000多颗了。叶无穷要想办法解决此事，不然他就以后只能靠自身来缓慢的恢复雷系能量了。遗憾，使用过100倍技能的物品不能再次用技能。雷系太强大了，现在离不开它了，太强了我。系统，嘚瑟的。系统无情道，雷系并非最强，还有许多更为稀有的魔法。叶无穷挑眉，哦，还有什么？圣光。我知道。对了，有圣光就应该有暗系。还有什么？系统、时间、空间系魔法几乎灭绝。叶无穷，哦，那你说个嘚儿。时空魔法听起来像是魔法老头才能掌握的，但一转念间，叶无穷突然想起小黑龙的那些中二台词，好像是有提到什么暗黑啥啥的。黑龙拥有暗系魔法吗？系统纠正道，是可以学习暗系魔法的。指你的那只。叶无穷轻轻颔首，好家伙，这是怎么回事？一只暗系，一只圣光，真的不会打架吗？将来小黑龙学了暗系魔法，毛毛就不能再给他治疗了。叶无穷心念一动，把小黑龙拿了出来。中午了，崽子该吃饭了。小黑龙缩成一团，短小的爪爪抱着自己的身体，2只小翅膀紧紧贴着身侧，像一只小蝙蝠。哪怕被拎了出来，它也还是蔫巴巴的。抬眼幽怨地看了叶无穷一下，又缩了起来。好小一只龙，看他这副自闭又委屈的模样，叶无穷心想自己把他整抑郁了。可半夜放血的确是简单粗暴了一些，现在还得好生安慰，不然好好一条龙这么小就自闭了，岂不是废了？叶无穷戴上手套，以免雷系能量电到他，这才把小家伙捧起来。宝宝啊，是我不对，这样吧，你以后……叶无穷刚想说以后叫我爸爸，又想到人家是真有妈的，于是换了个词，你以后叫我爷爷吧，我保证再也不欺负你了，好吃好喝的供着你。第104章，喷火卖艺自闭龙。小黑龙眨了一下眼，他不太明白爷爷是什么东西，但不管是什么，这个可恶的人类说的话，他再也不要相信了。小黑龙偏过脑袋，缩成一团，像小狗一样，再装死就把你扔进锅里炖了。叶无穷戳了戳他的小脑袋，毫无人性的威胁道。小黑龙死也不抬头，就不理他。叶无穷转身就去了厨房，胖子正钻研厨艺呢，人家现在勤奋的不行，又当厨师又当战士，干得一批。锅里咕嘟咕嘟煮着汤，热气蒸腾。叶无穷看到没有，就差一块像你这样的肉了。小黑龙偷偷瞄着熊熊的红色火焰，还有沸腾的汤，他发出稚嫩的叫声，魔鬼，你煮吧，我不想活了。他选择躺平，有什么办法呢？太倒霉了，刚出生没几天就碰到了这样的恶魔，他心里只有后悔，非常后悔，不该偷跑出来玩的，这样就不会被抓住了。好想回家啊！哥哥姐姐就算欺负他，也不会像人类恶魔一样要煮他来吃。小家伙眼泪汪汪的耷拉着脑袋，满脸生无可恋。原来是真的心态崩了，我真是太过分了，人家还是个孩子啊。叶无穷摸着他的小脑袋，去了城主府的后花园。好啦，开心一点，和毛毛一起玩吧。他实在哄不好这小东西了，让兽族内部解决去吧。独角兽温柔善良，很有希望治愈小黑龙的内心创伤吧。叶无穷，对了，你就叫龙龙吧，简单好记。草地上，纯白独角兽被放了出来。叶无穷把小黑龙放到毛毛旁边，警告道：你们自己玩吧，不要想着逃跑，被别的人抓到，是真的会把你炖汤的。毛毛赶紧蹭了蹭小黑龙，安慰他：不会的啦，哥哥会保护你的。小黑龙怔怔看着这匹纯白长角的马，好漂亮啊，白色原来这么好看，可它全身上下就黑乎乎的。如果叶无穷在他心里是最坏的恶魔，这头独角兽就是世上最好的存在了，仅次于妈妈。独角兽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用脑袋蹭着小黑龙，它太小了，弱小可怜又无助。看到小伙伴，小黑龙心情的确好了一些，和毛毛玩了起来。叶无穷在一旁看了会儿，也不知道物种不同，他们怎么交流的，可能靠感应吧。熟食放这了，饿了自己吃。叶无穷把一盘香喷喷的烤肉放在花园石桌上。我忙去了。毛毛看着他，别让他跑了，外面很危险的。毛毛，好的爸爸。小黑龙和独角兽在草地上追逐打闹了一会，聊起天来。龙龙很好奇，为什么独角兽这么好，却要和一个坏蛋混在一起。独角兽表示自己一出生就看到爸爸了呀，是他把自己孵出来的。其实他也没有很坏了，以后不要叫他坏蛋了。
小黑龙哇呜的叫，想哭。只对他这么坏吗？爸爸还是很爱你的，不然真的会被吃掉了。独角兽给小龙讲了一些事，关于叶无穷杀过的那些怪物，还有其他人类如何的凶残可怕。最后，两个小家伙一致认为，人类的确是很可怕的一种生物。不过，他们也有分歧。小黑龙认为，人类比起巨龙要弱小多了，等他长大了，就会拥有强大的势力，到时候他要把大坏蛋给吃掉。毛毛则觉得，人类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是不一样的。至于小黑龙的远大理想，毛毛略感担忧，担心的是，万一叶无穷生气了，把小黑龙切吧炖了怎么办呢？要知道，之前听说其他城邦吃过巨龙肉，叶无穷可是有点羡慕呢。小黑龙，现在我不和你争，我要吃饭了。经过几天毒打，他终于学会一些东西，那就是实力才是硬道理。小黑龙一个龙把一大盘烤肉给吃光了，小翅膀摸着滚圆的肚子，其实这里的肉比家里好吃多了，我们出去玩吧。毛毛，你想逃走吗？你知道该去哪吗？外面真的很危险。龙龙，我知道，我也不知去哪里，外面还没有好吃的。他心里疑惑，妈妈真的把他交给这个人类管教吗？一定是嫌弃他只会闯祸。龙龙，我现在不想回家，等我强大了再回去，把几个臭哥哥打趴下。小黑龙趴在独角兽背上，搭顺风车，晒着太阳，懒洋洋的，悠闲的消食。毛毛，我带你四处看一看，你还没去过这里其他地方吧？无忧城主城就很大，人也很多。既然他暂时不走，就要生活在这里，毛毛带他到处看看。现在还在打仗呢，只是圣基都城双线作战都失败，也就撤军了。此时的战场在诺曼玫瑰，无忧城一片宁静祥和，依旧热闹，跟以往并没有不同。留在城内的都是生活生产职业，还有一些摸鱼的人。独角兽今天竟然背着一只小龙在悠闲漫步，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惊了。狂喜，一下看到2条神兽。视频好漂亮啊，我要是能有这样的马。小龙也好小好可爱啊。在哪里？我冲上去就是一记滑铲，告诉他我是龙的传人。这2只罕见的祥瑞一出现，很快就有一大群人前来围观。1传10，10传100，没多久，主城的大广场就人头攒动。小独角兽要是刚出生不久，这会儿已经吓跑了。但现在毛毛淡定很多，又是在自己家，他能分辨出这些人没有恶意，只是好奇。小黑龙腾的一下坐了起来，这么多人类，不过这些人看起来普通而弱小，比大坏蛋差远了。小黑龙一点也不紧张，高傲地看着他们。围观的众人仿佛在看大熊猫，2个小家伙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狂喜，好奇不已。听说龙都喜欢财宝，我来试试。有胆大的家伙忍不住想要撩一撩这小龙。这人朝着小黑龙蹭过去，小心地扔了1枚银币。小黑龙翅膀一伸，把银币接住了。不知道是什么，但阳光下亮闪闪的，应该是一种宝物吧。小黑龙想了想，仰头喷了一口黑魔龙炎，中二地威胁道：把你们的宝贝都交出来。一群人只看到这龙突然喷火了，还是黑色的，顿时议论纷纷，惊奇不已。这小家伙看起来还挺高兴的，便有人学着又扔了一些钱过来。很快，哗啦哗啦，金币、银币、小粒的宝石、金属首饰统统扔了过来。毛毛一脸懵逼，小黑龙神气活现，忙着收拢这些精亮的东西。毛毛把自己的背包给他用。叶无穷已经发现他俩出门了，城里因此很热闹。等看到论坛上的视频，他一阵无语，以为你自闭抑郁了，你跑去街头喷火卖艺。第105章，伪装大师出远门。真是懂事啊，小年纪就会赚钱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从论坛得知2个小家伙得到了哗哗哗的打赏，叶无穷感觉老怀甚慰。只不过转来转去还是自己城邦的钱，就有点没意思了。另外现在他也阔了，这点金币银币什么的他看不上眼，崽们留着自己玩吧。叶无穷不时地关注战况，情况稳定而良好，唯一需要防备的就是原住民贵族突然派精兵增援。他有个大胆的计划，想要去试试，先做做准备，然后再去。不过要出远门的话，还是得骑独角兽。叶无穷给毛毛精神传讯，叫他们玩的差不多就可以回来了，待会要出门。过了一会，一道白色流光划过，毛毛出现在城主府中。小黑龙紧紧抓着他的鬃毛，差点被大风吹走。毛毛还背着他的红色小皮包，有32格呢，现在里面装了很多钱。叶无穷过去拎了下，还挺沉，估计得有几千金币了吧。这俩家伙完全可以过上熊猫一样，只需要卖萌就能有饭吃的美好生活。还给我！小黑龙气愤不已，这表情一瞬间让叶无穷想到了自己。他把包还给龙龙，戳他小脑袋，
不愧是贪财靓仔啊！你喜欢钱，怎么不早说？出去的时候还很自闭，一下子就被金钱治愈了。居然这么简单，金钱也有神奇的力量啊！龙龙紧紧抱着他的钱包，哼！叶无穷一看，这样不行，他都忽略了，宠物不在宠物空间的时候得有住处啊。毛毛性情随和，吃圣光的生物也不需要拉粑粑，是住哪都可以的。但这个龙嘛，叶无穷说：“我给你找个库房，专门放你的东西，好吧？”他找了一个地方，建了一间仓库，也不复杂，很快就建好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谁都不能进去。叶无穷决定给黑龙一个私笼空间。小黑龙满脸怀疑：“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叶无穷给他一把大锁和钥匙，把他扔了进去。这回他没锁门，严肃地叮嘱：“我要和毛毛出门一趟，你在家里千万不要乱跑，知道吗？”“知道了。”小黑龙打定了主意，要住在这里，一天吃100顿，把他家里吃光光。那就契约吧。叶无穷二话不说，直接发动了宠物契约。小黑龙正做着美梦，没留神就同意了。终于契约成功了，不过忠诚度还是很低，现在只有40点。没事，慢慢养上来。我们走了，你要乖，实在闲得蛋疼就睡觉吧。叶无穷也不跟他多废话，回卧室换衣服。小黑龙开心的在空旷的仓库里打滚，很大的空间都是他的了。仓库里还有一些空箱子，他把今天得到的钱币和宝石都倒进去，想了想又倒出来，分别装在一起。小家伙美滋滋欣赏着自己的财宝，他要得到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大摇大摆的回家。臭哥哥们一定会非常羡慕的。叶无穷换了一身平民的衣服，灰扑扑的。他还努力化了一下妆，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英俊潇洒。总之，千万不要引人注意。最后是系统实在看不下去了，向他出售了一些更容易易容的道具。叶无穷便用这些特殊的化妆品，把自己打扮得老了20岁，脸上有皱纹和麻子，戴上美瞳，瞬间点漆黑眸变得有些浑浊苍老。破衣一穿，灰白假发一戴，变成一个高大的丑八怪。好了，出发。现在还打仗呢。叶无穷直接去了战场诺曼玫瑰。一些士兵见到他也是满脸疑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兵种。但下一刻，叶无穷就掏出了独角兽，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骑着独角兽风一般的消失在原地。从诺曼玫瑰前往慕容城，比从无忧城出发要省了至少3000里的路程。慕容城在1000多里之外，对独角兽来说，全力以赴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对照着系统地图，叶无穷在抵达慕容城附近的一个小树林之后，便把毛毛收了起来。他又掏出了一匹普通品质的马，伪装成了一个风尘仆仆的过路旅人。大陆虽然很广阔，出行困难，但也有很多人在各个城池间移动，寻找发财的机会。每个原住民大城池都有很多流动人口，这意味着新鲜血液和繁荣的贸易。贵族们自然没理由拒绝远道而来的人们前来送钱。慕容城也的确是自信，虽然千里之外发生了战事，却没造成什么影响。慕容城看起来宁静而平和。叶无穷隔了2里远，观察了一下城门，守城的士兵挺多，但对进城的审核并不是太严，可能还是自信的缘故吧。叶无穷，系统大爷，不会我一进去就触发了什么警报吧？他和阿伦森王国可是敌对状态。系统不会。叶无穷一想也懂了，因为原住民没有系统。他便骑着破马哒哒哒地向城门走去。进城时下了马，弯了点腰，顺便还给2个守卫塞了一小袋金币，于是顺利地进入了慕容城。守卫说：“进城了老实点，今天有大人物过来。”叶无穷连连点头，没多问。等进了城之后，他千方百计地打探，从蛛丝马迹中得知，这大人物竟然是加里伯爵。第106章，闲着没事勾搭加里伯爵。慕容城的一个脏乱角落，这里是城市的阴暗面，3教9流的人都有。在这里，流言与小道消息传播的最为迅速。叶无穷坐在小酒馆中，听旁边一群人瞎扯淡。他只不过是询问了一下慕容城最近城里有什么新鲜事，就有几个老哥议论起来。消息比别人灵通，也是值得吹牛逼的。尤其是这外地人露出满脸惊奇，他们就更为得意了。叶无穷心想，来对地方了，打探消息就该来酒馆。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贵族，还有他们的手下，是不屑来这里的，也管不了私底下疯传的消息。加里伯爵和我们的丹尼尔大人，那可是从小的交情，隔3差5来逛逛，也不算什么稀罕事。叶无穷心想，今天过来那就是稀罕，绝对是在商议最近的形势，谋划什么阴招吧。这些伯爵大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一定非常威武雄壮吧。叶无穷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偏远山村里出来，到慕容城找发财路子的乡巴佬。他又从系统那里学了一口方言，这会儿满口膜拜羡慕的语气，装的那叫一个像，
就算胖子在他旁边也认不出来，更何况他出手还算阔绰，每听几句消息就有几枚银币递过去。大哥，多说点，我以后谋生还要指望你们呢。酒馆的一群老哥口若悬河，很多事对这里的常住民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却可以在外乡人这里换钱。他们把自己知道的统统都告诉叶无穷，夹杂着大量的吹牛逼。叶无穷得到了想要的消息，这些贵族都很强，果决狠辣，都是经历无数厮杀才能做到这位置上的。但相比之下，丹尼尔憨厚稳重几分，家里则是打小就满肚子坏水，人尽皆知。据说周边这群贵族小时候在一起玩，经常是家里出鬼主意，他们挨大人的骂。当然他也有注意分寸，不然现在已经四面树敌，没人跟他玩了。叶无穷眯了眯眼，这样的家伙突然跑到慕容城来，绝对是想搞事情。这些王公贵族以后也要打交道的，现在收集情报不晚。多亏了之前就获得的一个道具，这些原住民贵族里他最耳熟的就是家里了。叶无穷瞄了一眼系统仓库中家里伯爵的怀表，安心。很好，他还在。系统对这个东西的说明也很简单，没什么特别的作用，一看就是那种任务道具。本以为永远都用不上呢，没想到他能重见天日。叶无穷闲着没事，准备勾搭一下家里。按系统说明，这个怀表对家里伯爵很重要嘛，是他爷爷的最爱之物。虽然叶无穷看不出来哪里特别了，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紫色物品，但对人家来说就是重要。既然如此，万万不能浪费了。先撩他一下，看看这怀表到底重不重要。如果家里真的在乎他，必然会主动追寻线索。要是不在乎，那就算了呗，该干啥干啥去。叶无穷又听众人吹了会儿牛逼，得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贵族圈八卦，哈哈笑着打了个哈欠。他问旁边有便宜的旅馆吗？一群人笑得不怀好意。大白天睡什么觉，好不容易进个城，不享受享受。酒馆里已经有几个打扮妖冶的女郎扭动身躯过来了。异界的酒馆是什么画风，在瑞格镇的时候叶无穷就已经很清楚了。毕竟这里的人们娱乐活动有限，酒馆就等于酒吧、夜店、足浴中心啥的混合体。不了，实在太困了，晚上再玩吧。叶无穷打着哈欠溜了。一名侍者把他领到了酒馆后面，走廊两边都是小房间，随便给他指了一个，收了200银币。叶无穷关上门，拿出那块怀表，再取出一张羊皮纸和铅笔，小心翼翼地描画起来。他努力了一下，再加上各项属性很高，对自身肌肉的控制也非常精准，画出来的怀表简直像拓印的一样逼真。就是一些繁复的花纹细节，他懒得画了。叶无穷只画了正面，表盘里有家里家族的徽记标志，相信家里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怀表的背面也有神秘华美的花纹，是贵族喜欢的浮夸风。叶无穷看了会儿，没弄明白，只觉得越看越神秘，说不定真的有点东西呢。画完之后，想了想，又加了2个词：回信、夜火酒馆。他把羊皮纸在手里攥了几遍，又在地上揉了揉，造就看起来没那么新了。铅笔图案倒还能辨认清楚。叶无穷又套了一件蓝色的长袍，随便戴个帽子，悄悄从酒馆后门离开了。他找了一下，在街上抓到一个小乞儿，给了这小孩一个肉饼，问知道丹尼尔伯爵住在哪吗？小孩混社会惯了，并不害怕，点点头。叶无穷又抓出一把银币，把这个东西交给门口的卫兵，转交给家里大人，就说这是他爷爷给的。他把一个檀木小盒子递给小乞丐，做完之后，这些钱就是你的了。他自己若无其事地离开，去了一条街之外的一家旅馆，希望小乞丐能顺利。小乞丐3两口把肉饼吃完，向丹尼尔的府邸跑去。那里自然禁卫森严，重重把守，守卫也很蛮横残暴。但对于流浪的小乞丐，他们都懒得动手，扬一扬武器就能把对方吓破胆。在金钱驱使下，小乞丐还是带着胆子完成了任务，跑走了。几名守卫考虑片刻，向队长报告，队长也没当回事。随后接到命令，要去花园护卫几名大人。他随手把盒子扔了，羊皮纸散落出来，被风吹跑，扑到了家里带来的一名禁卫脸上。他看到家族徽记，脸色一变，终究选择了交给家里过目。当家里看到这张肮脏破纸上画的东西时，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既惊又喜，不敢置信地问那名禁卫：“你在哪里发现的？”丹尼尔探头看了一眼，不理解：“不就是一块表吗？”第107章，没想到真的上钩了。家里见到了这张纸，表现得稍有些激动。丹尼尔奇怪地看着他：“这是我爷爷的表，他老人家，你知道的，我很爱他。”家里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立刻这么说道，充满深情：“丹尼尔，是吗？那对你的确很重要。”家里的爷爷非常疼爱这个好大孙，给了他很多资源。但爷爷多年前遭遇意外去世了。至于家里的老爹，
更早之前就在内斗中没了，所以家里和爷爷感情深厚，可以理解。丹尼尔这么想到，遥遥望向玫瑰城的方向。大战当前，他也没心思考虑太多，正不断的接收从那边传来的战报，和家里一起判断形势。那群异界来客打成什么样子，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只关心等到快结束的时候，自己能不能获得足够的好处，什么时间进场才能完成更多收割。家里本来是传送过来坐坐，看看巨龙，顺带离战场近一点，试试有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那个雷系神血者。但现在突然得到一张画着怀表的纸，他再也做不下去了。家里审问了一下，很快就把这纸的来历查得清清楚楚。当得知是城里的一个小乞丐送过来的，他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吩咐丹尼尔的一些手下变装赶紧去找这个小破孩子。另外一群人则是变装前往纸上写的那个夜火酒馆。家里收起了羊皮纸，有几分坐立不安，思考着会是谁向他发出这样的消息呢？一个个可能的名字在脑海中掠过，然后又排除。他想不到会是谁，非要用这种办法，这也有可能是个陷阱，等着我进去。家里沉声说：“丹尼尔，这可是在我的木龙城里。”家里叹了口气，有些犹豫不决。如果不是丹尼尔在这里，他第一时间乔装打扮，亲自去那个酒馆看看。现在则是要等探子们回来报告，再做决定。他其实也不想表现得太过迫切，这样那个写信的人便更为主动。问题是，他一直都在寻找这只怀表的下落，都没有半点消息。几年前不慎将它遗失，简直是他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使得他的实力难以再有本质的提升。这个秘密只有他和爷爷知道，也就导致怀表遗失之后直接凉凉，毫无办法。如今既然出现了线索，明知道背后一定有猫腻，家里仍然不愿意放弃。过了一会，一群变装的人回来了，小乞丐找到了并带了过来，将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是一个男人给了他这个东西，让他拿过来。被问到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子，小乞丐无法描述出来他的长相，只能简单说说外貌，是一个驼子，应该有点老了。一通描述，负责画像的人都懵逼了，只能按照描述加以修改。至于去酒馆的人，就更加查不到太多线索了。酒馆人来人往的，今天的外来者就有好几个。他们一个一个排查，发现有2个人失踪了，一个就是叶无穷，另一个人则偷了一些东西。酒馆老板正找人追他呢。那么失踪的这个外乡人上哪去找到他呢？这群变装又问了见过他的一些人，得到了些毫无卵用的证词。唯一有用的就是此人的确是打探了伯爵们的消息，但也没得到太多核心信息。会是谁呢？这些描述令家里越发的迷茫。如果是他的熟人，那就没必要打听这些小八卦了。如果不是他的熟人，没听过他的名字，又怎么会知道这是他们家族的怀表呢？就很矛盾。丹尼尔说，那个人也许根本没有离开酒馆，假装成了别的人，静静等着你的回应。家里，是的，如果他想得到我的回应，肯定会在附近守着，要么就需要那里有他的眼线。总之，他派人出去，他们问得太明显，算是已经暴露了他的在意。算了，给对面回信吧。机会难得，家里也不多纠结，忙自己的去了。他很快写好一封信，蜡封起来，让那个小乞丐顺便给带回酒馆。小乞丐也是懵逼，他不知道那人在哪里啊。家里当然派了人跟着他，他非常好奇幕后究竟是谁，有什么企图。当小乞丐茫然地来到酒馆，门口一名侍者把他迎了进去，接过了家里的回信，迅速走进了后面的房间。叶无穷拿到回信，扔出一把银币，做得很好。他再次从后门溜走了，飞檐走壁地掠到了酒馆对面的旅店中，再次转移到了旅店隔壁的隔壁。几间阁楼的阴影中，叶无穷先是鉴定了一下家里的回信是否有什么危害，才将之打开。入眼是歪歪扭扭的字迹。开个价吧。叶无穷不禁笑了，真是简单粗暴啊。看来家里的确是挺机灵的，不过这也说明这怀表对于家里真的很重要。可叶无穷在了解了几个王国的历史以及神血等等事情之后，就不是太相信什么祖孙情。这种亲情当然是存在的，却不至于让一名堂堂伯爵搭理一个不知打哪冒出来的人吧。伯爵已经是雄踞一方的存在了，对他肯定有什么特殊价值。再说了，是他爷爷的表，他爷爷都不急，他急什么呢？叶无穷拢着眉头在思考，本来随便抛一杆，没想到鱼真的上钩了。但这鱼有点滑溜，该怎么给他拎上来呢？东西自然是不能给低，重要性是一定要弄明白的。叶无穷想了想，决定跟他面谈。他先回了一封信，还画了怀表背面，那些花纹太细致，大致画一画就行了。将信纸装在一个皮囊里，扔到了街边一脸郁闷的小乞丐脚下，然后他直接跑路出城。叶无穷把见面地点
约在了城外3里左右的一个小树林。半个小时，带上1000万金币，不准带超过10个人，不然他就把这怀表砸个稀烂。管他呢，先漫天要价，家里会不会来，他就不知道了。万一碰上冤大头了呢？第108章不给钱。生擒家里，1000万金币，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家里看到回信，反倒笑了一声。如果对面只是想要钱，事情就好办多了。他现在并没有这么多金币，但还是决定前往。这个价格他也不可能答应，要当面讨价还价。15分钟后，家里带着10名贴身大侍卫出发，找到了神秘人所说的小树林。听到人马的响动，叶无穷从一棵树上飘然落下，看到突然出现的人影，家里心中暗暗一惊。他进入树林时自然也感应过，竟没有发现此人。这人来头应该不小，家里更谨慎了些。我要的东西呢？叶无穷看到一行人两手空空，他倒也不意外，好歹是个伯爵，怎么可能那么听话？一个衣着华贵的高大男子上前2步，我要先看到东西。双方隔了上百米的距离，但空气似乎突然紧绷起来，无形的威压在弥漫。叶无穷从长袍里把那怀表掏出来，扬了一下，立刻收了起来。他留意到对面所有人都看了过来，但看完之后，那群侍卫忍不住看了其中一个同伴一眼。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瞥，叶无穷仍是捕捉到了。叶无穷语气故意很嚣张，粗声粗气的：“我的金币在哪里？”家里说：“这位老哥，1000万可不是小数目，我实在凑不齐，100万怎么样？不能再高了。这就是你的诚意。”叶无穷语气恼怒，但心里却是大感诧异。这只是一个紫色品质的东西，而且没有任何属性，能值100万金币，这要是成交，他赚大发了。所以家里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钱来买一个破表呢？家里试图动之以情，这块怀表对我来说就像爷爷还在身边一样。巴拉巴拉祖孙情。叶无穷粗暴地打断，威胁道：“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要么拿钱，要么拿等值的东西来换，否则我就把它扔进焚烧炉里，化成铁水。”几名侍卫面面相觑，盔甲覆盖的面容都露出几分不悦的神色。面前的人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这么跟他们伯爵说话？家里又说了几句，叶无穷态度越来越不耐烦，坐地起价要至少700万金币，否则免谈。那些侍卫的眼神恨不得活撕了这个嚣张的家伙，但有一名侍卫没什么表情，却是从始到终都盯着叶无穷，目不转睛的观察。这样吧，贵重的东西我都放在家里，你和我去坎特城拿。家里满脸恳切，我想谁都不会带着全副身家出门游玩吧。叶无穷心想，我偏偏就是。他冷哼了一声，你当我是傻子吗？去坎特城，等着他的肯定是天罗地网。叶无穷，这样好了，你和丹尼尔不是兄弟吗？听说他家有很多龙，去给我弄几10条来吃，否则你再也看不到你爷爷了。家里一众侍卫，来吃？你怎么不上天呢？叶无穷只是口嗨罢了，他就是想瞧瞧家里和丹尼尔的兄弟情到底牢固到什么程度。家里满脸为难，我不知道他的龙养在哪里，先生，我们应该好好谈谈，给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条件。回家跟你爷爷谈去吧。叶无穷扫了他们一眼，转身就走。在丛林里，他的身形犹如松鼠一样灵活，闪转腾挪，眨眼间就跑出了老远。先生，家里等人赶紧追了上来，他们一边追一边防备着可能潜藏的危险。这个树林是对方选的见面地点，提前做一些布置的话。只是家里也并不老实，虽然带了10名侍卫前来，周围却有上千人潜伏过来。叶无穷也没指望他能听话，但事情比他想的还要有趣一点。他并没有跑太快，给他们留了一点追上的希望。家里等人骑着高头大马在树林间奔驰，四下搜寻着。一群人稍微分散开来，但家里身边却只有一个人，反倒是另外一个侍卫，一左一右，一前一后都有人。叶无穷猛然从树上跳了下来，以重剑将他们的攻击格挡开，和那名有点特别的侍卫交手。很好，大家用的都是金属武器。一股强烈的电流顺着叶无穷的重剑传导进了对方的大剑中。啊！侍卫大叫了一声，大剑脱手坠落在地。他本人则是身体僵硬，猝不及防之下被麻痹了。嘿嘿，叶无穷一笑，扔出一条特制绳索，直接将此人套住了，再一拉便将人拽了过来。溜了，他双脚在树上一蹬，借力窜出老远，在林间迅速奔跑，将迅捷之靴的主动技能用出，眨眼间速度提升了数倍，简直超越了音速。最大的阻碍反倒是空气，那群侍卫追在后面也是个显神通，却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将他们稍微甩开之后，叶无穷掏出了独角兽，走。他一手紧紧按住抓过来的人，骑上独角兽，
一眨眼出现在200-300米之外，再眨眼就消失不见，成为了一道白色的流光。嗖嗖嗖，耳畔风声呼呼作响。嘿，家里小家伙，叶无穷打招呼道。独角兽背上的侍卫，真正的家里，脸色震惊而复杂，颇为难看。他竟然被对方生擒了，这是他怎么都没想到的走向。都是事发突然，他没能做更多准备，只有简单伪装一下。如果不是这怀表特殊，他绝对不会亲自过来以身犯险的。更没想到的是，对方的实力竟如此惊人，一个照面就将他麻痹了，令人防不胜防。这是什么能力？特殊的魔法？家里在飞快的思索，他并没有看到魔法的光芒与波动，因为叶无穷直接用的电流并没有用什么法术。雷系能量在叶无穷眼中和电能是很像的，低调点就没有蓝紫色光芒。家里很快想到，这可能是雷系。这个人又老又丑，阴恻恻地对他冷笑，再加上那句小家伙，家里双眸大睁。你是古斯塔夫吗？第109章不打自招。试炼场的密钥，古斯塔夫，家里居然把他认成了古斯塔夫。叶无穷眉梢一扬，并没有反驳。这个名字他在瑞格镇的时候听过，好像是个传奇法师，应该很牛逼吧，不然也不会让小家里露出有些恐慌的神色。叶无穷哼笑了声，眸光很是欣慰地盯着家里。他伪装的这张脸又老又丑，这种不怀好意的眼神直接就让家里全身更加紧绷了，满脸都是担忧，生怕他有什么不良企图。叶无穷轻蔑地看着他，怕什么？我对你的菊花没有兴趣。家里疑惑不解，然而神情还是有些紧张。他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实际上在小心地尝试解除身体的麻痹状态。叶无穷发现他细微的动作，二话不说，又是一道电流涌出。10万伏特，家里身体再次僵直，内心问候起了叶无穷的祖宗18代。几分钟后，独角兽在一片密林里停了下来，半人高的杂草，茂密的大树，视野严重受阻。叶无穷把家里扔到地上，冷冷看着他。家里仍是在悄然尝试解除麻痹，想要摆脱这个恶魔，他必须先恢复行动能力。听说你的天赋很不错，叶无穷以苍老低哑的声音说道。家里努力摇头，心里则是在想，古斯塔夫会为了钱把他绑到大老远的地方吗？会雷系法术吗？说不准这老疯子精神有问题，谁都摸不透。他以往的出现记录里也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至于雷系，他可是活了几百年的传奇法师，会雷系并不奇怪吧。对了，还有独角兽，古斯塔夫的确有一头独角兽，这可是很罕见的神圣生物。家里越想越觉得今天真是倒了血霉。他唯一想不透的是，消息放出去不过才几个小时，古斯塔夫怎么就出现在这里了？哦，传奇法师一定掌握了空间魔法，只需要召唤一个传送阵，就能瞬间出现在千里之外。家里越来越沮丧，唯一的念头就是保下自己的小命。在想什么，小伙子？叶无穷用脚尖抬起他的下巴，长得真不错，比起我要差了一点。既然家里误解他是古斯塔夫，他便试图伪装一下，并不清楚该怎么装，索性装作对家里有兴趣吧。家里脸上有几分生无可恋，但并没有放弃挣扎。他一边驱动气血唤醒麻痹的身躯，一边拖延时间说道：想必你已经得知雷系神学者的消息了，这消息就是我放出去的。我知道他在哪里，我可以给你带路。言下之意，不要杀我呀！叶无穷以幽深可怕的眼神盯着他。好家伙，这是不打自招了。叶无穷心想，雷系神学者不就是我吗？所以这货故意放出消息，想引起古斯塔夫对他的兴趣。虽然对古斯塔夫完全不了解，但他直觉准没好事。叶无穷阴恻恻地说：哦，是你呀，那我们可真是有缘。家里笑着点头附和。他还没说出什么请求，就被叶无穷凶神恶煞的一剑砸在胸口上，说：那个破怀表到底有什么用？嗨，家里一脸无语，对方居然没忘记这事。家里大人，雷系神学者不是有意思吗？他可是活的，会跑啊！叶无穷加大了力道，恨不得掏出锤子。说不说，他现在的力量非常惊人，之前就有7万多点。杀死女伯爵得到的阿伦森圣痕碎片又增幅 20%， 直接突破了9万点。又是以这样居高临下的姿势，更好用力。被动的家里感觉盔甲已经变形，呼吸变得困难起来。很好，我将想方设法的蹂躏你。叶无穷嘿嘿一笑，他拿出了那块怀表，在家里眼前晃了晃。家里睁大眼眸盯着。叶无穷察觉到一股强烈的精神波动，家里大概是在尝试用精神力控制什么东西，以此打破局面。很好，这块怀表的价值比他想的还重要些。叶无穷心念一动，
将表收进系统包裹，同时一脚踩在了家里的某个不可言说的部位。我们拿你的小兄弟下酒怎么样？家里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痛呼。叶无穷突然发觉，揉令别人好像有意好玩，主要是雷系的麻痹太好用了。只是家里的体质也很强，抵抗力强很多，他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再来一下，愉快地玩耍了快半个小时。吃下一肚子乱七八糟药剂的家里，皮肤变得五颜六色，非常诡异。他很难受，更可怕的是死亡的阴影笼罩下来。面前的人是个强大的疯子，随时都会收割他的生命。家里权衡之后选择了妥协。我告诉你，但你不能杀我。叶无穷无所谓的耸耸肩，你先说。家里说，那是我们家族试炼场的一把秘药。家族试炼场？叶无穷微微眯眸，听起来像神域试炼一样，应该是充满打斗、比试和考验的地方。当然，有考验就有奖励，有实力的提升。再联系到贵族们的家庭情况，叶无穷便明白了，家族试炼场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关系着一个家族的实力，实力就是地位。他的语气不容商量，带我去看看。传奇法师阁下，容我告诉您，除了我之外，任何人拿到怀表都是没有用的。家里小心翼翼地说，这毕竟是家族试炼场，需要家族中神血超过 50% 的成年人的血。叶无穷摸了摸他的脑袋，淡淡道，你在我手里，一方是行事不由人，另一方扯虎皮做大旗。传奇法师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已经到了这份上，家里只得答应下来。叶无穷拿着怀表给他看背面的花纹，家里将试炼场的所在地点破译了出来。不答应也没办法，这个恶魔会用更可怕的手段折磨他的，只要能活着就还有机会。阿伦森山脉北部一个小山谷里，叶无穷与家里站在一座残破的神庙之前。第110章试炼之地。铸币图纸，这掩藏在密林中的神庙就是家里家族的试炼之地。叶无穷冷厉的目光逼视中，家里慢吞吞的一通操作，把神庙附近10几个残破的石柱搬起来，按照一定顺序放到某些位置，又将自身一些鲜血按顺序注入其中。没多久，异样的光芒亮起，神庙大门轰然开启，里面黑乎乎的。叶无穷再次电了家里一下，一脚将他踹了进去。这小伯爵也就是太倒霉，落在了他手上。如果让家里占据主动，或许比他残暴10倍。家里暗地里将他是神学者的消息传递出去，吸引古斯塔夫。虽然叶无穷尚未接触过这位传奇法师，却知道绝不是好事。所以，来啊，互相伤害啊！家里心底咒骂着，跌进了神庙内部的试炼空间。但家族试炼场可以多次使用，相当于一个特殊的演武场。他只是进入了大厅，并没有触发试炼。试炼需要自行选择难度才会开始。家里小可爱，你还好吗？外面传来喊声。家里扫视了一圈试炼大厅，眼睛一眯，计上心头。家里坐在地上，竭力大喊：我很好，我发现了一些宝藏。叶无穷随手扔了一个小傀儡进去，工程学物品，可以查看它的状态。很好，什么动静也没有，小傀儡活得好好的。叶无穷全神戒备，踏入试炼空间中。第一次进试炼场，要多积累些经验。他飞速打量周围一圈，和他想象的有些不同。这是一个空旷的房间，没太多装饰，但地面与墙壁都是漆黑平整的石头，似乎是什么特殊材质。他们对面立着一排7个大小不一的雕像，有怪物，也有人形生物。一排雕像由矮到高，像个信号标志。叶无穷猜测，这雕像恐怕代表试炼的难度级别，就是不知如何开启。不会也要家族成员的血液吧？家里则是满脸郁闷，在掩饰内心腾起的一丝希望。他被电了好几次了，发现自己逐渐适应，每次麻痹的时间都在缩短。再过一段时间，等他的身体适应了，就能想办法将伤害降到最低，然后逃走。叶无穷既然是试炼场，愣着干什么？试炼场在他理解就是个特殊的刷怪地点，让他瞅瞅刷出来的怪是什么样的。家里默默地咬牙，心里恨得要命，但这人的控制技能太强了。家里的脑筋飞快运转，他限制不了这人，只能把自身损失降到最低，其他就别想了。叶无穷把家里拎到了最小的雕像面前，眉毛一扬，示意他开始。家里磨磨唧唧的取出了一个家族徽记，再次注入些许鲜血。怪物雕像被激活，一群猫咪大小的铁甲老鼠涌出，它们跑得很快，牙齿锋利，成群攻击过来。叶无穷一脚踹出，2只老鼠飞出老远，摔死了。他目光一扫，大致明白了，这些怪物雕像确实代表了刷出怪物的种类。让家里自己慢慢玩吧。叶无穷发现大厅侧边还有小房间，
他暴力地搜刮了一通，强行将房门打开。这是一条楼梯，通往黑暗的地下。叶无穷却是不怕，他有夜视天赋，又是黑暗精灵，灯也不用，直接走了进去。静悄悄的，什么都没有。很快，叶无穷就到了地下走廊最深处，这里一左一右又有2个房间，这里没有任何生物活动的痕迹，很宁静。但藏得这么深，肯定是存放着一些重要物品。他暴力地毁坏了房门，打开房间，目之所及，的确有几口大箱子，箱子、书柜、架子，物资，真是来对地方了。叶无穷心中暗道，他一刀扎断了箱子的锁，金光微微溢了出来。打开一看，满满一箱都是金币。哦豁！叶无穷觉得这趟没有白忙活，果然还是贵族们这种土财主，家里有钱。他把箱子全都打开，所有物品清点一番，5箱金币，一共500万，还有1箱宝石。叶无穷也不清楚宝石除了漂亮还有什么用，可能有些是特殊材料吧。总之，这是一个家族的珍藏，差不到哪去。柜子里还有一些书，叶无穷翻了翻，好像有家族族谱、历史之类，还有提升实力的一些指导书，武戏、魔法都有。叶无穷恍然明白了，这是家里家族准备的一条后路，免得遭遇意外，断了传承。我也不知道怀表怎么就到了我手中，这就是缘分啊！你我本无缘，全靠你花钱。他继续清查第2个房间，这里放了很多图纸、各种装备、建筑、药水，还有一些稀奇古怪、叶无穷从没见过的东西，但品质都很高，至少也是成色。叶无穷还看到了一些强体药剂的配方，比他们以前用勇者血液淬体要规范、高效多了。还有针对各方面弱点的练习方法，比如增长力量、强化体质、提升速度或精神力等等。还有一些对战的详细记录和得失分析，多达几十本，非常厚，都是家族培养人才用的东西，是增长实力的大道。这些东西家里家族使用了上千年，已经很是完善了。这样的好东西，叶无穷自然也是收起来。其实穿越以来，大家习武都是凭自己摸索，互相摸索，并没有得到太多指点，也很依赖于属性点的提升。但面板上的战力终究只是一个死的数据，实战中能发挥出来几成，这是个问题。所以战斗技巧与经验非常重要。叶无穷大致翻阅，明白这套习武秘诀能够帮人们更好地了解并掌控自己的身体。这是什么东西？把众多图纸收到系统仓库之后，叶无穷突然发现其中一张图纸是奇怪的颜色，是比橙色高、比金色低的暗金色。再定睛一看，叶无穷顿时惊了。铸币图纸，他急忙拿出来看清楚，很好，的确是伊纳尔金币和银币的铸造之术。卧槽，家里竟然连这东西都有，是不是想造反？第111章斩杀山岭巨人。叶无穷自己想仿制金币，可怎么改进技术都弄不出来。伊纳尔不是这么好造的，因为这是4个王国通行的货币，但各地的老大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为了树立威信、收割声望，可能会铸造带有自己家族标志的货币。伊纳尔的铸币权，国王手中肯定有，下面是亲王、公爵，不知有没有，但伯爵只是雄踞一方，肯定没有铸币权的。叶无穷不知这张铸币图纸是不是真的，直接拿走试试就知道了。如果是真的，他再也不用操心钱了。仓库里囤的万吨金矿石也有了用武之地，暴富之光即将照耀下来。单单是这张图纸，他这一趟就来得非常值，再加上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收获，简直赚大了。就当是家里为怀表付出的代价。为这价格，两人还没谈妥呢。想到家里，他还在上面，不知是否有变故发生。叶无穷将所有东西一收，立刻脚步轻灵地朝上面跑去。他如风一般，几乎听不见脚步声，很快就从楼梯上到了大厅。家里正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周围是一片铁甲老鼠的尸体。家里转头看过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叶无穷略感意外，他竟然没有趁机逃走，行动力还没完全恢复。实际上，家里刚刚紧张地思索了很多，他在怀疑这神秘人到底是不是古斯塔夫。虽然也很奇怪，可接触久了又觉得有点不像。古斯塔夫可是传奇法师，很多人将他看成是半神级的存在，实力强得可怕，甚至于法杖一挥就能瞬移。而面前这人也有法系的能力，看起来却并没有那么的鬼神莫测，就是还不够神经病。不管他是谁，家里决心离开这炼狱一般的地方，远离可能到来的危险。家里对叶无穷笑了一下，要我接着试炼吗？叶无穷轻轻颔首，手指不动声色的微微一动，雷霆能量在涌动，他一弹指出手了。比他稍早一些，家里像兔子一样跳了起来，哪怕穿了一身重甲，
但他的速度依然很惊人。这几分钟，他几乎完全从麻痹状态中恢复了。不到半秒钟，家里便跑向了最大的那一尊怪物雕像。早已准备好的鲜血泼洒在怪物的眼睛上，又将家族徽记扔进了他的嘴里。叶无穷身形一掠，追了上去，滚滚雷霆出手。这小子像泥鳅一样滑溜，他刚才确实有点失策，急着探索地下库房，几乎忘了家里的存在。家里将家族徽记扔出之后，就不管了，埋头逃命。一边逃跑，一边掏出一张银灰色的魔法卷轴，口中念起了咒语。一道白光浮现在他的脚下，迅速地结成了传送阵形状。蓝紫色雷光涌来，化作几十种武器，袭杀下来也没能打断这卷轴生效。啊！家里在惨叫声中消失在原地。白色传送阵停滞了几秒，光芒就渐渐暗淡消失。叶无穷并没有追上去，因为巨型雕像召唤出来的怪物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身高有10米左右的人形怪物出现，脑袋顶住了天花板。它看起来非常诡异，全身很多地方在一坨一坨的动着，像藏的有活物似的。山岭巨人，哟，岩石、泥土、森林之子，你最好不要招惹他。他生起气来，大地为之颤抖。至于等级、属性、技能等数据，全是问号。我讨厌小地方，要打出去打。叶无穷转身出了试炼大厅，从神庙入口去了外面。这个人形怪追在后面出来之后，这家伙像是见风就长，吹了气一样的迅速变大，更高、更大、更强。叶无穷刚朝他放了几个雷系法术，这货就直接长成了几百米高的真山岭巨人。他看起来更奇怪了，一个由岩石、泥土、森林拼成的家伙。叶无穷属实不能理解，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生命？像你这么大的家伙，我还看过一个。叶无穷掏出大弓朝他射去，但他被我打死了。雷光剑在山岭巨人身体上爆开，岩石乱飞，冒起了一片火花。山岭巨人发出一声怒吼，两脚一跺，冲击波释放而出，大地轰隆隆震颤起来，宛如地震。这个笨重的大家伙的确是有两下子，但叶无穷无所谓，他掏出了雷神之锤。他既有强大的力量，也有强悍的体质，还有惊人的速度。虽然没有山岭巨人皮糙肉厚，可速度却是他的几十倍。蓄力之后的一锤重重砸在了山岭巨人的大脚上，咔嚓，巨脚断裂。山岭巨人登时有些不稳，歪了歪，倒在地上。叶无穷趁机捶了他很多下，眼看着他的血条竟蹭蹭的往下掉。沉重的雷神之锤专门跟这种家伙硬碰硬。但很快，山岭巨人身体分解了，又重新组合，再次站了起来。他吸收了新的岩石块，血量也因此恢复。叶无穷有所领悟，这家伙应该是土木系的，只要还在地面上，就能源源不断的回血，但伤害够高的话，仍是能将其击杀。叶无穷不知家里被传送去了哪里，再加上诺曼玫瑰那边还打着仗呢，他要速战速决。20分钟后，漫天乌云，雷霆滚动，一片雷海笼罩了此间，无尽的紫雷以劈天立地之势劈杀而下。山岭巨人轰然坠落，彻底分解，他终于死了。皮针后，叶无穷的雷系能量几乎耗尽，同时高爆手雷一次性用出了5000个，打出了万吨伤害，终于把山岭巨人一下子轰死了，半点回血的机会都没给。恭喜你击杀了稀有 BOSS 山岭巨人，你获得了系统的提示，一条接着一条，他都懒得仔细看，手握雷系晶石，抓紧回复能量。不过看着这个奖励架势，他是不是完成了一次 BOSS 单刷？叶无穷不听系统哔哔啥，直接去山岭巨人尸体中捡起了几个散发着莹莹之光的东西。这么多，这家伙私房钱不少啊。第112章，实力暴涨200阶，单杀掉山岭巨人，自然爆出了一堆物品。叶无穷一直理解的是，杀怪掉的东西都是怪物藏的私房钱，怪物又穷有富，所以掉落的东西也不一样。山岭巨人作为一个 BOSS， 显然身价不菲。山岭巨人之心，橙色，你可以用它来召唤一些小巨人，注：他们拥有进化能力。这是一个召唤类道具，效果比远古树林之心差一些，只能召唤，没有进化和治愈的能力。但召唤的小巨人也能进化，就还不错，很值。叶无穷甚至把他们的名字想好了，就叫熔岩军团。到时候往荒山上一趟，直接多出一支队伍，他们还不用吃饭。山岭印记，成力量、体质、精神属性正10%。这个印记的加成效果不如阿伦森圣痕碎片，这也正常，毕竟那是从阿伦森的伯爵手中得来，神血超过50%的人。但山岭印记加精神，叶无穷现在魔武双修，精神力也是多多益善，直接将印记装备上。还好这异界并不是游戏，没有饰品佩戴数量的限制。印记上身，
叶无穷只觉得一阵暖流涌入体内，身体瞬间充盈进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能量。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又变强了许多，原本已经9万多的力量与体质，10%的加成之后突破了10万点。精神原本有7万多点，现在也冲上了8万。片刻之后，这股新增加的实力完全稳定下来。系统提示：恭喜你，战力突破了200阶，你在这个世界拥有了更多权限。叶无穷仔细一看个人面板，惊讶地发现他的综合战力真的已经达到了200阶1星。这玩意儿，自从建设城邦之后，他就很久没关注了。乱杀用不着，还有等级也没再留意过，因为升级带来的属性点加成没有多少，对他来说收益不大。新手村之后，系统也是刻意淡化了大家对等级的印象，没有再在等级上做限制。出了新手村，能量点不仅是杀怪获取，制造物品也行。总之，付出劳动都有可能获得能量点，但越后面升级越难。叶无穷现在是52级，区域第一，这个目前没有奖励，他并不 care， 主要是战力200阶让他有些感慨。犹记得之前全属性都是5万的时候，战力是50阶左右，但后来他修炼了雷系，提升着雷神血脉，又得到了雷神之锤，再加上圣痕、印记等东西，后来属性点再次提升，现在战力能到200阶，至少有一半是雷系魔法的作用。因为系统计算的是总战力，叶无穷思考了片刻，雷系确实很强，毋庸置疑，但武道他也不会放弃，并且要加强训练力度了。他必须得有近战能力，还需要强健的体魄来给强大的精神力提供载体，身体才是本钱。下一瞬，系统全区公告，一位低调的帅哥战力已提升至200阶，区域竞技场开启，建设竞技场即可进行区域竞技。叶无穷有些恍然，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还有些不习惯。区域中，卧槽，这是谁？哪里冒出来的？你傻了吧？这是无忧城城主啊，不然还能有谁？200阶？我们真的是在同一个世界？不是，我们在泥巴里，人家在银河系。叶无穷并没有在区域聊天发言过，这个 ID 只有无忧城的人认识。区域的其他人都被这突然而至的区域通告吓了一跳。200阶啊，换算星级得 X12，就是2400星啊。到后面想升1星，难度是前面的数倍不止。他们现在很多人被分流成了生产生活职业，战斗力比在新手村的时候并没有提升几阶。至于那些武者和战士，新手期结束的时候，大多数人是在15-17阶的样子，而且是因为前期星级之间的战力要求不是特别大。如果前期2星级之间差的是1000战力，后面可能会变成2000、3000。我去，我拼命干到了40阶，已经穷得快吃不上饭，要吐血了啊！忽然觉得好累。一名干地沮丧发言：离谱，太离谱了，这是凡人可以听到的消息吗？我宣布，这位英明神武的城主现在开始就是我爸亲的。滚！城主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他的好蛋儿明明是我。已经没必要再犹豫了，我们愿意向无忧城宣誓效忠。系统公告一出，在区域内激起了一片叫爸爸的声音。一直都有人叫爸爸，但今天从半夜开始战火不绝，无忧城以迅雷之势连破欧罗巴2城，是毫无疑问的区域第一城邦。可是这也不如他们城主个人战力达到200阶来的惊人。战争那是集体，这可是个人啊，个人强的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存在，怪不得能杀掉女伯爵。城主大人，我要给你生猴子。无忧城内更是欢天喜地，热闹非凡。和叶无穷关系不错的那些人，城邦的管理层，还有战士团的一些人也纷纷发来贺电。叶无穷看着密密麻麻的消息，无语中设定了一个自动回复，不再多管。系统精打岔，咱的战利品还没看完呢。叶无穷很淡定，实力一直都在稳定提升，一招达到200阶，不是很正常的吗？有什么好惊讶的？就是这么强，将来还会更强。300阶、400、1000阶。技能书，叶无穷发现战利品里有一本绿油油的书，瘴雨蛮烟，释放许多森林瘴气，制造一大片令人恶心的毒物。它可能是诅咒、病毒和各种毒素的混合体，不会对你造成影响，对其他人却是致命威胁。至于这个一大片是有多大，说明里是2000乘以2000米。叶无穷已惹，居然是一本毒系技能书，而且像是大招。第113章毒系技能，独角兽的进化方向。这本毒系技能书对学习者没有木系的要求，只是精神要求比较高。叶无穷决定自己留着用，大招嘛，技多不压身。他已经想到，既然是释放出一些瘴气，
那么可以扩散，也可以浓缩。技能说明里给的范围只是个参考罢了。叶无穷直接把障雨蛮烟给学了，继续清点其他掉落物。除了些杂七杂八的小破烂之外，比较有价值的还有一堆晶石，木系 X23，土系 X35。出乎意料，竟然还有6个光系晶石。山岭巨人怎么看都跟圣光没有关系，可能是他的收藏品吧。此外，还有一件绿油油中夹着土黄的装备——山岭巨人之铠甲，生命值正 20%， 体质加2000点，伤害减免正 50%。被动效果，大地的能量会使你得到治疗。当你接触大地时，生命回复速度正 100%。叶无穷现在血条已是厚的可怕了，体质有 10W 加，血量是体质的10倍，每秒的生命回复速度也有4-5千，饱食的状态下会更高。穿上山岭巨人的铠甲，站在地上，生命回复可以翻倍。不过这东西平时用处倒也不大，起码得掉血才有机会回血吧。叶无穷身上已经有2件防具了，一件矮人大师打造的，另一件从东条义雄那里得到的邪神盔甲的仿制品，这2件都有护盾效果。叶无穷又把山岭巨人的铠甲也穿上了，哈哈哈哈，反正不是游戏，不嫌重的话穿100件也可以，安全感加666，宝宝真是命好啊！叶无穷掂了掂手中6颗难得的橙色光系晶石，今天的100倍技能还有10几次，果断用在这些晶石上。600颗光系晶石 get， 独角兽可以吃个闷饱。宝宝，你猜？叶无穷把毛毛召唤出来，手握成拳，伸在他面前，让他猜。毛毛眨巴着银色大眼睛，颇为惊喜。我感觉到了，是好吃的。真聪明。叶无穷抚摸他的脑袋，摊开手，抓出了一把光系晶石。够不够你进化一次？独角兽毕竟年幼，实力远远没达到极限，只是需要大量的光系物品。今天意外得到这些晶石，小家伙果然是很有福的。应该够了吧？毛毛看着一颗颗闪光的晶石，快要流口水了。叶无穷，像你们这种级别的神兽，应该可以自己选择进化方向吧？确切的说，不是选择，而是下意识的选择某个方向。比如黑熊，或许想要更大的力量；猎豹想要更快的速度，但他们也可以选其他方向来另辟蹊径。叶无穷对毛毛非常满意，根本挑不出任何弱点。非要说的话，它是陆地生物，目前没有大片水域，水系能力没什么用，但飞行能力是他一直都想要的。叶无穷循循善诱，宝宝，听说有些独角兽可以像天使一样长出翅膀，你知道天使吗？毛毛想了想，点点头。他见过天使的雕像，就是那样吧。叶无穷让他更好理解，或者说像龙龙那样有一双翅膀可以飞，飞起来肯定比跑得还快。你不想像巨龙一样到天空上看看吗？毛毛连连点头。他看过龙翼士兵在天空飞翔，在地上的话就只能仰望。而且小黑龙都有翅膀啊，我也想要。毛孩子传递出这样的念头。乖，那就专注的往这个方向进化吧。叶无穷立刻给予万吨鼓励，顺带翻出了一张天使的画像送给毛毛当做参考，随手抓了一把光系晶石给他，大概有上百颗，给你当零食，但也别吃太多，小心撑着。独角兽双眸亮闪闪的，开心的像个500斤的孩子，当即小心翼翼的舔了一颗晶石进嘴里，嘎巴嘎巴的嚼着。不用再吃阳光了，毛毛让叶无穷放心，他一定会努力变强的。懂事的崽，这娃子温柔治愈，聪明乖巧，叶无穷不能更满意了。也该走了。叶无穷环顾四周，和山岭巨人战了一场，他崩解成了无数岩石、泥土，附近已经大变样。家里家族试炼场不知被埋在了哪里，就算他找到也用不了，没有家族成员的鲜血，无法再召唤试炼怪物出来。这一趟收获已经爆棚，没必要再待下去。叶无穷骑上独角兽，但迷茫了一下，一时竟不知该去哪里。他来慕容城本来是打探龙的消息，遇到家里只是意外，那还是继续找龙吧。他实在是好奇慕容城是如何驯龙的，这是门手艺啊。叶无穷此时的位置距离慕容城并没有太远，还在方圆100里的范围内，但他把家里劫走，城内恐怕已经乱了套，不宜再回去，随便逛逛吧。叶无穷让毛毛在慕容城四周转一转，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哪怕是找个小镇进去看看也成。毛毛四蹄一动，脚下像踏着风一样，眨眼间便远去了。群山苍翠，叶无穷在一望无际的山脉之间穿梭，景色很不错，但他的注意力全在系统地图上。深山老林里可能会有遗迹等神秘地点出现，叶无穷也探索过小遗迹，但收获不怎么样，对他来说简直浪费时间。随着他和独角兽的足迹，慕容城周边区域更为详细的情况
也标记在了地图上，但以地形居多，没什么特别的。忽然，叶无穷看到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兽头的标志，代表这里有大批的兽类聚集。毛毛，去那边看看。叶无穷指了一个方向，这是一个山谷。叶无穷距离那里30-40里，就听到了此起彼伏的龙吼之声。龙，微风里送来各种各样的细微声音，他的精灵耳朵动了动。此地位于深山的山谷，距离慕容城不远不近。如果在这里养龙，极有可能。叶无穷一阵兴奋，叫毛毛加快速度，但也不能太莽，小心一些。这里肯定有重兵把守，他不想浪费时间在打架上，找机会直接溜进去比较好。第114章，这只巨龙中暑了，不如我们。无名山谷，龙吼阵阵传来，远远的叶无穷就看到一些人影守卫在四周，他们身上反射出金属光芒，必然全副武装。幸好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精灵，山谷里还遍布草木，很适合掩藏身形。叶无穷停下，和毛毛观察了一阵子，准备直接潜入进去。身为精灵，他无比敏捷，前行能力也很出众。毛毛一路都在嚼巴着光系晶石，已吸收了一些能量，将自身速度又提升了一点。虽然还没发生质变，但多吸收1分能量，就有1分的增强。叶无穷在山谷四周转了转，不多久便弄明白了守卫巡逻的规律，也找到了防守最薄弱的部分。他骑着独角兽直接过去。繁茂森林里，一道白色身影轻灵地穿梭而过，根本看不到他究竟在哪里。很快，叶无穷到达山谷外部的最高点，他掩藏在绿树后面，俯视着下方。下面就是山谷，方圆有20-30里，绿草如茵，生长着一些树。一条溪流横穿山谷中，靠近石壁的部分略显荒芜，却有巨大的石窟。巨龙巢穴，果然是养龙的地方。人家有农场，你也有龙场。下方到处都是巨龙，各种各样的，形态各异，大小不一，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叶无穷仿佛突然间跑到了侏罗纪世界，不过这里基本都是双翼飞龙。他观察了一下，下面的龙最大的似乎也没有小黑龙的妈妈红龙巨大，可它们的体型已经很是庞然了。现在是黄昏时分，一些龙懒洋洋地躲在阴影中，另一些则在溪水里扑腾。至于那些牧龙人，3-5成群地坐在篝火旁，正在用晚餐，大声地聊天，不时地看一眼龙群，就像一起带孩子出来玩的妈妈们。叶无穷目光敏锐，脑海中飞速思索，已经看到了几条可以下去的路线。他收起独角兽，决定再等一会。不到半个小时，山里天黑得快，天色彻底漆黑下来。静止状态的叶无穷融在夜色里，宛若彻底隐形。他找了一个位置，顺着山壁小心地攀爬了下去。刚刚在等的时候，他用望远镜将这龙谷彻底观察了一遍，并不是所有龙都混在一起。山谷里自由活动的是成年龙，另外圈了一片区域是幼年龙。此外，还有一些龙蛋在外面晒太阳，天黑之后又被搬了进去。叶无穷的目标就是这些龙蛋，因为他发现不管成没成年，这些巨龙的脖颈上都有相似的红色印记。这印记就是一种记号，代表这是丹尼尔家的龙。像一些人养家禽家畜，也会在他们身上做些记号。叶无穷更愿意相信，在魔法世界，这印记不仅仅是记号，或许更是一种精神烙印，简称认主。既然如此，他懒得碰已经成型的龙，还要花时间精力去调教，体型又大，不方便带。除了杀了吃肉，还是抱几个龙蛋算了。叶无穷像一条壁虎一样从山壁上溜了下来，下方就是存放龙蛋的地点。一些牧龙人在篝火边吃饭，他们在轮值，另一些则在屋内吃饭。至于那些守卫，主要散布在山谷外围，一队一队的在密林间巡逻着。他们的任务一是防止外敌入侵，二是野外狩猎、野兽养殖，给巨龙提供食物。基本只有龙群暴动的时候才进入山谷中。叶无穷运气不错，今天巨龙们还算乖。山谷里宁静宜人，无事发生。他不来的话，叶无穷迅速到达龙蛋室门口。室内有灯，灯光不算太亮，但一排排的架子是有阴影的。他一个闪身便溜了进来，站在了阴影中。屋里有2个人，将龙蛋排放好，查看记录他们的状态。罗恩斯，刚才好像有个影子闪过。有吗？我什么也没看见。2人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异常，便继续工作。等2人距离自己最远，叶无穷出手了。在他眼中，龙蛋散发着紫、蓝等颜色的淡淡光芒，根本不需要多考虑，拿紫色品质以上的。嗖嗖嗖，精灵的麻利手脚非常可怕。几秒钟的时间，10几颗龙蛋就消失在架子上，在叶无穷的系统包裹里安了新家。第16颗到手的时候，一个管龙蛋的人惊叫起来，龙蛋不见了。
室内2个人慌忙跑过来查看，终于看到屋里竟然还有第3个人。他们一个大喊起来，另一个拉响了警报器。叶无穷伸手一捞，又一颗龙蛋带走。溜了，龙场内已经乱了，那些木龙人齐齐朝这边跑来，外面的守卫也是陆续涌进来。巨龙们倒是没什么异常。叶无穷从一群人身边掠过，速度如风一般，众人都有点懵，汗毛倒竖，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在周身炸开。这是什么鬼东西来了？太快了，快得他们根本没有看清，只隐约看到是个人形，却不知是人是鬼。一些巨型探照灯被打开，几乎将附近照得如同白昼。人们终于看清了那道身影，大叫起来。他往厨房跑了。叶无穷丝毫不慌，但迷路了，误入厨房后门。出乎意料，庭院里竟然有一头2-3米长的巨龙，它的双足和翅膀都被绑了起来，吊在一个高大的架子上。地上还有一个盆，接缓缓滴落的龙血。怎么看这里都是临时屠宰场啊！这只巨龙好像中暑了，不如我们。叶无穷发现它已经是条死龙了，直接把它收进了系统中。这时那群人已经追来了。叶无穷一跃登上了屋顶。朋友们，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但我是真的得走了，拜拜。众人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谁款待他了？快通知外面追。龙场中一片混乱。叶无穷已经掏出独角兽，直接从守卫大队中穿梭而过，速度快，就是这么任性。对那兄弟俩来说，这可真是太公平了。第115章，我是为他们的兄弟秦着想啊。原本只是家里一个人遭受了厄运，现在好了，丹尼尔也有损失，这样2个人聊起这些的时候就不会尴尬了。当家里大吐苦水表示愤怒，丹尼尔感同身受的表情会自然许多。哎，我真是为他们的兄弟情操碎了心啊。叶无穷骑着独角兽在山林间穿行，一边想着，我就是这样的好人。系统，你的天赋欺诈者已升至4级，令人信服的魔力正 20%。 叶无穷，他骗谁了？谁也没骗啊。行了，巨龙相关的目标也完成了，真的可以回去了。叶无穷不打算再继续浪了，没有目标，在外面瞎逛太浪费时间。回城清点收获。又到了夜晚，得紧盯战况了。1小时左右，叶无穷回到了无忧城，一切都很正常，和他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小黑龙乖乖地待在城主府中，哪儿都没有去。他正懒洋洋地躺在桌子上睡觉，一看到毛毛回来，立刻飞了过去。滋哇滋哇的龙语，你们去哪里了啊？毛毛也不知道如何形容，很远的地方发生了很多事。叶无穷看到小黑龙，眼睛一眯，掏出一个龙蛋，看，龙蛋比鸵鸟蛋还要大，一个足有3-4斤重。叶无穷说，等我把它孵出来，我又有了一条龙。龙龙顿时有点傻眼，但是他嘴硬，那又怎么样？哼！叶无穷又掏出一颗龙蛋，以及很多龙蛋。发生了什么？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龙蛋？叶无穷大手一挥，到时候我把它们全都孵出来，挑选出最优秀的那只。至于其他的，砰的一声，一头巨龙的尸体被扔了出来。小黑龙石化了，片刻，他哇哇大叫：“魔鬼！魔鬼！”叶无穷也不多说，其实他是吓唬小黑龙的。这些巨龙蛋品质最好的只是成色，而且看品种似乎没有学暗系魔法的资质。关键是孵化期很长，这是从外面得到的蛋，不是来自系统。孵化期与这个世界基本情况是一样的。叶无穷把龙蛋和巨龙收好，便去找胖子。这哥们儿现在已经瘦了很多，五官显出来倒比以前帅了些。老大，有什么吩咐？胖子看到叶无穷来找自己，颇为激动。建成之后，叶无穷就比较忙，跑来跑去的，大多时候直接给他安排任务，想聊聊天交流一下比较难。叶无穷，我得到了一头龙，你看看可以怎么吃？这头龙不知怎么回事被屠宰掉了，那除了吃也没别的作用了。牛批啊，这都能搞到。胖子看着巨龙的尸体，眼睛贼亮，他还没处理过这种高端食材呢。你看着做，龙肉留一半做王的盛宴，还有几样材料没凑齐。叶无穷也不多管，平时有什么食谱菜单都扔给胖子，让他自己学。胖子现在已经靠这个发家致富了。安排完伙食，叶无穷又把在家里家族试炼场中收罗到的那些书籍放进了无忧城的图书馆中。自从在瑞格镇学校发现一些书之后，就成立了图书馆，馆长自然是那个搬砖的猫。叶无穷叫他把这些书不管用什么办法多复制一些。这些习武指导的书将依据难度划分级别，面向所有人开放。做完这些，叶无穷详细了解一下目前的状况。白天在外面浪，他只大致看看，保证局势在自己掌控之中，朝着预想的方向走，一切顺利。
以他现在的兵力，完全可以直接把诺曼玫瑰打下来。但他并没有选择强攻，而是选择跟对面耗。直接打的话，他们还有好几个城邦可以当做后路。叶无穷选择消耗对面，用精兵强将拉长战线，消耗对面的有生力量以及各种资源，让对面守也不是，气也不是，非常难受。他们没办法放弃，只能守住。但守的话，又将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召唤雇佣兵、修补城墙、填充弹药。叶无穷优势在于龙翼士兵血脉强大，会飞，回复快，而且他还有很多月亮井，井水蕴含着惊人的生机，等于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药剂。欧罗巴联盟现在的确憋屈的不行，不过天已经黑了，黑暗降临，叶无穷也在防着他们做临死前的挣扎。慕容城，天色擦黑的时候，家里进城，直接跑去了城主府。城主府中早就乱作一团，大批的禁卫军穿得像个铁罐头，团团围在府邸四周。家里怒容满面，丹尼尔也是满脸的操蛋之色。刚一见面，两人就互相吐槽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丹尼尔，你回来了，我派的人一下午都没找到你在哪。家里大致将事情说了，当然为了维护英明神武的形象，隐去了自己求饶惨叫的部分。家里怒道：那人太过分了，我怀疑我爷爷那被积攒的财富都被他搬空了。丹尼尔居然是备用的家族试炼场，你也太倒霉了。哎，我也好不到哪去。丹尼尔告诉家里，不久前他刚收到消息，他的农场遭遇袭击，丢失了10几颗龙蛋，足足10几颗品质最好的蛋啊！他根本不知道巨龙配种有多麻烦，太贪婪了。丹尼尔满脸写着我容易吗我？不过那个人并没有动武，人员没有任何伤亡，这也是最可怕的地方。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去，又大摇大摆出来了，是他农场的防守如无物。丹尼尔已经命令农场增派人手，加倍警戒。家里思考片刻，发现时间线完全对得上。再一看地图，两个地方相距竟然不远。家里叫道：是同一个人。两名伯爵面面相觑，他们也算阅历丰富了，却居然在同一个人手里，损失惨重。接下来两人破口大骂起来，狠狠咒骂着叶无穷。家里如今可以确定是他太过紧张，那人根本就不是传奇法师古斯塔夫。第116章欧罗巴联盟的结局。丹尼尔，他不是古斯塔夫吗？家里，那只是我先入为主的猜测罢了。现在想想，他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狠厉，变幻莫测。丹尼尔，那他难道是？家里表情无比复杂。对，不是古斯塔夫，却掌握了雷系魔法的话，只能是那个最近崛起的异界来客，雷系神学者了。丹尼尔也是满脸操蛋之色，居然跟他交手了，而且还损失惨重。两人都颇有几分挫败。之前欧罗巴联盟的使者和他们说这个神学者有多么可怕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女伯爵之死的确给这些伯爵带来一些冲击与震撼，可本身就有人怀疑女伯爵的实力，再加上一种莫名的我上我一定心的心理。虽然知道了那名神学者很强，但缺乏确切的概念。使者还一直强调这个人非常阴险狡诈，伯爵们更加没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他们就是听听算了，潜意识里根本不相信立刻就会碰到他。哪知道这货胆子大得很，到处乱窜，竟然直接跑到慕容城了。家里幽深地凝视着丹尼尔，如果不是慕容城的守卫不够严密，这人怎么会有机可乘，潜入城中？龙场都能被他入侵进去，龙蛋都被他偷走了，才有人发现，这不离谱吗？家里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老朋友，这样的表情在丹尼尔看来就是嘲讽。丹尼尔当即有点恼火，反唇相讥：天哪，你这样聪明的人都能被掳走，家族试炼场都保不住，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别以为成为伯爵就能战无不胜，聪明人有时候是最笨的。丹尼尔提醒道。家里脸上还有没完全愈合的伤口，显得表情越发阴森森。我们只是太在乎代价了，才没有主动出击，但现在事情不一样了。家里，我必须复仇。你呢？丹尼尔很想做一条咸鱼，但形势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再犹豫了。两人神情都很阴厉，一定要报复，但我不想付出什么代价。家里，不会有代价。异界来客正打得火热，我们直接吞掉一方，向神血者宣战。丹尼尔也是这么想的。4名伯爵从来都没想过要帮助欧罗巴，他们只是更为耐心的狼罢了。家里，现在战况如何了？丹尼尔有点不妙，对面的士兵太多，一批一批的上阵，伤者换下去恢复。他们似乎拥有月亮井。家里大致了解之后，冷笑：阴险狡诈的神学者，我要叫他什么也得不到。一想到家族试炼场里藏的宝物，他看都没看一眼就全没了，他的心就刀绞一般。显然，欧罗巴遭遇的是消耗战，
耗到一定地步，拥有再多的城邦也挽救不了他们。这是一种慢性死亡，像感染了不断蔓延的瘟疫。除非愿意舍弃整个脆弱不堪的躯体，丹尼尔，那就只有死吧。形势已经非常了然了，就连不在战场，仅仅接收探子情报的2名伯爵都看得清楚。欧罗巴内部又何尝不知呢？打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发现了，对面简直像癌细胞一样顽强而可怕，数量多，恢复能力强，打不死，杀不完，却又不能放任，必须与他们打。打呢，又无法将他们歼灭。对面人太多，一批一批上，很少有立刻阵亡的，太难受了。几个小时后，一小半的士兵心态就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士兵心态崩溃。可即便是这样的好时机，无忧城也并没有乘势破城。这是叶无穷的命令，他的目标不是这次破城，而是尽力消耗对面的资源，耗到他们再退去其他城邦，也没有多余力量来打仗了。在他预计中，欧罗巴最多撑个2-3天。没想到，他们的溃败比想象中的还要快。半夜，叶无穷收拢了仓库中的资源，选了最有价值的那些，将之百倍，兵强马壮，资源满仓，光是粮食就囤了够全城人吃10年的。但这显然还不够多，他还想要更多品质更好的东西。战场上的斥候汇报，对面的防守松懈很多，首脑全部失踪。叶无穷收到消息，略略一想，亲自前往诺曼玫瑰战争前线。他告诉战士们，做好准备，他们可能已经撑不住了，要弃城逃跑。众多将士们一听，立刻打了鸡血一样，因为前2次敌人狡猾地转移了物资，虽然拿到了一半资源，但那都落到了城主手中。他们这些小兵搜刮到的少之又少，这一回绝不能再让背着财宝的大胖老鼠跑走了。叶无穷猜得不错，欧罗巴联盟实在是绷不住了。对面的行为看似随意，其实是兵法什么的已经浑然天成了。大耗，耗不起了。经过几名首脑的商议，大家一致决定撤吧。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是尽头？只要火力足够猛，凡是有血条的东西都能磨死。现实是，他们并没有发展到城防真正坚不可摧的程度，资源已经消耗大半，再撤往第4城、第5城也并没有任何意义，无非是重复之前的战败过程。他们只有3个结局：一是失去一切，全军覆没，死人不必操心未来；二是向无忧城投降，失去城池，住进无忧城，成为奴仆；三是向周围贵族投降，失去城池，成为流民。这些人绝不会向自己心里的劣等种族投降的，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做贵族们的附庸。虽然几乎失去了一切，却保住了性命与尊严。系统是否确认放弃城邦？你将失去系统的庇护，失去神域的竞争资格，成为流民。是，流民也比死在无忧城的蹂躏之下要好。什么神域，能活着就不错了。昔日豪气干云的一帮人，如今所求不错狗命而已。系统，你打算向哪位贵族寻求庇护？一串可选的列表。欧罗巴众人这才想起一个可悲的事，他们想要衣服，人家要是不想要呢？第117章，抢救资源。他们的担忧在系统眼里完全不是问题。选择要投靠的贵族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封投降信。系统，这是你们最后的权利，尽情享受吧。众人，太嘲讽了。之前派出前往各个城池的使者还留在那里，以防有新的外交需求，现在便派上了用场。欧罗巴的几位首脑商议了几分钟，便按照距离的远近选择好了各自城邦要投靠的对象，然后将系统给出的投诚信转给使者，由使者向几名贵族传达这一消息。一旦确定接收，他们将立刻动身开始逃亡。实际上，不等贵族们有所回应，几名首脑已经将消息传递了下去。愿意收拾行装的要赶快行动，想要留在原地等死也没人阻拦。只是这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深刻理解失去系统的庇佑到底是什么意思。系统给了他们15分钟的准备时间，等到15分钟之后，无忧城与诺曼玫瑰之间的战争将自动结束。诺曼玫瑰战败，但会成为慕容城的附庸，也就是说，这片领土并没有落到叶无穷手中。只是此时，欧罗巴的各位首领根本没有丝毫嘲讽此事的心情，他们要准备逃命了。可是东西实在太多了，怎么都带不下。用剩余的战马、狮鹫、龙鹰等畜力，还有一些机械物品，能带多少是多少。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东西无法带走，只能留在城中。上一次被迫弃城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大量资源，现在舍不得也没办法，性命更重要。他们已经没有成为强者的资格了。一艘飞艇，叶无穷用高倍望远镜看着下方城池的乱象，如他所料，非常混乱，
欧罗巴联盟已经撑不住了，接下来恐怕要弃城逃跑。全军听令，冲锋！叶无穷一声令下，集结大部队，有100万之众，从三面进攻诺曼玫瑰主城。决定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开，守城的士兵根本毫无斗志，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竟然连2分钟都没有用，破城早就已经击。可难耐的大军涌入城中，痛痛快快地厮杀起来。可对面的将士们只顾着逃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主城有3面朝向陆地，都被攻破，只有靠近河流的那一面，叶无穷没有派大军驻守。漆黑深夜中，护城河扑通扑通之声不绝于耳，不管平民还是士兵，都像下饺子一样跳进了河中。不管会不会游泳，此时没有其他选择，只求一线生机。河水滚滚东去，大量的人顺流而下，密密麻麻，场面骇人。叶无穷并没有管，其中夹杂了大量的平民，网开一面吧。他的目标是那些首脑们。这群人此时有众多将士守护，正在寻求退路。他们的选择都不一样，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天空之中飞禽乱舞，都做得有人，但有一些只是幌子，真正的首领混在其中，试图瞒天过海。还有走水路的，也有从陆地上硬冲的，只是这些首领身边都跟着一大批人，众星拱月一般，非常显眼。他们都被缠住了，再次爆发激烈的战斗。然而打着打着，突然之间，敌方所有人周围有大量的物品掉落下来，铺了满地，场面简直比那些1刀999的网页游戏广告还要夸张。尤其是那些在空中的人，他们身上掉出的物品铺天盖地的落下来，下雨一样。卧槽，发生了什么？战士团很多人都是懵逼，却又很兴奋，从没见过这种场面。这暴率不得上哇！手脚麻利的人已经盯紧了散发的高级色泽的物品，抢！欧罗巴联盟的人也傻了眼，每个人都很肉痛，心中血流成河，太难受了，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积攒的财物全都掉出来，被人哄抢。别管了，快跑吧！他们趁着局面更加混乱，抓紧跑路。叶无穷看着溃不成军的欧罗巴联盟，眉梢一挑，已经明白了些。对面不愿意给我做奴隶，所以向原住民贵族投诚，这样就成为了流民。流民等于是在这场全球求生中弃权了，都已经放弃游戏，自然也就没有资格再拥有系统。因此，他们在系统中存放的所有物品都掉下来了。所以，系统大爷才是真的牛逼。叶无穷心底感慨着，对这种混乱的局面也没多管，大家该干嘛干嘛吧。他继续追杀欧罗巴的首领，底下的士兵如果愿意搜刮战利品，也随便。欧罗巴既然向贵族投降了，那么再过不久，应该会有人来接管这些资源，不抢白不抢。20分钟后，这场持续了足足1天的战争终于尘埃落定，以诺曼玫瑰的彻底失败告终。在这20分钟里，叶无穷和手下的士兵抢救了大量的资源，只有少量的东西被逃亡的流民带走。另外，河里也遗落了不少。这样的结果，叶无穷还算满意，因为他搞到了不少钱袋子。好吧，其实是混乱阶段，毛毛和龙龙非要来凑热闹，叶无穷就让这2只帮忙捡东西呗，总比他一个人快多了。小黑龙在这种时候发挥出了其他生物难以企及的种族优势，不愧是贪财靓仔，捡宝贝那叫一个快准狠。也得感谢系统，金币银币并没有散落一地，而是每100金币就自动装在了一个小钱袋里。叶无穷今晚捡的钱，再加上在家里的家族试炼场得到的偿还系统银行的1000万金币债务之后，还有一点剩余。这还不包括其他资源，这些东西可以在系统中出售换钱，但他不想卖。找到了一些好吃的，毛毛兴高采烈地来叶无穷给他展示捡到的东西。叶无穷一看，月神之泪、金圣光符文、橙圣骑士印记、橙。毛毛循着感觉找，果然全是他能用上的。叶无穷，这尼玛人比独角兽，气死人。第118章战城开始铸币。叶无穷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金色品质的物品，月神之泪，据说是月神的眼泪，蕴含着惊人的月光精华，圣光生物也能从中受益。注：它非常稀有，因为月神已经不知哪里去了。叶无穷把这银白色凝固的泪滴还给毛毛，摸摸他的小脑袋，你自己好好收着，需要的时候就吃。再加上那些光系晶石，小家伙再不进化就说不过去了。叶无穷，你们自己去玩吧，现在黑咕隆咚的，天上那些人掉落的物品不知散落在哪里，运气好的话应该还能找到不少好东西呢。把2只宠物打发走，叶无穷命令一批人马追杀逃出城的敌方将士们，宜将胜用追穷寇。现在局面依旧混乱，但慢慢到了尾声，战争即将彻底结束。整个区域也从系统公告中得知，欧罗巴联盟不复存在，依附于贵族。在区域里，他们被除名了，再也找不到丝毫痕迹。
这件事仔细一想，有点可怕。另一部分人感到兔死狐悲，这样的命运，他们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叶无穷并不清楚诺曼玫瑰投靠了哪个伯爵，但很显然，现在大半夜的，并没有贵族带着大军来占领城池。那么，他就不好意思了。从理论上说，诺曼玫瑰已经向慕容城投诚，变成了对方的领土。但问题在于，守城人马的交接也需要时间啊。目前，这座城中半个贵族的兵马都看不到，等于是一座没有守军的空城。叶无穷继续选择进攻，直接冲进城主府，拔掉了府邸前飘扬的旗帜。无忧城的旗帜高高飘扬起来，城内其他地方所有旗帜也陆续被换掉了。系统宣布，你已经占领了诺曼玫瑰。OK， 完成易主。接下来就是组织人马防守，修复损坏的建筑。这座城内部也挺发达，很多建筑等级都高，尤其是攻防建筑才更新过的，省去了不少麻烦。直接占领建好的城池就是爽。老大，我们俘虏了一些人，都是平民。战士团几个人跑来报告。叶无穷不觉得奇怪，局势太乱了，平民或者说生产生活职业者没有强大的武力，想要趁乱出逃非常困难。况且都已经成为流民了，跑又能跑去哪里？外面都是荒野，人类聚集点很少，有些平民就直接摆烂了，不跑了，爱咋咋吧。被俘虏了当奴隶，运气好还能有一线生机。高层出于历史仇恨、面子等原因，绝不可能向无忧城投降。但平民才不会管这么多，他们本来掌握的资源就不多，只想活命。既然是俘虏，叶无穷也不会为难他们，说先押到一起，事情处理完再安排。这一夜，后续都是在整理诺曼玫瑰，杂事很多，清点战利品，打扫战场，搜寻躲藏起来的平民。叶无穷又在城内新增了火力点，围起了一片区域，在里面建造了传送阵。已经是他的城了，传送阵自然是标配。这里距离无忧城足有3000多里。氪金建完，叶无穷再次下达命令，上交金制品。另外又派了一批人抓紧去几个金矿采集。金属矿在每个城池都是战略资源点，大家都忙着。叶无穷自个儿传送回无忧城，到了1号矿山矮人城堡。他提交材料，召唤了1000个矮人，100倍之后变成了10万名。新召唤出来的矮人中，有1名大师级，几十个专家级，锻造技能熟练的多不可数。这群新人好歹要迎接一下。叶无穷发表了一番感言，一通忽悠，矮人们的忠诚度蹭蹭上涨，刚召唤出来就有85了。然后叶无穷带着8万矮人传送去诺曼玫瑰，由于人太多，传送了很多次才完成。这批矮人大部分是新人，还有一些负责教导的老人。叶无穷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挖矿锻造，但现在造的不再是装备，而是钱币。银币就算了，价值太低，他要的是金币。从家里家族试炼场得到的铸币图纸是真的，矮人们的多次试验终于掌握了铸币技巧，能够搞出那些复杂的花纹了。铸造出来的金币终于得到了系统的认可。这是半夜的事，虽然第一批成功的金币并不太多，但叶无穷仍然很是激动。这回是真的发财了，感谢家里，赞美他的爷爷。金子在这个世界也是一种贵重金属，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其次是各种华贵物品，最后是炼金术会用到，来制造些神奇的东西，比如可以解除诸多负面状态的金苹果。金币产出稳定，下一步就是发展炼金术。叶无穷入乡随俗的想，当然要做的事有很多，炼金术只是其中一项。他这里也囤了很多工艺品、手工制品，资源点开采到的都是基础资源，加工之后蕴含了人类劳动，价值变得更高。但无忧城消耗不了，最好交易出去。区域内部是能消化一些，却也不稳定。再过2天，手上的事处理完了，或许是时候派出商队，多多接触原住民贵族了。夜色逐渐被光明吞噬，天慢慢亮了。诺曼玫瑰战火终于暂时熄灭。经过1夜的整理，这座城市已经焕然一新。城墙以及很多房屋墙壁都被涂上了红漆，或是画上了东龙风格的图案。一些建筑稍加修改，外观上也看不出欧罗巴风格了。叶无穷早已派出探子去周边的贵族城池查探情况，他在等贵族们的反应，但一切都静悄悄的。机队人马踏着晨光陆续归来，带回了一些首级、战利品，还有一批流民。目前收纳的平民总数大概有5、6千人，更多的人现在生死不知，包括那些首领似乎跑了2、3个。叶无穷也不太关心，这群人失去系统，再也没有起飞的机会了。至于这批平民俘虏，体力好的统统派去挖矿，老弱病残之类的去其他生产作坊干活。
第119章独角兽进化。处理完各项事情，叶无穷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吃早饭去。他自己享用着丰盛大餐，毛毛和龙龙却循着香味跑过来了。这两只现在闲着没事，就是玩，玩累了吃，吃撑了睡，真的很幸福，让叶无穷有点嫉妒。小黑龙长大了一丢丢，以叶无穷的眼力可以看出一丝细微的差别，但总体变化不是很明显。毛毛不吃人类的食物，龙龙却很馋，眼巴巴地瞅了一会儿。叶无穷瞥了一眼，不理他。哼！小黑龙又昂着脑袋，呼啦啦飞走了。暗黑魔龙，深渊的主宰，无有的是钱。只要有钱，可以在那个胖子手上买到一些好吃的熟食。虽然胖子总喜欢用油乎乎的手摸他的头，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毛毛看了看，也追了过去。站住！叶无穷开口：“来都来了，不给爸爸请个安？”毛毛停住，歪头：“请安是什么？”叶无穷不打岔，疑惑：“你干嘛追着那个蠢龙跑？”“哦，我在跟龙龙请教该怎么飞。”毛毛眨眨大眼，认真说：“其实他也不是很蠢。”叶无穷表示赞成，是还有救，知道自己花钱买东西吃，也算懂事了。希望小黑龙长大之后也能保持这样的觉悟。行了，你去玩吧，也不用太心急。叶无穷放毛毛离开。其实这两小只都还挺乖的，至少还没学会拆家。昨天他得到一批龙蛋，稍微研究了一下系统对龙蛋的说明，又拿出那本巨龙的战争翻了翻，可算是明白了一些东西。为啥小黑龙他妈是红龙，也就是火系，他却是黑的暗系呢？变异的呗。那家伙虽然有点蠢，可这基因是真的不赖。另外，养了一段时间，也有点感情了。叶无穷看小黑龙，就像看一个熊孩子。无人的角落里，小黑龙面前摆着一大堆烤各种肉，在狼吞虎咽。毛毛在一旁也拿出自己的晶石等食物，开始吃。他们都在成长期，都需要积攒能量。毛毛在努力做进化的准备，只是对于飞行还是一窍不通，不明白到底该怎么才能拥有这种能力。没有翅膀，想要理解这一点的确很难。小黑龙一边吃一边扑棱翅膀，给小伙伴讲解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毛在努力领悟，他的确不太懂，而小黑龙嘴上嫌弃他，却还是一遍遍的展示指点。叶无穷在一旁观察了一下，摇了摇头，心道：真是造化弄人啊！一光一暗的两个家伙，竟然相处得如此和谐，太离谱了。他过去掏出一些火系的材料，像火系晶石、火凤凰尾羽、火系药草之类，放在小黑龙面前。龙龙睁大了漆黑的豆豆眼，惊奇地盯着他，龙脸都是不敢置信。这个人类坏蛋在干什么呀？不会都是给我的吧？叶无穷又摸出一些黑曜石扔地上。暗系材料很少见，听说黑曜石也可以引导暗系。小黑龙仍是满脸痴呆地望着他。叶无穷看着这个小傻瓜，简直好笑。不要，我拿走了。不！小黑龙立马伸出翅膀，搂住了地上一堆东西，整个龙都趴上面压住。他又抬起头盯住叶无穷，疑惑不已，小声地问：为什么？大坏蛋，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东西？叶无穷微微地笑，赶快长大。这条龙的成长速度不如独角兽迅速，可能因为是半路抓过来的，没有被系统化。小黑龙盯着他，似乎不太理解。看看人家独角兽已经这么大了，马上就学会飞了。你呢？除了飞就是吃，啥也不会。叶无穷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吐出了足以让无数人破防的4个字：你看看你。小黑龙不服：哇！污蔑，这是污蔑！他明明还会喷火。叶无穷给完东西便不管了，让他们野蛮生长去。这是战宠，不是日常玩赏的宠物。由于种族差距，在提升实力上他给不了什么指点，但野性与基因的进化本能会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半个小时后，城主府中突然骚乱起来，一群守卫大喊道：走水了，走水了！花园里浓烟滚滚，火光炽烈，一群人抓紧救火。叶无穷得到消息，赶来查看。他目光一扫，就看到一条小黑龙躲在附近，探头探脑的，满脸心虚。叶无穷闷不吭声，把独角兽照过来骑上，追了过去。小黑龙发现了，一个机灵，立刻张开翅膀，拼命的扑腾。救命！救命啊！熊龙孩子惊慌逃窜，一边大叫：快！叶无穷察觉到毛毛的一丝犹豫，抓住他的一丛鬃毛催促，这是他独特的御马术。小黑龙玩命的逃，往高处逃，但是没用，独角兽像山羊一样会爬墙。叶无穷在城主府追了小黑龙2圈，终于追上他了，倒着拎起来给他屁股来了2下。出息了，会拆家了。小黑龙哇哇的叫，他还是第一次被打屁股，羞耻度爆棚。
想放火不能去别的地方。叶无穷对着熊孩子无语了，想了想，交给他一个任务，这么会喷，去把蜘蛛网烧干净。仍然是蜘蛛女皇造成的问题，只是拖了这么久，现在蛛网的范围更大了，让小黑龙去处理，刚好还能练练火系技能。龙龙捂着屁股骂骂咧咧的离开，独角兽盯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怎么了？叶无穷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好像领悟了什么。毛毛有些迷茫，似乎想要抓住一闪而逝的灵感。刚刚看到小黑龙飞得那么快，一双翅膀拼命扑腾，他忽然有说不出来的感悟，应该快要突破了。叶无穷牵着他走进了一间空的大仓库，他将剩余的几百颗光系晶石也给他，你在这里好好感悟，不会有人打扰。毛毛慢慢点头，双眼发直，仍然沉浸在精神世界中。他想象了许多美妙的场景，很多天使像巨龙一样飞行，还有伸出双翼的独角兽。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叶无穷看到仓库里光芒大盛，比以前明亮许多。他松了口气，赶紧过去查看。一开门便看到一个，这是什么？第120章很好，就是风有点大。仓库里一片圣洁的白光照耀着，亮如白昼。光芒之中，一匹洁白的马儿缓缓走出，它比以前还要纯洁无瑕，散发着莹莹之光，走动之间像有星光闪烁，漂亮极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马？天马？叶无穷望着脱胎换骨的毛毛，不禁失笑。独角兽进化成功，生出了2双白色翅膀。毛毛散发出喜悦的波动，兴高采烈地迈步走来，稍稍展示了一下它的翅膀。屋里还是太小了，叶无穷让开，毛毛身形一动，窜到外面，迫不及待地张开翅膀。它的2双翅膀一主一副，主翅膀展开，足有4-5米长，副翅每个只有1米左右，小小的，非常可爱。叶无穷也颇为惊喜，眼前的圣光生物确实散发着圣洁高贵的气息，令人心神安宁。看到这翅膀，他想到了天使，好白，像浮云一样。叶无穷笑道。毛毛张着翅膀靠近他，2翅一合，碰了碰他。他歪着小脑袋，满脸高兴，我也可以抱你了，终于有手了。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叶无穷揉了揉他的脑袋，毛乎乎暖融融的手感令人心情非常好。小黑龙也飞了过来，发现小伙伴竟然长出了2双翅膀，大为惊奇啊！龙龙满脸都是震惊，这下独角兽不仅会飞了，翅膀比他还要多1双呢。太好了！小黑龙凑过来，以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天上玩了。叶无穷却并不很乐观，长出翅膀也不代表会飞呀。你先练习一下飞翔。独角兽听话的点头，有点紧张，但旁边有个会飞的家伙做指导，很快4翼独角兽也飞起来了。虽说不太熟练，却是真的腾空而起了，并且速度非常迅捷，比在陆地上还要快一截。叶无穷看着只觉得神奇，这2双翅膀竟能提供如此充足的动力。好吧，这是魔法生物，不可以科学论之。毛毛练习了一会，迅速领悟了一些飞行技巧，学会了在空中拐弯、转向，忽快忽慢，进退自如，非常灵活。我来试一下。叶无穷同样兴致勃勃，要尝试飞行坐骑。天马骑士，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可以骑精英龙翼，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还是和独角兽在一起比较自在，交流起来也很方便，没有丝毫障碍，简直像指挥自己的手臂一般。第一次试飞非常成功，在空中几百米的高度，叶无穷巡视了一下城池，速度很快，没几分钟就能完全转一遍。小黑龙吭哧吭哧地追在后面，主要是独角兽不仅飞得快，在叶无穷的命令下不断转向，沾枝在前，呼烟在后，龙龙都要傻了。黄昏时分，云霞层染，一头洁白的飞马，还有一条小小的黑龙在天空中盘旋了一会。一些城民恰好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感惊奇，立刻冲在了吃瓜看戏的第一线。很快就有数千人看到了新鲜出炉的物种神马，有人拍摄的视频在论坛上疯传，数不清的人惊奇而又震撼。神马都是浮云的神马，这是进化之后的独角兽吧？赶紧快进到人手一只行不行？城主每天都在秀，从来不考虑我们感受，可恨我是个飞球，吃瓜也被拉在最后。感谢。神马没看到，但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相比于其他城邦的忐忑不安，无忧城的人每天快乐的不行，倒也没有别的生存技巧，就是抱大腿，抱稳了，很好。就是风有点大。试飞结束，叶无穷整理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速度快到一定程度，风是最大的阻力，但能打败物理的就是魔法。毛毛啊，你可以试试用圣光的力量指挥翅膀，说不定会飞得更快。毛毛点头，想了想，我可以去外面练习吗？去吧，
自己家没事的。小黑龙追上毛毛，也不管了，直接坐到他的背上，喘着气。龙龙满脸沮丧与挫败，哇呜，连飞也没有独角兽速度快。难道自己真的是一个废物？不行，这太可怕了。小黑龙向独角兽请教，自己该怎么办？毛毛说，做你擅长的事吧。对了，爸爸不是叫你快点长大吗？等你长大就好了。小黑龙一想，可能是吧，但小时候不学习，长大了也不会自动就会啊。突然，一道念头传入他的精神世界中，你是战宠，重点是提升战斗力，也没人让你飞得最快。老鹰不会去参加游泳比赛，懂吗？那是海鸥做的事。既已契约，叶无穷能感应到宠物的状态，这小龙感受到了压力，还是挺上进的，不然根本无所谓，直接躺平。独角兽的主要功能就是坐骑、治愈、寻宝，遇到亡灵生物也可以成为强大输出。小黑龙就是当战宠培养的，飞得快不快不是很重要。我知道了。小黑龙握了握爪子，哎呀，多吃一点，多练习龙族法术吧。傍晚，叶无穷派出的探子传回来消息说，周围几个贵族的城池都没有太多异常，只是玫瑰城现在混乱不堪。诺曼玫瑰与玫瑰城领土有部分重合，叶无穷占领的是诺曼玫瑰，玫瑰城是被女伯爵的兄弟姐妹接受了，似乎没有更上位的人处理此事，这变成了贵族内部的争端。叶无穷暂时没有兴趣再打。这2天领土面积扩展的太快，发展生产的人手都不够用了，要多吸引一些原住民过来打工。各处领地都是如此，原住民的平民生活的比穿越者平民还要惨，因为没有系统，也没有大集体。叶无穷暂时无事，便继续修炼，提升雷霆血脉。区域之中却是暗流汹涌，好些城邦都在私底下商议，要不要向无忧城投诚算了。看目前的形势，这将是迟早的事，但也有一些城邦不同意。第121章，其他城邦的臣服。这些不同意现在就投诚的城邦，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觉得无忧城又没有表示什么，何必上杆子去当狗呢？再苟一苟，看看情况再说。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另一些城邦老早就有了投奔的心思。抱大腿得趁早啊，晚了人家腿上哪还有自己的位置啊？就不指望能得到大量的资源了，也绝不可能什么好处都没有吧。比如说一些技术，也就是配方、图纸，这些有人传授的话，就不用自己辛辛苦苦攀科技树去研究了。尽管区域内其他城邦并没有达成共识，可总有手脚麻利的。和欧罗巴联盟的战争结束，大家又等了一个白天，发现原住民贵族并没有什么行动，和预想中的大混乱不一样。有一些城邦再也忍耐不了，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无忧城高层，消息汇总到了丞相真天才那里。天色全黑时，叶无穷拿到了愿意成为附属城的名单，还有他们能开出的条件。他揉了揉脸，脑瓜子疼。目前情况来看，一统整个区域并不困难，只要勤快一点，愿意东奔西跑。战争从来都不难，难的是打完了之后该怎么处理。重建永远比毁灭困难。最主要的问题，区域太大了，各个城邦并没有接壤，比较零散，中间夹杂着野区，还有原住民的领地。叶无穷敲着桌子在思考，按照系统的尿性，想要统一整个区域，最方便快捷的应该是区域考核之后。无忧城在各方面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城邦考核或许没那么重要，但这意见还有其他大区。如果城邦考核也会比较各区的总发展程度，按系统的尿性，这极有可能。趁着现在还有10来天才考核，抓紧拉扯其他城邦一把，把区域的整体水平拉上来。前提是他们现在就愿意臣服。叶无穷一拍桌子，决定下来。这份名单上绝大多数城邦都表现出了诚意，极个别的不知什么情况，可能实在太穷，也可能是骑墙派，两边倒，先来试探一下。叶无穷与一众高管开了一个小会，商议接受其他城邦的臣服之后，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依照他的想法，他们既然臣服，就要拿出诚意，孝敬孝敬是应该的吧。作为回报，无忧城将在兵力、生产生活技术等方面向他们提供帮助，而且无忧城如今的所有领地上都充满了工作机会。这些城邦的民众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来打工嘛。这是互利多赢的局面，多棒！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享合作，促进互惠共赢。当然了，传送阵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搞基建，小城邦如果没钱，无忧城可以给予资金、技术支持，也接受等价交换，比如劳动力。老大说得很好。一众高官鼓掌。叶无穷，别搞这些虚的，我要建设性意见。他懒得说这些家伙了。最终
经过协商，多城邦合作的基本纲领和细则出台，这事就交给真天才等外交管理人才去处理，需要和那些城邦的负责人一个一个谈，比较麻烦。叶无穷又看了下周边各贵族的动向，呼出一口气，准备眯一会儿。慕容城，下午的时候，家里仍然待在这里，眉头微皱，若有所思。丹尼尔手上不时的有一些情报传回来，他派出了一支军队去接应前来投奔的异界来客。听说现在他们被称为流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无忧城的追兵追杀了一阵子，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人马，以保全大部队。他们几个那边情况也都差不多。倒是莱恩这小子已经接手了一片新的领地。丹尼尔有点嫉妒地说，他又不是傻子，诺曼玫瑰离慕容城很近，但刚好是战场，他根本没机会派兵过去，所以是接收了一些流民，却没拿到相应的资源。这和他们之前的预期有些不符，却也没有办法，距离实在太远了。莱恩这个傻瓜，家里嗤笑了一声。他的坎特城距离那群异界来客是最远的，因此勉强可以置身事外。家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劝丹尼尔看开点，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别管诺曼玫瑰了，也不要管玫瑰城，随便那群人争成什么样，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或许会有变故发生。丹尼尔其实是一条怂怂的咸鱼，如果有肥肉摆在他面前，他愿意捡起来，但如果是谁丢下的诱饵，他并没有探究或者冒险的心思。丹尼尔，我知道了，你在担心古斯塔夫会突然冒出来，家里不要直呼他的名字，万一他有顺风耳，或者你有召唤术的话，那就糟了。丹尼尔，那个人确实有可能改变局面。阿伦森王国某个城池的酒馆中，一个头发胡须都是花白的老爷子眯起眼，高兴地品尝了一杯麦酒。他已经一把年纪了，满面皱纹，却依稀可以看出这张脸年轻时一定很英俊动人。老爷子举止优雅，谈吐幽默，和蔼可亲，还很大方。与年轻的女招待聊了一会，便随手放了几枚金币在桌上。看着女招待惊喜的捂住嘴的表情，老爷子笑了笑。老爷子说，非常感谢你的指路，我知道该怎么去了。拿着吧。他眯起蓝眼睛，盯着他每一丝细微的表情，那目光有几分怪异，像一种非人类的好奇与审视。女招待纠结片刻，只取了一枚金币。老爷子笑笑，拿起一旁的绅士帽戴上，拄着拐杖起身。你真是个好孩子。他往外走去，说，想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吗？他低沉的嗓音似乎有种奇异的魔力。女招待迷茫地跟了上去。老爷子拄着杖，另一手拿出了一根小小的牙签，然后朝着前方的街道一挥，刷刷刷，大片淡淡的黑雾出现，笼罩在其中的那些路人立刻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第122章，真正的疯子。难以置信，一根小小的牙签竟然是一把法杖，蕴含着强大的魔力。大片诡异黑雾弥漫，如同有生命一般，朝着远处的人移动过去。一旦被黑雾接触，便痛不欲生，惨叫哀嚎。几个呼吸之后，这些人的声音就渐渐小了，生机像是被剥夺，肌肤变得惨白，成为了一具没有生命的雕像。啊！女招待本以为这老爷子是要给她看什么好东西，没想到是如此恐怖的场景。她万分惊慌，尖叫着后退，腿软的跌坐在地，不知该怎么办。挥手间剥夺了几十人生命的罪魁祸首却是微笑望着他，他的脸颊比刚才多了一丝血色。他命令道，叫得再大声点。酒馆里其他人慌忙跑出来，随后也吓得不行。转眼间这里仿佛末日降临，一片混乱，大多数人都赶紧逃生，连滚带爬远离这事故中心。哈哈哈！老爷子疯狂大笑，无尽的鄙夷，人类还是这么胆小啊。几分钟后，幸存者们跌跌撞撞跑到了城主府，禀告了这一消息。这座城也是一名伯爵的，距离丹尼尔等人稍远，但他也听说了神血者的消息，并知道这是诱或古斯塔夫的诱饵。当下全城戒备，不仅没有派军队前去驱赶那个古怪老头，反倒命令所有人都躲起来。这伯爵慌忙把消息传递给其他城池，叫大家做好心理准备，那个真正的疯子出现了。无趣。游走在寂静的街区，古斯塔夫撇撇嘴，走喽。他取出一张黑色地毯，盘坐上去，稍稍注入魔力，魔毯唰的一下载着他起飞了。刚刚在酒馆里，他已经问到了更多详细的消息。嘿嘿，神血者，他来了哦，真的出现了。苏达俊发现了他的踪迹。丹尼尔收到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家里。家里大惊之后，又稍稍松了口气。已经不远了，接下来肯定有大事发生。两人相视一眼，心跳都有些快，抑制不住的紧张与激动。他们分析了一下从苏达俊传出的消息，不愧是传奇法师，眨眼间就制造了混乱，
夺走了近100平民的性命。这邪恶的性格与能力没有丝毫变化。丹尼尔忧虑道：“怎么办？万一他跑到慕容城来发疯，我可对付不了他啊。”承认自己不行，并没有什么丢人的。古斯塔夫能被冠以传奇的名号，并且在大陆上纵横了700年，哪怕列国的国王都非常头疼。家里说：“不会的，他从苏达郡过来，不经过慕容城，其他几个城倒是该小心一点。”丹尼尔刚松了一口气。家里又说：“除非神学者在你这里。”丹尼尔，别开玩笑了，我要吓死了。家里，那就祈祷吧，快祈祷，祈祷大法师杀死我的仇人，然后扬长而去。整整1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反倒是区域的很多城邦答应了无忧城的条件，已经达成了多边合作。叶无穷又召唤出了一些矮人、侏儒，还有骑兵，再加上100万龙翼士兵，每个合作的城邦分一分，再派一些人去新打下来的那几个城池。这些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各城邦也很高兴，无忧城的粮食需求也降低很多，简直是皆大欢喜。还有一件事，那个蜘蛛女皇已经有3、4层楼那么高了。昨天叶无穷在头疼怎么处理它，杀了有点可惜，万一以后还能用到，并且他很好奇他吸收魔法波动是怎么做到的。不杀呢，不断出现的小蜘蛛又有些令人烦恼。但他在城邦仓库中翻到了一些药剂，难题便迎刃而解。蜘蛛女皇什么都吃，叶无穷便把那些迟缓、昏睡之类效果的药剂百倍了一下，派人去投食。一大堆药剂喂下，终于有了一点作用。蜘蛛女皇在诺曼玫瑰城外沉睡，小蜘蛛们吐的丝成了巨大的茧，把它包了起来。先就这样处理吧，下次要打仗还把他们派出去。第2天，随着许多事务得到处理，叶无穷终于清闲下来，他得想想接下来的成长路径了。过了新手期，系统不再大量提供资源，比如各种奖励，想要更好的东西需要自己去争取。可目前大部分资源的品质不足以让他的实力再有飞跃式的提升，就像吃惯了大鱼大肉，突然改吃素，有些不习惯。普通提升实力路子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他了，收益太缓慢了。想要凌驾于众生之上，必然不能走寻常路。叶无穷倒是有些想法，像什么金色天赋、技能，完全看脸才能遇到，非常不稳定。但他现在有还没开始培养的能力，精灵族的神格，只要收集足够的信仰之力，就能将之转化为神力，强化自身。这种强化可以说是半步升级，凡人再怎么努力扑腾，也比不过呀。问题是，没有精灵族的神明，哪来的信仰？如果他能得到人族神灵的传承，倒是还有救。目前没有什么事，叶无穷便打算去无忧城南部的那片森林碰碰运气，就是之前毛毛出门旅行误入的那片空间。森林深处的那个神秘女子极有可能是一个精灵，不管那是幻境还是真实的，好歹是有一丝线索。南部森林有一半是在德米尔王国境内，阿伦森王国现在出现一些乱象，不知德米尔那边是否得到了消息。叶无穷看区域地图，这个区的有些地方就在德米尔那里，不过地图上蒙着黑雾，很粗略，开地图什么的他暂时不关心，先找找制造神明的办法吧。独角兽在云层中极快的飞行速度比以前更快，这种感觉比坐飞机刺激多了。到了南部森林边缘，叶无穷翻找到很久之前的宠物日志，想弄清楚毛毛到底是在哪里误入神秘之地的。迷雾在哪里？森林里到处都长得一个样。毛毛左右看看，眨着大眼，迷茫。他隐约记得一些，但不是很确定。叶无穷感觉一下，找一找。他骑着独角兽转悠，在山林间寻找到了大方向，往那边走就行。极偶尔的，周围空气中残留着淡淡的魔法波动，不知是什么生物。忽然，前方不远传来痛苦的呻吟声。叶无穷上前几步，看到一个受伤的老猎人躺在地上。第123章窃魂之手。老猎人一副平民打扮，衣衫破旧，胸腹和腿上被野兽利爪划伤，不断渗出鲜血。他面容惨白，仰躺在地，猎弓和一个旧盾牌扔在一旁，地上有血迹，还有一具丛林狼的尸体，中了好几箭。这人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看清来的是人，他发出含混的声音：“救救我！”叶无穷看到这样一名受伤的老者，上前2步，却又一拽独角兽的鬃毛停在了几10步之外，看起来是很惨哦，但是总觉得哪里很奇怪呢。他的野外探索经历也算很丰富了，平时也能遇到别的人，原住民雇佣兵、赏金猎人之类。就单说森林打猎，由于这世界的野兽常常异化成凶兽，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赶来森林的人通常都是练过的，但那基本都是小森林，方圆几十里就了不起了。南部森林却是长达几千里，宽度也有好几百里。哪怕现在还是比较边缘的地方，
树木已经很茂密。这片森林据说有2、3千年了，树木高大，气候温暖，没太多落叶，但杂草、藤蔓却很繁盛。叶无穷一路走来，只看到一支狩猎队。所以，这样一个年老力衰的老头子，为什么会孤身出现在密林里呢？有点奇怪，但他没有多想，因为并不很是关心。他驾着独角兽直接从一旁掠过，顺手扔了几瓶治疗药剂，足够老猎人疗伤了。哎啊！老猎人继续呻吟，有气无力地哼唧着，朝叶无穷的背影伸出了一只干枯苍老的手。一道诡异的黑芒亮了一下，然后叶无穷觉得身上突然一轻，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他周身汗毛微竖，感觉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诡异与恐怖。那个老猎人果然有问题！哈哈哈！哼哼哼！后方传来古怪的笑声，一卡一卡的。叶无穷防备的同时，迅速扫了一眼系统记录，查看自己到底丢了什么。这一次居然有记录，因为他遭到的其实是攻击。传奇法师古斯塔夫对你使用了窃魂之手，偷取了邪神残念的注意。叶无穷看到这条记录，简直槽多无口。什么鬼？偷走了一个负面状态！卧槽，居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移除这种负面效果。还有，这货就是传说中的传奇法师啊，把自己伪装的可怜兮兮的跑来蹲他。叶无穷知道对方应该研究他很久了，处心积虑，不然不会和他出现在同一片森林里。之前感应到的淡淡魔法波动，应该也是这位法师留下的。因为独角兽速度太快，古斯塔夫也难以确定叶无穷的行进路线，只好带着他的伪装不停地移动，应该是短距离传送。传奇法师，目前为止叶无穷还没听过别的人被冠上传奇的名号。既然碰上了，没有别的选择，赶紧跑！敌人研究了他很久，而他对这个疯子几乎一无所知。独角兽在林间飞速奔跑，但树木太密集，低空飞行也很麻烦。他踏着树干，借力腾起，很快就在100多米的空中飞行。别走啊，和我这个糟老头子说几句话吧。身后传来嘶哑苍老的声音。叶无穷回头看了眼，古斯塔夫坐在一张毯子上，追在后面，飞行速度也是极快。毛毛亦是觉察到难言的危险，身后的人是他目前见过的最恐怖的存在。独角兽将速度提升到极致，几乎是闪现，在空中跃迁，方向不断变换。古斯塔夫穷追不舍，苍老的声音不断传来，像是萦绕在叶无穷耳畔。哦，看这耳朵，你居然是一只可爱的小精灵，你一定长得令人羡慕的寿命吧？世上竟然有你这样英俊伟岸的男人，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的肉体。年轻人，你这样让我很伤心呢，我必须教导你该怎么尊敬老人。叶无穷满心都是卧槽，这是一个隐藏的邪恶 BOSS 吗？比邪神虚影难打多了。邪神虚影是分身降临异界，被限制了实力和行动，古斯塔夫却是活蹦乱跳的。最关键的是他行事诡异，鬼神莫测。听说他已经活了好几百岁，而且是个魔法天才。这样的人实力积累到了什么程度，真的很难想象。别跑，宝贝儿，我们来谈谈邪神吧。你是不是也很向往黑暗呢？黑暗可以赋予你更强大的力量，让我带你领略一下吧。你跑吧，真像一只可爱的小狗，哒哒哒哒哒哒。古斯塔夫不停地避，他似乎很享受这种追逐游戏。叶无穷不断回头，对方的魔毯似乎是用晶石驱动的，这样跑下去的确不是办法。独角兽又落进森林，借用密林隐藏身形。古斯塔夫也放弃飞毯，挥舞小法杖，不停的短距离传送，同样相当于在瞬移。叶无穷边跑边设下一些陷阱，扔出魔法卷轴或者埋藏地雷等爆炸物，但最终都没能取得成效。传奇法师的老身板并不脆，血相当之后足有近20万。叶无穷明白自己被他盯上了，跑是没有用的。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这是在野外，不是在城中，不会有更多损失和伤亡。你想要雷系神血？事已至此，叶无穷决定与他刚正面。传奇法师的爆发伤害绝对非常高，所以千万不能被命中。从刚才的追逐战来看，古斯塔夫的飞行速度是很快，但只能大约与毛毛持平，并无法超越，不然就已经追到了眼前。叶无穷一边与古斯塔夫扯淡，拖延时间，让独角兽得以休息片刻，暗中命令他注意闪躲。见他终于不跑了，古斯塔夫露出微笑，蓝色眼眸温柔而贪婪地望着他，摇了摇头。古斯塔夫笑道：什么狗屁神血啊，我也有。雷系我也有啊，我想要的。我只是想保管一下你的身体，不多，就200年，你不会介意吧？我保证一定会很爱惜的。叶无穷，使使啦你！第124章夺舍者，诡异的攻击。叶无穷凝视着面前的传奇法师，危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他总算知道了，为何这个老家伙可以活好几百岁，原来是个夺舍怪。意外，但又不是很奇怪。神奇的大陆，再怎么魔幻的事都有可能发生。这老东西倒是很诚实，的确是对他的身体有兴趣而已。他如此年轻、英俊，又有精灵血统、雷神血脉，寿命比普通人长得多，实力也很不错，尚有潜力可挖掘。在古斯塔夫眼中，大概是一具堪称完美的容器。做好准备了吗？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痛苦，但很快就会结束的。古斯塔夫的嗓音微微嘶哑，有种奇异的梦幻感，像是什么催眠的幻术。叶无穷神志清醒，不受影响，但独角兽在他的命令下飞速退后，再次与古斯塔夫拉开距离。很快，独角兽飞上低空，避开了林间地形，在空中哪怕闪躲都方便许多。别走啊，我的宝贝儿！古斯塔夫仰头凝视着他，依旧微笑。这一次，传奇法师并没有追上去，手上一动，多出了一把精美的匕首，闪烁着寒光。他举起匕首，双眸变得诡异而恐怖，瞳仁消失不见，整个眼睛成了纯黑色，射出了一道不可见的黑暗射线，指向灵魂。下一瞬，古斯塔夫用力将匕首刺进了自己胸膛之中，红得有些发黑的血液立即涌出。哦哦，要了我的老命！这老头子发出了几声痛苦的呻吟，脸上仍带着诡异微笑，注视着天空中的飞马。叶无穷猛然抓紧了手中的一把鬃毛，难以形容的剧痛突然贯穿了他的胸膛，心脏受到创伤，血流如注，这种剧烈的痛楚几乎令人无法呼吸。他低头一看，盔甲完好无损，什么损伤都没有，也没有凶器，可伤口就是凭空出现了。剧痛，叶无穷意识模糊了片刻，但强大的意志让他保持清醒，咬紧牙关，立刻开始给自己治疗。他看到自己此时处于重伤状态，还有流血、邪恶诅咒、生命吸食的 debuff， 3个负面效果加起来，每秒要减掉12000的血量，只需要12秒就可以清零。但叶无穷有多种顶级治疗药剂，效果能够叠加，还有月亮井的回复井水、远古树林之心、山岭巨人的盔甲以及独角兽。血腥味弥漫，毛毛察觉，脑海中也传来叶无穷的意念：快走，我受伤了。独角兽二话不说，一道道圣光降下，提供了一些回复。叶无穷咬着牙，一声没吭。他感觉到生机在源源不断的流失，通过这个凭空出现的伤口被吸收走了。同时，伤口附着的邪恶诅咒、邪恶能量越来越强盛，一道邪魂正在趁机入侵他的身体。邪恶气息肆虐，还触发了存在已久的另一个诅咒——堕落神灵的诅咒。你杀死了堕落神灵拉尔斯赐福过的人，拉尔斯降怒于你，诅咒你英年早逝。这个东西他从来没当真过，没想到满足条件真的会被处罚，掉血速度更快了。堕落神灵，叶无穷模糊记得些什么，从仓库里把堕落神灵之盔仿制品扒了出来。这件盔甲仅仅是仿制品，从东条义雄那里得到的。由于不满意属性，他并没有穿过，但这盔甲有一条特效，穿上之后你受堕落力量的庇佑。叶无穷将东西扒出来，痛楚难当，只有通过系统功能将盔甲穿上。片刻，入侵的邪魂果然消停了几分。身后传来疑惑的声音，好像碰到了什么阻碍哦。嘿嘿，我最喜欢有秘密的人了。古斯塔夫的声音近在咫尺，继续施展邪灵之术。独角兽没命的飞奔，叶无穷以意念与没有实体的邪恶力量抗争，努力将之驱逐出去。邪魂无形，非常难对付，先伤害他的肉身，再入侵精神世界，成功率无疑会高很多。传奇法师坐在飞毯上，追踪在后，一边喝着回春药水，一边用力将胸口的匕首刺得更深，连柄没入身体中。他也很难受，但无所谓，这是充分攻击到目标最有效的方式，并且很快就能接管对方的身体了。本体的一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呢？极致的肉身之痛更为猛烈。叶无穷从独角兽上坠落下去，精神也在被攻击。如果不是他意志坚定，精神强大，也许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身体，但他的视野越来越黑暗了。夺舍者通常掌握了灵魂相关的邪术，为了更有效的增强实力，通常会吞噬对方的灵魂。爸爸，毛毛拍动双翅，赶紧飞下去将叶无穷接住。古斯塔夫与他们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毛毛双眸泪汪汪的回头看了一眼，悲伤与怒火让他终于爆发，一大团明亮到刺眼的白光朝着古斯塔夫狠狠撞了过去。即便是传奇法师也难以睁眼直视这样灿烈的光芒。哦，天真的小家伙，你今年几？传奇法师自言自语着，声音却戛然而止。噗嗤，利物刺进血肉。砰，魔法能量爆炸。古斯塔夫被藏在大团白光中的一根独角刺中，
圣光在他身上爆裂，把他从飞毯上掀翻在地。哦，哎呦！他再度哼哼唧唧的哎呦起来。等他从地上爬起来，山林中已经不见了独角兽的影子，但空气中有新鲜的血腥味，在他的鼻子中，这味道像一条线一样明晰的犹如指引，只差一点点了，就可以增加至少200年的寿命。他是绝不会让猎物跑掉的。独角兽在空中高速飞行，突破了自身的极限，但他非常迷茫，不知身在哪里，也不知该往哪里去。不知何时，下方的森林间飘荡起了白雾，暂时看不到古斯塔夫的踪影，但毛毛知道他一定会追来的。他别无选择，冲进了迷雾之中。第125章，女精灵，消息扩散。主人，你怎么样了？独角兽在林间穿行，一切都静悄悄的。主宠契约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弱了，他非常恐惧。没有回音，叶无穷闭着双眼，精神世界中正在进行惊天动地的大战。他现在无比困倦，只想沉睡，眼前漆黑一片，但意识深处却活跃着，精神化身一群战士，围成一圈构建防线，对抗入侵的邪魂。难以形容现在的感觉，像陷在一场很深很黑的噩梦里，模糊不真实。他一边斩灭想要扑过来吞噬他的邪魂，一边想着自己是不是快死了。从血量来说，的确是的，负面状态太严重了。为什么还没死？还剩下多久？怎么才能不死？不想死是他唯一的念头。独角兽传递来的精神波动，他接收到了，却没有余力回应。精神世界中厮杀激烈，这才是主战场。邪魂不断入侵，想要彻底占领这里，不停往深处进攻。深处闪烁着神秘而稳定的光辉，照亮了周围一片小小区域，不然他的精神世界会彻底漆黑，如同地狱。是什么在发光？很神秘神圣，有一种令人心生敬畏，不敢靠近的强大之感。这是什么？叶无穷的脑筋此时有些转不动了，几乎丧失了思考能力。他只有自我保护的本能。邪魂对这发光的东西也异常好奇，不断想要靠近，查看个仔细。对抗，漫长而黑暗的对抗。神秘而微弱的光辉映照着，叶无穷与他互相守卫，一息尚存，便绝不放弃。不知过了多久，毛毛在迷雾深处奔跑，周围的树木已经很稀疏了。突然，像是穿过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前方豁然开朗。熟悉的感觉，到了。毛毛加快速度飞奔，终于彻底跑出迷雾。一片幽暗的密林出现，密林内部光线稍亮，那是一些宝石发出的光。巨大古老的藤蔓上，那名神秘的女子仍躺着静静沉睡。独角兽发出一声悲鸣，试图唤醒她。女子一惊，倏然睁开双眼，略带吃惊地看着忽然出现的独角兽。洁白的独角兽身上染血，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哀求之色。女精灵的目光很快落在独角兽带来的男子身上，他的身影凭空移动过来，惊讶地凝视他，以精灵语说道：一只精灵，他身上为什么会有姐姐的力量？这名精灵伤得很重，但还有气息。女精灵一扬手，一道翠绿的能量注入叶无穷的身体中。密林深处，月亮圣泉。女精灵抱着叶无穷浸泡在泉水中，几层盔甲已经被脱去，一只纤纤素手按在他心脏的位置，这里伤得很重，几乎被搅得粉碎，还有邪恶的力量在肆虐，需要仔细修复。忽的一只小黑龙凭空出现，他觉察到有异常，但不知外面发生什么事，不断挣扎，竟然从宠物空间中挣了出来。陌生的环境，看不懂的画面，小黑龙呆了呆，又瞧见毛毛趴在水池边缘，散发着悲伤气息。你的脚呢？小黑龙大惊，你们受伤了？果然出了大事。毛毛很伤心，把事情大致跟他讲了一下。小黑龙也趴在水池边上，呆呆地望着下方静默在池水中的叶无穷。池水有淡淡的血色，他受伤了，胸口不断渗出鲜血，面容苍白地闭着双眼。小黑龙有点茫然，又有些恐惧。大坏蛋会死吗？我还没有打败他呢，等一等再死啊。毛毛摇头，他也不知道，而且已经很累了，情绪非常低落。两只宠物并排蹲在水池边，眼巴巴地盯着主人，随时都要哭似的。看这两个小家伙一脸担心，神秘的女精灵轻轻开口：不会的，他拥有神性，我已经除去了诅咒，很快就能恢复的。他的声音极为好听，很温柔清冽，像倒映着月光的叮咚泉水。语言不通，小黑龙呆呆看了他一会，碰了碰毛毛，他说了什么？毛毛摇摇头，又点点头。他也听不太懂，但看表情应该不是坏事。无忧城区域聊天里也在议论传奇法师的出现。虽然古斯塔夫在原住民城池露面，但之前也经过了区域一些地方，制造了小小的混乱，只是没人关注。探子将消息传回，很快就在区域中引起了轰动。绝大多数穿越者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1号人。他们陡然发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的要更危险、复杂、可怕。听说古斯塔夫是冲着你们城主去的，好像是贵族们的报复，借刀杀人。我现在哪也不敢去，生怕这个老变态从哪里冒出来。区域中一片紧张气氛。强大的人并不可怕，强大的疯子才可怕。无忧城原本很平静，但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发现叶无穷的头像突然灰了，又灰了，什么情况？老大在哪里啊？下地库探索了吗？又不在服务区了。怪物地库现在依旧存在，也有人组队下去探索。那是异度空间，头像就会灰。但管理层和战士团的人都知道，叶无穷很久没下地库了，随机性太强，不想赌运气。可他经常出门探索，如果不保持联系，难以确定他到底在哪里。如果是平时，大家也不会担心。现在刚好传奇法师出没，而且就是冲着他来的。老大，你在哪里？收到，请回复。小心那个法师啊，他太诡异了。一些人给叶无穷发了消息，却统统没有回音。从上午到下午，再到黄昏，几乎整个白天，叶无穷都没有出现。却有越来越多关于古斯塔夫的消息传来。临近德米尔王国的一些小城邦，有人在森林附近发现了德米尔的军队，他们非常紧张，派许多斥候深入丛林，据说在这里发现了危险人物的踪迹。这个消息传得非常迅速，甚至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那些贵族耳中。第126章神性的使用方法。古斯塔夫真的出现了，神血者失踪了。收到消息，加里和丹尼尔都是一阵激动，尤其是加里，是他想到将古斯塔夫诱惑出来。如今看来，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传奇法师对于年轻强大的身躯根本没有抵抗之力，但距离遥远，他们得到的情报也并不及时准确。怎么才能知道无忧城城主现在情况究竟如何呢？很简单，趁着对面群龙无首，直接攻打。也不是真打，就是试探一下。加里，慕龙城距离诺曼玫瑰最近，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丹尼尔，你呢？加里，坎特城离这里太远了，帮不上忙，还会误事。丹尼尔仍旧不愿意。加里说：醒醒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跟他不死不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会放过你的。丹尼尔，现在绝交还来得及吗？显然来不及了。所以他如加里所言，派了10几万人的军队佯攻诺曼玫瑰，实则想要试探出叶无穷的情况。原住民与穿越者的战争爆发，区域间乱象也逐渐滋生。谣言永远是传得最快的。传奇法师是什么模样？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据说他身高5米，法杖像树一样巨大，挥手之间天塌地陷，根本不是凡人可以对付的。无数人在追问叶无穷的消息，人心惶惶。他是大家心中的大佬，突然失踪，音讯全无，令人内心惶恐，对这个危险的世界有些绝望。也有极少数城邦幸灾乐祸，表示幸好没有早点投诚。他们嘲讽那些已经成为无忧城附属的城邦。虽然现在情况不明，他们不敢太直白，意图却很明显了。区域已经变得混乱，无忧城的高管们自然回应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回应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只有无忧城内部最初在新手村一起走来的那些人，信念依旧坚定。他们记得这种事情之前就发生过一次了。再说了，地库探索的话，不在服务区不是正常的吗？再等等吧，大家别着急，千万不要中了敌人的奸计。这是攻心战。话是如此，但管理层内部却很是焦虑。诺曼玫瑰被攻打，他们没有兵权，无法指挥兵马。龙翼士兵也不听他们的，无人指挥，放飞自我。我相信老大一定会回来的，大家稳住。想想以前发生了多少奇迹。胖子作为战士团元老级的人物，在这种危急时刻承担起了责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城守好，保护好子民，等他回来。精神世界，黑暗，一点微光稳定地亮着，制造出一小片光域。一道温柔悦耳的声音遥遥地传来：神性。叶无穷恍然大悟，身边这一点恒久不变驱散黑暗的微光就是神性。他与邪魂僵持了不知多久，他贪婪而强大，不断冲杀过来，却始终冲不进光域之中，更无法抹杀他的意识，自身反倒消耗了不少力量。叶无穷感觉到邪魂散发出来的对这点神性不加掩饰的觊觎，他非常疯狂，屡屡凝聚力量冲击，试图吞噬所有光明。神性光芒每次稍微暗淡之后，很快便恢复原状，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叶无穷的意识难以思考，但他本能的轻轻触碰神性光团，这就是神性，它是我的。他模糊的想，要把敌人彻底赶出自己领地。神性光团轻轻摇曳着向他涌来。叶无穷发现
自己也是一个小光团，但碰到神性光团之后变大变亮了许多。他可以指挥神性光团了。渐渐的，神性不再是光球，被他化为各种武器，可以更有效的杀伤敌人。邪魂似乎大惊，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也并不畏惧，反倒爆发了。他演化出无尽的幽魂，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这很强，但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叶无穷的意识与神性的融合越来越完美，实力迅速增强。在这精神世界中，神性化为各种能量，最终万钧雷霆与闪耀圣光将邪魂重伤。无数碎片从本体上飞出，本体颤抖、翻滚、抽搐，缩小了几倍，变得虚弱，终于露出了畏惧的姿态。邪魂见势不妙，就要跑。叶无穷的意识追杀在后，但一片黑暗中，邪魂仍是消失不见了。叶无穷慢慢睁开眼，眸中无尽的迷茫。他渐渐看清眼前的景象，视野之中，黑暗消失了，出现了色彩与光亮。有人在看着他。好一会，叶无穷辨认出来，这是一名女子，一双金色的眼眸静静凝视着他，银色长发披散，像凝结的月光。这双眸子则像两汪注满了精液的湖泊，幽深璀璨。他呆呆盯着他，在想这是谁？漂亮的让他以为是在梦里。你醒了。女子轻轻开口，声音温柔好听，与那句关于神性的提示一样的声音。叶无穷稍稍动了动，才发现自己躺在他怀中，枕在他的腿上，而他的一只手则按在他心口之上。意识迅速回归，完成对身体的接管，听觉、视觉、触觉都逐渐恢复。叶无穷凝视着这名女子，想起来了，这就是他要找的神秘精灵。看来，爸爸，大坏蛋，你醒了！我还以为……扑棱棱的声响，独角兽和小黑龙挤了过来，一个用脑袋蹭着他，一个在悬在半空，都是满脸惊喜。是啊，叶无穷看向两小只，心头一阵温暖。谢谢你。他望着女精灵，想要起身，这样躺在人家腿上，感觉颇为尴尬。不要动，素白的手轻轻按住他，很快就好了。叶无穷揉了揉胸口，站在月亮圣泉边，望着水中的倒影。胸口的伤离奇的出现，又神秘的消失了。当然是被这名女精灵修补好的，像是做了一个漫长跌宕起伏的梦。他感觉到醒来之后，自己有种说不出来的渴望、躁动，像是得到了淬炼，整个人正在脱胎换骨，需要大量能量。第127章，精灵女神，唯一神灵。这就是神性与她自身融合的结果。之前在地窟探索，遇到精灵女神艾尔莎，答应重建翡翠城，精灵族复兴，得到了她的一点神性。当时得到神性，各项属性有一定增强，还获得了很多条加成。所以他以为神性仅仅是一点属性罢了，看不见摸不着。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不是虚的。他一直都存在于他精神世界的最深处，只是他从来没进来过。他毕竟是武者，修炼魔法仅仅是专注于魔力的使用，精神力的提高加点就行，不需要自己修炼。所以他并不了解精神世界。这一次是个意外。神性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神性？叶无穷凝眸思索着，他有种突破瓶颈、天地广阔的感觉。现在只想爆发，去找古斯塔夫。从精神世界的比拼来看，传奇法师的灵魂强度非常惊人，但最终还是败落了。他的精神世界里还遗留着古斯塔夫的大量灵魂碎片，散发着邪恶气息，却也蕴含着惊人的灵魂能量。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姐姐的神性？女精灵坐在一棵巨大橡树的横枝上，声音传来。叶无穷转头看去，美丽的精灵头戴宝石花冠，高贵不凡，气息宁静柔和，的确像是大自然的精灵。她很温柔善良，没有丝毫敌意。叶无穷却从那双纯金色的眼眸中感到自己的灵魂几乎被看透。她有惊人的实力。你是说艾尔莎吗？叶无穷想，高阶精灵都是这样的眼睛，没有瞳仁，眼中是纯色，看起来非常神秘。女精灵轻轻点头，细微的表情透出几分期待的意味。叶无穷明白，她果然也是一尊精灵族的神灵。他没有隐瞒，把穿越以来精灵相关的事大致说了，尤其是进入地窟见到艾尔莎的那一段，还有无尽大陆的历史以及现状，这一定是他想知道的。女精灵听得很仔细，安静垂着眼，红唇轻抿，没有惊讶，只有淡淡的怅然。叶无穷，我能否知道你的名字？我叫艾弗兰。他抬起眸，小精灵，你呢？叶无穷，小精灵，我叫无忧。叶无穷与艾弗兰交谈了一下，他得知许多事。当初艾尔莎说一些精灵从翡翠主城撤离了，指的就是艾弗兰，精灵族最受宠爱的小公主。当时诸神之战爆发，她只有几百岁，
在神灵父母的眼中还是个小幼崽呢。所以艾弗兰和一棵世界树被一起送走，层层保护起来。就这么过了几千年，他所藏身的空间与无尽大陆逐渐融合。很快，叶无穷觉察到艾弗兰的确是有点像天真单纯的孩子，但他什么也不想评价，人家可是神灵啊。叶无穷询问系统，当初其他种族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操作，是否也有神灵遗留下来。系统不想告诉他，只说没有世界树的支撑，很难维持一个空间的长久稳定。四舍五入就等于艾弗兰的确是大陆上种族能接触到的唯一神灵，其他的诸神很多年没出现过了，不知是否离开了此界。艾弗兰沉浸在失去所有亲人和族人的悲伤中，对身边的男性精灵没有丝毫戒心。叶无穷按捺了片刻，忍不住打断他的哀思，请教神性力量究竟如何使用。他是得到了神性的强化，但依旧是野路子，全是自己摸索，还不如请教专业人士。他拿走了姐姐的神性，但艾弗兰也没有迁怒于他。现在的局面就是如此，精灵古族几乎可以看作灭绝了。只有系统带来的这批人能够以各种手段小概率获得种族相关的东西。艾弗兰怀里抱着独角兽，抚摸他的断角，翠绿的疗愈能量注入其中，一边说：让我想一想，你拥有了一点神性，算是刚刚入门的神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他回忆着小时候父母和长辈是如何教导他的。艾弗兰给他讲了一些神性修行的东西，温柔地说：没关系的，你还小呢，还有很多时间。他有种前辈在提携后辈的语气。叶无穷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他眼中好像是一只幼崽，这种感觉真是太奇怪了。不久之后，独角兽的断角又慢慢长了出来，洁白毛发上沾染的一些血迹也被清除掉，毛毛又是一只精神饱满、洁白如新的独角兽了。多亏了你。叶无穷抱着毛毛，轻轻抚摸他的脊背，又对艾弗兰说：太感谢您了。没有艾弗兰的治疗，有神性的支撑，他不一定会死。但古斯塔夫留在他伤口的邪恶气息，也就是那些负面状态，却很难清除掉。这个还是赶紧跨越阶层吧。从艾弗兰这里，他得知他仅仅拥有一点神性，但还没得到神格、神职、神位这些身份，以及神力、神火等实力相关的东西。太复杂了，就连神也觉得前面道路很漫长。但哪怕是一点神性，对凡人来说依然至为难得，需要惊人的机缘。绝大多数的凡人终其一生做梦都想象不到，竟然还有神这样广袤壮美的领域。一步一步来，先增强一下灵魂强度。古斯塔夫的灵魂碎片在精神世界里痛苦蠕动着，实在令叶无穷很想把它清理掉。他一点一点地炼化着，用对方的灵魂能量来增强自身。至于溢散出来的邪恶气息，艾弗兰非常自觉地清理着，显然他是善良手续阵营。感觉肉身达到了极限，需要一点时间来沉淀消化，叶无穷停下修炼。古斯塔夫的灵魂碎片还有不少，被他禁锢在精神世界的一个角落中。叶无穷精神力、灵魂强度、肉身强度都是大增。现在系统显示的战斗力300阶，无法准确统计，令系统满头问号。这代表着他现在拥有莫测的爆发。毛毛的伤势也已经彻底痊愈，叶无穷摸着他的脑袋，报仇去，希望他别跑。第128章复仇之战，传奇法师被锤烂在地。叶无穷现在领悟了如何利用神性增强实力，而神性的逆天之处在于不会损耗。他迫切地想要找人试刀，最佳人选当然是那个传奇法师。可以认为700岁的古斯塔夫是地表最强凡人，想必他一直在寻找长生甚至永生的办法，所以精灵的身体对他有莫大的吸引力。在精神世界的对战中，古斯塔夫一定发现了那点神性的特殊与莫测，感受到了他那里磅礴高深的力量。他很想要，或许不会离开。反正叶无穷是这么想的，古斯塔夫对神性肯定感兴趣。但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他生怕对方已跑路，再想找到这位传奇法师可就不容易了。毛毛见识了古斯塔夫的手段，在之前战斗中确实有点受惊吓，那人实在太诡异邪恶了。但他被艾弗兰治愈，被叶无穷鼓舞，内心重新充满了勇气与力量。受伤不一定是坏事，被治愈后速度好像又有所提升。毛毛载着叶无穷看了艾弗兰一眼，辨认方向，走向神秘空间的出口。即将离开之际，艾弗兰的声音突然传来：你还会回来吗？叶无穷略感意外，但他隐约理解孤独了几千年，忽然见到同类是什么心情，就像鲁滨逊在荒岛上捡到星期五一样吧。我会的，女神。他坚定地离开。毛毛自大片浓重的白雾中冲出，无比警惕，随时可能有一个邪恶的疯子冲出来。叶无穷也警惕，但并不紧张。古斯塔夫用诡异的手段伤了他，但精神比拼并没有获胜，
邪魂反倒受伤惨重。叶无穷叫毛毛搜寻一下邪恶的气息，他把邪魂碎片给他感受了一下。毛毛是圣光生物，对邪恶气息的感知也很敏锐，立刻就有了眉目。从明亮的天空来看，已经是第2天了，但浓雾中的邪恶气息并没有散去。古斯塔夫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并试图打破迷雾结界，闯入其中。但这个空间，叶无穷从艾弗兰那里得知，只有亲和自然的生物才能进入，也就是精灵、独角兽、小花仙之类的自然之灵。叶无穷追踪着古斯塔夫的踪迹，最后在森林深处找到了他。古斯塔夫距离成功只有1步之遥，确实不甘于离开。而这一片未知空间引起了他的极大好奇，如果能进入，找到他的小精灵，再发现空间里的宝物，岂不是？就算有危险生物，他也有足够的自信。叶无穷看到古斯塔夫所在的山坡上堆满了各种野兽，怪物的尸体都很干瘪，像是被吸食了所有生命。古斯塔夫肉身的伤已经完全无碍，神魂的伤则比较麻烦，短时间不可能痊愈。但显然他已经疗过伤了，不至于一副濒死之态。远远看到古斯塔夫的瞬间，一道能量箭就他朝飞了过去。叶无穷手持巨弓，乘着4翼独角兽自空中飞来。古斯塔夫见他突然出现，本有一丝惊讶，随即见到一道箭之攻击而来，又有一丝不屑。但转眼间他就感应到了这一箭中蕴含着惊人的能量，前所未见。他慌忙躲避，再躲已经来不及了。这快的惊人的一箭命中了他的大腿，深深刺进血肉之后，轰然炸开。古斯塔夫强悍的肉身也无法抵挡这样的冲击，血肉飞溅，骨骼炸裂。他失去了一条腿，但传奇法师并不需要双腿维持平衡，他仍然站立着，伤口流出黑红的诡异鲜血。古斯塔夫瞪视着叶无穷，终于笑不出来，老脸上露出了懊悔、痛心、贪婪、恐惧的神色。那种力量，我被污染了，是不是神的力量？是不是？他极度懊悔，已经认出了这种能伤到他的力量，就是藏在叶无穷精神深处的那东西。他居然如此之强，当时他就应该再加把劲儿，将之拿下。叶无穷对加持了神性力量的攻击非常满意。之前他被追的时候也攻击过古斯塔夫，但这货身上的各种增益属性实在太多了，他的攻击根本无法破防。现在却成功的卸掉了他的一条腿。古斯塔夫嗷嗷痛叫着，出其不意的牙签大的法杖挥舞起来。无需命令，在他动手的同时，毛毛已经翅膀一扇，直接飞起几十米，迅速移动，在施法上未完成的时候就跑开了。但就算对方放出的是指向性技能，锁定攻击也无所谓。叶无穷可以用神性力量加持在各种护盾上，神性太逆天了。由于不会损耗，纵然仅仅只有1点，却也有全方位的作用。古斯塔夫攻击的同时，叶无穷也出手，连连拉弓，数道能量箭射出，逼得古斯塔夫像跳舞一样，姿势滑稽地使用了瞬移。但这样的传送距离有限，终究逃不出这里。古斯塔夫释放的法术也落空，他无奈之下还是选择了100%必中的攻击方式。法杖变大，顶端很尖，往自己的胸口刺去。他这里仍有与叶无穷灵魂的联系，虽然很微弱，但2人距离很近，足够用了。同一个招数还想用2次？做梦！连珠箭射出的同时，毛毛也在叶无穷的命令下将速度提升到极致，如流星一般撞了过去。叶无穷进步很快，射出的几箭中有2箭灌注了神性和大量精神力，有了追踪能力。古斯塔夫边自残边闪躲，但箭枝拐着弯的朝他飞去。毛毛只比箭枝晚了片刻到达他身边，同时过来的是突然出现的巨大沉重的雷神之锤，朝古斯塔夫锤了过来。神性力量与雷霆之力加持，又借了独角兽惊人的速度，雷神之锤变成了极度恐怖的杀气。古斯塔夫睁大双眸，顾不上自残，慌忙意念一动，要再度瞬移离开。终究晚了一丝，他的确瞬移走了，但仍受到了雷神之锤的攻击。他的身影出现在200多米外，瞬间又猛地飞了起来，在半空中发出爆竹一样的骨骼碎裂声，血雨飞溅。古斯塔夫被锤落在地，胸膛和腹部瘪了下去，各种器官爆露出来，令人不能直视。第129章击杀。古斯塔夫的毕生积蓄，即便受到重创，古斯塔夫的生命力依旧强大的惊人。他并不能完全被称为人，他的灵魂如此邪恶，并掌握了死亡相关的暗黑魔法，或许可以视作半亡灵生物。古斯塔夫在地上蠕动着，破损的喉咙中发出了诡异的笑声。转眼之间，独角兽便飞了过来，巨锤再次挥舞到了他面前。你是杀不死我的！古斯塔夫含混的笑。如果是之前，叶无穷确实无法将他彻底杀死，但现在拥有神性力量，他不相信。巨锤砸落，地面都在震动，
挥动间带出道道蓝紫色雷光。哦，传奇法师的声音沙哑而苍老，很快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变成了一堆碎肉与骨骼。他的头颅慢慢蠕动着，口中发出魔鬼般的声音：“你很有前途，你叫什么名字？”这是神魂发出的音。我叫你爸爸。叶无穷没有丝毫手软，想知道我的真名。真名诅咒果然是存在的，幸好他早早就有准备，将真名严密地保护起来。独角兽发出叫声，提醒叶无穷。地上有万千道黑色丝线朝他迅速延伸过来，不知是什么，但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叶无穷神速反应，神性力量加持，武器换成巨剑，横扫而出，半月斩。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前期技能，被神性力量加持后，拥有了恐怖的杀伤力。无形的庞然剑气犹如滚滚的浪潮，朝远处划去。两剑挥出，那些黑色丝线就统统被切断。地上的血肉中，一团团黑色的东西在翻滚，那是凝聚成型的邪恶力量，其中就躲藏着传奇法师的邪魂。纵使到了这个地步，他仍然没有放弃。漫长的寿命让他拥有无尽的手段。叶无穷深深了解对手的邪恶与诡异，哪怕没有身体，这或光靠极强的灵魂也能存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夺舍。毕竟传奇法师也算是双修魔法与魂系，只有灵魂依旧可以释放很多魂术。他抓紧时间凝聚雷霆之力，以神性力量加持，这样的雷霆多了几分金色，像是神圣力量，对灵魂邪恶生物的伤害再次大大增强。不，我是不败的，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黑色丝线被斩灭，束魂之术无法施展，自身又被雷霆轰击，黑魂发出奇异的大叫。为什么得到这种力量的不是我？古斯塔夫的神魂释放出强烈的不甘，神性雷霆足够对他的灵魂造成大量伤害了。雷霆领域，雷光涌动，能量澎湃。古斯塔夫战斗经验丰富，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但他实在太顽强了，凝聚了所有魂力，要自爆。叶无穷察觉到这异样的波动，大量的雷霆劈落，最终古斯塔夫造成的魂力爆炸，威力并不大，叫喊的声音也渐渐消失，四下里一片寂静。邪魂被雷霆劈到，又爆开，像烟雾一样四散了，把这一片区域弄得灰蒙蒙。传奇法师看起来像是烟消云散了，肉身则稀烂地留在地面上。叶无穷仍然警惕，这老妖怪手段太多，诡异莫测。直到他猛然抬头，看到艾弗兰不知何时凭空出现，站在树梢上，静静看着他。艾弗兰，是他伤了你吗？他是很强，也很邪恶。他对于他的暴力行为似乎没什么感想。叶无穷便说，我不确定他死了没有。艾弗兰，他死了，污染了这里。叶无穷有些难以相信，自己这么快就杀死了传奇法师。神性力量的确有些降维打击，但经历了这么多，到了如今地步，他并不觉得自己纯靠运气，似乎冥冥之中就应当是这样，与精灵的缘分越来越深。只能说幸好古斯塔夫没有进入到古战场投影世界，没得到某些古神的神性，不然大陆或许已是另一番景象。确认古斯塔夫已死，叶无穷搜寻了一下战利品。这附近一片方圆几里都是战场，乱七八糟，树木向外侧倒下，草地焦枯，土地变成黑色，尚未散去的雷霆能量弥漫，与邪恶气息交织在一起，仍是本能的相克着。艾弗兰轻轻立在树梢，轻若无物，只静静看着，没有插手的意思。他那天真无邪的目光在观察他。叶无穷有所察觉，但也没办法，该干嘛干嘛。脸皮厚吃块肉，脸皮薄吃不着。他索性把小黑龙也放出来，主宠三个一起在方圆几里的范围搜寻。他发现了一枚漆黑的晶石，很诡异，前所未见，不知是什么，扔系统里一鉴定才知道，竟然是古斯塔夫的记忆结晶。还有这种东西？叶无穷略感惊讶，这是灵魂强度到了一定境界的产物吗？毛毛也找到了一枚漆黑的晶石，这次是灵魂结晶，是神魂在极端情况下凝结成的。小黑龙飞过来，眼巴巴盯着，似乎有点馋这东西，能量很强，也很邪恶，以后再给你用。叶无穷先把晶石收起来，需要专业人士净化之后才能使用。小黑龙呼啦啦飞走，连忙更加仔细地寻找起来。他感觉到这一片的暗系能量有点丰沛啊。不久之后，叶无穷收集到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2个空间戒指。这东西他还是第一次见，据说只有空间魔法修炼到一定地步才能制造，还需要很多空间系材料，极为珍贵。他猜测这极有可能是古斯塔夫自己做的，或者从稀少的空间法师那里得到的。这戒指的材料很强，经历大战只轻度受损，里面的东西还好好的。2枚戒指中几乎装着古斯塔夫的毕生积蓄，当然只是贵重之物，不重要的东西
他才不会随身携带。2枚戒指大概都有150立方，一个装着各种各样的魔法材料，见所未见，无比复杂；另一个则是形形色色的魔法道具，各种成品、卷轴、药水、图腾等等，还有一个书架，塞满了笨重的魔法书籍。叶无穷随便翻了翻，看到一本《全系魔法指导教材》，作者伟大的法神，世间绝无仅有的天才古斯塔夫。叶无穷。第130章，升为迈向更高等级的维度。叶无穷好奇地翻开《全系魔法指导教材》，发现这书是一套，一共有4册。他拿的刚好是第1册，翻了翻，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只看懂一半，但看到的全都是古斯塔夫在各种吹牛逼，把自己形容成了天上有地下无的绝世神人。扉页上写着：我不教你怎么使用魔法，我只能告诉你如何成神。这第1册称之为古斯塔夫的自传，或许更加合适。就一个前言，写了一本书，详细介绍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各种辉煌战绩。或者说，作下的叶无穷越看神情越凝重。古斯塔夫对过往的事颇为自得，每杀死一个魔法天才，就要记录在案，并且附加一些评价。让他意外的是，这本书似乎有无限的纸张，并且一直在记录中。翻到最后，写的好像是他。古斯塔夫把他形容成了完美的容器，令我疯狂心动。反正评价颇高，也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叶无穷满头黑线，真像一个伪所变态大叔啊！甚至在这小山坡疗伤的时候，古斯塔夫都有心情记录一下感想。就像叶无穷猜测的一样，古斯塔夫认为自己差一点就能成功，而且这森林深处还有未知的珍宝。他非常不甘心，所以没有离开，而是在等待时机。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叶无穷拥有神性力量。就这样了，叶无穷舒了口气，把古斯塔夫的2枚空间戒指戴在自己手上。这戒指并没有什么与主人同生同灭的设定，古斯塔夫的灵魂契约已经失效，叶无穷果断与2枚戒指契约。他终于拥有了空间容器，可以存放自己的那些收藏品，不必完全依赖于系统了。此外，古斯塔夫的那些东西里还有其他魔法书籍，都是很艰深晦涩的东西，风格比较古老，相应的学习门槛比较高，但难度也会大一些。除了那些魔法材料，叶无穷最重视的就是这些技能书，再次是那枚记忆结晶和灵魂结晶。灵魂结晶可以用来提升他的灵魂强度，记忆结晶不知怎么用，或许可以复现古斯塔夫的记忆，从中发现一些奇怪有趣的东西。小黑龙在四周寻找了好一会儿，再也找不到什么了，才遗憾地跑到叶无穷面前。我发现了一些能用上的碎片。小黑龙小爪子里抓着一些东西，遮遮掩掩的，舍不得给人看。叶无穷看了一下，都是些暗系相关的材料碎片，你留着用吧，我这里还有一些合适的，有空了找给你。他终于拿到暗系材料了，这条熊孩子也该进化了。小黑龙很高兴，点头，但舍不得用这些暗系碎片在附近飞来飞去。这里的暗系气息好浓郁啊！身为贪财靓仔，他要先把空气里的能量吸收完，再动用自己的东西。艾弗兰双眸微微含笑，注视着他们。他轻轻伸出手，拂起一道柔和翠绿的微风。这阵风徐徐吹来，却很绵长，将四处逸散的黑雾吹开了。渐渐的，黑雾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山林得到净化，恢复了色彩，不再灰蒙蒙的。现在这片地方只剩下纯粹的各系魔法能量，以及古斯塔夫灵魂碎片释放出来的无主魂力了。叶无穷深深凝视了艾弗兰片刻，有些羡慕这样的实力。这就是神灵，与凡人不在同一个维度的高等生物。把战利品收拾好，叶无穷仍是很忙。他刚从世界树空间出来，系统消息就不停地涌来，几乎能将他淹没。那时他要追杀古斯塔夫，并没有理会。现在战斗结束，该处理了。看了一下，清一色的关心与询问，还向他汇报了一些消息。贵族发动突袭，但己方的龙翼士兵非常勇猛，完全不需要指挥，局面还是很稳定的。就是人心惶惶，对城主的失踪充满疑问。叶无穷回复大家：我很好，确实是进入了一个神秘空间。实际上他头像重新亮起，所有人心中的惊疑与忧虑就几乎完全散了。叶无穷简单的说：我和古斯塔夫打了一架，现在他死了。城邦内的众人什么情况啊？无忧城的聊天频道与论坛刷满了问号。古斯塔夫是谁啊？卧槽，你家里没网，连传奇法师都不知道？传奇法师居然死了？不是说他是4国最强者吗？连国王都不敢惹他。城主威武，太惊人了！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贵族，他们不是很挑吗？每个人吃瓜的水平都不一样，有的人时刻冲在吃瓜前线，不去做情报官简直可惜了。管理群内众人则更为震惊，他们对古斯塔夫了解的稍多一些，也知道这人就是冲着叶无穷来的，
消息则是周边几个伯爵放出去的。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还以为危险要持续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是这般想法，毕竟江湖上对古斯塔夫的形容那是相当可怕啊。叶无穷说，过程确实不顺利，但结果是我赢了。他并不打算聊更多细节。神性，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东西，说了也没用，只有从死去的神灵那里才能获取，要么杀死神灵才能得到，再就是拥有够多的神明，获取信仰，转化为神性、神力，这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该考虑的事。负责诺曼玫瑰的人小心地询问叶无穷，现在战时状态该怎么办？叶无穷，情况很好啊，就这样，你们自己处理吧，想守就守，想反攻也随便。他不太想管这些事了。发现神性力量的用法之后，又亲眼见到了一位神灵，短短时间内，他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什么城邦啊，区域啊，各种排行榜，那都是虚的，就像浮云一样。唯一的作用就是获取更多资源，其他的有个球的用。在区域里再怎么扑腾，纵然像古斯塔夫一样活了700岁，终究也还是个凡人罢了。升维，迈向更高等级的维度，才是唯一的出路。第131章，神明的获取方式，世界树想抽他了。管理群内，其他人看到这样的回复，也立即感觉这语气有点不对，怎么像是不想管了的样子？大家连忙询问，发生什么事了？难道叶无穷受伤了，情绪很不好？叶无穷简单的说，我发现了一尊神灵，凡人的东西已经不能吸引我了，我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众人足足过去了好几秒，他们仍然很无语。老大说的啥？马上要成什么事吗？令他们很想吐槽，又不知从何说起。有人问，神灵真的存在？是什么样的？更像东方神还是西方神？他们也知道大陆的历史，但根本想象不到神是啥样，就是当奇幻故事看的。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小说，每一类小说中的神都有不同的设定。叶无穷想了想，给他们形容，是种族之神，精灵族的。我不知怎么描述，偏向西方吧。他还小，没有上古的神灵强大，但也很厉害了。一惹他，有人迅速抓住重点。搬砖的猫，老大，应该是他才对，这是神灵的专用代词。叶无穷懒得吐槽这些人了，就这样吧，你们看着办。放权当一个太上皇算了，反正他这段时间真没有处理俗物的心情了。他对众神世界充满了好奇。艾弗兰给他讲了一些事，但也仅仅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他说神灵都是意念交流的了，效率比说话高多了。叶无穷留在古斯塔夫身亡的山坡上，也抓紧吸收四散的魂力。时间越久，散得越远，简直浪费。小黑龙也是如此，忙着吸收那些暗系、恶魔系、时间、空间等奇奇怪怪的能量。独角兽在一旁羡慕地看着他们。艾弗兰轻轻挥了挥手，空气中的魂能、稀有属性魔能都消失不见，凝结成了2颗晶石，分别落在叶无穷和小黑龙面前。叶无穷望着他，他这会儿就是想知道，神灵看着人类，是不是会觉得很幼稚好玩？世界树空间，艾弗兰坐在橡木的高枝上，轻轻晃悠着洁白纤细的小腿。叶无穷盘腿坐在地上，喝了些月亮圣泉中的泉水。圣泉有自净能力，变得清澈无比洁净，状态渐渐回满，心境也平和下来，可以开始学习神的力量了。他说出问题，艾弗兰的意念直接传入他的脑海之中，这样对精神力的消耗比较巨大，以他的精神力也坚持不了太久。好在这个地方似乎有特殊属性，精神恢复得很快。闲下来，艾弗兰就问他很多事，关于他自身的，他已经说过了大概，但更多的细节没说。他叹了口气，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小精灵了。你是第一个，是世上唯一一个吗？或许吧，我一个神明也没有了。叶无穷知道，他失去了所有亲人，种族也几乎灭绝，太孤独了。他说，很抱歉，其实我主要是个人类。他的精灵血统很少，只有 25%， 后来拥有了上古精灵的神性，才变得更像精灵。没有关系。头戴花冠的美丽女子轻轻说，她金色的眼深邃神秘，望着他，你似乎也在为神明的事烦恼，你可以解决。叶无穷，我怎么解决？他自己都不知道头绪在哪。艾弗兰，神秘力量的帮助。叶无穷心下了然，系统，这或许可以试试，系统大爷一定有办法，至少是线索。大爷，你也听到了，我重复一遍好了，我该怎么获得神明呢？只能是精灵族吗？系统，精灵族神明可以得到更多信仰之力，也可以让你完成艾尔莎的任务。其他种族的神明获取的信仰之力无法转化为神力、神性，就是说用途不大。叶无穷，除非我获得不是种族神的神性或者神格，
系统，是的，先成为一族的神，面前的世界就豁然开朗了，你将拥有更多选择。叶无穷明白，简单来说就是很特殊的前置职业嘛，只有达到了某个境界，才有机会接触到更多那个级别的资源。好，现在的问题是，精灵神明怎么获取？精灵亡灵行不行？也是精灵吧。叶无穷突然想起埃尔莎的那个小空间，有很多精灵亡灵，他们还保留了部分生前的特性，内心只有保护翡翠城的念头。系统也是，叶无穷心想，不知算不算卡 bug， 但好歹是一条途径。但亡灵又在哪里？系统大爷，能不能透露一下，种族转职书哪里出现的概率比较大？商城为什么没有？宝箱能不能开到？系统，可能你自己升会更快一些。叶无穷，怎么升？我不会。什么鬼攻略？但这么吐槽的时候，他突然记起，身边就有一个女精灵。啊这，哈，会被锤死的。艾弗兰目光微动，望过来，巴掌大的银白面庞上有困惑。你似乎在想什么奇怪的东西？没啊，我就是在想，哪里有神明？叶无穷赶紧掐死某些奇怪的心念，太可怕了，在神面前不要胡思乱想。艾弗兰歪着脑袋看他，尚未说话，丛林空地之外却传来了破空之声，一道翠绿的枝条刷刷刷地抽了过来。叶无穷以惊人的速度弹起，跳开，躲过了这突然的一击。他目光一沉，正在想是什么人闯入了这里，就听见一道极度苍老浑厚的声音：“老实点，不要打他的主意。”枝条又嗖地飞了回去。艾弗兰转头看向枝条的来处，有些迷茫。爷爷，叶无穷明白了，是世界树在警告他。刚刚他真的没想啥，就是个理论性的假设而已。他就是想，根据某些设定，神怀孕的概率非常低吧？宙斯那种108胎是极少数吧？但世界树好像有点暴躁而霸道，凭什么不准他想？他就想。他重新想了下，觉得好像也不是不行。第132章回城，请各位大人洗干净脖子等着。当然，在人家的地盘上，叶无穷就算有什么想法，也没有往深了想，等出去了再仔细想想。他目前是觉着，这是他迈向更高维度一个难得的机会，还是和艾弗兰打好关系吧。这小妮子虽然是一尊神灵，但以神的年龄来说，实在有些幼小。自身呢，也没经历过太多磨难，以前被全族宠爱，后来避世不出，阅历太少了，性格仍是有些天真单纯。对叶无穷来说，这是好事啊，最起码双方的信任程度会高一些，相处还挺愉快的。艾弗兰轻轻地对世界树说：“爷爷，我们在聊正事呢。”世界树低沉浑厚的声音仿佛是从虚空中传来，能穿透无尽光阴，这令叶无穷莫名的更想摆脱凡人之身。思考了一下从系统那儿得到的线索，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精灵亡灵也能算作神明的话，那也不是没有办法。首先，他拥有邪神虚影留下的大法杖，它其中一个效果是亡灵加成，在亡灵法师手中可以发挥200%效果，并随机召唤亡灵类勇士。叶无穷打算摸索一下这个随机有没有操作空间。然后他刚刚得到了传奇法师古斯塔夫的记忆著书，那些厚厚的魔法典籍中就有亡灵类魔法，只是古斯塔夫手段很多，根本用不上。眼下叶无穷选择自己亲自来学习，成为亡灵法师，再利用大法杖尝试召唤精灵族的亡灵。虽然每次召唤会消耗精神，但消耗量并不大。此地气息宁静，恢复效果很强。唯一的问题是召唤物的存在时间有限制，但只要动作够快，总比什么没有要好。这只是一条路，精灵转职书之类的道具也同样需要搜集。至于自己生精灵什么的，哈哈，还是别做梦了，不可能的事。叶无穷取出黑色缭绕的邪神法杖，向艾弗兰简单说了下自己的打算。艾弗兰金灿灿的眼眸看了眼法杖，便直直地盯着他，没有作声。是我太凶残了吗？叶无穷有些摸不着头脑，想到自己在山坡上暴锤古斯塔夫的场景，是不是也被他看到了，破坏了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好吧，可能并没有这个东西。小精灵，你是一名勇士，艾弗兰轻声说，你去尝试吧，我还是去别的地方再召唤吧。叶无穷又有了新的想法，收起法杖。召唤物与召唤者的实力相关，以他目前的实力，召唤出来的至少也是紫色品质的，那就不能浪费了。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他神格未成，仅仅拥有一点神性，非精灵的信仰之力对他凝聚神性没有帮助，但系统可能隐藏了一些信息，万一有别的用呢？比如兑换属性点啥的，这个也试一下，反正不亏。艾弗兰已拥有神格，不知人类的信仰之力对他有没有什么作用。叶无穷打算把他骗到无忧城去，建一所神庙可以供奉他，多多少少能提供一些加成吧。
反正也是实验性质的，他没有丝毫心理负担。我要回去了，我的城邦正在打仗。叶无穷起身说，他的黑发微微飘扬，黑眸含着笑意，与精灵的眼眸不同。艾弗兰盯着，却觉得有种奇异的美感。最起码，这个小家伙面容周正，身躯挺拔，从明亮双眸中可以窥见无尽的勇气，整体气质还是很不错的。艾弗兰并不喜欢战争，但世界永远充满争端，没有平息的时候。静默了一下，他好听的声音问：“需要什么帮助吗？”叶无穷微微一笑：“还真的有，我可以在外面的森林中修建一座传送阵嘛，这样下次再来就方便许多。”艾弗兰考虑片刻，答应了。世界树所支撑的这个空间，只有自然生物才能进来。这么一想，他又说：“对了，神明也可以是自然生物，精灵、独角兽之类的。”好的，叶无穷颔首，我去建传送阵了。还有亡灵魔法要学习。他骑上独角兽，在世界树空间近100里的位置找了一片平坦的山岗，建造传送阵，开始氪金。这个传送阵虽然与无忧城众多传送阵相连接，但叶无穷设置了权限，只有他能使用。另外布置了一些防御来保护这座传送阵。毛毛转眸看向上方的山石，叶无穷若有所感，抬眼看去，艾弗兰凭空出现，下一瞬就出现在他附近几十米外。在同一时间，他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无所不在。这才是真正的瞬移，飘忽不定，身形莫测。叶无穷已经习惯，问道：“怎么了？”艾弗兰伸出白嫩的小手，一只淡金色的光芒蝴蝶飞向叶无穷。他的意念传来，这是一个追踪印记。或许你不会介意。光芒蝴蝶飞到叶无穷身前，但金光芒笼罩了他片刻，便消解了。表面看来什么变化都没有，艾弗兰却从此掌握了他的行踪。他似乎有点担心，他会就此消失不见。叶无穷不禁露出笑意，不介意，欢迎到我家来玩，我家有很多人哦。几秒之后，叶无穷回到无忧城。城主不是修仙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老大，我还以为下回再见到你就是神像了。叶无穷会说就多说点，不想归不想，现实是现实，现实就是他需要凡人，也被凡人需要。叶无穷问了一下目前诺曼玫瑰的战况，距离慕容城仅有1000里，对面派大军前来攻打，只为试探他的消息，想知道古斯塔夫是否成功杀死了他。如今是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对面了。他们的爷爷回来了。爷爷决定算总账。叶无穷立刻派人去战场，告诉对面我回来了，并且杀了古斯塔夫，得到了他的魔法传承。我马上就会攻打他们，请各位大人洗干净脖子等着。第133章剑神庙。老色批眼里只有女神。叶无穷如今融合了神性力量，言辞间更多了几分威严。其他人根本没怀疑他是不是开玩笑，已看出他的威压似乎又变强了。显然杀死古斯塔夫的确得到很多好处，大家一时间又惊又羡，但也见怪不怪。城主牛逼也不是1天2天了，都淡定点儿。立刻有人传讯给在前线的战士团军官，让他们务必将叶无穷刚才的话转达给对面士兵。叶无穷思考片刻，与众人简单说了世界将要发生的变化，就是神灵出现了。他们穿越之前基本都是无神论者，伟大的唯物主义战士，对于祭祀、拜神之类几乎不能理解。但现在形势变了，以前的诸神护佑着4大王国，但不如说是护着皇室，跟其他平民没太大关系。这世界阶级固化的非常严重，平民的上升通道几乎被完全卡死，除非天命欧皇能有各种提升实力的奇遇，就像穿越者这样。新出现的神灵和上古大战中遗留下来的诸神不是一伙的，他可以护佑无忧城，当然这可能需要一点小小的谈判。众人面面相觑，都有些茫然。有了神，然后呢？会对我们有求必应吗？我们该做些啥呢？他们内心都有这样的疑惑。叶无穷没好气道：别做梦了，神会眷顾死咸鱼吗？凭什么？自助者天助。艾弗兰比较善良，不知会怎么处理，但如果他是神的话，看都不想看咸鱼一眼的。对了，你们找找精灵或自然生物的转职书，长期需求。我去建一个神庙，供奉神灵，其他的等建好了再说。叶无穷选了无忧城主城的一片地方，当初建设的时候，主城中就留出了足够多的空白区域。这个神庙可以建在大广场不远处，以后如果有集会什么的也方便。神庙的图纸叶无穷手上也有，这也是城邦的配套建筑，但他之前并没有见过，那时觉得没啥用。如果诸神真的还在忽悠大陆，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呢？当然，神灵们或许在其他位面忙碌着，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叶无穷自个儿去建设神庙，毫无耐心，直接氪金，上百万金币，大量奢侈材料砸下去，
将神庙升到了顶级10级，金碧辉煌，珠光宝气，地面、墙壁、石柱、壁画无不是值钱的材料，那叫一个富丽堂皇。这种富贵气象让叶无穷很是满意。接下来就该铸造神像了。选择列表中有原本的诸神，最后一个就是艾弗兰。叶无穷突发奇想，把我自己的雕像竖在这里，有用吗？我好歹也是一只脚迈进众神世界的人啊。系统，一根脚趾头吧。哈哈，系统开始冷幽默了。叶无穷并没放弃这样的想法，试试嘛，不是怎么知道呢？再怎么样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于是他提交了一整块洁白细腻的大理石给系统，先雕刻艾弗兰的神像。几秒之后，栩栩如生的神像就放置在神庙大厅之中。叶无穷考虑片刻，选择了给自己塑像。很快，1比1的等身石像就出来了。叶无穷选择将它放置在艾弗兰的侧方，稍稍靠后，看起来像一个护法。与自己的雕像对视，叶无穷忍不住笑，终于有点不好意思了。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原来我这么帅的吗？真意外。系统，你们凡人的脸皮都这么厚的吗？有10来个人闲着没事，看到城主在广场这边出没，带着胆子在附近吃瓜。哎，人类的本质之一，看热闹。一座宏伟神庙拔地而起，众人都有些惊诧。随后叶无穷走出，他们吓得一个机灵，赶紧跑。叶无穷却把他们喊了进来，顺带又在附近频道中喊话，叫附近有空的人都过来。他要试验一下自己的神像能否得到信仰之力。虽说来自人类的信仰无法转化为精灵族的神性，但信仰之力本身也是稀缺资源，先攒着，以后或许有别的用处。附近的人得到城主召唤，又听说建起了一座神庙，虽然满心疑惑，但还是吃瓜要紧。于是一下子跑来了100-200人。叶无穷返回神庙中，打算与他们讲解一些东西，却目光一凝，发觉艾弗兰的神像有些异常，散发着圣洁的生机，淡绿的光芒浮现，像是活了一样。跟着进来的其他人个个都是睁大双眼，好瞧个仔细。这就是神庙中供奉的神吗？好漂亮啊！至于叶无穷的雕像，看到了没有然后？下一瞬，神像的光辉敛去，艾弗兰出现在一旁，微微讶然地望着这么多人类。叶无穷收到了他的意念，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连忙想到，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的，先把神庙建好，然后才能获取信仰之力吧。艾弗兰只是惊讶，并没有生气的意思，但眨眼之间他又消失不见了。神庙里静悄悄的，而后窃窃私语爆发。哇，这就是女神吗？我刚刚好像眼花了，看到一个绝世美女。叶无穷转头一看，跟着他进来的这群人，个个眼睛仍是睁得鸡蛋大，脖子伸得老长，盯着神像看。要不是他在前面挡着，说不定他们要一拥而上，跑到放置神像的高台上。这些人的表情他有点熟悉，这是老色批看到美女怎么也掩饰不了的神情。他观察了一下，很好，好像没人看到他的雕像，全都在议论艾弗兰的神像。刚才女神是不是显灵了？某人感觉到心底一阵灼烧，白养你们了呀。好吧，看来想要获取优质神明以及信仰之力，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并不是拥有了神明就能得到信仰之力的。神明必须足够虔诚，以你为信仰，时刻感恩你的赐福。就好比某教有各种祷告，每餐之前都要祈祷，仪式感不能少。成神之路果然很难啊。第134章，第一位神明。神庙之中，叶无穷，安静。热闹的人群立刻变得像小鹌鹑一样乖，鸦雀无声。叶无穷告诉他们，刚才就是精灵女神本尊出现，以后她就是我们城邦的守护神，我们也要开始拜神了。这件事很重要，大家互相转告。抛下这个重磅炸弹，他便离开了，去找艾弗兰。相信以吃瓜群众的热情，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出现在城邦热搜第一，全民热议。哎，我实在是吃不动瓜了，每天的大事件也太多了吧？什么？有美女？我又可以了！天啊！上班的时候摸着鱼，偷偷上网吃瓜，好像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感谢老哥的视频，这才是真正的女神啊！哇，精灵长得好特别啊，有种神秘的气质，确实很美。所以没人看到城主的雕像孤零零的立在那里，我还是比较喜欢城主。我要是拜城主，实力会不会暴涨呢？偷瞄评论的叶无穷看到零星几句对他的肯定，简直老怀甚慰，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将来他成神了，一定庇佑这些家伙。城主府中，在叶无穷的意念召唤之下，艾弗兰出现于淡淡的神光中降临。她美丽的脸庞上带着一丝微笑。虽然漫长的沉睡醒来后，得知世界大颠覆，自己失去了亲族，她的心情很糟。但现在情况一点一点好起来了。叶无穷打算谈谈神像供奉的事，艾弗兰却先轻笑着告诉他：“我有10几个神明了。”谢谢你。叶无穷愕然，
这么快，消息才刚刚传播出去啊！老色批们有力量。叶无穷好奇道：这些神明对你会有什么作用吗？暂时没有，太少了，信仰有限，也比没有好了。艾弗兰告诉他实情，又补充：我会庇护他们的。叶无穷轻轻颔首，用赞美的目光看着他。如今对世界了解得更深，他的思维已是慢慢转变。神灵都在想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现在的想法和一般人有了很大不同。说句不好听的，凡人以为自己供奉来换取神的赐福，这是一种公平的交易，真是没有一点逼数啊！神会看上那一点公平吗？神与人天壤之别，哪里来的公平？神的帮助本身就是恩赐，至于神想帮谁，给多大的帮助，完全看神的心情。有求必应，不求回报的，那是佛菩萨，不是神。一个要普度众生，另一个需要众生的信仰之力，目标就不相同。所以艾弗兰愿意搭理他的神明，让叶无穷觉得他还挺尽职的。叶无穷说：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再建些神像。我的城邦现在有几十万人，各族士兵有上百万，很快还会有更多。当然我知道这些也还是不够多，以后规模还会继续扩大。艾弗兰听着轻轻颔首，说：我会尽力保护好你的人民。在世界树空间，他就和叶无穷说过了，他擅长的是净化和疗愈，当然也有精灵族的攻术、自然魔法。相比之下，武力值没有姐姐和其他亲人那么高，他们毕竟年纪大一些，而他还在练习中，战乱就爆发了。但这个比较只是相对而言，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不可仰望的存在。叶无穷偷偷研究过艾弗兰的属性面板，他能看到的东西是随着聊天的深入慢慢揭示的。然而各种属性点怎么都看不到，只有一串问号。如果以问号的个数来数，可能有7位数。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好吧，谁让人家是神灵后代呢？叶无穷想想觉得神灵修炼肯定不是加点路线，而是他们得到的能量转化成的属性点很高，或者凝聚的神性力量加成非常惊人，这能量就是信仰之力。好想早点尝尝啊！叶无穷默默凝视着艾弗兰，欲言又止。艾弗兰，那个，我想问一下。叶无穷厚着脸皮提问：我见了自己的雕像，现在有资格获取神命吗？成神的路有点复杂，单凭自己摸索的话，不知得浪费多少时间。如果不是当初遇到了艾尔莎，得到神性，就根本没有开启这条路线的机会。艾弗兰点头笑道：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树立自己的雕像，但得有人信仰才行啊。明白了。叶无穷算是放心了，看来树雕像的举动也不算自取其辱。他又问：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个神灵吗？应当可以吧，不会影响信仰之力的获取吧？穿越前的世界就有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区别，在这里应当也可以。他理解的一神应当是至高无上的那位创世主神，甚至更高，这是唯一的终极的权威，不知跟系统大爷有没有点关系。而至高神之下显然是多神，各种族都有不止一个，每个神灵对神明的帮助也是分工不同。艾弗兰回想了一下，不影响吧？如果多神没有对立的话，对，多神是同一阵营同一目标就行。叶无穷更放心了，看来信仰之力没要求神明全心全意的只爱一个神，没那么严格。这样城邦里的人们岂不是等于一人多用？真棒。艾弗兰说：我有200多个神明了。他的金眸都更亮了，似乎有点感兴趣。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多神明了，他们都死了。叶无穷眼巴巴的羡慕，难道要强行按头让大家信仰他吗？有点尴尬。忽然系统里似乎有2条金色的通知一闪而过，叶无穷连忙查看，你拥有了第1位神明，你可以查看神系相关面板了。终于有了，我也开张了。虽然这是迟早的事，但叶无穷此时还是很惊喜，充满探索新世界的热情。那么这第1位神明是谁呢？他仔细一查看，并不意外。第135章，神明蹭蹭上涨，学习亡灵魔法。这第1位神明就是独角兽小可爱了，它也属于自然生物，产生的信仰之力可以凝聚为神性。叶无穷在系统面板里可以看到神明的详细信息，当然毛毛本身就是宠物，各项信息一目了然，跟村长、城主什么的其实有点像。村长和城主在系统中也能看到子民的一些情况。对，成神某方面来讲，就是所管理的人更多了。不过他留意到神明列表中毛毛的名字是金色的，他猜测着神明都是金色，还是代表了神明的品质。没事，跟系统唠一会，唠完了得知的确是神明品质，品质越高，综合能力越强的神明产生的信仰之力越多，这很合理。很好，我看啊，是时候给你娶几个媳妇，多多下载了。
叶无穷将独角兽召唤过来，毛毛歪着脑袋：“什么呀？他还小呢，听不懂。”“开玩笑啦，准备好，我们过会出发。”叶无穷决定向贵族们开战，这样可以得到更多资源，尤其是人。接下来就该鼓励生育了。不过出发之前，他在管理群内暗示了一下，自己的雕像已经在神庙中竖起来了，懂的都懂吧？他现在神格未成，但当个城隍老爷没有问题吧？懂的。一溜儿回复。过了一会，叶无穷看到自己的神明数量缓缓地涨了起来。大家先信仰着，我现在没有神力，没法给你们家 buff。等我成神了，一定狠狠拉着大家。著名画家叶无穷眨眼之间绘了一幅传世经典大饼图。众人，城主加油！他们老早就认识到了，人各有命，城主就是屌，老实跟着他混吧。并且在他手下还是挺滋润的，相处愉快，工资奖金到位。前提是别摸鱼，好好干活。有人道，我发了个通知，民众很快就能有反应了。他们当然希望叶无穷能成神，到时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论坛上，兄弟们，我当然信城主了，但我要是同时信仰精灵女神，城主会打我不？底下一群扯淡的。叶无穷亲自回复，不会。吃瓜众震惊了，几百年没在论坛看到这位低调的帅哥了，霎时间引起热议。再结合管理层发出的公告，大家都明白了，城主需要他们的信仰，成神可以变强，这是废话。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信啊！哎，像我这种废物咸鱼，别的啥都帮不了了。仔细想想，确实是的。感谢城主给了我工作，让我们在这样的世界可以安稳的活下来。感恩！以后我吃饭之前先感恩。这个世界上普通人毕竟是大多数。当无忧城的民众回想起穿越以来的岁月，再想想破灭的英国新手村，沦为流民的欧罗巴联盟，还有更多死于各种原因的人，他们无不庆幸自己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啊！经过初步宣传，这种评论眨眼间多了不少，放哪都会被骂狗拖。叶无穷，我没请水军吧？很好，神明数量开始蹭蹭上涨了，信仰之力也从零慢慢往上增加，速度不快，但已经是不错的开始。毕竟现在神明也不多。叶无穷想不明白，信仰之力这种抽象无形的东西是怎么数据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但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系统已经给显示出来了，攒够了就用。很棒！叶无穷看到系统中人类神明与自然生物神明可以分别显示，信仰之力也是如此。那接下来就去制造精灵亡灵吧。叶无穷开始点兵，尽管现在已有100万大军，但他又继续召唤了80万龙翼士兵，20万各种骑兵。他要去跟周围几个伯爵好好聊聊。诺曼玫瑰，叶无穷传送过来。慕容城派来攻城的人马现在已经在撤退了，却被龙翼士兵缠上了，只好分批撤退。先头部队已经派了快马，将无忧城主杀死传奇法师的消息报告回去了。龙翼士兵得知叶无穷出现，士气大振。叶无穷简单打了招呼，并没有参战，而是坐下来研究起了亡灵魔法。先成为亡灵法师，再来召唤精灵亡灵。古斯塔夫写的魔法教材跟打怪得到的技能书完全不一样。技能书满足了属性点，在系统帮助下一眨眼就能学会。魔法教材要自己学习。叶无穷耐下性子仔细琢磨，搞懂了大半，也有些地方想不明白。老东西的笔记实在是潦草至极，实在看不懂的又不想浪费时间，系统不搭理他，只好呼叫艾弗兰。精灵女神凭空出现，没有丝毫不耐烦。怎么了？叶无穷说了目前的困难，希望得到点指导。艾弗兰也难以辨认人类的字迹，他凝眸盯了片刻，金色双眼变得空灵，发出光芒，目光似乎能穿透时空。叶无穷一眼不眨地观察着，内心震撼。据说神有无数分身，无处不在，跳脱时间长河之外，可以任意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总之是凡人难以想象的事，因为人不过是4维空间的3维生物罢了。整个世界的时间轴如何，他们无法看到，但神是5维甚至更高维的生物。艾弗兰看了一下古斯塔夫当时写这些字迹时的情况，看到了，但他不明白他在写什么。这是人类的东西。他说，你有他的记忆结晶，现在可以用到。他也可以进入以前时空的古斯塔夫的脑海中，去探究他写东西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但有记忆结晶在，方便了太多。叶无穷拿出记忆结晶，然后在艾弗兰的帮助下，等于是进入了古斯塔夫的脑袋里。一瞬间，无穷的画面与念头在他眼前闪过来，晃过去。倒序排列，叶无穷立刻感受到了古斯塔夫死前的不甘与恨意，真实而强烈，怨气满满。哎呀，幸好边上有神负责净化。
第136章召唤精灵亡灵。艾弗兰负责净化怨念与邪恶气息，叶无穷翻阅着古斯塔夫的记忆，大量的信息涌入他的脑海中，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很多知识。这样的学习效率也太高了。遗憾的是，灵魂强度足够的人才能在死后留下记忆结晶。从古斯塔夫的记忆中，叶无穷得知这老家伙攻击自己的手段是一种邪恶的黑魔法，灵魂锁定，无法躲避，说明这老家伙还是挺稳的。叶无穷继续学习，渐渐习惯之后，开始跳跃记忆，终于在大海一样的信息里找到了亡灵魔法。记忆结晶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能量，每次使用会有轻微的损耗。加快速度的话，尽量把能用的魔法都学完。叶无穷心想，抓紧领悟。亡灵魔法对天赋有一定要求，但也不是很高，需要对死亡气息足够敏锐并感到亲近。叶无穷为了成为亡灵法师，只好给自己洗脑，再加上一些亡灵属性的道具，散发出了一些死亡气息。他拿出大法杖，尝试释放了几个亡灵法术，成功率很高，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他接着学习更高深的亡灵魔法，各种骨头拼凑成的几个小骷髅，呆头呆脑的，没有灵魂，只是傀儡。艾弗兰在一旁看着，轻轻皱着眉头。他不是太喜欢这些东西，但他有他的原因。另外，这样的魔法天赋也让他有些意外。10来个亡灵魔法学下来，叶无穷对亡灵法师的理解越来越深，所召唤出的亡灵生物也在逐渐变强。终于，系统出现提示：你已成为亡灵法师。这样的话，使用邪神法杖召唤的效率会大幅度提升。叶无穷舒了口气，又 get 了一个新职业。好在这并不是游戏，只要有能力，完全可以拥有多重身份。下面就该实战去了。但叶无穷现在精神力消耗的差不多，坐下来回复。一道能量落在他身上，先清凉，而后释放出暖意。很快，他的精神力就恢复满了。叶无穷，他抬眼望着艾弗兰，绽开淡淡的微笑。他也在看着他，精致清丽的面容同样泛着令人心动的笑容，金色眼眸中目光像清风一样温柔。这样的奶妈真是没得说。叶无穷心想，跟他漂亮的眼睛对视了片刻，他简直忍不住在想，他为什么老看我？不会是喜欢我吧？算了，他很有自知之明，先打得过世界树再说。多谢。叶无穷笑着起身，我要去前线，然后召唤亡灵，其中或许会有一些逝去的精灵。艾弗兰轻轻颔首，叶无穷便也没多说，他身上有印记，他随时都能出现在他附近。诺曼玫瑰，亡灵法师叶无穷出现。大批的龙翼士兵早已迫不及待在城外厮杀了。第一个目标不是慕容城，而是领地有部分重合的玫瑰城。自从女伯爵死后，玫瑰城变成了无主之地，内乱尚未结束。今天开始，这群原住民贵族就不必再操心这个问题了，因为叶无穷将接手此地。龙翼士兵出动，铺天盖地，直接莽就行了。叶无穷都懒得指挥，他们自己就能将玫瑰城拿下。叶无穷另带了一批人马向慕容城开动，一路上他都在琢磨亡灵召唤术。古斯塔夫的魔法书里召唤几个种族的咒语写得清楚，只是不知用的哪种语言，其中没有精灵族，而是最常见的骷髅、行尸、哥布林等几个。此外还有随机召唤咒语，不确定会出现什么亡灵生物。叶无穷只能用随机召唤，但他想要精灵的概率大些。根据魔法教材，召唤的时候需要在脑海中勾勒该生物的大致形象，越详细成功率就越高。那他召唤的时候想着精灵会不会没那么随机了？叶无穷一边骑着独角兽奔驰，一边加以尝试。最开始的10几次，一次也没成功，甚至由于不熟练，出现了一些极为丑陋邪恶的缝合怪幽魂。没有办法，只能练习，天道酬勤。练着练着，叶无穷念头一转，试着召唤别的生物。啊，我好像看到。毛毛突然发出惊呼，在空中转了个弯，看向后方。后面半空中一头半透明的灰白独角兽出现。成功了！叶无穷有一丢丢激动，没想到召唤独角兽会如此成功，一次就出来了。这是朝夕相处的缘故，看来他对精灵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毛毛好奇地飞过去查看，灰白独角兽在空中悬着，有点呆滞，但眸中仍透着一丝光彩，还是有灵智的。有了对比，叶无穷发现有些生物在人类看来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细看还是有差距的。这头独角兽亡灵年龄应该比毛毛大得多了，体型也更大一些。身为亡灵法师，叶无穷召唤出来的东西比单纯依靠邪神法杖召唤出的存活时间要长得多了，足有6个小时。等他亡灵魔法更为精通，时间还会更长。我是你的主人，你要以我为信仰。叶无穷尝试与灰白独角兽交流，片刻，独角兽亡灵轻轻点头，温驯的稍低下头表示臣服。
不管他生前是谁的宠物，但被召唤出来，他就属于召唤师了。很好，叶无穷看到自然生物的神明果然多了一个，这是良好的开始。接下来要多多召唤自然生物亡灵，攒多了之后再百倍。虽然这样有点复杂，但目前没有更好的途径了。至于召唤活物，成本非常高昂，而且都要吃饭，没有必要。叶无穷又尝试了几次，终于召唤出了一只精灵。这是一名男性弓箭手，长发尖耳，面容俊美。很快他也成为了叶无穷的神明。召唤师就是爽，这不比召唤卷轴好用。叶无穷觉得自己省了一大笔钱，4舍5入就是1个亿。等到慕容城附近时，他身边已经跟了20多只精灵，5只独角兽，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亡灵生物。第137章，要变天了，新的神灵将诞生。每时每刻，叶无穷都能看到自己的信仰之力在缓慢的上涨，只是想转化为实力，还差了远。来自人类的信仰之力，希望更大。没事，很快就有大部队了。叶无穷停在慕容城外50里处，等后面的大部队专心召唤亡灵。慕容城内，丹尼尔正在和家里争执，他马上就要来了，你不能走，我们一起对付他。他八爪鱼一样抱住家里，家里脸色有点灰暗，推也推不开，满脸蛋疼。不然你跟我一起，抓紧跑。不久前，他们收到前线传回来的消息了，刚进行到一半的庆祝晚宴，气氛顿时变得像吃席。在场所有人的笑容统统僵在脸上，然后破碎，变成死了爹妈一样的哀痛表情。怎么会这样？那可是传奇法师啊！他是如何做到的？那一定是假的古斯塔夫，我发誓。他们都无比震惊，这他娘的咋回事啊？所有人都望向家里，都知道这是他的主意。家里也是震撼而茫然，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对叶无穷和古斯塔夫其实都不够了解，事情好像有点脱离掌控。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家里摇头，神血者会来复仇，这一定是真的。还庆祝个球啊！赶紧讨论下该怎么办吧。此时其他人还没太慌张，只盯着丹尼尔和家里。相比之下，这俩和神血者的矛盾比较深，要找也是先找他俩。另外也有人不为所动，让他尽管放马过来吧，我倒想看看他的实力。之前家里的家族试炼场被抢一事已经在贵族圈中传开，有不少人嘲讽他无能。家里内心窝火，但争辩也没有用。此时他扫视在场众人，这些都是附近的大小贵族。家里说别急，他如果来了，在场所有人都跑不掉。反倒是他自己比较淡定，一是有这么多人垫背呢，二是他家很远，暂时不慌。其他人反应不一，甚至连真正的传奇法师是否被杀死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丹尼尔满脸郁闷，他知道自己再也当不成咸鱼了，要么杀，要么死。众人还没议论多久，有侍从惊慌失措地跑来报告，连规矩都顾不得了。神庙神像塌了，这是在慕容城。丹尼尔闻言大惊，怎么回事？其他人脸色也有些难看，露出惊容，面面相觑，不敢多说什么。他们是信神的，神庙出了问题的话，预示着厄运将要降临。丹尼尔立刻前去查看情况，其他人甚至来不及幸灾乐祸，不久之后便收到了各自探子传来的消息，他们家的神庙也塌了。这，各位大人们，惊的话都说不完整了。而后一起跑去了丹尼尔家的神庙，只见其中供奉的几位神明还有家族先祖神像都有些破损，神庙里满地狼藉。据附近守卫说，并没有任何人过来，神像是自己突然破碎的。这会是什么意思啊？神要抛弃我们了吗？丹尼尔抓住家里问道。家里摇头，他什么也不敢说。各位贵族情绪都糟糕透了，但还有更糟的事。过来这附近做客的帕克伯爵接到了探子传来的魔法信，脸色无比难看。各位，我要传达一个重要的坏消息，从女巫索菲亚那里得知。所有人都盯着他。女巫索菲亚也是一个神神秘秘的人，研究巫术、占星术。她对未来的感知能力非常强大，似乎可以从水晶球中看到一切。家里等人近期与帕克通信，才得知索菲亚很早以前就预示了大陆上将出现一批奇怪的人，他们很弱小，但将迅速强大起来。更多的是他没有说，他古怪而谨慎，觉察到危险，绝不继续探究。但刚刚他被水晶球中传出的画面伤害，发出惊叫，然后叫人立刻把消息告诉帕克伯爵，大陆将要彻底变天了，旧神已经离开，新的神灵将诞生，新的杀戮也将降临。得知这个消息，所有贵族鸦雀无声，面如死灰。寂静很久，才有人小声地问，我们真的被神抛弃了？没有人知道答案。家里把他们赶走，各回个家，抓紧准备吧。丹尼尔震惊而烦躁，难以相信这样的巨大变故。他们一直没明确感觉到神的存在，但骤然听到就神已经离开，
仍有些难以接受。更蛋疼的是，他刚进攻了诺曼玫瑰，那是无忧城的领地，他很快就会面对叶无穷的怒火。他会不会把我的脑袋切下来当碗？往好的想想，也许是当尿壶，家里安慰好友，走吧，离开这里，要么就保持信心，一定能打败他。咸鱼丹尼尔发出哀嚎，近几天一直听到的都是那个神学者如何的战无不胜，如今就连传奇法师都莫名死在了他手上。我知道我是废物，可是他现在一定学会了很多可怕的魔法。家里，这都是你惹出来的烂摊子。家里翻出了一张传送卷轴，是，我的建议就是走。然后丹尼尔就抱住他，不让他使用卷轴。我所有产业都在这里，怎么走？身为领主，失去了他的领地，只有死路一条，要么就当狗，就像几天前接手的那一批来自异界的流民一样，甚至更不如，因为可能碰不到收容自己的人，横竖都要活不下去了，只能拼了。家里说，现在向你的公爵亲戚求助，或许还来得及，不知公爵那边神庙有没有变化？丹尼尔也不管有没有效果，立刻提笔写信给好几年没联系过的亲戚，说了神庙的异样、女巫的预言，还有目前的处境。他并没有收到回信，因为公爵大人也正和他的朋友商议着线下的形势，他们得知的消息更多。天的确要变了，却是他们的机会，就神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神域试炼似乎要开启了。第138章，神也找不到对象。不久之后，那名公爵看到了丹尼尔发过来的信件，却并没有理会。神域如果开启，那将是难得的提升实力的机会。神血的提升都不算什么了，很有希望在其中得到成神的种子，其他的事情还重要吗？小孩子的小打小闹罢了。公爵大人想着。慕容城外，大军压境，等待叶无穷的指挥。叶无穷将蜘蛛女皇调了过来，还有这么多天怪物地库中传的众多怪物，再配上自己的100万大军，开始攻城。龙翼士兵骁勇善战，根本无需操心太多。战士团的一些人，如果想要历练，也随他们去。叶无穷则是在临时的驻扎点继续召唤着各种亡灵。经过他反复的测试，召唤出精灵的成功率在不断提升，对于精灵形象的脑补也越来越详细。慢慢的，10次召唤有8次都能是精灵。为了方便使用100倍技能，他召唤出来的统统都是弓箭手。精灵亡灵逐渐多起来之后，无需他再命令什么，他们自己就会交流，出来不久就奉他为信仰。时间飞逝，叶无穷的精神力也在暴跌，一只只精灵亡灵浮现在周围，密密麻麻。他一边嗑回复药剂，继续召唤。亡灵召唤术用得滚瓜烂熟，领悟了批量召唤，10只、50只、100只，一窝一窝的精灵亡灵像复制粘贴一样出现。附近的一些士兵都看呆了，这场景未免也太可怕了。如果这不是城主弄出来的，他们早就吓得全身肌肉紧绷，无比戒备了。卧槽，城主还是亡灵大法师？有人骤然发现，离谱，瑞斯败，这对面不得哭！冲冲冲，裂土封王！众人已经麻了，不知该说啥子，非要说就是，Nihility， 没有蓝了，10万多的精神力，快要见底，嗑药也无法立刻回满。叶无穷喝起了月亮圣泉中的泉水，他喝着不错，所以装了一些。这种时候，他就深深体会到了一个强大的奶妈有多重要。艾弗兰又消失不见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哎，这么漂亮可爱、单纯善良的精灵小姐姐，如果能拴在裤腰带上就好了，这样就不会梅兰残血了。叶无穷思绪乱飘，在想自己以后要是有了孩子，是起东龙风格的名字，还是精灵风呢？孩子会是黑眸，还是金眼？头发又会随谁呢？哎，不会有生殖隔离，生不出来吧？这可就……突然，叶无穷感觉周围的气场发生微妙变化。再看周围的某些士兵，他们的神情也变了，屏气凝神，满脸期待，还混合着紧张与娇羞，仿佛要被暗恋的美女上司召见。叶无穷心道：不是吧，这么鬼故事？他不敢回头。系统，他什么时候来的？系统，在你开始做梦之后吧。叶无穷，也就是说，他全都知道了。系统，大概吧。叶无穷两手抬起嘴角，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容，转身。神出鬼没的女神果然在他身后，金色眼眸澄澈，白嫩的面容则浮现一丝绯红。你又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要被世界树爷爷发现了。叶无穷心道：我也没想啥，只想了结果，没想过程啊。叶无穷，这又没在那个空间。艾弗兰，小心一点吧。叶无穷突然回过味来，他这是什么意思？不应该恼羞成怒，揍他一顿吗？所以他跟世界树不全是一伙的。反正现在世界树不在这里，叶无穷心跳微微一快，舔舔唇角，索性试探的更明显一点。他说：我只是在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突然，文绉绉，艾弗兰似乎感觉到文化障碍。叶无穷与他解释了一番，就是看到端庄漂亮的淑女，正人君子会想要追求，这是很正常的啦。正常的生物都会追逐美好的东西啊。天气很好，明媚阳光洒落，银发金眸的精灵抿着唇笑了，微微显出两侧脸颊粉润的苹果肌。我知道了，其实艾弗兰有一丝丝不好意思的样子，他没有生气就好。叶无穷看着他娇羞的模样，心里忍不住觉得真是一个傻白甜小可爱。傻白甜最重要的不是傻，也不是白，而是甜啊，不甜还可爱个球啊。依照他的成长轨迹，神战爆发的时候他还是个幼神，所以对情侣之事完全没有经历过，甚至根本就没见过几个异性吧，至少是身份年龄相当的异性。叶无穷大胆的猜测，但艾弗兰说了一点便说不下去了，发现无法准确的表达出来，该怎么形容内心想法呢？不会吓到这个小精灵吧？他先问，你要重建翡翠城，会一直留在精灵的领地吧？当然，我是精灵，所在之处即为精灵领地。叶无穷回答。那将来你拥有了神格，你会带一群精灵离开，另外开辟领地吗？叶无穷明白他的意思。这么久以来，每个种族内部都有过争端，最终导致分裂，就像矮人与侏儒那样。严格来说，他是上古加暗夜精灵，他是纯血上古精灵。暗夜精灵就是独立出去的一个小分支演化来，他很明显有帮他获取神格的意图，这样拥有2尊神灵，精灵族就更强大了。但如果是成之后，他却背叛了呢？叶无穷让他安心，我发誓，向创造一切的至高神明发誓，我永远不会与你为敌。你在哪，我就在哪。这样可以相信我吗？我相信你。艾弗兰轻轻颔首，等你拥有神格之后就可以。他红润的唇瓣轻轻抿起，美的一点也不真实，是凡间不可能存在的角色。叶无穷眯眸，可以做什么？可以和我一起把族群发展壮大，就像我的父神和母神那样。叶无穷眼神猛地明亮起来，笑意飞扬，成神了就可以做你对象。小女神再次迷茫，随后读取了他此刻的念头。他点点头，是的，我们很难找到匹配的另一半。大战没开始的时候，大家正在为姐姐的婚事发愁呢。叶无穷有点乐了，真是想不到啊，神也找不到对象。第139章，召唤自然生物，战场增益效果。但让叶无穷更意外的是，虽然有一点点娇羞，小女神这也算是很主动了。不过她羞的只是和有好感异性的接触吧。至于凡人眼里的某些规矩、顾虑，可能她根本没考虑过，也永远不必考虑。听了你这句话，我决定加倍努力。叶无穷心情雀跃不已，他笑着伸出手拉钩，就这么决定了。艾弗兰学着他的样子，伸出白嫩小手跟他拉了钩，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定下来了。本来也不复杂，互相有好感，就像2块磁铁一样，没有什么阻碍，异性相吸，啪的就撞在了一起。一道自然能量落下，叶无穷的精神回满，神采奕奕。他盯着艾弗兰打量了2眼，再看看四周。算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抱住他，触感一定很好吧？毕竟他不仅有漂亮的脸蛋，身材同样很完美。叶无穷满脸是笑，他非常满意。哇，马上要脱单了，再也不是母胎单身了。虽然事业为重，但遇到了合适的也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还这么的合适，又漂亮又强大，真是太棒了。重建精灵种族，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有人陪着一起做，感觉很温暖。现在觉得这个任务也值了。但是再一看自己现在的面板，神性只有1点，虽然能极大的增强实力，但仍然不够。信仰之力也是感人。叶无穷脸色一正，接着干活，马上就好了。有了足够的精神，大量的召唤又开始了。100只、500只、1000只。艾弗兰看看周围密集的精灵亡灵，流露一丝复杂的神色。他们不知死了多久，是为保卫族群、保卫这个世界而死。世界不可能永远平静，说不准什么时候邪恶势力又会卷土重来。他在世界树空间里已经悲伤的够多了，以后也要加倍增强实力了，像姐姐和亲人那样勇敢的去战斗。10分钟后，叶无穷召唤出了一共26000只精灵亡灵，只是不完全是同一类，无法合并。最终100倍之后是240万多的精灵亡灵，还有10万多独角兽。他们能存在6个小时就会消失，到时候再重新召唤一批。对这个我已经很熟练了。叶无穷顺带给所有召唤物下命令，他们必须同时信仰他与精灵女神艾弗兰。很有效果。艾弗兰轻轻颔首，我忽然想起来，小时候玩的游戏可以召唤小树林，还有小花仙，应该也算自然生物吧。他尝试召唤了一下，晶莹指尖泛着神光，一个个丁点大的树苗苗出现。
它们有一双幻化的眼睛，一张嘴，一落地发出稚嫩的滋哇声音。小花仙则是童话书里的插图一样，是有2双翅膀的小精灵，有点像个大蝴蝶，手里拿着小魔杖，整个只有10来厘米。叶无穷一旁看着，有点好笑。他显然也下了命令。他很快看到自己的神明列表中多出来了这2种生物，他们果然也算自然生物，只是品质不高，能提供的信仰之力也有限，但积少成多总比没有好。叶无穷凝眸片刻，也想起一事，取出了远古树灵之心，交给艾弗兰。感受到远古树灵的气息，艾弗兰略微有些惊讶，好像是世界树的候选者之一。世界树也要竞争上岗？叶无穷不懂，也不关心，告诉他这个树灵沉睡了，但他可以用自然能量制造树人，交给他用再合适不过。他刚说完，艾弗兰摊开手，翠绿的远古树灵之心缓缓浮起，周围的自然能量朝他汇聚。艾弗兰又将一道翠绿光芒注入其中，唰的一下，树灵之心绽出万千光华，生机大盛。他悬在半空，光幕当中幻化出一个树灵老头的形象，头发胡须全是树枝。这就是远古树灵艾默森。他见到艾弗兰也非常惊讶。一番谈话之后，叶无穷便把召唤其他自然生物的任务交给了远古树灵和艾弗兰。自然生物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现在只有100万级，最好能达到1000万级、1级、1世界，更多未免。好吧，先走好眼下的这一步。木龙城周围的树林遭了殃。叶无穷头一次发现木系也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远古树林被艾弗兰强化过，把树木转化为树精的速度快得惊人。无数树木从土中挣扎而出，化为人形树精。同时，这些树精出现之后，由于能量涌动，一些种子成熟，掉落在地，有些变成了丁点大的小树林，有些落进泥土，很快就破土，又变成了小树。这样不出几天，小树又会长大，又会变成树人。这些树人只要不被火攻，可以一直存活下去。饿了就把根往土里一扎，吸水，晒晒太阳就行了。很可以。绿油油望不到边的树精大军让叶无穷心潮澎湃。所以说，没有神明不要急，办法都是人想的。远古树林一路往木龙城周边的山脉去了。叶无穷则继续召唤亡灵精灵，他将用不到的其他亡灵派上战场。龙翼士兵太过骁勇，导致木龙城拼死守卫，战斗无比激烈。艾弗兰出现在天空中，点点璀璨神光洒落，战场上所有己方单位得到了一个增益光环，伤害正100%，能量回复正200%，生命回复正300%。自然气息浓郁的地方，增益可以翻倍。如果是他的神明，效果还会更好。虽然是一个临时的战场 buff， 但已经非常惊人了。毕竟1毛钱都没有花，简直就是白给。叶无穷看到自己的增益状态，有些疑惑，这样用的话，会消耗很多神力吗？不会的，艾弗兰意念回应，这是自然气息转化的能量。叶无穷，想学。这时，系统提示，你的信仰之力人族已达到1万点，请前往使用。第140章，出尝信仰之力，巨大增幅。这么快就1万点了？叶无穷略感惊讶，那他是得好好尝试一下了。系统之前骗他，来自人族的信仰之力没用，还好他没有放弃，没被忽悠去。来自自然生物的信仰之力可以转化为神性和神力，人族的信仰之力呢？不能成为神性，起码能加一些属性吧。叶无穷小心翼翼地从系统中取出已存储的信仰之力，足1万点人族信仰之力凝聚成了一颗金色小光球，极为凝实，被他托在手上。这应该怎么用？吃掉。叶无穷平心静气，感受到它内部澎湃的无尽能量，难以形容，无比圣洁温暖，仿佛阳光的精华，又像是一颗颗凝聚在一起的心，还有神明们对他的敬仰与膜拜。按理来说，信仰之力应当属于精神力，是虚的东西，但是浓郁到一定程度，便化为了实体，凝聚成了一道信仰之光。系统，是的，吃下去。艾弗兰则是好奇地看着他。叶无穷缓缓地将这光团送入口中，顿时一股柔和而强大的能量涌进他体内，在四肢百骸间奔腾。眨眼之间，他便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数倍的强化，而信仰之力的能量没有丝毫消减。啊，太舒服了！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暖融融的，骨头缝里都泛着暖意。叶无穷通体的很多肌肉在颤动，尽力吸收着充沛的能量，骨骼血肉都发出细微的声音。这是在成长、强化、淬炼。看来人类的潜力果然无穷无尽。叶无穷留意到，身体被强化的同时，自己的各项属性也在迅速增加，以惊人的速度往上冲，气势汹汹。以往他所使用的任何淬体一类的东西，全加在一起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信仰之力中蕴含的能量太过精纯，一时溢散不开的都停留在叶无穷的腹部，太温暖了。叶无穷感觉自己全身上下到处都充满了力量与光芒。我就是太阳。艾弗兰在一旁好奇而关切地看着，他的情况好像跟他有很大不同。反正他没有见过其他神是这样使用信仰之力的。对他们来说，信仰之力是实时的东西，接收到之后，每一缕都自动地汇入神体中，哪怕微弱，也还是强化着神体。积累的多了，便会发生质的变化，可以凝聚成神性、神力。艾弗兰不知道叶无穷为什么是这么用信仰之力的，但他的气息逐渐强大起来，显然没有用错。叶无穷此时龙精虎猛，凭空挥出一拳，砸向空气。砰的一声，空气发出爆响，产生一阵气浪波动，形成了一道强风。太棒了，信仰之力！叶无穷感受到实力的明显提升，他的身体被强化，力量、反应速度等再次大幅增加，好像又长高了。叶无穷心中想到，瞄了眼艾弗兰，忍不住取出一面镜子照了一下，镜中人黑眸如电，越发犀利明亮了，又帅了。现在他整个人更添了几分英武不羁，气势比以往还要锐利，视野也发生细微变化。他询问系统自己现在的身高，201厘米，果然又长高了，突破了2米。他再也不是身高不足2米的小矮人了，肩宽腿长，身材线条流畅漂亮，肌肉结实，再也找不出这么完美的男子了。试试水，澎湃的能量让叶无穷蠢蠢欲动，有种在彻底进化的感觉，但这感觉很是模糊，大概需要更多的信仰之力。现在每时每刻都有信仰之力在产生，就是速度无法满足叶无穷，他需要更多生命。叶无穷来到战场前线，双方大军正打得不可开交。贵族手下的大军自然是精兵强将，训练有素，但龙翼士兵等雇佣军虽然没有军事训练，实力却很强，更加勇猛无畏。再加上艾弗兰给了战场 buff， 他们的战斗力大大提升。原本丹尼尔犹豫不决，向周边几个贵族求援了，希望大家能帮他共度难关。慕容城如果被破了，很快就会轮到其他贵族。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他们没时间震惊这群异界来客实力为何这么强了。周围几个贵族也是手握大军，并不相信无忧城能战无不胜，他们愿意出兵援助，但慕容城需要拖延一段时间，得撑到救援到达。丹尼尔也答应了，为了拖延，甚至把龙场中的全部成年龙都放了出来，希望这些巨龙大军能够扭转战局。然而大错特错，敌军突然之间身上多了一层淡淡的绿光，然后他们就像嗑药了一样，振奋的不行，猛地一劈。慕容城的守军不得不全力防守，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资源。一群法师在城墙里面集体吟唱超强魔法，遭到天空中龙翼士兵不断的攻击，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传来了阵阵清越的龙吼。一道道巨大的身影飞过来，颜色不一，红的、黄的、蓝的，足足上百条各种属性的巨龙抵达了战场。巨龙作战，在场的所有人都没见过这种景象。慕容城的士兵一下子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龙翼士兵也同样兴奋至极，个个都是眼睛发亮，喉中发出诡异的声音。他们在交谈，在商议怎么吃掉这些巨龙，从哪里开始吃呢？大补之物啊！一群龙翼士兵拍动双翅，反而朝着巨龙迎了上去。叶无穷此时信仰之力与身体的融合几乎完成，他的各项属性都是增长了大约5万点，齐头并进，这是很惊人的加成了。此外，他对自身能力的使用也越发得心应手了，像是对天地能量隐隐的有一种明悟。快！叶无穷骑着独角兽也朝巨龙群冲了过去，他怕这些龙翼士兵发疯，当场把巨龙活吃了，他什么都抢不到。杀呀！喊杀震天！叶无穷察觉到小黑龙在宠物空间里闹腾，吵着要出来，便如他的愿。他吃了一些古斯塔夫留下的暗系材料，就陷入沉睡，应该也有所提升，正需要活动筋骨。第141章大胜！慕容城易主，惊人战利品。慕容城外，到处都是人影，处处都是龙吼之声，剑雨纷飞，一片缭乱，杀戮、死亡、鲜血充斥着这片大地与天空。半个小时后，叶无穷对精英龙翼的凶残可怕简直叹为观止。他们是半人形，体型与巨龙相比颇为渺小，但几十上百的龙翼一起行动，近身竟然可以将一头巨龙活活弄死，然后就在半空之中就把它分吃了。太野蛮了，令他头发丝都要兴奋地竖起来了。哪怕慕容城派出了他们的强大武器，100头巨龙也只是稍稍拖延了时间。巨龙死伤了97头，剩下的3只逃进了城里。叶无穷得到了40头巨龙的尸体，
统统收纳到了系统之中。至于龙血，更是多不胜数。以后一段时间要吃龙肉吃到腻了。嗷嗷！小黑龙大叫着要追杀到城内，而后又被密集的箭雨逼回来，在叶无穷身边转悠。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强大？就快成为终极魔王了。对，叶无穷无比敷衍。这家伙食用了足够的暗系材料，无数的肉食确实是有所进化，短时间内体型暴涨，比以前大了许多，达到了2米多高，一展长达5米。但心智似乎没有丝毫成长，如今他还是太嫩了点，却已经掌握几个暗系法术，还是很牛逼的。比如夜幕降临，以他这么幼稚，施展出来也足以让方圆10里漆黑一片。叶无穷仿佛看到了恐惧梦魇魔腾，这以后岂不是想让天黑他就得黑？小黑龙眼巴巴地看着嗷呜分吃龙肉补充体力的龙翼士兵，然后盯向叶无穷：“你把龙肉藏哪里了？”叶无穷：“这些龙肉啊，你吃就不合适了，毕竟都是一家。”小黑龙不服：“谁跟他们是一家？我就要吃，我要吃熟的。”叶无穷佩服：“还是你最凶残，同类都不放过。”小黑龙：“反正不是我的肉被吃。”叶无穷：“很好，你很有资格做我的宠物。把慕容城攻破，就可以开吃了。听说他们厨房很大很豪华。”哦！小黑龙顿时又冲上了前线。这一次，巨龙已经彻底败了，其他贵族的援军还在路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帮慕容城拖延时间。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叶无穷以惊雷之势攻破了慕容城，巨大的城门轰然倒塌，厚厚的城池防护罩消失，残兵溃逃，一片混乱。城主府中，在塔楼上看到巨龙被杀得大溃，丹尼尔面如死灰，差点吐血。他知道没了，凉了，到此为止了。很快城就会破的。从开战到现在这段时间，他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收拾好了该带哪些东西逃命。这实在很难抉择，有太多贵重的东西了。可是要舍弃的、带不走的更多。100年家业就这么完了，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丹尼尔抱着几只宝箱大哭，家里满脸蛋疼与焦躁，使用了一个强效传送卷轴，动力更大，能带走更多东西。任他再机智，也预料不到局势一直在往坏的方向发展。难道真如女巫所说要变天了？家里带丹尼尔弃城逃命了。至于满城的百姓、周围村镇的平民还有残军，对不住了，各显神通吧。传送回坎特城之后，家里立刻联系其他伯爵，告诉他们赶紧撤军，不用再去支援了，慕容城已经败了。然后他又联系自己这边的一群贵族，尽力说服他们立刻做准备。那个人野心勃勃，不会放过他们的。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叶无穷破城之后，鼓动败军和平民投降。他现在需要有灵智的活物，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神明，哪怕提供不了神性信仰之力，也能够提升属性。收拢俘虏的事就交给手下。他带人直奔城主府清点战利品。这里果然很混乱，一些城内士兵趁乱抢了不少财物，但完全是多此一举，他们根本跑不出城。叶无穷直接前往城主府的仓库，竟然足足有3个，里面简直是金山银海，宝光冲天。慕容城2、3代人的积蓄几乎都在这里。丹尼尔带走的是家族传承、驯龙术相关之物，俗世财富他基本没拿，完全拿不下，也没有太大用。叶无穷查验过3个仓库，各种各样的魔法材料、宝石、美酒、食材、华服、铠甲、武器，统统都是他的了，都是他一个人的。眨眼之间，叶无穷就将库房统统搬空，扔到了系统仓库里，挑一部分晚上犒赏士兵。他迅速离开，骑着独角兽在城主府中寻宝，然后又飞上天空，根据房屋的豪华程度去了慕容城其他权贵富豪家里。好家伙，又是一大波战利品入库，怪不得有些人就喜欢打仗，怪不得武将富得冒油。仅仅是打下了一座原住民的城池，所得到的战利品几乎和欧罗巴联盟的全家一起那么多。没办法，慕容城扎根在这里几百年了，每年的收益当然有消耗，但积存下来的更多。叶无穷还找到了存储粮食的仓库，金黄亮堂的粮食质量很好，足有上千吨。还有存放肉类的仓库，肉类经过熏制、风干处理，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还有脱水蔬菜、土豆地酱。自己铸币之后，叶无穷就暴富了。今天他又暴富了。慕容城的实力在周边并不算很强，但显然是闷声发财啊！不知其他的城池又是何等的富有。叶无穷骑着独角兽，风一样的搜刮了城内近100个权贵富翁的家。他只拿贵重之物，其他的就留给士兵们，给他们留点乐子吧。城内所有没跑掉的人被拉到大广场上集合。过了很久，第一缕暮色落下，叶无穷终于忙完，向俘虏们发表了一番温柔的宣言：乖啊，只要懂事，
咱不会伤害你们的，在咱的城邦里就没有饿肚子的人。再过几天，你们连上个城主是男是女都忘了。叮！系统，你的天赋欺诈者已升至5级，令人信服的魔力正 25%。叶无穷，污蔑、诽谤，在下从不打诳语。第142章庆功宴被霍霍。慕容城广场上密密麻麻挤满了被俘虏的原住民，他们本来以为自己的命运是成为奴隶，累到死，哪里知道敌方的城主发表了一番慷慨大方的宣言，表示不会压榨他们。随后也没发生什么杀鸡儆猴的事。那名城主站在高台上，大手一挥，开始庆祝吧。于是各种食材流水一般被车拉了出来，全露天的庆功宴就这样开始了。叶无穷接连取得几场战争的胜利，都没像样的庆祝过。再加上他从世界树空间回来之后，区域内部那些城邦像疾风中的弱草一样倒伏在地，就连最犹豫不决、坐山观虎斗的城邦都表示归顺与臣服了。只是他很忙，随后就发生了和慕容城的战事。这些城邦的交接等事宜还没谈完，以后无忧城管辖的所有城邦都要建设传送阵、神庙，供奉他与乐福兰。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收集信仰之力，凝聚信仰之光，强化自身。这个世界还有系统，不按常理出牌，前方还有很多未知的敌人。但是现在，今夜是时候让劳累已久的民众好好放松一下了。庆功宴最重要的并不是吃喝，而是论功行赏。叶无穷氪金使用系统统计了这几次战争中每个战士的表现，并且自动分配了相应的奖励。但凡伤害到敌人或建筑以及起过作用的人都可以有奖励。战士团的人有系统直接发放到系统，召唤出来的雇佣兵奖励直接从天而降，精准的出现在每个人面前。其实是从无忧城的仓库中扣除的，但雇佣兵并不知道，万千原住民俘虏也不知道，他们只看到火把照得亮如白昼，种种宝物发出各色的光芒，璀璨夺目。好富有啊，好大方，好强大，这是他们的一致印象，深深的被这种论功行赏的场景震撼到了。除此之外，文臣武将相应的官职也终于出炉。以前有城主、丞相、村长之类的，但仍不够严肃。这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形成了有据可循的制度。做完这些，食物的香气飘散而出，原住民俘虏留在广场上，运气好，每个人可以饱餐一顿。百万大军则是撤到城外，继续烹制盛宴，美酒、美食、水果流水一样的用车拉到各处。叶无穷一点也不心疼这些支出，大爷的，大家在这一界拼死拼活，为了什么？吃顿好的咋了？反正是别人家搜刮来的东西。整座慕容城灯火通明，热闹非凡，食物的香气飘出10里，四面都是大军，俘虏想逃也没有办法。算了，还是留在这里吃席吧。城主府厨房果然巨大而豪华，功能丰富。胖子如今五厨双修，他学了叶无穷再从各处搜刮的一些书籍，研究出了一些食补的方子，可以更有效的提升属性。对叶无穷没什么用，对其他人用处却大了。胖子仗着厨艺致富了，然后有了更多资源，实力也嗖嗖上涨，没落下。就是同时走2条路，得付出双倍的努力。今夜，他在这大厨房中尝试制作一种金色品质的大餐——王的盛宴，并且成功了。叶无穷在慕容城找到了这个菜谱的几种珍稀食材，终于可以饱口福了。女神先请，虽然你对凡间的食物没有兴趣，但我依然要表示尊重。叶无穷请艾弗兰先吃。这一桌食物金光闪闪，相当豪华，看着无比奢靡，散发出的能量也不错。艾弗兰眨动大眼，有些好奇，而后颔首。他挥了挥手，似乎有什么金色气流一样的东西从食物中飞出来，被他吸食。叶无穷，这是什么吃法？艾弗兰，他的自然能量。好了，我已经吃饱了，你吃吧。叶无穷心中暗想，你可真好养活。王的盛宴果然非常不凡，能量极为充盈。只是小黑龙一出现，食量惊人，再也没有其他人的位置了。战士团的各位元老在吃全龙宴，也还不错。叶无穷还喝了一些金色的酒，生命琥珀，又辣又甜，很香醇。他微醉，但还比较清醒。吃完之后，便找了一间卧室，盘坐消化，强化自身。夜渐渐深了，大概1、2点后，这一场狂欢终于结束。大多数人都醉了，横七竖八，还有一些自制力强的自发守夜，四处巡逻。城主府，叶无穷看着镜中的自己，如此高大伟岸，宽阔的怀抱中理应抱一个矮一些的东西。艾弗兰并没有离开。今晚很热闹，许多人无比开心，整个城市充溢着喜悦之情，令他好奇又羡慕。
他不记得自己上次这么高兴是什么时候了。叶无穷在城主府的顶层找到他，他坐在塔楼间上，夜色映衬下，身形有些飘渺，却也因此越发神秘动人。叶无穷过去与他聊了一会，尝试着靠近了些，他并没有躲开，于是他大胆的再凑近，近到与他的脸蛋贴到一起，轻轻吻上了他的唇瓣。精灵的肌肤触感像鲜花一样柔软，又有种梦幻的感觉。叶无穷抱住了他，虽然神体可以变换，但他常以类人的形态出现，1.7米左右，这身高差恰好可以让叶无穷把他完全抱在怀中。虽说他答应了他成神后可以在一起，但中间的时间呢？他不想等那么久，结束单身吧。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仅仅有眼神和意念的交流。艾弗兰感觉到他散发出了强烈的喜爱以及占有欲，他不反感，反而疑惑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后来两人离开楼顶回房间了，再然后关系就突飞猛进了。叶无穷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能城中到处飘着酒味，令人迷醉。总之他要把女神霍霍掉。又然后叶无穷发现自己错了，我的药啊，原来是他被霍霍了。艾弗兰亲亲他，帮他把所有状态回满，还可以继续战斗。天仿佛一眨眼就亮了。叶无穷看着一夜之间多出来的一些属性点，陷入沉思。然后他发布命令，全体准备进攻下一个城池。他需要更多的神明，更多的信仰之力，更强健的体魄。第143章迅速扩张，神域试炼场将开启。如果不是艾弗兰没有丝毫邪恶气息，而且是以进化能力见长的自然女神，叶无穷简直要怀疑这是什么魔女啊。他那个回复数太逆天了，漫漫长夜，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啊！所以他不服，他要赶紧成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再大战300回合。至于结束之后多出数万的属性点，这个是他的劳动成果，得收好。艾弗兰似乎比往日更为娇艳美丽，白皙面颊泛着桃花色，双眸纯净，天真动人。他是神，想要就要，没有伤害什么人，也没有道德律法的约束。更何况吃掉自己的对象，这有错吗？他不懂，他为什么心情复杂，明明很愉快，但又有些不高兴。叶无穷已理解了，神与人的思维存在巨大差异，很多事神根本就不 care， 只要不伤害神明，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但他不想再被霍霍了，要反客为主，变强，变强，变强。离谱啊！他此时的动力居然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一夜过去，自然生物的亡灵早已消失不见，但远古树林制造出的树精不断增加，如今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万棵，可以说几乎将木龙城周围的所有树木都变成了树人。艾弗兰并没有召太多小花仙之类的，他们提供的信仰之力实在太过微薄，还不如精灵亡灵。叶无穷再次召唤大量精灵亡灵，同时下达命令，重新建设木龙城、玫瑰城、诺曼玫瑰，大力鼓励生育。这片大陆平民生活困苦，粮食比较紧张，人口并不算爆炸，所以在他的领地上，种植等技术要推广开。当各项事务井井有条，人口自然就会增加。但新生儿长大还需要至少好几年，太久了，不想等。继续拿下其他城池，就有更多神明了。叶无穷不算忙，他的手下却异常忙碌，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都需要建设。为此，又有一大批人得到提拔。新城建设、传送阵和神庙是重中之重，尤其是神庙还配备了专门的神父。无忧城的文职人员已经速度飞快地起草了一些宗教类的教材，简称忽悠大全，信老大得永生之类的。不对，是信老大永不失业。每个地方都有几十名神父负责宣传布道，像模像样，让叶无穷叹为观止。为了庇护更多平民，他连续颁布了一些政策，比如暂时免除所有税务，给穷人一些基本保障，都是民生类措施。所有建筑也统统翻新，居民区整齐漂亮，再也没有流浪汉，再也没有闲人。所有适龄者都将有工作，啥也不会的话，可以先去学技术。种种措施实行下来，叶无穷的神明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在上涨，已经突破了200万之众。来自人族的信仰之力也飞快上升，到了下午便凝聚出了3团信仰之光。如今并不是1万信仰之力凝成一团光了，涨价了，或者说一直都是越往上越难。叶无穷毫不迟疑，不间断地使用信仰之光强化自身。自然生物的信仰之力也在涨，但涨得很慢，也不够凝聚起来。艾弗兰觉得这很正常，有了足够的神明，只需要等待即可。叶无穷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有些神灵在万千世界中穿梭布道。
数以亿计的信徒产生的信仰之力根本就不够他们塞牙缝。很好，升级游戏，望我早日达到那等境界。信仰之力，神性，神格，目标清晰，就是数量庞大。为了这巨大的数目，他不得不占有更多神明。眼下的路走得还算顺利，但叶无穷不敢有丝毫放松。他有这样的机缘，还有其他9个大区域，那么多人，总有实力与运气兼具的人吧？可能也有人发现了通往神灵的道路。还有初级神域试炼场，其实后来试炼场的资格也不时的上涨，只是他不太关注了。在他遇到艾弗兰，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成神相关的知识之后，试炼资格的进度就到了100%，是第一个拿到初级神域试炼入场券的穿越者。这就有点遗憾，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多少人。不重要，他家有只精灵小女神。坎特城，大军集结，严阵以待。探子和斥候忙得要死，到处搜集情报。无忧城果然如预想的一般，占领慕容城之后，一夜休整，又开始继续向周围入侵。丹尼尔现在无比低落，不知在好友这里的安稳日子又能过几天。那人怎么就那么强？他们的神明为什么离开了？家里则是走来走去，等待各方的情报，非常焦虑。战争一旦开始，就无法结束，除非他得到碾压性的优势兵种，否则打不过对面的龙翼。但新的情报来了，令家里双眸大睁，心神震动。这是来自一名公爵，他好心的提点这些小伯爵们，如今大陆的局面确实将要彻底改变，只因为神域试炼场将要开启了，到时候或许有无尽的怪物从中涌出，一些真正的勇士们有资格进入其中竞争角逐。至于争夺的是什么，并不确定，因为还没人进去过。似乎万年前出现过一次，仅仅留下一些古老的线索。试炼场中到底能给予胜者什么？贵族的高层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成神的路径，也有人说不可能，只是一些机缘和宝物罢了。正因为它很神秘，不知多少年才能出现一次，所以得到消息的人都心头火热，立即开始准备。那里有无尽的危险，却也有无限可能。搏一搏，争取那一线超越凡人的机会。第144章 S 级任务令：古族觉醒。叶无穷并不知晓，神域初级试炼场将要开启，也无所谓，他已经有了入场券。他现在的工作重心就是拿下更多的城池。3天过去，艾伦的巴顿城被攻破，叶无穷的领地再一次扩张，子民数量增加300万，逐渐转化为神明。这3天里，叶无穷用各种办法得到的属性点、实力的成长超过了以前的总和。量变才能产生质变，没有以前打地基一样的积累，也不会有现在的突飞猛进。只是接下来的路更为漫长艰难，想要继续有本质的突破，需要有更加深厚的积累才行。30天快要结束了，距离区域结算之期还有不到1星期了。城邦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叶无穷也没想到会发展到这种程度。虽然无忧城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区域第一，但叶无穷仍没有放弃对原住民城池的驯化。按照系统热爱搞事的优良传统，谁知道区域结算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幺蛾子？所以得抓紧时间把目之所及的财富都装到兜里，落袋为安。不知其他区域现在是什么情况？叶无穷遥望远方的山脉，沉思，这片大陆实在太大了，目前仅仅接触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只是踏入了边界的森林，还有2个国家甚至都没听说过那里的事，也不知其他区域是否有神灵出现。这时系统闪烁了一下，似乎有一行通知出现，又消失了。叶无穷看到脑海中浮现一片模糊的金光，还重复了2遍，不由得惊疑，系统大爷怎么了？出 bug 了？好耶，最好程序错乱，乱发奖励。系统安静片刻，随后叶无穷发现自己收藏在仓库里吃灰的 S 级任务令出现在包裹之中。系统通知，全部区域共有100人获得了第2种族，有权限开启下一步主线任务。叶无穷，又是隐藏任务，静静听着就行了。半晌没有动静，叶无穷，你开启啊。系统，任务已发送，请查看。叶无穷一看，顿时无语。第9大区有人启用了 S 级任务令，得到的任务是再找一个人启用 S 级任务令。可这套娃呢？就是我喽。我开启之后会出现主线相关的任务。叶无穷心中已有预测，系统刚刚已经给了提示，主线任务想必就是种族相关。他二话不说，取出任务令查看片刻，将之开启。这东西他是真的遗忘了，或者说事情太多了，要管理，又要修炼，又要战斗，哪有空做额外的任务啊？更何况带来的收益也不一定比战斗更多。系统，你已开启 S 级任务令，
你向全区域发布了任务“古族觉醒”。紧接着，系统全区公告，主线任务已提前开启，请各位自行查看详情。30分钟后，怪物地窟将重置，新增万族生物与稳定空间。去战斗吧，迎接新的荣耀。区域之中，许多人有点傻眼。这个咸鱼了太久，都快忘了是在异界求生了。咸鱼个屁！我每天搬砖到深夜，吓得我一咕噜坐起来。任务又更新了，感觉又要变天了。主线任务居然是这。叶无穷查看了一下古族觉醒的主线任务，这任务好像是嫌弃人类太多了，想要恢复无尽大陆以往那种各族争霸的热闹景象。之前一些种族在大战中几乎灭绝了，现在又有了延续种族的机会。主要就是怪物地窟连接的那些空间将随机刷新出万族生物，也就是任意一个种族，数量也是随机的。穿越者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收集这些种族生物，跟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帮他们建设家园，这也算是自己阵营的了。穿越者一共10个大区将展开竞争，怪不得系统说是提前开启任务，这原本应该是区域结算之后的事吧？来得正好，他要抓活的小精灵。穿越者的第2个任务是杀怪加种族捕获，怪物地窟依旧会刷出怪物，但现在击杀怪物掉落种族转职书的概率大增，穿越者可以使用转职书拥有双重种族，就像叶无穷这样。种族捕获，每个人都要参与这个大任务，至少为区域贡献一个人类之外的种族生物，可以包括自己。这一点让叶无穷非常满意。可以转种族，太好了，我不要再当人了，我要成为半兽人，有2个丁丁的那种。嘿嘿嘿嘿，马尔少娘，嘿嘿嘿嘿，太刺激了！是不是有种族书，想成为什么都行？想屁吃，只能成为人形生物。看了任务详情之后，顿时论坛里一些奇怪的生物冒出来了。叶无穷没眼看，这些家伙实在太天真了。早在看到任务名字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所有人安排得明明白白了。整个区域转职精灵没有第2种选择。身为任务的开启者，叶无穷能看到更多信息。由于种族实在太多，区域可以选择1个或几个主要转职的种族，这样转职书的掉落概率会高一些。叶无穷思考了一下，系统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难道是想让一些种族都有神灵成长出来吗？然后呢，是万族厮杀，还是和谐共存？这他现在没必要考虑。叶无穷发布了城主通告，很抱歉，要打破各位的美好幻想。我宣布，本区域可转职的种族有且只有精灵1种。当然，精灵内部也有很多分支，但总归都是精灵。寂静片刻，评论区刷屏。精灵就是像城主这样吗？好像也不错。呜呜，美梦破碎，我要当兽娘，我要女装。好吧好吧，城主说啥就是啥了。尽管有一些人心里不满，但他们毫无办法。在无忧城，叶无穷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就这么决定了。叶无穷直接把区域种族设定为精灵。第2道命令，所有种族转职书不得擅自使用，必须上交。一些亲近的人则是向叶无穷发来贺电。第145章大改革，精灵神明智与量。大家纷纷感慨，叶无穷实在是福泽加身。刚得到成神的路径，系统就开启了古族任务，那还用发愁神明吗？不用再愁稳定的神明了，这个问题只需时间就能解决。古族觉醒任务开启，叶无穷心中有欣喜，但并没有持续多久。首先是警惕，哪怕现在实力每日突飞猛进，前路也未必顺利，基数够大，将会有一些人借机崛起。然后他考虑了下，发现情况并没有预想的乐观。转职成为精灵需要转职书，哪怕可以变为100倍，但也需要先有足够的转职书啊。如果怪物不够杀怎么办？如果怪物够多的话，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转职书仅仅只是拥有系统的穿越者才能使用吗？这极有可能。如此看来，哪怕表现得再废物，每一个穿越者都是宝贝，因为他们拥有系统，可以使用很多特殊功能，能跟上大部队的行动。没了系统，和原住民有什么区别呢？叶无穷立刻安排人手前往怪物地窟探索。过了段时间，这些人汇报尚未发现中立的种族生物刷新出来。至于怪物，不再是杂乱无章，现在刷怪像是一家一家刷的，一大片怪都是同一种族，这样会掉落他们种族的转职书，概率大概是一个怪物家族中有2-3本。继续探索，这也算是好消息了，掉率还不错。叶无穷派了更多人手下去探索，包括很多精英龙翼，他们战斗力强，是很好的打手。浩浩荡荡的大部队进入了区域内的每一个怪物地窟，也只有叶无穷这种手握重兵的土皇帝可以做到了。至于进入人数太多会影响地窟积分什么的，随他去吧，谁关心这些小事呢？几小时之后，
城邦仓库中已经多出了很多本种族书。叶无穷感受到区域还没结算的尴尬了。他虽是实际上的区域之主，但现在能使用的城邦仓库只有自己家的，其他附属城邦他手伸不了那么长。好在这些城邦也很懂事，打到了转职书会在晚上交过来。既是因为叶无穷的威严不可侵犯，也是因为大家还没摸明白种族转职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吗？系统并未明说，大家只有猜测。拥有双重种族等于多了一些天赋特长，民间就流传着关于叶无穷的传言，说他这么帅都是因为成了精灵。此外还有很多好处，剑术过人，敏捷，暗夜隐身了。总之就是有一些加成的。每个人只能用一次转职书吗？能多用几次吗？老实做精灵吧，别想了。这大概是为了城主的成神大业，这是我等屁民唯一能做的贡献了。某些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再说了，差距过大的时候，连嫉妒的心思都无法生出，只有膜拜。第二天，区域内的景象已然大变，城内遍布了一些年轻漂亮的精灵男女，耳朵尖尖，长发飘逸，有种别样的出尘气质。这些是第一批使用种族转职书的臣民。怎么定的发放标准？很简单，叶无穷从自己的神明里选的信仰程度最高的那些啊。这些人当人类的时候，对他就颇为崇拜，等成了精灵，能提供的信仰之力也会稍微多一些的。好吧，整体还是不多。神性信仰实在太难获取了。艾弗兰是一点都不急，他早就习惯了漫长的等待。反正几百年、几千年对神来说弹指一挥间，叶无穷却不得不急。他有10000个积极行动的理由。为了获取更多神明和信仰，为了提升神明的品质，他决定继续提升城邦内的保障标准。1. 食物升级，谁再敢吃最垃圾的面包馒头，要被拖去竞技场殴打。都给老子吃贵的，长期下来养身体的。2. 修炼材料，各种药剂也半价。他的店铺早就交给系统托管了，攒了很多普通资源。现在他看不上了，当保障给发了。3. 强制学习，各种提升实力、技术的相关书籍一直都是免费的，存放在系统的图书馆里，只要有系统都能翻阅。叶无穷决定在全区域进行实力与技术的考核。有些人就是没有拼劲，当不了战士，只有打工。要做最闲鱼的打工仔，混一天是一天。要提高这种神明的质量，好在有系统，考核执行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氪金，大部分是系统都能办到。大考核开始，掀起了一波学习狂潮。初次考核，系统根据实情给每个人定了2门课，考实战或者理论，每门都有3次机会，3次了依然挂科，将会被下放到最深的矿洞里挖矿，每天要挖1000斤。听说里面还有吃人的大老鼠。我日啊！没想到历经千难万险，居然还要考试。魔鬼啊，真是一个魔鬼！别想多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城主，这些考试挺简单的呀，有手就行。我觉得城主做得对，如果不是他，我们生活不可能这么安逸。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等万族出现，肯定会带来大幺蛾子。对啊，有些人混得理直气壮，关键是凭什么啊？你以各种理由当混子，别人辛苦工作养你，吃低保，能混过一辈子吗？对于这考核，最初很多非议，但敢怒不敢言。只是很快风向变了，更多人意识到了前路覆盖迷雾，感受到了叶无穷的良苦用心。要是再发生大变故，以他们的实力是很难应付的，还是抱紧城主的粗大腿吧。至于极少数的人觉得这考核很刺激，当他们发现通过一次再来考核，难度会随之升级，于是一种恐怖的生物考霸诞生了。叶无穷的改革非常有效，神明的质量在稳步提升。随着时间流逝，城邦内精灵越来越多，精灵转职书掉落的概率也逐渐增加。终于30天的期限到了，区域结算开始了。第146章区域一统，新的天赋。一晃就到了区域结算的时间，确切的说是城邦考核。根据这30天那个城邦的建设程度、繁荣度、战力等综合数据做出评定。尴尬的是，成为附属城邦之后便没有了参与考核的资格，数据将被计入到主城邦里，奖励当然也是一起领。正因为如此，有一些动作慢的微小城邦最后几天大着胆子加了进来，生怕赶不上热乎的奖励了。所以理论上来说，现在整个1号大区只剩下无忧城一个城邦了，这不奖励拿到手软。系统30天已经结束，即将进行城邦考核。霎时间，万众期待，终于来了。不知不觉1个月，逝者如斯夫啊！才1个月，祈祷一下，让我再活500年。虽说排名已经固定，叶无穷仍然对奖励
有一丝好奇。没办法，一直以来的经历很好的说明了，在游戏里累死累活打拼，也比不过游戏管理员发福利啊。他滚的雪球已经足够大了，不知系统会给出什么级别的奖励，最好是对成神有帮助的。系统结算完毕，恭喜无忧城达成成就，区域一统。被系统一说，叶无穷莫名升起一股豪情，横扫陆河，并吞八荒，一统区域，登上可域主之位。无忧城现有穿越者 1245.7414万人，繁荣度9999亿，位于区域第一。全部人民获得幸运1万点，金币1万枚，将迎来更为富足的生活。城邦考核程度达 70%， 全体成员获得永久增益效果。聪慧，学习任何知识速度正 50%。全体成员获得黄金宝箱 X10， 橙色藏宝图 X3， 请自行探索相应奖励。乍一看，系统并没有给全体成员太多东西，但实际上奖励藏在宝箱和藏宝图中。欧皇或许会发现顶级宝物。叶无穷心道，这么多宝箱，又该收购一波了。很快，系统单独给他发放奖励。你达成成就，一统区域，人族声望加50000点，达到明洞一方阶段。人族声望作用，加快获取人族信仰之力的速度。目前加成 27%。太好了，原来是这样。叶无穷总算明白了，声望到底有什么用。系统以前没提起过，的确是因为他那时还不够资格知道。你庇护了数以千万的民众，你的守护者称号升到了3级，你的守护者称号升到了4级，你的守护者称号升到了5级，对亡灵等邪恶生物的伤害加成正 800%， 对所有种族信仰之力获取速度正 30%。 这很好理解，能成为他的神明，肯定受他庇护了。叶无穷问道，这个称号是不是还有别的额外作用？没这么简单。系统是可以升级为神职守护者，你将拥有圣光属性等等，更多的现在不好多说，具体情况随形势而变。我知道了。一路走来，叶无穷已深刻体会到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很好，自己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获得暗金宝箱 X30， 你获得抽奖机会 X3， 你获得神域初级试炼令牌 X1， 可兑换为一次额外的进入机会。这次系统的奖励虽然种类不多，但还算给力。神域令牌肯定是无比珍贵的东西，红色品质。抽奖机会更是让叶无穷惊喜，太久没抽奖了，颇为想念。以我如今的水平，抽奖得到的东西也会更好吧？他想，应当是这样的，系统向来很智能。久违的抽奖大转盘呼啦啦转动起来，前2次分别抽到了未知的神秘碎片 X2 总3/7，系统的提示 X1 总3/3，已合成为系统提示。卧槽，这是什么东西啊？叶无穷看到自己突然多了一个说不出颜色的天赋。系统提示，系统提示，系统大爷特别爱你，对你更有耐心，愿意给你一些提示，在你注视物品的时候将出现相关信息。这说明也太逆天了。叶无穷试用了下，盯着未知的神秘碎片，几秒之后果然感知到了它的相关信息。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的碎片，因为合成时的环境，合成者的差别会让它千变万化，但它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好东西。这个碎片叶无穷并没上心过，随缘收集吧。他继续找东西盯了会抽奖大转盘，下次抽奖在他转动 3.671 秒之后停，将会获得奖池里最珍贵的东西，在转动 5.232 秒之后停，会获得次珍贵的东西。叶无穷，这太逆天了吧。半晌，他心道，感谢系统大爷的爱，我也爱你，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吧。随后叶无穷练习了一下精准的控制时间，精确到微秒级也太难卡了。他动用神性力量强化精神力，终于对时间的感知提升到惊人的地步。足足练习了大半天，叶无穷掌控入微，才终于抽奖。拼了！哟！一道淡金色的神光在眼前浮现。恭喜你抽中了神性力量 X1 人族。叶无穷一跃而起，仰天长啸了一声。果然是奖池里最珍贵的东西。有人族的神性力量，便相当于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成为人族的神明也有了希望。只是他仍然想吐槽，系统手里好东西实在有点多，神性力量都能发放出来，但想必这也是以他目前的福报水平能接触到的层次最高的东西了。还不够，还要继续提升自己。现在面前一片繁花似锦，但更遥远的地方有无尽的风景。叶无穷已经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对宝箱里装的是什么都已经没太多兴趣了。他对新天赋更感兴趣，研究了很久。他盯着自己系统面板中的名字，想知道系统对自己的评价。系统提示，你已经很强大了，但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第147章重建精灵主城。谢谢提醒，我从来都没飘过。叶无穷一直都知道，无尽的远方有无穷的敌人。区域结算之后，全部的大区终于合并在一起了，成为全球频道。当然，只是系统交流的合并，地理位置上仍然相距非常远。不出所料，第9大区的城主也机缘巧合得到了神性力量，并且即将传奇神域试炼场的进入资格。还有些低调之辈尚未发言。全球频道中热闹非凡，消息太多，什么都看不清。叶无穷却能看清一些东西。这些天来，他的属性点大大提升，每一项都达到了66W 以上，实力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但频道中有用消息太少，直接盯着神域试炼场的资格看。得到系统提示，目前有3人及其试炼资格，25人进度过半，158人进度在20%至50%，还挺多的。迈进全球时代，试炼资格的获取也变得容易了。只要属性点、战力评估、资质等任意一项满足条件，都能获得进度。期待我们的相见。叶无穷无比平静。系统，我觉得你最好出去看看，你们遇到了麻烦。叶无穷出门一看，发现天有点阴沉，因为主城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棵顶天立地的巨大树木，全城的人都慌得不行，以为这是哪里刷出来的巨型怪物。这特么太大了，一根树干抽过来，城墙就得塌了。就连龙翼士兵面对这样的强敌也毫无还手之力，对方太大了。卧槽！叶无穷一眼认了出来，这不是那棵世界树吗？他怎么出来了？还追杀到门口了？天啦噜！世界树也发现了他，发出低沉的声音，犹如雷霆一般，空气和大地一起震颤。你让我很生气，艾弗兰！叶无穷赶紧呼唤老婆大人，以免愤怒的世界树毁掉城邦。啊，他是很强，但这个树他不做人啊！他不讲武德，他都活了几万年了，跑来欺负他。但当世界树发现城里的许多小生物都是精灵时，他的气息迅速平和许多。这都是你的努力。叶无穷，是啊是啊。艾弗兰出现，面对世界树有一丝羞窘，但并不怂。他以意念与他交流，爷爷，我很看好他，他一定能让精灵族恢复往日的荣光。世界树仍然很生气，虽然这个臭小子有成神的资质，但现在仅仅是个凡人啊，就想了不该想的事，而且还做了，真是令树防不胜防。他本来打算给他找一个善良而强大的男神的，但显然艾弗兰已经深深被他吸引，世界树也不好多插手。他担心的是他太单纯，会被狡诈的人类欺骗。既然如此，为了让他尽快成神，我要把他扔去神域试炼场。艾弗兰，他迟早会去的。叶无穷，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有很重要的事需要做。依照艾尔莎大人的遗愿，我要重建精灵古城。精灵的翡翠城需要建在世界树上，这样他就不能乱跑了，也不会追杀他了。世界树考虑片刻，答应了他，叫他赶紧把翡翠城建出来，然后就滚去试炼吧。至于艾弗兰，也要进入神域试炼场，他从来都没有进去过，必须也要历练一下，将从中得到成长。老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世界树想得太美，同样是初级，但你们的试炼场根本就不一样。叶无穷，好吧，他还在路上，他已经是神了，没关系，他跳得很快的。叶无穷顾不上其他，先得把精灵城池建好。城内有很多精灵族的建筑，到时信仰之力的效果会更好。世界树就站在现在的位置，懒得动。叶无穷以区域之主的身份发布了任务，共享了翡翠城的图纸。这个工程实在太浩大了，氪金都氪不起，只有全民一起动手。一连好些天，天空之中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骑着狮鹫或者龙翼士兵，日夜不停的建设，再加上部分氪金，10天后，翡翠城终于重现了往昔的面貌。原本的世界树空间还在那里，将成为精灵族的一个密地。没想到翡翠城建好，触发了系统通知，无忧城已拥有精灵族主城，达成种族延续条件，降低种族转职要求，无需转职书，供奉神像即可。换句话说，现在精灵在这片区域上的主权得到了承认。目前翡翠城中供奉的神像依然是艾弗兰和叶无穷。一些白衣的精灵已经得到许可，将在翡翠城生活。从表面看来，和万年前的翡翠城很是相似。世界树沉默，艾弗兰也看了很久，如同雕像。叶无穷上前轻轻抱住了他。片刻之后，世界树的低沉声音传来：“你该出发了。”叶无穷大喊：“等一下，我收到了一封重要的信。”又是系统发来的。系统说，他们虽然是精灵，但跟古精灵没有关系啦，是新的族群，所以所有精灵将得到新的名字。
系统给他们抽中的图腾是太字，并且依据每个人的禀赋，系统已为大家生成最贴切的名字。叶无穷，所以我叫太秀；胖子，我叫太能吃；万人斩，太莽；秦牧，太昊，不错，我依据道家典籍修炼，已迈入金丹境界。搬砖的猫惊恐道：我的名字竟然叫太监。